啊！清晨，一个老妇惨叫的声音响彻武安侯府的后院。大小姐，老奴可是夫人的。夫人。穆静初右手拿着棍子，一下一下慢慢的敲击着左手，一脸笑意的看着躺在地上的张嬷嬷。你以为本小姐会怕一个年老色衰的小妾？看着穆静初一步一步的靠近自己，张嬷嬷浑身一紧，心生惧意。此时顾不得身上的疼痛，肥胖的身子无比灵活，瞬间爬了起来，指着穆静初对身边的几个丫鬟还有婆子吼道：你们几个给我好好的教训一下这个小贱人！跟着张嬷嬷一起来的几个丫鬟婆子互相看了看，有些犹豫，想上前又害怕穆静初手里的棍子。他们刚才看得真切，大小姐手里的棍子落在张嬷嬷的身上，他们听着都疼。你们都是死人吗？这么多人还怕她一个死丫头？还不赶紧把这个小贱人抓起来，耽误了夫人交代的事，小心你们的皮！这些下人刚刚也是被穆静初吓到了，听到张嬷嬷的话，想到夫人的手段，谁也不敢怠慢。几个身高体胖的婆子挽着袖子就要冲上来。你们想干什么？一个13、14岁的小丫鬟声音里透着一丝恐慌，张开双臂挡在穆静初身前。我们小姐，可是侯府大小姐，你们敢？呸！一个有娘生没娘养的小贱蹄子，要不是夫人心善，早就让她下去和她那个短命的娘了团聚了，还敢说自己是侯府的大小姐？张嬷嬷叫嚣着。铃铛！穆静初将小丫鬟拉到身后。小姐，铃铛替你拦着他们，你赶紧回房把门关上。穆静初看到铃铛明明已经怕得双腿打颤，可还是挡在他身前护着他，心中不禁升起一股暖意。前世父母离婚后各自成家，除了外公没有人愿意要他，自从外公去世后，好久没有人这么护着自己了。别怕，没人能伤得了你家小姐。穆静初安慰道。这时一个婆子抬手朝着铃铛的脸打了过来。穆静初眼疾手快，将铃铛拉到身后，一脚将婆子踢飞，把身后的2个小丫鬟撞倒在地。哎呦啊！丫鬟和婆子同时痛哭出声。院子里的人看得目瞪口呆，他们不相信平时唯唯诺诺的大小姐会有这么大的力气，一脚能把这个婆子踹飞。小贱人，你要造反，我们可是奉了夫人！穆静初不等张嬷嬷说完，抡起手中的棍子，直接打在张嬷嬷的嘴上。咚的一声，张嬷嬷应声倒地，顿时嘴唇红肿起来，鲜血顺着她的嘴角流了下来。张嬷嬷想挣扎着起来，可是头嗡嗡直响。穆静初居高临下，一脸淡定地看着她，骂你是猪，都侮辱猪，老钱婆我娘也是你能诋毁的。声音不大，却让人听了遍体生寒。穆静初抬脚踩在张嬷嬷的手腕上，脚下渐渐用力，下次再敢满嘴喷粪，本小姐就让你尝尝降的滋味，记住了吗？张嬷嬷不知道大小姐口中的降是什么，已经被吓坏了，呆愣愣的点了点头。以后谁要是再敢来我院子找事，我就打断他的一条腿，滚！第2章意识灵魂。听到他们可以滚了，这些人如蒙大赦，一刻也不敢耽误，生怕大小姐反悔，朝着院外跑去，没有一个人去管躺在地上的张嬷嬷。回来，你们俩把这头老母猪带走。穆静初指着2个婆子说道。被点名的2个婆子也顾不上张嬷嬷身上的伤，架起她的胳膊，拖着她快速离开，就怕走慢了，碍了大小姐的眼，棍子会落在他们身上。看着这些人落荒而逃，穆静初嘴角勾起一抹好看的弧度。铃铛可就没他这么好的心情，一脸担忧地看向穆静初。怎么，怕了？穆静初轻声问道。铃铛摇了摇头，两眼通红，是奴婢没用，没能保护好小姐。傻丫头，从今天开始，谁也不能再欺负咱们了。可是，夫人，铃铛，这武安侯府的夫人只有一个，就是我娘，白氏这辈子都是妾。是，奴婢记住了。可是张嬷嬷回去肯定会跟白姨娘告状的，白姨娘不会饶了咱们的。铃铛知道打了张嬷嬷就是打了白姨娘的脸，白姨娘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以前小姐也反抗过，换来的却是一顿毒打。本小姐就怕她不来。好了，小铃铛这都折腾了一早上，我都饿了。穆静初怕铃铛还在纠结这个问题，急忙岔开话题。小姐你病刚好，赶紧回房歇着，奴婢这就去厨房拿早饭。看着铃铛离开，穆静初这才吐出一口气，站在这个破败的小院中环视四周，想起3天前自己睡得迷迷糊糊，挣扎着睁开眼睛，就看见了床边站着一个身穿古装，两眼哭得通红的小丫头，再看看房间里破旧的家具，当时就懵逼了。还不等自己开口询问，头痛欲裂，又晕了过去。她像是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中她看见了一个15岁女孩凄惨短暂的一生。再醒来时，已经是泪流满面，浸湿了被褥。梦中的场景那样熟悉，让她感同身受，同时也感觉到了内心有一股强烈的怨气和不甘。思前想后，即使她不想承认，也知道自己穿越了，知道自己回不去了。这2天一直躺在床上整理着原主的记忆。原主是南下国武安侯府的嫡出大小姐，母亲早逝，渣爹从来不在乎她的死活。原主在继母手下讨生活，过得十分凄惨，经常被欺负，就连吃一顿饱饭都是奢望。好在身边还有一个忠心耿耿的小丫鬟铃铛陪着她。
原主身子不好，连饭都吃不上，更别说病了得请大夫。就在这个寒冬，一场风寒就要了他的命。再睁眼就是他这个现代特种部队的军医了。虽然两人同名同姓，就连相貌原主都与自己前世有7、8分像，可是脾气秉性完全不同。他可是很记仇的一个人，绝不会像原主一样忍辱偷生，任由别人欺负。就是到现在也没想不明白，自己在家睡觉，为什么一觉醒来就穿越到这个可怜的小姑娘身上？难道自己是猝死了？要真是这样，不知道尸体什么时候才会被人发现。想到前世自己的那些战友，穆静初笑着红了眼睛。第3章，一群废物。小姐，穆静初正想得出神，被铃铛的声音打断了思绪。厨房里只有这些了，你先凑合着吃点，下次奴婢一定早点去。看着铃铛红肿的小脸，还有托盘里那清澈见底的稀粥和2个黑乎乎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穆静初顿时就怒了。厨房里的那些人又打你了？不怪穆静初这么问，铃铛每次去厨房都会带点伤回来。前2天他刚穿越过来，一直在整理原主的记忆，没顾得上这些。既然现在病好了，知道自己已经回不去，再这么被欺负可不是他的个性。拿着这些跟我走。说完，穆静初头也不回的出了院门。小姐，小姐！铃铛端着托盘急忙跟了上去。他觉得自从小姐病好了，完全变了一个人，让他觉得陌生。要不是他一直守在小姐床前伺候着，他真就以为小姐被人调包了。其实铃铛不知道的是，他的小姐已经不在了，早就换了性子，已经是完完全全的另外一个人了。穆静初按照原主的记忆，很快到了厨房。此时武安侯府既是白氏的院子里跪了一众丫鬟婆子，一个个低着头，谁也不敢出声。夫人交代的事没有办好，生怕夫人发怒，一顿板子都是轻的。张嬷嬷更惨，被穆静初用棍子打的牙已经没有几个了，脸也肿了，嘴唇外翻，一只手蜷缩在袖子里，样子看上去都不能用狼狈来形容了。谁能告诉本夫人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白氏带着怒意问道。夫音替老牛。李婆子，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白氏嫌弃地打断了张嬷嬷的话。李婆子战战兢兢地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哼！白氏轻哼一声，到底是贱皮子，病得这么厉害都没死。随后又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众人，让你们去教训一个死丫头，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还被打出来了，真是一群废物，赶紧滚！一群人连滚带爬的离开了白氏的院子。娘，穆静初这个小贱人今天是疯了吗？白氏的大女儿侯府2小姐穆清歌问道。就这么便宜她了？就是娘，不能就这么算了。4小姐穆清离也附和道。平时只有他们欺负穆静初的份儿，没想到她现在还敢反抗。白氏只有这2个女儿，被她宠得骄纵跋扈，只有他们身边近身伺候的人才知道这2位小姐有多狠毒。可是在外人面前却是一副大家闺秀，温柔贤淑，知书达理的样子。穆清歌更是南下国有名的才女，京城不少名门公子都上赶着到武安侯府上门提亲。白氏母女心气高，一般的高门大户还看不上，一心要嫁入皇家。穆清歌心里更是藏着一个喜欢了多年的人。2位小姐，想收拾那个小贱人还不容易。白氏的陪嫁石嬷嬷笑着说道。侯爷和夫人早就有打算。白氏也认同石嬷嬷的话，唇角弯了弯，在她眼里，想让穆静初死还不简单，她在侯府里还不如一只狗得宠，留着她慢慢搓磨才有意思。谁让她娘那个贱人抢了她正室的位子？她也是官家嫡出的小姐，就因为那个女人，她这辈子都抹不掉妾室的身份。那就让她的女儿好好替她享受着侯府大小姐的待遇。不过她这个人心善，为那个贱人的女儿找了一门好亲事。想到那个人的名声和手段，她好像看见了穆静初以后凄惨的模样，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第4章，你想干什么？穆静初根本不知道白氏院子里发生了什么，很快到了厨房，一进门就看见几个婆子正围着桌子大吃大喝。在院子里干活的几个下人看见气势汹汹的大小姐进了厨房，也跟着过来看热闹。哟，白姨娘就是这么管家的？婆子的伙食比我这个大小姐的还好。穆静初调侃道，将托盘扔到桌子上，继续问道：这是你擅自做主，还是白姨娘的意思？厨房管事王婆子是白氏娘家的一个远房亲戚，是白氏的心腹，侯府里厨房的事都是她做主。王婆子根本就没把穆静初放在眼里，一双3角眼看向穆静初，不屑地说道：有的吃你还不知足，夫人心善，后代我们这些下人自然不是那些猫狗能比的，要是不想吃就饿着，反正有的人天生贱命，少吃一顿也死不了。就是谁不知道咱们夫人把这侯府上上下下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府里谁不敬着夫人？可不是，老姐姐，你说的太对了，有的人啊就是不知足。和王婆子坐在一起的2个婆子也附和道：你们怎么能这么和小姐说话呢？铃铛被气得眼睛通红，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你个小贱蹄子，刚才还没挨过巴掌，想找死是不是？王婆子恶狠狠地说道。想吃好的？有啊，看他那边有一桶呢，
里面什么好东西都有，够你们吃上好几天的了。王婆子说完，厨房里的人哈哈大笑起来。穆静初顺着王婆子指的方向看过去，满满一桶泔水，顿时恶心起来，手也止不住的颤抖。脑海里原主和铃铛被几个恶婆子按着头吃泔水的画面浮现在脑海，看着他们是真的发自内心的笑，穆静初也笑出了声。铃铛被吓到了，就是那次小姐不甘心受辱，去找白姨娘理论，被打了一个半死。好在厨房里的翠儿偷了几个馒头给他们主仆二人送过去，就这么强撑着过来。小姐的身体也就是那时候落下来病根。小姐，你别吓唬铃铛，咱们不要吃的了，快点回去吧。铃铛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拉着穆静初的胳膊就要回去。穆静初抬手替他擦了擦眼泪，笑着说道：忘了我刚才和你说的，从今天开始再也没人能欺负咱们了。铃铛点了点头。你们是自己吃，还是需要我们几个老婆子动手伺候你们呀？我的大小姐。王婆子一脸得意地问道。穆静初没搭理他，在厨房里走了一圈，看见炉灶上正烧着一锅开水，回头看了一眼王婆子，脸上顿时露出一抹笑意，慢慢地朝着他走了过去。王婆子看到穆静初眼里的狠厉，被吓到了，笑容顿时僵在脸上。今天你这个死老婆子可有福气了，本小姐打算亲自伺候你。穆静初笑着说道。你想干什么？王婆子心里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告诉你识相的赶紧滚。第5章教训刁奴。穆静初上前一脚踢在王婆子的后膝处，咚的一声，王婆子跪在地上，随后一把抓住她的头发，在地上拖着向前走。这一套动作太快，其他人都没看清楚，也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耳边只有王婆子的叫骂声，接着就是她的惨叫声。大家回过神来，就看见大小姐死死地按着王婆子的双臂，王婆子的一双手在烧得滚开的锅里动弹不得，不断发出惨叫声。众人被吓到了，有胆小的已经瘫坐在地上，除了王婆子的惨叫声，其他人连大气都不敢出。铃铛缓过神来，立刻上前：小姐。穆静初狠狠地将王婆子甩在地上，告诉我刚才是谁打的你？刚才和王婆子坐在一起的2个婆子早就吓傻了，当时腿一软，跪在地上哭着求饶：大小姐，饶了老奴吧，老奴再也不敢了。说完，2人咚咚咚的使劲磕头。呸！你们竟然跟一个小贱人求饶！王婆子疼得要晕过去，看向穆静初恶狠狠地说道：告诉你，白姨娘是不会饶了你的。是吗？我倒要看看她一个小妾会怎么饶不了我。不过我现在肯定是不会饶了你的。穆静初笑着说道。你想干什么？滚！王婆子一脸惊恐地喊道。啧，看你这一双手，真是看一眼我都觉得恶心。铃铛给本小姐拿把菜刀来，把她这对恶心的猪蹄子剁下来。你！王婆子颤抖着指着穆静初，看见她手里明晃晃的菜刀，话还没说完就晕了过去。穆静初朝着王婆子狠狠地踢了一脚，一脸嫌弃地说道：没用的东西。随后扫了一眼跪在地上的婆子，上次强迫原主和铃铛吃泔水，就是这2个老婆子。去，把桶里的好东西吃干净。大小姐，你就饶了老奴吧，老奴以后再也不敢了。2人连声求饶，哭得鼻涕眼泪呼了一脸，头磕得咚咚响。穆静初也不跟他们废话，找了2个年轻一点的厨娘，把泔水桶拿到院子，让人盯着他们吃，只要出声就用棍子招呼，随后吩咐人给他们做饭。厨房里的人被吓坏了，一刻也不敢耽误。好在厨房里食材都是现成的，很快就饭把菜做好了。看着荤素搭配的4个，穆静初肚子咕噜咕噜叫了起来。自从到了这个地方，他连一顿饱饭还没吃上。还没等主仆2人坐下，白氏身边的大丫鬟冬梅来了厨房，没想到会在这看见穆静初，看到院子里2个婆子的惨状，再看到厨房里一片狼藉，还有躺在地上的王婆子，不禁让他心惊。今天早上张嬷嬷的惨状他也是看到了，不知道大小姐这是抽什么风，一夜之间变得这么彪悍。大小姐，冬梅还是不情愿地喊了一声，随后质问道：这是怎么回事？穆静初现在哪有心情理他，招呼铃铛坐下赶紧吃饭，他实在饿得受不了了。铃铛还想拒绝，哪有下人和主子坐在一起吃饭的，刚要开口，看见穆静初不容拒绝的眼神，把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第6章第1顿饱饭。冬梅被这主仆2人无视，心生不满，自己是白氏身边的大丫鬟，这府里谁不给她几分面子？再看看这2人一副饿死鬼投胎的样子，一脸的嫌弃。大小姐现在是夫人管家，你把厨房折腾成这样，不好交代吧？还虐待下人，也不怕说出去被人笑话，丢了侯府的脸面。你最好闭嘴，一个奴婢也敢对本小姐指手画脚，不想和她一样，赶紧滚！穆静初指了指躺在地上的王婆子。冬梅刚才没注意到王婆子的手，这会儿穆静初一说，她才看到了，顿时吓了一跳，看眼前的情形，知道这回要是再敢和大小姐顶撞，下场肯定好不了，也不再逞口舌之快，急忙跑回去向白氏汇报。穆静初吃饱了，才感觉自己是真的活过来了，打了一个饱嗝，起身说道：铃铛，咱们走。
两人回去的路上，铃铛还是一副不敢相信的表情。今天的菜做的有点咸，下次告诉他们注意点。小姐，咱们还来？怎么你还想吃以前那些剩饭馊饭？铃铛摇了摇头，不想，这是奴婢长这么大吃的最好的一顿饭了。说完，脸上露出了一个满意的笑容。穆静初心疼地摸了摸铃铛的小脸，傻丫头，你就等着以后跟着你家小姐吃香的喝辣的吧。侯爷真的不会找小姐麻烦吗？铃铛一脸担心地问道。放心，就算他来找麻烦我也不怕，忍了这么多年，再也不想忍了。他们欠我娘和我的，我会一样一样讨回来。可是我们怎么能跟侯爷对抗呢？别操心了，小小年纪都快成老婆婆了，以后让你见识见识你家小姐的本事。铃铛一脸不解地跟在穆静初的身后，朝着他们的小院走去。穆静初知道自己的改变会让很多人起疑，也许一切都是巧合。原主的母亲精通医术，留下了几本医书，还有自己亲手写的手记，上面记录了不少病例。他懂医术这件事正好可以掩盖过去。原主的娘在他小时候也教他识过一些字，后来娘亲过世，他就偷偷去侯府学堂，在外面听先生讲课，也认识一些字。没事的时候也会翻看医书。主仆二人经常被欺负，身上总会有伤，原主就自己鼓捣一些治疗外伤的药。他们没有银子，平时偷偷绣点荷包和帕子。铃铛从狗洞钻出去，拿到绣庄去卖，根本也卖不了几个铜板，只能买最差的草药，效果都差强人意，总比没有的强。前世他的外公是有名的中医，而且医毒双绝，跟在外公身边，从小耳濡目染，一身本事尽得外公真传，无论是毒还是医也都不在话下。冬梅风风火火地跑去前厅，看见侯爷的随从刚好离开。冬梅，你是夫人身边的大丫鬟，怎么能这么没规矩？石嬷嬷斥责道。白氏一脸不耐烦地问道，又出什么事了？夫人，大小姐去厨房把王婆子和几个婆子打了，王婆子伤得不轻。小贱人真是要造反啊！白氏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夫人，侯爷刚刚传话，王爷马上就到了，这可关系到了两位小姐的亲事，想收拾那个贱人还不容易。再说了，以后都不用夫人动手，他恐怕也没几天活头了。石嬷嬷一脸精明地说道。第7章女乞丐。白氏眼里闪过一抹狠毒，随后又是一副当家主母的做派，告诉青哥和青离好好打扮打扮，别丢了侯府的颜面，先别管那个小贱人，回头再收拾他。穆静初还不知道自己被人惦记上了，这会儿吃饱喝足了，带着铃铛把院子收拾一下。原主身体太弱，他要尽快恢复体能。前世外公怕他一个女孩被欺负，从小让他习武、近身格斗、散打都是他的强项，大小奖项也是拿了无数。想恢复到他前世的身手，必须抓紧时间锻炼身体。今天就教训了2个老婆子，他已经累得不行了，在这侯府还要对付一帮豺狼虎豹，一刻也不能懈怠。主仆二人正干着活，院门突然被打开，露出一个小脑袋。翠儿，快进来！铃铛看到小丫鬟，高兴地说道。翠儿看见穆静初有些紧张，不敢抬头，规规矩矩地行了一个礼，见过大小姐。穆静初知道翠儿是厨房里一个粗使丫鬟，和铃铛交好，经常偷一些吃食给他们送来。不用行礼，你来找铃铛。翠儿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拿出一个纸包。大小姐，府里来了贵客，厨房都在忙活，恐怕顾不上你们，这2个馒头你和铃铛姐姐留着。好，谢谢你。穆静初说道。翠儿有些腼腆，小声说道，大小姐奴婢先回去了，刚刚石嬷嬷来厨房了，你们小心点。知道了，谢谢你翠儿。铃铛感激地说道。铃铛送翠儿出了院门，回来就看见自家小姐一脸坏笑地站在树下。小姐，铃铛小声地喊道。铃铛，你去打听打听，今天谁来侯府？好，小心点。很快铃铛就回来了。小姐，我听大牛哥说，好像是康王要来。康王？穆静初疑惑地看着铃铛问道。皇后的儿子。小姐，你小点声音，要是被别人听到小姐这么称呼康王，肯定要被治一个大不敬的罪。怕什么？这会儿没人顾得上咱们。铃铛给我找件衣服，本小姐也要去前厅见见贵客。白氏今天先给你来一波小惊喜。穆静初唇角勾起一抹冷笑。如今皇上还没有立太子，康王是皇后所出，还有一个当丞相的外祖父，在朝中呼声也最高。武安侯府现在大不如前，武安侯现在也只是在兵部领了一个闲职，所以才一心想将女儿嫁给康王。康王也有意拉拢武安侯，毕竟武安侯现在没什么实权，好拿捏，为自己办事。穆静初还没走到正厅，远远的就听见了他那个渣爹爽朗的笑声。够热闹的呀！穆静初看着一屋子的人讥讽道。没事，你们忙你们的，我就是来这蹭饭的。说完，穆静初找了一把椅子坐了下来。众人皆是一愣，康王和齐郡王更是不解，堂堂侯府怎么会有女乞丐？对，就是女乞丐，一身衣服打满了5颜6色的补丁，身后的小丫鬟手里还捧着一个带有豁口的破碗。第8章，我要出府。穆卫清先是一愣，一下子没认出穆静初，他已经好久没见过自己这个大女儿了，
要不是眼前这个少女和自己发妻长得实在太像了，他都忘了还有这么个女儿，同时也被他这身衣服惊到了。混账，还不赶紧滚回去，别在这丢人现眼！穆卫清怒斥道。侯爷，这位是……康王开口打破了厅里尴尬的气氛。白氏也是没想到穆静初早上闹了这么一出，现在竟然还赶到前厅来，穿成这个鬼样子，这就是在打他的脸。要是被传到外面，说他虐待原配的孩子，这么多年他好不容易苦心经营的名声就毁于一旦了。想到这，急忙解释道：“康王，这是我们侯府大小姐，平时就喜欢胡闹，今天不知道王爷来，冲撞了王爷，还请王爷不要怪罪处。”白氏一副慈母担心女儿受罚，焦急求情的样子，让穆静初差点笑出声来。亲哥替大姐姐向康王齐郡王赔礼了，还望康王齐郡王原谅姐姐一时鲁莽。穆亲哥向前一步，规规矩矩的行了一个礼。混账东西，看看你像个什么样子，还让你母亲和妹妹替你道歉，侯府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滚回你的院子去。穆静初看了一眼坐在主位的康王，一身蓝色暗纹云锦长袍，腰间挂着一枚玉佩，修长的手指上戴着一枚碧玉扳指，墨发高竖，一张俊美的脸上带着笑意，只是那笑意不达眼底。母亲，穆静初收敛了脸上的笑意，看向穆卫清，开口问道：“侯爷是老糊涂了吗？我母亲早就过世了，不然我一个堂堂侯府的嫡庶大小姐，怎么会连一件御寒的衣服都没有？要不是快饿死了，我会跑到这来。你们现在倒打一耙，说我丢人现眼，快摸摸你们的脸，还在吗？”穆静初转头看向白氏：“白姨娘，你说我成天胡闹，你和这位王爷说说，我怎么胡闹了？逆女，给本侯滚回去！”穆卫清额头青筋暴起，一双手紧握成拳，恨不得当场就把这个逆女打死。我凭什么滚？一个靠着卖笑上位的小妾都能在府里耀武扬威，我堂堂侯府嫡庶大小姐，为什么要一忍再忍？就算我忍，你这个小老婆能发善心善待我吗？老爷，这以后让妾身怎么在府里立足啊？白氏拿帕子擦了擦眼角不存在的眼泪，心痛的说道：“妾身没法活了。大姐姐，你就少说两句吧，一切都是妹妹的错。”闭嘴！穆静初不等穆清哥说完，打断了他的话。他最讨厌这样的小白花，听他们这种人说话，浑身起鸡皮疙瘩。穆静初，你别得寸进尺！穆清离忍不住愤怒道：“穆大小姐！”齐郡王坐在旁边，已经看了半天的戏，没想到武安侯府的大小姐这么有意思，开口问道：“你说的可都是真的？”他觉得这位大小姐绝不是外面传的那么胆小懦弱。四弟，康王警告的看了一眼齐郡王，齐郡王撇了撇嘴，没有继续追问。穆静初看了一眼面前的少年，16、17岁的样子，一身白色长袍，腰间一条玉带，勾勒出他修长的身形。第9章，听说要赐婚。穆静初刚刚听到穆清哥称呼少年齐郡王，知道这个也是皇上的儿子，开口说道：“齐郡王，您要是不相信，李可以到我住的院子看看。这么冷的天，在我院子里，你们要是找出一块炭，我吃了它，我都怕哪天风大，把我那院门吹倒了。你先回去。”穆卫清强压着心中的怒火，他相信穆静初的话，知道白氏一直不待见这个女儿，可是这都是侯府的家事，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尤其是当着王爷的面说出来？同时也在心里对白氏生出不满，狠狠地瞪了白氏一眼，把家交给他。今天在王爷面前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不知道这个家是怎么管的，要是传出去，他们侯府还不成了京城的笑话？今天这个大女儿是豁出去了，要把侯府的脸面搁在地上踩，应该是被逼急了。现在不管事情如何，一定先把她打发了再说。我怕回去不是冻死就是饿死，还是这里好啊，有吃有喝还暖和。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不用管我，你们继续。穆卫清看着康王脸上略有深意的笑容，知道他这是生气了，急忙走到穆静初身边，咬着牙小声问道：“你究竟想怎么样？”穆静初唇角微扬，先给我100两银子，我要出府。好，去找管家，告诉他本侯同意的。穆卫清此刻恨不得立掐死这个逆女。穆静初就是给他们添堵来的，现在目的达到了，也不和他们多费唇舌，从管家那拿了100两银子出府了。侯府其他人被穆静初气得七窍生烟，但是康王还在，也不好发怒，只能强压着心里的怒火，把脏水都泼在穆静初身上。康王和齐郡王都是在宫里长大的，怎么会不明白这里面的事？只是看破不说破。穆静初走在街上，看什么都新鲜，这里的物件都是古香古色，他极为感兴趣，也很喜欢。主仆二人身上的衣服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一些摊主以为他们是乞丐，还不等他们走近，就开始赶人。狗眼看人低的玩意儿，本小姐这身衣服是时下最流行的乞丐服，连这都不懂。小姐，铃铛被人指指点点的小脸涨得通红，拉着穆静初的袖子小声说道：“别理他们，咱们快点离开吧。真不懂得欣赏，白费了我一早上的心血。咱们去前面成衣铺，先买2身成衣换上。”穆静初就算脸皮再厚，也不想被人指指点点，估计穿着这身衣服，连酒楼的大门都进不去。
好在成衣店的伙计没有因为他们的穿着怠慢，热情招呼。等主仆二人从店里走出来，完全换了一个人。此时穆静初心情极好，哼着小曲，带着铃铛去酒楼吃饭。此时对面茶楼一个包间里，2个年轻的贵公子对面而坐，其中一个身穿淡蓝色暗纹锦衣长袍，通神气质金贵，长相十分俊秀，脸上带着玩味的笑容，看向对面的男人，开口问道：听说皇上要给你和武安侯府的那个草包大小姐赐婚。第10章安插的眼线。对面男人一身黑色锦袍，剑眉星目，一双漆黑的眼眸深不见底，神色淡漠，周身散发着一股寒意，让人不敢靠近。声音清冷，淡淡开口：你消息倒是灵通，看来是真的。皇上这是故意恶心你，才给你安排了这么一个草包。黑衣男子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并没有理会男子说的话。难道你真的要娶武安侯府的大小姐？现在武安侯可是和康王走得很近，这位大小姐就是他们安插在王府的眼线。云琛，你觉得一个草包他会有命进楚王府？黑衣男子戏谑地说道。铃铛，一会儿你先去订2张大床，还有柜子、桌椅，看看咱们缺什么，你尽管订。对了，再去布庄看看有没有现成的棉被，让他们都送到侯府，找管家结账。我在附近转转，1个时辰后，你在刚才的成衣店门口等我。吃饱了，主仆2人走出酒楼，穆静初开口说道：不必省银子。小姐，咱们刚才已经把白姨娘得罪了，又花了这么多银子，回去侯爷肯定饶不了咱们。你不用担心，按照我说的做。穆静初和铃铛分开，先去了这条街上比较大的一个药铺。今天让这一家子在康王面前丢脸，府里那帮狼心狗肺的东西不定憋着什么坏呢。他现在身体还没恢复，不得不防。走出药店，穆静初手里拿着药材，还有新买的一套银针，看着一点点瘪了的荷包，不停地啧舌。这银子太不经花了，要想想挣钱的门道，指着那个便宜爹没戏。穆静初又去书店买了几本游记，还有一些关于习武方面的书籍。以后别人问起来他会功夫这件事，他可以说自学成才，管他们信不信。毕竟他的那些路数谁也看不明白。最后将身上仅剩的一点银子买了一把匕首防身。到了成衣店门口，远远的就看见铃铛伸着脖子焦急的四处张望。看见穆静初的身影，铃铛立刻跑了过去：小姐，你可回来了，奴婢担心死了。我这么大人又丢不了，有什么可担心的？事情都办好了。办好了，已经让伙计送回府了。不错，咱们也回去吧。小姐，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累坏了吧？说着，铃铛接过穆静初手里的东西。侯府，这真是你们府里大小姐订的东西，怎么能不认账呢？送家具的伙计着急地说道。我们已经问过了，大小姐根本没让丫鬟订过这些东西，赶紧滚，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是你们撒野的地方吗？看门的小厮说着就要关门。你们侯府怎么能赖账呢？说好的送到侯府结账，谁让你不问清楚了，怨得了谁？再不走别怪我不客气。吵什么呢？管家听到小厮说门口有闹事的，急忙出来。刘管家，这个人非说这些东西是大小姐订的，刚才已经问过大小姐院子里的人，大小姐根本就没订这些东西，他们非赖着不走。小厮连忙解释。大小姐？管家转身看向小厮问道：你问的是谁？第11章拿家法来。大小姐身边的彩霞姐姐啊。小厮一脸的不解。管家一听就知道小厮搞错了，府里的人早就把木青哥当作是府里的大小姐，甚至一些入府晚的下人都不知道府里还有这么1号人。要不是穆静初早上找他要银子，管家也忘了这位正牌嫡出的大小姐。你先在这等着。管家看了看门口的这几车东西，不禁头疼，转身就进了院子，心中暗道：这侯府恐怕要不太平了。穆卫清刚刚才有了点好心情，因为管家的汇报，顿时暴跳如雷，把银子给他们，让他们赶紧滚，等那个逆女回来，让她滚来见我。是。管家好久没看到过侯爷发这么大的脾气，出了房门，急忙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招呼小厮把东西搬进来。穆静初回来的时候，小厮还在卸车上的东西。管家看见穆静初回来，急忙上前：大小姐，侯爷让您回来就去见他。穆静初根本没理会管家，看向铃铛说道：铃铛，你带着他们把这些东西搬到咱们院子，再把咱们屋里那些破烂都扔了，我一会儿就回去。是。穆静初刚踏进房门，一个茶碗就飞了过来，好在他反应快，身子向侧一闪，茶碗落在脚边。逆女跪下。穆卫清呵斥道。穆静初抬眼看过去，穆卫清正怒视着他，白氏则坐在他的旁边，唇角微微上扬。穆青哥和穆青离坐在两侧，也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穆卫清的小妾还有庶女坐在一旁，对他也是一脸的不屑。侯爷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小心伤肝。穆静初笑着说道。逆女，本侯让你跪下。我凭什么跪下？穆静初收敛笑意，声音有些阴冷，让穆卫清一愣，他从这个女儿眼中看到了一丝狠厉。老爷。白氏轻唤一声。穆卫清这才觉得自己刚刚失了神，随后厉声喝道：你这个不孝女，敢忤逆长辈，今天在王爷面前让侯府丢脸，
见了长辈也不行礼。今天我要是不用家法，明天你还不知道会闯出什么大祸，连累侯府。老爷，您别生气，大小姐还小，慢慢教，别回头再把自己身子气坏了，到时候妾身该心疼了。白氏在一旁劝慰道：他还小，比亲哥还大几个月，你看看亲哥，京城里谁不夸赞？再看看他，侯府的脸都让他丢尽了，早知道他是这副模样，生下来就把他掐死，现在倒省心了。大姐你赶紧跟爹认个错，看把爹气的，别让人说咱们侯府小姐没有教养。木青哥开口说道：闭嘴，你们有什么资格教训我？穆静初这一天已经够累的，回来还要看他们表演，早就不耐烦了，冷喝道：一个年老色衰的小妾，一个庶女，一个不管亲生女儿死活的爹，你们教训我要脸吗？老爷，妾身管理侯府这么多年，自问不亏待任何一个人，大小姐这么说，让妾身以后还怎么管家？白氏一脸委屈地说道：管家，管家，拿家法来，我今天要是不好好教训这个逆女。第12章无眉苟合的外事。侯爷，你省省吧，还有你白姨娘，不，你以后叫白莲花得了，都这把年纪了，还学人家小女孩撒娇，你自己不恶心吗？穆静初，我娘现在是侯府主母，你一个死了娘的贱种，敢这么说我娘？穆青离年纪小，听见穆静初诋毁白氏，站起来抬手就要打穆静初。穆静初比他出手要快，还没等穆青离的巴掌落下来，穆静初反手一个巴掌打在他的脸上，啪的一声，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穆静初上前掐着穆青离的下巴，眼睛盯着穆青离，厉声道：你说谁是贱种？我要是贱种，那侯爷是什么？还有，你要是再敢对我娘不敬，我保证让你下去给我娘赔罪。穆青离被他的眼神吓到了，也不敢出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白氏再也装不下去了，对着身边的丫鬟吼道：你们都是死人吗？看着四小姐被这个小贱人欺负，还不拉开。几个丫鬟上前，被穆静初一个眼神吓到了，谁也不敢动手。穆静初一把将穆青离甩在地上，看向白氏，冷笑道：怎么白莲花不装贤妻良母了？混账，侯府岂容你这般撒野？白氏早就被扶正，是侯府的主母，你对母亲不敬，殴打自己妹妹，口出狂言，你这个忤逆不孝的东西！母亲，妾是扶正，在我这个嫡女面前，她永远是个奴婢，一个玩物。当初你们无媒苟合，她大着肚子找上门，要不是我母亲心善让她进府，她始终是个见不得光的外室。严格的说，你们骄傲的大女儿还是个奸生子，我说的对吗？你，穆卫青被他对得说不出话。白氏眼里尽显杀意，穆青哥指甲嵌入肉里，感觉不到疼，他怎么敢说出这样的话？要是被传出去，别说是皇家，就算是一些官宦人家也不会娶她。其他人是来看热闹的，谁知道大小姐变得这么彪悍，能说出这样的话，一个个低着头，尽量减少自己的存在感。滚滚！穆卫青怒吼道：我就想过自己的日子，你们别来惹我，不然我不介意家丑外扬，让大家知道侯府这位当家主母是怎么苛待原配嫡出的孩子，侯爷是怎么宠妾灭妻，到时候看看御史会不会在御前参侯爷一本。穆静初是真的累了，转身离开，走到门口，看向白氏，缓缓开口：我是侯府大小姐，好像每个月都应该有月例银子，可是我从来没见过，今天晚饭前把欠我的银子都给我补齐了。滚，都给我滚出去！穆静初听到身后传来穆卫青的怒吼声，还有茶碗落地的声音，此刻穆静初心情极好，哼着歌回了院子。管家也是个有眼色的，派人送来了浴桶、炭，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此时屋子里也不再像个冰窖。穆静初回去之后就开始鼓捣那些药材，就连晚饭也只是啃了一个馒头。今天得罪了穆卫青还有白氏，他不相信接了白氏老底他会这么轻易过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动手，他要早做准备。第13章，我想与你们合作。晚饭前，管家送来了500两银子，说是补的月例银子，其实穆静初也不知道该补多少，也不打算跟他们细算了，就让铃铛收下。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这些账都先记着，以后慢慢算。一直忙到天亮，总算是完工了。穆静初打了一个哈欠，用手捶了捶酸痛的肩膀，拖着疲惫的身子上了床，心中暗道：这副身体还是太差了，一个晚上不睡，困得就不行了，浑身哪都疼，要赶紧把锻炼身体提上日程。躺到床上，头一沾到枕头，眼睛开始打架，沉沉的睡了过去。一连几天侯府都没有人再来找穆静初的麻烦，他也落得清闲。每天早上武安侯府西边的一个小破院子，都会有一个少女带着一个小丫鬟围着院子跑圈，然后就是做着各种奇怪的动作。小姐，奴婢坚持不住了。铃铛喘着粗气说完，一屁股坐在台阶上。你又想偷懒，快起来！穆静初说着，伸手就要把她拉起来。小姐，你就饶了奴婢吧。铃铛连忙求饶。好了，今天就饶了你，一会儿本小姐带你出去转转。穆静初有自己的打算，以后要是想离开侯府，手里必须有银子。他知道原主的母亲给原主留了一些嫁妆，虽然不多，也不能便宜了侯府那帮人。
只是现在还不是要回来的时候，现在只能先想办法挣银子。这几天让铃铛买了不少草药，自己配置了一些药丸，还有一些治疗跌打损伤的药膏，打算拿到药铺里去卖。主仆二人出了侯府，直奔京城最大的药铺妙春堂。姑娘，你又来买药材？铃铛来过几次，药童一眼就认出了他，急忙上前打招呼。今天是陪我家小姐来的。小姐，您做这些着，需要什么药材？告诉小的，一会儿包好了给您送过来。不必了，请问这位小哥，掌柜的在吗？药童不知道眼前这位小姐找掌柜的有什么事，不敢怠慢，急忙去找人。很快，一位30多岁、身穿青色长袍的男人跟在药童身后走了过来。我是妙春堂掌柜的，彼姓周，不知道姑娘找我何事？我想与你们药铺合作。穆静初直接说明来意。周掌柜微微蹙眉，打量着眼前的小姑娘，一看就知道是哪个府上的千金。他不明白这位小姐的来意。合作？穆静初点了点头，示意铃铛打开包袱。铃铛将包袱铺在柜台上，里面有10几个小瓶子，上面还贴着标签。这些都是我自制的药丸，想要在你们药铺里卖。穆静初一副志在必得的说道。倒是铃铛心虚的低着头。这位姑娘，我们这药铺可不比其他地方，这些药丸来历不明，是要出人命的。周掌柜婉拒道。周掌柜是不相信我这些药丸的效果。周掌柜只是笑笑，没有说话，可是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周掌柜左腿可是有旧疾，平日里还好，只是每到冬日疼痛难忍。穆静初看向周掌柜问道。第14章谈合作。周掌柜心中一惊，他这条腿年轻时受过伤，落下了病根，没想到一个小丫头一眼就看出来了。随后穆静初继续说道，最近周掌柜是否四肢冰凉，倦怠乏力，头晕耳鸣，夜里还经常起夜？周掌柜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穆静初。还有一点。穆静初向前走了2步，仅用2个人能听见的声音在周掌柜耳边小声说道，房事上力不从心。你……周掌柜老脸一红，尴尬的不知道说些什么。这么私密的事情竟被一个姑娘说出来，更是让他觉得丢脸。既然这样，周掌柜还是不相信我的医术，那我就告辞了。这京城也不止你妙春堂一个药铺。穆静初转身就要离开。姑娘，请留步。周掌柜刚才是被穆静初的话惊到了，一时没反应过来，见他要离开，这才缓过神来，急忙开口。周掌柜，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既然你不相信我，不想与我合作，咱们也别彼此耽误时间，我还要去其他药铺。姑娘，你误会了，既然要谈合作，咱们还是去后堂，毕竟这里人多眼杂，你说是不是？穆静初唇角勾起一个好看的弧度。好。铃铛收拾好包袱，和穆静初一起进了后堂。我们都要合作了，还不知道姑娘如何称呼？周掌柜问道。我姓穆。穆姑娘，我有话就直说了，合作的事咱们稍后再谈，如果周掌柜的方便，可否让我把个脉？穆静初开口说道。周掌柜没想到穆静初没有先谈合作的事，而是先提出给他把脉。其实在穆静初说出他病症的时候，他也有过这个心思，不过也没抱太大希望，毕竟眼前这位姑娘看上去也就刚及笄的样子，现在一想，对于折磨他多年的这种陈年旧疾，有点病急乱投医的意思。不过还是开口说道，那就有劳穆姑娘了。穆静初将手搭在周掌柜的脉上，看着他脸色变得略显沉重，周掌柜心中不安起来，不知穆姑娘可有办法。过了一会儿，穆静初才开口说道，我给周掌柜写个方子，10天后我再过来，到时候再给周掌柜的调整一下药方，不出1个月，不能说你这旧疾完全好了，也能恢复90%以上。真的？周掌柜心中狂喜，为了他这个病可是看了不少大夫，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缓解，没想到眼前这个小姑娘竟然说能恢复到90%。咱们可是要合作的，我有必要骗你吗？况且10天后你就知道效果了。好，那就多谢穆姑娘了。穆静初写好药方交给周掌柜，周掌柜收起药方，进入正题。穆姑娘关于合作的事，我有话就直说了。穆静初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据在下所知，京城还没有药铺卖这种药丸，说实话，我这也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还有这些药丸，我要找人看过，确认后咱们再继续谈，毕竟这关系到人命，不知姑娘意下如何？第15章花满庭。穆静初听完点了点头，觉得周掌柜这么做完全可以理解，也对周掌柜高看一眼。本也没打算一次就能谈成，不过他对自己制作的这些药丸很有信心，而且他要是能治好周掌柜的旧疾，也是最好的证明，也不急于这一时。可以，我这里暂时只有几种药丸：止泻、发热、止咳。止血的，病人发病不用再熬制汤药，直接服用药丸；止血是外敷的，还有治疗腰腿疼的药膏。说着，拿出一张提前写好的注意事项，还有用药说明和禁忌。和周掌柜谈完了，穆静初心情极好，带着铃铛离开了妙春堂。铃铛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家小姐，他家小姐何时这么厉害了？
能和妙春堂合作？傻了？不相信我？穆静初看出铃铛的疑惑，开口问道。我是担心。担心什么？担心我做的药丸没有效果，还是会吃死人？不是，我就是有点害怕。傻丫头，相信你家小姐，以前是因为咱们没有银子，买的都是最差的草药，有的甚至只能称得上是草。现在不一样了，咱们手里有银子了，买的都是上等草药，效果肯定不一样。不然你以为你家小姐那医书白看了？铃铛想想也是这么个理，刚刚还担心，这会儿想通了，瞬间变成了一个小财迷。小姐，咱们要是和妙春堂合作，以后是不是会挣很多银子？那是，以后跟着你家小姐，保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到时候再给你找个好看的小郎君。哎呀，小姐这是在街上，快别说了。铃铛被穆静初说的小脸通红。好了，不说了，不说了，中午咱们庆祝一下，去花满亭大吃一顿。铃铛一听花满亭，眼睛里直冒光，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花满亭可是京城最好的酒楼，而且京城里的人都知道，这酒楼背后的老板身份是个谜，也有不长眼的，看着酒楼生意好，想要强取豪夺，可是下场都非常惨。还有一点就是花满亭除了菜品新颖，口味独特，还有就是包间私密性很好，来这里吃饭的都是京城里的达官贵人，即便价格贵，生意依旧十分火爆。想要去花满亭吃饭，不夸张的说，提前1-2个月预定都是常事。穆静初听过花满亭的名字，知道它是京城最好的酒楼，位置不好定，打算碰碰运气。谁知道主仆2人进了酒楼，就被伙计告知花满亭连大堂也已经预约到下个月才有位置。穆静初失望地带着铃铛刚要离开，就听见身后传来一个娇滴滴的女声，没想到在这会遇到姐姐。穆静初站在原地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好心情一下子就没了。转过身看见穆青哥还有身边的康王。臣女见过康王。穆静初敷衍地行了一礼，根本没搭理穆青哥。穆大小姐不必多礼。自从上次在武安侯府见过穆静初，康王就知道这个穆家大小姐绝对不是外界传的那样无能，不知道把这样的女人送进楚王府是不是正确，还能不能被自己所用。穆大小姐没定到位子吗？不如一起。第16章不识好歹。臣女还有事，就不打扰康王了，先行告退。穆静初知道，在这皇权的朝代，就算他再不喜，也不得不低头。穆青哥被无视，十分气愤，看见康王邀请穆静初一起用膳，心里对穆静初更是厌恶。在侯府连一条狗都不如的人，凭什么让康王对他另眼相看？不过在康王面前还要表现得贤良大度。姐姐，康王盛情邀约，你怎么能不知好歹呢？穆静初勾唇一笑，淡淡开口。康王还没说话呢，你一个庶女有什么资格指责我？大堂里的客人纷纷看向这边，小声议论着。穆青哥最恨别人说自己是庶女，这么多年，穆静初在侯府被他们治得服服帖帖的，不敢反抗，更是没有机会出府。京城的人早就忘了这原配的女儿，即便是有人提起，也不过说她是草包一个。现在谁不知道武安侯府的大小姐是他穆青哥？现在被穆静初当众戳穿，恨不得立刻上前撕烂他的嘴。不过这么多人看着，只能强压着心中的怒火，换作一副被人欺负楚楚可怜的模样。姐姐，我也是好心提醒，平时你在府里怎么说我都行，可这是在外面，你这样失礼，别人会说我们侯府的小姐没有教养，给爹丢人，也会让侯府成为笑话的。说着眼眶泛红，让人看了不禁心疼。这位小姐是谁啊？连康王的面子都敢驳，没听穆小姐称她姐姐吗？恐怕就是传言中侯府那位草包大小姐，难怪这么没有礼数。就是看这架势，穆小姐在府里恐怕没少被欺负。可不是，谁不知道穆小姐在京城可是有名的才女，贤良淑德，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姐姐？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穆青哥用帕子挡住了微微上扬的唇角。穆静初只是笑而不语地看着穆青哥，双手环胸，一副看戏的样子。能在花满亭吃饭的人，即便是在大堂用餐的，也不是普通人，毕竟花满亭的价格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起的。这其中不乏一些穆青哥的爱慕者，看到穆静初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再看看自己心中的女神被欺负的可怜样，气就不打一处来。真不知道世上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女人。这你就不知道了，听说以前侯爷的那位原配夫人仗着他父亲对老侯爷有恩，逼着侯爷娶了她，这才拆散了侯爷和白夫人的姻缘。难怪，不然就凭她的身世，怎么能嫁入侯府？要不说恶人不偿命，就算嫁入侯府又如何，还不是遭了报应？就连生下的女儿。男人的话没说完，就听到啪的一声，刚刚还热闹的大堂顿时安静下来。大姐姐，你这是做什么？为什么伤人？你知道他是谁家的公子吗？穆青哥嘴上这么说，心里早已经乐开花了。穆静初二话不说，抓起他的头发狠狠地撞到桌子上，随后将男人甩在地上，看向众人，淡淡开口：如我王母，再有下次，本小姐就没这么好说话了。继续说道：一个个看着人模狗样，肩膀上扛着的不是你们的脑袋，而是家里的水缸，里面全是水，别人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
穆大小姐，你这是干什么？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非要动手，成何体统？康王觉得穆静初粗鄙不堪，心里十分厌恶，出言指责。第17章赐婚。康王，对于欺负我的人，我从来是能动手，绝不避避，更何况他们还如我王母在先，就算是到了衙门，我也不怕。说完，抬头看了一眼2楼的一个包间，随后带着铃铛出了9楼。他总觉得那个包间里有一双眼睛一直盯着他，不同其他看热闹的目光，让他感到不舒服。康王没想到穆静初会这么驳他面子，顿时脸色阴沉，也没心情吃饭，不顾身后的穆青哥，一甩袖也离开了花满亭。穆青哥好不容易有机会和康王独处，这下全被穆静初搅和了，此刻恨不得把穆静初这个贱人拖过来暴打一顿。刚才穆静初看向的包间里，3个金贵的公子正坐在一起，其中一位就是德安侯世子大理寺卿苏玉婷，他和宣平侯世子江云琛还有楚王冷子墨从小一起长大，关系非比寻常。刚才大堂里发生的事，他们看得清清楚楚。苏玉婷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开口说道：“云琛，这个穆大小姐和传闻似乎很不一样，你说咱们楚王会改变主意吗？让他进王府。”说完还看了一眼身边的楚王，确实不一样。转头看向冷子墨，继续说道：“毕竟前2次赐婚，楚王妃都没机会入王府，就暴毙了。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在人前演戏，故意让你放松警惕？我管他怎么想，既然他还不死心，就成全他，把人放在眼皮底下，我倒要看看他们能翻起什么浪来。”冷子墨想到刚才那个小女人炸毛的样子，就觉得好笑。是个有趣的人，要真如江云琛说的那样，在人前演戏，他一定让这个小女人后悔活着。可是你身上的毒怎么办？这么多年，泽安好不容易有点进展，万一他进府，从中做点手脚，你这身体可承受不了。当初就是大意，才被他们算计了。江云琛担心地说道。冷子墨手指轻轻敲着桌面，苏玉婷听完江云琛的话，也收起了脸上的笑容。要是他安分守己，楚王府还养得起一个闲人。如果他不知死活，真敢动手脚，就让他的魂魄替我那位皇叔盯着楚王府吧。冷子墨眼中闪过一抹杀意。第2天，穆静初正在房中鼓捣草药，皇上的赐婚圣旨就到了武安侯府。穆静初听到让自己去前厅接旨时，一脸懵逼，留下铃铛，和丫鬟一起去了前院。刚进了正厅，就看见穆卫青正在招待一位老太监喝茶。老爷，大小姐过来了。白氏笑着说道。过来，见过刘公公。穆卫青一脸严肃地说道。这大小姐马上就是楚王妃了，老奴可不敢当。刘公公笑着说道。楚王妃？穆静初疑惑道。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刘公公就从身后小太监的托盘上拿过圣旨。穆卫青带着府中众人跪下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武安侯府嫡长女穆静初，人品贵重，婉顺贤明，相貌出众，与楚王冷子墨堪称天造地设，未成佳人之美。今特赐婚于楚王冷子墨为正一品王妃，一切礼仪交由礼部与钦天监监正共同操办，则即日完婚，钦此。看到穆静初还在发愣，刘公公开口说道：穆大小姐，接旨吧。臣女领旨谢恩。穆静初虽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被赐婚，还是不情愿地接过圣旨。等穆卫青送走了刘公公，回过头看见穆静初正盯着自己看，不由得心虚。第18章，我不嫁。白氏得意地看向穆静初，虽说嫁给楚王，看似身份贵重，谁不知道楚王是先皇独子，皇上对他多有忌惮，对他都是表面功夫，而且现在都传楚王命不久矣，就算他能在王府活下来，也逃不过守寡的命。穆卫青看着这个大女儿就觉得头疼，现在这个女儿可不像以前那么好拿捏，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不向皇上提议把自己女儿嫁过去。侯爷，这婚事我怎么不知道？穆静初问道。混账，自古婚事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何况这还是皇上赐婚，是我们侯府还有你的造化，岂容你质疑？穆卫青怒斥道。穆静初恨死了这古代的皇权，自己活了2世，还没好好谈个恋爱，直接就嫁人了。本来计划好的挣钱大计也要毁了，更何况对方还是个王爷，到时候府里一堆女人，他接受不了。我不嫁。逆女，刚才你已经领旨了，现在反悔，你是想抗旨不成？大小姐，你要是抗旨，整个侯府都会受牵连的。况且你是嫁给楚王，京城有多少千金小姐想嫁给楚王？这是皇上看中我们侯府，到时候你嫁给楚王，就是楚王妃了，身份就不一样了。白氏在一旁劝说道。穆静初冷笑一声，楚王这么好，怎么不把你的女儿嫁过去？你这朵老白莲肯定没憋好屁，有好处早就自己占了，还能轮得到我？放肆，言语粗鄙，这是你一个大家闺秀该说的话吗？穆卫青此刻真有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穆静初耸了耸肩，不以为然。老爷，我这可都是为大小姐还有侯府着想，他这么污蔑妾身，妾身真的是没法活了。说着低声抽泣起来。穆卫青一看爱妻娇弱的样子，
顿时心疼的不行，立刻起身将白氏抱在怀里好一顿安抚。穆静初实在看不下去了，开口说道：“你们一大把年纪，能不能注意点？要是把持不住，就赶紧回房，该干嘛干嘛。这里还有这么多未成年的丫头，真不知道害臊。老爷，我真是没脸见人了。”白氏哭得更加可怜了，身边的丫鬟都把头快埋进胸里，降低自己的存在感。逆女，滚回你的院子！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由不得你。你好好在家等着嫁人，要是再敢惹出什么幺蛾子，别怪我不顾念父女之情。就跟你以前多顾念父女之情一样。侯爷，你这么着急办事，我可不敢耽误了你的雅兴。穆卫清被穆静初的话快气疯了，再也忍不住，身子一跃，一掌劈了过来。穆静初感觉到了一阵凌厉的掌风向他袭来，迅速做出反，脚跟急转，用手臂直接挡住他的攻击。穆卫清一愣，这个大女儿天天在府里，怎么会功夫？怎么说她也是武将，刚刚那一掌虽说不至于会要人命，但是想要躲开也确实不易。穆静初没想到穆卫清会出手，要不是自己躲得快，想必在床上至少要躺个10天半个月的。想到这，穆静初不给他喘息的机会，以掌化拳，招招紧逼。第19章，别来惹我。穆卫清来不及多想，只能接招，越打越心惊。没想到这个女儿身手这么好，他招架起来都有些吃力。穆卫清感觉到这一拳要打在自己脸上，已经躲不开了，闭上了眼睛。而穆静初这一拳并没有打下去。以后别来惹我，下次我可不会手软了。穆静初其实很想替原主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个渣爹，只不过就在拳快要落下的时候，心里一阵揪着的疼。他知道是原主还顾念父女之情，只好停下，说完转身离开。不止穆卫清愣在当场，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他们知道侯爷以前跟着老侯爷上过战场，与敌人厮杀过，一般人根本不是侯爷的对手。没想到大小姐这么强悍，连侯爷也不是对手，一个个心里都想好了，以后对大小姐一定要恭恭敬敬的，绝不能冒犯。现在想起来，大小姐对张嬷嬷和王婆子是手下留情了。老爷，白氏最先回过神来，轻唤一声：“滚！都给我滚！”众人闻言不敢多留，就连白氏也被穆卫清的表情吓到了，带着丫鬟回了自己的院子。穆静初自从知道自己要嫁人了，回到房间一直闷闷不乐。铃铛，你对楚王了解多少？他知道嫁人已经是板上钉钉了，躲是躲不掉的。小姐，你怎么想起来问楚王了？皇上给我和楚王赐婚了。什么？铃铛有些震惊地问道。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小姐，楚王性情残暴，可不是良配，这可怎么办？你又没见过楚王，怎么知道他性情残暴？大家都这么传的。有一次，一个官员不知道怎么得罪了楚王，当街就被楚王杀了，而且他在战场上杀过好多人。其实传言是最不可信的，外面的人是怎么说我的？有些谣言是有人故意为之，况且眼见都不一定为实，更何况是传言。在战场上，他面对的是敌人，如果手下留情，那么死的就会是他。穆静初前世作为军人，对保家卫国的这些将领从心里敬佩，也让他想起了自己在战场上看到的残酷，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他一点也不觉得楚王在战场上杀人是一件残暴的事。楚王，就连原主对外面的事一无所知的人，对楚王的事也略知一二。毕竟楚王实在是太出名了，而且身份也特殊。楚王是先皇独子，如果先皇不是早早就去了，这坐上龙椅的人还不知道是谁呢。先皇驾崩的时候，先皇后为先皇殉情，当时楚王年幼，就由先皇的弟弟，也就是当今皇上，坐上了龙椅。想到这，穆静初只能是呵呵一笑。先皇后真的舍得丢下年幼的儿子追随先皇，恐怕先皇的死少不了当今皇上的手笔。想想楚王也是可怜，听说从小就去了军营，是南夏国的常胜将军，不过却在一次战役中遭遇埋伏，身中剧毒，最后拼尽全力才击退了敌人，听说命不久矣。他还记得楚王凯旋回京的时候，听府里的下人提起过，是被人抬回来的。楚王可有姬妾？穆静初又想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铃铛摇了摇头，没有，都说楚王不近女色，王府没有女人，以前皇上也给楚王赐过婚，只不过还没成亲就死了。第20章，我要他死。穆静初撇了撇嘴，哪有这么凑巧，刚赐婚就死了，肯定是楚王动的手。想到这，心中一惊，楚王知道自己要嫁给他，不会对自己下的手吧？他可还没活够了，他还要躺在床上数银子，看着一群小奶狗在他面前跳脱衣舞，上辈子不敢做的事，一定要在这辈子实现。现在别说这些愿望了，小命都快不保了。不行，他要找机会见见楚王，告诉他这一切都是他那个渣爹和皇上的意思，可别找自己的麻烦。要是愿意放自己离开更好，要是不能离开王府，也像现在一样找个偏僻的小院子过自己日子。楚王府，寒冰，主子，一个黑影立刻现身在冷子墨的书房，单膝跪地，去武安侯府给本王盯着点那个女人。主子，要不要属下
寒冰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冷子墨沉默了一会儿，淡淡开口：“不必。”寒冰走出书房，心中暗想：主子这次为什么会对这个穆大小姐手下留情？前2次皇上赐婚，主子可是一点没犹豫。那2位准王妃都是赐婚当晚就得了疾病暴毙了，这次只是让她监视，实在想不明白。穆青哥听说穆静初被赐婚，要嫁给楚王，发了好大脾气。白氏听到消息，到了穆青哥的院外，就看见跪了一地的丫鬟婆子，房间里传出摔东西的声音。白氏不禁皱眉，看了一眼身边的石嬷嬷。石嬷嬷立刻明白自家夫人的意思，对着跪在地上的众人冷声开口：“都下去吧，出了这个院子，把嘴都闭严了，不然发卖了，你们都是亲的，记住了吗？”奴婢记住了。白氏让冬梅守在门外，带着石嬷嬷进了房间。房间里一片狼藉，彩霞跪在地上，头发散落，脸上有明显的巴掌印。彩霞，咱们先出去，让夫人和2小姐说说话。石嬷嬷上前扶起地上的彩霞，彩霞不敢起身，一脸胆怯地看向穆青哥：“滚出去，没用的东西！”房间里只剩下母女2人，白氏责问道：“青哥，你看看你，现在还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吗？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要是被人传出去，你的名声还要不要？”“名声，名声！”穆青哥红着一双眼睛，发了疯一样盯着白氏，大声地吼道：“穆静初他一个死了娘的小贱人，就是一个草包，凭什么他能嫁给楚王？楚王是他能肖想的吗？娘，我要那个小贱人死，我不要她嫁给楚王，我要她死！”啪的一声，白氏一个巴掌狠狠地甩在穆青哥的脸上。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穆青哥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白氏：“娘，你打我？为了那个小贱人，你打我？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难道不该打吗？我不甘心。楚王有什么好的？这辈子他都不可能坐上那个位子，还不知道哪天就一命呜呼了。你要想成为这天下最尊贵的女人，赶紧把你这个不该有的心思收起来。”穆青哥颓废地坐在床边，他怎么会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可他就是不允许穆静初嫁给楚王，那是他藏在心里的男人，这个小贱人只配嫁给乞丐。娘，我要穆静初那个小贱人身败名裂，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穆青哥眼里全是恨意。第21章，老夫人回府。穆静初可不管这些人有什么心思，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收拾他们也不急于一时，马上就到和妙春堂周掌柜定好的日子。现在距离大婚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一定要在大婚前和周掌柜谈好合作，以后进了王府，想出府可没这么容易。还有那位楚王也不是个好相处的，恐怕还要在他身上费点心思。这些日子一直在研制新的药方。这天和铃铛正在吃早饭，白氏就差人过来说老夫人回来了，让他去府门口接老夫人。看着穆静初还坐在那里不紧不慢地吃着早餐，铃铛急得不行：“小姐，你先别吃了，赶紧去前院接老夫人吧，要是晚了，老夫人又要责罚小姐了。”穆静初知道他这个便宜祖母嫌弃他娘没有一个显赫的家世，还占了侯府主母的位置，影响了他儿子的前程，就连他这个亲孙女也是不喜，他才不会上赶着看人家的冷脸，这什么急，他一时半会儿又到不了。穆静初到府门口的时候，除了上朝的穆卫清，府里的人都到齐了。穆青离看到穆静初心里就来气，还真把自己当成侯府大小姐了，让府里所有人都等着你，一点规矩都没有。四妹妹，你一个庶女这么和嫡姐说话的，这就是规矩？你说谁是庶女？庶女是她这辈子最不愿被人提起的，当众被羞辱，忍不住就要动手。梨儿，穆青哥冲她摇了摇头，上前一步，对着穆静初微微俯身：“大姐姐，梨儿还小，不会说话，冲撞了大姐姐，我代她向你赔罪。”穆静初就这么看着他，也不说话。穆青哥只能保持着行礼的姿势。还嫡女呢，就这么欺负自己妹妹，二姐都给你赔礼了，还得理不饶人？说话的是穆凌雪，侯府3小姐，生母是3姨娘吴氏。平时这对母女以白氏马首是瞻，不然以穆凌雪一个侯府庶女能有什么好亲事？穆静初唇角勾起一抹冷笑，微微的转过头，不屑的说道：“他们自找没趣，活该。你要是皮痒了就说话。”你……穆凌雪还要开口，被吴氏拦住。好了，都别吵了，像什么样子？老夫人这就到了。白氏小声呵斥道。没过一会，几辆豪华马车就出现在众人面前。穆静初暗自撇了撇嘴，侯府早就没了往日的光景，还摆这么大的阵仗。白氏带着众人急忙上前迎接。穆静初这会儿才知道，老夫人是和小儿子一家一起回来的。老夫人也不是个善茬，当年老侯爷常年驻守边关，不在京城，除了一直跟在老侯爷身边最小的庶子，其他妾室的子女一个都没留住，不是早产母子双亡，就是孩子早夭，只有他的2子1女活得好好的。长子就是武安侯穆卫清，侯爷对他期望很高，带在身边精心培养，让他历练。一次在战场上受伤后，老夫人说什么也不让穆卫清再上战场了。老侯爷见穆卫清自己也不想回去，失望之余只好作罢。第22章，跪下。
二儿子穆卫良是老夫人老来得子，十分宠爱，从小没受过委屈，整天游手好闲，整天跟着京城一些公子哥花天酒地，最后还是看在老侯爷的面子上，在外谋了一个六品官职，这么多年也没回京。现在老侯爷不在了，老夫人心疼小儿子，以前有要侯爷压着，不让小儿子回来，让他在外历练。现在老侯爷不在了，老夫人一直惦记着让穆卫清找机会把小儿子调回京城。穆卫清借着穆静初的婚事，请康王出面，把穆卫良调回京城，在鸿胪寺谋了一个差事。老夫人就是等着调令下来，才和他们一家一起回京。众人行礼之后，拥着老夫人进府。穆静初被一群人挤到后面，这倒合了他的意。他最讨厌的就是虚情假意，看他们这样，都替他们累得慌。老夫人坐在主位上，看向众人，这才发现穆静初眼睛微眯，他都想不起来府里还有这么一个人，和他那个短命娘一样，看见就让人讨厌。白氏自然看出老夫人心里的厌恶，心中暗自得意，看来根本不用自己动手，老夫人就会收拾这个小贱蹄子。白氏，魏良他们一家刚刚回京，府里一切还要你打点。老夫人收回思绪，开口说道：娘，您放心吧，老爷早就交代过了，儿媳都已准备妥当，绝不会委屈二弟一家。老夫人满意的点了点头。祖母，那位是大姐姐吗？倩儿都不敢认了。穆静初没想到会有人提起她，看向说话的少女，眉头微皱，是二房嫡出小姐穆一倩，比穆清离小了2个月，是侯府的5小姐。在她记忆中，这个穆一倩和穆清哥姐妹一样，妥妥的一个小白莲，从小就心思恶毒，以前可是没少欺负原主，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非要没事找事，好端端的提她干嘛。老夫人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随后一脸厌恶的说道：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所有人的目光看向穆静初，她心里翻了一个大白眼，自己又没招惹这个老太婆，即便再不喜欢原主，可原主好歹也是她的亲孙女，说话至于这么刻薄吗？看到被穆静初无视，老夫人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跪下。穆静初站在原地不动，心中暗道：该死的古代，什么也不说，动不动就让下跪，她才不会给这个尖酸刻薄的死老太婆下跪。随后一脸无辜地看向老夫人：老夫人，你是在跟我说话？混账，你这个忤逆不孝的东西，让你跪下听见了吗？知道老夫人是真的发火了，白氏母女还有三姨娘母女心里都暗自高兴，用帕子挡着微微上扬的唇角。不知道老夫人为什么突然发火，我可是犯了什么错，非要让我跪下？老夫人罚你自有老夫人的道理，你顶撞老夫人，说出去会让人笑话侯府没有规矩。邱嬷嬷是老夫人还未出嫁就在身边伺候的人，自然知道老夫人有多厌恶这个孙女，根本没把她放在眼里，话语中带着一丝鄙夷。第23章，给我娘陪葬。穆静初自然认得邱嬷嬷，她可记得这个老钱婆大巴掌打在他们母女脸上的滋味，嗤笑一声：你算个什么东西，敢这么跟我说话？你……邱嬷嬷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个草包竟然敢骂自己，以前打他们连个屁也不敢放，今天竟然敢这么说他，要知道在这侯府，就连侯爷都给他3分薄面。主子说话，有你一条老狗插嘴的份儿吗？穆静初冷冷开口。邱嬷嬷一口气差点没上来，指着穆静初哆嗦了半天没说出话来。混账东西，简直无法无天！来人，请家法！老夫人怒喝道：祖母，当心气坏了身子，都怪倩儿多嘴，惹您生气了。穆一倩走到老夫人身边，说着还替老夫人顺气，知道自己多嘴就好，以后少在我面前蹦跶，要是没事我就先回去了，不耽误你们一家团聚了。穆静初知道穆一倩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懒得和他们废话。你这个小贱蹄子，敢这么说倩儿，真是皮痒了。二婶周氏指着穆静初说道，又看向白氏：大嫂，这是不是你们一家的把戏？根本不想我们回来，更不想让我们一家住在侯府，才故意让这个贱人这么说话的。二婶周氏是老夫人的外甥女，深得老夫人喜欢，在府里说话从没有顾忌。穆卫良听到自己夫人提出质问，脸色也黑了不少，转头看向白氏：弟妹，你这话从何说起？自从知道你们回京，我可是一刻都不敢耽误，房里的东西全都换了新的。你这么说话是要冤枉死我了。白氏连忙喊冤：要不是你们默许的，他一个死了娘的小贱人！啪的一声，一个巴掌落在周氏脸上。众人愣住了，谁也没想到穆静初会直接一个巴掌打在周氏的脸上。小贱人，你敢打我娘！周氏的大儿子穆家安最先反应过来，立刻起身朝着穆静初直接冲了过来。穆静初根本没让他近身，一脚踢了过去。穆家安没有防备，踉跄着倒退几步，差点坐在地上，还好被穆卫良扶住。反了，反了！来人，来人！老夫人喘着大气，脸气得通红。好啊，好啊，长本事了，敢跟你二婶还有弟弟动手！穆卫良咬牙说道。这时管家带着府里的小厮也赶了过来，打他是因为他欠打，一口一个小贱人，还敢踢我娘，
今天我就把话放这，以后谁要是再敢说一句我娘的不是，找我的麻烦，别怪我不客气。穆静初说到这停顿了一下，看向众人，要是让我发现我娘的死和你们有关，我就是豁出这条命，也要你们侯府所有人给我娘陪葬。反正我就一个人，不信你们就试试。铃铛，咱们走。穆静初说完，带着铃铛转身离开。白氏脸上闪过一抹惊慌，嘴唇微颤，双手紧握成拳。管家和小厮谁也不敢阻拦，赶紧把路让开。还没走远，就听到里面有人大喊：“祖母，祖母，娘，还不快去喊大夫！”房间里一阵兵荒马乱。第24章，算你跑得快。穆静初心情愉悦地带着铃铛回了自己的院子。一路上，铃铛心事重重，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小姐，你刚才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你是说我娘的事？难道夫人的死和他们有关？我现在也是怀疑，还没有证据。原主娘留下的手机中记载了自己的病症，想必她自己也发现了蹊跷。原主的娘亲是一个特别温柔善良的女子，从来不争不抢，就算母女被赶到这个小破院子，也从不埋怨。她对自己的婚姻不抱任何希望，她隐忍，只是希望女儿能平平安安、健康长大。可是她不知道，她活着就是挡了别人的路，被人暗中做了手脚，一点不奇怪。穆静初替原主母女不值，既然占了原主的身子，她就一定会查清楚，帮他们母女讨回公道。回到院子，总感觉有双眼睛在盯着自己，敏锐的四下环视了一圈，随后打发铃铛去厨房拿点吃的，随后抬头看向屋顶，眯了眯眼睛，手中银针快速飞了出去。韩冰没想到这位侯府大小姐居然能发现他，有些诧异，只是略微迟疑，暴露了自己隐藏的位置。不知阁下到我这小破院有何贵干？穆静初将隐藏在袖中的匕首紧紧握在手里。主子没有吩咐，韩冰不能暴露身份，刚想离开，银针接连朝着他飞射过来。好在他反应快，躲过了银针。他知道此时不宜留在侯府，转身快速离开。算你跑得快。银针上淬了毒，是他新研制的毒药，要是被银针射中，不出半盏茶的时间就会全身无力，如果强行运功，只会使毒性快速蔓延。穆静初眉头轻蹙，看来自己已经被人盯上了。是武安侯、白氏，还是那个没见过面的未婚夫楚王？楚王，穆静初才想起他的前2任王妃都是在大婚前突然暴毙，难道他们的死真的和楚王有关？想到这心里一惊，如果是这样，那现在自己岂不是很危险？穆静初不淡定了，他知道这是皇权至上的朝代，楚王要想捏死他，就跟碾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不行，要想办法，不能坐以待毙，他可不想死。楚王府，冷子墨手指轻轻敲着桌面，脸色阴沉，寒潭般幽深的眸底让人看不出他此刻的情绪。韩冰，你说的可是真的？那个草包真的发现你了？还会用银针当暗器？江云琛也被韩冰的话惊到了。韩冰可是除了冷子墨身边暗卫统领明玄外，隐匿功夫数1数2的暗卫，普通人绝对发现不了。是，而且穆大小姐身上有功夫。哼，有点意思。子墨，看来你这位王妃不简单啊。江云琛笑着问道：“你还要留着她吗？不是她还会有别人？她不是康王的人吗？那我就如他们所愿，让她入府。”随后吩咐道：“去查查她这些年在侯府的情况，事无巨细。”是。等等。韩冰刚要转身，被冷子墨喊住，让韩非韩中继续盯着侯府，让明玄进来。第25章，上赶着送死。是夜，侯府一片寂静。穆静初睡眠很浅，听到院子里有声音，突然睁开眼睛，手悄悄地伸到枕头下面，摸出匕首，然后躺在床上继续装睡。听到窗户有细微的响声，紧接着穆静初闻到了迷药的味道，快速屏住呼吸，拿出一颗药丸服下。门被轻轻地推开，随后是关门的声音，脚步声越来越近。咱们要不要下去帮忙？隐在暗处的韩非开口问道。皇上想用这位大小姐羞辱咱们王爷，现在有人代劳，岂不是省得咱们王爷动手了吗？韩中继续说道。再说了，他要是真如韩冰所言，有点本事，也不用咱们帮忙，还是先看看再说。男人走到床边，搓了搓手，看到床上少女曼妙的身姿，忍不住咽了咽口水，一脸猥琐地盯着床上的穆静初。大小姐，让奴才好好伺候伺候你吧。手刚靠近穆静初，想解开她的衣裙，刚刚还在昏睡的少女突然睁开眼睛，男人一愣，一把冰冷的匕首直接抵在她的脖子上。还不等男人出声，穆静初快速出手，卸了他的下巴，手中匕首翻转，直接挑断了男人的手筋脚筋。男人躺在地上，浑身抽搐，眼里满是惊恐，根本发不出声来。穆静初将匕首上的血在男人的衣服上擦了擦，来到了桌旁，倒了一杯凉茶，一饮而尽。上赶着送死，你说我要是不成全你，是不是有点对不起你？穆静初看着地上的男人，笑着说道。男人趴在地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眼泪鼻涕口水呼了一脸。穆静初嫌弃地向后退了2步。谁让你来的？最好说实话。
穆静初手中把玩着匕首，脸上的表情看上去就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哦，我忘了，你现在说不了话，没关系，我问你点头摇头就行，听明白了吗？男人疯狂的点头。老夫人。男人摇了摇头。侯爷。男人还是摇头。白姨娘。男人狠狠的点头。好，很好，竟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对付他，找个奴才毁他清白。他知道古代女子把贞洁看得比命还重要，一旦失贞，只能嫁给这个奴才，或者是一条白绫，解决了自己。这个狗奴才也不是什么好人，不知道毁了一个女人清白意味着什么吗？要怪就怪你自己，不该起了色心，毁了你的作案工具，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生邪念。手起刀落，男人瞪大了双眼，发不出声音，下身一片鲜红。穆静初转身来到院子里，他知道院子里一直有人监视自己，猜想是楚王的人，环顾四周，淡淡开口，看了这么半天的好戏，是不是也该下来干点活了？隐在暗处的韩非和韩忠互相看了看，有些诧异。他们刚才还说韩冰高看了这个女人，肯定是他不小心弄出动静才让他发现的，不然他们监视了这么长时间，女人早就发现了。原来女人一直都知道他们的存在，现在被人揭穿，让他们有些无地自容。怎么说他们也是楚王贴身暗卫，竟然被一个草包发现还无视了，现在还要吩咐他们干活，被其他兄弟知道了还不被笑话死。第26章，你敢骗我？楚王让你们来监视，我要是出事了，你们也不好交代，毕竟我可是他名义上的王妃。穆静初赌他们是楚王的人，果然话音一落，两名身穿黑衣的男子出现在他面前。看到他们不善的目光，穆静初急忙开口，我好歹是楚王名义上的未婚妻，有人欺负我，就是不把你们主子放在眼里，是不是该给这些人点教训？见两人没有说话，穆静初继续说道，不需要你们干什么，刚才的事情你们也应该看到了，麻烦你们把他扔到白姨娘的房里就行，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吩咐？韩忠说道，就凭我是你们主子的未婚妻，楚王府未来的女主人，就算你入了王府，也不过是个摆设。韩非说道，真以为自己是王府的女主人了？好，我不跟你们废话了，既然不帮忙，就赶紧滚，下次再到我这小院来，想走可就没那么容易了。还有，告诉楚王，要是不想娶我，谁赐婚找谁去，别总对无辜的女人动手。你……韩非没想到这个草包会这么嚣张，直接一掌劈了过来。穆静初脚跟急转，抬手挡住他的进攻，韩非步步紧逼。韩忠在一旁惊讶，没想到这个女人能和韩非过招，而且不落下风。穆静初一个闪身，手中银针飞出，韩非没注意，手掌被银针刺中，卑鄙！想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突然身子一歪，倒在地上。一切发生的太快，韩忠反应过来，韩非已经倒在地上，抽出身上佩剑，朝着穆静初刺了过来。不想他毒发身亡，尽管出手。妖女，他要是有事，你休想活命！再废话，天都天亮，你也别想着带他离开，他可坚持不到楚王府。要不是自己不会轻功，才懒得和他们废话。你最好别耍花样。韩忠咬牙说道，没想到今天会栽在一个女人身上。耍花样对我有什么好处？到了房间门口，韩忠停下脚步，怎么说这个女人也是主子名义上的女人，怎么能进他的闺房？穆静初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是真没想的，不耐烦地说道，一个大男人真是磨叽，快点吧。韩忠无奈跟着他进了房间，看见男人的惨样，还有鲜血淋淋的下身，心里一惊，双腿不自觉地夹紧，不可置信地看向穆静初，这是你弄的？废话，你看看这里还有别人吗？把他扔到白姨娘的房里，别让人发现了。韩忠转身离开，再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麻袋，将男人装进去。看着韩忠手里拎着麻袋，身子一跃，轻松上了房顶，快速消失在夜色。穆静初不禁感叹，有轻功就是好，要是自己扛着一个大麻袋，恐怕还没到白氏院子就被人发现了。穆静初刚才已经看过铃铛，只是中了迷药，并无大碍。回到房间，开始清理地面上的血迹。刚清理干净，韩忠就回来了，赶紧给我兄弟解毒。我刚才记错了，银针上不是毒，只是普通的迷药，再有1炷香的时间就能醒了。穆静初知道他们是楚王的人，并没有用淬了毒的银针。你敢骗我？韩忠一脸怒意，双手紧握成拳。第27章，死了。谁让你们不肯帮我？穆静初挑了挑眉，继续说道，回去替我转告楚王，皇上下旨赐婚，他都拒绝不了，更何况我一个弱女子。放心，我不会赖上他的，慢走不送。穆静初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韩非回到王府就醒了，两人不敢耽搁，知道这个时辰王爷肯定还没睡，直接去了书房。两人跪在地上，不敢抬头。身为楚王贴身暗卫，不但盯梢被人发现，还被一个女人威胁。主子现在越是不说话，他们心里越是没底，恐怕这次不会轻饶了他们。冷子墨也没想到这个女人出手这么狠，
确实跟传闻不太一样，唇角勾起一抹冷笑，有点意思。下去领罚。冷子墨淡淡开口。是。翌日，阿白氏卧房里传出一声尖叫。夫人。石嬷嬷和冬梅在门外等着白氏起身进来伺候，听到尖叫声，急忙推门进来。看到屋内的情景，冬梅瞪大眼睛，手里的盆掉在地上，浑身颤抖，双手捂着嘴，不敢发出声音。夫人，这……石嬷嬷吓得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他们在后宅，手上多少都沾染过人命，不过这么血腥的场面，他们还真没见过。白氏披头散发，脸色惨白，早上醒来就看见一个血淋淋的男人躺在地上。夫人，是陈二。石嬷嬷惊呼，他昨晚不是应该在大小姐房里吗？是他们让陈二去毁了穆静初的清白，今天特意起了一个大早要去抓奸。石嬷嬷哆嗦地走进陈二，叹了一下鼻息，夫人，陈二已经死了，现在怎么办？让我想想。白氏脑子已经乱了，是他小瞧了那个贱人，这次竟然栽在他手里，找个箱子先把他装进去，想办法赶紧把他弄走，绝不能让人发现。石嬷嬷和冬梅找来一个箱子，心惊胆战地把陈二装进去，冬梅忍不住双腿打颤，有些站不稳。白氏让人悄悄去了一趟白府，没一会儿，白府就派人传来口信，说是白府突发疾病，让白氏回府一趟。在府门口正好遇到要出府的周氏，看见白氏回娘家，还带了一个大箱子，周氏忍不住讥讽道：“大嫂心里还真惦记娘家，回去一趟带这么多好东西，真不愧是白家好女儿。我又没拿宫中的东西，弟妹还是少操点心。”白氏现在可没工夫跟他理论。呸，说得好听，你管着钟馗，谁知道你从中捞了多少好处？不行，不能都便宜了大房。看着马车离开，周氏也没心思出府，扭着腰朝着老夫人院子走去。穆静初估计白氏已经顾不上自己了，也懒得理会侯府这群人狗咬狗，他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挣银子。这天一大早就带着新研制的药方还有几瓶药丸去了妙春堂。周掌柜看见他们主仆二人进来，急忙热情上前招待。穆小姐，您可来了。看见周掌柜脸上的笑容，穆静初就知道这桩生意谈成了。看来周掌柜对我的药丸很满意。第28章合作成功。是，穆小姐做的药丸功效确实不错。周掌柜早就让人看过那些药丸的成分，对病人不但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效果也比汤药见效快。不知道穆小姐这些方子打算卖多少银子？穆静初看向周掌柜轻笑一声，想必周掌柜是贵人多忘事。我记得上次咱们说的可是要合作，并不是卖方子。穆静初暗道周掌柜这个老狐狸，他知道这些药丸带来的利润远比卖药方要多得多，他不想做一锤子买卖。合作？周掌柜用手轻拍了一下额头，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你看看，我这一时还真给忘了，穆小姐千万别见怪。周掌柜不禁再次打量起穆静初，不过刚刚及笄的年纪透着一股聪慧，做事也非常老练。穆小姐打算怎么合作？我提供药方，3-7分账，我7，周掌柜得3成。穆小姐这恐怕不合适吧？药材人工我也是投入不少的，我相信周掌柜比我知道这其中的利润。京城可不止妙春堂这一家药铺，周掌柜要是没诚意，我也不强求。说完做事要走。穆小姐，先别着急走，咱们再好好商量商量。周掌柜自然知道这其中的利润，没得商量，我答应。周掌柜思量再三，还是答应下来。好，既然周掌柜答应了，有几点我要事先说明。穆小姐请讲。这些治疗发热、风寒感冒、腹泻、咳嗽的药丸不能定价太高，要让普通百姓能买得起，还有药材绝不能以次充好，也不能随便涨价。周掌柜没想到穆静初说的会是这些，不禁对他更高看一眼，正色道：好。见周掌柜答应的爽快，穆静初拿出写好的药方，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毕竟我也要挣银子。如果咱们的药丸能造福百姓，妙春堂的名声也会水涨船高，在百姓身上咱们挣的是名声。你别忘了京城有多少达官贵人。听完穆静初的话，周掌柜眼前顿时一亮。周掌柜不会以为我就只有这几张方子吧？穆静初和周掌柜最终达成了合作，两人签订了合约。看着手里的合约，穆静初好像看见银子在向自己招手，笑得眉眼弯弯。周掌柜，过几日我出府可能不太方便，有事我会让铃铛过来，你要是有急事可以到武安侯府找我。看到周掌柜有些疑惑的神情，穆静初告诉他自己的身份，毕竟两人已经合作，没必要遮遮掩掩。随后带着铃铛高兴地离开了妙春堂。周掌柜一时没回过神来，没想到与自己合作的竟是武安侯府的大小姐，京城有名的草包，看来传言不可信啊。合作谈成了，穆静初心里欢喜得很，走起路来脚步都轻快了许多。暂时不会为了银子发愁，不过以后要是想离开王府，过上他梦想的日子，这些远远不够。正想着下一步挣银子大计，
就听见身后传来一阵马的嘶鸣声，还有人们惊恐的尖叫声。穆静初回过头，就看见一辆失控的马车在街上狂奔，路边的小摊户也都被撞翻了。快闪开！车夫也快坚持不住了，死死拉着缰绳，对着地上趴着的孩子大声喊道。第29章救人。孩子显然已经被眼前的情形吓坏了，只是抬头呆愣地看着疾驰而来的马车。眼看着马车就要踩到孩子，穆静初来不及多想，拿出匕首飞身而上。胆小的路人已经捂上眼睛，不敢再看。宝小姐！铃铛和一名妇人同时发出一声尖叫。听到马痛苦的嘶鸣声，人们才回过神来，只看到刚才那匹失控的马躺在地上，眼睛上插着一把匕首，后面的马车也被摔得四分五裂，车夫也被甩下马车。铃铛急忙跑过去，扶起地上的穆静初，吓得哭了起来。小姐，你怎么样？哪里受伤了？我没事，别哭了，你家小姐命硬着呢。穆静初最怕女孩子哭了，急忙安慰道。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还好，只是手被擦伤了，并无大碍。主仆二人正在说话，刚才那位妇人带着孩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不住的磕头，多谢小姐救命之恩，多谢小姐救命之恩。是啊，你可得谢谢这位小姐，不然你这孩子多半就被马踩死了。这是哪家的小姐？怎么从没见过？真是个心善的姑娘。快看看哪里受伤了。妇人急忙从身上拿出一些铜板。小姐，我身上就带了这些铜板，咱们先去医馆，多少银子我都出，就算。这位嫂子，这点小伤不碍事，我家里有药，孩子也吓着了，赶紧带孩子回去吧。穆静初看他们母子的穿衣打扮，就知道他们家境并不富裕，而且自己也没大碍，去医馆还不如他自己配的药效果好呢。妇人见孩子确实受到了惊吓，只好留下自家住址，带着孩子先离开。整条街被这辆马车弄得一片狼藉，车夫躺在地上不断的哀嚎。在花满厅的冷子墨刚才也听到了马的嘶鸣声，看向窗外，就在马车冲向孩子的一瞬间，他刚要起身，却被人抢先一步救下孩子。子墨，你这个小王妃挺厉害啊，不过好像受伤了。江云琛也认出了刚才出手的是穆静初，忍不住调侃道：你不心疼？冷子墨一个凌厉的眼神看过来，江云琛耸了耸肩，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刚才穆静初遇到事情冷静的神态，反应的速度，还有灵敏的身手，不像是常年待在府里的大家闺秀。他的暗卫三番在他手下吃亏，不得不说这个小女人确实引起了他的兴趣。楼下吵闹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不禁眉头轻蹙。寒冰，去看看。是。此时酒楼外，一名丫鬟打扮的少女带着一群家丁围着穆静初不让她离开，穆静初也不理会他们，只顾着擦拭匕首上的血迹。是你杀了我们郡主的马？丫鬟一脸怒意地看着穆静初问道。穆静初将匕首收好，抬眼看过去，他没死。胡说，你就是狡辩，他都不动了，还说没死，把他抓起来，交给郡主处置。丫鬟说完，家丁上前就要动手。第30章，嚣张的侯府丫鬟。穆静初知道现在有很多人都盯上他了，要真是遇到高手，恐怕小命不保，所以除了随身一套治病用的银针，其他银针还有匕首上都有他自制加强版的迷药，别说一匹马，就是大象也要乖乖躺下。爱信不信，好狗不挡道，滚一边去。知道我们郡主是谁吗？杀了我们郡主的马就想走，你想得美，你们还不动手？一个家丁挽起袖子朝着穆静初走过来，就在他手快要抓到穆静初的时候，穆静初抓住他的手腕往前一带，接着就听到骨头断裂的声音，随后一脚将家丁踹飞，把跟在后面的家丁撞倒。啊的一声惨叫，几个家丁躺在地上。好，姑娘厉害，刚才要不是姑娘出手，你们家的马车就踩死人了。小点声音，没听刚才他们提到郡主吗？丫鬟被眼前的一幕惊到了，看到穆静初朝着自己走过来，说话都带着颤音。我们可是永宁侯府的，你别乱来。你们侯府的马车在闹市差点出了人命，我这是帮了你们，你还大言不惭的要抓我？难道在你们永宁侯府眼里，一条人命还抵不上你们侯府的一匹马？要真是这样，咱们就去衙门找大人评评理。我不是这个意思。小丫鬟急得都快哭出来了，要是传出对侯府还有郡主不利的谣言，她这条小命也就交代了。穆静初勾唇一笑，这些日子除了制作药丸、研制药方，还有就是打听京城这些达官贵人的消息。刚刚丫鬟提到永宁侯府，穆静初就知道她口中的郡主是大长公主和永宁侯的独女林淑郡主。大长公主是当今皇上的胞妹，皇上对这个妹妹十分疼爱，就连对她的女儿也是宠爱有加，所以林淑郡主也养成了嚣张跋扈的性子。在这些达官贵人眼里，一条人命可能真的不如他们一匹马值钱。不过今天穆静初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话挑明了，就算皇上再宠爱这个妹妹，如果永宁侯府传出这样的谣言，恐怕也不会善了。丫鬟已经吓得面色惨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穆静初也不想和永宁侯府结下梁子，
趁现在没人注意，带着铃铛离开了人群。走出没多远，就被一个30多岁的男人拦住。穆静初警惕地看向男人，男人拱手抱拳，自报家门：“这位小姐，在下姓陈，是花满亭掌柜，对小姐并没有恶意。刚才的事情，在下看得清楚，对小姐的侠义心肠很是敬佩，特意备了一桌酒菜，聊表敬意。多谢好意，不必了。”穆静初知道花满亭主人很神秘，不想和他们有牵扯。陈掌柜看他拒绝，急忙开口：“在下真的没有恶意，刚才要不是小姐出手，难保那匹疯马不会闯到花满亭门前，惊扰了贵客，还请小姐不要拒绝。”穆静初忙了一个早上，也确实饿了，想到来花满亭吃饭一直没有机会，也就不再推辞。那就多谢陈掌柜好意，不过我们自己付银子吃饭。好，您里面请。陈掌柜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只要进来吃饭就成，难得主子对女人上心，他可不能坏了主子的好事。第31章花满亭吃饭。此时韩冰已经将刚才的事一五一十的汇报给冷子墨。这个女人倒是聪明，不过得罪了林殊郡主，恐怕以后少不了找他麻烦。江云琛说道。永宁侯不会和那对母女一样没脑子，会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找他麻烦。心里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他会护着他的。有了这个想法，把他自己也吓了一跳。旁边包间里，穆静初看着菜单，不禁咽了咽口水，下意识地摸了摸荷包。花满亭的菜是真贵啊，手里就白事补的那几百两银子，大部分都让他买了草药。他点了4个菜，就80多两，心疼的直抽抽。早知道就不打肿脸充胖子，刚才干嘛非要说自己花银子？陈掌柜离开后，穆静初趴在桌子上，铃铛以为他刚才受伤，伤口疼，急忙问道：“小姐，你怎么了？是不是伤口疼？”“不是。”穆静初摇了摇头，“心疼。”“心疼？咱们还是别吃饭了，先去驿馆看看吧。”“我是心疼银子，我都没敢多点，就4个菜，80多两。”“什么？80多两？这么贵？还是别吃了，咱们赶紧走吧。”说着拉着穆静初就要离开。“快坐下，来都来了，先吃饭，吃饱了再说。”主仆二人的对话被隔壁包厢里的人听得一清二楚。江云琛忍不住笑了出来：“子墨，你这位小王妃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没想到堂堂侯府大小姐连一顿饭都吃不起。”冷子墨想到韩冰调查结果，从小失去了母亲，被扔到侯府最偏僻的院子，被继母虐待，亲爹对他不闻不问，几个姐妹经常拿他出气，就连下人都欺负他，常常吃不饱，和自己倒是有几分相似。不过那个人比他的继母白氏会掩饰，从不会给人留下把柄，两人倒是有些同病相怜。想到这，不禁有些心疼，是什么原因让他性情大变的呢？看着陈掌柜让伙计一盘一盘的把菜端上来，穆静初直接愣住了。“陈掌柜，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就点了4个菜，这些都是我们花满亭的特色菜，请小姐尝尝鲜。”陈掌柜笑着说道。“多谢陈掌柜的美意，我们就2个人，也吃不了这么多，留下我们自己点的菜，其他的都撤了吧。”不然这饭我们没法吃了。”说着就要起身。“好，都撤了，我就不打扰了，小姐请慢用。”等陈掌柜的离开，穆静初招呼铃铛赶紧吃饭。还别说，这花满亭的饭菜贵是贵了点，不过确实好吃。铃铛急忙点头表示赞同：“小姐，吃完饭咱们赶紧回去吧，要是被老夫人知道小姐出府了，肯定又要找小姐麻烦。再过些日子小姐就要大婚了，虽说宫里都准备齐了，不过还有好多事情要忙，你也得准备着。”铃铛掰着手指数着穆静初要准备的东西。“打住！”穆静初听得头都大了，“你都快成小老太婆了，这些事就让白姨娘去操办，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第32章，让我试试。可是老夫人还有白姨娘根本就不上心，到现在连一件衣服都没给小姐做，您连一件像样的首饰也没有，嫁妆的事连提都没提过。早知道咱们就不吃这顿饭了，手里还有点银子，还能给小姐做2件衣服。铃铛说着眼眶泛红：“傻丫头，就这点银子也不够啊！你家小姐有挣钱的本事，他们为了侯府脸面也得给我准备嫁妆。再说了，不是还有王爷送来的聘礼吗？”说到这个，铃铛更是气愤，就因为楚王不重视小姐，下聘只派了府里的管家和侍卫，还那么寒酸。你现在倒是胆肥了，连王爷的不是也敢说。穆静初知道铃铛是心疼自己，故意逗他：“不是，我没有。”铃铛也知道自己失言，吓出一身冷汗。以后这些话不要在外面说，我知道你心疼我，不过我也能理解他，盲婚哑嫁放在谁身上，谁也不愿意。只不过有些时候身不由己罢了，好多事情也不是我们看上去那么简单。要知道，楚王在南夏国可是有战神的名号，手里还有兵权，以他的名声还能被赐婚给楚王，就知道皇上是故意羞辱楚王。他一旦入了王府，想要离开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穆静初继续说道：“以后我们铃铛可要找个自己喜欢的小郎君嫁了，到时候本小姐给你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风风光光的把你嫁出去。”冷子墨在隔壁包间把主仆二人的话
听得一清二楚，面色如常，可是内心却不平静。穆静初刚走出包间，正准备下楼，就听到后面传来一个女人几乎破音的大喊道：“快去找大夫，快快啊！”身后一个包间门突然打开，一名丫鬟快步跑了出来，从他们面前一闪而过。穆静初停下脚步，转身朝着那个包间走过去。此时听到喊声，其他的包间也都打开门，向这边张望。子毅，你可别吓唬娘！一位年轻的夫人急得眼泪已经下来了，焦急地喊道：“大夫怎么还不来？”夫人已经去找大夫了。旁边的小丫鬟也吓得不知所措。这是吃东西卡住了。旁边的人小声说道：“这不是李御史家的小孙子吗？这附近可没医馆，别把孩子耽误了，请让一让。”穆静初疾步走进包间，看见一个孩子面色涨红，呼吸困难，口周发青，孩子的小手抓着自己的脖子。看到孩子的症状，穆静初就知道有异物卡在孩子的喉咙了。这位夫人，小公子是被东西卡住了，让我试试。年轻夫人此时已经六神无主了，刚刚听到人们说这附近没有医馆，她已经傻了，现在听到有人能救自己儿子，好像看到了救命稻草，急忙起身：“你真的能救我儿？我可以试试，求求你，一定要救我儿！”说着就要下跪。快起来，别耽误时间了。穆静初抱起孩子，让他弓着背，左手握拳，右手平掌握在拳头上，顶在他的腹部，一下一下的用力。第33章，救下小公子。所有的人都不敢发出声音，盯着眼前的少女。冷子墨站在远处，看着正在施救的穆静初，心里有种想要上前帮助她的冲动。来来回回大约10几下之后，孩子吐出一块鸡骨头，随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子毅，没事了，没事了。年轻夫人抱起孩子，轻拍着他的后背，柔声说道。穆静初见孩子已经没事，开口提醒道：“夫人，以后孩子吃东西还是要多注意，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很危险的。”年轻夫人起身，对着穆静初行了一个大礼：“今天多谢姑娘出手相助，不知姑娘府上是哪里？改日我一定亲自上门道谢。”夫人不必客气，举手之劳。既然小公子已经没事了，我就告辞了。等一下。看见穆静初要离开，年轻夫人急忙开口：“今日出门，我身上也没带多少银子，还请姑娘不要嫌弃，一定要收下。”说着拿出几张银票：“夫人还是收起来吧，今天孩子也被吓着了，赶紧带孩子回去吧。”穆静初带着铃铛下楼的时候，还能听到人们议论的声音，走到楼梯口，看见刚才去请大夫的丫鬟带着一位气喘吁吁的老者，背着药箱匆忙赶来。主仆二人出了花满亭，走在街上，铃铛眼里都是小星星，一脸崇拜地看着自家小姐。子墨，这个穆大小姐不但能用银针当暗器，还会医术，不简单啊！寒冰调查结果会不会有误啊？江云琛觉得武安侯府的这个大小姐越来越神秘，担心她会对自己的好友不利。我让明玄又查了一遍，结果一样。冷子墨不知道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说道：“武安侯府一连忙了几天，刚刚与周掌柜谈成了合作。穆静初难得有些空闲时间，坐在软榻上翻看医书，手里拿着医书，可是脑子里却想着他的挣钱大计，不能只靠那些治疗伤风感冒的药丸，还要研制一些解毒丹，到时候不但能救人命，还能挣银子。小姐，老夫人身边的云芝姐姐来了。”穆静初正想得出神，铃铛进来通报：“让她进来吧。”自从老夫人回府那天，穆静初当众放下狠话，这些人倒是没找她麻烦，她也没去看过老夫人，不知道今天叫她过去又要出什么幺蛾子。见过大小姐。云芝不情愿地行了一个礼，眼里充满了不屑。老夫人让大小姐过去一趟。现在是。看穆静初没有起身的意思，云芝有些不耐烦地说道：“大小姐还是快点，别让老夫人等久了。老夫人找我什么事？这个奴婢不知，你先回去吧。”大小姐，云芝还有开口，对上穆静初凌厉的眼神，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云芝离开，穆静初才不紧不慢地起身，带着铃铛去了老夫人的院子。一进去就看见侯府的女眷都在这了，穆静初不禁挑了一下眉，她倒是看看今天这些人又想干什么。第34章，祖传做妾的，不知道老夫人找我何事？穆静初进门直接问道。混账东西，怎么说我也是你祖母，这就是你见长辈的态度？侯府的脸都被你丢尽了。穆静初不以为然地说道：“老夫人想要我什么态度？从小到大都没人叫过我，见了长辈该如何行礼？要说丢脸，也应该是侯爷丢脸，谁让他宠妾灭妻，把我这个侯府大小姐扔在那个小破院子里自生自灭呢？混账！”老夫人被气得不轻，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咳。老夫人的病才刚好点，这会儿被穆静初几句话又气得剧烈咳嗽起来。大姐，你怎么能这么和祖母说话呢？穆青哥急忙上前替老夫人顺气：“祖母，快别生气了，喝口茶压一压。大小姐，你对妾身有意见，可是不能把火撒在老夫人身上。你这马上就要成为楚王妃了，到时候让别人笑话咱们侯府小姐没规矩，
不但楚王厌弃你，还会影响侯府其他姐妹，你说是不是？白氏一副我为你好的表情，看向穆静初，就是咱们侯府可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别因为你没教养，影响了府里其他姐妹的名声。要我说，就你这样的，怎么能成为王妃呢？二婶周氏看了一眼穆静初，一脸嫌弃的说道：“自从知道穆静初要嫁给楚王，心里就不平衡，嫉妒的不行。虽说都在传楚王中了剧毒，命不久矣，怎么说那也是一品王妃。大姐，我们可都是为了你好，你这脾气还真得改改，不然进了王府，得罪了楚王，可没人帮得了你。”穆一倩开口说道。穆静初也不理他们，找个椅子坐了下来，看着这些人表演。老夫人这才缓过来：“白氏和你二婶说的不错，你这么不懂规矩，到了王府早晚会惹祸，到时候还会连累侯府。”老夫人看了一眼坐在下面的几个孙女，开口说道：“林雪那丫头是个懂事的，到时候你带着她一起嫁入王府，有她在你身边，姐妹俩也有个照应。你身边也没有伺候的人，我给你挑了几个懂规矩的，也能随时提点你。”穆静初唇角勾起一抹冷笑，他猜到了这些人没憋好屁，原来一直没找他麻烦，打的是这主意，看自己不听他们摆布，开始往他身边塞人了。穆林雪和三姨娘难掩心中激动，母女俩早就合计了，现在楚王府里没有其他女人，穆静初这个草包只会成用，男人怎么会喜欢这样的女人？要是他穆林雪先怀上楚王的子嗣，以后正妃是谁还不一定呢。这就是老夫人找我来的目的。穆静初笑着说道：“你还真是我的好祖母，这孙女还没成婚呢，就开始张罗着给孙女婿房里塞人。”老夫人被噎得老脸通红：“我这是为了你好，真是不知好歹的东西，是不是为了我好？你们心里清楚，小小年纪就上赶着给人做妾。三姨娘，你们家里祖传是做妾的。”第35章，赌你不敢动我，小贱人。三姨娘被穆静初的话气疯了，完全忘了穆静初的手段，上前指着穆静初说道：“真以为自己要飞上枝头做凤凰了？我呸！再敢胡说八道，我撕了你的嘴！”穆静初笑眯眯地看着三姨娘，只听嘎巴一声，指着穆静初的手被折断了。啊啊！老夫人，老夫人！三姨娘一声惨叫。姨娘！穆林雪急忙上前，看见三姨娘的手指，抬手就要打穆静初。你这只手也不想要了？看着穆静初凌厉的眼神，穆林雪被震慑住了，抬起的手停在半空，可是心有不甘。你不就是怕我入了王府，得了王爷的宠爱，自己被扫地出门吗？你太看得起自己了，楚王是有多瞎才会看上你这种货色。穆静初轻轻地拍了拍穆林雪的脸，轻声说道：“你不要欺人太甚，等爹回来一定不会饶了你的。”穆林雪此时也只能搬出穆卫清来吓唬穆静初了，她是真的怕了这个大姐了。老夫人，你可得给我做主啊！三姨娘哭着说道，一只手托着被折断的手指，看上去倒是有几分可怜。还不快去把府医找来！老夫人大声吼道。穆静初不愿和他们再继续纠缠，起身说道：“以后别把主意打到我身上，如果你们有本事让皇上改变心意，我求之不得。不过现在我是未来的楚王妃，你们最好把自己的那点小心思收起来，别惦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只要我在楚王府一天，你们休想往王府塞人。你别太嚣张了，侯府还是我说了算，真以为我不敢动你？”老夫人眼里闪过一抹杀意，她真后悔没早点让这个孙女去见她那个短命的娘。我赌你不敢动我，就算你们敢出手，也要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放肆！老夫人怒喝道。自从老侯爷过世，这侯府里还没有人敢这么和她说话。我劝老夫人还是省点力气，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别一天到晚的想着把手伸到我这来，我可不介意把这只多余的手剁了。穆静初说完，走到三姨娘面前，用手轻轻抬起她的下巴，一脸疼惜的说道：“看着还真是让人心疼。你说你怎么就管不住自己这张破嘴呢？对了，我娘的嫁妆这么多年都是白姨娘在管，现在我要出嫁了，就不麻烦白姨娘了，给你2天时间送到我院子里，少得的东西就折成现银。”白氏还没说话，就听到穆静初继续说道：“白姨娘可别想着骗我，我娘当初可是在官府有备案的，不想侯府丢脸，就乖乖的把嫁妆送过来。可能是原主的娘早就防着这群人，提前做了准备，告诉了原主，这下就是他们想贪了这些嫁妆也不可能，除非他们侯府真的不顾自己的脸面。”此时大家的目光都被站在一旁的三姨娘母女吸引了，三姨娘也顾不上手上的疼痛，和穆林雪用手在脸上和身上来回的抓，动作极其不雅，露在外面的皮肤都被他们抓破了，还有鲜血渗出。穆静初见状，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看来这药效还是挺快，一再的挑衅他就要付出点代价。在场的人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穆静初看到他们慌张的神情，这才满意的带着铃铛离开。刚走出正厅，就看见丫鬟带着府医背着药箱急匆匆的走来。第36章还嫁妆。第二天一早，穆静初就从铃铛口中知道，三姨娘母女昨天在自己院子里哭闹不止，脸上还有身上几乎被抓烂了，府医也没有办法，老夫人只能下令命人把他们绑起来，又去外面找了大夫，
最后一个个都摇着头离开了。穆静初听完，唇角露出一个好看的弧度。他配置的药，一般人可轻易不会诊断出来，就让他们好好享受几天。之后几日，没有人再来找穆静初的麻烦。白氏带着人把嫁妆给他送过来，虽然嫁妆不多，他也不愿还回去。给穆静初一个铜板，他都肉疼，表面上却一点不在乎，可是心里的疼只有他知道。哼，有的人天生命贱，有了银子就怕没命花。白姨娘讥讽道：“我看你是记吃不记打，吃了这么多次亏，还不长记性。”穆静初露出一个好奇的笑，问道：“你说，那天晚上那个男人要是躺在你的床上，你现在还有空在我这说风凉话吗？你少血口喷人！什么男人，想坏了我的名声？你做梦！”白氏脸色惨白，指着穆静初怒喝道。跟着白氏一起送嫁妆的下人们，一个个大气都不敢出，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知道了主子这等心密之事，弄不好小命不保。我说的是不是实话？你心里清楚。告诉你，以后别再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付我，不然下次你可就没这么幸运了。东西放下，带着你的人滚！白氏现在非常后悔，当初毒死他娘的时候，怎么没有连这个小孽种一起毒死，给自己留了这么大一个劲敌。以前不管怎么欺辱他，连个屁都不敢放，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变了，现在简直就是一个恶魔。等白氏走后，铃铛按照嫁妆单子开始清点嫁妆。穆静初一点也不害怕他们在嫁妆上做手脚，真要是敢贪了嫁妆，到时候倒霉的只能是他们。清点嫁妆很顺利，这还多亏了穆卫清。穆静初在正厅说的话传到了他耳朵里，他知道如果他们克扣了原配的嫁妆，以现在大女儿的性格，绝对会闹得人尽皆知，他可丢不起这人。再说这点嫁妆他还看不上，也知道白氏存了什么心思，特意让管家盯着，那些被白氏挪用的也都折了现银。原本嫁妆也有20几台，现在只剩下5、6台，其余的都让白氏挪用了。穆静初手里拿着银票，此刻觉得沉甸甸的，有些愧对原主母女，本来都是留给原主的，现在都便宜他了。越想越觉得不能这么便宜了白氏。铃铛看到小姐脸上的笑容，就知道有人要倒霉了。这时院门从外被推开，翠儿拿着食盒进来。这些日子每天都是翠儿给他们送饭。见过大小姐。翠儿规规矩矩行了礼。穆静初挺喜欢这个小丫头的，干活勤快，人也老实。铃铛新买的糕点，一会儿给你带点回去尝尝。翠儿连忙摆手，谢谢大小姐，奴婢不要。铃铛接过翠儿手中的食盒，说道：“大小姐特意给你留的，你就拿着。”穆静初没有被人伺候的习惯，和两个丫头一起摆饭，不经意低头看到翠儿手腕时，不禁眉头一皱，脸色顿时阴沉下来，拉着翠儿的手腕，撩起袖子，手臂上青紫交加，甚至还有鞭痕。看到这一幕，让他压不住火。谁打的？第37章，爹心里还是有你的。翠儿慌乱的把手抽回，急忙放下衣袖，开口说道：“是奴婢做错事了，该罚。这群该死的老钱婆，你才多大，下手真狠！告诉我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走，我给你出气。”穆静初拉着翠儿就要去找那些人算账，他这人特别护短，早就把翠儿当作自己人了。自己人被欺负成这样，要是不教训他们一顿，让这些人尝尝记性，就不是他的风格。翠儿一听要去厨房找那些婆子算账，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小姐，千万别去，下次奴婢一定好好当差，就没人打奴婢了。而且这些伤早就不疼了。”穆静初受不了古代人动不动就跪下，他也和铃铛和翠儿说过，以后在他面前不要自称奴婢。可是他们的根深蒂固的尊卑思想根本改变不了，也只好随着他们了。看着眼前这个12、13岁瘦弱的女孩跪在地上，让他心疼不已。“小姐，咱们离开侯府能不能带着翠儿？”铃铛小心翼翼地问道。穆静初也知道，如果今天惩治了那些婆子，等自己离开侯府，恐怕翠儿的日子更不好过，于是蹲下身子看着翠儿，开口问道：“你以后愿意跟着我吗？”翠儿听到穆静初的话愣住了，铃铛急忙推了她一下：“小姐问你话呢。”“愿意，愿意，奴婢愿意伺候大小姐。”说着就要磕头。“在我身边伺候，没有这么多规矩，不用动不动就磕头。不过我要的是绝对忠心，如果背叛我，可不是几鞭子就能解决的。”翠儿一脸感激地说道：“奴婢知道，奴婢这辈子都不会背叛大小姐，多谢大小姐，多谢大小姐。好了，起来吧，先吃饭，吃完饭我去要你的卖身契，让铃铛和你回去收拾东西，晚上先和铃铛睡一间屋，也方便他给你上药。”翠儿此时满脸泪痕，铃铛也高兴自己小姐妹再也不用回去挨打受骂了。离大婚的日子越来越近，老夫人就是再不喜欢这个孙女，为了侯府的声誉，表面上的功夫还是要做的，只不过准备的那些嫁妆确实有些寒酸。穆静初也早就想到了，老夫人才不会这么好心给她准备一份什么体面的嫁妆。听完铃铛打听回来的消息，穆静初都气笑了，想要利用她博个好名声，恐怕这些人的算盘打错了。大婚的前一晚，穆卫清把穆静初叫到了书房。看到穆静初进来，穆卫清觉得面前的这个大女儿实在是陌生，犀利阴狠的眼神
让人不禁感到后背生寒。想到这些日子，他把侯府搅得鸡犬不宁，如果不是他还有用，早就掐死这个逆女了。现在也只能强压着心中的怒火，换上一副慈父的表情，开口说道：“初儿，这么多年，为父确实亏待你了，也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后院的事一直都是白氏在打理，我不知道他做的这么过分，你怨恨我，我也没话说。不过怎么说你也是爹的女儿，爹心里还是有你的。”第38章，有话直说。如果是原主听到这些话，可能会感动得一塌糊涂。不过穆静初可不是原主，听到这些话，恶心的差点吐出来。侯爷有什么话就直说就行，不用拐弯抹角的，我也听不明白。穆静初可没这么多时间陪他在这演什么父慈子孝的戏码。你就这么恨我，连爹都不愿意喊？恨你？我为什么要恨你？是因为你宠妾灭妻，任由白玉如一个外室，登堂入室欺辱我娘，眼睁睁地看着我娘被白氏害死？还是因为这10年来，你对我这个女儿的不闻不问，任由府里的人欺辱，过着连侯府一条狗都不如的日子？还是因为我在你的生辰送一个亲手绣的荷包给你，你嫌我绣的荷包丢人，让你丢了面子，让人打了我20板子？你知道吗？那是我求了府里的一个嬷嬷好久，帮他干了1个月的活，才换来这么一小块布料和绣线。那时候只有10岁，你这20板子差点要了我的命。穆静初此刻泪流面面，他知道这是原主的情绪影响了他。本来不想和他废话，明天嫁入王府，他也和这些人没有关系了，只等着找机会替原主母女报仇。可是穆卫清的这些话勾起了原主这10几年的委屈和不甘，如果今天不发泄出来，恐怕原主会一直心存怨恨，在另一个世界也不安心。是为父的错。穆卫清听到穆静初的话，有些震惊。他说的这些事，穆卫清从来没有好好想过，他也从不在意任何人的想法，他只在意自己的仕途，侯府的声誉。此刻眼眶微微泛红，心里难得生出一丝愧疚。听到他认错，穆静初吐出一口气，心里的郁结消散了不少。他左手轻轻抚在心脏的位置：“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白白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也不会让你娘和你白死。现在你应该和你娘团聚了，就好好的过你幸福的日子，剩下的事交给我，我一定会让害了你们的人得到报应。”心里默默说完，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他知道原主应该感应到了，耳边也听到了一个声音：“谢谢你，我要走了。现在我已经放下执念了，你以后也要幸福。”穆静初知道原主放下了，心里替他高兴，唇角勾起一抹好看的笑容。初儿，穆卫清不知道刚刚还哭着大骂他的女儿，怎么一下子又笑了起来，而且那个笑容让他看了有些脊背发凉。侯爷还是有话直说吧。穆卫轻轻咳了一声，不管怎么说，你都是我的女儿，以前是为父对不起你，明天你就要出嫁了。楚王府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你在王府处处小心，楚王那个人不是个好相与的。侯府是你的娘家，受了委屈尽管和爹说，就算他是王爷，爹也会给你讨个公道。穆静初心里嗤笑，不知道缘由的人恐怕听了他这番话，还以为穆卫清多舍不得这个女儿，肯定感动的不行。果然穆卫清接下来的话才是他今天找他来的真正目的。第39章，让我做奸细。你就算嫁出去，也是侯府的女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你应该知道。楚王身份特殊，如果他出事了，恐怕你这个王妃也脱不了干系，还有可能连累到侯府。侯爷的意思是，毕竟你还年轻，有些事你不明白也看不懂，要是你发现楚王有什么异动，回来告诉为父，我也可以帮你分析分析，不至于让你受了蒙骗。侯爷这是让我打算监视楚王，做你在楚王府的奸细？被穆静初挑破，穆卫清老脸有点挂不住，呵斥道：“什么叫奸细？话说的这么难听，那你是什么意思？”穆卫清听到他说话这么咄咄逼人，刚刚那点愧疚顿时烟消云散了。好，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你要关注楚王的一举一动，随时把楚王府的消息传回来。早这么说不就完了，还演什么父慈子孝那一套？你想没想过，如果楚王发现我是奸细，我这条小命恐怕都不保。你要记住了，你是侯府出去的女儿，就该为侯府尽力，只有侯府好了，你以后的日子才能好过。你可不止我一个女儿，享受荣华富贵的是别人，这种随时丢命的事想起我来了，真是好算计。你觉得我会答应？答不答应已经由不得你了。说到这，穆卫清脸上露出一抹冷笑。晚上的鸡汤好喝吗？穆静初眼睛微眯，死死盯着穆卫清。今天晚上的鸡汤，他怎么会不知道里面加了料？他以为是白氏，没想到是穆卫清。此刻眼中闪过一抹杀意。你觉得我会怕吗？穆静初向前走了2步，一只手扫了扫穆卫清肩膀上不存在的灰尘。好自为之吧。说完，穆静初转身离开了书房。就他们那点下毒的手段，还敢在他面前卖弄，今天就给你一点教训。逆女，有你回来求我的一天。穆卫清咬牙说道。他以为穆静初不过是嘴硬罢了，那个毒可是康王给他的，据说1个月发作一次，如果没有解药，中毒之人就感觉心里有无数小虫子在啃食，全身腐烂，发出恶臭，疼痛难忍，不出3天就会暴毙，到时候就不信他不听话。
穆卫清以为控制了穆静初，正暗自得意时，就感觉浑身燥热，眼前看到的全是白姨娘那柔软的身子，顿时一股气息全部涌向一个地方。他自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起身去了白氏的院子。白姨娘看到穆卫清自然欢喜，不得不说，已经生过2个孩子的她，保养得很好，看上去也就20多岁，一脸娇羞，一双柔弱无骨的玉手在穆卫清身上来回游走。就在两人正要进入正题的时候，穆卫清突然停下来了，刚才的欲望瞬间消散，而且小小青也丧失了刚才的斗志，蔫头耷脑的，任凭旁人怎么叫他都没反应。白氏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只能使出浑身解数，卖力讨好穆卫清。可是他一顿操作猛如虎，小小青根本敲不了鼓。第40章出嫁1。穆卫清一把推开了伏在他身上的白姨娘，脸黑的可怕，利索的穿上衣服。这一夜可把他那几个妾室忙坏了，就连脸上有伤的三姨娘他也没放过，最后都是败兴而归。天快亮了，才回了自己的院子，心中憋着一口气，将房间里的摆设全砸了。今天是大女儿嫁入楚王府的日子，府里来了许多宾客，还需要他主持大局，只能把这些俗事先放一边，不能让人看了他侯府的笑话。穆静初更是天还没亮就被老夫人安排的嬷嬷叫了起来。看到穆静初过了时辰还没起床，嬷嬷表情有些不悦：“你们2个丫头是怎么当差的？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铃铛和翠儿一脸手足无措的样子，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穆静初被嬷嬷的声音吵醒，声音中透着些不耐烦：“嬷嬷不用为难我的丫鬟，是我不让他们叫我的。再说了，现在这个时辰还早，不用这么着急。哎呀，我的大小姐，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快点起来梳妆打扮，一会儿吉时到了，楚王府的人来了，耽误了可就不好了。”见嬷嬷也没有发难，穆静初伸了一个懒腰，也只好起床了。“你们去给大小姐准备点吃的，不然今天要饿一天了。”嬷嬷说道。翠儿一听，急忙去厨房准备早饭，铃铛留下来帮着嬷嬷一起给穆静初梳妆。嫁衣和首饰都是宫里准备的，一早就送了过来。刚洗漱完毕，翠儿就端着一碗汤圆走了进来。“小姐，厨房今日特意给您准备了汤圆，说是祝大小姐以后圆圆满满。”穆静初没想到厨房里的人还给她准备了汤圆，心里欢喜。“翠儿，一会儿你去给他们送点喜钱过去。”穆静初很快将那一碗汤圆吃完，嬷嬷和铃铛开始为她更衣。本来有些事情需要亲娘或是家里的长辈来做，可是府里没有一个过来看她，更别说为她梳妆挽发的人了。穆静初根本也不稀罕他们能来，也不愿看那些人恶心的嘴脸。好在为她梳妆的嬷嬷还算尽心，并没有敷衍了事。还别说，宫里送来的东西做工就是精细，只是这嫁衣还有头上的首饰重量，让她有点接受不了。穿戴好了之后，看着铜镜中的自己，穆静初都有些认不出来了。“小姐，您真漂亮。”铃铛红着眼眶说道：“要是夫人还在，小姐出嫁怎么会这么凄凉？我怎么觉得都不像自己了，感觉怪怪的。大小姐，吉时快到了，赶紧盖上盖头，还要去前厅拜别侯爷和老夫人了，楚王府的人也马上就到了。”嬷嬷拿着盖头说道。“不用了，跟他们没有什么好拜别的。嬷嬷今天谢谢你了，帮我把盖头盖上吧。”这嬷嬷似乎有些为难。“嬷嬷还是听大小姐的吧。”铃铛替穆静初感到委屈，嬷嬷只好把盖头轻轻盖在穆静初的头上。没一会儿，翠儿从外面小跑回来：“小姐，楚王府的花轿已经到了。”第41章出嫁2。穆静初一身火红的嫁衣，在2个丫鬟的搀扶下到了侯府门口。此刻楚王府迎亲的轿子已经到了。今天侯府来了不少宾客，有的是为了拉拢武安侯，也有来看他笑话的。看到穆静初并没有来前厅拜别，不少人都小声议论。穆静初从后院一路走过来，自然听到不少，能让侯府这些人丢面子不痛快，他高兴得很。楚王是一品亲王，自然不必亲自迎亲，替他迎亲的是明玄。明玄坐在马上，就看到新娘子被2个丫鬟搀扶着，直接出了侯府，心中疑惑。穆卫清也没想到穆静初能做得这么绝，听到他直接出府，而且楚王府的人也到了，急忙带着人追了出去。虽然他是康王的人，但是楚王他还是得罪不起的，不能让人抓到把柄。明玄看到穆卫清带着众人匆忙赶来，不禁皱眉。侯府这些人根本没把他们主子放在眼里，怎么说这穆大小姐以后就是他们王妃了，身边除了2个小丫鬟，连一个婆子都没有。吉时已到，还请王妃上轿。明玄根本没把穆卫清放在眼里，只是对着他抱拳一礼，没有多余的话。有侍卫上前掀开轿帘，2个丫鬟扶着穆静初坐进了花轿。起轿！京城里的人都知道今天是楚王大婚的日子，街道两旁站满了看热闹的人。本以为这个侯府大小姐不受宠，没想到会有这么大阵仗。有说穆静初命好的，明明是个草包，却嫁给了王爷，侯府更是给了这么多嫁妆。也有一些妇人小媳妇儿心里不平衡，口中说着酸话，无非就是说她命好，会投胎。穆静初坐在轿子里，那些人的话他听得一清二楚。不得不说，穆卫清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想借着他大婚的日子博一个好名声，也要看他答不答应。就在这时，轿子突然加速，
左右摇晃。穆静初还真是大姑娘坐轿子头一回，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了一跳，屁股也被颠得离开了座位，随着轿子的节拍，身子被颠起又坐回去，反反复复。早上吃的元宵差点吐出来。穆静初敢肯定，这些人就是故意的。穆静初扯下盖头，一只手撑着轿顶，一只手紧紧抓住轿帘。跟在迎亲队伍里面的韩非脸上露出一个得逞的笑容。终于到了楚王府，花轿停下后，穆静初才舒了一口气，掀起轿帘的一角，透过缝隙看到楚王府门口同样也围了好多看热闹的百姓。楚王并没有在王府门口等着迎亲，只有王府管家带着几个下人站在门口。庄严肃穆的王府门口没有一点成亲的喜庆，就连一根红绸都没看见。就在大家小声议论的时候，其中一个抬着嫁妆的小厮突然身子向前一倾，咣当一声，嫁妆掉在地上，明显听到了里面东西摔碎的声音。穆静初将轿帘放下，勾唇一笑，收起手中的银针，靠坐在轿子里。哎呦，这大婚的日子好好的，你说嫁妆怎么突然掉在地上了？就是这可不太吉利，真是晦气，浪费了侯爷的一番苦心，给他这个草包准备了这么多嫁妆。刚刚那一幕管家似乎没看见，朝着喜轿行礼，王爷身体不适，还请穆大小姐自己进府。第42章，担当得起吗？听到管家的话，穆静初倒是没有太多的想法，对他的做法也能理解，只不过这个男人穆静初摇了摇头，一点风度也没有。铃铛和翠儿两个小丫头已经红了眼眶，觉得楚王做的太过分了，一点不顾及他们小姐的名声。大婚当日，新郎不迎亲，不踢轿门，这对他们小姐简直就是莫大的羞辱，让他们小姐成了整个京城的笑话。周围议论的声音越来越大，两个丫头正不知如何是好，就听轿门从里面被一脚踢开，身穿火红嫁衣的新娘盖着盖头，从容地下了轿子。小姐，小姐，两个丫鬟声音有些哽咽。哭什么？把眼泪憋回去，今天可是你家小姐大喜的日子，别让人看了笑话。两个丫鬟齐齐应声，擦了一下眼泪。穆静初将手轻轻搭在铃铛的手腕上，没有理会王府众人，而是在铃铛耳边低语了几句。铃铛微微点头，扶着他站在王府的台阶上，面向众人。穆静初虽然不在意别人对自己看法，可是当众被这么多人羞辱，默不作声可不是他的风格，他也不会吃了这哑巴亏。刚刚心里还想着能理解他的做法，此时心生怨怼，好歹是他名义上的女人，让他一个女人面对这些流言蜚语，今天大婚就给自己来了一个下马威。好，这份恩情他记下了。此时瘦弱的少女头上盖着盖头，一身傲骨，脊背挺得笔直，站在台阶上，红唇轻启，自知嫁给楚王是我高攀了，也是我的荣幸。楚王为了南下国百姓，镇守边关，出生入死，落得一身病痛，今天不能出府迎亲，你们就在他大婚的日子对他的王妃恶语相向，各种谩骂，对得起他不顾性命为你们换来的安宁生活吗？我们是夫妻，夫妻一体这个道理你们应该懂吧？你们羞辱了我，就等于羞辱了王爷，这个罪责你们担当得起吗？少女说话的声音铿锵有力，一字一句传到每一人的耳朵里。刚刚还吵闹的人群突然噤声了，他们怎么忘了楚王是他们南下国的战神，更是出了名的残暴，连官员都敢当街杀了，皇上都没说一个字，更别提他们这些平民。大婚来触人家的眉头，要真是惹恼了楚王，小命真有可能不保。看个热闹把命搭上，太不值了。穆静初对众人的表现颇为满意，虽然头上蒙着盖头，看不到大家的表情，但是听到人群里已经没有声音，就知道楚王的名号把他们镇住了。唇角微弯，继续说道：今天是楚王与我大婚的日子，如果诸位是来道贺的，楚王府自会好好款待。如果有人想浑水摸鱼，从中挑事，我也不怕别人说我们楚王府以权压人。穆静初言语中俨然一副女主人的口吻，王府门口发生的一切根本瞒不了楚王，他这么说也是在表明自己的立场。虽然心里对楚王的做法不满，但他还是很惜命的，他可不想进了王府就没有出来的机会。王府众人看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复杂，接下来不知道该如何接话。铃铛、翠儿，既然王爷身体抱恙，你们扶着我进府吧。好，小姐，奴婢扶着您进府。翠儿擦了擦眼泪，上前扶着穆静初。铃铛却站在原地，一脸委屈，说话也支支吾吾的。小姐，您的嫁妆。第43章，这其中可能有什么误会？嫁妆怎么了？穆静初站在原地，疑惑地问道。刚刚奴婢听到嫁妆好像被摔坏了，要是侯爷知道了，恐怕小姐回了侯府，少不了一顿责罚。铃铛好像很害怕的样子。没事，爹一向很疼我，不会因为这点小事为难我的。说完似乎又想到了什么，继续说道。不过爹和老夫人精心为我准备了这么多嫁妆，要是进了王府再发现有什么问题，就说不清了，难保不会被有心人利用。还是在这里把嫁妆都清点一下，如果真有什么问题，和王府也没有关系，回复我自会向爹请罪。就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铃铛已经快步走下台阶，侯府送嫁的人伸手想拦，却被铃铛反手推了出去，
这些日子跟着穆静初一起习武也是有成效的，没听到大小姐的话吗？铃铛动作麻利，就在他打开箱子的一瞬间，看热闹的人都伸长了脖子往这边张望，他们也想开开眼界。这侯府大小姐的嫁妆里面肯定是满箱子的金银首饰，围观的人想想都羡慕不已。要知道这其中的一件就够他们普通人家好几年吃喝的。就在铃铛打开箱子的一瞬间，众人惊呆了。在抽出箱子里的夹板时，侯府台嫁妆的小厮额头上已经冒出冷汗，刚刚还羡慕的众人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哪有什么金银珠宝，只是一些普通的首饰罢了，就连做工也是相当粗糙，还不如小摊上卖的精致。尤其是刚才摔在地上的那个箱子，这么大的箱子竟然只装了一个花瓶，现在已经稀碎的躺在里面。铃铛也是一脸惊讶，故意拿出花瓶碎片仔细的看，看热闹的人就算他们不识货，也知道那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堂堂侯府大小姐的嫁妆竟然这么寒酸，就是还以为这大小姐多受宠呢，真不嫌丢人，要不是亲眼看见，说出去谁信呢？刚才大小姐说侯爷疼她，恐怕也是假话，这连一个庶女的嫁妆都不如。可不是，真是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真是可怜啊！众人议论纷纷，大多数是指责侯府的。此时人群里有2个人看到这个情形，匆忙的退出人群。明玄看见男人慌张的神情，做了一个手势，隐在暗处的暗卫跟了过去。小姐，白姨娘把夫人的嫁妆都贪了，说好了出嫁给您置办嫁妆的，可是您看看。铃铛说到这，声音有些哽咽。刚刚那番话是穆静初在他耳边交代的，对于嫁妆他们也早打听清楚了，现在看到箱子里的东西还是忍不住要哭，他是真的心疼自家小姐。箱子里衣服倒是不少，不过都是一些成衣铺里最普通的那种，恐怕就连大户人家的丫鬟都看不上，首饰都是地摊货，更别说什么银子、铺面、宅子、地契，更是一个没看见。他们以前欺负小姐还不够吗？还要在小姐大婚日子这么羞辱小姐，这以后王府的人一个个黑着脸，怎么说穆大小姐已经是楚王妃了，武安侯这么做就是在他们王爷的脸。好了，铃铛别哭了，也许是白姨娘是忙弄错了。转身对着明玄说道，这位大人，这其中可能有什么误会。第44章，什么时候才能有小世子？围观的人听到是府里姨娘准备的嫁妆，不禁有点同情这位大小姐了，怎么可能会把嫁妆弄错，分明是不想给。以前就听说武安侯宠妾灭妻，外室大着肚子本被抬进府，现在还做了继室，连嫡女嫁妆都能如此敷衍，大家都能想到这位大小姐在侯府过的是什么日子。此时对武安侯还有白氏骂声一片，达到了穆静初想要的结果，忍不住唇角弯弯。再想到武安侯暴跳如雷的表情，穆静初心情大好，让铃铛找人把原主娘留下的嫁妆抬进王府后，有2个丫鬟扶着进了王府。看到穆静初进了王府，管家这才回过神来，急忙追了过去。既然楚王身体抱恙不能接亲，自然就没有拜堂。进了王府，穆静初自己掀开盖头，长长吐了一口气，这一早上带这么个东西，可把他憋坏了。管家看到穆静初豪爽的动作，心中暗道，这个王妃真不一般，今天大婚闹出这么多事都能应付自如，要是一般闺阁小姐早就羞愧的找根白绫把自己吊死了，现在看上去一点不受影响，难怪王爷能把她留到大婚。李忠给主仆3人带路，到了王府一处偏僻的院子停下。老奴李忠是王府管家，这是王爷给您准备的院子，一会儿老奴会派人给您把膳食送过来。李忠恭敬地说道。穆静初这会儿又累又饿，没心情跟李忠在这多费唇舌，让李忠带他谢过楚王，就把他打发了。李忠带着人离开，穆静初这才仔细地打量起这个小院。虽然院子的位置比较偏僻，不过比他在侯府住的地方可强多了，房间里的摆设也都是新的，还有一个梳妆台。穆静初满意的点了点头，可是2个小丫鬟却不这么想，眼眶都红红的，他们都觉得自己小姐这个王妃当的实在是太憋屈了，大婚第1天就被发落到这么个偏僻的院子，明显王爷不待见小姐，这以后怎么在王府立足？好了，咱们现在这样不是挺好吗？至少不用再看侯府那些人的嘴脸，也不会再有人欺负咱们了。可是这个院子这么偏，想要见王爷一面都难，什么时候才能有小世子？穆静初嘴角抽了一下，还小世子，这2个丫鬟想的有点多，她从心里巴不得没人来打扰，就这样过自己的小日子不香吗？如果楚王真的像传言那样中毒命不久矣，这也许就是他和楚王谈条件的筹码，才有机会离开王府。毕竟他医毒双绝的名号可不是浪得虚名，他可是敢和阎王抢人的。到时候替楚王把毒解了，要一份和离书，带着2个丫鬟离开王府，远离京城这个是非地，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去过自己逍遥的小日子。小姐，翠儿看到自家小姐一直出神，嘴角含笑，吓得差点哭出声来。穆静初被翠儿的声音拉回了思绪，也知道刚才失态吓到他们了，轻咳一声，我没事，你们不用担心。我刚才看到院子里有一个小厨房，翠儿一会儿你收拾出来，以后咱们自己开火。铃铛，你把我隔壁那间屋子也收拾一下，改成药房。
主仆三人开始忙活起来，穆静初也没闲着，整理自己的东西，以后找起来也方便。第45章，醒了。很快就有人来给他们送来了膳食，穆静初让他们明天只送食材，自己要在小厨房开火，下人不敢答应，只能一五一十地告知李忠。此时楚王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脸色惨白，脖子上的青筋暴起，表情痛苦。许公子，主子怎么样了？明玄焦急地问道。暂时压制住了。许泽安说道，不过6个时辰之内不要使用内力。泽安，你还需要多久才能研制出解药？现在子墨10天就要毒发一次，而且毒发时间一次比一次长，再这样下去，我真怕他撑不住了。江云琛眼里全是担忧。躺在床上的冷子墨闷哼一声，慢慢睁开眼睛。主子，你醒了。明玄高兴地说道。子墨，你感觉怎么样？江云琛焦急地问道。无碍，你可吓死我们了，好在你提前做了安排。江云琛这会儿才松了一口气，皇上着急在王府安插眼线，恐怕这次他这计划要落空了。冷子墨抬眸看了江云琛一眼，示意他把话说完。江云琛把今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冷子墨，尤其是穆静初在王府门口说那番话的时候，他就隐在暗处，把当时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要说开始对穆静初有所怀疑，经过这些日子的观察，对他已经有了改观。再加上今天的表现不像作假，江云琛才做出这样的判断。冷子墨又询问了明玄还有管家今天发生的事，听完后沉默了许久没有说话。即便他们都是冷子墨身边的人，此刻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这时许泽安端着刚煎好的汤药走了进来，见冷子墨已经醒了，急忙过去把脉，见脉象平稳，心里悬着的一块大石头才算落地。服过药后，冷子墨对着李忠才缓缓开口，只要他安分守己，提的要求不过分，一切随他。是。明玄，你去一趟武安侯府，他们不是有嫁妆单子吗？核对清楚了，把嫁妆抬回来，送到庆雅轩。明玄只是微微一愣，没想到主子会为王妃出头，立刻答道：是。这是替王妃出气？江云琛讥讽道：这可有点不像你了。冷子墨一个眼神看过来，让江云琛不禁浑身一颤，急忙说道：不信你问泽安。许泽安坐在一旁勾着唇角，笑而不语。武安侯府，昨天晚上小小青不争气，穆卫清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火，早上穆静初出嫁，又没有和他拜别，直接上了花轿，让他沦为笑柄，当众不好发作，顶着一张笑比哭还难看的脸，继续招呼客人。管家慌张地从外面跑了进来，满头大汗，看向众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在座的都是人精，岂会不知道管家的表现？肯定又出了什么事，只不过没人要离开，一个个还等着看热闹。穆卫清看到管家的模样，太阳穴忍不住突突直跳，让穆卫良替他招呼客人，和管家去了书房。看到穆卫清此时的表情，管家就知道侯爷已经处在发怒的边缘，但是他可不敢隐瞒，事情想瞒也瞒不住，恐怕现在整个京城都知道楚王府门口发生的事，管家只能硬着头皮将事情如实告诉穆卫清。第46章，出大事了。宠妾灭妻，苛待嫡女，藐视皇恩，听着给自己扣的这一个个大帽子，穆卫清一口气差点没上来。他此时都能想到那些政敌明日早朝上对他落井下石的嘴脸，想到这一切都是白氏那个蠢妇眼皮子太浅，自作主张捅出的篓子，恨不得一巴掌拍死他。还不等他教训白氏，府里的下人就来禀告楚王府的人来了。此时穆静初还不知道武安侯府已经被闹得鸡飞狗跳，正和2个丫鬟收拾庆雅轩，把里里外外都收拾了一遍，管家也把他们日常需要的一些生活用品送了过来。累了一天，穆静初四仰八叉的躺在大床上，迷迷糊糊刚要睡着，铃铛急匆匆的从外面走了进来。小姐，小姐，别睡了，你快点出去看看。穆静初皱着眉头，伸手将被拿过来盖在脸上。我的小姐，你快别睡了，出大事了。被铃铛吵得已经没了睡意，穆静初一把掀开被子，眼睛盯着铃铛，好像在说，要是没事，你给我小心点，让我听听出什么大事了。铃铛下意识地缩了一下脖子，开口说道：明侍卫抬了好多箱子来，说是侯府给小姐的嫁妆。穆静初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一遍，确认没有听错，急忙穿上鞋跑到院子里。看到院子里20几个大箱子，穆静初差点笑出声来。这是侯府送过来的？是王爷特意吩咐属下去侯府抬回来的，这是嫁妆单子。明玄恭敬地将嫁妆单子递到穆静初面前。穆静初没想到楚王还挺上道，打算亲自过去谢谢他，毕竟今天替他把嫁妆要回来了，欠了他一个人情，更何况以后还要在人家眼皮子底下讨生活。明玄带人离开了庆雅轩，来见冷子墨，汇报完了侯府的情况，犹豫了片刻，开口说道：王妃想要见见主子，表达谢意。冷子墨手指轻轻敲着书案，房间里的人都没有出声，齐齐看向他。带他过来。冷子墨淡淡开口，他想要确认这个女人到底是不是皇上派来的奸细。是。穆静初所在的庆雅轩比较偏僻，这一路走过来，除了明面上的侍卫，
他还发现了不少暗卫隐在暗处。穆静初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周围的情况，随后心中也有了计较。如果楚王要把他困在王府，自己想要逃出去恐怕不易。现在只能拿出诚意，让楚王相信自己不是那个便宜渣爹派来的奸细。眼下抱紧这条大金腿才最重要，离开的事只能一步一步的来。到了书房，明玄进去禀告，穆静初站在院子里，能感觉到有好几双眼睛一直盯着自己。门吱呀一声，明玄从里面走出来，随后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穆静初深吸一口气，顿时有些紧张，垂在身侧的手紧了紧。他除了要感谢楚王，更重要的是想知道楚王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样身中剧毒，命不久矣。他对自己的医术还有毒术是有绝对的自信，如果真的是那样，他就有了谈判的资格。当然，他还要表明立场，要是楚王怀疑他是奸细，小命随时不保。第47章，还真是中毒了。虽然此时穆静初心里十分紧张，表面上却十分淡定，不能让人看出他的胆怯。他也不想第一次见面在气势上就输了。给自己暗暗加油后，迈步进了书房。明玄从外面将门关上。穆静初听到关门的声音，并未回头，向前走了2步，在书案前停下。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楚王，自己那个便宜夫君。眼前的这个男人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好看，一身黑色锦袍，乌发高高竖起，黑眸清冷犹如腊月霜雪，让人无法探知他内心的想法。淡漠的神情加之周身散发的冷意，令人难以靠近。穆静初收回眼神，心中暗自窃喜，好，还真是中毒了。见过王爷。穆静初压制着上扬的唇角，微微俯身行礼。冷子墨微眯着眼睛盯着穆静初，刚才这个女人是什么表情？今天多谢王爷替我要回嫁妆。穆后爷是你父亲，本王这么做，你就不想说点什么？冷子墨这么做，直接撕了侯府的面子。本就处于舆论中心的侯府，这下彻底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明天早朝，那些御史弹劾穆卫清的折子肯定少不了。穆静初淡淡一笑，王爷这是替我出气，求之不得。我在侯府的近况，王爷应该知道的一清二楚。今天出了侯府，我也不会和他们再有任何瓜葛。知道王爷对我心存疑惑，为什么会突然性情大变？冷子墨觉得面前这个女人很聪明，废话不多，示意她坐下继续说下去。穆静初也不客气，坐在他的对面，开口说道：我为了那一点可怜的亲情，无论他们怎么对我，我一直忍着。可是从我娘留下的医书还有手记上，我发现我娘不是病死的，而是中毒，杀母之仇不共戴天。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过侯府里的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就算不是主谋，至少也是帮凶。觉得我这么多年的隐忍就是一个笑话。说完自嘲地笑了笑。冷子墨听完觉得有些心疼，难怪他会性情大变，原来这里面有杀母之仇。王爷，我嫁入王府之前，穆卫清确实找过我，让我监视王爷的一举一动。冷子墨顿时警觉起来，一双眼睛盯着穆静初，想从他的眼中看出他有没有说谎。只是那双清澈的黑眸中带着真诚，看不出任何破绽。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坦白，一时对他的动机又产生了怀疑。他从不是优柔寡断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总会被他影响。你和本王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就不怕本王杀了你，以绝后患？就是要表明我的立场。穆卫清以为给我下毒，我就会听他摆布，那他就错了。你中毒了，就他那点下毒手段，根本伤不到我。穆静初清了清嗓子，开口说道：我想和王爷做笔交易。交易？你想和本王什么交易？冷子墨眉头轻蹙，声音中带着寒意。我替王爷解毒，待时机成熟，王爷给我一封和离书。他知道这是皇上赐婚，想要和离没那么简单。什么？冷子墨听完险些失态，这么多年他遍访名医都没有找到解毒的方法，知道你在说什么吗？阴冷的声音中带着警惕。第48章，绝对不能怂。隐在暗处的韩忠听到他的话，差点从上面摔下来，就连在门外一直偷听的明玄和江云琛也不淡定了，想要推门进来，被许泽安拦住了。书房里一片寂静，两人谁也没有说话。冷子墨眼神中寒意凛然，就这么一直盯着穆静初。此刻的穆静初觉得头皮发麻，和这个男人对视确实有点让他招架不住，无论是颜值还是他上位者的气势。他现在强迫自己一定要镇定，绝对不能怂，即使内心一直在打鼓，面上却是一脸平静，眼神没有半分闪躲。只是他左手偷偷掐着右手虎口的小动作被冷子墨尽收眼底。冷子墨唇角似笑非笑，很快恢复了内心平静，淡淡开口：凭你看了几本医书，就想替本王解毒？穆静初在侯府的一切他已经调查清楚，知道他略懂医术，但是不相信能解他身上的毒，毕竟含幽谷的神医都无法解。穆静初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了嘲笑的成分，也不生气，毕竟原主草包大小姐的名声可是整个京城家喻户晓的事情，而且他还有奸细的嫌疑，要是这么容易相信别人，恐怕他早就死了10回8回了。从见面第一眼，穆静初就一直在观察他，现在敢肯定他身上至少中了3种剧毒，
而且这3种毒不简单，这也挑起了他的兴趣。要知道，他从小更感兴趣的就是毒术，越是稀奇古怪的毒，他越有兴趣，觉得这样才有挑战。此刻心里还有一点小兴奋。我现在能看出你身上至少中了3种剧毒，时间最长的也有10几年了。现在差不多10天就要毒发一次，每次毒发全身就像撕裂般的疼，而且过程一次比一次痛苦，毒发时间也比以前要长。听到这，冷子墨脸色越来越黑，阴沉的可怕，整个房间气压低的吓人。穆静初无视他的表情，勾唇一笑，继续说道：“恐怕王爷的腿多少也会受到影响。”冷子墨眼中闪过一丝不可置信的表情。穆静初不再废话，手指搭在他的脉上。穆静初眉头轻蹙，片刻唇角微勾，果然和他猜测的一样。不过除了他看出的那3种剧毒，还有一种毒，可以说比其他3种毒还要厉害，应该是冷子墨用来压制体内毒素蔓延，以毒攻毒自己服下的。穆静初收回手，看向面前的男人，都说他残暴嗜血，杀人如麻。如今看来，这个男人确实是个狠人，对自己都下得去手，更何况是别人。如何？王爷，这毒我可以减。话音刚落，还不等冷子墨开口，书房的门突然被人撞开，最前面的江云琛差点被后面的明玄挤趴在地上。王妃，王爷的毒你真的可以解吗？明玄眼里充满了期待。穆静初点了点头，可以，不过有几味药材不好找，我可以先给王爷施针，压制毒素蔓延，控制毒发时间，减缓一下疼痛。王妃，王爷这毒就连我师父含幽谷的木神医都无能为力，你确认能解？许泽安并没有他们这么乐观，他知道冷子墨身上这毒有多凶险。第49章，不是吓大的。这只能说明那个什么神医学艺不精，他解不了，并不代表别人不行。穆静初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客气，他刚才已经给冷子墨把过脉了，心里早就有数，这毒根本难不倒他。你听见穆静初这么说自己师父，许泽安刚想反驳，被江云琛拉住。王妃需要什么药材，你只管写出来，不管什么名贵药材，属下一定给你找来。不过王妃要是……明玄话没有说完，不过明显带着警告的意味。既然你们一直在外偷听，想必我和王爷刚刚的谈话你们也都听见了。说到这，看了一眼闯进来的3个人，我只想替王爷解毒后拿到和离书离开这里，至于你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最后谁死谁活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我已经表达了最大的诚意。虽然我怕死，但也不是吓大的，如果我想害王爷，恐怕早就得手了，你说是不是明侍卫？几人不明白穆静初为什么这么问明玄，目光都看向他，只是一眼就把几人吓了一跳。明玄，你的脸怎么了？冷子墨倒是淡定，许泽安眼里都是不可置信，上前急忙替他把脉。江云琛直接喊出了声。此时明玄没有任何感觉，更不知道自己半边脸上瞬间布满了黑色胎记。许泽安抱拳行礼，王妃好手段。穆静初心中十分得意，说出的话却是十分谦虚，哪里雕虫小技罢了。明玄一切都是为了本王，还请王妃不要和他计较，替他把毒解了。冷子墨没想到穆静初下毒手段如此厉害，在他眼皮子底下动手，他却一点没有发现。明玄听到冷子墨的话，才反应过来自己中毒了，可是身上一点中毒迹象都没有。王妃，你好心快替他把毒解了吧，看着这张脸，我都怕晚上做噩梦。本来明玄一天到晚板着一张脸，身上都是杀气，现在半边脸都是黑色胎记，就这样出去，那胆小的看见还真能吓死。江云琛不忍直视，转过头对着穆静初说道：“属下多有得罪，还请王妃见谅。”想到许泽安替他把锅脉说的话，明玄瞬间明白了，刚刚自己说话得罪了王妃，这是王妃给自己一个教训。穆静初勾唇一笑，拿出一个小白瓷瓶，倒出一颗药丸，半个时辰就没事了，脸上不会留下任何印记。多谢王妃。明玄没有犹豫，立刻吃了下去。几个人都盯着明玄看，一炷香的时间，脸上的黑色胎记肉眼可见的变淡了。江云琛最是兴奋，走到穆静初的面前，一脸讨好的说道：“王妃，你给明玄下的这个毒还有吗？可以给我来一颗吗？”你问在这个干什么？穆静初警惕的问道。你放心，我不会乱用的，就是想教训一下讨厌的人。他们都是楚王身边的人，穆静初也想和他们交好，从袖中拿出2个小瓷瓶，开口说道：“这个绿色瓶子里是粉末，只要一点点。”穆静初还用手指比划了一下，就是明侍卫刚才那个效果。白色瓶子里的是解药。你都给我了？靳云琛惊喜地问道。第50章，等着我给你脱吗？穆静初不屑地说道。这种东西我那还有的是，不过这瓶解药你留好了，只要不是中了什么见血封喉的毒，中毒后立即服下，至少能保你3天性命无忧。王妃果然大方，以后在京城谁要是敢欺负你，小爷我第一个不放过他。有人欺负王妃，用得着你出头吗？许泽安说着，朝冷子墨那边努了努嘴。冷子墨阴沉着一张脸，看着江云琛：我这不是替王爷分忧吗？快闭嘴吧！
许泽安此时真是无语了，赶紧岔开话题：“王妃，不知道我能不能看看你这解毒丸？”“可以。”江云琛一听，赶紧把药瓶藏起来。“一会儿麻烦明侍卫把我的药箱拿来，今天我先替王爷施一次针，缓解一下王爷的疼痛。”穆静初此话一出，书房里顿时安静下来，看向冷子墨。没有王爷的命令，明玄不敢擅自答应。过了一会儿，冷子墨淡淡开口，按王妃说道做。“是，主子。”很快半个时辰就到了，明玄的脸上果然什么也看不出来，就连许泽安也连连称奇。“王妃，一会儿你给王爷施针的时候，我能不能在一旁？”“您放心，我绝对没有要偷学的意思。”穆静初知道他们对自己还做不到100%的信任，毕竟稍有差池，楚王的命就交代了，点了点头：“可以，你想学也没关系，有什么问题咱们还可以一起探讨。”穆静初刚看完许泽安开的药方，明玄提着药箱就回来了。“王爷，你把衣服脱了，坐到榻上。”穆静初取出银针一字排开，开口说道。房间里的人都愣住了，随后看向冷子墨。冷子墨黑着一张脸，坐着没动。可还是江云琛率先出声，打破了尴尬的局面：“那个王妃，能不能给王爷留一件礼衣？”“应该是不能，反正我是不行，要不江世子你来。”穆静初将手里的银针递了过去。“不，我可不行。”江云琛连忙摆手：“命重要还是面子重要？”见冷子墨还是没动，穆静初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谢裤不用脱，出去。”“王爷是让我出去吗？”穆静初疑惑地问道。许泽安最先反应过来：“可是王爷，别让我再说第二遍。”不等许泽安说完，冷子墨打断了他的话：“明玄，今天夜里恐怕不太平，那位不会错过今天这个机会，你去安排。”冷子墨眯着眼睛开口说道：“是，明侍卫，我施针过程中绝对不能被打断，无论发生什么事，绝对不能让人闯进来。”听冷子墨这么一说，穆静初也想到了，今日大婚，楚王称病，一直没有出现。如果有人想要试探楚王是不是真的病了，今晚绝对是个好机会。“是，王妃。”明玄领命离开，许泽安有些不放心，被江云琛拉着去了隔壁房间。房间里只剩下2个人，冷子墨腰背挺得笔直，坐在那一动不动。穆静初开口问道：“王爷，你是等着我给你脱衣服吗？”第51章，一个也别回去。冷子墨被穆静初的话吓了一跳，当初惨遭陷害被围攻，他都可以做到面不改色，可此时耳尖泛起一抹淡淡的粉色，表情有些不自然，拳抵在唇边，轻咳一声：“不用，我自己可以。”穆静初没想到楚王这么纯情，只是一句话就能让他脸红。在看到冷子墨宽肩窄腰、修长的大腿时，不禁张大了嘴巴。他以前在部队可没少看型男，不过和冷子墨比起来，还真是差那么一点点。被穆静初炙热眼神盯着的冷子墨，这会儿不止耳尖红了，脸颊也爆红，毕竟脱的只剩下一条亵裤，不自觉的双腿夹紧。“可以了吗？”冷子墨强装淡定开口问道。穆静初这才缓过神来，对自己的失态有些不好意思，前世什么男人没见过，今天怎么就这么没出息，让自己丢了面子，心中有些懊恼，随后手动把自己张大的下巴合上。“可以了，可以了。”冷子墨看到他的小动作，不禁弯了唇角。在看到冷子墨后背上那些狰狞的疤痕时，穆静初拿针的手都有些微微颤抖。“是不是吓到你了？”冷子墨感觉到了穆静初的异样，知道是自己后背上的伤吓到小王妃了，开口问道：“是不是很丑？”“一点也不丑，这些伤痕都是你的勋章，是你用命保护着南下江山最好的见证。”他从小就崇拜那些保家卫国的军人，立誓长大以后也要成为一名像他们那样优秀的军人，所以才义无反顾的从军。冷子墨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别人都说他残暴嗜血，没有人真正懂他。听到穆静初的话，不禁感到动容。“好了，王爷，我要施针了，先用针控制一下你身体里的毒素，这样你在毒发的时候就不会承受非人之痛了，不过会有点疼，你要是忍不住就出声。”“好。”穆静初慢慢吐出一口气，静了一下心神，随后抽出银针，手腕快速翻转，精准地将银针刺入穴位。很快，穆静初额头就渗出一层密密麻麻的汗珠，冷子墨也紧紧咬着牙，双手紧握成拳，脖子上青筋暴起，大颗大颗的汗珠滴落，没发出一声。正在关键时刻，就听到院里传出兵器相交的声音。不用想也知道王府进了刺客，穆静初真的想爆粗口，一刻也不敢耽搁，加快手中的动作。打斗声越来越近，王爷绝对不能因为外界乱了心神，你再忍耐一下，马上就能拔针了。外面的打斗声越来越激烈，穆静初能感觉到来了不少人。大约又过了一盏茶的时间，穆静初开始拔针。等针都拔完，穆静初脱力一般坐在榻的边沿，冷子墨忍耐不住，昏睡过去。听着外面的声音，穆静初心里就来火，拿过被子盖在冷子墨身上，从药箱拿出一个小药瓶，快步走了出去。“王妃，你怎么出来了？王爷怎么样了？”明玄焦急地问道。“放心，
王爷没事，既然他们敢来，就一个也别让他们回去。穆静初霸气地说道。第52章刺客。借着月光，看到院子里身穿黑衣蒙面的刺客，留在冷子墨身边的贴身暗卫也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可是对方来的人太多，有些落了下风。领头的黑衣人看到一个女人从房间里走出来，就知道了穆静初的身份。毕竟这楚王府除了今天大婚的王妃，没有其他女人。瞬间脚尖点地，手持长剑，朝着穆静初的胸口直接刺了过来。明玄眼疾手快，不等他靠近，提剑迎了上去，杀了那个女人。领头的黑衣人被明玄挡住，大声喝道。其余的刺客听到头领的命令，纷纷聚拢过来，保护王妃。明玄话音刚落，一名刺客已经冲了过来，楚王府的人都被缠住，无法脱身。穆静初快速闪身，同时将手中银针飞出，那名刺客还没有靠近，直接摔在地上。穆静初捡起地上的长剑，与再次袭击他的刺客站在一起。领头的黑衣人没想到穆静初还有功夫，而且几个人围攻他，根本没落下风，他还来不及看清楚，又有2名靠近楚王妃的刺客倒下。就在他出神的一瞬，明玄找准时机，一剑刺入他的胸口。几名刺客开始围攻明玄，想找机会把受伤的黑衣人带走。此时刺客已经折损大半，楚王府的暗卫也有不少人受伤。撤！受伤男人大喊一声，众人刚想追上去，就被穆静初拦下。你就这么轻易放他们走了？江云琛走过来，此刻一身狼狈，没有了刚才在书房里纨绔的样子，声音也有些不悦。放心，他们就算能活着离开，也未必能活着。穆静初挑眉说道。什么意思？江云琛有些不解地问道。穆静初晃了晃手中的小瓷瓶，笑着说道，就是这个意思。江云琛睁大了眼睛，你不是刚刚把药都给我了吗？怎么还有？这能一样吗？要是没有我的解药，估计他们不出1个时辰就会肠穿肚烂。明玄带着暗卫正在清理院子里刺客的尸体，动作很快，一看就是经常做这样的事。王府的暗卫也有10几个人受了重伤，许泽安正在为他们包扎。穆静初急忙回到房间，看到韩中一直在守着冷子墨，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又查看了一下他的情况，见没有异样，拿着自己的药箱转身出去了。有几名暗卫受伤很严重，穆静初拿出药丸让他们服下，暗卫都知道他的身份，怎么敢让王妃为他们医治？穆静初自然知道他们心里想的什么，流了这么多血，不想死就乖乖别动。这么多人受伤需要医治，他可没这闲工夫跟他们废话。看到他熟练的包扎，动作很快，许泽安都有些心惊，这也是看医书学的。现在来不及多想，只能压下心中的疑问。穆静初在部队受过专门训练，处理这种伤口得心应手，包扎的手法非常娴熟，投入的精力太过专注，他不知道房檐下一道视线一直落在他的身上。主子，外面太冷，你刚醒，还是先进去吧。韩中站在冷子墨身后说道。冷子墨并没有理会韩中的话，看着穆静初忙碌的身影，一双黑眸透着寒意，让人看不透他此刻心里的想法。第53章自会放你离开。所有的伤员都救治完了，穆静初毫无形象地瘫坐在地上，他确实累了，刚才给冷子墨解毒，已经消耗了不少体力，又和刺客交手，接着又救治伤员，现在他累得连手指都抬不起来了。缓了一会儿，穆静初慢慢起身，刚才他已经给冷子墨把锅卖了，毒已经压制住了，现在就想着快点回到自己那个小院，让翠儿做点好吃的，洗个澡，昏天黑地的睡上一觉。往往梦想是好的，现实总会让人梦醒。走了没几步，被韩中拦下。王妃给王爷解毒，还有刚才救治自己那些兄弟，韩中都看在眼里，心中对他的猜忌少了许多。此时恭敬的行礼，王妃，王爷有请。穆静初长舒一口气，认命的跟在韩中身后，小手轻轻安抚了一下饥肠辘辘的肚子。在见到冷子墨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了刚才解毒时被折磨狼狈的样子，一只白色玉簪将乌黑的长发高高竖起，眼睛也变得清澈透明，脸上也不似先前那般惨白。坐，多谢。穆静初确实有些站不住了，也没客气，直接坐了下来，看到桌上的茶碗，自己倒了一杯茶水，一饮而尽。放下茶碗，不等冷子墨开口，穆静初问道：王爷，你最早中毒应该有15、16年了吧？冷子墨点了点头，是啊，15年了，我那时候7岁。穆静初见他说的一脸淡定，好像中毒的人不是他一样，同时也有点心疼眼前这个男人。你真能替我解毒？可以，不过治疗过程你要忍受难以想象的痛苦。这点痛算不了什么，我能承受。好，我把需要的药材写下来，不过龙血草和幻骨花有些不好找。穆静初想到原主母亲留下的一本古籍中提到过这2种草药，开口说道：龙血草王爷可以派人去东陵国，至于幻骨花应该是在西境。说到西境，穆静初停下来看了一眼冷子墨，他知道冷子墨这次中毒就是在西境，怕自己多嘴惹怒这位，连累到自己。果然一直表情平静的冷子墨听到西境2个字，
刚才还清澈透亮的眼眸瞬间闪过一抹杀意，周身散发着肃杀之气。穆静初自认为见过不少大人物，此时也被冷子墨的气场震慑到，心中一惊。我会派人去找，今日之事多谢，你提出的条件我答应了，若是真能解了我身上的毒，自会放你离开。好，那就多谢王爷了，这些日子我继续替王爷施针，这样两不耽误。穆静初这个时候也不累了，听到冷子墨答应了他的条件，眼睛弯得像个月牙。这个女人听到离开王府就这么开心吗？冷子墨不知道为什么，看到穆静初要离开王府这么高兴，心中有些不悦。今日你也累了，早点回去休息吧，有什么需要尽管找管家。书房里只剩下冷子墨一个人，强压着激动的心情，闭着眼睛静静地回想着自从父母离开他以后，一个人艰难地在皇宫里挣扎求生存，从7岁开始就饱受中毒的痛苦，本以为没有希望了，大仇还未报，他心有不甘，如果毒解不了，都想过最后同归于尽的办法，那样会让无辜的百姓受牵连，他也无颜去见自己的父皇，内心矛盾。现在好了，有人告诉他毒可以解了，怎么能让冷子墨不激动？第54章墓地。穆静初远远的就看见铃铛和翠儿两个丫鬟站在院门口，朝着这边张望。看到穆静初的身影，两个丫鬟急忙跑了过去。小姐，你没事吧？翠儿两眼通红，声音有些哽咽。刚才他们听到了前院有动静，担心自家小姐，想要去看看，被管家派来的人拦住了，只能在这焦急的等着。我没事，你们放心吧。有吃的吗？我饿了。穆静初笑着说道。有，奴婢这就去给小姐端上来。翠儿，以后咱们要称小姐王妃了。铃铛提醒道，王府还不比其他高门大户，规矩自然多，不能因为他们不懂规矩，给小姐惹了麻烦。是，奴婢一时忘了。没关系，一个称呼而已。很快，翠儿就端着一碗瘦肉粥、2个馒头，还有2碟小菜进来。穆静初饿坏了，没一会儿的功夫，全都被她吃完了，又美美的洗了一个热水澡。上床后，头一沾枕头，可以说是秒睡。大婚第2天应该进宫谢恩，冷子墨天不亮就让明玄进宫告诉皇上昨天楚王府遭遇刺客的事。皇上得知楚王昏迷后，雷霆震怒，愤怒地把手中的茶碗重重摔在地上，让康王好好调查此事，一定给楚王一个交代。还专门派了2个御医和明玄一起回了楚王府，美其名曰是替楚王医治，其实真实目的谁会不知道呢？最后又赏赐楚王不少金银珠宝，还有许多名贵药材，让他在王府好好养伤，等伤养好了再进宫谢恩。从宫里回王府的路上，沿途有不少百姓看热闹，都听说了昨天有刺客趁楚王大婚夜里行刺，楚王现在昏迷不醒，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就跟他们看到了一样。百姓看到侍卫抬着一箱箱的赏赐，还有跟着的2名御医，都夸赞皇上圣明。明玄骑在高头大马上，听着人群的议论，就知道皇上绝对不会放过这么好收买民心的机会，心中忍不住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韩非在宫门口看到明玄朝他使了一个眼神，立刻明白什么意思，快马加鞭回了王府。穆静初这一觉睡得十分踏实，要不是楚王派人来找他，他能睡到下午，简单的梳洗了一下，跟着管家去了冷子墨的院子。路上才听管家提起今天要进宫的事，被楚王给挡了回去，也知道了皇上派御医来了楚王府，隐晦的说道御医前来的目的。见过王爷。穆静初微微俯首行礼。起来吧，以后在府里不必行礼。那就多谢王爷了，今天王爷感觉如何？确实比以前好了许多，胸口也没那么闷了。我先给王爷把一下脉吧。冷子墨乖乖地伸出手，穆静初将2根手指轻轻搭在上面，随后微微点了点头。如何？毒素暂时控制住了，一会儿我给王爷开个方子，今天晚上我再给王爷施一次针，连续施针5天，再加上我开的方子，王爷3个月内不会再毒发。真的？冷子墨明显有些激动。第55章，我可以相信你。欺骗王爷对我有什么好处？穆静初反问道。我可以相信你，不过御医马上就到王府了，你可有办法让我看起来病得更严重吗？穆静初思索了一下，开口说道。可以，我先给王爷施针，压制脉象，让王爷昏迷，如同毒发一样，不过只能维持1个时辰。1个时辰足够了。话刚说完，韩忠就进来禀告，主子，皇上身边的屈公公还有御医到了，让他们在外面等着。是。一盏茶的功夫，屈公公和御医就被请了进去。看到穆静初，先是一愣，立刻想到了他的身份，急忙行礼，见过楚王妃。起来吧，还麻烦公公和2位御医跑一趟，真是过意不去。王妃这么说，可就折杀老奴了。皇上听闻楚王府昨日进了刺客，大发雷霆，已经派康王全力彻查，王妃也不要太着急，还是先让御医给王爷把把脉。那就有劳2位御医了。2位御医分别把完脉，互相对了一下眼神，其中一位年长一点的御医开口问道，不知道王妃能不能把王爷的方子给老臣看看？可以。随后穆静初从一个木盒子里把提前写好的药方拿出来，2位御医看过之后点了点头，确实对症，不知这药方出自谁的手？是含幽谷的许泽安。
难怪这药方确实妙啊！他们都知道冷子墨这么多年一直和含幽谷有联系，难怪这个药方这么精妙。不过可惜了，就算再精妙又如何？楚王这脉象恐怕……王爷这病如何了？穆静初一脸焦急地问道。可……年长一点的御医不知如何回答，想了一下，开口说道：“这个药方很是对症，王爷不日便会大好。”那就好，那就好，咱们还是去前厅说话，让王爷好好休息一会儿。屈公公看了一眼御医，两位御医不着痕迹地点了一下头。屈公公心里明白了，一脸笑容地说道：“那老奴就不打扰王爷休息了。皇上一直惦记着楚王，老奴还要赶紧回宫，告诉皇上这个好消息。”好，那就请公公替臣妾谢过皇上，等我家王爷恢复了，我们再进宫谢恩。穆静初觉得虚伪的都不像自己了，差点把自己恶心吐了。宫里的人离开后，穆静初看到了院子里的几个大箱子，听说里面有不少珍贵药材。虽然好奇，不过这些都是赏赐冷子墨的，他也不好打开，只能先回去。御书房，皇上坐在龙椅上，一脸怒意地看着跪在地上的康王。御书房里安静的可怕，康王里衣都被冷汗浸湿。废物，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啊！皇上怒喝道。父皇息怒，是儿臣的错，本来是已经安排好的，不知道哪里出了错。可有留下活口？没有，绝对没有。昨天从楚王府跑回来的那些人，还不等儿臣把事情问清楚，他们就都死了。死了！皇上猛地站了起来。第56章，后悔。皇上不敢相信，这次派去刺杀楚王的人都是经过仔细筛选的，没想到还是折在了冷子墨手里。难道真的要动用龙御卫出手？此刻皇上无比后悔，当初听了那群老臣的忠告，也为了自己的名声留下一个这么大隐患。可谁又能想到，他命这么大，中毒这么久，竟然还没死，就不该为了得到先皇留下的兵符手软。现在要想对付他，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冷子墨要是不死，他龙椅坐的都不稳。他这个侄子就是一个狼崽子，要是被他发现了真相，恐怕……皇上不敢想下去，一腔怒火全都散在康王身上，抓起桌案上的茶碗直接扔了过去。康王根本不敢躲，任由茶碗砸在头上，瞬间一道鲜血顺着额头流了下来。皇上，屈公公回来，就正看到皇上发怒，还是有些胆怯的开口：“楚王府情况如何？”回皇上，老奴去的时候，楚王正在昏迷，御医把过脉，也看过药方，说楚王最多还要3个月。屈公公一口气说完。皇上听到这个消息，刚才还一脸怒意，这会儿突然大笑起来：“好，他再厉害如何？朕才是真龙天子。”是，父皇才是真龙天子。冷子墨他算个什么东西？要不是父皇仁慈，他早就下去和他爹娘团聚了。康王奉承地说道：“善后这件事交给你去办，别再让朕失望了。”是，这次儿臣一定办好差事，绝对不会留下任何把柄。穆卫清那个女儿现在不是楚王妃吗？让她盯紧楚王府的动向，不能大意。是。好了，你先下吧。此刻皇上龙心大悦。出了御书房，康王一改刚才小心翼翼的神色，眼里顿时闪过一抹杀意。冷子墨好得很，既然你都快死了，还给本王找不痛快，本王不介意送你一程。出了皇宫，直接去了武安侯府。冷子墨皱了皱眉头，慢慢睁开眼睛，就看到江云琛一张大脸正盯着他看，把他吓了一跳。滚远点！冷子墨声音有些沙哑。我在这一直守着你，你醒了就让我滚，还有没有良心？谁让你一直盯着我看的？说着，在房间里四下看了看，像是在找人。找什么呢？江云琛调侃道。我能找什么？冷子墨有些心虚地说道。当然是泽安了。哦，是吗？泽安正在给你煎药，很快就过来了。江云琛笑着说道。滚，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别在这碍眼。不行，我可不能离开，毕竟王妃交代过让我好好守着你。可……冷子墨有些尴尬的开口，他还说什么了？宫里的人有没有为难他？子墨，你是不是对你这位王妃有点太关心了？毕竟她昨天帮了我，人家还要给我解毒，我不过就是问问，你哪来的这么废话？江云琛撇了撇嘴，不赞同的道：什么时候看你关心过女人了？不知道是谁当初还要……说着用手在脖子上做了一个动作。他说的话你相信吗？你能确认他不是在我们大家面前演戏，不拍他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博取你的信任吗？第57章，他不会害我。冷子墨薄唇轻抿，似在回忆。此刻他脑海里闪过闹市金马、酒楼救人时那个女人从容不迫的神情，还有在他面前冷静的和他谈条件。只是那个女人不知道，他的小动作早就出卖了他当时紧张的心情。还有为他解毒时一手银针使得出神入化，即便他当时意识逐渐模糊，还是听到了他在自己耳边轻声鼓励。再看到那个女人替受伤的暗卫包扎是干净利落的手法，确实让他打消了猜忌。他的身份还有处境绝对不是个会轻易相信一个不熟悉的人，也不允许别人靠近。
不知道为什么内心总是会告诉他，这个女人值得相信。可能是他的眼眸太过清澈，没有一丝算计，也许是他的坦诚。沉思过后，冷子墨摇了摇头，缓缓开口：“不知道，不过直觉告诉我，他不会害我。如果想要我的命，昨天他有很多机会。”江云琛也认同的点了点头，确实，还别说，除了她是穆卫清女儿这一点，其他地方我还是很喜欢的。江云琛还要继续说下去，就看见冷子墨一个眼刀看了过来，吓得他一个机灵，急忙坐直身子，解释道：“你别误会，我可没有别的意思。怎么说，她都是你名义上的王妃，我可不敢有什么非分的想法，只是单纯的有些欣赏。”见冷子墨面色有些缓和，江云琛还是弱弱的解释了一句，就是觉得她和京城那些世家小姐不一样。此时穆静初正在药房研制新的药方，只是手中的药材有些少，他正愁如何说动楚王，让他可以出府。翠儿就来通报：“王妃，王爷派人送了不少东西过来。”穆静初打开房门，韩妃和众人恭敬的行礼：“见过王妃。”“不必多礼，这些都是王爷让你们送过来的。”穆静初认识这几个大箱子，都是早上宫里送来的赏赐。是，这些都是宫里赏赐的一些名贵药材，王爷说给王妃最合适不过了。穆静初听完眼前一亮，真是瞌睡就有人送来枕头，他正愁药材的事，就给他送过来了，那就谢过王爷了。穆静初打开箱子一看，确实都是难得名贵药材，心中欢喜，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还要麻烦韩侍卫帮我把这些箱子抬进去，这都是属下应该做的，王妃尽管吩咐就是。韩妃可是在穆静初手上吃过亏的，知道自家王妃可远不是表面上这么简单，没必要，千万不要得罪。韩妃吩咐人跟着翠儿一起把箱子抬到了药房，穆静初进去拿了2个小瓷瓶出来，这个给你，回头你给其他人分一下，是我自制的金疮药，还有解毒丸，有银子你们都买不来，我现在手里就有这么多，等有时间多做一些再给你们。多谢王妃，以前多有得罪，还请王妃见谅。我早就忘了，再说了，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韩妃带着众人离开后，穆静初迫不及待地回了药房，有了这些药材，他新研制的药方制作起来就简单多了。第58章回门。很快到了3朝回门的日子，要不是管家提醒，穆静初根本没有想起来，可以说他离开侯府的时候根本没想过回去。穆静初正在吃着早饭，管家来到了庆雅轩，恭敬地说道：“王妃，这是今日回门的礼单，是王爷特意吩咐老奴准备的，请王妃过目。”穆静初没想到冷子墨会替他准备回门礼，毕竟昨天晚上失针的时候一个字都没提。王爷已经安排妥当，我就不用看了。是，王爷今日不便出行，安排了侍卫和王妃一起回侯府。好，让他们先把马车备好，我一会儿就过去。穆静初想到给侯府的那些东西，就有些心疼。他根本不想带什么回门礼，不过关系到楚王府的颜面，也只能这样。吃过饭，回到房间，特意选了一件彰显身份华丽的衣服，铃铛给穆静初梳了一个凌虚髻，发间的饰品是冷子墨特意为他准备的，一看就绝非凡品。脸上只是化了淡淡的妆容，穿戴整齐后，整个人看上去光彩照人，优雅高贵。王府门口，马车早就准备好了，回门仪仗按照一品王妃准备的，韩忠和韩妃带着一队侍卫跟在马车后面。这么大阵仗的队伍走在大街上，十分招摇，也引来了不少人围观，也都私下议论。知道今天是回门的日子，穆卫清一早就派小厮去楚王府门口打探消息，看到楚王府的马车已经出发，小厮立刻跑回府通报。穆卫清今天主要是打探楚王的消息，还有一点，他确信自己已经给穆静初下毒成功，如今已经3天了，想要解药就要为自己办事，不然只能等死。穆卫清以为楚王昏迷，穆静初在王府根本不受重视，没想到会用一品王妃的仪仗回门，不禁皱了皱眉。侯府众人看到这个阵仗，一个个嫉妒的眼睛都红了，尤其是府里的小姐们，谁也想不到当初在府里那个任他们欺凌的大小姐，如今会这么风光。穆清哥更是恨得牙痒痒，穆清离更是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小声的说道：“有什么好得意的，还不知道哪天就守寡了。”马车停稳后，韩忠下马，掀起马车的门帘，穆静初仪态万方的走下马车，看向侯府众人：“老臣参见楚王妃。”穆卫清率先行礼，侯府众人被今日的穆静初惊艳到了，听到穆卫清的声音才回过神。参见楚王妃。听到他们参差不齐的声音，穆静初也不恼，只是淡淡的笑道：“都是一家人，不用多礼。”多谢王妃。王妃，楚王今日没有陪同你一起回来？穆卫清问道。侯爷何必多此一问呢？穆卫清面色一僵，没想到这个死丫头在府门口一点面子也不给他留。王妃还是先进府吧，老夫人一直盼着你呢。白氏出来打圆场说道。穆静初把白氏无视个彻底，从他身边经过，挑眉轻笑。白氏强压着心中的怒意，长长舒了一口气，才跟着众人一起进府。第59章老糊涂。老夫人正端坐在主位上，看见穆静初也并未起身行礼，嘴角还有一丝嘲讽的笑容。几日不见，老夫人气色不错，如今看到本妃，是不是还等着本妃给你行礼呢？
混账！我是你祖母，才嫁入王府几天就目无尊长了。老夫人呵斥道：“你是不是老糊涂了？”穆静初毫不留情地回怼道：“本妃现在是楚王妃，皇家宗妇，入了御蝶，难道在老夫人眼里根本没把皇上放在眼里？以后皇家的人见了老夫人的面都要跪拜。你……”老夫人被穆静初气得浑身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谁不知道当今皇上多疑，这话要是传出去，恐怕整个侯府都会受到牵连。闭嘴！你想害死侯府吗？你明知道祖母不是这个意思。穆卫青恨不得气死眼前这个逆女。侯爷发这么大脾气，是被本妃说中心是害怕了吗？穆静初笑着问道。穆卫青被气得青筋暴起，刚要开口，白姨娘率先开口：“大小姐，都是一家人，何必如此咄咄逼人呢？侯爷和老夫人一直惦记着你，今天是你回门的日子，别闹得大家不愉快。你一个小妾，主子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吗？既然不懂规矩，本妃就教教你。铃铛，掌嘴！”众人皆是一惊，没想到穆静初会这么不留情面。穆静初，你个小贱人，凭什么打我娘？真以为自己嫁给楚王就飞上枝头当凤凰了？呸！还不知道哪天就守寡了，有什么好得意的？穆青离毕竟年纪小，一点也沉不住气，听见穆静初要打自己的娘，没忍住，把心里话直接喊出来了。梨儿！穆卫青急忙出声阻拦，已经晚了。他看得出来，这个大女儿根本不会顾念什么骨肉亲情，今天就是找茬来的。这个蠢女儿看不出来，还上赶着给人送把柄。院中王府的人把穆青离的话听得一清二楚，好一个武安侯府，胆子不小，一个小小的庶女都敢口出狂言，咒他们主子。不过王爷交代过，一切听王妃安排，现在王妃没有发话，他们只能强压着心中的怒意。楚王妃，梨儿还小，你别跟她一般见识，回头我会好好教训她的。穆卫青求情道。穆静初嗤笑一声，韩中，告诉他们四小姐诅咒楚王是什么罪名吗？按律当斩。她怎么说都是你的妹妹，难道你就非要闹得这么难看，让别人看咱们侯府的笑话？穆卫青走到穆静初身边，咬着牙小声地说道：“妹妹，我娘就生了我一个，她不过就是一个小妾生的庶女，别给她脸上贴金了。”穆青哥听到这话，双手握紧，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穆静初，恨不得上前撕烂他那张破嘴。老爷，怎么说妾身现在也是侯府的当家主母，楚王妃一口一个小妾，一个庶女的，这让妾身和梨儿以后怎么出去见人？白氏抽泣道，一副柔弱可怜的模样，忍不住让人心疼。第60章无眉苟合的淫妇。二房的周氏刚要开口，被身边的穆卫良拦着，给了自家蠢婆娘一个眼神。难得看不出来这个侄女今天是来找茬的，连自己亲爹和祖母都不放在眼里，她还往前凑合什么劲？周氏看到穆二叔警告的眼神，还是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夫妻二人的小动作被穆静初看在眼里，只是淡淡一笑，看了这个二叔还是个会看眼色的，那就让他们多舒服2天。白姨娘，本妃记得以前就和你说过，年纪都一大把了，整天还装小白花，你恶不恶心？家里还有这么多未出阁的姑娘呢，难道都要学你这一套，哭哭啼啼的往男人身上靠，搞大肚子再进门？你个逆女，别以为当了王妃我就不敢动你，再怎么说老子也是你爹，教训你个不孝女天经地义，省得你出门丢了侯府的脸。穆卫青被气得一口气差点没上来，说完就要动手。本妃劝你还是不要自取其辱了，你们本身就是个笑话，还不让别人笑。你家住在海边，管得还真宽。铃铛，本妃刚才说的话没听见吗？是，王妃。铃铛早就等着这一刻了，卷起袖子朝着白氏走了过去。反了，反了！老夫人拍着桌子，捂着胸口，一脸痛苦地说道：“娘，祖母！”众人惊呼，急忙跑到老夫人面前，动手。穆静初根本没看老夫人一眼，滚开！你个小贱蹄子，敢打本夫人！你！啪啪！不等他说完，铃铛左右开弓，白氏的脸顿时红肿起来。穆静初，你个有娘生没娘养的贱种，看我不打死你！穆青离说着就冲了过来，不等他靠近，穆静初一脚把他踹飞，穆青离撞到柱子上，一口血喷了出来。有刺客！翠儿高声疾呼。王府的侍卫听到翠儿的声音，拔剑冲了进来，顿时正厅内乱作一团，到处都是惊呼的声音，毕竟都是女眷，哪见过这种场面。住手！一个低沉的声音从外面传了进来，众人顺着声音看了过去，康王和齐郡王站在门口。王爷，姐姐如今当了王妃，好威风，这回门就要杀了我们，我好害怕。穆青哥看到康王那一瞬间，眼里充满了希望，同时看向穆静初的眼神里充满了挑衅。不怕，有本王在，谁也不敢伤你。康王轻轻拍了拍穆青哥的背，安抚道，随后看向楚王府的侍卫，大胆，谁让你们在侯府如此放肆，把剑收起来。楚王府的人根本不听康王的话，韩中的剑还搭在穆青离的脖子上，而此时的穆青离一双眼睛呆滞，已经吓傻了，连哭都不会了。
竟敢忤逆本王，找死！说着就要对韩忠动手。皇兄，齐郡王冲他摇了摇头，急忙开口：“这里面可能有什么误会，还是先问清楚再说。”康王也觉得自己刚才有点冲动，他并不是为了穆青哥出头，而是他王爷的尊严受到了挑衅。皇嫂，齐郡王笑着朝穆静初行礼。难怪一个小妾还有庶女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对本妃动手，原来是有康王撑腰。康王是想认这个无眉苟合的淫妇为岳母吗？第61章，就是来找茬的。穆静初说的话毫不留情，简直是把侯府的脸面踩在脚下。齐郡王听完都倒吸一口冷气，佩服穆静初的直言不讳，又看了一眼脸色黑如锅底的康王。你个逆女！穆卫清被气得浑身哆嗦，抄起手中的茶碗直接砸了过来。穆静初身子一闪躲了过去，不过站在他身后的三姨娘可就没这么幸运，被茶碗砸中，鲜血顺着额头流了下来，只轻哼一声，直接晕了过去。韩非剑指穆卫清，被穆静初拦住了。侯爷何必发这么大火呢？本妃哪句话说的不对？再怎么说，侯府都是你的娘家，我也是你亲爹，何必闹得这么难看？非要撕破脸不可。穆卫清双目猩红，大声吼道：“呵呵！”穆静初冷笑出声：“娘家，亲爹，真是好笑。都说虎毒还不食子呢，有亲爹给女儿下毒的吗？啊，说啊，亲爹啊，你抱着那些小妾亲热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的原配发妻正躺在木板上，瞪着双眼死不瞑目？你可知道，还有一个女儿在院子里被人当狗一样使唤，被你的这些庶女们用鞭子抽，不给饭吃，让她跟狗抢食，让一帮奴才欺负她啊！亲爹说话啊！我娘是怎么死的，你们应该心知肚明，以后最好少招惹我。你们的狗命先留着，等我找到证据，以前欺负过我们母女的，你们有一个算一个，无论老少，我让你们不得好死。说到做到，今天我就是来给你们添堵的，就是来撕破脸的，把东西抬上，我们回去。是，王妃。王府众人齐声应答。穆静初在前面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相当的拽，就是身上穿的衣服有些束缚着他的发挥。王府众人跟在身后，眼里都是敬佩之色。京城世家小姐，谁能有在家王妃这种魄力？牛！老夫人被穆静初气得晕死过去，侯府是鸡飞狗跳。康王闹了一个没脸，甩袖离开。齐郡王倒是被穆静初的气势吓到了，要不是随从提醒他康王已经走了，还傻愣愣地站在原地出神。穆静初让人把箱子送回王府，他好不容易出来，还要去妙春堂一趟。妙春堂生意不错，这会儿人不少，大家都在忙碌着。坐诊大夫那里也排了不少人。周掌柜的见有人来，急忙上前，刚要开口，穆静初就出声了：“周掌柜的，这是不认识我了。”今天穆静初的打扮和前两次不同，周掌柜根本没认出了。穆静初这一开口，才认出来，想到了如今穆静初的身份不同，刚要行礼，被穆静初拦住了。“周掌柜，我们之间不用行这些虚礼，我今天就是过来看看药丸卖的如何。”一提到药丸，周掌柜的笑不拢嘴，托王妃的福，药丸卖得很好。对了，王妃稍等。没一会儿功夫，周掌柜的就回来，手里拿着银票，这我早就准备好了。您一直没有过来，我也不敢贸然去侯府。铃铛上前接过银票，今天我来主要是需要一些药材，麻烦周掌柜帮我准备。周掌柜看着药材单子，看到其中几味药材时，眼睛眯了眯，什么话也没问，开口说道：“这些我这里都有，稍等，我这就去给您准备。”第62章，我给你撑腰。穆静初不便多留，拿着周掌柜准备好的药材，坐上马车回了王府。韩忠和韩非一直护送穆静初回了王府，直接去找冷子墨复命，把今天在侯府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冷子墨听到穆静初幼时受到虐待时，感觉到一阵心疼。铃铛和翠儿回到沁雅轩有一会儿了，时不时的还会傻笑，他们不敢相信今天在侯府发生的事，尤其是铃铛亲手教训了白姨娘。穆静初知道今天是仗着楚王妃的身份把侯府搅得鸡犬不宁，而且还得罪了康王，知道冷子墨处境艰难，怕他生气，晚上失针的时候亲手做了一碗鸡丝粥带过去。王爷，穆静初见院子里没人，轻轻敲了敲房门。进。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王爷，这是我亲手熬的粥，你尝尝。”穆静初从食盒里拿出鸡丝粥，还有2个小菜放在桌子上。这几日冷子墨食欲确实不好，这会儿闻到粥的香味，肚子倒是觉得有些饿了。多谢，你吃过了吗？我早就吃完了，知道你这几天肯定没什么胃口，特意给你做的，快点尝尝。穆静初一脸期盼地盯着冷子墨。鸡肉粥做的味道鲜美，口感细腻，配上酸辣黄瓜和熏小黄鱼，让冷子墨胃口大开，一碗粥喝得意犹未尽。还不错吧？好吃，就是有点少。看他有点委屈的样子，穆静初忍不住笑出声来。我这不是怕王爷不喜欢吗？下次多做点，管够。好。冷子墨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问道：“今天你回侯府？”不等冷子墨说完，穆静初急忙开口：“王爷，我知道今天我在侯府有点仗势欺人，还得罪了康王，
给你惹了麻烦，以后不会了。冷子墨微微皱眉，他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也没有怪他。穆静初见冷子墨面色不悦，继续说道：如果康王找你麻烦，你尽管推到我身上，绝对不会连累王爷的。推到你身上，你能和康王抗衡？就算不能，我也绝对不会让他们好过。哼，你觉得我是遇到事会把自己女人推出的吗？现在你是我的王妃，就算我想撇清关系，他们能相信吗？穆静初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孩，低着头小声地说道：对不起，今天是我太冲动了，没考虑这么多，想到我娘惨死，他们一家却其乐融融，我这会就压不住。冷子墨此时都能想到他炸毛时的样子，忍不住想笑。对我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大事，你不用自责，记住你是我的王妃，谁要是欺负你，你尽管欺负回去，有我给你撑腰，就算是康王，你也没必要忌惮。穆静初听完，不敢置信地抬起头看着冷子墨：你不怪我，不怕别人说我仗势欺人，坏了你的名声？别人说什么重要吗？我相信你也不是无理取闹的人。谢谢。穆静初此刻觉得鼻尖有些发酸，眼眶微微泛红。是谁他妈的说楚王残暴嗜血，明明很温柔很和善，也很懂人心，让他也很感动。此刻暗下决心，这么好的人不应该遭受中毒的折磨，一定早点帮他解毒。第63章，王爷你是个好人。冷子墨知道他今天买了许多药材，开口说道：泽安在王府里有个药房，你以后要是用什么药材，可以去药房那里取，肯定比妙春堂的药材齐全。真的？穆静初高兴地问道：里面药材我都可以用吗？冷子墨点了点头：当然。王爷你真是一个大好人，以后谁要是再敢说你坏话，我第一个不饶他。说着还摆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冷子墨忍不住被逗笑了。穆静初看他心情好，继续说道：王爷，我以后可不可以随意出府啊？不过你放心，我绝对不会给你惹事的，我是和妙春堂有合作，是不是要去看看？合作？冷子墨不解地问道。穆静初也不打算隐瞒，把与周掌柜合作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冷子墨。你很缺银子？那还用问吗？我可是穷得很，你要是需要银子可以和我说，已经够麻烦王爷的，我不能一直靠你，以后要是离开王府怎么办？再说了，我又不是没有挣银子的能力。听到穆静初要离开王府，冷子墨脸色立刻黑了下来。穆静初也是会看脸色的，立刻说道：王爷放心，我一定把你身上的毒解了，确保你无恙才离开。这段时间正好我可以多挣点银子。只靠你那些药丸能挣多少银子？那些药丸当然是不行了，我打算制作一些解毒丸，我打听了，蓝月阁每个月初1、15都有拍卖，打算拿去试试。你就一定会有人花高价去拍你的解毒丸。解毒丸分几个阶段，可以当场实验，有银子的人都惜命，他们看到效果自然会买，不过不能准备的太多，要不就不值钱了。普通的解毒丸我准备10克，顶级解毒丸就3克，到时候会用上宫里的那些药材，挣了银子我给你分成。我看上去很缺银子。王爷怎么可能缺银子？我不能白用那些药材，就当是我给你的诊金了。不行，说好了，我给你解毒不要诊金，到时候你给我和黎叔就行了，不然成了我占王爷便宜了。以后和黎叔的事不要挂在嘴边，小心被人听了去。这个我当然知道，以后会注意的。你要是想去蓝月阁，可以找云琛，他和那里的人很熟。太好了，等我挣了银子，请你们吃饭，我等着。穆静初听到这个消息十分开心，他正愁怎么和蓝月阁的人打交道呢，现在有了门路，他要抓紧时间把那些解毒丸做出来。这几日每次施针后，穆静初都给冷子墨制作一个药包，放在木桶里，让他膝盖以下都泡在里面。原本是打算药浴的，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再施针2次，冷子墨3个月内都不会毒发，这在期间一定要找齐药材，他就能替冷子墨彻底解毒。经过前几次施针，冷子墨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不过每次施针的过程还是很痛苦的，那种心似被针扎，全身又好像有火一样的灼烧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看着他每次忍受着剧痛，眼睛瞪得大大的，青筋暴起，他都一声不吭。穆静初有几分心疼。第64章，一脸穷酸样。得到了冷子墨的允许，穆静初可以随时自由出入王府。第二天，穆静初一大早就带着2个丫鬟出去逛街。冷子墨知道他出府后，特意安排了2个暗卫暗中保护。主仆3人走在热闹的街道上，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他们一边走一边看，这次出来逛街的心情和前几次完全不同。以前他们是有目的，办完事要赶紧回去，就怕侯府的人发现，也不是怕他们，只是不乐意和他们废话罢了。这次可是单纯的逛街，尤其是2个丫鬟特别兴奋，看什么都新鲜，以前在侯府哪有出门的机会。穆静初给2个丫鬟买了几件衣服头饰，小姑娘哪有不爱美的，拿在手里喜欢的不得了。街边还有不少卖好吃的，3个人买了不少，也没有什么顾忌，边走边吃。穆静初在一间玉器店门口停下，想到冷子墨送了自己这么多药材，回门又给他惹了麻烦，打算买件礼物送给他。
掌柜的看到穆静初主仆三人进来，急忙迎了上去：“夫人，您需要点什么？”穆静初环视了一下四周，开口说道：“我先随便看看。”“好，您请便，有什么需要您尽管叫我。”他们谁也没注意，一个小丫鬟在他们身后看了半天后，匆忙跑上2楼。“掌柜的，麻烦你把这个玉斧拿给我看看。”“好，您稍等。”穆静初看上的是一个玉斧挂件，她前世就喜欢玉器，没事就喜欢钻研，还记得自己以前看过一本书，里面就介绍过玉斧。斧头自古以来就有开天辟地一说，也能斩妖除魔，寓意佩戴者免受外来那些脏东西的侵扰，也能伴其一生平安喜乐。穆静初觉得特别适合冷子墨，虽然冷子墨从未和他提起那些过往，穆静初也能猜出一二。他以后会离开王府，希望这个玉斧真的能保佑他一生平安喜乐。掌柜的，这个多少银子？夫人真是好眼光，这玉斧是昨天才到的，绝对是独一无二。那是多少银子？2000两。掌柜的说完，穆静初暗自咽了咽口水，真是不便宜，就这么一个玩意儿就要2000两，刚挣点银子，想想就有点肉疼。正在他纠结的时候，一个嘲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掌柜的，他手里那个给本郡主包起来，一脸穷酸相，没银子还敢来行云阁买东西。”穆静初顺着声音看过去，一个15、16岁的少女站在2楼台阶处，一脸轻蔑地看着他。穆静初确认自己不认识这个少女，不知道对自己哪来的这么大敌意。再看他身旁的丫鬟有些眼熟，穆静初突然想起来了，就是那日金马永宁侯府那个口出狂言的小丫鬟。少女自称郡主，不用问就知道是永宁侯府的林淑郡主了，仗着有皇上这个亲舅舅撑腰，刁蛮任性，在这京城还真没人敢惹，这是故意找茬来了。掌柜的有些为难，他可不想得罪林淑郡主，一脸为难的看向穆静初。第65章，狗眼看人低的玩意儿。穆静初勾了勾唇角，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买东西总有个先来后到吧，不能因为你是郡主，上来就抢别人的东西吧。林淑郡主嗤笑一声，就你这一身寒酸样，能拿出2000两银子？穆静初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的，今天这身衣服虽然不能和林淑郡主比，但也不能说是寒酸。狗眼看人低的玩意儿，敢骂我，不知死活的东西！来人，给本郡主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小贱人！林淑郡主从小到大还没有被人这么骂过，对着身边的丫鬟大声吼道。小丫鬟上次就被穆静初对得哑口无言，回去被郡主一顿骂，刚刚在1楼看到穆静初，立刻就跑到2楼告状。这会儿主子都发话了，他可就不客气了，说着卷起袖子，就在巴掌快要落下来的时候，铃铛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啪的一声，反手就是一个巴掌。掌柜的和围观看热闹的百姓都被这一巴掌打愣了，谁也没想到有人敢在京城和林淑郡主对抗。你敢打我的丫鬟，真是活腻了。林淑郡主平时上街都带着侍卫，此刻侍卫正在门外候着，看到自家主子受了欺负，立刻冲了进来。铺子里的客人看到这个架势，纷纷避让，掌柜的更是吓得不轻，让店里伙计急忙出去报官，不然动起手来，铺子里的损失他可赔不起。几名侍卫根本没把穆静初主仆3人放在眼里，刚才他们看见是铃铛动的手，这会儿冲着铃铛就过来了。铃铛有些紧张，虽然和自家小姐学过几招，但是这么多人他还真是有点怂。穆静初自然知道铃铛的战斗力，把他挡在自己身后，上前一个利落的过肩摔，把最前面的侍卫摔在地上。林淑郡主没想到对方知道自己身份后，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这是他绝不允许的，怒喝道：“给本郡主杀了他！”不等侍卫出手，2名黑衣人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不想活的尽管动手。其中一个黑衣人说道：“主子让他们暗中保护王妃，要是王妃真出点什么差错，那他们也就完了。”你们好大的胆子，知道本郡主是谁吗？林淑郡主看着眼前黑衣人，知道自己身边的侍卫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怕他们对自己动手，想用身份让他们有所忌惮。主子，这里交给我们，您先离开。穆静初也是一愣，随后就猜到肯定是冷子墨安排的，心里一暖，把手里的玉斧装好，拿出银票放在柜台上，转身带着2个丫鬟离开。林淑郡主咽不下这口气，刚要开口，看到2名黑衣人拔到嘴边的话生生咽了下去，双手紧握，指甲狠狠嵌入肉中。他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大的屈辱，发誓一定要找到这个可恶的女人，让她生不如死。等到官差来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什么打斗的场面，只剩下咆哮的林淑郡主。穆静初心情倒是很好，欢欢喜喜地回了王府。第66章，嫂子。冷子墨没想到穆静初还给他买了礼物，唇角不自觉地上扬。谢谢，跟我还客气什么？怎么说咱们也是合作伙伴，更何况你还送了我这么多名贵药材，还派人暗中保护我，这都是应该的。冷子墨听到合作伙伴脸一下就黑了，穆静初根本没看出来，继续说道：今天这个差点就被林淑郡主抢了去，送不成了。什么叫被林淑抢了去？怎么回事？我以前得罪过永宁侯府，其实也不算得罪，就是穆静初不知道当时闹事金马，冷子墨都看在眼里，
就把当天的事简单说了一下。估计是他身边的丫鬟认出我了，这才找我麻烦。不过他们不知道我是楚王府的，应该不会找你麻烦。无妨，我会怕这点事。穆静初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这几日可是没少给他惹麻烦，感激的看向冷子墨。此时两人四目相对，到嘴边的话没说出来，房间里倒是有了几分暧昧的气氛。穆静初就感觉自己脸有点热，急忙转过头想岔开话题。冷子墨手掌轻握成拳，放在唇边轻咳两声，韩语、韩青、主子。穆静初认识二人就是今天保护他的暗卫，以后你们就负责保护王妃。冷子墨开口说道。是，韩语参见王妃。是，韩青参见王妃。不，我不需要，他们还是你自己留着用吧。穆静初连忙拒绝。如果你不要他们，那他们只能回暗卫营了。两人一听要回暗卫营，浑身一哆嗦，一脸祈求的看向穆静初。他是不想再欠冷子墨人情，不过看到两人听到暗卫营如此害怕，正好自己也缺人，就接受了这份好意。好，多谢王爷好意。见他收下二人，冷子墨脸上才露出笑容，挥手让二人退下。穆静初刚要开口，明玄急匆匆的进来禀告：主子，苏大人受伤了。人现在如何了？冷子墨听到苏廷玉受伤，疼的一下站了起来。具体情况还不知道，是苏大人身边的叶北传来的口信。苏大人昨夜回京，途中遇袭，想让许公子去给看看，可是许公子和韩冰一起去了东陵寻药，不在王府。我和你们过去看看吧。穆静初开口说道。好。冷子墨没有犹豫，一口答应。明玄口中的苏大人是大理寺卿苏廷玉，德安侯府世子，与冷子墨还有江云琛从小一起长大，兄弟三人感情甚好。这次苏廷玉找借口离京，也是为了追查当年冷子墨中毒一事，现在受伤不能被别人知道。冷子墨带着穆静初来到京中一处偏僻的院子，此时苏廷玉脸色惨白，半靠在床榻上，手臂上缠着厚厚的纱布。苏廷玉见到穆静初也是一愣，没想到冷子墨会带穆静初过来，眼神中带着疑问看向冷子墨。冷子墨自然知道他的疑问，微不可察的点了点头，只说了两个字：放心。苏廷玉眼神在两人之间来回看了看，他知道冷子墨不会随意把人带过来，而且还是女人，除非是，于是小心翼翼的试探：嫂子。第67章受伤。哪来的那么多废话？看来你还是伤得不重。冷子墨眼中带着一丝警告，只是他不知道自己的耳尖已经微微泛红。苏廷玉撇了撇嘴，一切都看在眼里，只不过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兄弟态度转变这么大，对这个皇上安排的女人这么信任，找机会一定问明白。穆静初倒是没有把苏廷玉的调侃放在心上，大方的走上前，开口说道：我先看看你的伤。说着慢慢的把缠在手臂上的纱布解开。穆静初近距离观察了一下，将他手臂上的药膏轻轻擦去，看见了深可见骨的伤口，而且还有恶化的迹象。你这是中毒了，应该是对方的兵刃上淬了毒，伤口周围已经感染流脓，毒素会顺着伤口慢慢侵袭全身，耽搁时间久了，神经会受到麻痹，出现胸闷气短，让你喘不上气，活活憋死。苏廷玉听完浑身冷汗直冒，他完全没想到是中毒，只以为是一些皮外伤。嫂子，你能看出我中毒，是不是有办法？放心，好在发现的及时，问题不大，我先给你写个方子，让人现在就去熬药。那就多谢嫂子了。苏廷玉听完才大大松了一口气。穆静初打开药箱，拿出一把精巧的匕首，我先要把你伤口周围的脓液清理干净，现在没有外敷麻药，这里有一颗止痛丸，你先服下，可能会有点疼，你要忍耐一下。好。穆静初认真清理脓液，苏廷玉开始还能咬牙坚持，最后实在坚持不住，豆大的汗珠掉落下来，浑身也开始抖动。王爷，帮我按住他，很快就好了。冷子墨闻言立刻上前，双手死死按住苏廷玉的肩膀。又过了一炷香的时间，脓液全部清除干净。穆静初从药箱里拿出一个小瓷瓶，这是他新研制的消炎的方子，把里面的药水倒在纱布上，轻轻将伤口周围擦拭干净。接着穆静初又拿出一根形状略弯，类似于缝被子的针，看向苏廷玉：下面我要给你缝合伤口，你还能坚持吗？苏廷玉听到穆静初的话有些诧异，不过还是点头答应。好，我会动作轻点，很快就没事了。穆静初说话声音轻柔，但是眼神中的肯定让人感到安心。冷子墨一句话也没有说，可是从穆静初开始替苏廷玉治疗时，眼睛就没离开过他。看着穆静初的动作，房间里的人都感觉到不可思议，这不就是缝衣服吗？这能行吗？大家齐齐看向冷子墨，见他不开口，谁也不敢出声。终于把伤口处理完了，穆静初擦了擦额头的汗，长长吐出一口气，一会儿喝完药休息一下，如果今天晚上不发烧，刚才的方子喝上3天，余毒也就清理干净了。多谢。冷子墨认真的说道。不用客气，举手之劳，小意思。你也累了，我让人给你准备点吃的，先休息一会儿，
等确认廷玉没事了，咱们一起回去。穆静初点了点头，他知道二人肯定有话要说，他再也不方便，这会儿也确实有些累了，跟着下人一起出去了。第68章，本王可以教你。第二天一早，穆静初检查过苏廷玉伤口，没有发炎迹象，夜里也没有发烧，冷子墨也不适合在外多做逗留。交代一番后，两人回了王府。坐在马车上，两人谁也没有开口，气氛有些尴尬。廷玉的事多谢。冷子墨率先开口，我都说了，跟我不必客气，咱们现在算是朋友了。王爷这些日子对我没少照顾，吃得好，住得好，比我以前在侯府过得舒心多了。想到穆静初以前在侯府的遭遇，再想到现在那个偏僻的院子，他竟然觉得好，不免有点心疼。你现在住的那个地方有点小，也偏僻，每天给我施针不方便，回去让钟叔给你换个院子。不用，那个院子挺好的，我们就3个人，足够了，地方大了，打理起来也费劲。那就让钟叔再给你多安排几个下人。穆静初一听连连摆手，不用这么麻烦，现在已经挺好了。冷子墨见他一再拒绝，有些不悦，你现在还是本王的王妃，就要听本王的安排。穆静初看出他不高兴，撇了撇嘴，小声嘀咕道，我还不是怕给你添麻烦。冷子墨也觉得自己刚才说话有些口冷，本来是想让他住得舒服些，谁知道惹毛了小丫头，轻咳一声，你不用怕给我添麻烦，你帮了我这么多，就是想让你住得舒服些。穆静初听到这，眼睛一亮，你要是真想谢我，能不能把明玄借给我？冷子墨才缓和的神色，一听要借明玄，脸色阴沉的比刚才还可怕。你别误会，我可不是让明玄帮我做事，我就看他轻功厉害，想让他教我，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你想学轻功？穆静初连连点头，不用明玄，我可以教你。怎么能让王爷教我？你是觉得我不如明玄？不是，我不是担心你的身体吗？你应该比谁都清楚我现在的身体情况，不是吗？冷子墨说着，身体微微前倾，靠近他的耳边，柔声说道。穆静初看着眼前的俊脸，耳边温热的气息让他突然感觉有点心跳加速，脸也有些发烫，不着痕迹的往后挪了挪。嘿嘿，傻笑2声，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掀起车帘的一角看向外面。冷子墨看到小丫头难得不好意思，唇角上扬，脸上的笑容足以证明他此刻的心情。转眼又过了几日，京城里都传楚王已经苏醒，康王自然也听到风声，特意上门一探究竟。康王已经等了许久，也不见冷子墨出来，只有管家敷衍的上了杯茶。正在他等得不耐烦要发火的时候，冷子墨才姗姗来迟。冷子墨也没和他打招呼，直接坐在主位上。康王压住心中的怒火，待看到冷子墨略带病容的模样，心情好了许多，似笑非笑的说道，父皇一直担心皇兄身体，知道皇兄醒了，十分高兴，特意让刘御医一起过来，以后就让他留在王府为皇兄调理身体。第69章，本王说了不用。冷子墨勾唇一笑，不必了，替本王多谢皇上的好意，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有泽安替本王调理身体就行了。这是父皇一片。康王还要继续说下去，冷子墨已经黑了脸打断他，本王说了不用。康王心中不悦，只是不能表现得太过明显，转移了话题。关于那些刺客已经查清楚了，就是一些山匪，他们的老巢就在城外50里的山坳里，本王已经命人把他们尽数剿灭，也算替皇兄出了一口气。哦，本王现在也算是孤陋寡闻了，原来山匪都是这么训练有素的。听到这么烂的借口，冷子墨嘲讽道，皇兄这是不相信本王？康王办事能力，本王还是相信的，如果没什么其他事，本王要休息了，康王还请自便。听到逐客令，康王也不恼，起身说道，马上就到父皇寿辰了，其他3国使臣会进京朝贺，到时候会有皇兄许多老熟人，皇兄一定要保重身体啊，那本王就不打扰了，告辞。去见康王之前，冷子墨正在教穆静初轻功，见他回来，表情虽没什么变化，但是穆静初能感觉到冷子墨身上散发的寒意，不禁浑身抖了抖。王爷，你没事吧？康王是找你麻烦吗？穆静初小心翼翼地问道。没事，无非就是来看我是不是快死了。他们死了，你也死不了。穆静初急忙说道，不要为不相干的人烦恼，等药材齐了，你的毒解了，我保你长命百岁。你说的对，我要看着他们死。冷子墨说到这，双手紧握成拳，眼中尽显杀意。穆静初自从知道皇上寿宴要进宫，心里一直忐忑，他知道那里是皇权的象征，更是吃人的魔窟，他又是第一次进宫，一定要做万全的准备。他请冷子墨帮忙，他出图纸，找人替他打造了一套带有机关的发钗和手镯。宫里那些人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都会用，冷子墨处境危险，他不得不防。这日是蓝月阁拍卖的日子，穆静初期待了很久，早早就收拾妥当，带着铃铛去找冷子墨一起出发。今日穆静初特意一身男装打扮，一袭月白长袍，腰束云纹宽腰带，头上精致花纹的嵌玉银冠，手持一把银白折扇，宛若一个翩翩公子。冷兄，小弟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走了吗？
穆静初抱拳行礼，躬身问道。冷子墨看到如此古灵精怪的穆静初，忍不住唇角微弯。可以，冷兄，请。穆静初做出一个请的手势。王府众人皆是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他们一贯不苟言笑的王爷，今天自从见了王妃，嘴角一直扬着，他们都记不清王爷上次笑是什么时候。还别说，他们王妃不但医术好，没有架子，还能把王爷哄得这么高兴，牛，有本事。马车缓缓出发，穆静初闭着眼睛，想着一会儿大把的银子到手，差点笑出声。想到什么高兴的事了？冷子墨好奇地问道。第70章，我帮你教训他。啊！穆静初睁开眼睛，看向冷子墨。王爷问我，这里还有其他人吗？看着你一直傻笑，有点好奇罢了。也没什么，就是想到一会儿银子到手了，高兴呗。你就这么缺银子？王爷，你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是从来不缺银子，我是从来没见过银子。你就这么确定你那些解毒丹能卖出大价钱？穆静初自信地说道。那当然，你就等着看好了，到时候得了银子不让你白忙活。还有我的，当初说好的，给你就拿着，跟我不用客气。你打算给我多少？穆静初想了想，伸出2根手指，大方地说道：2成。冷子墨看他纠结的小模样，彻底忍不住笑出声来。你还挺大方的。那是，我怎么能让朋友吃亏呢？我不缺银子，那2成你就自己留着吧。你是不相信我，解毒丸能卖出去？冷子墨刚要开口，马车轻微晃了晃，接着就听见了外面传来嘈杂的声音。穆静初没坐稳，身子前倾，头差点撞到车窗上，还好冷子墨眼疾手快，伸手将他扶住。发生了何事？好心情被打断，冷子墨不悦地问道。主子前面好像是西晋使臣的车队。明玄恭敬地说道。穆静初掀开车帘一角，就看见街道两旁的行人纷纷避让，马车都被迫停在一旁。对面有一队马车缓缓前行，最前面一辆马车只看外观就奢华无比，马车四周都是骑马的侍卫保护。过去。冷子墨淡淡地说出2个字。是。韩忠坐在车辕上，双手抖动着缰绳。狭窄的街道很快被堵住，双方谁也不让，就这么僵持着。赶紧把路让开，不然别怪我不客气。西晋侍卫首领率先开口说道。好大的口气，手下败将竟敢跑到我们的地盘撒野，还想让我们给你们让路，真是异想天开。穆静初没想到平时看起来不善言辞的明玄对人也丝毫不逊色。康王，本宫是代表父皇特意前来恭贺南下国皇上寿辰的，没想到区区一个奴才竟敢对本宫的侍卫大呼小叫，还真是让本宫大开眼界啊。穆静初顺着男人的声音看过去，这才注意到原来康王也在。显然康王是认识明玄的，看向明玄身旁的马车，双腿用力催马向前。这要巧，没想到在这能遇到皇兄。今天西晋使臣刚刚进京，不如皇兄。韩忠，走。是，主子。等等。康王见冷子墨根本不理他，急忙开口。皇兄，西晋使臣远道而来，你就这么不顾全大局吗？穆静初轻轻拍了拍冷子墨握紧的双拳，拿出银针眼神示意，告诉我，你看谁不顺眼，我帮你教训他。此刻冷子墨寒霜一般的表情有了笑容，心中一暖，看向穆静初眼中多了几分温柔。还以为是谁这么大胆，敢挡本宫的路，原来是楚王殿下，那就难怪了。不过本宫听说楚王身中剧毒，怎么还有心情上界啊？刚才说话的男人再次开口。第71章，桑一之。楚王府的人听到对方如此挑衅，纷纷拔出剑来。西晋的人也不示弱，双方剑拔弩张，行人被吓得连连惊叫，也不敢再围着看热闹，有多远跑多远。这人是谁啊？穆静初问道。西晋太子桑一之。你这次中毒是不是和他们有关？你别多想，我不是想打听什么，就是随便问问。冷子墨现在对穆静初完全相信，也没必要隐瞒。这个仇我帮你报，有机会我让他好好享受享受。穆静初说的异常坚定。好。冷子墨刚才还阴沉的面色，这会儿多了一些温柔，只说了一个字。皇兄，让你的侍卫把剑收起来。你知道再这样闹下去的后果吗？康王语气冷淡地说道。你觉得本王会怕？冷子墨语气里充满了不屑。穆静初一直从帘子的缝隙观察外面的情况，这时就看见一个婢女从那辆奢华的马车上下来，小跑着到西晋太子面前。穆静初朝冷子墨努了努嘴，不知道说了什么。西晋太子眯着眼睛看向他们这边，随后抬了抬手。西晋侍卫们收起佩剑。既然楚王有要事，本宫让一让又何妨？在南下，本王劝你还是规矩点，小心有来无回。走。全程冷子墨都坐在马车里，根本没把他们这些人放在眼里。穆静初坐在冷子墨身边，感觉到了他的强大气场，对自己和楚王合作这件事，他觉得太正确了，不然与这种人为敌，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马车在花满厅门前停下，穆静初跟着冷子墨直接到了2楼包间。
王爷怎么不是去蓝月阁吗？时间还早，先吃饭。你想吃什么？想吃什么都行。穆静初可记得上次只是简单的几个菜就要了他80多两银子，当时可把他心疼坏了。冷子墨点了点头。穆静初一边看着菜牌，一边感叹道：“还是有银子好啊！你都不知道，当初我和铃铛来过一次，看到价格都想溜，不过为了面子，还是硬撑着点了几个最便宜的菜，心疼了好几天。不过菜是真好吃，以后你想来，随时都可以来。还是不用了，偶尔吃一顿还行，太贵了。不收你银子。不收银子？为什么？因为我是这里的东家。什么？你是这里的东家？”穆静初一惊，难怪都说这花满亭背后的东家大有来头，原来是真的。你不怕别人查到？查到又如何？他们就算查，也查不到我这里。穆静初心中暗道，一定要抱紧这条金大腿。很快菜就上齐了，穆静初这次吃的一点负担都没有。吃过饭时间也差不多了，冷子墨带着穆静初一起去了蓝月阁。穆静初提前了解过，蓝月阁一共3层，1楼是大厅，2楼是包厢，据说3楼还没有人上去过。他们进去时，1楼大厅基本上已经满了，一行人径直上了2楼包厢，他们的位置正对着拍卖台。刚坐下，江云琛就风风火火地找来：“你们怎么来的这么晚？第72章准备好了吗？不是还没开始吗？着什么急？”冷子墨淡淡的说道：“嫂子吩咐我的事已经准备好了，你们一直不来，我这心里没底。出息，不好意思啊，是我们耽误时间了。”穆静初客气的说道：“蛇准备好了吗？早就准备好了。那就行了，这个给你。”穆静初递过2个瓷瓶，这个普通解毒丸今天有5颗，顶级解毒丸只有2颗。本来他想做10颗的，他留了一些，药材就不够了。嫂子，这个你打算多少钱起拍？普通的2000两，顶级的5000两，真不便宜啊！江云琛感叹道。黄金。穆静初又补充了2个字。什么？黄金？嫂子你确定？穆静初坚定的点了点头。他们说话的这回功夫，1楼大厅陆陆续续的都坐满了，大家都听说了今天这蓝月阁有救命的解毒仙丹要拍卖，都十分好奇，来凑个热闹。如果真像传说的那样，他们都不差银子，这可是能救命的东西，到时候有银子也买不到。这会儿江云琛已经站在大厅的高台上，他身后一个架子上挂着一面铜锣，身前是一个长方形桌案，看上去还挺像那么回事。最先拍卖的是一尊玉佛，接下来就是一些珠宝首饰，这些东西虽不说是什么稀世珍宝，但也绝对是难得一见的珍品，竞价也十分踊跃。很快就到了今天的重头戏，大家口中的解毒仙丹，江云琛心里也十分忐忑。就算他见识过穆静初的医术，相信这些解毒丹的效果，但是这些人并不了解这解毒丹的功效，更况且价格不低。当他报出价格时，先是一片唏嘘声，随后就是人们小声的议论。过了好久也没人竞价，江云琛站在台上有些尴尬。穆静初叫来韩忠，在他耳边小声说了几句。江云琛时不时抬头看向2楼包厢位置，心里有些着急。就在这时，一个小厮上台，将一张纸条递给他。江云琛看完纸条，深吸一口气，看向大厅坐在最后一排的一个壮汉，开口说道：“后面那位壮士，不知你是否愿意上来？”大家顺着江云琛的目光看向那名壮汉，壮汉也是一愣，不明白为什么会提到他。他这次来的目的确实是冲着解毒丹来的，不过他刚听过报价，就歇了这份心思，就算是倾家荡产，他也买不起。不过还是有些木讷的站了起来，走到台上。这位壮士冒昧的问一句：“你是不是身中剧毒？”江云琛开口问道。壮汉一惊，随后点了点头。不知你愿不愿意在这里试药？事后我们蓝月阁会以1200白银作为酬劳。壮汉犹豫片刻就答应了，反正他也命不久矣，现在还能挣一笔银子留给家人，何乐而不为呢？江云琛看向台下众人，开口说道：“今天大家来蓝月阁，无非是想见证这解毒丹的药效。这位壮士身中剧毒，愿意试药。如果你们怀疑他身上的毒，可以随便找你们信得过的大夫前来，确认他身上是不是真的中毒后，咱们再试药。”江云琛话音一落，坐在台下的人们议论声越来越大，有的人已经吩咐自己身边的随从出去找大夫了。老夫可以给这位壮士先把脉。这时，一个身穿灰衣长袍的老人站起来，向高台走过去。第73章，银子到手。这不是张院判吗？还真是，没想到张院判今天也来了，肯定也是为这解毒的仙丹来的。此时，坐在2楼包厢里的2个人看着下面发生的一切，冷子墨开口问道：“你怎么知道那个壮汉中毒了？”他刚才听见穆静初交代韩忠办的事，就是把这个壮汉的情况写下来，交到台上江云琛的手里。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和他打过一个照面，面色泛青，瞳孔有些异样，眼睑有水泡，而且他身上有浓重的药味。如果今天没有遇到这个人，你打算怎么办？冷子墨继续问道。我让江公子已经准备了一条银环蛇，如果今天没有遇到这个人，
我会出重金找人试毒。他们都清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要银子到位，肯定有人会愿意的。穆静初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对自己研制的这解毒丹有绝对的信心。张院判怎么样？一楼的人见张院判已经收回了手，急忙问道。不错，这位壮士确实中了剧毒，而且是蛇毒，虽然已经做过处理，但是张院判没有把话说明，不过大家也明白了他的意思。陆陆续续又来了几个人为壮汉把脉，都是京城有名的大夫，是这些人让自家小厮去请的。他们把完脉都是摇了摇头，随后又同情地看了看壮汉，反正他们是没有办法了。壮汉看到他们的表情，心情更加低落。好了，在座的各位还有没有质疑这位壮士的？江云琛开口问道。有了张院判还有这些大夫的确诊，没有人再质疑。江云琛拿出一颗普通的解毒丸给壮汉服下，服药后，壮汉双眼紧闭，脸上表情不断变化，大颗大颗的汗珠滴落下来。一炷香香的时间过去，壮汉表情逐步恢复平静，慢慢睁开双眼，刚刚还泛青的脸色逐步恢复正常。张院判和几名大夫离着壮汉最近，他的变化，这几人看得最是清楚。张院判第一个忍不住上前把脉，把过脉后连连惊呼不可思议，其他大夫也是一样。壮士你感觉如何？江云琛急忙问道。壮汉此时也感觉到了身体里的变化，站起神来，试着呼吸，以前那种胸闷气短快要窒息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而且手脚也有劲了，试着打了几下拳，随后哈哈大笑起来，是我命不该绝啊。说着眼睛已经泛红。现在大家有目共睹，而且还有张院判和其他大夫的肯定，人们开始竞价。最后普通解毒丹以3000两黄金成交，顶级解毒丹以8000两黄金被穆静初他们旁边的包厢买走。拍卖的事情都办完了，江云琛笑得跟个傻子一样，跑到了包厢。他不是没见过银子，不过今天这银子来的也有点太快了。穆静初把提前说好的分成给了江云琛，随后又拿出一个大的瓷瓶递给身后的明玄，这些都是顶级解毒丹，你们经常外出有任务，遇到危险，这个你拿着回去给你那些兄弟分分，留着防身。这明玄惊诧的瞪大双眼，这么一大瓶顶级解毒丹，那是多少黄金啊？王妃就这么给他们用了？第74章，想都别想。穆静初当然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开口说道：什么都没自己的命重要，等忙过这几天，我再给你们配点金疮药。明玄感激地看向穆静初，准备磕头行礼。穆静初急忙拦住：在我这可不行这套，赶紧收起来。明玄见冷子墨点头，将药瓶收入怀中。他现在已经认定穆静初就是他们王妃，其他女人都配不上他们王爷。穆静初手里拿着银票，笑得眉眼弯弯。冷子墨看到他财迷的样子，忍不住在他发顶揉了揉，眼里都是宠溺，起身拉着他的手，开口说道：回府。穆静初并没有觉得什么不妥，傻笑着任由冷子墨牵着离开。其他人则是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家主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温柔了，可是看着主子手里牵着一个翩翩公子，又感觉这画风有点诡异。还不跟上？冷子墨一句话，其他人才反应过来。驿馆里，西晋太子正坐在主位上，他旁边坐着一位16、17岁的少女，一袭淡粉色宫装长裙及地，宽大的衣摆上绣着金丝，唇若点樱，黑眸如水晶般清澈明亮，顾盼流转间千娇百媚，是个难得一见的美人。知道今天拍卖会上那个解毒丹是谁研制的吗？西晋太子对着跪在地上的黑衣人问道。属下还未查到。黑衣人如实回答。楚王可曾竞价？少女问道。回公主，未曾。少女正是西晋的西月公主，她虽然不是皇后所出，但是她的母妃是西晋贵妃，这对母女很受西晋皇上宠爱，在西晋地位一点也不逊于皇后所出的嫡公主。月儿，你就放心吧，没有幻骨花，冷子墨休想解了她身上的毒，到时候她还不是要求着我们。西晋太子得意地说道。万一他们自己寻来呢？西月公主提问道。要是他们能找到，还至于等这么久？西晋太子说完，看着黑衣人说道，继续盯着楚王府，小心点，千万别被发现了。是。皇兄，你觉得我们要是拿幻骨花和楚王提出和亲，他会答应吗？西月公主一脸娇羞地问道。月儿，我真不知道这楚王有什么好的，他与皇位无缘，更何况南下皇上视他为眼中钉，说不定哪天就一命呜呼了。你还是听父皇的，要嫁也要嫁给康王，到时候他登基，你就是皇后，有我们给你撑腰，谁敢欺负你？你怎么知道康王就能坐上那个位置？他是皇后嫡子，而且还有丞相府这个外家，其他皇子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可我就是喜欢楚王。西月公主说话声音越来越小。喜欢有什么用？难道你甘愿跟着楚王成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吗？再说了，他都已经成婚了，你难道还要当妾不成？如果你不愿意和亲，父皇也不会逼你，不过嫁给楚王，你还是别想了。西月低着头不说话，从在战场上见到楚王的第一面，他就喜欢上了这个男人，现在让他放弃，另嫁他人，总是不甘心。
他之所以来南下，也是想见一见楚王。见西月公主听不进劝，西晋太子唇角勾起一抹冷笑。他的母妃只是一个贵妃，仗着父皇的宠爱，没少和他母后争宠。反正已经劝过了，要是一意孤行，自找死路，也别怪他不念兄妹之情。楚王冷子墨早晚会死在自己手里。第75章，这是装暗器的。穆静初和冷子墨还不知道已经被人惦记上了。他们回府后，冷子墨直接带着穆静初去了新安排的院子。他早就吩咐管家把离他最近的院子收拾出来。穆静初一进院子，就看见翠儿带着丫鬟正在忙活着。穆静初都愣住了，曲折游廊，阶下石子漫成甬道，院中百竿翠竹，墙壁精致的雕花，好一个精致的小院。众人见到穆静初，急忙行礼，参见王妃。铃铛见他发呆，拉了一下他的衣袖，小声提醒道：“王妃。”穆静初这才反应过来，都起来吧。怎么样，喜欢吗？冷子墨问道。喜欢，当然喜欢了。穆静初高兴地说道。喜欢就好，还需要什么就找钟叔。谢谢，跟我还客气。冷子墨本来还要留一会儿，明玄有事来报，只能先离开。穆静初让铃铛安排院子里的丫鬟，自己则在院子里慢慢逛了起来。发生了什么事啊？冷子墨回到书房，看着明玄问道。主子，在蓝月阁就一直有人跟踪我们，现在府外还有人监视。冷子墨手指轻敲桌面，沉默了一会儿，吐出一个字：杀。是。冷子墨沉思，盯着他的无非就是那几个人，不过现在西晋的人已经来了，这就不好说了。过不了多久，其他国使臣也会陆续到南下，到时候恐怕这南下就要热闹了。此时武安侯府主院里，穆卫清正虚弱地半靠在床上。自从小小青抬不起头，他心里就开始郁闷，不知道是哪里出了毛病，因为难以启齿，不好就医，只能自己忍着。这几日他突然觉得身体不对劲，小小青一直跃跃欲试，全身血液涌向一处。这天从外面回来，大白天的就抓着白氏回房，果然又恢复了雄风，折腾了半日，累得精疲力尽。刚穿好衣服，那种冲动又来了，看了看躺在床上晕过去的白氏，穆卫清起身去了其他姨娘的院子。这一折腾根本就停不下来，所有姨娘都来了一个遍。第二天，穆卫清一下床就感觉脚步虚浮，走路都打晃，差点晕倒在院子里。老夫人很快得到了消息，看到儿子这么虚弱，急忙招来府医，把过脉后认为是纵欲过度导致，必须好好休养，不然以后再也不能人道。老夫人对于昨天的事也有所耳闻，压着心里的怒火，让府医开药，打发了房里的丫鬟出去，只留下身边的邱嬷嬷，把白氏还有穆卫清的姨娘都叫过来，让邱嬷嬷挨个掌嘴，认为是他们故意勾引自己儿子，才害得自己儿子如今这副模样。老夫人就算想瞒也瞒不住，穆卫清纵欲过度下不了床的事还是传了出去，一度成了京城的笑话，传到皇上耳朵里，被罚了3个月俸禄。穆卫清听到消息后，把房间里的东西全砸了，他知道这事肯定有蹊跷，除了府医，也找了其他几个大夫，可是就是找不出问题出在哪了。只有一个大夫告诉他应该是被下药了，除了这个解释，他再也想不到其他的理由。穆卫清在床上足足躺了7天，才能勉强下床。恢复后第一天上朝回来，在府里又发了一顿脾气，因为不少同僚都嘲笑他，武安侯府一度气压低的让人喘不过气来。这几日京城里十分热闹，三国使臣已经督了驿馆，冷子墨也安排了人盯着驿馆的动向。寿宴前一晚，冷子墨来到穆静初的院子，穆静初抬头看到一身玄衣的冷子墨，那一瞬再次被他俊朗清冷的面容惊艳。王爷，你怎么过来了？穆静初问道。你让我打造的首饰已经做好了，给你送过来。是吗？这么快？我看看。冷子墨脸上露出温柔的笑，从怀里拿出一对镯子，还有一根发钗。穆静初拿在手里仔细看了半天，非常满意。你这是装暗器的？冷子墨看到成品后就知道了它的作用，没想到这个小丫头这么聪明，构思极其巧妙，任谁也想不到他们会是暗器。第76章进宫。你说对了，等我一会儿。穆静初说着，从身上取出10枚银针，打开镯子，将银针放进去，随后轻轻一按暗器机关，银针嗖的一声直接射在墙上。穆静初很满意，笑着问道：怎么样？不错，很厉害。那当然了，这些银针上都有麻药，我再准备几根有毒的银针装在里面。说完又将发钗打开，从药箱里取药丸放进去。冷子墨上前接过他手中的发钗，帮他插在发间。他突然靠近，此时二人之间离得很近，穆静初能闻到冷子墨身上淡淡的檀香味，也能听到自己心跳加速的声音，感觉到自己小脸有些发烫，暗骂自己没出息。穆静初怕冷子墨发现自己的异常，急忙向后退了几步。时间不早了，明天还要进宫，王爷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冷子墨目光柔和地看着一直低头的小丫头，声音缓慢：好，你也早点休息，明天有我，你不用害怕。穆静初觉得自己今天有点丢人，又不是没见过男人，这几次只要两人靠得稍微近点，
他就不自觉的脸红心跳，回到房间，趴在床上，用被子盖住头，好像这样谁都不会发现自己的秘密。翌日，穆静初一袭红衣出现在大家面前，虽然发间没有过多的名贵珠宝点缀，也只化了一个淡妆，这样就更加突出脖颈处那一串东珠的耀眼，整个人看上去娉婷袅娜，端庄贵气。冷子墨看到穆静初，眼睛再也没有移开过，深邃的眸底含着笑意，牵着穆静初的手上了马车。穆静初自从发现对冷子墨有点不一定的情愫后，两人在独处有些不自在，就怕自己那点小心思被人看出来。本来合作的挺好，万一惹恼了这位爷，穆静初想到他的传言，一个机灵，不敢再继续想下去，还是规规矩矩的给人家解毒，小命要紧，以后离开王府，手里也有银子，找他10个8个小奶狗给姐跳脱衣舞，那看着多带劲。到了，傻笑什么呢？听到冷子墨的话，穆静初才发现马车已经停下了。没想什么，有我在，你不用紧张。穆静初点了点头，下了马车就被眼前这气势磅礴的景象震撼到。宫门口可以用金碧辉煌来形容，2条金龙蜿蜒的浮在大门两侧，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走到宫门口，侍卫齐齐给他们行礼。屈公公早就候在这边，看到2人急忙上前：“老奴参见楚王、楚王妃。”起来吧。谢过楚王、楚王妃。皇上知道楚王好王妃今日进宫，软轿早就备好了，请。甬道上的官员还有家眷看到软轿，急忙避让，不用看也知道轿子上坐的是谁，纷纷行礼。穆静初坐在软轿上，心里多少有些紧张，用余光瞥了一眼冷子墨。此时他周身的气势与他们初见时一样，俊朗的面容上没有一丝表情，杀伐狠厉的眼神不禁让人心生畏惧。突然感觉一双温热的大手覆盖在自己的手上，诧异的看向男人，就看见他微勾的唇角。第77章，想死就直说。有爱慕冷子墨的世家贵女悄悄偷看，没想到他们竟看到了千年冰山脸的楚王，竟然笑了，一时让他们看得入迷。这其中也包括穆青哥，看到2人紧握的双手，穆青哥眼中都是恨意。楚王到，楚王妃到。小太监一声唱和，大殿里顿时安静下来。参见楚王，参见王妃。冷子墨抬了抬手，带着穆静初坐到了他们的位置上，众人纷纷起身。他们的位置就在皇上的下手，比皇上几个儿子位置还要靠前。刚落座，穆静初就感觉有几道不善的目光向他们这边看来。皇兄，这是谁？穆静初看向走过来的男子，小声问道。老五，秦王，庆贵妃的儿子。哦。穆静初点了点头，他对这位秦王也略有耳闻，生母庆贵妃，哥哥是3品昭勇将军，身上也是有军功的，皇后母子对他们也是最为忌惮。这位就是皇嫂吧？你们大婚也没操办，我们这还是第一次见，皇兄病着，不好登门叨扰，还请皇嫂见谅。穆静初淡淡一笑，秦王有心了。秦王见穆静初不愿多说，本以为一个草包，想借机嘲讽冷子墨，谁知道人家根本不搭理他，这让他有些恼怒。楚王，没想到你今天也来参加皇上寿宴，你这身子能撑得住吗？西晋太子讥讽地说道。穆静初看到西晋太子和康王过来，就知道他们肯定没有好事。大殿上的人此时也都向这边看了过来，小声议论着。我家王爷的身体就不劳太子殿下关心了，不过本妃见太子气色不是太好，还是多关心关心自己吧。西晋太子把目光转向穆静初，也不恼，而是上下打量，勾起一抹邪魅的笑。没想到冷子墨还能找到这么漂亮的女人，不过可惜了，只怕她无福消受了。他的眼神让冷子墨很不舒服，刚要开口，穆静初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示意他不要发怒。没想到楚王妃不但人长得漂亮，还伶牙俐齿，楚王真是艳福不浅啊。说完，秦王和康王都抿唇不语，但是眼底的笑意却是藏不住的。想死你就直说。冷子墨声音不大，但是周围的人都能听得见，顿时大殿一片安静。皇兄，太子也是开玩笑，你何必较真呢？秦王出来打圆场。姐姐。就在这时，一个穆静初最讨厌的声音传来。听到这2个字，穆静初不禁皱了皱眉，真是晦气。本妃说过，我娘就生了我一个，没有妹妹，少在这攀亲戚。穆青哥双眼含泪，看向楚王，王爷，你别怪姐姐，以前在府里。打住，听你说话，本妃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又想说我以前怎么欺负你是吧？穆青哥愣住了，没想到穆静初抢了他的台词，他料定今天皇上寿宴，穆静初又是第一次入宫，不敢把家丑外扬，谁知道一点不按套路出牌，此刻他哭也不是，不哭也不是，瞬间尴尬。本王的女人欺负你又如何？别让本王再看见你，不然给你扔出去。第78章寿宴。穆青哥完全不相信冷子墨会这么偏袒穆静初，这可是他心里一直偷偷爱慕的男人，就算不喜欢他，也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他难堪吧。眼泪大颗大颗的滚落下来，这次是真的哭了。哥儿，皇兄说话一向这样，你别往心里去。
本王带你去外面逛逛。康王说道。自找没趣。穆静初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不禁翻了一个大白眼。皇上驾到，皇后驾到，庆贵妃驾到。太监一声唱和，打断了西晋太子要说的话。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众卿平身，谢皇上。穆静初还是第一次见到真的皇上，不禁好奇，悄悄打量，一身明黄色龙袍，长眉微挑，双眸中带着些许算计，身上有着上位者的威仪。子墨，你能来，朕很高兴，身体如何了？皇上看到冷子墨，关切地问道。多谢皇上关心，已无大碍。那就好，那就好。今天虽是朕的寿宴，就当是普通家宴，众位不必拘谨，还要多谢三国使臣。这第一杯酒，朕先喝了。见皇上举杯，众人急忙起身，恭敬地喝下杯中酒。这时，大殿中响起了乐声，随着乐声，一名身材火辣的红衣少女出现在大家面前，优美的舞姿，一双勾人魂魄的黑眸，吸引了大殿上众人的目光。穆静初也看得津津有味，没想到古代的美人也这么放得开。一曲终了，大殿的掌声久久不能平息。臣女沈言书恭祝皇上圣体安康，万寿无疆，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恭祝皇上圣体安康，万寿无疆，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人齐齐跪拜。哈哈哈，好，好，赏！皇上龙心大悦，开怀大笑。皇后，这是你那侄女？正是，言书这孩子为了皇上寿宴，苦练了半年多，皇上可还喜欢？喜欢，喜欢。沈爱卿叫女有方。皇后的父亲沈丞相急忙上前，跪在大殿中央，连忙谢恩。沈言书得了皇上的夸赞和赏赐，一脸得意。穆清离小声嘀咕道：“你看他那样，尾巴都要翘上天了。”穆卫清不悦地瞪了他一眼：“离儿，说话注意点，这是宫里，小心惹祸上身。”穆清哥小声提醒道。穆清离不高兴地撇了撇嘴。其他贵女对于沈言书也是看不惯，不就仗着自己姑姑是皇后吗？有什么好得意的，也纷纷上台展示才艺。这可是好机会，王爷皇子都在，万一被看上了，那可就是皇家的人了，谁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穆静初一边吃着冷子墨给他家的菜，一边欣赏美女的才艺。他觉得这样的宴会也不错，不过有的人就是不想他好过，就算他在专注大殿上的人，也感觉到了一道不善的目光。顺着目光看过去，就见林殊郡主正恶狠狠地盯着他看，好像两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想要把他生吞活剥了一样。穆静初只是笑笑，把他彻底无视，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第79章，不是要行刺。坐在林殊郡主身边的长公主察觉出女儿的不对劲，开口问道：“子儿，你怎么了？”“娘，上次欺负我的就是那个楚王妃。”林殊郡主咬牙说道。上次女儿回来发了好大脾气，问清缘由才知道女儿被人欺负了，就连府里的侍卫也受伤了。当时京城还有不少关于他们永宁侯府的传言，她也让人暗访，却一直没找到人。今天真是冤家路窄啊！长公主看向穆静初，眼中满是算计。慈儿，今天是皇上寿宴，不要胡闹。永宁侯自然不是为了息事宁人，吃了这个哑巴亏。不过皇上寿宴，还有他国使臣在，如果女儿真的闹起来，就算皇上不追究，恐怕女儿不识大体、嚣张跋扈的名声也要传出去，到时候会影响到女儿的亲事，得不偿失。爹，林殊郡主心中不快。长公主自然也能想到这其中厉害，轻轻拍了拍林殊郡主的手，示意她稍安勿躁。宴会进行过半，西月公主起身缓步走到大殿中央，微微俯身。西月今日特意准备了一段剑舞，恭祝皇上寿比南山，龙体安泰。好，西月公主有心了。西月公主走到后殿，换了一身衣服，站在大殿中央，手持一把长剑。随着丝竹声响起，西月公主手中长剑随臂舞动起来。西月公主的剑舞柔美中带着些妩媚，随着乐声节奏的加快，她不由得加快脚下的步伐，动作也比开始带了些阳刚之气，甚至有战场上的杀气，让众人沉醉其中。随着乐声节奏再次加快，西月公主不经意地瞥了一眼穆静初他们坐的位置，唇角一勾，突然转变剑的方向，向穆静初刺去。众人还沉醉在这优美的剑舞中，被突如其来的变化吓得噤了声。西月公主也啊的一声尖叫出声。穆静初开始还没注意到西月公主，就在她转身看向他们的时候，眼中闪过一丝恨意，只是一瞬，也被穆静初看到，想到冷子墨身上的毒与西晋有关，瞬间提高了警惕。在看到西月公主故意失误，将剑指向他的时候，迅速做出反应，不等他靠前，一脚将眼前的桌子踢了出去。西月公主也没想到穆静初反应这么快，来不及闪躲，被桌子撞出去好几米，鲜血顺着嘴角流了下来。这时有人发出惊呼，西晋太子急忙上前将西月公主扶起：“月儿，你怎么样？”“皇兄，我可，楚王妃，你为何伤本宫的皇妹？”
今天你要是不能给本宫一个说法，绝不善罢甘休。皇上皱眉看向穆静初，从康王口中得知，这是个不知好歹的女人，既然伤了西晋公主，就算楚王想保她也没这么容易。既然不听摆布，趁早除去换人，她要行刺本王，难道你眼瞎看不出来吗？要不是在宫里，她现在还有说话的机会吗？冷子墨沉声说道。楚王，本宫是一时失手，绝不是要对你行刺。可西月公主捂着胸口不住的咳嗽。第80章，把我们都当傻子。哦，西月公主不是故意的？穆静初挑眉问道。你是把我们都当傻子吗？你当时看似脚步没站稳，无心之失，大家都是习武之人，你觉得谁会看不出来？听完穆静初的话，坐在下面的人开始小声窃窃私语，尤其是离得比较近的武将，回想当时的情景，也发现了端倪。西晋太子不着痕迹地瞪了一眼这个不争气的妹妹，嘴上依旧强硬。楚王妃这么说，也未免太强词夺理了吧？伤了本宫的皇妹，你随便狡辩几句，就想这么算了？本宫还觉得是你们夫妻二人借机挑衅，故意陷害。子墨呀，不是姑姑说你，你这王妃也太不知轻重了。西月公主明明离她还这么远，她就贸然出手。西月公主远道而来，恭贺皇上寿辰，人家是客，在咱们这受了伤，要是惹得西晋国皇上不悦，到时候发难该如何是好？长公主这个时候开口，就是想把矛头指向穆静初。冷子墨一个眼刀看过去，让长公主心头一颤。其实她还是有点怵这个侄子的，不过今天为了给女儿出口气，这么难得的好机会，她可要踩上一脚。皇上一直未开口，看到冷子墨吃瘪，心中不免高兴起来，不过脸上还是一副担心的表情。其他国使臣也是一副看好戏的表情，其余众人只是低头不语，他们可不敢多言，要是得罪了楚王，没准明天走在街上就被砍死。皇上连一句话都不会说，到时候弄不好还得安个什么罪名，还连累了家人。哎，神仙打架，小鬼遭殃，我可以对他吗？穆静初小声问道。看到他眨着眼睛，一脸无辜的表情，冷子墨宠溺的笑了笑。不是和你说过吗？有我，谁也不能欺负你。这时有宫女上前扶着西月公主去了偏殿，皇上已经吩咐人去找太医。穆静初看着西月公主一脸痛苦的表情，就知道她是装的，自己用了多大的力度，心里有数。永宁侯夫人，本妃刚刚说过，西月公主的手法并不高明，只要是习武之人就能看出破绽。如果你不懂，还是少开口为妙，以免被人笑话。啪的一声，长公主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怒声道：谁给你的胆子，敢这样和我说话？夫人何必动怒，本妃只是阐述事实，要是闹出笑话，其他3国的人如何看待我们南下皇室？觉得我们都是无知的草包？皇兄，你看看，这就是你给子墨找的王妃？长公主被气得说不出话，想找皇上为她出气，真是厚颜无耻！你一个草包，懂什么？凭什么这么说我娘？林淑郡主见穆静初越来越张狂，忍不住出声：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冷子墨语气冰冷地看向林淑郡主。好了，都闭嘴！本以为能看冷子墨笑话的，还能借机打压他，谁知道他这个王妃嘴这么厉害，一点也不饶人，也无比后悔听了穆卫清的话，说他女儿软弱好拿捏，入了王府能打探消息。此时皇上真有点头疼。第81章，本妃要是赢了呢？西晋太子见皇上有些急躁，懂得见好就收，让皇上觉得他息事宁人，才好借机羞辱冷子墨。看向皇上说道：皇上，现在月儿已无大碍，我们也不再追究，只要楚王妃给月儿道歉，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休息！不等皇上开口，冷子墨率先开口。看来楚王不满意本宫提的这个建议。那好，既然楚王不愿意王妃低头认错，那本宫就把刚刚王妃那一脚还回去，如何？你找死！冷子墨脚尖点地，一个纵身跃到西晋太子面前，伸手就掐住他的脖子。大殿上众人惊呼，一些胆小的管家小姐吓得差点哭出声来。西晋使臣纷纷起身，站在太子身边，听从太子吩咐，准备动手。放肆！皇上怒喝一声：子墨，放手！穆静初见状，走到冷子墨身边，开口说道：别为了不相干的人脏了手。看向西晋太子，本妃也不和你废话，一时谁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那就谁拳头硬听谁的，如何？西晋太子整理了一下褶皱的衣领，不屑地看向穆静初：怎么，想让楚王替你出头？就是不知道如今楚王这身子骨能不能扛住了。西晋使臣闻言也低低笑出声来：就你们几个垃圾，不配我家王爷出手。西晋太子眯着眼睛看向穆静初：你什么意思？知道楚王不行，想找人替他？听到他们侮辱冷子墨，穆静初恼了，一脚踢在西晋太子的肚子上：你要是嘴里不干净，本妃让你变成哑巴！西晋太子被猝不及防踢了一脚，倒退了几步，被身后的人扶住，才没坐在地上。楚王妃，你这个样子成何体统？
皇上今天的寿宴被搅和了，把所有的气都撒在穆静初身上，语气不善。皇上，西晋太子一再挑衅，侮辱王爷，本妃要是再不出手，还以为我们南下怕了他们。你……皇上被噎得说不出话来，满眼怒火地瞪了一眼穆卫清。此时穆卫清根本不敢抬头，恨不得掐死这个逆女，他这是要把整个武安侯府都搭进去才满意。西晋使臣刚要动手，被太子拦下，他也不恼，他早就把眼前的女人调查清楚，一个不受宠的草包能翻出什么浪来，无非是想虚张声势。好，本宫答应，不是要比拳头吗？要楚王妃亲自下场才作数。你们欺人太甚，刚才西月公主就是故意的，真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就是想要比拳头，我陆某人奉陪。我也算一个。一连又有好几个武将站了出来，穆静初看见他们都不着痕迹地看向冷子墨，知道这些人肯定都是他的人，笑了笑，各位大人的好意本妃心领了，你们都是保家卫国的忠义之士，女儿家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交给本妃自己解决。好，楚王妃果然有魄力，别到时候输了不认账。本妃要是赢了呢？第82章一言为定。他们就像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一样，这时忍不住笑出声来。楚王妃未免太自信了。穆静初笑而不语，就这么一直看着他们。如果你赢了想如何？西晋太子问道。如果本妃输了，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给西月公主磕头道歉。如果本妃赢了，说到这红唇勾起一抹邪魅的笑，本妃要换骨花。穆静初话音一落，其他人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可是西晋太子明白，不禁眯着眼睛重新看向眼前的女人，嗤笑一声，没想到堂堂战神王爷现在要女人出头。冷子墨心里已经是惊涛骇浪，没想到这个小丫头最后竟然能为了自己提出这个要求，那他心里还是有点在意自己的。想到这，脸上也露出难得的笑容，并不觉得西晋太子的话刺耳。说什么都没用，敢还是不敢？已经僵持在这，西晋太子也只能答应。就算这个女人有点功夫，不过是花拳绣腿罢了，他也没说自己这边谁上场。好，本宫答应，一言为定，千万不要反悔。本宫说话一言九鼎，还有这么多人作证。不过你要是输了，要从宫门口一直跪拜到驿馆，怎么样？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本妃答应。西晋太子挥手，使臣中一个男人上前，明眼人一看，这个男人就在战场上身经百战，绝对不是一般武将。冷子墨认出了此人，齐震，战场上多次交手，身手不凡，不禁眉头微蹙，为穆静初捏了一把冷汗，握着他的手不自觉抓紧。穆静初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自己能应付。楚王妃千万不要逞强，皇上警告道，他想让冷子墨夫妻出丑，不过要是真的输了，从宫门口一直跪拜到驿馆，整个南下国都会成为笑话，毕竟冷子墨的身份摆在那。皇上放心，臣妾会给他们留面子的。王爷，有人站出来还要说话，被冷子墨拦住。这些日子他教穆静初轻功，也和他切磋过，与自己都能打平手，一般人还真不是他的对手。刚才的担心有些多余。齐震根本没把穆静初放在眼里，既然这么大言不惭，又是冷子墨的女人，可别怪他手下无情。两人站在大殿中央，众人也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们，不知道这个草包有什么勇气，敢挑战西晋太子。楚王妃，请。好，那本妃就不客气了。话落，脚尖轻点，挥拳而出。齐震没想到这个楚王妃身子弱小，拳头带风，直攻自己要害，快速闪身，穆静初不给他反应的机会，一拳比一拳进攻迅猛。这时齐震不敢大意，开始反击，只是一直找不到穆静初的破绽，还被动挨了几拳，让他连退几步。就在穆静初一出手，西晋太子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楚王妃绝不是花拳绣腿三脚猫的功夫，是自己大意了。好，没想到楚王妃这么厉害。几个武将看的是相当过瘾，忍不住拍手叫好。皇上脸黑的能滴出墨来。第83章，不要离开我。齐震越打越心惊，这个女人的招式十分诡异，攻击的地方也很刁钻，让他一下难以招架，更别说还手之力。穆静初知道自己刚刚恢复体力，必须速战速决，故意露出一个破绽。齐震眼睛一亮，只见他马上要擒住穆静初的胳膊时，被穆静初杀了一个回马枪，紧接着一记闷声的重拳狠狠落在齐震的腹部。齐震踉跄的倒退几步，不等他稳住身形，穆静初快速闪身到他身后，一脚踹在了他的后膝处，扑通一声，齐震跪在地上。好，王妃威武，厉害，好功夫！所有人都目瞪口呆，除了西晋太子，还有他的使臣。齐震被搀扶回到座位上，强忍着身上的伤没有出声。太子殿下，换骨花什么时候给我们？穆静初开口问道，他也有些累了，而且今天穿的衣服也影响了自己发挥。楚王妃真让本宫刮目相看啊！放心，本宫既然已经答应，绝不反悔，明日会派人送到楚王府。西晋太子咬牙说道。那就多谢了。有了刚才的一幕，皇上的寿宴很快结束了。为了防止西晋从中使诈，
出了宫门，穆静初就让明玄带人跟着西晋太子回驿馆去拿幻骨花，只有拿在手里，心里才踏实。明玄自然知道幻骨花的作用，听到是王妃从西晋太子手里赢了回来的，恨不得当场就跪下磕头。好了，别耽误了，赶紧去。是。明玄一脸激动，带着一众侍卫去了驿馆。穆静初刚坐进马车，就落入一个宽大的怀抱。谢谢。冷子墨声音轻柔。穆静初想挣扎着坐起来，可是冷子墨抱得太紧，他根本无法挣脱出来。王爷，你抱得太紧，我都有喘不过气了。好，我轻点，你别动，让我再抱一会儿。听到这么轻柔的声音，穆静初也有些贪恋他温暖的怀抱，窝在他的怀里，乖顺的像一只听话的小猫。你能不能留下，不要离开我？什么？穆静初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我想你一直留在我身边，不要总想着离开王府，好不好？穆静初被这突如其来的话弄得有些摸不清头脑，很快就想明白了。王爷，你是因为我今天为你赢了幻骨花，觉得亏欠我？不是，每次你说要离开王府，我心里就难受。刚才我更加肯定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就是想一直把你留在身边。温柔的气息慢慢散在穆静初耳边，让他耳尖微微泛红。这是他从未见过的冷子墨，让人感觉不正常，总觉得被人换了性子。穆静初慢慢挣脱，抬手摸了摸他的额头，不发烧啊？这是哪根神经没搭对？你不相信我？冷子墨看上去有些委屈。不是，我脑子有点乱。这有什么好乱的？你不想留下了吗？难道你心里一点都不喜欢我？王爷的意思是你喜欢我，才想让我留下？是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我要好好想想，这太突然了。好，我给你时间，不过不要让我等得太久。两人谁也没再说话，马车停在了王府门口。穆静初不等冷子墨开口，自己就跑回了院子，怕被其他人看出他此时的窘迫。事情发展的有点快，他要好好消化一下，不过心里还是有点小兴奋的。第84章，咱们来日方长。自从宫里回来后，穆静初一直躲着冷子墨，他不知道冷子墨对自己究竟有几分真心，还是真的出于感动才说的那番话。他知道自己喜欢上这个男人了，也知道留在他身边会有危险，这些他都不怕。如果真的是因为一时感动，让他做出错误的选择，受伤害的只能是自己。还有他是个王爷，以后三妻四妾肯定少不了。他是一个有着现代人的灵魂，怎么可能和人共侍一夫？再说了，一根脏了的烂黄瓜，他想想都觉得恶心。这件事必须考虑清楚，不要一时冲动，做出后悔的决定。如果他不提，就当什么都没发生。等毒解了之后，还按照原来的计划离开王府，有银子，日子照样过得潇洒。穆静初想清楚了，也不再纠结，没事就待在自己的药房，研制各种稀奇古怪的毒药，还有一些捉弄人的药粉。冷子墨也察觉出穆静初这几天一直刻意躲着自己，每天把完卖，说不上几句话就匆匆离开。自己去找他，多数也是避而不见。明明从宫里回来还好好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明玄收到消息，解药中最后一位要找到了，本想赶紧告诉主子，让他高兴高兴，谁知道主子听完没有太多表情，倒是书房里气压低的差点让他喘不上气。看到明玄出来，韩忠和韩非急忙上前，主子说什么？他们也感觉主子这几天有些不对劲，似乎和他们王妃有关。明玄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你们说现在药材都齐了，主子身上的毒马上就能解了，我怎么看主子越来越不高兴了？韩忠疑惑地问道。好像从宫里回来就不太对劲。韩非也附和道，主子的心思也是你们能猜的吗？明玄凝眉看向二人，其实他也好奇。玄哥，我们这不是关心主子吗？韩非解释道，要不咱们去问问王妃？少多事，小心主子知道了罚你，到时候我们可不给你求情。明玄说道。此时驿馆里，西晋太子刚刚对随行太医发完火，这几天他感觉身体不适，胸闷气短，四肢有些僵硬，太医诊断出他中毒了，可是束手无策，而且此毒凶险，如果不及时解毒，恐怕时日无多。他知道肯定是冷子墨动了手脚，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被下了毒。太子，咱们还是尽快启程，回去有张神医在，想必这毒对他来说并不难。太子的心腹劝慰道。没想到冷子墨身边还有这等高人，既然他们知道幻骨花，看来冷子墨这毒也解了，这次算他命大，吩咐下去，明日启程。是，你亲自把这封信送到康王手里。西晋太子拿出一封信交到心腹手上。西晋太子脸上的表情阴森可怕，眼中闪过一抹杀意。冷子墨本宫就不信，你每次都能有这么好的运气，今天这仇本宫记下了，你一定要好好活着，咱们来日方长。第85章，小心反咬你一口。西晋使臣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来的时候有多嚣张，走的时候就有多狼狈。其他两国使臣在离开之前都向楚王府递了拜帖，被冷子墨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了。2日后也陆续离开了京城。冷子墨心情一直低落，不知道穆静初究竟有什么打算，到底会不会留下。他从来没有这么胆小忐忑过，
怕知道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会更失落，与其这么纠结，干脆问个清楚，不然他吃不好睡不着。有了这个想法，一刻也等不了了，直接去了穆静初的院子。谁知道没见到人，丫鬟告诉他王妃一早就出府了，顿时心里那点期待被瞬间浇灭。此时的穆静初正带着铃铛兴致勃勃地逛街。现在临近年关，街上比以往更热闹，店铺都精心布置过，就连小摊贩都装饰得十分喜庆。经过一个热闹的路口时，穆静初看到前面围了不少人，待看清楚那两道身影时，眯了眯眼睛。铃铛见王妃突然停下，盯着前面的人群，顺着目光看过去，惊呼一声：“这不是那个郡主和二小姐吗？他们是在施粥？”现在年关将至，一些达官贵人还有那些官家小姐最喜欢这个时候在街上施粥给附近的百姓，就是为了博取一个好名声。穆静初没想到这两个人会在一起，看到他们明明很嫌弃，脸上还挂着假笑的样子，就让他作呕，好心情一下子就被破坏了。和他那个娘一样，妥妥的一朵小白莲，就会在男人面前装无辜。咱们走，多看一眼，一会儿该影响食欲。那咱们还是快走吧，奴婢还想多吃2碗饭呢。主仆二人离开的时候，没注意到身边停着的马车，他们的对话，马车上的人听得一清二楚。皇兄，你真的要娶穆二小姐做正妃？齐郡王对穆青哥的印象越来越差，这个女人看上去并不像表面上那么柔软，有这么一个娘，恐怕做你的正妃会落人口舌。本王像是那么蠢的一个人吗？他们母女打的什么算盘，以为本王会不知道？康王有些嘲讽地说道，当初要不是看在他们还有用的份上，本王会多看他一眼。谁知道武安侯府的人都是一群废物，连个女人也拿捏不住。齐郡王淡淡地说道，只能说武安侯府的人做事太绝，穆卫青太狂妄自大，以为皇嫂还像以前一样忍气吞声，谁知道嫁入王府，完全脱离了他的掌控，这也是他活该。皇嫂，你叫的还挺轻的，别忘了，她可是那个狼崽子的女人，而且这个女人绝不简单，以后离她远点，小心反咬你一口。齐郡王摸了摸鼻子，点头应，知道了，回去吧。穆青哥一边和林殊郡主小声说着什么，眼睛却时不时地偷瞄着马车。看到马车缓缓驶出街道，穆青哥没过一会儿也找个理由离开了。穆静初和铃铛吃过午饭，手里拿着今天买的战利品，主仆二人有说有笑的准备回府。经过一条小巷时，穆静初突然停住了脚步。第86章上官夜。王妃。铃铛见穆静初停下脚步，刚要开口，穆静初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朝着巷子里面走去。在拐角的一堆杂物旁边，看见一个男人正虚弱的靠着墙坐着，胸前还有鲜血流出，可能是流血太多，面色有些苍白。男人听到脚步声，立刻警觉起来。铃铛被吓了一跳，差点惊叫出声，还好及时捂住自己的嘴。穆静初打量着这个男人，衣衫褴褛，身受重伤，样子虽然狼狈，可脸上那股冷傲狠厉的表情，还有眼中却透露出嗜血的目光，都说明这个男人不简单。此时男人已经抽出匕首，一双野兽般的目光死死地盯着穆静初主仆，好像只要他们做出任何不利于他的动作，那把锋利的匕首就会随时割断他们的喉咙。看到他肩部露出的图腾，穆静初就认出了这是东陵皇室的标志，想必这个男人身份不低。我不想伤害无辜，把你们的嘴闭严了，赶紧滚。男人声音有些沙哑。穆静初刚才还犹豫要不要救他，听到他的话倒是想帮他一把，这个男人心软了，倒不像看上去那么嗜血。再说了，如果真是东陵皇室的人，今天出手救了他，未必是坏事。现在和西晋已经彻底撕破脸了，这个时候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强。对冷子墨来说，也算多一个盟友。你确定让我们离开？不怕我出去喊人？穆静初挑眉问道。给过你们机会，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成全你，把命留下吧。说着就要动手。我劝你还是不要动了，你伤得不轻，这个你拿着。说着扔给他一个小瓷瓶，这是我自己做的金疮药，千金难买，对你伤口有好处。男人眯着眼睛看向穆静初，为什么帮我？你不害怕我这药有毒？穆静初反问。你身上有功夫，而且男人抬头看向穆静初身后，你身边有暗卫保护，就凭我现在的状况，肯定不是你们的对手。你要想杀我，没必要费这么多周折。穆静初点了点头，算是默认。不错，说吧，你有什么目的？只想交你这个朋友，毕竟多个朋友多条路，不是吗？男人看到穆静初眼中闪过狡黠的目光，薄唇微抿，是个有意思的小女人。好，算我欠你一个人情，说吧，你到底想要什么？我还没想好，先把这个药吃了，赶紧离开这，小心你的仇家追过来。穆静初又给了他一口药丸。你不怕我跑了，不认账？穆静初指了指他肩部露出的图腾。我相信你，就算你以后不认账也没关系，就算我这次看走眼了。男人这才发现自己大意了，想要遮掩，不过衣服已经破了，再遮挡也来不及了。既然身份已经识破，他这会儿反倒觉得轻松了。好，我说过，欠你一份人情，就一定会说话算话。好，
等我需要你帮忙，一定不会客气。男人已经吃下穆静初给的药丸，这会儿觉得体力已经恢复了不少，伤口也没再出血，扶着墙慢慢起身，把手中的匕首递了过去。上官叶，他日若需要我帮忙，拿着这把匕首，我会兑现今天的承诺。第87章，你是心疼我吗？上官叶踉跄着脚步离开了巷子，穆静初把玩着手中的匕首。韩青、韩宇在，两道身影未发出一点声音，出现在穆静初面前。你们知道上官叶吗？属下知道。韩宇开口说道，他是东陵二皇子，端王殿下。端王？穆静初对东陵皇室不太了解，不过这里是大街，显然也不是说话的地方，还是回府问问冷子墨。看到穆静初一回府就来找自己，冷子墨心情很好，让管家准备了不少糕点送了过来。你慢点吃，喝口茶压一压。没事。穆静初咽下口中的糕点说道，我问你，你知道东陵的端王上官叶吗？你怎么知道他？穆静初就把在巷子里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冷子墨。冷子墨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道，上官叶这个人在东陵皇上的几个儿子中比较得宠，很受东陵皇上的重用，有军功在身，在军中也有一定威望，难怪会被人追杀，原来是挡了别人的路。冷子墨点了点头，算是默认了穆静初的说法。那这次使臣中为什么没有上官叶？他为什么又会出现在南下？这个我会派人调查，不过他在南下如果遇刺身亡，那么东陵皇上必定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难免不会兵戎相见。难道是东陵有人想借机挑起战事？有这个可能。他们没想到上官叶没有死，计划落空了，估计上官叶回去肯定会想办法揪出幕后之人，他们自顾不暇了，反倒是能让边关过些安稳的日子。你说的没错。冷子墨赞赏地说道，总之今天的事还要谢谢你。谢我？要不是你救了上官叶，要是真像你分析的那样，一旦让那些人得逞，恐怕战事不可避免了。穆静初想了想，开口说道，好像你说的对，我也挺厉害的，随便一救竟然是个王爷。不过下次你不清楚对方身份，不要贸然出手，知道吗？冷子墨语气里满是担忧。我知道，我是看到他肩上的图腾才断定他是东陵皇室的人，咱们现在跟西晋已经撕破脸了，救了东陵皇室的人，对咱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这才出手救他。总之不管什么原因，下次遇到这种事情还是躲远一点。我知道了，下次我再遇到这种事，第一个就跑。冷子墨被他逗笑了。对了，跟踪西晋的暗卫传回消息，说西晋太子好像生病了，护卫森严，他们不敢靠近，是你对他做了手脚吗？跑得还挺快，我不是说了吗？他给你下毒这个仇，我给你报。你给他下毒了？是，看他就不爽，嘴还臭。这次就算给他一个教训，下次再敢逼逼，我就直接毒哑他，这辈子都别想开口说话了。穆静初说的正起劲，就觉得一个黑影压过来，冷子墨盯着穆静初的眼睛，一字一句的问道，你是心疼我吗？第88章表白。穆静初看着眼前放大的俊脸，忍不住咽了咽口水，他此刻都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王爷，你能不能离我远点？你就这么不喜欢我，想把我推开啊？这怎么就绕到喜欢这个话题了？你是不是现在就想着快点给我解毒，好早点离开王府？穆静初想说不是，可是他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回答我？穆静初眼眸低垂，这几天一直回避的问题，看来今天是躲不掉了。既然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穆静初也不打算再继续掩耳盗铃，大大方方承认喜欢，把话说开。如果他不是一时感动，是真的喜欢自己，自己也是喜欢他的，那么不管前路有多危险，他愿意一直留在他身边，前提是他不能把自己变成一根烂黄瓜。想明白了，穆静初抬头与冷子墨四目相对，语气是前所未有的冷静。王爷，你的意思是你喜欢我，想让我留下做这王府真正的女主人？冷子墨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语气坚定，是。你确认不是一时冲动？不是，我从来没有这么迫切的想把一个人留在身边，是不是我身上的毒永远不解，你就不会离开我？那我这毒不解也罢。穆静初难得看到他这么幼稚的一面，他从冷子墨的眼神中确认他此刻并没有说谎，心中也泛起一丝丝甜意，红唇微扬，我相信你说的话，不过毒还是要解的。这么说你答应留下了？不等冷子墨高兴，穆静初继续说道，我想有些话咱们还是先说清楚。好，你说。咱们在一起是要过一辈子的，两人之间不要猜忌，要对彼此有足够的信任。还有，我不需要善意的谎言，即便是善意的，是为我好，我也不需要。谎言就是谎言，我知道你身上也背负着仇恨，不管有多危险，我愿意和你一起面对。人人都说楚王心狠手辣，而且嗜血成性，可是此刻却眼眶微微泛红，薄唇紧抿。穆静初继续说道，还有就是我想要一生一世一双人，我绝对不能容忍其他女人插足在我们之间，知道你是王爷，这点你可能接受不了，如果
不等穆静初说完，冷子墨低头直接吻住了她的红唇，声音戛然而止，温热的触感让穆静初大脑一片空白。冷子墨小心翼翼温柔地试探着，穆静初能感觉到冷子墨那强而有力的心跳声。待离开穆静初双唇后，将她紧紧抱在怀里。你放心，除了你，这辈子我都不会有其他女人。谢谢你愿意留在我身边，明明知道把你留在身边会让你有危险，可是我还是自私的想把你留下，你别怪我。我怎么会怪你？其实能留下我还是挺高兴的。穆静初难得露出小女人娇羞的一面，此刻她都能感觉到自己脸烫得厉害。这么说你也喜欢我？喜欢。既然决定在一起了，穆静初觉得自己那点小心思也没必要隐瞒，双方互相坦诚，大大方方的承认，没有什么难为情的。第89章，亲亲。冷子墨闻言，黑眸瞬间就亮了。谢谢你愿意留下，原谅我的自私，明知道你留下会让你身陷险境，可是我还是不愿放手。穆静初能感觉到冷子墨身子在轻颤，用手轻轻拍了拍的背。好了，你今天都说了很多次的谢谢了和让我原谅你的话，你不用觉得这样是你自私，我是心甘情愿的留下。不过穆静初停顿了一下，如果你以后要是喜欢上了别人，一定要告诉我，我绝不纠缠。如果敢绿我，我就没收你的工具，阉了你多出的那半条腿。咣当一声，穆静初听到声音的同时，几枚银子已经在手。滚！冷子墨低吼一声，房间里有人，你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穆静初刚才大意了，这才想起来冷子墨身边一直有暗卫。冷子墨也有点冤枉，他还真把这茬给忘了，以后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看到韩冰匆忙的身影，韩中急忙问道：你不好好守在主子身边，跑出来干什么？韩冰刚才被穆静初的话惊到了，不自觉的双腿夹紧，才不小心弄出动静，这会儿还没缓过来，王妃真是什么都敢说，牛！被主子赶出来了。韩非有点幸灾乐祸的说道。韩冰给了他一个白眼，滚远点。说说你为什么被主子赶出来？韩中也笑着追问。我敢说，你们敢听吗？两人齐齐摇头，他们只是为了逗韩冰，不过真要让他们听主子的秘密，他们还真不敢。两人把话说明了，房间里突然安静上来，气氛有点尴尬。穆静初觉得刚才自己表现的有点凶悍，会把人吓到，想要解释一下，还没想好怎么开口。冷子墨温热的唇瓣又紧紧贴在他那欲言又止的红唇上。半晌过后，冷子墨才放开气喘吁吁的穆静初，将他搂进怀里，小声在他耳边说道：为了你的幸福，你也下不去手的。再说了，我也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穆静初本来就泛红的小脸，这下红得像个熟透的苹果，虽然表明了心迹，不过这动不动就亲亲，让他有些不适应，找了个借口匆忙离开。冷子墨也没有继续挽留，知道他难为情，慢慢来，不能心急。想到自己离吃到肉的日子不远了，忍不住低笑出声。穆静初小脸通红，怕被人看出端倪，径直去了药房。直到晚饭的时候，铃铛来叫他吃饭，看见王妃弯着唇看着眼前的药材出神，把他吓了一跳。这些日子冷子墨身体逐渐恢复，皇上和他几个儿子有些坐不住了，明明太医已经确认他活不了多久了，怎么现在状态越来越好了？是哪里出错了？康王这才想起西晋太子离开时给他的信件中提到过冷子墨找到高人为他解毒的事，当时他派人严密监视楚王府，冷子墨也一直没有离开过楚王府，就连早朝都不参加。他们监视一段时间，并未发现异常，把人撤走，以为是西晋太子想借他的手对付冷子墨，看来是自己大意了。第90章解毒。派去东陵找药的人快马加鞭地往京城赶，一路上也是几度遭遇劫杀，要不是冷子墨早有准备，派人前去接应，恐怕还真让他们得逞了。这些人还是不死心，派了几波死士想闯楚王府刺杀冷子墨，不过楚王府戒备森严，最终都没有成功。穆静初的药房更是被重重保护，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许泽安刚刚替几名暗卫换完药，匆忙就赶了过来，站在一旁不敢出声打扰。穆静初将解毒药丸研制成功，靠在椅背上，长长的吐出一口气。王妃，你这解毒丹做好了？许泽安问道。晚上就可以给王爷解毒了。这几天辛苦你了，还是先休息2天。我身上这毒已经这么久了，不差再多等2天。这几日穆静初为了研制解药，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冷子墨看在眼里，十分心疼。免得夜长梦多，我还是先给你解毒。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等你毒解了，陪我去郊外骑马。穆静初这几天精神一直紧绷着，一刻也不敢放松。他想找个地方好好释放一下紧张的心情。好。冷子墨眼里都是宠溺，抬手替他将额前碎发抿到耳后。还有其他人在场，对于这么亲密的小动作，穆静初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可是在场的人这几天已经基本习惯了，一贯十分排斥女人的主子，现在看见王妃完全变了一个样，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温柔，开始差点惊掉他们下巴。无论如何，他们也无法把眼前的这个人和战场上那个杀伐果断的主子联系在一起。冷子墨还要开口，将云琛轻咳2声，
给了他一个白眼，似乎有点看不惯他这黏黏糊糊的劲儿。知道你有媳妇儿了，我们可还单着呢，差不多得了。你要是想娶媳妇儿，那还不好办，林叔那丫头不是一直等着你呢吗？冷子墨毫不示弱地对了回去。穆静初没想到还能听到这么大的八卦，一脸好奇地看向江云琛，其他人也都一脸好奇地看着他。求求你饶了我吧，是我嘴贱，我现在就让他们都滚出去，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让他娶林淑郡主，还不如让他出家当和尚。大家说说笑笑，其实心里都十分紧张，毕竟解毒有一定的风险。穆静初已经准备妥当，留下许泽安给他做助手，其他人都在门外候着。此时冷子墨只剩下一条亵裤，双腿盘坐在床上，看着他古铜色肌肤上布满了狰狞的疤痕，鼻尖泛酸，眼眶有些发热。他知道一会儿解毒的过程会有多痛苦，心隐隐作痛。感觉出他的异样，冷子墨轻声开口：你放心，这点痛我能忍得住。穆静初闭着眼睛缓了缓心神，现在他一定要专心眼前的事，打开药箱，将银针拿出来。穆静初手持银针，飞快地找准穴位，一套动作行云流水，瞬间冷子墨背后就有数十根银针落下。第91章，你醒了。施针的时间很长，汗水顺着额头滴落下来，所有银针刺入穴位后，穆静初轻轻转动银针，随后银针根部有毒血渗出，许泽安看得简直呆住了。此时冷子墨浑身忍不住轻颤，比他毒发时还要让人痛不欲生，双眼紧闭，额头上青筋暴起，下唇已经被他咬出血，就为了不发出声音，赶紧把他身上的毒血擦净。是。许泽安赶紧拿着干净的布，小心地擦拭着。又过了差不多1个时辰，穆静初开始拔针，剩了最后3根银针的时候，停了下来，对着许泽安开口说道：把盆拿过来。最后1根银针拔出，冷子墨噗地吐出一口黑血后昏了过去。穆静初顾不得浑身狼狈，急忙上前把脉。过了一会儿，顺着床沿瘫坐在地上，眼里出现一层水雾，唇角微微上扬。许泽安放下手中的盆，也上前把脉，随后小声地抽泣着。他知道冷子墨这么多年是怎么过的，尤其是毒发的时候，他以为没有希望了。一个大老爷们哭什么？赶紧把药给他服下，把人叫进来给他擦干净。我是累了，一点劲都没有了。对，王妃，王爷的毒彻底解了。明玄焦急地问道。穆静初点了点头，他累得一句话也不想多说。王爷什么时候能醒过来？3天。王妃，你赶紧回去休息，有什么话回头再问。你们也别在这打扰王爷了，我在这守着。许泽安说道。你们下去吧，还是我留在这？穆静初说道。王妃你也累了，好好休息，我在这守着。你放心，有什么事我去喊你。许泽安说道。我先去沐浴换身衣服，还是我亲自守着比较放心。这3天，穆静初衣不解带地守在冷子墨床前。现在楚王府上下都认定了穆静初是他们的主母。冷子墨缓缓睁开眼，房间里烛火昏暗，想要撑着身子起来，才发觉自己的手被人紧紧握着，顺着手臂看过去，就看见小女人抓着自己的手，趴在床沿上睡着了，额前几缕碎发贴在脸上。主子，你醒了。这个时候，明玄刚好带着铃铛进来。冷子墨抬起另一只手，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随后示意他出去。明玄还想要开口，被冷子墨一个眼神吓得两人急忙退了出去。冷子墨用自己带着宝剑的大手反握着穆静初娇嫩白皙的小手，大拇指在他手背上轻轻的来回摩挲着。冷子墨就这么静静的看着穆静初，替他撩起碎发。即使房间光线暗淡，他还是能清楚的看到穆静初眼底的乌青，忍不住心疼。傻丫头。清晨，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穆静初睁开惺忪的眼睛，就看见冷子墨一双黑眸正盯着他看，瞬间清醒。你醒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穆静初这一夜都是趴在床沿边上睡的，起身太快，腿有些麻了，直接就趴在冷子墨身上。第92章往事1。对不起，我腿麻了，没站稳，没把你压疼吧？穆静初想要坐起来，看着他一脸歉意的说道。冷子墨顺势将他抱紧，不疼，我一点都不疼。就这么抱着，过了一会儿，语气温柔的说道，谢谢你。都说了，以后不要总说谢谢。好，以后不说了。你这毒虽然解了，但身子还需要调理一段时间，我已经写了一份药膳食谱交给管家，你现在只能先吃点流食，我先给你把脉，一会儿让管家。子墨。穆静初的话没说完，江云琛和苏廷玉就闯了进来。我们可什么都没看见。江云琛看见穆静初趴在冷子墨的怀里，急忙推着苏廷玉出去。明玄，主子，谁让他们进来的？冷子墨心情很不爽。行了，都是我们不好，我们一来就听到你昨天夜里醒了，这一高兴忘了敲门了，下次一定记得，你就别为难明玄了。苏廷玉解释道。穆静初急忙起身，将冷子墨扶起，让他半靠在床上。你们不要说到时间太长，他才刚醒，还需要好好休息。几人也担心影响他休息，
见他已无大碍，没待一会儿就离开了。江云琛离开前还好心的提醒子墨：“你这身子刚刚恢复，晚上还是悠着点，不然你明天更下不了床了。”滚！冷子墨拿起枕头朝着他扔了过去。咱们不和他生气。穆静初和他们也熟了，开起了玩笑：“江公子，穆卫清的事，你听说过吧？要不要我给你来几针，保证让你3天3夜不知道累，比穆卫清还厉害。”嫂子，我错了，我多嘴，现在我就走。江云琛说完，立刻跑得没影。看到他紧张害怕的样子，其他人忍不住笑出声来。你这几个朋友还挺有意思的。穆静初笑着说道：“我和云琛还有廷玉一起长大，当初要不是有2位侯爷护着，恐怕我早就不在了。”感觉到冷子墨情绪低落，穆静初坐到他身边，小心地问道：“你愿意和我说说你的故事吗？我就是不想你一直压抑着，说出来心里会痛快些。”冷子墨牵过他的手，沉默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父皇很疼我，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天天把我带在身边，母后总是埋怨他，说我太小，什么也不懂，现在应该就像其他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长大。父皇每次都笑着说，他这辈子欠母后太多，母后为了他甘愿困在皇宫半辈子，他要补偿母后，等我再长大一点就把皇位传给我，然后带着母后云游四海去。”说到这，冷子墨眼里洋溢着满满的幸福，唇角也不自觉地上扬。那个时候，为了不去御书房，我还总喜欢装病，躲在母后的宫里。父皇知道了想训斥我，可是父皇看到母后要发脾气，就顾不上我了，想办法哄母后开心，我就借机偷偷溜出母后的寝宫，带着一群小太监跑到御花园去玩。第93章往事2。冷子墨陷入到美好的童年回忆中，穆静初不忍心打断，也没有说话，只等着他继续开口。后来父皇病了，整个太医院束手无策。一天夜里，我正在寝宫里睡觉，母后突然跑了过来，把我叫醒，告诉我父皇突然病重，交给了我一块令牌，让我好好保存。我哭喊着要和他一起去看父皇，母后不同意，哄着我说让我先跟着宣平侯出宫，说等父皇病好了就带我出宫去玩。那是我见母后的最后一面。穆静初抬手拭去了冷子墨脸上的泪水，是当今皇上从中做的手脚。是，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追查当年的事，皇上也怕我查出真相，一直从中作梗，不过这个仇我一定会报。刚刚眼中还尽显杀意的冷子墨，在看向穆静初的时候瞬间变得温柔，只不过把你也卷了进来，怕吗？穆静初摇了摇头，不怕，我会帮你的。冷子墨紧了紧抱着穆静初的手，我只要你能留在我身边，就心满意足了，报仇的事不用你。丫头，原谅我的自私，把你困在我的身边，哪怕是用我这条命作为代价，也不会让你有危险的，我一定会护你周全。冷子墨心中暗道。穆静初担心他刚刚才解了毒，情绪激动影响恢复，也怪自己提起了他的伤心事，急忙岔开了话题。你也累了，先休息一会儿，我去厨房看看。去厨房着什么急？我一会儿先让人把你的东西搬过来。你这身体还没恢复，还是老老实实的一个人睡吧，我先走了。说完快速跑到门口，还不忘做了一个搞怪的表情。冷子墨被他的样子逗笑了，小丫头你等着。经过几天的调整，冷子墨可以下床了，身体也恢复得不错，打算重回朝堂。不过之前答应了穆静初，等他身体恢复了就带他去骑马，不能食言。穆静初知道了要去郊外骑马，高兴了一整天，带着铃铛还有串儿，准备了不少东西。他准备来个郊游，到时候弄点烤肉，大家围坐在一起，多有意思。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发了，他们去的是离京城30多里的一片山林，这里不只可以骑马，还可以打猎，大的猎物是没有，只有一些野鸡野兔，这样穆静初已经很高兴了。嫂子，把你银针拿出来，抓这些小玩意儿还不是小意思啊。江云琛骑在马上说道。你不怕吃完了中毒？我倒是可以试试。还是不用了。江云琛听完立刻怂了。对了，听说你们侯府二姨娘得了怪病，是你的手笔吧？苏廷玉骑马过来，对着江云琛问道。侯府这些日子可是找了不少大夫，就连御医也束手无策。其余几人闻言纷纷看向江云琛。是，不过不是什么怪病，就是嫂子上次给我的那瓶药。你们不知道她的脸现在有多可怕，半张脸黑黢黢的，看了就让人恶心。不怕你爹知道了打断你的狗腿？他要是为了那么个不要脸的女人敢打我，这辈子也别想我认他。江云琛语气森冷地说道。第94章，听我媳妇儿的。你以为侯爷会不知道是你做的？只不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冷子墨说道。他知道又如何？又不是我容不下他们，是他们太过分。要不是他们母子，我娘也不会早早的就没了。侯爷也不待见他们母子，别因为不相干的人与侯爷伤了和气。苏廷玉劝说的。穆静初听出来了，又是姨娘作妖，眼睛一转，回去我给你点整人的玩意儿，你什么时候不高兴了就给他来点，何必自己生闷气？真的？江云琛顿时高兴起来。那还不简单？你想怎么整他？不如给你来点屁屁粉、口臭粉，吃笑丸。哈哈，嫂子，屁屁粉是什么？
江云琛忍不住笑道：“就是放屁拉稀，让他知道拉稀的时候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一个屁。估计他离不开公桶了，想憋着，没准都让他留在裤兜里。要是没有解药，大约要折腾个半个月吧。”穆静初说的轻松，可把其他人笑得够呛，也有些不好意思。王妃还真的什么话都敢说。冷子墨扶了扶额，忍着笑意：“我就要这个，多给我来点，拉不死他。这个量可不能多，不然吃的都没他拉得快。子墨，你这媳妇儿算是娶对了，要是敢惹他生气，估计让你天天得坐在公桶上。”苏廷玉打趣地说道：“要不你先试试？”冷子墨问道。“不。”苏廷玉急忙摆手：“我现在可不敢得罪你，谁让嫂子厉害呢？”冷子墨一副你知道就好的表情，傲娇得很。几个人说说笑笑，一点也不耽误狩猎，估计林子里的野鸡、野兔都让他们抓干净了。好了，咱们抓了不少了，都累了，去找铃铛他们会合，我给你们烤肉吃。”穆静初说道。铃铛和韩青、韩宇早就按照穆静初的要求准备好了，还从王府特意带了一只羊腿过来。看着面前摆放的各种美食，穆静初肚子忍不住咕咕地叫了2声，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嘿嘿，我饿了，你先吃点糕点垫垫肚子，我现在就让他们把这些收拾出来，一会儿就能吃了。”冷子墨这一天笑道，比他这几年笑的还多，眼里是化不开的宠溺。“我还能再忍忍，今天说好了，我来烤，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好。穆静初提前做好了好几个支架，将野鸡、野兔、羊腿都架在上面，他一个人看不过来，叫过来几个暗卫帮忙，不一会儿香味就飘了出来。“嫂子，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江云琛早就忍不住了，什么时候能吃上？快了，铃铛，你和翠儿把酒拿过来。知道了。还是嫂子好，还给我们带酒了。我只带了一小坛子，王爷还不能喝酒，你们来点过过瘾得了，等王爷身体好了酒管够。你还不如不给酒喝呢，这不是勾人馋虫吗？那你就别喝了。冷子墨白了江云琛一眼：“我好歹还能喝点，你是一点也喝不着，看着眼馋吧？我有什么眼馋的？媳妇儿不让喝，我就不喝，像你一样孤家寡人一个。”冷子墨语气十分气人。“行，你厉害，你现在有媳妇儿了。”江云琛酸溜溜地说道。不知道是因为烤肉的原因，还是因为冷子墨那声媳妇儿，让穆静初觉得脸微微发烫。第95章路遇劫杀。穆静初的烤肉征服了今天在场的所有人，只叹息酒不管够不过瘾，倒是把他们的酒虫勾起来了。回去的路上都吵嚷着回去一定让穆静初再给他们烤肉吃，这次酒一定管够。天渐渐的黑了下来，穆静初这一天也确实累了，坐在马车里靠着冷子墨的肩头睡着了。马车突然晃动了一下，穆静初慢慢的睁开了眼睛。“这么快就到了？”“还没到，你接着睡。”穆静初还要开口，就听见了外面打斗的声音，立刻就清醒了，掀开车帘，外面黑压压的一群人正在围攻他们。靠，还没完了！话还没说完，一支箭雨射在了车窗的边沿上，穆静初一眼就看见了箭头上淬了毒，心中怒意翻滚，真是够无耻的，一会儿就让你们好好尝尝姑奶奶的厉害。韩青、韩宇提醒大家，他们的兵器上有毒。穆静初大声喊道：“是，王妃。”刺客人数太多，少说也有110来人。你坐在里面别出去，很快就能解决。冷子墨提剑就要出去。“我能帮忙。”穆静初拉住冷子墨的衣袖，眼神坚定。冷子墨只是犹豫了一瞬，点头答应：“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别离我太远。”“知道了，你也要小心。”“好。”冷子墨手持长剑和穆静初站在车辕上。杀了楚王。领头的刺客看见冷子墨出现，大喊一声。刺客听到声音，快速向马车这边围攻。冷子墨纵身一跃，手持长剑和刺客混战起来。冷子墨剑法太快，与之交手的刺客根本招架不住。有人见穆静初落单，向他袭来。穆静初手持匕首，丝毫不畏惧，穿梭在刺客中间，动作快准狠，招招致命。刺客被穆静初的战斗力惊到了。正在厮杀的时候，就听见了一阵由远及近的马蹄声。穆静初看到一队人马正向他们快速靠近，看清楚跑在最前面的是寒冰时，心里长长松了一口气。刺客人数就算众多，奈何冷子墨这边都是1等1的高手，又有寒冰带人前来支援，很快就结束了战斗。看着满地的尸体，还有受伤的刺客，明玄问道：“主子，留活口吗？”冷子墨知道这些都是死士，问了也得不到太多的线索，况且他也知道这些人是谁派来的。杀！是。冷子墨担心穆静初，看到他正在给暗卫看伤，急忙跑过去，上下打量：“你怎么样？也没有受伤。”“我没事，他们的兵器上有毒，受伤的人我已经给他们服下解药，回去再喝点汤药，过几天就没事了。多谢王妃救命之恩。”受伤的暗卫想要磕头行礼，被穆静初拦下：“不必多礼，我这人没有这么多规矩，放心，你们身上的毒已经没事了，回去好好歇着。回去之后好好休养。”
冷子墨开口说道。是。江云琛和苏廷玉走了过来，刚刚穆静初的表现确实让他们惊讶，嫂子你太厉害了，佩服佩服。江云琛竖起大拇指赞叹道。第96章上朝一。回到王府，冷子墨和苏廷玉还有江云琛去了书房。穆静初知道他们有事商量，回了自己的院子。这一天确实累得够呛，沐浴过后躺到床上就睡着了。康王一直在府里等消息，今天一早他收到消息，冷子墨一早就出城了，而且带的人不多，特意在他们回京的路上截杀，都已经这么晚了，还没消息，让他坐立不安，派人出去打探消息，直到夜里打探消息的人才回来。王爷，情况如何？那个，到底什么情况？事情办成了吗？王爷，我们赶到时已经没有楚王的踪迹，咱们派去的人都死了。冷子墨，康王将手中的茶碗狠狠地摔在地上，咬牙切齿地说道：好，真好，冷子墨你命可真大，本王就不信弄不死你。那我们还要不要继续监视楚王？把人先撤回来，让他多活几日。冷子墨这人太狡猾，免得给他留下把柄。是，王爷，看来冷子墨这人比我们想的还要难对付。报信的人离开，康王的谋士段无洛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冷子墨这人阴险狡诈，如果不尽快除掉他，日后必成大患。王爷，不能只把目光盯在楚王身上。你这话什么意思？康王不解地问道。瑞王还有秦王的实力也不能小觑，不能让他们钻了空子。康王听完不屑地说道：老二虽比本王年长，可外加不能给他太多的助力，父皇对他也没多看重，不足畏惧。倒是老五有个当将军的舅舅，而且老五这个人可比老二有心机多了，再加上庆贵妃又是个不安分的主，处处想压过母后，找个机会倒是可以给他个教训，想和本王争不自量力。段无洛摇了摇头：王爷，没到最后一刻千万不能大意，难道因为您是皇后嫡子，身后有丞相府，其他皇子就会罢休？不会觊觎那个位置吗？现在他们都隐藏得很好，都是在保存实力，楚王固然是一个隐患，就算您不出手，皇上也不会善罢甘休的。我觉得对付楚王倒不急于一时，其他皇子的事却是迫在眉睫。您想想，他们借你的手，除了这么大一个隐患，等你和楚王两败俱伤的时候，最得力的会是谁？康王沉思了一会儿，开口说道：你说的不无道理，冷子墨那里就先放一放，老二和老五那里盯紧一点。这个王爷放心，属下已经安排妥当了。康王满意的点了点头。翌日，当标有楚王府标志的马车停在宫门口的时候，所有侍卫都不敢相信楚王来上朝了。要知道，自从楚王受伤从边关回来，可是一直没来上过朝，今天是抽了什么风？侍卫也不敢阻拦，毕竟楚王的身份在那摆着了。冷子墨坐着马车直接进了宫。守在议政殿外的小太监看见冷子墨，先是一愣，随后高声唱和：楚王到。第97章上朝二。议政殿里的一众朝臣听到太监的唱报，都感到了惊讶，就连坐在龙椅上的皇上也微微蹙眉。冷子墨大步走了进去，不顾旁人小声议论，径直都到了自己的位置。康王只能向后退，把原本冷子墨的位置让了出来。臣参见皇上。皇上准许冷子墨面圣不用行跪拜大礼。冷子墨只微微俯身。快平身，子墨你身体如何了？皇上一脸关心地问道。多谢皇上一直惦记臣的身体，现在已经大好。好。皇上看上去心情十分愉悦，只是那笑容却不达眼底，随后又换上一副担忧的表情。你这身体刚好，应该在府里多休息，要是你真的出点什么事，朕以后怎么拿什么脸面去见皇兄？皇上说的情真意切，冷子墨心中不禁冷笑，好一个笑面虎，还真会做戏。时君俸禄中军之事，这是臣的本分，这么多年一直未能替皇上分忧，臣心中惭愧，现在身体已无大碍，愿为皇上效力，为百姓解忧。冷子墨面上没有一丝多余的表情，一番话说完，不少大臣都投来赞许的目光，让皇上还有他的几个皇子暗暗咬牙。子墨有心了。皇上语气有些平淡。皇上，楚王身体已无大碍，是我南下百姓的幸事，皇上以后也不用为了楚王的身子日日担心了。是啊，吴大人说的有理。其他大臣附和道。冷子墨不着痕迹地瞥了一眼吴大人，心中了然，原来是康王的人。刚刚开口的除了康王的人还有秦王的人，一直保持中立的那些大臣倒是没有说话。吴大人继续开口：皇上现在马上就到新年了，当务之急是要商议白云镇雪灾的事情。吴爱卿可有什么提议？皇上问道。吴大人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其他人也没有反驳，皇上觉得可行，也就同意了。康王和秦王同时向皇上请缨，想亲自去白云镇主持赈灾，双方的人在朝堂上唇枪舌战，互不相让。皇上岂不知他们的想法？这可是一次收买人心的大好机会，而且还可以在他们的政绩上好好的添上一笔。直到下朝，皇上也没说让谁去，
冷子墨踏出议政殿，看到康王党和秦王党还在不停的争论，冷子墨没给他们一个眼神，径直越过他们走了过去，直奔宫门口。楚王，冷子墨刚要上马车，听到有人喊他，停下脚步，看到来人，一改往日冰冷的表情，江侯爷、苏侯爷，我们一直说去看你，云琛那个臭小子非拦着，今天看到你，我们也放心了。是啊，廷玉也不让我去。你现在真没事了？江侯爷四下看了看，小声地问道。二位侯爷放心，已经没事了。冷子墨笑着说道，他是真的很感激二位侯爷当初的相互之恩。那就好，那就好。江侯爷继续说道，万事不能操之过急，一定要小心谨慎。我们不便去王府，有事让廷玉告诉我。子墨知道，现在不便多说，改日再与二位侯爷详谈。看到有大臣朝着他们这边走过来，冷子墨开口说道，恭送楚王。两人心领神会，立刻躬身行礼。第98章甜蜜日常。冷子墨回到王府，直接就去找了穆静初，刚一进院子，就看见许泽安在穆静初药房门口转悠。你在这干什么？冷子墨一脸警惕地看着他，看到他的表情，许泽安就知道他心里肯定又泛酸了。哎，没办法，谁让这位铁树自从开花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急忙解释道，前几日从王妃这借了几本医书，有些地方不太明白，想让王妃帮我解惑。临到那个丫头告诉我，王妃正在研制药方，我不好打扰，就在外面等一会儿。冷子墨看到许泽安手里的医书，脸色缓和了下来。他知道穆静初在药房忙着，这会儿不好打扰，开口说道，他这一天天的够累了，别没事过来烦他。你太不厚道了。许泽安说着，药房的门吱呀一声从里面打开了，看到院子里的两个人，开口说道，我没事。许大夫，你有什么不明白的？说着又看向冷子墨说道，王爷，你先坐会儿。许泽安一听，不顾冷子墨的黑脸，笑嘻嘻的拿过医书，把自己不明白的地方指了出来。穆静初耐心详细的给他解释。冷子墨时不时的凑过来，看着桌子上的医书直皱眉，他是一点都没看懂。穆静初怕一次讲太多，许泽安消化不了，讲了差不多1个时辰，许泽安收获不小，拿着医书美滋滋的离开了。以后你不用管他，再来烦你，就让韩青把他扔出去。冷子墨不高兴的说道。隐在暗处的韩青闻言，替许大夫担心，不知道他那小身板能不能扛住。哎，到时候自己小点劲吧。我也没什么事，许大夫不是你朋友吗？再说了，他也挺好学的，医术也不错，他要是多学点也没坏处。我是怕你累着，这点事根本累不着我，反正我平时也没什么事，还可以和许大夫互相学习一下。看他幼稚的样子，穆静初就觉得好笑，堂堂一个王爷跟个小孩子一样，动不动就生气。好，听王爷的。子墨，或者叫我相公。穆静初一时语塞，已经习惯叫王爷了，现在还真有点叫不出口，只能嘿嘿傻笑2声。冷子墨一把将人搂在怀里，声音低沉，还带着些诱惑，乖，叫声相公。两人四目相对，穆静初耳尖微微泛红，心跳得特别快。乖，就叫一声，这还是他开始认识的那个人吗？说好的高冷人设怎么一下就变了？见他迟迟没有开口，冷子墨带着温热的薄唇覆盖在他的唇上，这次的吻有些霸道，好像在惩罚他。穆静初不甘示弱，狠狠地咬住他的唇瓣。冷子墨也不恼，满脸笑意，抱着他的手又紧了紧。呜，穆静初有些喘不上气了，好不容易才把冷子墨推开。傻丫头，要学会换气。冷子墨挑眉笑着说道。看来王爷没少练习啊。穆静初讥讽道。叫我什么？看来你还是记不住。说着又凑了上来。你别打岔。穆静初捂住了冷子墨的嘴。和谁练的？穆静初吃醋炸毛的样子，成功取悦了冷子墨。你不知道吗？有些事是男人的本性，无师自通。想不想知道我还有什么事是无师自通的？第99章切磋。穆静初小脸涨得通红，严重怀疑他在跟自己开车。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冷子墨小声在他耳边问道，温热的气息让他心里有些痒痒的。看到他那红透的小脸，笑着问道，你是害羞了吗？放心，到时候我一定不会让你。穆静初不等他说完，起身直接跨坐在他的腿上。小样，不给你点厉害，真以为姐怕你？虽然没有真枪实弹的实战经验，可是那些小片片也不是白看的，能让你看扁了。想到这，双手环住冷子墨的脖子，直接亲了上去。他的主动，冷子墨开始还能装作淡定，可是小丫头不得要领，惹得他浑身燥热，一双大手扶住他的后脑，反客为主。穆静初再次感受到了他的炙热还有霸道，甘拜下风。穆静初的唇有些微微红肿，窝在冷子墨怀里喘着粗气。小丫头，下次你可就别想逃了。冷子墨极具诱惑的声音有些沙哑，眼里充满了情欲。两人之间相处越来越融洽。冷子墨现在处理公事，还有一些机密的事情，也不再回避他。而且穆静初经常给他出谋划策，还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关键问题的存在。毕竟他们几个人深陷在这困局良久，
不如穆静初这个局外人看得清楚。这日一早，有人来报，京郊兵营出事了，冷子墨带人赶了过去。穆静初闲来无事，就去了王府的演武场，这也算除了药房，穆静初最喜欢来的地方。冷子墨回了王府，在他的院子没有找到穆静初，就知道他来了演武场。一进演武场的院子，就看见穆静初正手持长剑和韩青韩语对峙着，两人显得有些狼狈，明显占了下风。冷子墨见状，取了一杆长枪，脚尖轻点，快速上前。穆静初先是一愣，瞬间反应过来，两人你来我往之间互不相让。穆静初的剑法进步神速，让冷子墨有些惊讶，更多的是赞叹。穆静初总是能巧妙地躲过他的进攻，还能近身对他攻击。在一旁的韩青和韩语更是看得目瞪口呆，他们已经好久没有看到有人能和王爷对战这么久，看起来没有一点吃力。原来王妃对他们已经很客气，手下留情了。别人看不出来，冷子墨能感觉到穆静初没有开始的速度快了。一个女人能和他对战这么久，还不落下城，实属难得。怪不得韩青韩语不是他的对手，就连明玄想要胜他，恐怕也难。冷子墨怕伤了他，收回长枪，快速退出打斗的范围。穆静初也打得十分畅快，收起了长剑，痛快。冷子墨笑着上前，将他额前散落的碎发抿到耳后。韩青和韩语比较识相，他们知道王爷很喜欢和王妃独处，带着其他人离开了，暗卫也自觉地离得远些。不累吗？冷子墨关切地问道。穆静初摇了摇头，不累。今天还顺利吗？康王和秦王他们的人没出什么幺蛾子吧？他们翻不出什么大浪来，这点小事我能应付，你不用担心。他们这次阴谋没有得逞，明天除夕宫宴，你小心一点。第100章，这错了吗？第二天是除夕，皇宫举办宴会，3品以上的大臣都可以携眷出席。穆静初一进宫，皇后身边的宫女就立刻上前，说是皇后娘娘邀楚王妃到义凤宫一叙。冷子墨握着穆静初的手紧了紧，穆静初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他要是为难你，就让韩洛去大殿找我。冷子墨特意安排了一个女暗卫在他身边，今天扮成侍女跟着一起进宫。我知道了，你放心，想要暗算我可不太容易。说完对着冷子墨一笑，跟着皇后的宫女朝着义凤宫走去。穆静初一边走一边观察着四周，到了义凤殿，韩洛被拦在了宫门口。宫女进去通告，很快就领着穆静初进入正殿。一些嫔妃还有几个大臣家的女眷已经早早的到了，不知道说着什么，气氛倒是十分融洽。穆静初上前参见皇后娘娘。皇后还未开口，坐在下手的一个嫔妃开口说道：武安侯府真是好教养，见到皇后娘娘都不知道怎么行礼吗？大殿里顿时安静下来，皇后端坐没有开口。穆静初眯了眯眼睛，看她坐的位置还有身上的穿戴，就知道在宫里位分不高，这么着急出头，不就是想巴结皇后吗？还请皇后娘娘恕罪。穆清歌起身跪在地上求情道。穆静初刚进来，还没注意到这大殿上的人，这会儿穆清歌又把他恶心到了。姐姐不是有意的，皇后娘娘若是责罚姐姐，清歌愿意替姐姐受罚。穆清歌这回学聪明了，其他的只字不提穆静初，只说他受罚。哼，真以为攀上了楚王就目中无人了吗？一位衣着华丽的妇人开口说道。就是以前不就是一个草包吗？你也说他是草包了，怎么懂这些？真是给楚王丢脸。穆静初见皇后也没有说话，直起身子看着这一群小丑，自说自话。真是大胆，皇后还没让你起身，你再多说一个在，本妃让你这辈子也开不了口。穆静初对着刚刚开口的嫔妃说道。顿时大殿里真落可闻，没有一点声音。跪在地上的穆清歌更是不可思议的回头看向穆静初，觉得她一定是疯了，敢在皇后娘娘面前大言不惭。他倒要看看自己这位好姐姐在皇后娘娘宫里撒野会有什么下场，不自觉唇角上扬，坐等着看好戏。放肆，母后宫里岂容你这般撒野？穆静初抬眼看过去，一个15、16的少女，一袭粉衣长裙，再看到她眉心那颗红痣，就知道她是皇后娘娘的女儿，丹阳公主康王的亲妹妹。穆静初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公主刚才没听到他们这些人诋毁本妃吗？他们说的有错吗？你不过一个草包，以为攀上了冷子墨就目中无人了？这里是义凤宫，丹阳，休要无礼！楚王妃是你皇嫂。皇后这个时候开口，无非就是听到自己女儿直接喊了冷子墨的名字，怕传出她女儿对楚王不敬的话，影响她的名声。楚王妃他们也是无心的，别和他们计较。皇后娘娘，不是本妃非要和他们计较，只是皇上准许我们夫妻进宫免了跪拜之礼，本妃这是遵从圣意，难道这错了吗？第101章，来而不往非礼也。穆静初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连大气也不敢出，尤其是刚刚出言讥讽穆静初的那几位夫人，更是一个个吓得脸色惨白。他们真的不知道这是圣意，不然谁敢忤逆皇上的意思？是不想活了吗？皇后肯定知道，但是一直不出言制止，任由他们嘲讽，是想借他们的手对付楚王妃。
这些夫人也都是宅斗高手，想到这，不约而同地看向坐在上位的皇后，心中有怨言也只能咽下。看来这位楚王妃可不是一个好惹的主，以后还是尽量躲着点。皇后自然看到各位夫人看过来的目光，她就是想给穆静初一个下马威，没想到这些人这么没用，人家一句话就把他们吓得够呛。穆静初转头看向那位多嘴的嫔妃，目光犀利：“你刚刚说本妃没教养？”“不是。”嫔妃看到穆静初的眼神，顿时吓得说话有些磕磕巴巴。“本妃是堂堂一品正妃，请问你是谁？敢对本妃出言不逊，以下犯上该当何罪？”嫔妃被穆静初的气势吓到，瘫软在座椅上。“你一个妾就做好妾的本分，这里没有你插嘴的份儿。”“楚王妃，景嫔也没有恶意，何必咄咄逼人呢？”皇后开口道。穆静初笑着对皇后娘娘说道：“皇后不愧是国母，果然有容人之量。好了，今天是除夕，大家难免聚在一起，别为了点小事扫了大家的兴致。”皇后说道。此时也没人管穆清歌，皇后也没让他起身，就这么突兀的跪在大殿中央。穆静初岂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穆小姐，以后千万别再叫本妃姐姐，我娘只生了我一个。还有，希望你下次出门记得把脑子带上。”“穆二小姐，楚王妃说的对，以后做事多动动脑子。”皇后心里对穆清歌十分鄙夷，就这么点能耐，也没有显赫的家世，还想做康王的正妃，想的倒是挺美。“是，今天是臣女莽撞了，还请皇后娘娘恕罪。”“起来吧。”“多谢皇后娘娘。”穆清歌起身坐到自己的位置上，一双眼睛淬了毒一样盯着穆静初，指甲嵌入手心里，根本感觉不到痛，心里充满了对穆静初的恨，心中暗暗发誓，早晚有一天他会把穆静初这个贱人踩在脚下，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穆静初这会儿心情很好，在座的其他人却如坐针毡，他们看得出来，这位楚王妃绝不是个善茬，还是闭嘴的好，不然真的得罪了她，要是在楚王面前告状，连累了整个家族，到时候自己可就成了罪人。看到大家都如此忌惮穆静初，皇后就是知道这些人其实害怕的是楚王，想到他有可能会威胁到自己儿子的地位，皇后看向穆静初，心里就多了几分厌恶。“楚王妃请用茶。”皇后身边的宫女将茶水奉上，这是今年的贡茶，楚王妃尝尝可还喜欢？皇后笑着说道。穆静初端起茶碗，鼻子动了动，就知道这里面已经加了料，不过这些雕虫小技还敢在他面前卖弄，很好，来而不往非礼也，希望我给你们的礼物，你们能承受得住。第102章，给你一个惊喜。宫宴马上就要开始了，嫔妃还有家眷也都离开了翊凤宫。韩洛看到穆静初，急忙上前：“王妃，皇后没有为难你吧？”“放心吧，就他们那点把戏，我还能应付。走，去看好戏。”穆静初一脸兴奋地说道。“你没事吧？”冷子墨看到穆静初走过来，担心地问道。“我好得很，一会儿请你看好戏。”冷子墨还想说什么，皇上和皇后就到了，只能坐下，等宴会结束再问。不过看他那狡黠的目光，就知道肯定有人要倒霉了。除夕宴会和以往没什么两样，歌舞也没什么新意，大家推杯换盏，有说有笑。咯咯咯，突兀的打嗝声，大殿瞬间安静下来。众人顺着目光看过去，景嫔小脸涨得通红，用帕子捂着嘴。咯咯咯咯咯，还不等大家反应过来，景嫔打嗝声一个接着一个，声音越来越大。嘿嘿嘿嘿嘿，皇后突然发出嘿嘿的笑声，可是眼中满是惊恐，用帕子捂住嘴，想阻止自己发笑，就是控制不住，一个劲的摇头，一个劲的傻笑。咯咯咯咯咯，嘿嘿嘿嘿嘿，大家看着两人惊得下巴都合不上，大殿上的人就像定格一样。噗噗噗，紧接着景嫔又放了3个屁，吓得她爬到大殿中央，想要请罪，就是说不出来。皇阁皇阁阁阁上阁阁，嘿嘿皇嘿，皇后也急忙下跪请罪。混账，还不来人，将皇后还有景嫔带下去。宣太医。皇上暴怒大吼道：“母后，母后！”康王和丹阳公主刚才也看傻了，这会儿急忙追了过去。江云琛和苏廷玉齐齐看向穆静初，知道这一定是他的手笔，这可比那些歌舞有意思多了，两人心里兴奋的不行，可是谁也不敢表现出来。这出戏好看吗？穆静初小声问道。冷子墨勾起唇角，点了点头，不错。宫宴已经没法再继续了，皇上被气得不轻，说了2个字：散了。一甩袖子离开了大殿。众人恨不得今天没来参加这个宫宴才好，谁也不敢多嘴，听到可以离开，谁也不敢耽搁。众大臣带着自己的家眷匆忙向宫门口走去，宴会就这么不欢而散。嫂子，厉害啊！江云琛走过来说道。这是宫里，小心隔墙有耳。冷子墨四周看了看说道。我又不傻，早就看过了。江云琛还有开口，冷子墨一个眼神看过去，马上闭嘴。你们俩赶紧回府。
冷子墨看着碍事的两个人说道：“好，好，好，我和云琛就不打扰你们了，嫂子，我们先走了。”苏廷玉说完，拉着江云琛快速离开。坐在回去的马车上，冷子墨开口问道：“皇后为难你了？”穆静初点了点头，在逸凤宫里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还想给我下毒，真是不自量力。看到他笑得眉眼弯弯，说个不停殷红的唇，冷子墨忍不住问了下去。到了王府，马车停下，冷子墨沙哑着嗓音开口：“媳妇儿，一会儿给你一个惊喜。”第103章惊喜。冷子墨牵着穆静初的手径直走到自己院子，穆静初感觉有些奇怪，王府挂满了大红灯笼，却没有看到一个下人。今天是除夕，王府不该这么安静。冷子墨深深吸了一口气，转过头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眼里满是柔情，轻轻推开房门，牵着穆静初的手进了房间。穆静初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房间布置成了喜房，铃铛和串儿还有喜娘手中端着托盘，笑盈盈地看着他们。参见王爷王妃，起来吧。穆静初眼里泛起一层水雾，用手在眼前扇了扇，不想眼泪掉下来破坏了气氛。我今天自作主张吧，你不会怪我吧？冷子墨语气有些担心。不会。穆静初有些哽咽地说道：“王爷还是先让女婢给王妃换上喜服吧。”铃铛也替自家小姐高兴，眼眶微微泛红。好，铃铛和串儿还有喜娘开始给穆静初梳妆换衣。当一切准备好的时候，穆静初根本不相信铜镜中的人会是自己，比大婚那日还要迷人。冷子墨也换了一身喜服，此时心情十分紧张，比他第一次上战场面临生死的时候，心里还要害怕，手心里出了一层薄薄的汗。江云琛和苏廷玉从宫里出来，直接就来了王府。这是他们早就安排好的，看见一贯沉着冷静的好友，此刻紧张的表情也忍不住打趣他：“王妃，王爷来了。”翠儿高兴地说道。冷子墨一进房间，就看到头上盖着喜帕的穆静初，慢慢地走上前，半蹲下身子，缓缓开口：“媳妇儿，大婚那日委屈你了，现在也不能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不过这辈子我就认定你一个人，红烛一生只这一次。”穆静初点了点头，其实当初答应嫁入楚王府也是有私心的，在心里他从来没有怪过冷子墨。当时的情况，要是他也会这么做，更何况大婚前一日他还毒发。今天冷子墨给他的惊喜确实让他感动。前面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我背你去拜堂。好。在正厅门口，冷子墨放下穆静初，扶着他跨过火盆，慢慢走到正厅中央。今天来的宾客都是冷子墨可以信赖之人，高堂的位置上摆着冷子墨父母的牌位。开始拜堂。苏侯爷一声高唱，正厅里的人顿时安静下来。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礼成，送入洞房。两人行过礼后，喜娘就扶着穆静初要回洞房，冷子墨跟在身后也要离开。子墨，你别走啊！江世子，王爷这是着急入洞房呢。这可不行，酒还没喝呢。王爷，兄弟们可等着你呢。来来来，我们俩先陪你们喝，王爷一会儿就过来，今天不醉不归。江侯爷出来替冷子墨解围。冷子墨不顾众人打趣，跟着穆静初回了新房，拿着喜称的手都有点微微的发颤。红烛下，穆静初小脸羞得通红，他心里也紧张，不敢抬头与他对视。第104章洞房花烛夜。媳妇儿，你先等我一会儿，打发了那些人，我就过来。刚才在宫宴上，你也没吃饱，我让人给你准备了点吃的，你先垫垫。你不用管我，这里有铃铛和串儿，不过今天这事会不会传到皇上那里？穆静初有些担心。我早就安排好了，今天就算你不出手，我也会让他们自顾不暇的。现在不会有人靠近楚王府，他们顾不上咱们。你能不能先帮我头饰取下来？冷子墨也没想到这个头饰这么重，难怪媳妇让他拿下来。你乖乖等我，很快就回来，吃饱点，别一会儿没力气了。冷子墨小声在穆静初耳边说道：“你快去吧，别让人一直等你。”穆静初怕他一会儿不知道又要说出什么让人害羞的话，急忙说道。冷子墨看到他害羞的模样，低笑出声，也不再逗他，大步走出新房。穆静初吃了一点东西，等了一会儿，冷子墨还没有回来，靠在床边睡着了。过了好一会儿，冷子墨才回来，慢慢推开房门。穆静初听到声音，立刻睁开眼睛，回来了。今天把你累坏了。不累，我高兴。穆静初说的是真心话。王爷，王妃，先把合卺酒喝了。铃铛端着托盘走了过来，两人喝了合卺酒，冷子墨就把人都打发下去。冷子墨炙热的眼神让穆静初有种狼看见肉的感觉。媳妇儿，今晚可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你就打算这么一直看着我？冷子墨凑过来，抵着他的额头柔声问道。我呢，哪有一直盯着你看？穆静初觉得此时心跳的不受他控制。冷子墨双手一紧，将他带入怀中，声音沙哑：好，是我错了，是我一直盯着你看，咱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干点新婚夜的正事了？可以吗？媳妇儿。
穆静初现在脸已经红透了，窝在他的怀里点了点头。冷子墨将人打横抱起，围帘慢慢放下。穆静初感觉到，在他光滑细腻的皮肤上，一只大手到处游走，让他身体开始轻轻发颤。冷子墨慢慢的试探，两人谁也没有经验，都显得有些生涩，吻得两人身体越来越烫。第二日，穆静初睁开眼睛，就看见躺在身边的那张俊脸，用手指轻轻描着他唇的轮廓。想到昨天夜里，顿时觉得脸有些发烫。就在他想悄悄起床时，免得见面尴尬，可是却被人一把拉进怀里。啊！吓得惊叫一声：“你醒了！”冷子墨在他红唇上轻轻一吻：“媳妇儿，你刚才是想偷偷溜走？”“谁说的？”穆静初肯定不能承认。“我看时辰不早了，再不起来会被人笑话。”“谁敢？昨天把你累坏了，乖，躺下陪我再睡一会儿。快点起来吧，府里这么多人看着呢。”穆静初有些着急地说道。冷子墨就喜欢看他炸毛的样子，这会儿忍不住摸了摸他的头发，笑着说道：“好，以后都听媳妇儿的。”第105章，到底为了什么？楚王府没有长辈，穆静初不需要请安。冷子墨上朝后，穆静初就看看医书，去演武场练功。皇上的后宫现在可是很热闹，皇后和景嫔在除夕宫宴上出了丑，太医诊出他们是被人下了药，可是整个太医院却束手无策。康王也在民间找了不少大夫进宫，依旧没有效果。皇后宫里每天都是遍地狼藉，宫女还有太监一个个过得是胆战心惊，生怕皇后发怒，自己小命不保。前几天被拖出去那几个宫女死时的惨状，让人想想都不寒而栗。御书房，你母后情况现在可有好转？这几日边关不太平，皇上许久不曾踏入后宫，此时略显疲惫，捏着眉心问道。没有，太医院一个个的都是废物，再这样下去，儿臣怕母后会受不了。康王这几天也憔悴不少，事发后他怀疑是皇后宫里的人做的手脚，已经对义凤宫里的嬷嬷还有宫人逐个询问，甚至动了大刑，一点头绪也没有。知道那天义凤宫发生的事情，他也怀疑过穆静初，可是又不相信他有这样的能力。这种不在他掌控的事发生，弄得他焦头烂额。说来奇怪，过了正月15，皇后和景嫔竟奇迹般的好了，只不过两人也被折腾得够呛，人也瘦了一大圈。今天早上边关送来了捷报，加上皇后和景嫔已经没事了。早朝上，皇上龙心大悦，宣将领即刻班师回朝，回京后论功行赏，还要举办宫宴庆祝。冷子墨回府，将宫里的事情告诉穆静初，听完后他一点也不感觉意外。这种整人的东西不用医治，就是你想医治，没有他的解药也是徒劳。只要你乖乖的享受15天，就会没事，就为了给某些可恨的人长点教训。这日，穆静初从妙春堂出来，准备回府，就看见白氏鬼鬼祟祟的四下观看，随后闪身进了一个院子。即便他已经乔装了，还是被他一眼就认了出来。穆静初一挥手，韩语就出现在他面前：“王妃，你去盯着点，看看白氏见的是谁，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是。穆静初觉得白氏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究竟是什么人能让他冒这么大的危险私下见面？白氏看到面前的男人，有些不耐烦地说道：“不是说好了吗？以后你都不会再来找我。”男人40多岁，膀大腰圆，看上去一脸凶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怎么，当上了侯府夫人就想把我甩了？要是被人发现你不是南下人，是北漠的将军，你还走得了吗？白氏说道：“你想出卖我？别忘了，是谁替你除了穆卫清的原配？要不是我，你就算再得宠，也不过是一个玩物。”闭嘴！白氏低喝一声，以后不准再提这件事。况且，你不是也得到好处了吗？咱们已经两清了。男人低低笑出了声：“两清？你想的还挺美。”白氏强忍着心中的怒意，开口问道：“你这次来，到底为了什么？”第106章，我的白姨娘，你说呢？男人用手指轻轻将白氏下巴抬起，戏谑地问道。白氏一把将男人的手打掉：“我怎么知道？有话就直说，我不能出府太久。好了，不跟你兜圈子了。我得到消息，有一份北漠边关布防图在穆卫清那，你想办法搞到手。要是被人发现，我就死定了。我不去，大不了我就告诉侯爷，当初那些药不是从尤医那弄到的，我是被你们骗了。哈哈，你想把自己摘干净？已经晚了，你可别忘了，这种事你可不是第一次做。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没有证据，我可以说你是故意陷害。看来这几年侯府夫人没白当，胆子变大了，就不怕我现在要了你的命。”男人掐住白氏的脖子，微微用力。白氏想掰开男人的手，根本用不上力，脸憋得通红。咳。男人松开手，白氏瘫坐在地上，剧烈咳嗽起来。当初可是你求着我们给你药，给你3天时间，要是弄不来我们想要的，想想你那2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好，我答应你，这是最后一次。白氏咬牙说道。这你可说了不算。男人笑着说道。
韩宇跟踪男人，看到他和同伙会合后才离开，一刻也不敢耽误，急忙回府见过王妃。起来吧，白氏见的是谁？穆静初问道。韩宇把两人之间的对话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这里还有北漠人的手笔，白氏还真是挺能耐的。冷子墨坐在一旁也微微蹙眉，听他们的对话，穆卫清不知道白氏的药是从北漠人手里拿的，不过毒害我娘他应该知情。你想怎么做？冷子墨问道。既然知道我娘是被他毒害的，自然不能放过他。韩宇，你今天夜里就把白氏给我带过来。是。是夜，白氏被打晕，神不知鬼不觉的被带出了武安侯府。一盆凉水泼下来，白氏才转醒，看到四周灯光昏暗，身下都是稻草，自己所处的地方像地牢一样，吓得直接蜷缩在墙角，看着眼前的黑衣人，结结巴巴的说道：“你们是什么人？我可是侯府的主母，赶紧放了我！放了你！你进来了，就别想活着出去。”一个熟悉的女声传来，让白氏不禁浑身打了一个寒战。透过微弱的烛火，看到前面坐着的是穆静初，立刻尖叫起来：“你想干什么？凭什么把我抓到这来？凭什么？难道你心里没点逼数？我不知道，真是懒得和你废话。你今天和北漠人私下见面，忘了自己都说了什么吧？”白氏一脸恐慌：“我没和什么北漠人见面，我的人都听见了，你认不认得不重要，害死我娘，你以为就这么算了？我没有，没有，你没有证据。你都在这了，我还需要证据吗？你不能杀我，你死是肯定的，就看你想怎么死了，是让我痛痛快快的送你上路，还是我让人把你千刀万剐了，这就看你自己的了。说说吧，侯府都有谁参与了毒害我娘这件事，可别想着蒙混过关哦，我的白姨娘。第107章，能不恨吗？白氏眼里充满了恐怕，不断的往墙角里蜷缩。你敢？我有什么不敢的？说着，穆静初缓缓的站起身，手中把玩着匕首，朝着白氏一步步走近。你别过来，别过来！白氏头发散落，浑身忍不住颤抖，双手拼命的挥动着，不想让穆静初靠近。穆静初交代过，他要自己亲手报仇，又暗卫想替他动手，被冷子墨拦下了。我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没把握，可别怨我。话音刚落，匕首狠狠地刺入白氏的大腿内侧，紧接着一声惨叫，在黑暗潮湿的地牢里，让人感觉毛骨悚然。穆静初直接卸了他的下巴，任由他再怎么哭喊，也发不出声音。这下安静了，没想到临死还能护着穆卫清。白氏在惊恐中昏了过去，此时的他已经狼狈不堪。穆静初拿出银针，对准穴位扎了下去。白氏在睁开眼时，眼里满是求生的欲望。我今天大发善心，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嘴还硬吗？白氏疯狂的摇头。说吧，你要是敢有所隐瞒，下场不用我说，你应该知道。白氏用袖子擦了擦嘴角的血迹。你就是一个恶魔，当初的事，如果没有你爹和老太太的默许，你觉得我当时的身份，即便再受宠，给主母下毒这么大的事，会没人发现吗？你两个女儿知道我娘是被你毒死的吗？不知道，她们真的一点都不知道，更何况那个时候她们才几岁，这个事情和她们姐妹无关，求求你大小姐，她们怎么说都是你的妹妹，不要伤害她们，求求你了。白氏想要给穆静初磕头，腿上的疼痛让她不能起身，只能不停的求饶。闭嘴，再吵闹，小心下一次我直接割破你的喉咙。白氏赶紧捂住自己的嘴，坐在角落里，浑身不停的颤抖。那个北漠人是谁？你是怎么和他认识的？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就知道他是北漠的将军，也是我无意中看到过他身上的令牌，才知道他的身份。我和他认识，是有一次我出府，差点被歹人欺负了，是他救了我。后来他知道了我的身份，就问我想不想做侯府的夫人，他可以帮我。他说可以帮你，你就信了。老侯爷知道你爹不喜欢你娘，特意交代过，你爹不能休妻，如果你娘不死，我这辈子只能是个妾。我也是官家嫡出的小姐，和你爹也算青梅竹马，可就因为你娘，你爹不能娶我，我无名无分的跟了你爹这么多年，受尽白眼，就连爹娘也觉得我丢人，不肯认我。说到这，白氏自嘲的笑了笑。你要是我，你能不恨吗？与我娘何干？她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们的婚约是外公和老侯爷亲自定下的，你和穆卫清并没有婚约。你要怪就怪穆卫清，是他无能，为了爵位，不敢和老侯爷抗衡，只能乖乖听话。我娘才是那个最无辜的，被你们这对渣男贱女害了性命，毁了她的一生。穆静初眼眶通红，大声吼道。第108章，是夫人。穆静初的情绪在这一刻爆发，心就像被人揪着一样疼。他知道这是原主还残存的那一点意识，此刻脑海里是原主这么多年的委曲求全，过着猪狗不如日子的画面，还有那个温柔善良的女人。临死的时候，
不放心自己唯一的女儿死不瞑目的画面。穆静初捂着胸口，身子晃了晃：“媳妇儿，你没事吧？”冷子墨急忙上前，一把将她抱在怀里：“何必跟这种人浪费口舌？来人，把他剁了拉出去喂狗。”是。等等，穆静初开口说道：“把他吊在穆卫清的院子里。”不，大小姐，我错了，你饶了我吧。现在知道错了，晚了。你不能这样对我，我爹可是户部侍郎，他要是知道了，不会放过你的。白氏真的是怕了，现在的穆静初在他眼里如同地狱里的恶魔一样。既然提到白氏中那条老狗，你们父慈女孝，那本王就大发慈悲，现在就让他陪你一起上路如何？不，和我爹无关。白氏自知今天难逃一死，多说无益，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穆静初，面目狰狞地吼道：“穆静初，你个小贱人，我咒你不得好死，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我会看着你会有什么下场。”穆静初这会儿已经缓过来了，胸口也没那么疼了，一步步走到白氏面前，轻笑道：“这就不劳白姨娘放心了，你睁大你的鬼眼，好好看着我是怎么把你最亲最爱的人一个个送到地狱和你团聚。”穆静初不想他死得这么痛快，挑了他的手筋脚筋。啊！白氏一声惨叫，像摊烂泥一样瘫在地上，拖出去，把他吊在穆卫清的院子里。是。几个暗卫急忙把白氏拖出去。你会不会觉得我对付一个女人的手段有点残忍？穆静初问道。傻媳妇儿，这点手段就算残忍？他和你可是有杀母之仇，怎么对付他都不为过。你想杀谁，想怎么做就去做，别怕，一切由我。谢谢你。穆静初双手抱着冷子墨的腰，声音有些哽咽地说道。冷子墨心疼地用手轻轻拍着他的背，那种亲人惨死自己无能为力的感觉让他感同身受。啊！第二天天还没亮，穆卫清的院子里传出一声惨叫，响彻整个武安侯府。府里的护卫听到惨叫声，急忙跑过来，看到院中的场景，顿时吓得愣住了。真是一点规矩也没。穆卫清刚起床，就听到了惨叫声，还没等说完话，就看到院子里吊着一个人，披头散发，浑身是血，已经没有人模样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老爷，我们也不知道，听到喊声我们就过来了，人已经吊在这了，院子里只有他。护卫指了指晕倒在地上的丫鬟：“你们先把人放下来，看看是谁。”穆卫清说道。护卫将人放在地上，看清模样后，差点跌坐在地上，哆哆嗦嗦地说道：“老爷，是夫人。”第109章白氏下线。你说这是谁？是夫人。穆卫清上前将头发分到两侧，仔细看了半天，还是不敢相信，整个人呆在原地。管家见状，把下人都打发了，还警告了一番。穆卫清半跪在地上，哆嗦着双手，想要把他脸上的血迹擦干，手停在半空，却不敢触碰。他更害怕的是，下一个被害的会是自己。是谁？是谁下的狠手？穆卫清想到有人出入侯府都没有人发现，对着侍卫大声吼道：“养你们一群废物何用？有人进府，你们都不知道，没准哪天本侯也被人杀了。老爷，咱们还是先报官吧。”管家在一旁说道。武安侯府的主母被杀，官府的人不敢怠慢，接到报案急匆匆地赶来了。穆卫清怕老夫人还有2个女儿，看到白氏的惨状会被吓到，直接让他们回去了。穆青离根本不相信自己娘亲会惨死，死活不肯离开。穆卫清被他闹烦了，不再让人拦着。待穆青离看到白氏惨状的时候，连哭都不会了，跑到树下呕吐不止。穆青哥自然相信父亲不会认错人，他不哭不闹，就呆愣愣地站在一旁。侯爷，别太难过了。京兆府尹陈海生陈大人，此时一个头2个大，一点线索都没有，真不知道从何下手。这是有多大的仇？人被折磨成这样，夫人可曾得罪过什么人？不知道。穆卫清摇了摇头。夫人院子里的丫鬟婆子，本官都要带回去，府里的人还有下人也要盘问。好，有劳陈大人了。陈大人没有再说话，跟着管家离开了。整个武安侯府被阴森恐怖的气氛笼罩着，白氏院子里的人都被带走了，其他人吓得走路都不敢出声，就怕惹了主子不高兴，自己小命也交代了。穆家2房也是被吓得够呛，穆卫良可是看到了白氏惨状，当时吓得差点叫出声来。老爷，你说大嫂这是得罪谁了？周氏问道。我怎么知道？穆卫良没好气地回答。这侯府也不安全，府里什么时候进来歹人都不知道，要不咱们还是搬出去吧，住在这我害怕。你胡说什么？这个时候离开，你是想我被同僚笑话不成？有什么好笑话的？再说了，是面子重要还是命重要？府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拍拍屁股走人，娘已经病了，这个时候不管，一家子搬走躲清静，让别人骂我不孝。可是我真的害怕，家里还有……闭嘴，我去问大哥，有头绪了吗？穆卫良怎么不想搬出去？不过他刚回京没多久，不想被人抓住把柄完了。穆府里人人自危，
有一点动静都会下意识地提高警惕，观察四周的情况，就差晚上睡觉睁着眼了。一连几天，陈大人是一点线索都没有，武安侯府的事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穆静初在王府里，每天听到暗卫来报穆府的情况，就忍不住心情大好。他时不时的就让暗卫给穆卫清还有老夫人的院子里扔一些扒了皮的小动物尸体，两人现在吓得卧床不起。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冷子墨回府就看到穆静初坐在那里傻笑，看到他傻笑的样子，自己的心情也跟着好起来。第110章，这是你们的主母。你回来了，那几个北漠人怎么样了？自从知道那几个北漠人来南下的目的，冷子墨就一直派人暗中监视，找到了他们在南下的据点。昨天夜里，冷子墨带人去剿他们的老窝，已经都抓起来了。明玄正在审问呢。看来你这今天心情不错。那当然了，穆卫清他们一家子倒霉，我当然开心了。你高兴就好，明天带你出城想去吗？好啊，去哪？明天我要去兵营，不过这些都是我的私兵。冷子墨小声地说道。穆静初早就知道冷子墨想要成事，肯定手里有私兵，一点也不奇怪。不过他对自己的这份信任，还是让穆静初很感动的。第二天一早，两人乔装改扮，悄悄地出城了。到了城外与明玄他们会合，穆静初从暗卫手中牵过缰绳，翻身利落地上马，双腿用力，第一个冲了出去。1个时辰后，一行人在一片密林处停下。人就在这片密林后的山谷里，前面的路不太好走，你要小心点。冷子墨说道。我知道了，你不用担心，保证不给你们拖后腿。穆静初能感觉到这片林子里有不少暗卫，这些人肯定是怕有人误闯或是被人发现，安排在这的。穿过密林就到了山谷，眼前是偌大一个院子，朝晖山庄几个大字悬挂在门上。主子，一个20多岁的男人早就在此候着，看到他们急忙上前行礼。见过你们的主母。冷子墨开口说道。男人一愣，他们都知道主子已经大婚，可是眼前的人明明是一位翩翩少年郎，怎么成主母了？明玄轻咳2声，参见主母。男人瞬间感到自己失态，急忙行礼道。不必多礼，他是罗玉成，负责山庄的事务，还有平时的士兵训练，我带你进去看看。说着牵着穆静初的手直接进了山庄。罗玉成还没见过他们主子如此温柔的一面，明玄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用胳膊撞了他一下。习惯就好，别怪兄弟没提醒你，咱们这位主母可不好惹。山庄要比楚王府还要大1倍，里面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与京城房屋格局完全不同。穆静初一下就喜欢上这里。一会儿回来，我再带你仔细逛逛。现在带你去兵营看看。好，你这里一共有多少人？1万。这些人只是怕京城有变留下的，还有4万人在边关，这些都是我的私兵。这几万人恐怕还不能跟朝廷抗衡。我手里有父皇留下的令牌，有20万大军，这也是皇上一直忌惮我，没有置于死地的原因。林子里的暗卫是负责看守的。是，毕竟这里离京城太近，时机还不成熟，万一被人发现，皇上派兵围剿，不只是损失人马这么简单，没准事情也会提前暴露，他们就会有所准备，我们会失了先机。明天你带我在林子里转转，我给他们配点药粉，保准没人能够靠近山庄。第111章。我不服。好，那就辛苦你了。冷子墨非常相信穆静初的能力，高兴地说道。那回去请我吃大餐，去花满亭，吃最贵的。行，听你的。两人说着，从山庄后门直接到了谷底。这还是穆静初第一次看到古代的军营，心里还有点兴奋。进了军营，就看到士兵们都在训练，看到他们让穆静初不禁想起了自己的那些战友，一瞬间有些感伤。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冷子墨感觉到了他的情绪变化，开口问道。没有，我是太喜欢这里了，喜欢这种氛围。你没有不舒服就好，我带你去演武场看看。走进演武场，一排排兵器让穆静初更加兴奋，眼里流露出欣喜的神情。演武台上有2个人正在比试，围了不少人，穆静初几人也停下脚步观看比赛。很快就分出来胜负，演武场一片欢呼。台上的人看见冷子墨，急忙行礼，参见主子。其他人也纷纷行礼，参见主子。不必多礼，都起来吧。谢主子。冷子墨牵着穆静初的手，缓缓走向演武台。众人感到很诧异，这位少年是谁？为什么主子和他这么亲密？难道主子喜欢这种小白脸？一个个的目光看向穆静初，多了几分打量。这些日子大家辛苦了，今天本王是为了宣布一件事，本王身边的这位以后也是你们的主子，他说的话，下达的命令，如同本王一样，都听明白了吗？众人高声回答，是。穆静初没想到冷子墨带他来会是这个目的，这种被人信任的感觉让他很感动。不过他也看见人群里有几个人明显就是不服，这点他不怕，军营这种地方可以说谁拳头硬谁是老大，
不服就打到他们服。不能因为他让大家觉得冷子墨处事不公，这些都是为他出生入死的兄弟，不能让他们寒心。就算说出自己的身份，一个女人也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恃宠而骄，影响了他的威信。冷子墨岂会看不出大家的意思？刚要开口，穆静初拍了拍他的手背，向前走了一步。你们对我不服，认为我没有这个能力，我理解。现在给你们个机会，谁要是不服，现在就站出来，咱们可以切磋一下。冷子墨知道他这是要给自己立威，也不阻拦，很赞赏他的这种做法，也相信以他现在的武功，这些人根本伤不到他。底下有不少人窃窃私语，却没有人开口。你们都是军人，别跟个娘们一样磨磨唧唧的，痛快点。罗玉成知道他的身份，被他的话吓了一跳。他们主母好像是武安侯府的大小姐吧？这可一点也不像京城里的大家闺秀，说话比他一个大老爷们还直接。我不服。就在这时，一个膀大腰圆的男人站了出来。穆静初一眼就认出他就是刚才比武赢了的那位。好，既然你不服，就请上来。说好了，你这小胳膊小腿的，打伤打残我可不负责。放肆！罗玉成开口呵斥道。穆静初抬手拦住了他接下来的话，觉得多说无益。好，请吧。第112章，你可有好的办法？男人身子一跃，轻松上了演武台，其他人都站到了一边。罗玉成也想看看他们这位主母有什么本事。穆静初单手背后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男人大喝一声，一拳直击穆静初要害。穆静初面色没有一点慌张，轻松躲开了他的攻击，快速出拳，对准他的腰窝就是一记重拳。男人后退几步，没想到这个瘦弱的少年会有这么大力气。两人你来我往，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男人根本不是穆静初的对手。男人也很恼怒，越是着急就容易出现漏洞。穆静初见时机差不多了，打算快速解决战斗，出招一招比一招快，招招直击他的要害。男人有些招架不住了，穆静初飞起一脚，直接将他踹下演武台。好厉害的功夫，就是看他那样，我还以为他只是花拳绣腿呢。穆静初听到大家的议论声，勾唇一笑，还有谁不服？尽管上来。见大家没有反应，穆静初轻笑道：你们就这点能耐？刚才说的不是挺起劲的吗？怕输给我？我不服，我也不服。穆静初话音刚落，就有5、6个士兵站了出来。好，有志气，也别浪费大家时间，你们一起上。几个士兵也不客气，直接出招。穆静初在他们之间游刃有余，谁也近不了身，反倒是几个士兵被穆静初逼得节节后退。穆静初动作越来越快，几个士兵已经招架不住。就在一个士兵准备偷袭的时候，穆静初一个回身，直接将他踢飞，后面的身边也被撞倒。好了，初儿，歇会儿吧。冷子墨开口说道，可是嘴角却忍不住的上扬。顿时大家都愣住了，主子这么温柔，这难道就是真爱？可是王妃怎么办？好歹是明媒正娶的大家闺秀，这要是传出去，他们主子的一世英名可就毁了。还有要上来比试的吗？公子好功夫，属下佩服。众人之所以这么说，也是看出来这位公子并没有用全力，而且一直在逗他们玩，也就不上去自取其辱了。见大家这么说，穆静初笑着走到冷子墨身边，我厉害吧？一副求表扬的神情。我媳妇儿最棒了。冷子墨小声在他耳边说道。台下的人听不到，罗玉成可是听得一清二楚，眼睛瞪得老大，想要回头看看，被韩中踹了一脚。别大惊小怪的，习惯就好。哦，玉成，继续操练，每天操练时间翻倍。冷子墨淡淡开口。是。罗玉成恭敬地答道。走吧，咱们去营帐休息一会儿。两人进入营帐，罗玉成奉上茶水，所有人都退了出去。你感觉这些人怎么样？冷子墨喝了一口茶问道。他们几个人之间配合不默契，可以说根本没有配合的意识，都是单打独斗，逞个人之勇。如果这要是在战场上会很吃亏的。冷子墨赞同的点了点头。你可有好的办法？第113章坦白。穆静初沉思了一会儿，把自己的想法还有建议说给冷子墨听。对于穆静初的独特见解，冷子墨感到惊讶，她一个深闺女子怎么会懂这些？而且在两人的交谈中，对于兵法也是略知一二，甚至不比他手下那些将领差。看到冷子墨审视的眼神，穆静初有些心虚，刚刚一时兴起，自己没有管住嘴，说的有点多。医术、武功还能勉强过关，可是刚才那些话并不符合原主的身份。穆静初薄唇轻抿，她心里也挣扎过。冷子墨待她真诚，没有隐瞒，就连他隐藏在心里最大的秘密都告诉了自己。可是自己的秘密却不敢告诉他，怕他把自己当成什么妖魔鬼怪。看到他的纠结，冷子墨开口说道：每个人都有秘密，如果你不想告诉我，我也不会追着你问。重要的一点是，我知道你是不会害我的。穆静初眼里泛起一层水雾，这个男人这么相信自己，他怕自己再不和他说清楚，两人之间会有隔阂。你不想说，我不会逼你的，不哭了。冷子墨用手轻轻把他脸上的泪水拭去。
咱们可以换个地方说话吗？穆静初决定今天告诉他一切。好，咱们回山庄。穆静初跟着冷子墨到了山庄密室，穆静初整理好情绪，缓缓开口：我不是真正的穆家大小姐，穆静初。冷子墨没有说话，等着他继续开口。其实也不能说我不是穆静初，我们也算是同一个人。这句话把冷子墨说的愣住了，一时没明白是什么意思。穆家大小姐在侯府一直受他们虐待，在一场大病后再也没有醒过来，而我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我们那里。穆静初给他讲了自己在现代从小到大的经历，还有那些冷子墨根本没听过的事。我脑海里有穆大小姐的所有记忆，她所遭受的苦难，我感同身受。一想到侯府那些人，我的心也针扎一般的疼。我知道这是穆大小姐不甘心，心愿未了。自从我占了她的身子，就发誓一定要替她还有她娘亲报仇，不会放过侯府那些欺负过他们母女的人。我知道这么大的事不该对你隐瞒，可是看你对我这么好，我不想再骗你。你要是怕我，我会离开，你放心，你的事情我不会透露出去一个字。冷子墨将人抱在怀里，语气里满是心疼。你想离开我？穆静初没想到冷子墨第一句话竟是怕他离开。你不怕我吗？怕，我怕你离开我。要是以后再也见不到你，我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你不会怪我一直对你隐瞒？傻丫头，你不告诉我是对的，现在你把这么大的秘密告诉我，我真的很高兴。不过这件事以后对谁也不要再提起，知道吗？我又不是傻子。是，我傻行了吧？穆静初将自己内心最大的秘密说出来，如释重负。现在他也没有顾忌了，有着前世在部队的经验，帮着他们制定了士兵日常训练计划。两人都忘记了时间，他们在密室也没人敢打扰。等他们从密室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这会儿，穆静初才感觉到饿，肚子发出咕咕的叫声，自己都忍不住笑了出来。第114章，趁早定下来。一晃1个多月，白氏的案子还是一点眉目都没有。穆卫清总觉得白氏死得蹊跷，心里一直不安。康王交代的事情也出了纰漏，被狠狠教训了一顿。现在只要一回到侯府，就感觉头皮发麻，总觉得有双眼睛一直盯着自己，睡觉也不安稳。这日来给老夫人请安，一进门，老夫人就看见一脸憔悴的大儿子，关心地问道：青儿，你这是怎么了？要是身体不舒服，让府医给你把脉。娘，我身体没什么事，让您担心了。还说没事，看看你眼底的乌青。老夫人一脸心疼地说道：我总觉得白氏。邱嬷嬷，让他们都想去，你在门外守着。老夫人打断穆卫清的话，让伺候的丫鬟都退下才开口：是不是白氏的案子有消息了？穆卫清摇了摇头：没有，我就是总觉得白氏的死和府里的人有关，可是又没有头绪。府里的人没有这个本事，你也别多想了，别把身子累坏了。再过些日子就是你的寿辰了，借这个机会好好热闹热闹，这府里也许久没有喜事了。老夫人想借着穆卫清寿辰宴请一些同僚，现在哪还有人登门拜访？照这样下去，武安侯府真的要败落了。可白氏的事才1个多月，咱们要大宴宾客，白府那边势必会答应，到时候真要闹起来，面子上更不好看。你让亲哥亲离去一趟白府，告诉他们，要想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是一个死了的女儿重要，还是2个未出阁的外孙女重要？况且他们白府也有待嫁的女儿，这其中厉害，他们应该清楚。穆卫清一想，也是这么回事。我知道了，娘，明天我就让他们姐妹去白府。还有，现在趁着康王还喜欢歌儿，尽早把事情定下来。咱们侯府现在势力大不如前，你弟弟也难当大任，以免节外生枝，被人劫了去。我知道了。穆卫清隐晦地和康王提过穆清哥的婚事，可是康王似乎没有以前那么热情，让他心里没底。老夫人这一提醒，他觉得有必要和康王挑明了，这可是康王答应他的。母子俩又说了一会儿话，穆卫清才离开。看着大儿子的背影，老夫人忍不住叹息一声。邱嬷嬷替老夫人按着肩，开口劝慰道：老夫人不必担心侯爷，就是夫人的事惹得侯爷烦心，过些时日就好了。当初真应该听侯爷的话，让他在边关多磨练磨练，这些年在京城，他那点性子早就磨没了。康王现在想拉拢侯府，还不是那个白眼狼在军中手里有点兵权，要不是侯爷偏心，那个白眼狼没活到今天。一想到被老侯爷带在身边的庶子，老夫人就气得牙痒痒。四老爷再有能力，还不是庶出，也要乖乖的敬您这个嫡母。他在边关的战功，也是咱们侯府的荣耀。您现在就安安心心的做着侯府的老夫人，府里的事就交给侯爷。听完邱嬷嬷的话，老夫人心情好了许多，满意的点了点头。第115章白千羽。穆青哥俩姐妹这几天经常去白府，约着白家表姐一起逛街。这日几人刚刚从酒楼出来，就看见穆静初进了酒楼对面的首饰店。姐，你看是穆静初那个小贱人。穆青离现在一看到穆静初就恨不得上前撕了她，凭什么她现在当上了楚王妃，过得这么风光？梨儿，这是在外面别失了分，让人家笑话咱们侯府没有规矩。
哼，就算她嫁给了楚王又怎么样？以前还不是像狗一样被我训得服服帖帖的。穆青离一脸不屑地说道。离儿，你越说越不像话。穆青哥皱着眉说道。他看了一眼身边的表姐白千羽，知道她和自己一样一直喜欢楚王，只不过她隐藏得很好，除了白氏没人知道。这位表姐可不一样，她喜欢楚王可不是什么秘密，而且这位表姐一向善妒，用她对付穆静初那个贱人未尝不可。想到这，一脸愁容地看向白千羽，表姐，咱们还是赶紧离开这吧，要是被大姐姐看见，恐怕少不了麻烦。哼，怕她？离儿说的没错，以前还不是跟狗一样。走，咱们进去看看。看着白千羽大步朝着首饰店走去，穆青哥忍不住唇角弯了弯，心中暗道：蠢货。穆静初今天出来主要是去妙春堂看看，听说周掌柜家里添丁，特意来选一份贺礼，看中了一个金锁，刚要付银子，身后就传来一个讨厌的声音：嫁给楚王就是不一样了，出手真是大方。穆静初回过头就看见了穆家姐妹，她身边的那个少女，她仔细想了想，是白府的嫡小姐，老白莲的亲侄女，以前来侯府可是没少跟着穆家姐妹一起欺负原主取乐，出了不少坏主意，要不是今天遇到她，还真忘了这号人物。铃铛，付银子。见穆静初根本不理她，白千羽大小姐脾气上来了：穆静初你个小贱人，别以为你嫁给楚王就比别人高一等，还不是个有娘生没娘养的贱种。啪啪，不等她说完，铃铛正反给了她2个巴掌，打得白千羽眼冒金星，耳朵直嗡嗡。穆青哥暗骂白千羽这个蠢货，没说2句话就被打了，活该！你一个贱婢敢打我，穆静！啪啪又是2巴掌。王妃的名讳是你能叫的吗？铃铛现在也历练出来了，一点也不怯场，更何况还是以前欺负过他们的人。大姐姐，你怎么能打表姐呢？大家都是一家人，就是你现在嫁入楚王府，也不可以随便打人。穆青哥白莲花的姿态又上线了。穆静初，现在你就跪下给表姐赔礼道歉，不然今天这事没完。穆青离叫嚣道。旁边有几位夫人也正在挑选首饰，听到这边的动静都向这边张望，从他们的对话中听出了穆静初的身份，都在低头窃窃私语。看到人们对她的指责，穆家姐妹得意的扬扬唇，被打猛的白千羽这会也缓过神来，听到人们的谴责声，也没有了刚才的咄咄逼人，摆出一副受尽委屈的表情。第116章，本妃怕死了，给你们脸了是不是？穆静初走过去掐住白千羽的下巴说道。这楚王妃也太霸道了，就是那位好像是白府千金，让下人当众打脸，让人家以后怎么见人。你们没听见，刚才是那位白小姐先找茬的，你们还是少说2句吧，小心惹祸上身。我也看见是刚才那几位小姐先过来挑衅的。看热闹的几位夫人声音不大，但是每个人都能听得见。穆静初听到有人替白千羽叫屈，掐着她下巴的手用力一推，白千羽差点坐到地上，撞在身后穆青离身上才堪堪站住。穆静初向那几位夫人走过去，唇角似笑非笑，看得几位夫人不禁浑身打了一个寒战。你觉得本妃霸道？说着转头看向另一位夫人，你觉得本妃的丫鬟不该出手？2位夫人被吓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只能摇头。你只看见他们挨打，不知道其中原因，就乱下结论，知道谣言会害死人吗？穆静初语调平稳，让人听了却感到浑身汗毛都竖起来。楚王妃、陈夫人和李夫人他们一时口快，并没恶意，还希望您别和他们计较。站在他们身边的另一位夫人开口求情。本妃自然不会和他们计较，就是想提醒他们，以后嘴下留的，不知道的事情不用妄加评论，尤其是关别人的清誉，记住了，舌头下面压死人。是，我们以后不会了。2人急忙说道。好了，该解决一下咱们之间的事了。穆静初看着穆青哥几人说道。穆静初，你就不怕我回去告诉爹，还有外公他们？穆青离毕竟年纪小，遇事容易慌张，真怕穆静初让他们当众出丑，可是嘴上还是不饶人。哼，怕，本妃怕死了。现在就让白世忠还有穆卫清过来领人，不然你们今天休想离开，本妃倒要看看他们教的好女儿，敢当众辱骂本妃，还敢辱我王母，怎么给本妃一个交代？穆青哥几人这会儿是真的慌了，这事要是闹大了，他们回府受罚都是小事，要是传出他们凶悍跋扈，对楚王妃不敬，尤其是穆青哥姐妹辱骂嫡母，这名声算是彻底完了，以后别说皇子，就连一般的官家也不会上门求娶。穆青哥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大姐姐，是我们错了，你就原谅我们这一次吧。本妃原谅你们还少吗？以前在府里，你们姐妹就欺负我，稍有不顺心对本妃非打即骂，没事了就拿本妃取乐。还有这位白小姐，这样的事你当初可没少跟着他们一起做。白千羽看着眼前的穆静初，觉得如此陌生，这还是当初那个任打任骂的小贱人吗？我姐姐已经给你跪下了，还想怎么样？穆青离不服气的喊道。你可是侯府的小姐，注意你的身份，现在这个样子简直和泼妇一样。穆静初嘲笑道。你别欺人太甚。白千羽咬牙说道。算了，
本妃今天心情好，也不为难你们，省得有人背后说本妃以权压人。最后一次警告你们，管住自己那张破嘴，再让本妃听到你们辱我王母的事情，本妃让你们后悔活在这个世上。本妃说话算话，滚！第117章，升官又发财。看着穆静初那凶狠的眼神，吓得他们几个人腿有些发软。丫鬟扶着自家小姐快步离开这个是非地，就怕穆静初反悔。看着他们的背影，穆静初轻蔑一笑，随后带着铃铛离开了首饰店。回到王府，管家就送上一张请帖。王妃需要老奴准备寿礼吗？管家从刚才送帖子的小厮那已经知道是武安侯的生辰，特意请王妃回侯府。穆静初想了想，交代管家要准备的贺礼。管家听完目瞪口呆，不敢置信地看着穆静初，说话都有些磕巴。王妃，真的要送您说的这个？按我说的做。是。穆静初露出一个狡黠的笑容，就等着看那天穆卫收到贺礼会不会高兴的晕过去。正好现在没什么事做，无聊得很，还想摆寿宴，那就给你们添点堵，反正以后这武安侯府是没有好日子过。武安侯府这几天为了穆卫清的寿辰可是没少费功夫。寿宴这日，穆卫清亲自在侯府门外迎接宾客，不少朝中大臣带着家眷前来恭贺。这时巷口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围了不少的人，一辆奢华的马车缓缓向侯府这边走来。看清楚马车上的标志，不少要进府的大臣都候在门外。楚王府的马车在侯府门前停下，人们才看见马车后面还有一辆送货的马车。再看清楚上面的东西，不禁睁大眼睛，以为自己看错了。穆卫清还来不及收起脸上的笑容，看见马车上的东西，整张脸的僵在那，人就像被定格一样。明玄掀开马车帘子，穆静初慢慢走下马车。参见楚王妃。有人反应过来，急忙行礼。参见楚王妃。其他人附和道：不必多礼，都起来吧。谢王妃。今天是侯爷寿辰，本妃是特意来送寿礼的，大家不必拘谨。穆卫清额头青筋暴起，指着后面的马车走到穆静初的面前，低吼道：你这弄来的是什么东西？侯爷这都不认识。明玄把贺礼给侯爷抬进府里，让侯爷好好看看。是，王妃。住手！你个逆女，今天非要当着众人的面让侯府颜面尽失，成了全京城的笑柄，你才满意？穆卫清强压着心头的怒火，在穆静初耳边小声地问道：侯爷，你这就不懂了，我送给你这副棺材可是有寓意的。穆静初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周围的人足以听得清楚。棺材，升官又发财，本妃特意在侯府寿辰的时候送上祝福，侯爷怎么还不领情呢？穆静初有些委屈地说道：你这是强词夺理，别忘了你也是侯府出去的，你和侯府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还真是抬举自己。现在你有和本妃叫嚣的资格吗？凭什么你可以左拥右抱，让我娘过得这么凄惨？抬进去给侯爷贺寿。是。楚王府的侍卫抬着穆静初特意准备的棺材进了侯府，就是穆卫清想阻拦，根本拦不住楚王府的这些人。前来贺寿的人见状纷纷告辞，这些都是混迹官场的老油条，才不会趟这场浑水。穆卫清只能一脸歉意地送走宾客。老夫人收到消息，跑到前院，看到院中停放着一口黑漆漆的棺材，差点没昏过去。第118章，想得可真美。老夫人捂着胸口，眼里全是滔天的恨意。此刻站在眼前的人不是她的孙女，而且不共戴天的仇人，手指哆嗦地指着穆静初：欺人太甚！你个小贱人，当初就应该掐死你，省得现在丢人现眼。穆伟良看见院中的棺材，也指责道：大丫头，就算你现在是楚王妃了，大哥再怎么说也是你爹，他寿宴你送棺材，你就不怕被世人唾骂？穆大人，本妃已经说过了，这棺材是升官发财的意思，你们非要曲解本妃也没有办法。你这是胡搅蛮缠。周氏也是一脸怒意，如今侯府没有女主人，他负责招待女眷，今天弄这么一出，让他也颜面尽失，在各家夫人面前丢了脸。本妃就是胡搅蛮缠，你能奈我何？穆静初不紧不慢地说道：你这是何必呢？大家都是一家人，为什么要闹成这样？穆卫良一脸愁容。此时宾客已经都走了，院中都是穆府的人，下人谁也不敢靠近。穆卫清送完宾客，站在院中一言不发。一家人，害死我娘，让我从小备受欺凌，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你们现在还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哪有这么美的事？都是孩子之间的一些误会，一句孩子之间的误会，你们就把以前的事想撇清楚。二夫人，你可真会说话。穆静初轻笑道：白氏的事是你做的吧？穆卫清冷冷地说道：什么？众人闻言顿时一惊，目光齐齐看向穆静初。侯爷说话要有证据，可不能冤枉好人。那个老白莲花平时装的无辜，可是比谁都心狠手辣，他害了这么多人，不知道是谁替天行道。除了这个祸害，作为他的枕边人，侯爷应该最清楚他的为人。穆静初，你个小贱人，是不是你害了我娘？穆青离冲了上来，抬手就要打。梨儿，
穆卫清还没来得及阻止，穆青离被穆静初一脚踹在心口上，飞出去好几米，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不自量力的玩意儿，一再挑衅本妃，真以为本妃不敢杀你？穆静初话音一落，明玄的剑已经抵在穆青离的脖子上。啊啊！侯府女眷吓得尖叫出声。初儿，不，楚王妃，离儿还小，你高抬贵手饶他一次。说着，穆卫清跪了下来。见穆卫清跪下，侯府众人也纷纷跪下。本妃就是饶他次数太多，才让他觉得有恃无恐。楚王妃，离儿这次真的知道错了，我一定对他严加管教，这就把他送出京城，饶他一命。穆卫清现在清楚，穆静初根本没把他们当做一家人，穆静初要想穆青离死，不过是一句话的事。难道要我老婆子跪下求你不成？别以为自己有多大面子，好像说的你跪下来，本妃就答应。你究竟要如何？难道真要这武安侯府给你娘陪葬，你才甘心？穆卫清双眼通红，怒吼道：死才是解脱！你们想的可真美，既然侯爷求情了，本妃自然要给这个面子。明玄挑了他的手巾。第119章，还想隐瞒？穆青离的惨叫声就像是一只大手掐在每个人的咽喉处，让他们感到惊恐，却叫不出声来。离儿，离儿！穆卫清看着晕死过去的穆青离，急忙跑了过去，把他抱起。穆静初，你欺人太甚，她可是你妹妹啊，你怎么下得去手？穆卫清一下子仿佛老了10岁。穆卫良夫妻也是被吓得够呛，没想到穆静初轻飘飘一句话，穆青离的手巾真被挑断了。尤其是周氏和他的女儿穆一倩，更是被吓得魂都没了。他们没离开京城的时候，也欺负过穆静初母女，对自己的妹妹都下得去手，更别说堂妹了。娘，怎么办？怎么办？穆一倩已经哭不出来了。真是个畜生，离儿还未及笄，你让她以后怎么嫁人？我要去告御状，请皇上为我们武安侯府做主。这京城不是楚王的天下，我就不信没有天理。老夫人勉强起身，浑身哆嗦，指着穆静初吼道：哈哈哈，好，武安侯府穆青离对本妃不敬，当众辱骂嫡母，本妃这只不过给他一个小小的教训，你尽管去，就怕皇上知道你们侯府的所作所为，穆青离有没有命活着还是一回事。还有你老太婆，骂本妃是小畜生，那你是什么？老畜生？对了，说你是老畜生，都辱没了畜生，对我娘做过什么？你没忘吧？穆静初用手轻轻拍了拍老夫人的脸，笑着说道：大丫，不，楚王妃，我娘年纪大了，口无遮拦，看在她一把年纪的份上，别计较了。穆卫良开口恳求，从侄女口中他已经听出来了，当年大嫂的死肯定和娘还有大哥白氏有关，侄女这是报仇来了。穆大人放心，我今天不会动老太太的，一下子晚死了多没意思，你说是不是？楚王妃，你就不能？不等穆卫良把话说出来，穆静初就知道他要求情，出言拦住了他。好了，贺礼也送到了，本妃也累了，咱们回府。穆静初今天出了一口恶气，出了侯府神清气爽，坐在马车里哼着歌，一路回了王府。武安侯府已经乱成一团，府医替穆青离看过伤口，摇了摇头，表示自己无能为力。穆青哥只能跑去向康王求救，让他找太医来给穆青离看伤。穆静初离开后，老夫人再也坚持不住，晕了过去。看到老夫人醒过来，府医急忙把脉，告诉穆卫清，老夫人一定要静养，千万不要生气，再出现这种情况，恐怕会凶多吉少。穆卫良走进来，让房间里伺候的丫鬟都退了出去。此时房间里只有母子3人。穆卫良犹豫再三，还是开口问道：娘，大哥，你们跟我说实话，当年大嫂的死是不是你们做的手脚？你别听那个小娼妇胡说八道，她就是故意找茬。穆卫良毕竟是老夫人的儿子，自己娘刚才说话明明就是心虚。大哥，我想听你说。都到这个时候了，你们还想隐瞒？第120章，你敢凶我？说话我就不信你们没看出来。楚王妃她这是想要我们侯府一家老小的命，给大嫂陪葬。说什么说？她有证据吗？难道就凭她一张嘴？老夫人这会儿也不难受了，中气十足，对着穆卫良吼道：你觉得她还需要证据吗？有楚王给她撑腰，她会怕？穆卫良不耐地叹了口气，自己这个娘真是越老越回去。大哥你说。干脆不理自己这个糊涂娘，直接问穆卫清。穆卫清木讷地点了点头，是，白氏所做的一切我和娘都知道。见他承认，穆卫良真不知道该说什么。第一个大嫂是一个多好的女人，比那个白氏强多了。青儿，你说白氏的死真的是那个小贱人干的？老夫人问道。娘，二弟说的没错，静初就是来找我们报仇的。穆卫清一脸颓废地说道。娘，你别一口一个小贱人的叫着，现在的静初是我们侯府惹不起的。娘，你就听大哥的吧，以后对大丫头恭敬点，毕竟她现在是楚王妃，我就不信没人能治得了她。良儿，明天你去趟吴府，让你姐姐回来一趟。老夫人的女儿穆兰如
嫁给了右副都御史吴秉春的嫡儿子吴文周，他就不信穆静初今天闹这么一出，如果捅到皇上面前，他还会这么嚣张。穆静初今天缴了穆卫清的寿宴，心情特别好，回府想和冷子墨分享一下喜悦的心情。军营有事，冷子墨没在府里，穆静初决定自己先庆祝一下，就串儿准备了几个小菜，自斟自饮起来。穆静初酒量不错，当初就算再不对，也很少有人是他对手。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喝着喝着，感觉有些头晕。一抬头，眼前多了一个男人，皱着眉起身，脚步有些不稳，走到男人面前：“你看上去怎么和我相公长得一样？”冷子墨扶额，今天知道他要去侯府，要不是军营有事，他就跟着一起去了，特意留下明玄。下午明玄赶到军营，告诉他侯府发生的事，知道他没吃亏，这才放下心来。处理完事，一刻也没耽误。回到家，媳妇儿喝醉了，竟然没认出自己。我是在做梦，不然相公怎么可能不理我？说着，朝冷子墨的胳膊狠狠掐了一下，委屈地说道：“我就是说做梦呢，要不怎么一点都不疼呢？”身后的明玄还有韩冰差点笑出声来，只能低着头。冷子墨摸了摸刚才被掐的地方，无奈的开口：“媳妇儿，我回来了。”“相公你回来了？那刚才你怎么不理我？”“是我的错，怎么喝了这么多？伺候的人都哪去了？”看到桌子上好几个空酒坛子，身边也没人伺候，冷子墨有些发怒：“是我让他们回去休息了，我不喜欢喝酒旁边有人伺候着。”“好，不让他们伺候，现在时间不早了，赶紧回房休息吧。”“那你背着我走。”看到身后的两个人一点眼色都没有，还敢处在这偷笑，脸色一沉：“滚！”还不等两人开口，穆静初就叉着腰：“你敢凶我，还让我滚？”“不是，媳妇儿，我没说你。”看到冷子墨要杀人一般的眼神，明玄和韩冰浑身一颤，啥话也不敢说，一个闪身立刻消失。“是我眼花了吗？刚才你身后是什么东西？”“不用管他们，他们不是东西。走，我背着你回房休息。”“好。”穆静初一下就窜到冷子墨背上，双手抱着他的脖子，头靠在他的肩上。第121章弹劾。3日后，御史吴秉春在早朝上弹劾楚王治家不严，纵容楚王妃仗势欺人，在武安侯的寿宴上给自己的亲生父亲送棺材，实属不孝，当众行凶，致使自己的妹妹终身残疾，对自己的祖母不敬，迫使祖母下跪认错。这种人不配入皇室，甚至不配为人，请皇上严惩楚王妃，废掉他王妃尊荣。冷子墨一个眼刀看过去，吴秉春浑身一颤，不等皇上开口，冷子墨森冷的声音传来：“吴大人替自己姻亲一家叫屈，也要了解事情的始末，不然你这个御史也是做到头了。”赤裸裸的威胁让吴秉春有一瞬的喘不上气。儿媳吴兰如把侯府的事情告诉他，他犹豫过，不过他是秦王的人，知道秦王一直想打压冷子墨，他想借机讨好秦王看，谁知道楚王竟然这么直接的把话说出来，而且听他的语气，似乎里面还有隐情。秦王就像看傻子一样的斜了他一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玩意儿。侯府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有谁会在朝堂上提及？真不知道，就这个脑子是怎么当上右副都御史的？吴爱卿，你确认楚王妃在侯府所做事无理取闹，仗势欺人吗？可有证据？皇上心中暗喜，最好吴秉春能拿出证据，不然他这个侄子还真没把他放在眼里。有，楚王妃派人送的棺材，不止当天参加寿宴的各位同僚看见，一路上还有不少百姓看见幕府四小姐的手筋被挑断，还有老夫人被逼着下跪，府里的人均可作证。哼，本王的王妃送给穆侯爷的棺材是有寓意的，希望穆侯爷升官又发财，这是贺礼。到你嘴里怎么就成了不孝的证据？还有穆四小姐，她意图刺杀本王的王妃，只是挑断了她的手筋，是便宜她了。要是本王在，恐怕她的脑袋早就搬家了。至于那个侯府老夫人，她倚老卖老，论尊卑，就算她跪王妃又如何？更何况是她自愿下跪，求王妃饶了那穆四小姐一命。王妃心善，这才没要了穆四小姐的命，只挑了她的手筋。如若不信，吴大人尽管去调查，可以让京兆府或者大理寺把那天在场的人都带到衙门，一一询问。这……吴秉春一头冷汗，继续开口：“那穆四小姐一个闺阁小姐，为何要刺杀楚王妃？还不是看不惯她羞辱自己的父亲？”皇上，冷子墨不再和他废话，看向龙椅上的皇上，开口说道：“臣认为吴大人偏听偏信，不足以担任御史一职。子墨，吴大人为官多年，尽忠职守，也是个难得的好官，这其中可能有什么隐情，吴大人一时失察，你就别和他计较了。朕也会派人查清楚事情缘由，不让世人再误会楚王妃，可好？”皇上脸上说到恳切，心里早就把吴秉春这个蠢货骂了不知道多少遍。冷子墨知道皇上最擅长的就是收买人心，他打压吴秉春，皇上保了他，吴秉春对他更是死心塌地，忠心耿耿，让朝臣觉得他是一位明君。可是皇上不知道，这吴秉春早就是秦王的人，今天皇上也不只单单是为了吴秉春，更是想让所有人看到楚王嚣张跋扈的样子。
一切有皇上做主。冷子墨何尝不知道他的心思，可是他根本不在乎。第122章，我跟你一起去。吴秉春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府的，吴夫人听下人来报，说老爷回府，就一直呆愣地坐在正厅，一句话也没说。吴夫人急忙赶过来，看到吴大人失魂落魄的样子，急忙开口问道：老爷，你这是怎么了？吴秉春这才抬起头，看见吴夫人，用手指着他，气愤地说道：都是你，要不是你怂恿着我帮着武安侯府，今天也不会差点丢了官。什么？老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你今天弹劾楚王妃，惹怒的皇上？是惹怒了楚王，要不是皇上把事压下来，我现在就要收拾包袱滚回老家了。怎么可能？楚王妃做的事情全京城都知道，皇上就这么纵着她？闭上你的嘴，小心祸从口出，皇上怎么做还轮不到你来智慧。吴秉春压低声音呵斥道。吴夫人也知道自己失言了，急忙捂住嘴。以后武安侯府的事少掺和，穆家肯定隐瞒了什么事情没说，你去告诉穆兰如，要是一直惦记娘家，趁早滚回去。说完一甩袖子离开了。吴夫人也咽不下这口气，带着人气势汹汹的去找穆兰如算账。等穆府老夫人知道自己女儿因为穆进出的事被连累，差点没被气晕过去，穆卫良无奈的摇了摇头，只盼着他娘能消停会儿，不然下一个倒霉的很可能是自己。冷子墨这几日难得清闲，和穆进出在花园喝茶下棋，明玄匆忙的从外面跑了进来。主子，张副将来了，让他进来。是。很快明玄领着一个中年男人进来，身形高大，一双眼睛透着寒光，胸脯横阔，自身带着一股杀气，一看就是久经沙场之人。末将张勇见过王爷、王妃。这还是他第一次见楚王妃，好在刚才明玄提醒过他，不然自己还真会失了礼数。不必多礼，今天叫你来，就是西晋最近不老实，不断挑衅，还丢了3座城池，恐怕皇上也坐不住了。你回去后做好出征准备。末将领命。冷子墨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开口说道：那个细作最近有什么动作吗？没有，一直有人盯着他。小心点，别暴露了，再留他几天，很快他就能发挥作用的了。是，王爷还有什么吩咐？没有了，你先下去好好休息。这次你也要出征？等人走后，穆进出有些担心地问道：现在西晋得了3座城池，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南下被他人瓜分，皇上更不能让自己背上骂名，更何况我手里还有父皇留下的那20万大军，他肯定会让我带兵去打先锋，最好是2败俱伤。你别忘了，上次我就是在西晋中的毒，他自以为很聪明，谁还不知道他的那点小心思。这次我跟你一起去。穆进出不想一个人留在王府，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皇上不会同意的。再说了，我也不想你去冒险，战场上太危险，随时都可能丧命。第123章，我等你回来。不行，不跟你去我不放心，我绝对不会拖你后腿的。穆进出语气中有些撒娇的说道。听话，你留在府里乖乖的等我回来。冷子墨是绝对不会让穆进出跟着自己去冒险的。穆进出见冷子墨怎么说都不同意，只能作罢。不过他有自己的打算。第二天早朝上，正如冷子墨所料，皇上封他为主帅，5日后领兵攻打西晋，夺回被掠城池，把西晋大军赶出南下。穆进出一早就得到消息，知道冷子墨出征已成事实，开始着手准备他出征用的物品。等到凌晨，冷子墨才回府。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看到穆进出一直没睡在等他，冷子墨心疼地说道：我给你收拾几件随身带的衣物，这是金疮药，还有解毒丹，你都带上。不等穆进出说完，冷子墨一把将他抱在怀里。媳妇儿，我现在就开始想你了。那你带我一起走吧。你还是乖乖的在府里等我回来。穆进出知道冷子墨不想他涉险，也没再坚持。好，我在家等你，战场上刀剑无眼，你一定要小心，不要惦记我，我会照顾好自己。我会的，韩宇和韩青会在暗中保护你，出门的时候带着韩洛。出征在即，时间紧迫，冷子墨越发忙碌，每天都回来很晚，有时候天都亮了才匆匆的赶回来。沐浴后陪着穆进出吃过早饭就离开。出征前一晚，冷子墨早早的就回来了，两人吃过饭就回了房。难得穆进出这么主动，很快冷子墨被撩拨的就反客为主。天边微微发亮，穆进出起床后亲手为冷子墨披上战甲，想去城外送他，可是冷子墨不让。媳妇儿，你不要去送我，不然我会舍不得的，一夜没睡，累坏了。等我走了，你好好休息再睡一会儿，我很快就回来。穆进出吸了吸鼻子，眼眶泛红，强忍着要掉下来的眼泪，唇角含笑。好，声音有些哽咽，上前抱住冷子墨的腰，我等你回来。城门口，皇上站在城墙上，身后是众大臣，道路两旁都是为即将上战场士兵送行的百姓。穆进出知道冷子墨不想他来送行，可是他还是想来为他送行，偷偷躲在离城门最近的一个茶馆的2楼，这里正好可以看见即将出征的大军。好似有心灵感应，
冷子墨骑在战马上，回过头直勾勾地看向这边的窗户。穆静初强忍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了下来。他会想办法去边关找他，还不能让皇上起疑。随着一声嘹亮的号角，大军开拔，边关战事紧急，几十万人行军，路途艰难，在路上肯定要耽搁时间。冷子墨带领着5000铁骑率先出发，增援兵力，先稳住边关的局势，等大军到了再进行反击。冷子墨带兵出征，深得民心。数年前西晋来犯，楚王身中剧毒，都能把他们赶出了南下的国土，这次也一样。听到百姓们对楚王的拥戴，皇上脸上的笑意逐渐被阴狠的表情替代。冷子墨一走，穆静初倒是闲了下来。王府的人都发现，自从王爷出征，王妃就喜欢坐在院子里发呆，谁也不敢上前打扰王妃，就连铃铛和翠儿这几天都伺候得小心翼翼。当韩宇将飞鸽传书回来的消息交到穆静初手上的时候，看到冷子墨已经安全到达边关，他悬着的一颗心才彻底放下。第124章，绝非善类。这些日子宫里有什么消息吗？穆静初将纸条收好，开口问道。回王妃，宫里倒是没什么消息传来，不过秦王和康王都派人去了边关。韩宇如实的答道。跟着他们，小心点，别被发现了。穆静初担心，不管是秦王还是康王，有人和西晋那边勾结，对冷子墨不利。是。穆静初有自己的打算，京城几个王爷还有皇子，他一直派人暗中盯着，等到这边没有什么动作，他就找个机会去边关找冷子墨。还不等他出手，皇后那边来了消息，宫里举办赏花宴，请楚王妃进宫参加宴会。韩洛告诉他，这次的宴会名为赏花宴，其实是为几位王爷皇子选妃。这次宴会是在义凤宫举办，都是一些朝中重臣的妻女，庶女是没有资格参加的。穆静初姗姗来迟，到义凤宫的时候，基本上人都到齐了。穆静初向皇后行过礼，在自己的位置坐了下来。齐郡王看到穆静初笑着举杯，穆静初也举起手中的茶碗，笑了笑。康王一直觉得上次皇后还有景嫔的事与穆静初有关，可是就是没有任何线索。他想借着这次宴会，特意让皇后把他请进宫，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穆静初看着宫女端上来的食物，从他眼前一过，只是闻了闻，就忍不住唇角弯了弯。倒不是每个菜都被加了料，看意思是下了功夫的，至少比上次下毒用心了。世家小姐们一个个打扮得相当隆重，表演才艺更是拿出了自己看家本事。穆静初看他们头上的首饰，都替他们累得慌，忍不住仰头转了转自己脖子。见他只喝茶水，酒和菜一个都没动，皇后有些着急。上次让他在群臣面前出了这么大的丑，他发誓一定要报这个仇。当康王把计划告诉他时，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不过今天好像这个楚王妃不上钩，他有些着急，不过一点也没表现出来。楚王妃，这些菜是不是不合你的胃口？想吃什么？本宫让御膳房单独给你做。多谢皇后关心，本妃这几天胃有些疼，现在还不想吃东西。服了娘娘的好意，本妃真是过意不去。你不必跟本宫这么客气，用不用给下宣太医看看？不用了，许大夫已经给配好药了，现在基本上没什么事了，不劳娘娘挂心。见穆静初怎么也不上钩，皇后有些着急，看了康王一眼，见他摇头，皇后也只能作罢。事情不能做得太明显，这个楚王妃可不是什么好惹的，她那张嘴就不饶人。哼，就是矫情，这当了王妃了，身子也娇贵了。穆静初看向说话的灵枢郡主，眼神里充满了嘲讽。你瞪着本郡主是什么意思？此儿，皇后面前不得无礼。长公主开口训斥道，看向穆静初继续开口。楚王妃，此儿还小，你别和她计较。长公主自从在寿宴上吃了亏，知道这个楚王妃绝非善类，不过想要对付她，不急于这一时。第125章，中计了。灵枢郡主刚要发脾气，被长公主一个眼神吓了回去，只能乖乖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生闷气。娘，你今天为什么要放过那个女人？你没看到她现在多嚣张？赏花宴结束，一出宫门，刚坐进马车，灵枢郡主就忍不住说道：傻丫头，今天是皇后为皇子选妃的日子，没看见皇后都没太为难她吗？你何必当着出头鸟，让人看了笑话？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以前不过就是一个草包，在武安侯府过得连只狗都不如，嫁给冷子墨以后，谁都不放在眼里，还敢在街上当众诋毁我们侯府，真不知道死活。有些话在外面不要胡说，冷子墨也是你表哥，是南下的楚王，不要直呼他的名字，小心被人抓到把柄。他可是一个有仇必报的狼崽子，惹毛了他，就是你皇舅舅也未必能保得了你。他还敢杀了我！灵枢郡主不屑地说道。你没事，不要去招惹那个女人，娘会为你出这口气的。长公主知道这个女儿被他们夫妻宠坏了，没有什么城府，养成了骄纵的性子，现在说什么也听不进去。既然那个女人这么嚣张，惹她女儿不高兴了，也是该教训一下。韩宇在马车外小声说道：王妃，出了宫门，一直有人跟踪我们，让韩青暗中盯着。是。回到王府没一会儿，韩青就回来禀告，跟踪的人见他们进了王府才回去，而且回的是永宁侯府。
长公主，有意思，看来是清闲日子过腻了，找人盯着永宁侯府，看他们有什么动作。是。穆静初知道是长公主想找人对付自己，反倒是没什么担心，无非就是想替她那个宝贝女儿出气。不过她可不想整天被人惦记，她还打算去找冷子墨，这点小麻烦还是尽快解决。这日一大早，穆静初只带着丫鬟还有几名侍卫就出城了。穆静初一行去了城外的清音寺，这里是皇家寺庙，主持知道是楚王妃来进香，带着寺庙里的僧人在门口恭候。以前穆静初是不信这些的，不过她自己亲身经历过，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她穿越到这里，可这就是事实，让她不得不相信，跪在菩萨面前虔诚跪拜。因为知道一直有尾巴跟着自己，她也没多逗留，捐了不少香油钱就离开了寺庙。回去的时候，穆静初没有走官道，特意选了一条比较偏僻的路。马车一阵晃动，穆静初就知道他们要动手，他早就做好了安排，一点也不慌张。很快就听到了外面兵器交战的声音，对方还是来了不少人。韩洛想要出去帮忙，被穆静初拦下。眼看黑衣人占了上风，其中一个黑衣人看见马车周围没有侍卫保护，提剑身子一跃，直奔穆静初的马车。就在他以为就要靠近马车的时候，身子一歪，重重的摔在地上。周围的黑衣人一惊，他们根本没看清是谁出手。紧接着他们就看到四周突然出现了几十个和他们一样的黑衣人，把他们包围，这才知道人家早有埋伏，他们这是中计了。第126章，难道死的不该是他吗？长公主虽然做了万全的准备，可是她的计划穆静初已经知道，早早的在这条路上做了埋伏。冷子墨给他留下的人可都是高手，这些杀手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很快就被韩宇带着人解决了。王妃，这些尸体怎么办？韩宇指着地上横七竖八杀手的尸问道。都送到永宁侯府去。穆静初淡淡的开口。穆静初就是想震慑长公主，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别人不知道是他的阴谋，其实就是一个跳梁小丑，自己闹腾的还挺欢。解决完了这些杀手，这几日憋闷的心情也得到了舒缓。第二天一早，长公主看到院子里堆满了尸体，吓得差点晕过去。虽然她手上也沾了不少人命，甚至在她眼里根本没把人命放在眼里，可是那都是一些妇人的阴私手段，这么血腥的场面她还是没见过，连叫喊都发不出声，在院中的树下呕吐不止。永宁侯也被吓得不轻，怎么好端端的一觉醒来，院里的尸体堆成了小山。反应过来，急忙命人把院门关上，看到院中场景的下人都被永宁侯关了起来，叫来自己心腹在院外把守。怎么可能？不应该啊，难道该死的不是他吗？长公主难得脸上出现惊恐的表情，坐在床榻上喃喃自语。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永宁侯听到长公主的话，忍不住咆哮道。长公主好像没听见一样，还是坐在那里发呆，就是想不明白，他派出去的这些人已经不是第一次为他办事，今天怎么就会失手了呢？你倒是说啊。永宁侯看到长公主一言不发，更是着急，走过去，双手晃着长公主的肩膀，焦急地问道：这些人都是你派出去的吧？这次是想对付谁？还不说，你小命就快没了。侯府戒备森严，对方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么多尸体扔到院子里，想必不是什么简单人物。你这是要把整个侯府都搭进去？长公主知道永宁侯和自己成婚是当初被老逼迫的，可是成婚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对自己大呼小叫过，两人说不上多恩爱，也算相敬如宾。现在发生这种事，不安慰自己这个妻子，反而指责他连累侯府，所有情绪在这一刻爆发。房间里的东西被他统统砸了一个稀烂，发泄过后才觉得心中畅快不少，不能就这么算了。说着就要起身离开。站住！你现在想去哪？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能不能把事情说清楚？我要去找皇兄，让他派人杀了那个贱人。长公主从小到大都没像今天一样受过这样的窝囊气。你要对付的人是楚王妃？永宁侯很快就想到了穆静初身上，毕竟这京城除了楚王府的人，没有谁敢这么做。在宫宴上和楚王妃虽只见过一面，可给他的感觉，这个女人确实是有这种魄力，是能干出这种事的人。不是她还有谁？长公主咬牙说道。第127章，准备启程。你为何要这么做？没事去招惹那个煞星干什么？是嫌自己的日子过得太清闲了吗？我还怕他不成？长公主说话明显底气不足。不怕。说句大不敬的话，就连皇上都要忌惮他几分。他要是真追究，谁也拦不住。他那个王妃也不是一个善茬。今天这事就是给咱们永宁侯府一个警告，告诉慈儿，以后离这个楚王妃远点。还不是他目中无人，嚣张跋扈，竟敢在大街上毁我侯府名声。行了，别以为我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把事情全都怪罪到别人头上，管好慈儿，不然真出了事，谁也保不了她。你说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慈儿不是你的女儿吗？这么多年，你心里一直没有我们母女，对我们好全都是表面功夫，你是不是还忘不了？闭嘴！永宁侯呵斥道，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呵，身份，这么多年你终于说出来了，你这是怪我当年让皇兄下旨逼你娶我？好了，此儿都这么大了，还翻这些旧账有意思吗？这些日子你就老实待在府里，今天的事别让此儿知道，外面那些我会处理。说完，永宁侯一甩袖子直接离开，留下长公主在房间里发疯。知道长公主这些日子都老实的待在府里，没出什么幺蛾子，即便长公主嘴上再硬，也知道这次的事肯定让她害怕了。只要她不来找自己麻烦，穆静初也懒得理她。现在还不是收拾她的时候，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看着手中的纸条，穆静初觉得不能再耽搁了，派出去跟踪秦王还有康王的人传回消息，秦王的人已经潜入军营，里面有人接应，康王的人去了西境与人接头，但是对方是什么人，具体说了什么，他不知道。尽管这个消息冷子墨已经知道，他还是不放心，尤其是西晋人如此歹毒，上次还给冷子墨下毒，越想越觉得要尽快动身去边关一趟。深夜，皇上的寝殿外，一道黑影快速跃上宫墙，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中。第二天就传来皇上没有上早朝的消息，这下可忙坏了皇上的几个儿子，都忙着进宫侍疾，根本没有人在关注穆静初。为了安全起见，穆静初让韩宇帮他找了一个身形与他差不多的女暗卫留在王府，掩人耳目。经过穆静初的一双巧手，与他不熟之人根本看不出两人之间的差异。这几颗药丸你留着，如果有人让你进宫，他可以帮你蒙混过关，即便太医前来诊治，也发现不出任何端倪。服下解药，半个时辰就会没事。是，属下记住了。暗卫韩星恭敬地说道。王妃，带着奴婢一起去吧，军营里都是粗人，怎么能照顾好你？铃铛从小和穆静初一起长大，从来没有分开过，现在小姐要去军营，铃铛说什么也不放心。王妃你就带着奴婢和铃铛姐姐一起去吧。翠儿也恳求道。你们两个留在王府，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帮助韩星，不能被人发现他的身份。我离开后，没事不要轻易出府，有事就去找苏大人帮忙，我已经和他说过了，知道了吗？穆静初说道。王妃你一定要小心，早点回来。两个丫鬟眼睛通红，他们也知道跟着王妃也是拖累，不过他们就是不放心王妃去边关。第128章赶路。天刚亮，穆静初和韩洛都是一身男装打扮，带着韩青和韩宇悄悄出城。江云琛知道穆静初要去边关，也知道拦不住，早早的在城外等着，要和他们一起赶往边关。一行人一路上快马加鞭，不敢耽搁。到了晚上，累了就找个僻静的地方休息，吃的也是他们离开王府时带的干粮，偶尔会在酒楼或者客栈休息一晚，天不亮就继续赶路。10几天的路程，他们仅用了6天就到了边关。主子，过了前面的青山镇就到了，咱们今晚就在这休息一晚，明天一早咱们出发，中午就能见到王爷了。韩青说道。他们都挺佩服自家王妃的，这一路上和他们一样风餐露宿，从没喊过累。是啊，嫂子，咱们休息一晚吧，我这屁股被颠的都受不了。江云琛面对穆静初还真有点自叹不如。行吧，大家也累了，咱们找个客栈，晚上吃点好的，再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明早再赶路。嫂子英明。江云琛第一个赞成。从明天开始，你们都叫我穆公子，别忘了，省得露馅。穆静初说道。是，穆公子。好了，都记住了，快走吧。这一说，我还真饿了。几人找了一间客栈，安顿好行李，一行人就在青山镇逛了起来。这边的民风和京城有很大差异，穆静初觉得什么都新鲜，没逛一会儿就累了。江云琛更是一个劲的喊饿。到了酒楼，几人点了一大桌子菜，吃饱喝足。穆静初不顾形象，瘫坐在椅子上，摸着吃饱的肚子，这会儿才觉得是真累了，根本不想动了。啧，这哪还有点王妃的样子？江云琛忍不住说道。我愿意，你有意见？不敢，我可不敢得罪你，到时候受罪的可是我。哼，知道就好。穆静初笑着说道。看到江云琛吃瘪，其他3人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你们还敢笑？江云琛佯装生气的说道。3人连连摇头，憋着不让自己笑出声来。嫂，我这嘴差点又飘了。穆老弟，这明天就要进军营了，给我点好东西呗。你想要什么？我可看见了，你那包袱里面全是瓶瓶罐罐的，我也不贪心，就要1瓶，怎么也得来点保命的东西。穆静初撇了撇嘴，随手给了他一个小白瓶，这是解毒丹，其他的回去再说。好嘞，我就知道穆老弟不是那小气的人。说着，还在韩青他们3人面前显摆了一圈。以为我们没有吗？穆公子早就给我们了。韩洛翻了一个白眼。死丫头，诚心气我是不是？穆静初看他们斗嘴，笑着说道。好了，时间不早了，咱们回去吧，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天已经很晚了，路上也没什么行人，几人说说笑笑向客栈走去。穆静初突然停下脚步，其他人也听到了动静，停了下来，好像是孩子的哭声。穆静初说道。第129章割下来喂狗。哭声微弱，
几人顺着声音拐进旁边的巷子，在一堆杂物旁看到地上躺着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孩子。穆静初快步走过去，将地上的孩子抱起来。孩子小脸通红，用手一摸，额头滚烫。孩子病了，已经没什么力气，难怪哭声这么微弱。大哥，你快点，这小娘们一会儿该醒了。滚！她一时半会醒不来，你这什么急？没想到这小娘们都生过孩子了，皮肤还是这么滑。巷子尽头，两个猥琐男人的对话，他们听得一清二楚。不等穆静初开口，韩青快步走上前，一脚将趴在女人身上的畜生踢飞。嗷的一声，男人被踢到墙上，弹回摔在地上，直接晕死过去。他刚脱下裤子，还没有得逞，就这么光着腚，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趴着。事情发生的太快，旁边的男人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看见同伙飞出去，露着雪白的大屁股趴在那。抬头看见一个凶神恶煞的男人正盯着自己看，男人吓得腿都软了。大侠，饶命，饶命！这小娘们，我们兄弟还没？你要是喜欢，你先。韩洛走过来，不等他把话说完，一拳打在他的脸上，顿时鲜血顺着嘴角流了出来，牙齿也被打落了好几颗。姑奶奶今天要了你们的命！看到受害的女人昏迷，头上还流着血，里面的肚都已经露了出来，韩洛小脾气瞬间爆发。男人哪经得起韩洛的拳头，几拳下去，男人就没声音了。好了，打死他脏了你的手。穆静初抱着孩子走过来说道。韩青，废了他们，把他们那半条腿割下来，扔去喂狗。穆静初淡淡的说道。是。韩洛先把这对母子带回客栈，孩子发热，再不医治会有危险。回到客栈已经很晚了，伙计也没在大堂，顺利的把这对母子带到韩洛房间，江云琛只能在门外守着，韩青还在处理那两个人没有回来。穆静初拿出一颗药丸，只掰了一点，让韩洛用热水化开，给孩子服下，又拿出银针，开始给女人施针。女人慢慢睁开眼睛，看到眼前站着一个男人，眼里满是恐怕，揪着被撕烂的衣服往墙角爬去。你别过来，不然我一头撞死。别怕，我们不是坏人，你受伤了，我是大夫，先给你处理一下伤口。穆静初伸出手，慢慢向床边靠近。不，别过来！女人完全不相信，嘶吼道：我的孩子呢？你们把我的孩子弄到哪去了？你放心，孩子刚吃过药，在另一个房间睡着了。就在这时，房门被敲响，女人听到敲门声，浑身一颤。主子，衣服买回来了。成衣铺已经关门了，韩宇加了银子，人家才愿意卖他一套衣服。穆静初把衣服拿进来，对着女人说道：先把衣服换了，我再给你上药。看到女人无动于衷，穆静初这才想起自己现在是男装打扮，难怪女人会如此害怕。第130章到达边关。穆静初叹了一口气，开口说道：你放心，我也是女人，只不过出门在外，这样打扮会少了很多麻烦。知道女人受到惊吓，不会轻易相信，更何况自己还在容貌上稍加改动，确实现在自己更像一个男人。穆静初只将头发散落下来，并没有褪去脸上的妆容，有些无奈地说道：我有必要骗你吗？刚才是我们救了你们母子，孩子已经吃过药了，明早应该就没事了，要是想害你，何必救你？女人上下打量穆静初，古代男人和女人虽都是长发，但是散落下来还是有区别的，看到她散落的长发，开始动摇。好了，我先过去看看孩子，你把衣服换上，上完药赶紧带着孩子回去吧，别让家人担心。听到家人，女人忍不住小声哭了起来。谢谢。穆静初回到房间，摸了摸孩子的额头，吃过药，现在已经不热了。女人看到穆静初抱着孩子进来，急忙跑了过去，从穆静初手里接过孩子。看到孩子的病确实好转，女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恩人，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要是我家宝儿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他爹，我也没脸活着了。女人说着呜呜哭了起来。你快点起来，别把孩子吵醒了，把他放到床上，我给你处理伤口。穆静初从女人口中得知，她的丈夫上了战场，家里只剩下他们母子和一个瞎眼婆婆。今天孩子病了，只是按照土方法给孩子治了治，可是到了晚上，孩子病得厉害，女人害怕了，这才带着孩子出来找郎中，谁知道半路遇到歹徒，母子差点都没命了。男人上战场保家卫国，可是自己女人和孩子差点被歹人害死，想想穆静初就觉得对那两个人下手还是轻了。离开时，穆静初给了女人一锭银子，女人说什么也不要，最后推辞不下，含泪收下，跪在地上，不顾穆静初阻拦，磕了3个响头，看得穆静初有些心酸，担心路上再遇到危险，让韩洛送他们回家。这一折腾已经很晚了，穆静初简单洗漱一下就上床了。躺在床上，想到明天就能见到冷子墨了，忍不住勾起了唇角，可能是太累了，没一会儿就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一行人在客栈简单的吃过早饭，骑着马一路直奔军营。看到眼前的军营，想的日思夜想的人就在里面，穆静初心里有些激动。韩青率先下马，被守卫拦下。韩青拿出自己的令牌，
守卫看后不敢耽搁，拿着令牌急忙进去禀告。昨天刚刚和西晋经历了一场硬仗，双方损失都不小。此时的冷子墨正在议事营帐里和几位副将商讨战情。韩冰守在帐外，看到韩青的令牌，以为王妃出事了，不然韩青为什么不在京中保护王妃，跑到边关来了，一刻也不敢耽误。转身进了营帐，将令牌放在托盘上，走到冷子墨身边：“王爷，喝杯茶休息一下。”第131章，看得见吃不着。冷子墨端起茶碗，看见了托盘上的令牌，不禁睁大了眼睛，以为自己看错了。韩冰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不知道。好在大家注意力都没在他们身上，谁也没有看到他们之间的小动作。今天就到这吧，大家也都累了，先回去好好休养，明天再议。众人离开后，冷子墨忍不住开口问道：“人呢？应该还在军营外面，是守卫把韩青的令牌送进来的。”冷子墨担心穆静初有什么意外，不然韩青绝不会跑到边关来。看到军营外的4个人时，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下来。即便穆静初再如何乔装改扮，他一眼就认出来了。冷子墨眼里根本没有其他人，直接跑到穆静初面前，一把将她抱在怀里：“媳妇儿，你怎么来了？我一直担心你，不过来看看，我不放心。一路上辛苦了，有没有遇到山匪？”冷子墨知道这一路并不太平。可嗨！江云琛轻咳了几声，不满地说道：“我们这还有好几个大活人了，你没看见？你怎么也来了？”冷子墨一脸嫌弃地说道：“嘿，你怎么说话呢？我这一路保护你媳妇儿受了多少罪？你还有良心吗？我还没找你算账呢。我媳妇儿要来，你也不说劝着点，还跟着一起胡闹。对了，还有你们几个怎么也这么不知道轻重？好了，你就别说他们了，是我要来的，你怪他们干什么？他们还不是听我的，这一路上他们没少受罪。听见穆兄弟说什么了吗？”江云琛知道穆静初一开口，冷子墨就只能乖乖听话。穆兄弟，是我让他们这么叫的，你别忘了，这军营里可是有秦王还有康王的眼线。子墨，我们都赶了好几天的路，能不能先进去再说？江云琛说道。冷子墨说着就要牵着穆静初的手：“我现在是男人，你不能和我有亲密的举动。”说着，穆静初朝着军营这边努了努嘴。果然不少人正在往这边张望，看到冷子墨凌厉的眼神，谁也不敢再看热闹，一下子就都散了。冷子墨将穆静初安排在他旁边的营帐，和韩洛住在一起。这里比较简陋，看看你还需要什么，我让人去安排。冷子墨说道。不用，这样挺好的，我又不是来享受的。你这一路上累坏了吧？我让韩洛先伺候你沐浴，吃点东西，好好睡一觉。看到穆静初眼底的乌青，冷子墨心疼地说道。还好，不过确实应该好好洗一洗，身上都快臭了。我闻闻，谁说的？我媳妇儿身上最香了。说着鼻子就凑了过来。哎呀，韩洛该回来了。你放心，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敢进来。你还是先去忙吧，我刚来，不知道多少双眼睛盯着呢。冷子墨长叹一口气，委屈地说道：“看得见吃不着，你知道多难受吗？”穆静初笑了笑，在他温热的唇瓣上轻轻落下一吻。冷子墨心心念念的人就在眼前，怎么甘心抱着穆静初加深了这个吻？第132章，不知天高地厚。冷子墨知道他累了，也不舍得闹他太久，一吻过后又抱了一会儿才离开。穆静初这次可是舒舒服服的洗了一个澡，躺到床上完全放松下来，这才感觉浑身酸痛，没一会儿就睡着了。等他再睁眼，天已经黑透了。韩洛见他醒了，急忙上前：“穆公子，你醒了？现在饿不饿？晚饭已经准备好了。”“还不饿，都这么晚了。王爷呢？”“王爷和其他将领还在议事。”穆静初穿戴整齐，看了一下自己的妆容没有问题，带着韩洛走出营帐。韩冰见穆静初走出营帐，上前说道：“王，那个穆公子，主子还在议事，吩咐属下带您四处转转。”“好。”这个时候，除了巡逻还有值岗的士兵，其他士兵都去休息了。穆静初能感觉到这里到处都充斥着血腥味，也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战场，还有战场上那些残酷的画面。议事大帐里，众将领还在为战事争论，丢失的3座城池已经收回了2座，最后一个城池久攻不下，南下也损失了不少兵力。穆静初从韩冰口中得知，西晋这次做了万全的准备，想要全部夺回丢失的城池，实属不易。要是战事再这样耽搁下去，粮草也是问题，京城那边的补给迟迟未到，恐怕这其中必定有人从中作梗。穆静初想要得到更确切的消息，看看自己能不能帮上忙，只能问冷子墨。从营地回来，穆静初直接去了冷子墨的营帐，直到天快亮了，冷子墨才回来。看到穆静初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冷子墨过去把他抱起：“你回来了。”穆静初睁开睡得有些惺忪的双眼，开口说道：“怎么趴在桌子上睡觉，也不怕染了风寒？哪有这么娇气？商量的怎么样了？”“时间不早了，先睡吧，明天一早再说。”
第二天一早，穆静初醒来，发现冷子墨还在营帐。你今天没去议事？等你一起过去。好，你等我一下。冷子墨和穆静初到议事大帐时，其他将领已经到了。看到冷子墨身后跟着一个瘦弱的公子，他们完全没放在眼里。而且他们还听说，这位新来的小白脸，昨天可是在他们王爷营帐里休息的，一时都起了八卦的心思。没想到他们王爷好这一口。穆静初自然没放过他们脸上的任何一个表情，也没理会，走过去坐在冷子墨身边的位置。王爷，咱们商讨战事可都是机密，有外人在，恐怕不合适吧？副将王志开口说道。王副将说的没错，万一咱们制定的计划泄露出去，这可是事关数十万将士，还有南下的安危。穆静初勾唇一笑，开口说道：两位将军的顾虑在下明白，可是你们怎么就断定我是细作，而不是能出谋献策的那人？你们又确定在座的各位没有私心，全都是为了南下着想吗？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也敢在本将军面前大放厥词，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王志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怒斥道。第133章刮目相看。王副将是吧？听过这么一句话吗？人外有人，山外有山，有本事的人从来与年纪无关。你不了解我，就这么下结论，是不是过于武断了？战场上最忌轻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不知道我说的对吗？穆静初说到不疾不徐的话语，让大家对这位年轻公子倒是有些刮目相看。冷子墨也不插嘴，眼里满是欣赏。他知道，只有让这些人认可了穆静初，才能真心相待。穆静初也知道这些武将都是粗人，没有这么多心思，也少了那些文臣的尔虞我诈。就像刚才对他说的话，有怀疑就会毫不掩饰地说出来，而不是笑脸相迎，背后使坏，让你防不胜防。就是知道这一点，穆静初也毫不犹疑地把自己想说的话讲出来。剑拔弩张未必不是好事，冷子墨也不恼，而是悠哉地喝着茶。好大的口气，本将军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穆静初看了一眼大厅中央的沙盘，开口说道：在下院和王副将演练一场如何？好，别说我占你便宜，给你一盏茶的时间，熟悉一下。多谢。穆静初走到沙盘前，认真看了起来。可以了，王副将开始吧。时间一到，穆静初开口说道。好，本将军让你输得心服口服。众人也围了过来。穆静初稳扎稳打，开始只守不攻。王副将嘴角勾起一个轻蔑的笑，众人眼中也都是不过如此的表情，觉得穆静初刚才的话说的有些大了。只要冷子墨看出了其中的端倪，就在刹那间局势突变。王副将眼神中闪过一抹慌乱，随后立刻镇定下来，额头出了些许冷汗。多谢王副将手下留情，让在下侥幸获胜。穆静初恭敬地说道。好，妙，我输了。王副将并没有因为自己输了而暴怒，反倒是欣赏穆静初的排兵布阵，也是他们一直疏忽的一个问题。其他人眼中是完全不可置信，刚刚明明王副将已经占了上风，结局却反转了，也让他们对这位年轻的公子多了些赞许。好了，大家还有疑虑吗？冷子墨开口问道。末将输得心服口服。王将军开口说道。好了，都坐吧，这位穆公子是绝对可以信赖之人，本王可以替他担保。冷子墨都这么说了，其他人也没有异议。开始大家都以为穆静初是王爷的新宠，担心误事，没想到确实有些本事。就在这时，传来了战鼓的声音。报，西晋大军已经兵临城下，在城外叫阵。奶奶的，这几天老子正手痒了，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说话的是军中另一位副将于德山，脾气有些火爆。王爷，末将愿出城迎战。王爷，让末将领兵迎战吧。王爷，众将军都想出城迎战，纷纷请命。本王亲自出城迎战。冷子墨开口说道。穆静初也换上了一身红衣铠甲，与一身黑色铠甲的冷子墨披挂上阵。第134章，我去给他们下点料。城门打开，南下众将士出城迎战，随后战鼓雷动，听到西晋将领还在城下叫骂。于德山手持长刀，直接催马上前。王八蛋，今天让你知道知道爷爷的厉害。很快双方交战在一起，西晋将领和于德山不分上下，两人谁都不服输。交战时间有些久，西晋将领有些力不从心。于德山知道机会来了，找准对方漏洞，挥动着手中的大刀，朝着对方将领的面门直接劈了下来。西晋将领为了躲避于德山的大刀，慌忙中摔下马。就在于德山再次举刀的时候，被前来营救的另一位小将挡住了他的大刀。受伤的将领被人救走，于德山和小将又站在一起，一连胜了西晋3位将领。南下阵营里，众将士高呼。于德山体力明显下降，反应也没有刚才灵敏，差点就被对方击落马下。王志和另一位小将前去支援。双方正打得激烈，西晋鸣金收兵，今日一战大大激励了南下士兵的斗志，一扫前几日失败的阴霾。军营里到处都是士兵的欢呼声。回到议事营帐，冷子墨表现的倒是没有其他人那么乐观，看向穆静初问道：
今天一战你怎么看？其他人闻言立刻噤声，齐齐看向穆静初。在我看来，今天西境也许是一个陷阱。穆公子此话何意？坐在下手的一位将领开口问道。据我观察，今天西境上阵的几位小将，明显是战场经验不足，想必能一举拿下南下3座城池，战斗力会这么差吗？也许是想让我们觉得西境现在有可乘之机，如果我们心急，想要乘胜追击，那么这就是他们给我们的最好借口，不能让短暂的胜利冲昏了我们的头脑。我觉得如果胜得太简单，那就是事出反常必有妖。你是说西境今天是故意战败，引我们偷袭，他们设下陷阱，让我们中计？王志明白了穆静初话里的意思。穆静初点了点头，冷子墨赞赏地看向穆静初，眼里是化不开的宠溺。他也觉得今天赢得似乎太简单了，想法好穆静初的一样。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有人提出来疑问。将计就计。穆静初淡淡地说了4个字。他们早就设下陷阱，去了不是自寻死路吗？那就看我们的部署了。冷子墨说完，走到沙盘前，认真地看了起来。王爷，我们要如何做？王志站在一旁开口问道。他们兵力肯定都聚在这个位置。冷子墨指了指沙盘上西境不显眼的入口处，想要偷袭，这里最好下手。偷袭是假，我们要趁机摸清楚他们的部署，毕竟他们营地后还有南下的百姓，没有完全把握，不能贸然行动。我带人过去给他们加点料，趁机观察地形。穆静初开口说道。不行，太危险，你不熟悉地形。冷子墨言辞拒绝。你不让我去，我也会想办法自己过去的。我说了不行，要是不听话，我就送你回去。哼，你说了不算。其他人看得目瞪口呆，这个穆公子怎么敢这么和王爷说话？可怎么看都有点撒娇的味道。大家的目光在两人之间来回的看了看。第135章，英明神武的楚王殿下。嗨嗨，明玄一直站在冷子墨身后，听到两人的对话，也看到了大家的目光，赶紧轻咳了2声。主子，要不属下带人去一趟。穆静初转过身，背对着大家，使劲的眨了眨眼睛，一脸讨好的说道：有明玄跟着你放心，我一定会安全回来的。大家看不见他的表情，可是站在冷子墨身后的明玄看得一清二楚，他只能装傻，抬头看着屋顶。冷子墨都要被他的表情差点气笑了，他到底知不知道这趟会有多危险吗？也知道他此刻的想法就是想让大家彻底认可他，无奈只能点头答应。多谢我们英明神武的楚王殿下，在下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穆静初高兴地说道。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自己的安全最重要。冷子墨不放心地说道。这个我知道，王爷给我10个轻功最好的人就行，到时候跑路也多一层胜算。明玄，你现在就去安排人给王不穆公子。是，现在咱们商讨一下，我们要如何配合。夜幕降临，众人才纷纷离开营帐，按照事先安排好的各自进行部署。冷子墨拉着穆静初回了营帐，跟在身后的韩洛几人谁也不敢进去，只能守在外面。冷子墨什么话也不说，进了营帐直接吻了下去，直到穆静初有些喘不上气才放开他，最后还在他的唇上轻轻咬了一下。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你知道这次行动有多危险吗？穆静初被他吻的还有些气息不稳，窝在他的怀里，小心翼翼地回抱着他，缓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道：我知道，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自己的安危放在第一位的。穆静初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不想一直躲在你的身后，我想和你并肩作战，希望能为你分忧。别忘了，我以前也是一名军人，骨子里一直都有一颗保家卫国的心。再说了，下药这种事还是我亲自去，比较放心。媳妇儿，让你跟着我受委屈了。冷子墨将头埋在他的颈窝，小声地说道。这有什么委屈的？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带的药不多，即便手里有草药也来不及了。不过让他们尝点苦头还是没问题的。好，你先准备着，明玄安排的人都是我的暗卫，他们都知道你的身份，也一定会保护好你的。放心吧，让明玄把他们叫过来，我有话说，你去忙吧，不是还要那个细作传递消息吗？好。穆静初将带来的泻药发给暗卫，还给了他们一些毒粉，以备不时之需，也在他们兵器上涂了剧毒，每人发了1颗解毒丹，一切准备就绪。穆静初又反复检查了几遍，没有遗漏，这才放心。穆静初还是有点紧张的，眼看就要到了约定的时间，冷子墨才回来，一定要小心。冷子墨还是有些担心。放心吧。穆静初拍了拍他的肩，一副胸有成竹的说道。走吧，我安排了一个熟悉路的士兵给你们带路，这些日子打探消息都是他去的，对那一带还算熟悉。好。第136章，潜入军营。穆静初和暗卫跟着带路的士兵一路绕到了一片密林处。穆公子，从这个树林穿过去是一个山崖，下面就是西境军营的军营。穆静初拿出冷子墨给他的建议地图，在上面做了标识，观察了一下四周的地形，对士兵说道：谢谢，你回去吧，告诉王爷一切按计划行事。好，穆公子多加小心。
时间紧迫，穆静初一行人不敢耽搁，穿过密林就看到了一处陡峭的山崖。不得不说，西晋人找的这处营地位置很是用心。营地前面是全是平坦的大路，视野开阔，背后是一个陡峭的山崖，还有士兵看守。如果有大队人马想偷袭，目标太大，从山崖处下来肯定会被发现。如果人数太少，即便发现不了，胜算也不大。穆静初带着暗卫在山崖四周转了一圈，并没有着急行动，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观察西晋军营里的情况。能看见靠近这后山的地方，应该是西晋大军伙房的地方。军营中有几十辆推车，上面装满了大木桶，还有几个营帐，周围有重兵把守，想必应该是他们的粮草，还有士兵不停的巡逻。穆静初勾唇一笑，要真是他们伙房，就太好了，得来全不费功夫。现在还不是他们里外夹击的最好时刻。这里距离西晋占领的南下最后一个城池不过几公里的路程，没有一个完全的准备，不能把他们逼急了，不然狗急跳墙，西晋人杀进城，倒霉的只能是南下那些无辜的百姓。找到了适合他们偷偷下去的地方，穆静初让明玄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索，刚要绑在身上，明玄开口说道：“王妃，还是让我先下去。他们这么多人，怎么能让王妃打头阵？好，你下去之后，没有异常就拽一下绳索。”我知道了。山崖虽说陡峭，对明玄来说却不是什么难事，身上又绑着绳索，很快就到了崖底。一队巡逻的士兵从这边经过，没有发现崖底有人。明玄见士兵走远，拽了一下绳索，上面的人收到信号，也都跟着下来。韩宇被穆静初留在上面，以防万一，也好在他们撤离的时候做好接应。眼看着和冷子墨约定好的时辰就要到了，几个人分开行动，把手里泻药下在木桶里。跟着穆静初一起来的都是冷子墨身边武功极高的暗卫，做这点小事，几个伙夫根本发现不了。他们原定计划就是冷子墨带人在前方佯装偷袭，把目标都吸引过去，好让穆静初他们下药。西晋的细作已经传递了消息，想必他们也信以为真，也觉得这后山很安全，只留下机队巡逻的士兵，各自完成任务，聚到提前约定的地方。这个时候能听到军营外厮杀的声音。穆静初指了指有重兵把守的几个营帐，小声说道：“韩青，你带几个人弄清楚这里面究竟是不是粮草。明玄，你跟着我前到主帅营帐，记住，现在还不是打草惊蛇的时候。这次咱们主要就是要弄清楚他们军营里的部署，一定小心。咱们只有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后在我们下来的那个地方汇合。时间一到，不管是谁没有回来，不要去找，迅速把山崖上的痕迹清理干净，不能让他们发现。听明白了吗？”第137章，有什么话先离开再说。几人分头行动，穆静初和明玄躲过了巡逻的士兵，越接近主帐，厮杀的声音越是清晰，而且前方营帐灯火通明，他们就这么过去，很容易被发现。先回去。穆静初小声地说道。两人快速撤回到后山处，看到一个营帐前有2个士兵把守。穆静初用手在脖子上做了一个动作，明玄立刻心领神会。穆静初指着左边的那个士兵，又指了指自己。明玄明白他的意思，两人开始行动，绕到营帐后面，见四周没有巡逻的士兵，两人迅速出手，2个士兵还没来得及反应，就直接倒下。快，把他们衣服扒下来换上。王妃，还是我来吧。明玄可不敢让王妃去扒男人的衣服，除非自己活够了。穆静初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只能在心里翻了一个白眼。快点！两人换上西晋士兵的衣服，穆静初拿出一个小瓶，将里面的药水倒在士兵的尸体上，很快有一种烧焦的味道。再看2具尸体，肉眼可见的消失了，地上除了烧焦的痕迹，其他什么也没有。还不错，不过还有待改进。明玄看着眼前的一切，愣在原地。走了，不然真的来不及了。穆静初拍了一下明玄。哦，两人顺利地混入到了巡逻的队伍当中。你们是谁？怎么没见过你们？站在明玄前面的一个士兵回头问道。明明他是最后一个，不知道身后什么时候多了2个人，而且非常面生，让他提高了警惕。我们是齐将军身边的侍卫，南下人今夜突然偷袭，主帅担心后山这里也有南下人，特意让我们过来盯着点，跟着你们一起巡逻，加强防范。难怪没见过你们，原来是齐将军身边的人。放心吧，后山那么陡峭，谅他们也不敢来，还是小心点好，少说话，注意观察。知道了。士兵不情愿地闭了嘴，不就是将军身边的人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巡逻的队伍到了主帅营地，看到留守的将士一个个也是严阵以待，还真不好下手。看到主帅营帐了吗？穆静初小声问道。明玄点了点头。待会儿咱们巡逻到那里就下手，动作一定要快。好。正在这时，前方一阵骚乱，就看见西晋的一位将领身受重伤，被人抬了进来。两人趁乱快速跑到主帅营帐外，将事先准备好的火油倒在主帐和附近几个营帐上。很快，几个营帐起了火，西晋士兵也是慌了。明玄立刻大声喊道：“快救火！”走！趁乱，两人快速向后山跑去，也没人注意到他们。
眼看着时间就要到了，还没看到王妃的影子，可把几个暗卫急坏了，正商量着要不要回去找人，就看到2个人朝他们这边跑过来。天太黑，看不清容貌，只能看到来人穿的是西晋士兵的衣服，还以为是他们被发现了，想着先把2个人解决了再说。韩青，王妃，是王妃回来了，快上去，有什么话先离开再说。第138章，我是不是很厉害？韩宇一直在山崖上等着接应，倍感煎熬，还不如让他跟着一起行动。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还没有信号。王妃告诉他，如果规定时间内没有回来，他就要把这里的痕迹清理干净。现在他真是有点百爪挠心。感觉到了绳索的晃动，韩宇心里一喜，急忙将绳索固定好。很快穆静初就带着人上来了，韩宇和另一个暗卫留下善后，其余的人快速离开。一行人快到密林出口时，隐约看到了几束火把的亮光。为了安全起见，其他人先隐藏，明玄出去查看情况。很快传来了明玄暗号的声音。穆静初刚出密林，就被一双大手抱入一个宽阔坚实的胸膛。其他人见状，纷纷转过身。媳妇儿辛苦了。听到冷子墨的声音，穆静初感到无比的踏实，双手环抱着他的腰，将头靠在他的胸口，开口说道：“我是不是很厉害？”咱们还是先回去，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在这么多人面前搂搂抱抱，穆静初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带回到军营，2人直接去了议事大厅，众将领还在那里等着他们的消息。王志还有几位将领身上都有伤，已经简单包扎过了，脸上也带着疲惫的神色。看到他们进来，于德山第一个坐不住了，开口问道：“穆公子如何了？”穆静初坐下，拿起手边的茶碗，一口气喝完，才开口：“一切还算顺利，明天我会把他们营地的地形图画出来，这次一定要做好完全的准备，不能给他们喘息的机会。过了今晚，估计他们顾不上我们了，2天以后，他们士兵的腿都软了，根本没有力气再战，这就是我们出击的最好时候。”好，于德山大笑起来，众人脸上也难掩喜色。回到营帐，穆静初才开口问道：“康王和秦王的眼线如何了？今晚偷袭西晋大营，他们都死在混战中了。”冷子墨还表现出一脸惋惜的样子。穆静初被他的表情逗笑了，这也是他们计划好的。其实在昨天偷袭之前，双方的眼线就被冷子墨杀了，正好有了借口，毕竟死了不少人，其中还有副将，即便他们有怀疑，也找不出证据。军营中的细作，在昨天双方交战的前，冷子墨让人把他带到西晋阵营前，当场射杀，身上的箭雨把人都扎成了刺猬。天都快亮了，赶紧吃点东西，好好睡一觉。穆静初还真有点饿了，看见桌子上的鸡腿，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啃着鸡腿，嘴里含糊不清的说道：“我吃完了，还是回去睡吧，让人家看到不好。”谁敢多说一个字？开玩笑，他和媳妇儿睡觉，谁敢嚼舌根？现在我在他们眼里，毕竟是个男人，反正咱也不差这几天了。谁说不差？我就差这几天。冷子墨此时就像个受气的小媳妇。好了，别生气了，今晚你也累了，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刚才听韩冰说，你一个人杀了西晋好几个将领，可有受伤？第139章，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几个废物而已，岂能伤得到我？你放心吧。2人又说了一会儿话，看穆静初确实又累又困，还是不舍得看着他回了自己营帐休息。这2日，冷子墨和穆静初一直在议事大厅和众将领商议战情，这次一定要定制详细计划，确保万无一失，将丢失的城池夺回来，还不能让西晋人有机会伤害百姓。西晋大营那边可就不太平了，穆静初在他们的水桶里放了泻药，现在整个军营的人都在拉肚子，场面极其壮观，军营里到处充斥着难闻的气味，就像穆静初说的那样，他们现在腿软的，别说上战场了，就是站都站不起来，就连军医都没能幸免，他调制的解药根本不管用。西晋太子的毒还没完全解，现在也顾不上了。在接到密报后，马不停蹄连夜赶了过来，看到军营的惨象，气得差点吐血，还不等他们找到解决的办法，南下大军已经兵临城下，根本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本想要挟持南下百姓，可是后路也被堵死了。这一仗可以说南下几乎没有损失，西晋不但损兵折将，还被俘了2万士兵。冷子墨提前精心部署，不但拿回了西晋夺走的城池，还乘胜追击，连夺西晋2座城池。要不是西晋太子的侍卫拼死保护，太子差点被生擒。冷子墨特意让人买来牛羊犒劳众将士，大家围坐在篝火旁，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这是他们半年多以来难得放松。有人笑着笑着大哭起来，大家都有不约而同的红了眼眶。他们有的人想起了自己死在战场上的同伴，有的想起远在家乡的亲人，看着他们一张纸稚嫩的脸庞，穆静初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只觉得心痛。几位将军都来和冷子墨喝酒，穆静初一个人拿着酒壶，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一手撑着头，一手拿着酒壶，看着天上的繁星。怎么一个人跑到这来了？冷子墨发现人不在身边，焦急地四下寻找，看到穆静初正安静地坐在那里，这才放下心了。你怎么也来了？我喝的有的上头。
冷子墨在他身边坐下，把他的头放在自己的腿上，双手轻轻帮他按着太阳穴，柔声说道：“我给你按一会儿，就没这么难受了。”明玄和其他暗卫跟着一起过来，看到王妃已经找到，都自觉地站得远一点，背对着自家主子，不让人过来打扰。咱们什么时候回京？奏折已经递上去了，皇上旨意一到，大军就能班师回朝了。我出来时间也不短了，先带着韩洛他们回去，在家等你。不用，京城传来消息，他们现在顾不上楚王府，也没人发现你不在京城。等接完圣旨，我带你四处走走，其他的事情就交给王志。真的？穆静初高兴地坐了起来。你不用跟着大军一起回京，他们还要交接西晋那2座城池，大军回京怎么也要20多天，赶在他们进京前会合就行。好啊，咱们什么时候动身？第140章回到青山镇。冷子墨也是行动派，等安排完军营各种事宜，皇上的圣旨也到了。接完圣旨的第2天，一行人趁着夜色离开了军营。他们先到了青山镇，还住在之前的那个客栈。到了客栈，穆静初和韩洛都恢复了女儿身的装扮，换好衣服，安顿完行李，穆静初迫不及待地想要出门。上次来的匆忙，根本没有时间好好逛逛这青山镇。他可记得这镇上可是有不少好玩的东西，街道上行人不少，两旁商铺琳琅满目。穆静初也算见过大世面的人了，可还是喜欢这里的东西，几乎每个铺子都要逛逛，也没忘了给韩星还有铃铛和翠儿买礼物。不只是几个暗卫手里拎着不少东西，就连江云琛也未能幸免。嫂子，咱们找个地方歇会儿再逛行吗？江云琛表情痛苦地说道。你要是嫌累，就回客栈待着。冷子墨没好气地说道，自己媳妇儿这才出来一会儿的功夫，这家伙就喊累，真不应该带他出来。说着又看向明玄几人，几个人立刻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我们不累。对，一点不累。其他人附和道。你们？江云琛刚想开口，被穆静初拦下。我也有点累了，前面有个茶楼，咱们进去歇会儿，晚上你们想吃什么随便点。好啊，那我可要好好想想晚上吃什么。江云琛高兴地说道。你累了怎么不早说？看到冷子墨这么双标，江云琛都怀疑自己这个兄弟被人调包了，大大方方地给了他一个白眼。我说子墨，你能不能顾及一下我们这些人的感受？我管你们有什么感受，我媳妇儿高兴就行，再多嘴让你10天半个月说不了话。江云琛暗自嘀咕了几句，现在冷子墨眼里只有他媳妇儿，万一真的10天半个月不让他说话，还不得憋疯了。看到他吃瘪，冷子墨心情极好。一行人到了茶馆，也没要包间，就坐在1楼大堂里。穆静初觉得这样才有气氛。茶馆里一对妇女正在弹唱，少女只有16、17岁的样子，长得眉清目秀。虽然不知道少女唱的是什么，不过穆静初觉得挺好听的，让韩洛给了他们1锭银子。妇女十分感激的朝着他们这桌行礼，继续为大家弹唱。穆静初一边听着小曲，一边听着冷子墨和江云琛斗嘴，难得有时间出来玩，还这么放松，忍不住笑得唇角弯弯。放开我，放开我！突然琴声停了，穆静初听到少女的声音，抬头看过去，坐在靠前的几桌客人见状纷纷起身躲避。你能别这么犟吗？跟我回去，我一定会把你们安顿好的。一个男人20岁上下，身材偏瘦，面容俊秀，一双黑眸透着隐忍，也带着怒气。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回去的。哟，小娘们长得还不赖，一看就是个厨。你要是没看上刀兄，跟着哥哥我回去也行啊。一个浑身长满肥肉，一脸猥琐的男人盯着唱曲的姑娘，不怀好意地说道。第141章，还有没有王法？你放开我女儿，我们就是死也不跟你回去的。站在一旁的老汉看到女儿受辱，急忙将琴放下，把女儿拉到身后。老东西，别给脸不要脸，高兄看上你闺女，那是你们家几世修来的福分，答不答应可由不得你。呸，谁愿意要这福分谁要，我们妇女受不起。老汉盯着胖男人，毫不示弱地说道。刘兄，今日招待不周，还请见谅，我现在还有些事要处理，下次我做东一定好好给刘兄赔罪。哼，今天的事别怪我没提醒你，要是被张小姐知道了，多谢刘兄提醒，这份恩情高某记住了。都是男人，我理解，既然你还有事，我就先走一步了。胖男人临走的时候，眼睛还不住地在唱曲的姑娘身上来回的看，那眼神看了就让人恶心。走，跟我回去。男人拉着少女就往外走。我说了死也不会跟你走的。两人僵持着，掌柜的急忙上前劝说。男人见少女铁了心不跟他走，只能甩袖离开。一场闹剧结束，穆静初看着台上的少女，眼眶通红，强忍着眼泪不让她留下来。这两人是认识的吧？江云琛开口问道。不等穆静初开口，他们旁边桌的客人开口说道，这唱曲的姑娘和刚才那个姓高的从小就定了亲，后来这姓高的不知走了什么运，被知府千金看上了，棒打鸳鸯。还不是姓高的那小子想攀附权贵。穆静初最看不起靠女人的男人，那可是知府大人的千金，那可不是谁都能攀上的。男人羡慕地说道。
穆静初白了他一眼，一脸嫌弃的扭过头，不再搭理他。又坐了一会儿，唱曲的姑娘也离开了，歇得也差不多了，几人就离开了茶馆。本以为是个小插曲，刚走出没多远，就听到旁边的巷子里传来辱骂的声音：“贱人，本小姐警告过你，离连昭哥哥远点，再敢勾人连昭哥哥，我就把你卖到窑子里，让你当个千人骑万人枕的荡妇。我根本没有勾引他，是你不让我们妇女离开青山镇的。”啪啪，小姐身边的丫鬟过去就是2巴掌，少女的脸肉眼可见的肿了起来。还有没有王法了？你们简直欺人太甚！放开我女儿！老汉被几个小厮压制着，根本动不了，双眼猩红，对着小姐嘶吼道：“老不死的，跟本小姐提王法！你是不是活腻了？你们给本小姐好好教训教训这个老东西！”是，求求你了，张小姐，我爹身体不好，你有气可以冲我来，别打我爹了。少女跪在地上不住的磕头：“你让我们离开青山镇吧，我保证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高连昭。”张小姐狠狠地踩在少女的手上：“呸，小贱人，你！哎呦！”啊！张小姐话还没说完，就听见2声惨叫声，回过头看见小厮躺在地上，表情痛苦，捂着胳膊不断的哀嚎。第142章，真是活腻了！你们谁是？竟敢管本小姐的事，真是活腻了！韩洛笑着走过去，1巴掌打在张小姐的脸上，随后甩了甩手，脸皮真厚，打得我手都疼了。穆静初走过去，将少女扶了起来，少女一眼就认出穆静初是刚才在茶楼给了她1锭银子的客人，急忙开口说道：“这位夫人，你们赶紧走，离开青山镇，不能因为我们妇女连累了你们。张小姐不是你们得罪得起的。你敢打我，你们给我一起上，打死这2个不知死活的贱人！”张小姐从小到大都没挨过巴掌，捂着脸对身边的随从怒吼道：“别怕！”穆静初拍了拍少女颤抖的身子，看着众人轻蔑地说道：“就你们这几个垃圾，信不信我一脚给你们踢墙里，抠都抠不下来的那种！少说大话，得罪了我家小姐，还想活着离开青山镇！弟兄们，把这2个小娘们！”不等随从的话说完，穆静初抬起一脚，直接踹在他的心口上，咚的一声，随从真的挂在墙上，口吐鲜血。刚才还嚣张的张小姐此刻也不敢出声，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穆静初，吓得躲到丫鬟身后。站在巷口的明玄还有其他几个暗卫，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口的位置，心中暗想：以后就是得罪王爷，也不能得罪王妃。怎么，就这点能耐？穆静初拍了拍张小姐的脸，问道：“刚才那股嚣张劲呢？你知道我是谁吗？你要是敢动我爹不会饶了你们！我管你爹是谁，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你们当街就敢行凶，我们这是自卫，懂吗？现在赶紧滚，不然一会儿你们想走也走不了了。”“好，你给本小姐等着，咱们走。”张小姐带着张府的人狼狈的离开，被踢飞的那个随从也被人架着离开了。可害！老汉挣扎着起来，跪在地上，满脸泪痕：“宝银，快过来给恩人磕头！”“爹！”宝银急忙过去扶住老汉，跪在地上：“老伯，快起来吧，你身上还有伤。”穆静初过去想扶起老汉，被老汉拒绝：“恩人，是我们妇女连累了你们，刚才宝银说的没错，张家不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你们赶紧离开吧。”说着，父女2人说什么也要给穆静初还有韩洛磕头。“好了，老伯，你们快起来吧，张家这么欺辱你们，你们怎么不离开这青山镇？”“哎，张小姐说，如果我们敢离开青山镇，就要把宝银卖进青楼，张小姐可是知府的千金啊，这哪里还有我们的活路啊？”老汉说着掩面哭了起来。岂有此理，一个知府的女儿就如此嚣张，刚才真不应该让她就这么离开。韩洛气得直咬牙。冷子墨站在后面，将老汉的话听得一清二楚。韩冰，去查一下这个知府。是，老伯放心，恶人早晚会得到惩罚。你们要是害怕他们来找麻烦，就去我们那里避一避。穆静初开口说道。第143章，可靠吗？不能再连累了各位恩人，大不了就是一条命吗？穆静初从宝银的话中听到了绝望。他们刚教训了张小姐，既然已经管了，就管到底吧。要是这个知府真是仗势欺人、鱼肉百姓的昏官，那么他的好日子也到头了。走吧，老伯身上还有伤，先跟我们回去再说。看着老汉佝偻的身子，还有满身的伤，穆静初真的感到心酸。宝银捡起地上已经破败不堪的琴，泪水再也忍不住了，死死咬着自己的下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扶着老汉跟着穆静初他们回了客栈。冷子墨已经提前让韩青回客栈安排了房间，还给他们准备了饭菜还有衣服，父女2人又是千恩万谢。回到房间，穆静初开口问道：“看这个张小姐这么嚣张，想必她那个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打算怎么办？”“我已经让韩冰去调查了，等手里有了证据，让云琛写一封信，连同证据一起交给吴巡抚，想必没人敢包庇他。冷子墨现在应该在军营，不能暴露身份，
不过江云琛宣平侯世子的身份足以让他们害怕。知道寒冰调查需要时间，就算这个时间回来，也不敢打扰他们休息。冷子墨开始哄着媳妇儿上床睡觉。第二天一早，冷子墨是神清气爽，穆静初则是腰酸背痛。媳妇儿，我帮你穿衣服，一会儿让他们把早饭端到房间来。你要是累了，今天咱们就在客栈休息一天。穆静初白了他一眼，你还好意思说？都怪你，要是被他们知道了，还不被笑话死？不用理他们。再说了，你觉得他们谁敢笑话你？说着，冷子墨又坐到床上，来，你躺好，我给你放松放松。我谢谢您了，还是离我远点吧。穆静初穿好衣服下床洗漱。寒冰回来了吗？已经回来了，吃完早饭，有什么事吃完早饭再说。你不觉得奇怪吗？昨天那个张小姐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依着她的性子，青云镇会这么平静吗？穆静初疑惑地问道。今天天不亮就有官差来查，云琛给挡回去了。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你累坏了，睡得像头小猪，能听得见吗？吃过早饭，把寒冰叫过来，他手里还拿着几本账册。主子，昨天我潜入张知府的书房，里面发现了一个暗室，这些都是从里面找出来的，还有几封信。说着，将手里的证据都递了过去。账册里面记录都是一些他贪污受贿的证据，甚至还牵扯到了京城那边，信件就是他们往来的证据。冷子墨翻看完账册还有那些信件后，强忍着心中的怒火。寒冰继续说道：主子，属下打听过了，这个张文德有2子1女，可以说他们在这青山镇是一霸，没人敢招惹。你和云琛带着这些证据亲自去找一趟吴巡抚，他知道该怎么办。是。那个吴巡抚可靠吗？穆静初担心冷子墨暴露行踪。放心吧，吴巡抚可以相信。两人正说着话，韩洛手里拎着一个鼻青脸肿的男人就进来了。第144章，我出去看看热闹。这是？穆静初诧异地看着韩洛开口问道。主子，我在宝英姑娘家门口看到这个男人，他在门外鬼鬼祟祟的，看见我就跑，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韩洛递过来几张银票，还有一个纸包。穆静初打开纸包，看清楚里面的东西，不禁皱眉，这鹤顶红你从何而来？你是打算谋害宝英妇女？不是。男人抬头大声喊道。穆静初这才看清楚是高连昭，难怪他没认出来，一张脸被韩洛揍得确实有些惨。那是给谁准备的？别告诉我是你要给自己下毒。见高连昭闭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穆静初也不恼，倒是把韩洛急得不行。再不说，信不信姑奶奶我杀了你？一把匕首抵在高连昭的脖子上，立刻出现一道血痕。杀呀，有本事你们就杀了我，宝英和老爹一夜都没回去，是不是被你们害了？高连昭突然睁开眼睛，双目赤红，大声吼道：你们要是不动手，可别后悔，早晚我要毒死张双那个贱人。现在我最后悔的就是当初不该下水救了那个贱人。穆静初看着跪坐在地上，眼泪鼻涕呼了一脸，再加上他那张惨不忍睹的脸，忍不住嘴角抽了抽。你还在乎宝英的死活？穆静初问道。要不是张双用宝英威胁我，我宁愿死也不会受这份屈辱，是我无能害了宝英。你今天去找宝英干什么？高连昭好像陷在自己痛苦当中，随时等着赴死，无论怎么问就是不开口。你要是老实回答我的问题，我可以让你见宝英一面。真的？你是张家的人，怎么会好心让我们见面？信不由你。好，我可以告诉你，不过一切与宝英无关。穆静初点了点头。我想让宝英和老爹偷偷离开青云镇。你想毒死张双？是，不过这件事宝英真的不知道。你不知道杀人偿命吗？他该死。高连昭咬牙说道，眼神都是恨意。还好你没铸成大错，韩洛带他去见见宝英姑娘吧。我做的这一切，宝英确实不知情，还请你放过他们父女。冷子墨不愿听他再废话，挥手让韩洛将他带下去。这个张双也算是恩将仇报，人家好心救他一命，反倒遭了厄运。不过这个高连昭也是个有主意的，竟然忍了这么长时间，就是为了毒死张双。不说他们了，等云琛他们回来，咱们就离开这。冷子墨话音刚落，楼下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明轩，外面怎么回事？冷子墨不悦地皱了皱眉。主子，张知府说昨天有歹人闯入青山镇，现在要搜查。真是上赶着送死啊！现在把张文德绑了，等云琛回来处理。是。明轩刚要离开，冷子墨继续说道：太吵，让他们闭嘴。是。明轩出去没一会儿的功夫，外面的吵闹声就停止了。我出去看看热闹。穆静初这会儿来了精神。第145章，可要好好感受哦。在冷子墨心里，只要自家媳妇儿高兴，想干什么都行，跟在他身后一起走出房间。穆静初站在2楼的楼梯上，看到1楼大厅绑着10几个官差，佩刀也都放在桌子上，掌柜的还有伙计已经吓得瑟瑟发抖，躲在桌子下面不敢出来。他们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来历，
竟敢把知府大人还有知府千金都绑了。这知府大人以后能饶得了他们吗？别说开客栈了，就是小命都不知道能不能保得住。想到这，掌柜的连哭都哭不出来了。张双儿手脚都被绑着，嘴里还塞了一块破布，不停地挣扎。抬头看见楼梯上的穆静初冲着张知府呜呜地说着什么，就是发不出声音。张知府顺着女儿的目光看过去，就看到了楼梯上的二人。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知府，自然不认识南下的楚王殿下。不过这男人看上去就有一种上位者气势，身上自带着一种杀气。昨天他刚回府，就看到女儿顶着一张红肿的脸，哭的那叫一个委屈，当时就在府中大怒。跟着一起出去的下人，每人都挨了20板子，随后就派人连夜搜查。谁知道宣平侯世子竟然在青山镇，除了这间客栈，其他地方都搜过了，没有女儿说的那伙人。他让人盯着客栈，知道宣平侯世子一早就离开了，他这才亲自带人来搜。没想到还没来得及搜查，就被人给绑了。要是传出去，他这个知府以后还有什么威信？穆静初示意明玄将张知府口中的破布拿下来。怎么样，知府大人，这种滋味不好受吧？穆静初站在台阶上，笑眯眯地问道。既然知道本官是知府，你们还敢如此？知道绑架朝廷命官是何罪吗？宝银和高连昭在听到动静的时候就出来了，看到眼前的一幕，早就被吓傻了。这可是知府大人啊，要不是为了帮自己，恩人也不会和知府对上。他不能害了恩人。刚想站出来，被站在一旁的韩洛拦下，示意他们不要说话，先回房照顾受伤的老汉。我不知道，你告诉我呗。听着穆静初毫不在意的口气，气得张文德一口气差点没上来。哼，你要是识趣，就把我们放了，不然你们休想走出青山镇。吓死我了！穆静初拍了拍胸口，相公他吓唬我，我害怕。穆静初撒娇地说道。暗卫忍着不敢笑出声，只能抬头看着房梁，尽量不让自己笑出来。冷子墨知道小媳妇儿想玩，也非常配合地说道：不怕呀，他说错话了，我这就让人掌嘴，再让他给你磕头赔礼道歉，你看行吗？先打着看吧。穆静初声音嗲嗲的，站在一旁的暗卫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放肆！你这个！啪！不等张文德开口，明玄一个巴掌就扇了过去。咚的一声，张知府的头就重重磕在地上，耳朵嗡嗡作响。手重了。明玄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哎，人家都说了是知府，你下手还这么重，换一个人，这次轻点，一会儿让知府大人点评一下，你们谁温柔？张知府，你可要好好感受哦。第146章，相公你真好。暗卫们听后，一个个都跃跃欲试，从来还没有过这样的任务。王妃这个主意不错。韩宇第一个上去，对着张文德的脸就是一巴掌。刚刚想起身的张文德又被扇倒在地，头撞地的声音听着都让人觉得疼。让开，就你们这群大老粗，我看是温柔不了了。韩洛走过去，看着倒地不起的张文德，对着其他暗卫说道：把他扶起来。韩洛这一巴掌下去，声音倒是不大，可是张文德吐了一口鲜血，里面还有几颗牙。还是你温柔。韩宇站在一旁，忍不住竖起大拇指。穆静初和冷子墨两人也忍不住笑了起来。那是你们前面打得太重了。韩洛瞪着眼睛对韩宇说道。姑奶奶，是我们的错。韩宇可不敢把这位姑奶奶惹急了，不然可有他受的。你们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张文德此时脸已经肿得像个猪头，心中暗自发誓，今日所受的侮辱，他日一定100倍奉还。只是他并不知道自己没了以后，你全身上下就这张嘴最硬，都到这个份上了，还敢威胁我们？事到如今，你觉得京城那人还会保你？张文德一脸惊恐地看向穆静初。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知道什么？我知道的也不多，反正就凭你暗室里的那些东西，京城那人现在和你撇清关系还来不及呢。你觉得他还会管你？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张文德此刻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你还没资格知道，不过我却知道，从现在开始，你的好日子到头了。你们到底是谁？张文德现在心都在发颤，他就算再糊涂，也知道这两人的身份不简单，只是不敢去猜。主子，吴巡抚来了。韩青上前恭敬地说道：把这些人带下去，让吴巡抚来见我。说完，牵着穆静初的手回了房间。是，参见王爷、王妃。吴巡抚恭敬地说道。不必多礼。谢王爷。云琛给你的东西都看了吗？下官已经看过了，是下官失职，还请王爷给下官一个机会，一定将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给青山镇百姓一个交代。剩下的事交给你处理。吴巡抚急忙开口。王爷放心，下官一定将事情办妥。好，下去吧。待吴巡抚离开后，穆静初开口说道：你不怕他会出卖你？吴大人是自己人，你不必担心。那你不早说。好了，是我的错，应该跟媳妇儿说清楚。现在有人去处理这些事情，明天咱们就离开这。我现在让明玄去找辆马车，路上你要是累了也好休息。好相公你真好。
说着在他脸上轻轻亲口一下。就这么简单的亲一下，冷子墨可不答应，想要伸手抱住他，被穆静初躲开了。我现在还有事，去宝银姑娘那边看看，很快就回来。说着赶紧溜出房间，不然大白天的，这个男人肯定又要没羞没臊的要占他便宜。第147章，离开青山镇。宝银一家已经知道知府被抓了，从今往后他们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想要去谢恩，没想到恩人来看他们，一家人跪下给他重重的磕头谢恩。穆静初不知道高连昭和宝银最后会如何，他不会多嘴，只是单纯的来告别。江云琛从早上离开就没看见他，直到吃晚饭才回来。可能是这一天饿坏了，看到桌子上的菜，两眼放光。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这一天你跑哪去了？饿成这样？冷子墨嫌弃地问道。我一天没吃饭，去找吴巡抚，来回跑了这么远的路。吴巡抚早就到青山镇了。我知道，我跟着他们一起去张文德家了。说到这，江云琛有些激动。你们知道那个张文德，除了书房那间密室，在他睡房里还有间密室，里面足足有50多箱金银珠宝。怎么你羡慕？冷子墨问道。我可没他这大的胆子，把一家子的小命都玩进去了。江云琛急忙摇头。今天辛苦你了，吃完饭回去好好休息，明天一早咱们离开这里。江云琛听到冷子墨和他说辛苦，一副见鬼的表情，放下筷子，想抬手摸他的额头，看他是不是发烧。还没摸到额头，就被冷子墨抓住手腕，声音冰冷，手不想要了。江云琛听他这么和自己说话，这才放心。你刚才和我说话这么客气，我还以为你发烧了，不过现在可以证实，你还是那个不近人情的家伙。冷子墨差点被他的话气笑了，看来你还是欠揍。第二天一早，穆静初坐在马车里，四下看了看，特别满意。马车外观看上去比较普通，里面却暗藏玄机。马车里足够宽敞，还有许多暗格，存放一些吃食，中间还摆放了一个小茶炉。马车上准备了软垫，铺开后还可以躺在上面休息。韩青，前面找个阴凉的地方，咱们休息一下，大家都吃的东西。穆静初挑起车帘，对着赶车的韩青说道。是。再走半个时辰，有一处林子，咱们去那休息。冷子墨坐在一旁开口说道。一行人到了冷子墨说的地方，果然树林成荫。穆静初下了马车，站在原地反手叉腰，扭了扭坐的有些僵直的身子。韩洛几人则是把准备好的吃食拿出来。赶了半天的路，大家确实都饿了，暗卫们自觉地找了一个远离主子的地方坐下来。冷子墨黑着一张脸，看着吃得津津有味的江云琛，恨不得一巴掌把他拍飞。这个人怎么就这么没眼力见，影响他和媳妇吃饭？子墨，你怎么不吃？你要是不饿，我替你全吃了。江云琛才不管冷子墨愿不愿意，先填饱肚子才最重要。穆静初还看不出他那点小心思，也就只有江云琛是个心大的，只顾着吃。他不饿，你都吃了吧？穆静初说道。还是嫂子好。放下，我还没吃呢。刚才我问你，你不说话，现在晚了。这会儿两人像个孩子，为了吃食你争我抢。穆静初看到冷子墨暗自勾起的唇角，难得看见他这么幼稚，不禁失笑。第148章夜市。一路上一行人说说笑笑，冷子墨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快看，渔阳镇到了。穆静初掀起车帘，看到城门上渔阳镇3个大字，高兴地说道。坐好，小心摔了。冷子墨扶着他担心地说道。我又不是小孩子，摔不了。韩青，快点。不用着急，韩冰已经前去打点了，咱们先去休息一下，晚上带你出来好好逛逛。好，听说这渔阳镇晚上有一个特别大的夜市，非常热闹，而且这里还有海鲜，晚上一定要好好吃一顿。穆静初最喜欢的就是海鲜，特意选的这个地方。行，听你的。韩冰已经提前打点好了一切，租了一个院子，明选几人把行李都安顿好。冷子墨让他们都出去转转，他可不想每次出去都有人在一旁碍眼。把人都打发走了，两人直奔夜市。远远的穆静初就看到了前面一排排红色的灯笼，整条街道上灯火通明，到处都是小贩叫卖声，各种美食吸引着穆静初的目光。向东，你看，这里有卖烤虾的。穆静初激动地大叫起来，他最喜欢的就是海鲜，尤其是海鲜小烧烤，可是他的最爱。小娘子，您进来看看，我们店里做出来的东西绝对好吃。小伙计看到有客人，热情地上前介绍。我们在这里吃行吗？穆静初担心冷子墨不习惯坐在小摊上吃东西，开口问道。你喜欢就好，我吃什么都行。好，这条街上有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尝尝。穆静初还以为能吃一顿海鲜小烧烤呢，除了烤大虾就是一些当地特色小吃，不过味道确实和京城那边的不太一样，和前世他去过的那些小渔村做的味道差不多。冷子墨坐在一旁给他剥虾，时不时还帮他擦掉嘴角沾上的残渣。穆静初不好意思一个人吃独食，用筷子夹起一块鱼肉喂到他嘴边。冷子墨一愣，随后张开嘴，脸上的喜悦却怎么也掩饰不住。你别给我夹了，自己吃吧，
我不能再吃了，现在就饱了，还想去吃点别的。那咱们先去逛逛，晚上也别吃太多，不然胃要难受了。你要是喜欢这里，咱们多住几天。好啊，那咱们就多住几天。我还想吃螃蟹，就是不知道哪有卖的，这一晚上都没有看见。螃蟹？我问一下伙计。伙计知道他们要吃螃蟹，开口说道：客官，你们要吃螃蟹，那要赶早，一般过了晌午就没有了。那我现在给你银子，你明天能不能给我留点？我回头让人过来拿，不用你们做。穆静初听到早上有螃蟹，高兴地问道：可以，不知道您想要多少？伙计开口问道。穆静初想到有这么多人，看到旁边有一个半人高的水桶，指了指开口说道：要这么一桶，还有虾，也来一盆。要这么多？您稍等。伙计说完，急忙跑开去后面找人了。很快伙计就出来了，后面跟着一个30多岁的汉子。客官，伙计说你们明天想要螃蟹。是，要一桶螃蟹，还有一盆虾，明天早上能给我们留下吗？我现在给你银子。可以，不过螃蟹可能没有这么多。冷子墨拿出2锭银子，足有20两，放在桌子上。没关系，有多少你都留着。第149章青云道长。老板看到这么多银子，笑得眼都看不见了，满口答应。两人继续逛着夜市，闻着小馄饨的香味，穆静初忍不住买了一碗。冷子墨看着手中吃了一半的煎饼，无奈地摇了摇头。媳妇儿，明天晚上再来吃吧，不然一次吃这么多胃真的受不了。冷子墨担心地说道。最后一个了，坐这，咱俩吃一碗。冷子墨一脸的拒绝，刚才我已经帮你吃了不少了，现在我是真的一点都吃不下了，我保证吃完这个什么也不吃了。吃完小馄饨，穆静初说话算话，没有再买吃的。两人在夜市继续逛着，看到河边围了不少人，穆静初牵着冷子墨的手也跑过去凑热闹。挤进人群，就看到一位50岁上下，一身素袍的老者，头上挽着一个道髻，坐在一个小方桌前，低头写着什么。桌前站着一位30多岁的妇人，一脸焦急。待老者将手里写好的一张黄纸还有一个纸包递过去的时候，妇人放下几枚铜板，连声道谢，匆忙离开人群。这写的是什么？穆静初开口问道。冷子墨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身边一位抱着孩子的少妇开口说道：你们是从外地来的吧？是，我们今天刚到。难怪你们不知道，青云道长在这里批字，可灵了。批字算命。穆静初脑海里快速闪过4个字，以前他是不信这些的，不过自从他穿到这里，打破了他以前所有的认知，现在对于这些他不发表任何意见。不过眼前这人尖嘴猴腮，眼光不正，说话时一双小眼睛滴溜乱转，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他现在怀疑这人就是个骗子，不过他什么证据？听刚才那位妇人说，这里的人好像还是挺信任他的。大师，大师！一位老汉挤进人群，就像看到救星一样，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我儿子和儿媳前2天上山，一直没有回来，到山上都找遍了，也没看见人影，求你帮我看看，我儿子和儿媳还能不能找回来？哟，别再是让狼叼走了吧？那山里可是有不少猛兽，这都2天了，恐怕凶多吉少啊。人群里听了老汉的话，小声议论起来。不只有猛兽，听说那山里还有山匪呢。你听谁说的？可别吓我们。我也是在茶楼里听人家说的，前几天那几只商队被劫，就是他们干的。真的假的？听说死了不少人。你们爱信不信，那你还不赶紧禀告县太爷去？我也只是听说的。人群里越说越热闹，青云道长轻咳2声，大家顿时安静下来，随后开口说道：没有证据，都是道听途说的事，还是不要去麻烦知县大人，不然大人怪罪下来，少不了一顿板子。是，青云道长说的有理。这位老伯，把你儿子还有儿媳的生辰八字给我，我给你看看。好，好，谢谢大师。看过生辰八字，青云道长闭着眼睛，右手拇指快速掐算起来。第150章，这就信了。在场的人瞬间安静下来，眼睛都盯着青云道长。过了一会儿，就看见青云道长慢慢睁开眼睛，轻叹一声：哎。老汉急忙问道：道长，可算出来了？去哪可以找到我儿子？青云道长摇着头说道：一切都是天意。老汉一听，瘫坐在地上，哀嚎道：铁牛儿啊！大家看向老汉，眼里都是同情的目光。这就信了？穆静初小声的在冷子墨耳边说道：这不就是骗子吗？还一切都是天意，说了等于没说。老汉的儿子要是回来也是天意，死了也是天意，无论结局怎么样，反正都是天意。他这银子挣得真容易，就6个字，一切都是天意。看到小媳妇儿愤愤不平，冷子墨笑着说道：就是一些骗人的把戏，这些人也是走投无路，才来这里找个心理安慰罢了，也许他们心里早就有数，只是不敢承认罢了。没意思，咱们还是回去吧，我累了。穆静初说道。好。回到院子，穆静初沐浴过后，躺到大床上，一觉睡到天亮。睁开眼，发现身边没有人，外面也格外安静。
穆静初穿戴整齐，还没走到前院，就听见了江云琛的声音：“韩冰，你这一大早哪弄来这么多螃蟹？这是主子订的，我也不知道。”穆静初没想到一觉醒来，冷子墨让人把螃蟹都拿回来了，快步走了过去，看着一个个正奋力在桶里挣扎的螃蟹，还有活蹦乱跳的大虾，穆静初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对于一个小吃货来说，这点诱惑他有些抵挡不住。这么多螃蟹和大虾，他一个人要清洗到什么时候？看了一眼边上站着的暗卫，穆静初开始教他们如何清洗处理食材。这些人你要是让他们杀人，都比这个简单。堂堂楚王身边暗卫，被几个螃蟹不知道加了多少次。穆静初去准备调料，螃蟹都清洗干净，他一半用来清蒸，一半做成的香辣蟹，随着厨房飘出来的香味，院子里的人都忍不住吸了吸鼻子。你们快点把外面收拾利索，马上就能出锅了。看到一大盆红灿灿香喷喷的螃蟹，就让人食指大动。来，大家坐下一起吃。穆静初招呼大家坐下。暗卫们哪敢和主子坐在一起，更何况这还是王妃亲手做的。明轩，你带着他们下去吃吧。冷子墨知道他们心中顾忌，开口说道。江云琛已经等不及了，顾不上烫，夹起一块直接放到嘴里，顿时麻辣鲜香的滋味在舌尖上炸开。穆静初也如愿尝到了久违的美味，三人中也就冷子墨吃相还勉强算得上文雅一点。没一会儿，桌子上的壳就堆成了小山。不得不说，这些人的战斗力还是挺惊人的，这么多螃蟹和虾一点都没剩下。嫂子，你这手艺真是太棒了。江云琛夸赞道。看你这点出息。冷子墨嘲讽道。你比我能好到哪去？看看你前面那些壳，不比我的少，还真好意思说我。冷子墨刚要开口，就听到院外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第151章，难道想洗劫渔阳镇？外面为何这么吵闹？冷子墨皱眉问道。主子，是镇上刘员外家的公子被人杀了，尸体被人扔到城门，家里人刚刚去衙门认尸回来。韩青站在一旁，把打听到的消息如实回答。这个渔阳镇看来也不太平，青天白日就有人敢明目张胆的杀人抛尸，这知县是个死人吗？冷子墨此刻浑身散发着寒意，就连江云琛也收起了刚才玩世不恭的样子。韩宇和韩冰已经去打听了，很快就会有消息。韩青知道主子现在已经怒了，多余的话也不敢说。咱们去正厅等一会儿，听听韩冰他们打探回来的消息。穆静初劝慰道。半个多时辰，韩冰和韩宇陆续回来，将打听到的消息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冷子墨。近2个月，渔阳镇经常有人无故失踪，知县派人追查，在城外山里发现了一伙山匪，知县也带着官差上山去剿匪，只不过双方实力悬殊，还损失了不少官差。这伙山匪消停了一段日子，最近几天又有人失踪，还有商队被劫，这刘公子被杀，恐怕也是这些人的手笔。现在刘家人都在衙门不肯走，为了不少百姓，现在闹得人心惶惶，知县恐怕也是有心无力，对方敢如此嚣张，肯定也把渔阳镇的情况摸清楚了，毕竟就衙门里的那几个官差，对付他们还真是有点难。韩冰说道。你晚上带人上山去探探路，看看是什么情况，一共有多少人？是，晚上我和你们一起去。江云琛说道。冷子墨没有阻拦，只是看了他一眼就回房了。到了傍晚，冷子墨和穆静初再次来到昨天的夜市，这里已经没有了昨天热闹的景象，街上行人很少，不少店铺都关门了，就连摆摊的商贩也没有几个。他们绕道来到了刘员外家，大门紧闭，在外面就能听到里面不断传出的哭声。回去吧。穆静初握着冷子墨的手说道。天快亮的时候，打探消息的人回来了，冷子墨和穆静初也是一夜没睡。如何？穆静初率先问出口。还别说，这些人还挺有脑子的，老巢的位置也比较隐蔽，易守难攻，后面是悬崖，根本没有路，只有前面一条路，而且到处都是陷阱，从进山就有人把守，难怪知县他们会损失惨重。江云琛一口气把打探来的消息说完。有多少人？300左右，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军师，是个老道，我们还偷听到他们最近打算干一票大的，具体他们没说。韩冰说道。老道。穆静初听到这2个字，立刻想到了那天见过的青云道长，问清了他的容貌特征，和冷子墨对视了一眼，两人都明白了，那个道长原来和山匪是一伙的，难怪阻止百姓去衙门报案。想必那个臭老道就是来镇上打探消息的，是他们在镇上的眼线，他们所谓干票大的，不会是想洗劫渔阳镇吧？穆静初提出了自己想法。第152章，上山剿匪。要真像嫂子说的这样，这群人可真是胆大包天。子墨，你是怎么打算的？江云琛问道。这个知县如何？冷子墨问道。是个清官，百姓口碑不错，从上任也确实为百姓做了不少事。韩青如实回答。那就给他一个机会，不过这件事还有麻烦媳妇儿了。说着看向穆静初。
穆静初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笑着答道：“好，没问题。不是，你们俩什么意思？能和我们说明白吗？”江云琛看着两人打哑谜，不解地问道：“我把药材的名字写下来，韩青，你现在就去找齐后，立刻交给我，毕竟我还需要时间。”是。江云琛一听药材，立刻明白了他们的意思，拍了一下额头说道：“只要嫂子出手，我们就坐等着收拾那群混蛋就行了。这次行动说什么，我也要去。”韩青不敢耽搁，带着人很快就把药材找齐了，足足拉来了一车。药材充足，根本用不了这么多，穆静初干脆把药材都用了，以备不时之需。天黑之前，穆静初将制好的药粉发给暗卫，并告诉他们如何使用，只不过是区几个山匪，冷子墨和穆静初根本不需要亲自出马。江云琛也跟着一起行动，只留下明玄和韩洛在身边。与此同时，明玄已经潜入知县府邸，亮出江云琛的玉佩，告诉他今晚配合行动，对外不能透露江云琛的身份。知县木讷的点了点头，完全没想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会有贵人助他，反应过来，立刻召集县衙所有的官差，准备晚上配合行动。江云琛带着暗卫一行人一袭黑衣，悄无声息地解决了守在山门的看守，顺着山道直接上山，提前已经踩好路了，将沿途的山匪尽数除去。山匪头领也十分狡猾，还安排了好几路的山匪巡山，为了不弄出动静，他们将穆静初给他们的药粉用上，根本不用亲自动手，就看到山匪一个个倒下去。江云琛看到效果，十分兴奋，带着众人快速向山匪老巢靠拢，迫不及待地想看到把山匪堆成山的景象。远远的就听见从山匪的议事大厅传来的嬉笑声。韩宇，你带着2个人去解救被他们抓来的那些人，知县应该已经在山下接应了。是，江世子，你也多加小心。知道了，你们也一样。山上一共有300左右的山匪，他们沿路已经把巡逻的山匪解决了，现在山上还有200多人，而且没都聚在议事厅，现在在议事厅喝酒的都是一些头目，其他人除了巡逻都回去休息了。韩青，一会儿我乔装成小喽啰混进去，给他们下药，你带几个人解决那些睡觉的山匪，1个时辰之内，咱们一定要把这些人都解决了。还是我去前厅吧。别啰嗦，抓紧时间。江云琛带人轻松一跃上了议事厅的屋顶，里面有50-60人，此刻端坐在中央的是一张极其丑陋的男人，块头异常高大，暴露的手臂上都是凸起的青筋，身边还有一个得发抖的姑娘跪坐在地上给他倒酒。第153章，知县惊呆了。还有几名少女被人强行按在桌子上，不停地往嘴里灌酒。在一旁的山匪看着眼前的一幕，不断发出淫笑的声音，尤其是道士打扮的畜生，脏手不停地在少女身上摸来摸去。其他山匪见状也对少女上下其手，少女的衣服被撕得七零八落，嗓子里发出呜咽的声音，眼里充满了绝望。江云琛看着这群畜生，双手紧握成拳，青筋暴起，恨不得下去一刀宰了他们。看到有山匪抱着酒坛朝这边走过来，几个人互相看了看，长时间的配合，他们早就有了默契，当即就明白了同伴的想法。几个小喽啰就这么被悄无声息地解决了，换上他们的衣服，把准备好的药粉倒进去，大摇大摆地走进议事厅。这些人早就喝得晕晕乎乎的，更何况也没人注意倒酒的小喽啰。喝了加料酒的山匪很快就倒下了，坐在上手的男人看出了不对劲，刚要起身，觉得头晕，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使劲晃了晃头，随后像一滩泥一样瘫坐在椅子上。啊！他身边倒酒的少女吓得发出一声惨叫。好在山匪没再给几名少女灌酒，他们也感觉到了不对劲，强忍着屈辱从桌子上爬起来。其中一名少女狂笑出声，这群畜生都死了，都死了，就这么死了，太便宜他们了。啊啊！其他人吓得不敢直视眼前的一幕，抱着自己的身体不住的发抖。他们只是昏过去了，并没有死。江云琛从外面走进来说道，看见他们衣不蔽体，急忙转过头去。你别过来！刚才还大声狂笑的少女看着穿着山匪衣服进来的几个人，顿时害怕起来。你们别害怕，我们是官府的人，是来救你们的。江云琛说道。这些少女衣服破烂不堪，根本没办法出去见人。江云琛让暗卫把山匪的衣服扒下来，让他们先穿上。见他们确实没有恶意，还给他们衣服穿，也顾不上这些衣服是山匪的，急忙套在外面。你们想不想报仇？这里的人任你们处置，他们俩只要不弄死他们，随便。江云琛指着山匪头领还有那个道士说道。其他人吓得不敢说话，只有刚才那个少女上前一步对江云琛问道，你说的可是真的？江云琛点了点头，多谢。说着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只要让我亲手杀了这些畜生，就算要了我这条命，死也算瞑目了。少女起身捡起地上的长剑，对着山匪就是一顿乱刺，山匪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其他少女见状纷纷捡起武器，对着倒在桌子上的山匪就是一顿毫无章法的乱砍乱刺。啊啊！去死吧！你们都该死！没一会儿，议事厅里血流成河，
这些少女近似疯狂，道士的手被砍下，首领的脚被砍断。江云琛没想到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少女会有这么大的爆发力。知县带人赶到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第154章，一切顺利。世子爷，知县来了。韩宇把解救下来的人交到官差手里，带着知县前来找江云琛。世子，这……知县大人还真没见过这么血腥的场面，强压着心中想吐的冲动，想说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哦，不等江云琛开口，知县大人身后的官差就忍不住跑出去吐了起来。知县都嫌他们丢人，还不如刚才里面那几个弱女子，就这还当官差，完全忘了刚才自己也有想吐的冲动。你找几个人留在这里善后，咱们到外面说。江云琛一脸嫌弃地说道。好。知县其实也想离开这里，赶紧安排人善后。囚车来了吗？来了，已经按照世子吩咐都准备好了。知县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小心翼翼地回答，可千万不能把这位爷得罪了，这次的事可是多亏了世子爷相助，不然真要出了事情，头上的乌纱能不能保住都是次要的。渔阳镇百姓还不知道要遭受什么样的磨难，要真是到了那一步，自己可就成了罪人。这些人都中了迷药，至少也要1天才能醒过来，他们头领还有什么狗屁军师？你把他们单独关押在衙门外暴晒3天，让百姓出气，你不要干涉。是，下官回去就安排。还有那些姑娘，若是他们不想回家遭受流言蜚语，你给他们安排一个去处，毕竟他们也是被逼的。请世子爷放心，下官一定安排好。这次的事都是你自己的功劳，提前部署，安插眼线，里应外合，才能端了这山匪的老巢，将他们尽数铲除。明白本世子的意思吗？明白，下官知道怎么做。我会给你留下几个人帮你善后，把山上再仔细搜查一遍，别有漏网之鱼。今日多谢太子相帮，他日若用得上下官，尽管开口。好了，时辰不早了，我先走了。江云琛给知县留下几个暗卫，帮他善后，带着其他几个人先回去。走到山脚下，除了官差，还看到不少镇上的壮汉，一只手举着火把，身上缠着粗粗的麻绳，另一只手里还拿着家里趁手的家伙食。他们都是听说知县大人要来剿匪，自发的来帮忙。走吧，咱们绕道回去，明早去衙门看热闹。江云琛开口说道。看到他们回来，冷子墨就知道事情已经解决，还是开口问了一句：可还顺利？顺利，没费什么事，这群家伙就都躺下了，跟死人没什么分别。辛苦了，赶紧先回去休息，有什么话明早再说。听到开门的声音，穆静初惊醒，睁开惺忪的睡眼，开口问道：事情解决了？把你吵醒了？没有，本来睡得也不踏实，有人受伤吗？放心吧，一切顺利，时间不早了，赶紧睡。说着躺到穆静初身边，把她抱在怀里，在发顶落下一吻，小声说道：睡吧，媳妇儿。第155章，恶人的下场。第二天，穆静初正在吃早饭，江云琛就兴冲冲地跑了进来。子墨，嫂子，你们不出去看看吗？现在衙门那里可是热闹的不行，那个山匪头子还有那个狗屁师爷被绑在了柱子上，现在看到这2个人的惨样，真是痛快。想去看看吗？冷子墨看向穆静初问道。好，咱们去看看恶人的下场。简单收拾了一下，一行人朝着衙门走去，刚拐过巷子，就看到了里3层外3层的百姓，把衙门的整条巷子堵得水泄不通。杀了这些畜生，不得好死！爹，是他们杀了小桃，我要为小桃报仇。穆静初好不容易挤进人群，就看到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菜刀，双眼赤红，要冲过去砍了被绑在柱子上的2个山匪。铁牛啊，爹求你了，这帮畜生会得到报应的，想想小桃留下的2个孩子。穆静初认出了眼前的老汉，就是那天让这个臭老道算他儿子下落的人，还真如臭老道所言，一切都是天意。只不过这次他没说对，一切都是天意，说的是他们这群人。铁牛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老爹，手中的菜刀无力的滑落，砸死这群畜生。一位大娘捡起地上的石子，朝他们扔过去。要不是有官差拦着，这2个人恐怕早就被这些百姓撕了。还看吗？冷子墨问道。走吧。穆静初想到早上江云琛和他提前的那些落在山匪手里的少女，心情有些低落。当时不该顾忌太多，不应该给他们下迷药，应该直接送他们下地狱。让他们死还不容易，要让他们生不如死。反正这些人已经废了，也翻不起什么浪了。在最后这些日子，让他们好好享受享受，才不枉他们做下的恶事。2人离开了衙门，走在渔阳镇的街头，商量着离开这里要去，就看见韩冰急匆匆地走过来，在冷子墨身边恭敬的小声说道：主子，王将军传来消息了。冷子墨皱眉，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这个时候王志传来消息，难道事情有变？回去再说。冷子墨看着手中的纸条，
抿了抿薄唇，将纸条递给穆静初，开口说道：“看来我们要准备回京了，我去收拾收拾，明天咱们就启程。让你失望了。”冷子墨歉意地说道：“说什么傻话，京城里的事比较重要，这个时候不能留下把柄。况且我给皇上下的也不是什么剧毒，当初就是为了迷惑他们，让他们无暇关注我罢了。现在皇上让我先行回京，恐怕军中有他的眼线，看出了端倪，北漠使臣来访不过就是借口。既然皇上对你留在军中的那个替身已经起疑，现在又让你先行回京，其中肯定有阴谋，会不会他们要在半路对他动手？到时候他们真要得手，死的就是你，你再出现，还会有人信吗？他们不知道又要给你安个什么罪名。放心，韩忠知道怎么做，不会有事的。每次冷子墨擅自离开军营，都是韩忠做他的替身，从未出过差错。第156章韩忠。第二天，城门一开，守门的官差就看到一行人骑着马飞快地出了城，一路上也不敢耽搁，快马加鞭，朝着京城的方向疾驰。而另一边，韩忠带着一队亲兵已经离开大军，刚到一个小镇，找了间客栈休息。接到皇上旨意，让楚王先行回京，他已经将消息传给了主子，知道主子那边离京城较远，他刻意放慢了速度。叩叩叩，听到敲门声，韩忠抬手摸了摸耳后，整理了一下衣服，随后坐到椅子上，低沉的开口：“进。”见过楚王。安大人不必多礼，这么晚来找本王，可是有事？韩忠没想到这次皇上竟然让户部尚书安通海前来宣旨，明显这里有诈。老臣担心王爷一路奔波辛苦，今日特意给王爷准备了宴席，还请王爷赏光。多谢安大人好意，明日还要赶路，本王就不去了。这还有事吗？没有，老臣告退。安通海走出房间后，刚才那一脸谄媚的表情立刻变得阴险，嘴角勾起一抹邪笑。韩忠看着他离开的背影，眼睛眯了眯，一抬手，3个黑衣人出现在他面前。今夜恐怕不会太平，做好准备。离京城越来越近，他们要是再不动手，以后更没有机会。今天安通海的反常，让他不得不提前做准备。是夜，树叶沙沙作响。韩忠在房间内听到屋顶上有脚步的声音，来了。此时屋内不只有韩忠，还有3名暗卫。其中一名暗卫说道：“看来他们早就做好准备了。”听脚步声，来人不少，咱们不要跟他们硬拼，杀出去，找主子会合。韩忠说道：“知道了。”屋顶上的弓箭手也做好了准备。安通海早就离开客栈，站在不远处观察着这里的一举一动，就等着里面的人冲出来，他就会下令让他们开弓射箭。这客栈四周已经布下天罗地网，想活着逃出去恐怕不易。这群杂碎怎么还不动手？小爷我都等不及了。一个暗卫说道：“你看，都是烟，还真是卑鄙，外面肯定有陷阱，想逼我们出去。”韩忠抬头看了一眼屋顶，指了指屋顶的四角，使了一个眼色，其他暗卫立刻明白他的意思，点头示意。屋顶上的人注意力都在门窗上，谁知道从屋顶突然窜出几个黑衣人，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黑衣人已经动手。站在远处的安通海见情况不妙，对着屋顶另一处的弓箭手下令。双方混战在一起，虽然韩忠他们只有4个人，奈何武功高强，这些人根本不是对手，箭雨也都落在他们同伴身上，只有一名暗卫胳膊上中了一箭。这时又有一群人冲了进来，韩忠知道此时不能恋战，挥动着手中的长剑，动作越来越快，对方根本招架不住。走！几人的战斗力惊呆了安通海，没想到这么多人还是失败了。看着几个黑影消失在眼前，怒喝一声：“追！快追！”如果事情失败，回京后第一个倒霉的就是自己。第157章衣冠禽兽。韩忠几人几个纵身就离开了客栈，他们提前做了准备，马已经备好了，翻身上马，双腿用力，马疾驰而去。身后的追兵很快就被他们甩开了。出了城，他们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韩忠已经卸下装扮，受伤暗卫的伤口已经处理，好在他们身上有穆静初给的金疮药，现在已经没什么大碍。他们要赶去和冷子墨会合，只能短暂的休息了一下。冷子墨这边也在马不停蹄的赶路，看到穆静初一路上跟着他们奔波，一点也没喊累，心里说不出的心疼。经过几天的赶路，韩忠他们提前到了约定的地点，看到冷子墨一行人，急忙上前：“见过王爷、王妃，起来吧，可还顺利？”主子放心，一切顺利，只不过这次安通海没能得逞，恐怕主子这次回去也不会太平。韩忠说道。韩忠说的没错，皇上看上去是一个笑面虎，心里就没憋好屁。穆静初站在一旁没好气的说道。听到自家王妃这么说皇上，这些人都不厚道的笑了，也就他们王妃敢这么直言不讳。冷子墨宠溺的摸了摸穆静初的头顶，笑着说道：“我媳妇儿说道没错，她要是再敢害你，干脆我一把药把她还有她那几个儿子全送走。好了，不跟她生气，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要找出她谋害我父皇还有母后的证据，
让他写下罪己诏，永世不得翻身。穆静初知道这是冷子墨心中的死结，他一定会帮他找到证据，把那个老贼的罪行昭告天下，这样冷子墨才能名正言顺的带兵攻击皇宫，不被后人诟病。好了，大家好好休息一晚，明天一早启程。是。晚上，穆静初惊醒，发现身边没人，披上衣服，发现冷子墨坐在屋顶上，身子一跃，坐在他的身边。怎么还不睡？是不是有心事？夜里凉，你也不多穿点。说着，把穆静初紧紧抱在怀里。我不冷，你愿意和我说说吗？有心事不要一个人憋在心里，说出来会好受一点。冷子墨沉默了好久，才开口。我想到母后最后受到的屈辱，心痛的难受。穆静初知道今天提的他的父皇还有母后，让他想起了往事，双手环住他的腰，将头靠在他的肩上，缓缓开口：我跟你一起报仇，让他们10倍100倍的偿还。穆静初今天才从冷子墨口中得知，皇上这个衣冠禽兽竟然早就觊觎自己的嫂子，害死了冷子墨的父皇，对外宣称先皇后为先皇殉情了，其实是把他母后藏在冷宫，还要侮辱他的母后，他母后不堪受辱，撞柱而亡。先皇后的贴身嬷嬷貌似找到冷子墨，将事情告诉他后，也追随主子去了。这是冷子墨心里最痛的地方，当初只恨自己太小，没有能力。他记得母后让老嬷嬷告诉他，一定要平安健康长大，不要为了报仇而活着，甚至希望他以后隐姓埋名，远离京城，过自己舒心的小日子。先皇后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沦为报仇的工具。第158章，回到王府。穆静初能想到，当时还只是一个几岁孩子的冷子墨多么的无助、绝望。先皇后不希望他活在仇恨当中，恐怕能支持他活下来的就是仇恨。此时他不知道有什么话可以安慰眼前这个男人，好像说什么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全是空话，只能支持他，无论前路会有多危险，他都不怕。两人就这么坐在屋顶上，静静的谁也没有说话。渐渐的，穆静初靠在冷子墨的怀里睡着了。看到怀里睡得香甜的小女人，冷子墨很享受这一刻。安通海一脸便秘的表情坐在马车里，本以为这次能解决了楚王，谁知道还是出了岔子。他的那些亲兵当晚已经被他的人拦住，根本救不了他。谁知道楚王早就有准备，他还真不知道怎么向皇上交代。为什么停下来？安通海这会儿心情极差，马车忽然停了下来，不悦地问道：安大人，王爷还未到，我等怎可进城？副将拦住安通海的马车说道：难怪那天王爷让他遇事不要轻举妄动，一定要和这个安大人回京。原来王爷早就料到晚上会出事，好在王爷平安脱险，不然他们这些人哪还有脸面活着？皇上下旨让你们回京，难道你们要抗旨不成？安通海走出马车，站在车辕上，怒斥道：末将不敢，我等是护送王爷回京的，皇上下旨也是召王爷回京，现在王爷不在，我等不能入京，你们就是一群莽夫。安通海话还没说完，就听嗖的一声，一只暗器擦着他的脸飞过，直接钉在马车上。有刺客！吓得安通海惊叫，原来安大人这么胆小。副将看见冷子墨安然无恙，心中一喜，末将参见王爷。参见王爷。都起来吧，老臣见过楚王，看见本王毫发无损的回来，可让安大人失望了。冷子墨嘲讽地问道：楚王何出此言？老臣惶恐。哦，你说本王该信你的话吗？冷子墨那一双如寒潭一般的黑眸，让安通海双腿忍不住打颤。看到安通海的怂样，冷子墨心情颇好，大笑起来。马上就要到京城了，冷子墨凯旋而归，肯定有不少百姓会在城门口迎接。穆静初知道冷子墨进京后就要进宫向皇上复命，况且京城人多眼杂，不能多生事端，和冷子墨就提前分开，带着暗卫进城后绕开人群回了王府。看到自家王妃安然无恙的回来，铃铛和翠儿红了眼眶。见过王妃。韩信躬身行礼。快起来吧，这些日子辛苦你了。属下不敢担辛苦二字，这是属下的职责。我还不知道，整天被困在府里，不能出去，心里的那股憋屈的劲。韩信低头嘿嘿一笑。总之，你们都辛苦了，有什么话一会儿再说，先看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好东西。韩洛，把给他们准备的东西拿过来。第159章，怎么还没休息？穆静初一路舟车劳顿，把礼物发给大家，就回了房间。沐浴过后，感觉浑身酸痛，想好好休息一下，可是无论如何都睡不着，心里一直惦记着进宫的冷子墨。一个人连晚饭也吃不下，不知道冷子墨为何进宫这么久还没回来。王妃，晚上您都没吃几口，是不是饭菜不合你口味？您想吃什么？女婢现在让翠儿给您做。铃铛看到穆静初晚饭几乎没怎么动，不免有些着急。没事，就是没什么胃口，时候不早了，你不用在这伺候了，也早点休息吧。王妃还没休息，奴婢要留下来伺候王妃。傻丫头，下去吧，我想一个人静静听话。铃铛知道王妃的脾气，犹豫了一下，开口说道：那奴婢在门外候着，不会打扰到王妃。
见过王爷。铃铛刚打开房门，就看见冷子墨，急忙行礼。王妃休息了吗？王妃一直担心王爷还没休息。相公，你回来了。穆静初听到冷子墨的声音，急忙走了出来，焦急地问道：皇上没有为难你吧？怎么连鞋都不穿？冷子墨打横抱起穆静初，向床边走去。你不用担心我，他现在还不敢为难我，倒是你这么晚了还不休息。我见你去了这么久，担心他又要动什么歪心思。皇上原本要明晚在皇宫举办庆功宴，我给回绝了，麻烦。还有几天大军还有漠北的使臣陆续到京，到时候少不了宫宴，明天的宫宴就多此一举。后面又说了一下漠北的事情，所有耽搁了。漠北这次怎么想起来派使臣来了？漠北这些日子不消停，不断骚扰边境，不过都没有得逞，还损失不小。这次他们来是有和亲的打算，他们这是在向皇上示好。冷子墨点了点头，继续说道：这次穆将军也被召回京了。穆将军？穆静初不解地问道：是谁啊？冷子墨笑了笑，就知道媳妇儿肯定忘了穆府这号人了。穆卫松，穆老侯爷的庶子。听冷子墨这么一说，穆静初才想起来，这位小叔叔也差点死在老夫人的手里，被老侯爷发现，就一直带在身边，这位小叔叔才活下来。小的时候，原主还见过他几面，看原主可怜，也伸过援手，不过他也是自身难保，后来再也没见过。他一直在漠北边关，他一直跟老侯爷在边关长大，现在是宣武将军，竟得老侯爷真传，和现在侯府那两位不同。他可有占哪位皇子？穆静初问道。冷子墨摇了摇头，没有。这也是康王为什么一直想要拉拢穆卫清的原因。可是我这位小叔叔和穆卫清并不亲近。康王外祖虽然是丞相，身后也大都是文臣，并不像秦王有一个昭勇大将军的舅舅，康王自然不能娶昭勇将军的女儿。穆将军在军中还是有一定的威望，他只要让大家看到他和穆家联姻，那么穆将军自然就是他的人。第160章汝阳公主。他想的还挺美，就不怕娶了穆清歌，到时候穆将军并不像他想的那样为他所用，岂不是白白浪费了他一个正妃的位置，去讨好其他大臣？你以为康王和皇后会那么傻？什么意思啊？你放心，就我对这对母子的了解，穆清歌最多是一个侧妃。哦，穆静初眼神一亮，那穆清歌还康王心心念念正妃的位置，这下好了，活该。你何必跟他们置气，嫌他们碍眼除了便是。你不是说了吗？让他们死还不简单，我要让他们生不如死，反正我也没事，正好拿他们解闷。好，只要你高兴就好，动手的事就让韩青他们去做，你动动嘴就行。我知道了。时候不早了，媳妇儿，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再说，我们早点休息吧。说着就开始动手脱去穆静初的外衫。这几日京城早就传开了漠北这次是来和亲的，而且还是漠北皇上最宠爱的皇贵妃，唯一的女儿汝阳公主，皇上也是对这个女儿极其宠爱。武安侯府，穆清歌也听到了消息，心里有些着急，毕竟自己和康王的事情还没有定下来，漠北来和亲肯定是和王爷皇子和亲，要真是漠北的公主看上康王，那他一直以来的希望就全都破灭了。知道穆卫清下朝回来，急忙跑到书房想问个究竟。爹，漠北那个公主要与谁和亲？穆清歌焦急地问道。这么冒冒失失地闯进来，看看你还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吗？穆卫清不悦地呵斥道。爹，我不是着急吗？要是那个漠北公主看上了康王，我怎么办？你有没有脑子？穆卫清看了一眼不争气的女儿，一切觉得这个女儿冰雪聪明，温柔贤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现在这个蠢样子。你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想办法让康王把你娶进门，而不是在这自乱阵脚。可是我都好几天没看见康王了，怎么让他娶我？真是没用。你先回去。穆卫清不悦地说道。是。穆清歌刚一转身，穆卫清又说道，后天就是漠北使臣宴会，你好好打扮打扮。知道了，爹。穆卫清对康王是敢怒不敢言，明里暗里提了好几次穆清歌的事，康王总是敷衍，让他心生怨怼。此时京城驿馆里有一道亮丽的身影，一位16、17岁的少女，一袭紫色薄纱衣裙，一头青丝挽成的发髻上缀满珠翠，一双勾人的桃花眼微微上翘，白皙的皮肤透着淡淡的红粉，丹珠艳唇尽显妩媚。公主，贤王回来了。汝阳公主身边的宫女恭敬地说道。皇兄回来了，那本宫现在就去找他。汝阳公主高兴地说道。皇兄，你可打听到了楚王的消息？那个冷子墨有什么好，就这么让你念念不忘？贤王看到自己皇妹惦记别的男人，心里就不痛快。第161章，我就要嫁给这样的男人。汝阳公主撅起小嘴，不悦地说道。父皇既然让我和南下和亲，我当然要选南下最厉害的男人。楚王素有战神威名，我还听说这位楚王不但骁勇善战，而且还英俊非凡，我就要嫁给这样的男人。他已经娶了正妃，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要不是他们这次损失了不少兵力，他真舍不得让自己皇妹嫁到南下。父皇也是想拉拢南下，好让漠北有喘息的机会，就只能委屈皇妹了。娶了正妃又如何？本宫是堂堂漠北的汝阳公主，身份不比她一个朝臣的女儿尊贵。楚王可不是那么好拿捏的，就连他们皇上对他都礼让3分，他身边的女人也不简单。上次宫宴上，你三皇兄可是亲眼见识过那个楚王妃的厉害，到时候本宫要亲自见识一下这位楚王妃到底有多厉害。这里是南下，你可别胡来，别到时候闹得收不了场，让别人看了笑话。哎呀，知道了，真啰嗦。说完转身离开。贤王无奈地摇了摇头。宫宴这天，文臣武将早早地携着家眷进宫。漠北贤王，汝阳公主到。太监一声高唱，大殿顿时安静下来。这漠北的公主还真漂亮，不知道会嫁给哪位王爷。不少人都在窃窃私语，声音不大。汝阳公主多少能听到一些，她才不关心他们所说的话，一心只想看看传说中的楚王。人还没到，有点公主的样子。贤王在一旁小声地说道。直到皇上和皇后已经到了大殿，冷子墨还没出现，汝阳公主心中不免有些着急。皇上也看到冷子墨的位置上没有人，面色阴沉，开口问道：楚王还没来？屈公公正不知如何回答，就听到殿外太监高唱：楚王，楚王妃到。众人的目光顿时转向殿外，冷子墨牵着穆静初的手缓缓走进大殿。汝阳公主也看到了冷子墨，这就是楚王。只一眼，一颗心就砰砰直跳，强压着心中的喜悦，忽视了他身边的穆静初。参见皇上，参见皇上。冷子墨和穆静初微微俯身行礼。皇上心中不悦，但面上却是一脸喜气。免礼，朕刚才没看到你，还担心你身体有恙，现在看到你没事，朕也就放心了。臣来迟了，让皇上担心，还请皇上恕罪。你没事最好，快坐。多谢皇上。今日是为了楚王凯旋归来的庆功宴，也是漠北贤王、汝阳公主到来的接风宴，众爱卿都不必拘谨，咱们就当是家宴，大家随意点。皇上举杯对着众大臣说道。众人纷纷起身，谢皇上隆恩。好了好了，都坐，说了是家宴，不用这么拘谨。陛下，此次前来，特意为陛下准备了几样小小玩物，望陛下品鉴。哈哈，多谢漠北皇一片苦心。贤王、汝阳公主这次来京，一定要多留几日，让康王陪你们在京城到处转转。多谢陛下美意。第162章，一睹楚王妃的风采。随着乐声响起，一群身穿艳丽的宫人在大殿中央翩翩起舞。汝阳公主的目光就没离开过冷子墨。穆静初早就察觉到了这道炙热的目光，不满地在冷子墨耳边小声地说道：看来你这烂桃花又来了。冷子墨看到媳妇儿有些吃醋的神情，不免勾了勾唇角，夹了一块他爱吃的菜放到盘中。皇上知道漠北这次来南下的目的，看到汝阳公主的眼神，自然也明白了他的心意。要真是如他所想，那就再好不过了。宴会过半，昭勇大将军的女儿武佳然缓步都到大殿中央，行礼过后，开口说道：臣女今日特意准备了一段剑舞，献给皇上，也是献给那些为我南下镇守边关的儿郎们。好，不愧是大将军的女儿，有气魄，准。多谢皇上。武佳然从小和父亲习武，她的剑舞刚柔并济，有舞蹈的柔美，也有舞剑的刚劲凌厉，长剑在凌空挥舞，越舞越快，让大殿的人一瞬间都看呆了。穆静初能看出这位武将军的女儿绝非花架子这般简单，是有真功夫在身的。庆贵妃端坐在上方，看到自家侄女如此出众，眼中闪过一抹满意的神色，剑势一收，收敛身上的气势，双手抱拳，恭敬地朝皇上一拜。好，好，好！皇上连说3声好。武将军叫女有方，武小姐也是巾帼不让须眉，赏。武达还几步上前，跪在大殿中央，谢皇上恩典。庆贵妃笑着说道：皇上，今日有贵客在，既然染开了头，那就让其他世家千金小姐也都展现一下自己的才艺，别埋没了人才。爱妃说的在理，皇上已经答应了，你们就拿出自己的本事，皇上自会有赏。庆贵妃话音一落，一位大臣的女儿就缓缓上台，为众人抚琴一曲，琴艺还算出众，皇上夸赞一番，赏了一些小玩意儿。其他贵女也都纷纷献艺，穆青哥随后也表演了一段舞蹈，虽没有刚才武佳染剑舞那么让人感到震撼，也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不得不说，穆青哥的舞蹈是下了功夫的，加上她容貌清秀，比起其他贵女更让人感到惊艳。这就是楚王妃同父异母的妹妹。贤王在汝阳公主耳边小声地说道。哦，汝阳公主嘴角轻笑，眼中闪过一抹算计，不知这位小姐是哪个府上的，能教出如此娇艳的美人。汝阳公主放下手中的酒杯，淡淡开口：惠公主，小女是武安侯府嫡次女，穆青哥。武安侯府啊，那不是楚王妃的娘家？你和楚王妃是姐妹？是，
楚王妃是小女长姐，看来找事的来了。穆静初小声的在冷子墨耳边说道：“你还怕她不成？哎，我怎么就不能安安静静的吃个饭，看看美人？这武安侯府的二小姐都有如此才华，想必楚王妃也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不知道我们是否有幸能一睹楚王妃的风采？”众人的目光齐齐看向穆静初。第163章，你没资格。穆静初也不恼，调整了一下慵懒的坐姿，端起手中的酒杯，慢慢喝了一口，抬眼看向汝阳公主，红唇微微轻启：“你没资格。”话音一落，大殿上顿时安静的真落可闻，众人赶紧收回目光，一个个低着头。汝阳公主刚刚还维持着脸上的笑容，此刻僵在脸上。楚王妃，皇妹也没有别的意思，你这么说话，未免太不给我漠北面子了吧？贤王语气不善的说道。楚王妃，汝阳公主并没有恶意，你这样说话，未免失了皇家的颜面。庆贵妃早就看不惯穆静初目中无人的样子，对她更没有半分尊敬。咚的一声，皇上不悦地把酒杯重重地放在桌上，这一声响，仿佛敲在了每个人的心上，众人不禁打了一个寒战。要知道天子发怒，那可不是说着玩的，随时会让你从云端跌到泥潭。汝阳公主见状，立刻换上一副委屈的表情，本宫只是想一睹楚王妃的风采，没想到惹怒了楚王妃，打扰了宴会的气氛，扫了大家的兴致，还请陛下和各位娘娘原谅汝阳的鲁莽。说完微微俯身，楚王妃是够跋扈的，没听说武安侯寿宴她竟然送了一口棺材。我也听说了，真是不孝，还不是攀上了楚王，仗势欺人。没看到楚王连个侧妃也没有吗？这种女人善妒，别说做皇家宗妇啊！一名大臣话还没说完，一根筷子直接插在他的左腮上，疼得他惊呼一声，血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子墨，你这是干什么？皇上呵斥道。谁让他妄议本王的王妃？说着看向众人，声音低沉阴冷。知道妄议王妃是什么罪名吗？臣知罪，还望王爷饶了臣这一次，再有下次绝不轻饶。拖下去，别留在这碍眼。皇上强压着心中的怒火，挥了挥手，就有侍卫把人拖了下去。刚刚还说穆静初的几个人吓得瑟瑟发抖，生怕一会儿这位活阎王对他们下手。管好你们的嘴，小心你们的舌头。子墨，皇上怒喝道，这里还有漠北使臣，不要失了分寸，况且朕觉得他们说的有几分道理。冷子墨抬头看向皇上，眼中的杀意一闪而过，只是瞬间就收敛了自己的情绪。皇上还以为自己看错了。皇上，今天是为楚王庆功，还是不要为了一些小事大动干戈？臣借这杯酒，祝我南下不断开疆扩土，战无不胜。穆将军此话何意？贤王挑眉问道，是在向我漠北挑衅，还是想替楚王妃解围？穆卫松放下酒杯，本将军不懂贤王的意思。穆卫良不悦地看了一眼穆卫松，这个时候他出头干什么？皇上明显对那个逆女不满，正好可以借皇上的手来收拾他。要是夺了他楚王妃是位子，看他以后还能这么嚣张，那以前的账也该好好的算一下。穆静初没想到穆卫松此时会站出来，不过这件事本就是针对他而来，他岂会一言不发，白白受这窝囊气？这可不是他的风格。第164章，贤王送美人。没想到本妃就说了4个字，竟引出这么多事。贤王，你也不必对穆将军咄咄逼人，穆将军为人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可听不懂你那些弯弯绕绕的话。汝阳公主事情本就因你而起，你不必觉得委屈。说罢看向众人，继续说道，本妃是当朝一品王妃，汝阳公主让本妃当众献艺，是何居心？你们还觉得本妃无理取闹，有没有脑子？是啊，楚王妃身份何等尊贵，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献艺，让人评头论足？尤其还是一国公主提出来的，要是楚王妃刚才真的如汝阳公主所愿，那传出去南下还不被他国笑话？皇上眼眸微缩，没想到这个楚王妃牙尖嘴利，再看向一脸愧色的大臣们，沉下脸来，眼色冷厉。贤王蹙了蹙眉，开口说道，没想到楚王妃口才如此了得，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竟让你说的改变了事情的初衷。贤王，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本妃只是实事求是，究竟你们存了什么心思，自己心里清楚，没必要真的要撕破脸吧。皇上，我们远道而来，可是带着诚意的，没想到楚王妃如此专横，故意曲解皇妹的意思，不知何意。哼，贤王你可……楚王妃，大殿之上岂容这般放肆？不等穆静初说完，皇上就开口训斥道。冷子墨那双冰冷的黑眸看向皇上，穆静初轻轻握了握冷子墨的手，他不想坏了冷子墨的计划，毕竟现在还不是时候，如果现在和皇上闹翻，那是对冷子墨一点好处都没有。别冲动，相信我。穆静初小声地说道。皇上说的极是。穆静初笑着说道，只是那笑容不达眼底。楚王妃，你这是什么态度？庆贵妃开口质问道。说完看向自己儿子，只见秦王微微皱眉，向他摇了摇头。庆贵妃明白儿子的意思是不想他多嘴，
立刻用帕子轻轻擦了擦嘴角，掩饰尴尬。好在没人接他刚才的话。穆静初将这母子二人的小动作看在眼里，嗤笑一声，转过头看向贤王。既然贤王说带了诚意，不知是何诚意，本妃可没看出来。皇上自然知晓，毕竟牵扯朝堂，有些事情楚王妃还是不清楚的好。不过本王久仰楚王威名，知道楚王后院只王妃一人，特意从漠北带了几个美人替王妃照料王爷，这样王妃才能更好的打理偌大的王府。皇上，本王说的可对？贤王自然知道皇上和冷子墨之间暗自较量，也能看出皇上有意打压这个楚王妃。他给楚王府送美人，没准正合皇上心意。只要皇上开口，楚王要是拒绝，就是抗旨。正如贤王所料，皇上一听，不等冷子墨反驳，立刻开口：贤王有心了，子墨，你这后院确实也该添些新人了。既然贤王如此有诚意，本妃代王爷收下这几个美人，就是不知他们以后是我楚王府的人，还是你漠北贤王的人。第165章花拳绣腿。楚王妃说的这是什么话？既然送给楚王，那就是楚王府的人。难道楚王妃认为他们是本王安插在王府的眼线？本妃确实是这么想的。既然贤王已经把话说开了，也就放心了。本妃一定会好好关照几位美人的，绝不让他们的美色无用武之地。既然贤王这么有诚意，汝阳公主远道而来，想看本妃献艺，总不能真的服了公主的面子。不过琴棋书画本妃一窍不通，只对拳脚功夫感兴趣，不知漠北使臣可愿与本妃切磋一二，也算是为大家助兴了。这贤王有些为难，要是真的伤了楚王妃，恐怕楚王一定会借此发难。如果输在一个女人的手上，那他们漠北颜面何在？怎么不敢了？贤王莫将愿与楚王妃切磋。漠北使臣中站起一人，穆卫松眼睛眯了眯，他常年在漠北边关，岂会不认识此人？刘将军征战沙场多年，与楚王妃切磋恐怕不合适吧？穆静初看向穆卫松，笑了笑，感谢他今天一再替他说话，只不过此时并不是他们说话的时候，只是简单切磋，为大家助兴。穆将军何必这么大惊小怪？难得是楚王妃刚才说的都是空话，只是一些花拳绣腿就敢挑衅我漠北？刘将军是吧？本妃虽然只懂得一些花拳绣腿，不过对付你还是足够了。啊，好，楚王妃好大的口气，那本将军今天就领教楚王妃的花拳绣腿。穆静初走到大殿中央，对上久经沙场的刘将军，眼中没有一丝惬意，而是一脸玩味的表情。刘将军，点到为止，切莫伤了楚王妃。汝阳公主柔声说道。是，公主。楚王妃，请吧。好。穆静初没有等刘将军出手，而是快速出拳。他此时心里狠，给冷子墨身边安排美人。今天他要是不好好教训一下这群人，难保以后还会有人生出这样的心思。刘将军没想到穆静初出拳这么快，快速闪身向后退了几步，躲开了穆静初的攻击。谁知道穆静初一拳比一拳快，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几招过后，刘将军心惊，这位楚王妃绝非只会花拳绣腿，绝对是个中高手，单打独斗还真未必是他的对手。穆静初以拳化掌，直劈刘将军面门。刘将军心中暗道，不好，想要躲开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快速出掌，想要用内力将穆静初击退。穆静初看出他的意图，立刻转变招式，身子快速后弯，单膝着地向前滑动，一拳打在刘将军的胸口上。刘将军被打得倒退几步，强撑着稳住身形。穆静初几步上前，一脚踹在刘将军的身上。此时漠北使臣见状，有两人急忙起身上前，扶住了差点摔倒的刘将军。怎么你们想一起上？来吧，本妃这点花拳绣腿对付你们几个还绰绰有余。此时众人看向穆静初，眼里都是恐惧。穆卫松看向自己这个侄女，眼里全是惊喜。多年不见，那个唯唯诺诺备受欺凌的小姑娘如今长大了，还如此优秀。当初大嫂救过她，可是她却在大嫂过世后不能护这个侄女周全，此时心里也充满了愧疚。第166章不是软柿子。面对穆静初的挑衅，刚刚扶着刘将军的两个人再也忍不住，两人一起围攻穆静初。皇上看到，忍不住露出一抹阴冷的笑容。众大臣对漠北使臣的行为表示不满，这时没把他们南下放在眼里，纷纷谴责起来。能在贤王身边护卫的身手肯定不凡，可穆静初游走在两人之间，丝毫不落下风。两人越打越急，在他们看来，楚王妃确实功夫不错，但他们2对1还是有胜算的。谁知道这个女人很狡猾，刚刚明显隐藏了实力，现在交手才让他们心惊。一个女人竟如此可怕。穆静初见时候也差不多了，也不再手下留情，找准时机，绕到一个人的身后，对准他的后膝，狠狠就是一脚。男人身形不稳，单膝跪地。穆静初躲过另一个人的攻击，快速上前，不等男人起身，一拳打在他的太阳穴上，男人应声倒地。又是一个回旋踢，直接将身后想要偷袭他的男人踹飞。男人撞到柱子上，回弹倒地，吐出一口鲜血。一些胆小的夫人还有世家小姐差点惊呼出声，急忙用帕子捂住嘴。贤王眯了眯眼睛，
双手紧握成拳，额角青筋暴起，脸上却十分淡定。好，好，楚王妃好功夫，末将佩服。汝阳公主更是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穆静初，这个女人不是她能对付的，要真是自己入了楚王府，这个女人还不一拳把自己打死？不行，不行，就算自己仰慕楚王，还是小命要紧。不过今日的羞辱，她是一定会讨回来的，要让这个女人身败名裂，到时候看她还如何嚣张。楚王妃真是让本王大开眼界啊，佩服，佩服！你们两个废物，还不赶紧滚下去！此时皇上的太阳穴突突直跳，没想到冷子墨这个王妃这么厉害，当初真是失策，本想牵制于她，谁知道又给她送了一个助力过去。想到这，眼神阴狠地看向穆卫良。哪里，贤王谬赞了，区区花拳绣腿而已，让贤王笑话了。今日本妃还要多谢贤王的美意，千里迢迢带来美人送给王爷，本妃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们的。明天本妃会亲自派人去驿馆接美人回府。听他这一番话，贤王有了不好的预感，这几个美人看来是白费心思调教了，落在这样女人手里，恐怕不会有好下场。不过既然话已经说了，只能硬着头皮认了。累了吗？你何必亲自动手？穆静初回到座位上，冷子墨关心地问道。看他们不爽，我不出手，他们还以为我是个软柿子，随便他们拿捏。两人窃窃私语，丝毫不顾及众人打量的目光。漠北人吃了大亏，这会儿也老实了许多，宴会气氛有些尴尬。皇上的脸色阴沉的可怕，一个个都如坐针毡。好不容易等到宴会结束，大家都恨不得赶紧离开皇宫。穆卫松刚走出皇宫，被人拦住了去路。见过穆将军。你是？我家王妃想请穆将军明日到王府一叙。第167章叔侄叙旧。第二天，穆卫松就到了楚王府，见过王妃。小叔快请起，这里没有外人，咱们之间不必这些虚礼。穆静初急忙上前将穆卫松扶起。礼不可废。穆卫松恭敬地说道。小叔快请坐。穆静初让下人上茶后都打发了下去。小叔，你这次回来，家里人都跟着来了吗？没有，还是留在那边比较好，他们也不喜欢回来，侯府规矩也多，免得惹老夫人生气。你不是有将军府吗？干嘛还要受那个老钱婆的气？他要是敢刁难你，你就告诉我，我保管他们见到你老老实实的。穆卫松听他这么说，忍不住笑了起来。大丫头长大了，不但能保护自己，还能保护小叔了。要是再不长大，早晚死在他们手里，就和我娘一样。我听传闻，大嫂是死在白氏手里。是，不过穆卫良和老夫人也不无辜，侯府就没几个是无辜的。我之所以留他们到现在，就是还没报复够，我要让他们尝尝整日心惊胆战的滋味，还要让他们生不如死。白氏这个毒妇，当年做下这等丑事，要不是大嫂心善，让她进门，她还不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外室。这么死了，真是便宜她了。我亲手给娘报了仇，也希望娘能瞑目了。你祖父当年就不同意你爹娶她，说她心术不正，谁知道你爹竟然把她养在外面，哎，为此你祖父还被气得大病一场。穆卫良心术不正，又没什么本事，武安侯府早晚会败在他的手里。大丫头，你真的要把武安侯府赶尽杀绝？要是你祖父知道了，是他们不仁，就不能怪我无义。我会让老钱婆和穆卫良，还有侯府那些害过我娘的人，都跪在我娘坟前认错，就连白家我也没打算放过。穆静初知道穆卫松想说什么，也怕他求情，直接拦住了的话。到时候希望小叔不要怪我。我怎么会怪你？你也知道我当时在侯府的境况，要不是大嫂救了我一命，恐怕我都等不到你祖父回来。我就是可惜了侯府，你祖父常年征战，从不结党营私，就怕连累了侯府，怕侯府毁于一旦。没想到还是会有这一天。小叔，康王是不是联络过你？穆卫松只是一瞬间的出神，康王还不止一次的想拉拢他，都被他拒绝了。没想到这么隐秘的事被这个侄女知道了。不过转念一想，恐怕在这南下，无论是谁，恐怕都逃不过楚王的眼线。是，不过我没答应。可是康王并没有死心，他打算娶穆青歌，这样在别人眼里，你就是康王的人。哼，真是好算计，不管他娶谁都与我无关。康王这人相当阴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要多加小心，尤其是身边的人。你可能想不到，白氏害我娘的毒药是从漠北人手里得来的，谁能想到她一个女人能有这么大的胆子？第168章起了杀心。你说的可是真的？那白氏和漠北人有勾结？穆卫松不可置信地问道。穆静初点了点头。漠北人潜入京城，让他去穆卫良的书房偷东西，被王爷的人发现，抓回来，用了刑，这才把他的嘴撬开，知道了当年的一切。啪的一声，穆卫松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这个毒妇竟敢和漠北人勾结，穆卫良这个蠢货，被这个女人耍得团团转，还当个宝宠了这么多年。好了，小叔你也别生气，好在这次细作全都被抓，就连他们在京城的老巢也被端了。至于穆卫良，也许都等不到我出手，他就自己作死了。侯府交到他手上，还不如当初交给穆卫良呢，至少他没有穆卫清的野心，
也没有他的胆量。小叔难道一直想留在边关，一辈子不回京吗？边关没什么不好的，京城这地方吃人。穆静初也不好多说什么，不再谈论这个话题。叔侄俩又继续闲聊一会儿。穆将军来了。冷子墨从外面走了进来。末将见过楚王。穆将军不必多礼，回京这段时间可还习惯？习惯，多谢王爷关心。穆卫松恭敬地说道。都是一家人，不必这么拘谨，难得初儿还有惦记的娘家人，一会儿留下来一起用膳。穆卫松见到冷子墨，多少还是有些不自在，不过两人交谈了一会儿，大多都是关于边关还有战场上的事情，越聊越投机。穆卫松也没有了开始的拘谨，对这位王爷也有了新的认识。看两人相谈甚欢，穆静初也不好打扰，去厨房安排膳食。此时皇上在御书房里可没有冷子墨他们这么好的心情，还有闲心喝茶聊天，将手中茶碗狠狠摔在地上。这个冷子墨真是越来越嚣张，现在根本没把朕放在眼里，流言肯定是他故意传出去的。屈公公急忙跪在地上，声音微颤：皇上息怒，保重龙体啊！你让朕如何息怒？一个上午，整个京城都传遍了，说朕在宫宴上纵容漠北使臣故意刁难楚王妃，实际就是针对楚王。还有这次粮草的事，也是朕故意拖延。这些流言要真是冷子墨故意为之，他就是在向朕挑衅。整个御书房里寒气逼人，其他流言皇上也许不会发这么大脾气，事关粮草，这可是会动摇军心的。皇上眼里是隐藏不住的杀意，看来这个狼崽子是留不得了，不要怪朕心狠。屈公公跟了皇上几十年，对皇上的脾气了如指掌，知道皇上这次是真的起了杀心。此时他大气都不敢出，后背已经被汗水打湿。滚出去！是。御书房里只剩下皇上一个人，他叫来了龙御卫，让他们暗中盯着冷子墨还有楚王府的一举一动，还有早就不参朝议政冷子墨的舅舅永安侯齐振林的动向。虽说他们走动并不频繁，齐振林也常年不在京城，可万一这个狼崽子有异动，他也可以先发制人。第169章齐家兄妹。待把人都打发下去，皇上拿出一轴画卷，画卷上面是一个15、16岁的少女。皇上看着画上的少女，自言自语地说道：思柔，本来看在他是你儿子的份上，只要他安安分分的，朕可以留他一命，谁知道他不知好歹，这就怪不得朕了。穆静初回京后一直待在王府，每日闲着没事，想要出去走走，铃铛想到前几日去妙春堂，听人说离京城不远的凌烟湖那里景色很美，京中不少公子小姐都去游湖。穆静初一听来了精神，一看现在时候还早，立刻让韩青准备马车，带着几个丫头准备游湖去。凌烟湖离京城很近，出了城不到1个时辰就到了。一下马车，穆静初就被凌烟湖的景色迷住了，碧波荡漾的湖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婀娜多姿的柳丝宛如少女的长发，轻垂在湖面上，随风飘动。韩青去停马车，穆静初带着几个丫头缓步向前。湖岸两侧有不少的店铺，面积都不大，经营的种类不少，而且铺子里面卖的东西也很齐全。湖边还有不少小摊子，大多数都是一些女孩子比较喜欢的小饰品。穆静初也不拘着他们，让他们自己随便逛逛，喜欢什么就买。看着铃铛和翠儿两个丫头高兴的样子，穆静初忍不住笑着摇了摇头。韩洛和韩星根本不喜欢这些，跟在穆静初身边，况且他们的任务是保护王妃。看到湖上还有几艘画舫，穆静初来了兴趣。这些画舫也做生意，有卖胭脂水粉的，衣服首饰的，有供客人休息喝茶的，还有酒坊。不远处的几艘画舫上还能看到不少公子小姐在上面吟诗作对。咱们去前面的画舫看看。穆静初指着一艘卖衣服的画舫说道。刚进画舫，就听到里面传来一个他极其不喜欢的女声：齐芷月，你也不看看自己那个样子，还敢和我抢衣服？这衣服穿在你的身上真是浪费。你胡说，谁和你抢了？这明明是我姐姐先看上的衣服，是你抢我姐姐的。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一脸气愤地对着刚才那个少女吼道。看到是林殊郡主，穆静初就不奇怪，为什么那对姐妹会被欺负。主子是齐侯爷家的公子。韩洛在穆静初耳边小声说道。齐侯爷？穆静初快速想了一下，忽然想到了什么，开口问道：冷子墨的舅舅？韩洛点了点头。文州咱们走，我不要了。穆静初这才看见少年身后站着一个戴着帽围的姑娘，脸遮挡住了，看不清容貌。姐，这明明是你先看上的，凭什么让他？有的人还算有自知之明，长成这个样子也不怕出来吓死人。你……少年想要冲过去，被齐芷月拉住。林殊郡主身边的丫鬟上前，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指着姐妹俩说道：就凭你们还敢跟我们郡主作对，真是不自量力。这是谁家的狗没拴着，跑到这里乱吠？韩洛，给本妃打掉他的牙。第170章意图行刺。韩洛毫不犹豫地上前，啪啪就是2巴掌。韩洛出手太快，林殊郡主根本没反应过来。等他反应过来，小丫鬟的脸瞬间肉眼可见的肿了起来，牙也被打掉了几颗。看到穆静初，眼睛里全都是喷怒。怎么又是你？
林殊郡主真是好大的威风，仗势欺人这毛病还真改不了。本郡主劝你少管闲事，这个闲事本妃管定了，你乖乖的给齐小姐还有齐公子赔礼道歉，说自己嘴贱，以后绝不再犯，不然今天这事可没这么好了。这会儿周围有不少人围观，大家都小声议论着，京城谁不知道林殊郡主嚣张跋扈，没人敢惹，没想到今天可是踢到铁板上了。楚王妃，你把事情闹大，对谁都没有好处吧？被丫鬟挡着，要不是她开口，穆静初还没看见沈言舒。沈小姐好大的口气，不愧是皇后娘娘的亲侄女，这是在威胁本妃。穆静初面色一沉，一双黑眸透着寒意，让人不禁浑身一颤。林殊郡主身边的另一个丫鬟知道是楚王妃，担心郡主吃亏，偷偷溜走去找侯府侍卫。穆静初早就看在眼里，根本没理会她。你少在这胡说八道，我说的是实话，林殊不过就说了几句实话而已，你何必咄咄逼人？沈言舒被穆静初的话吓得不轻，要是传出他们丞相打着这皇后娘娘的名声，仗势欺人，回家祖父肯定饶不了他。对，本郡主又没说别的，不过几句实话而已，用你在这多管闲事？你们欺负齐家的公子小姐，是简单的几句话而已吗？还是故意针对王爷？这和冷子墨有什么关系？林殊郡主想也没想，直接说出了口。沈言舒倒是冷静，脑子一转，忽然想起这两位不就是楚王的表弟妹吗？可是他们真的没有楚王妃说的那个意思。林殊，别说了。沈言舒拉了一下林殊郡主的衣袖，小声的说道。这个时候，小丫鬟带着侍卫赶了过来，侍卫抽出佩刀，指向穆静初。齐文周和齐芷月急忙护着穆静初身前。穆静初笑了笑，他怎么能让两个孩子挡在他的身前？更何况就只是几个垃圾。表嫂，两个孩子异口同声的喊道。乖，一会儿表嫂带你们吃好吃的，咱们再聊，先把这些垃圾处理了。你们是想行刺本妃吗？知道行刺本妃的后果吗？楚王妃，你别误会，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沈言舒急忙开口道。你怕他干什么？林殊郡主虽然嘴硬，但是心里也打鼓，倒是不怕穆静初说他行刺，反正皇帝舅舅不会相信他是在宴会上见识过穆静初的厉害，这几个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可是让他赔礼道歉根本不可能。穆静初看他笑了笑，冲着韩洛韩星招了招手，红唇轻启，这些人意图行刺本妃，留他们一命，废了。是。围观的人见要动手，纷纷向后退了几步，不等林殊郡主开口，他的侍卫已经躺在地上鬼哭狼嚎。废物。第171章毒斑。穆静初，你别太嚣张，本郡主就不信，这次你当众行凶，皇上还能饶得了你？林殊郡主眼里淬了毒一般，盯着穆静初。好啊，本妃倒要看看皇上为什么要治本妃的罪。林殊郡主当众欺辱出言，侮辱永安侯府的小姐，本妃好言相劝。你的侍卫对本妃拔刀相向，意图不轨，这究竟是谁的错？你分明是你强词夺理。林殊郡主被气得浑身哆嗦。韩星，你现在去一趟永宁侯府还有丞相府，把今天的事一五一十的告知侯爷还有丞相。是。这些废物本妃就不带走了。郡主，沈小姐好自为之吧。齐芷月和齐文周两姐弟看向穆静初，眼里都是小星星，满是崇拜之色。我请你们去吃好东西，去不去？穆静初开口问道。去。齐文周高兴地说道。齐芷月笑着点了点头。林殊郡主被气得不轻，站在原地大叫，一点也没有闺阁小姐温柔贤淑的样子。围观的人被吓得赶紧离开，谁也不敢留在原地看热闹，他们可不是楚王妃，得罪不起林殊郡主。穆静初带着姐弟二人找了一间酒楼，点完菜，齐文周就迫不及待地开口。表嫂，你好厉害，我们会不会给表哥惹麻烦？齐芷月小声地问道。不会，你放心吧，你表哥能处理好。谢谢表嫂。穆静初看着齐芷月，想了想还是开口说道。芷月，我可以看看你的脸吗？我怕吓到表嫂。齐芷月小声地说道。穆静初听冷子墨提过，她这个表妹小时候脸有一个胎记，本来不起眼，可是随着年龄，胎记越长越大，找了不少大夫都没有治好，后来查出是中毒了。许泽安也为她诊治过，脸上的胎记其实的毒斑，虽然现在变浅了一些，不过看上去还是很吓人。冷子墨想过让穆静初为她表妹看看，只不过那个时候齐振林不在京城，他们身边也一直有人监视，后来又赶上冷子墨去边关，这才耽误下来。你这算什么？怎么会吓到我？齐芷月将帽围慢慢拿下来，半张脸被红色毒斑占满。把手伸过来，我给你把脉。韩洛，你去外面看着点，先别让人打扰。穆静初将手指轻轻搭在齐芷月的手腕上，闭着眼睛，包间里的人大气都不敢出，就怕打扰到他。过了一会儿，穆静初睁开眼睛，看向齐芷月。表嫂，我姐姐这个可以治好吗？齐文周小心翼翼地问道。齐芷月没有说话，双手紧紧握着，眼里满是期盼。我们芷月这么漂亮的姑娘，必须可以啊。
真的？齐芷月眼睛里起了一层水雾，急切地问道：“表嫂，我这个真的可以治吗？”相信我，不过我要准备一下，过几天东西准备齐了就可以开始了。以后咱们芷月再也不用带着帽围出门了，到时候恐怕京城里没有比我们芷月更漂亮的。表嫂，齐芷月哽咽地说道：“谢谢。”第172章，没脑子。吃过饭，穆静初让人将姐弟送回来侯府。他知道齐振林一直不愿留在京城，远离朝堂，是不想让冷子墨被人牵制，才带着一双儿女经常去江南，说是为女儿寻医。永宁侯府和丞相府这会儿可是热闹。韩信果然不负穆静初所望，到了侯府和丞相府，就把今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特意强调了林书郡主的侍卫意图行刺。林书郡主回到侯府，就看到杨侯爷一脸怒气的坐在正厅等着他回来，长公主在一旁也是坐立不安。她是担心女儿对上穆静初会吃亏，想让人出去找，被侯爷拦下，现在只能在府里着急。看到女儿回来，长公主立刻上前，上下打量了好久，确认女儿没事，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下。杨侯爷气得太阳穴直突突，大声呵斥道：“跪下！爹，你不能信楚王夫人说的话，我在外面受了委屈，你都不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就让我跪下。明明就是那个穆静初小题大做，你还就着了他的道，你怎么这么糊涂？”长公主不悦地说道。呵，杨侯爷冷哼一声：“我糊涂？你怎么不说他成天惹是生非？难道非要连累我们侯府才肯罢休？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不就是几个姑娘拌嘴的事，要不是他穆静初横插一脚，至于闹到这点地步吗？”长公主也大声地吼道。杨侯爷看了长公主一眼，强压着心中的怒火：“来人，今天跟着郡主出去的丫头全都发卖了，侍卫每人50板子。侯爷，您饶了我们吧！郡主，郡主，救命啊！郡主！”声音越来越小，伺候的下人们一个个低着头，不敢出声，双腿发软。爹，都是穆静初的错，你干什么把我的丫鬟都发卖了？林淑郡主这回真觉得委屈，现在的爹一点都不疼她，动不动就对她发脾气。你们都下去吧，这不用伺候。杨侯爷对着下人说道。慈儿，你已经长大了，做事怎么这么没有脑子？杨侯爷无奈地问道。杨从南，你什么意思？你说慈儿没脑子，难道她不是你女儿吗？你就这么说自己女儿？长公主用手指着杨侯爷，大声的质问。他今天的所作所为哪一点有脑子？欺负齐振林的儿女？难道你不知道他是楚王的舅舅？不知道这样做会给我们永宁侯府带来多少非议？他还让侍卫在楚王妃面前拔刀，那个女人是这么好对付的吗？你还上赶着给人送把柄，他要是再这么任性，早晚连累了侯府。你就知道侯府在你心里只有侯府，一点不关心女儿。你也说了，那个女人难缠，慈儿怎么是她的对手？明明是慈儿在外受了委屈，你还埋怨她，是不是因为慈儿是我的女儿，你才不关心她？你这说的是什么话？难道我还不够疼她？我是气她做事太鲁莽，刁蛮任性，这样的脾气秉性，难保以后不会吃大亏，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第173章，又不是我的错。丞相府同样被低气压笼罩着，让人喘不过气。沈延书已经被罚去贵祠堂。沈长风看着丞相如墨一般的脸色，犹豫了半天，还是开口：“爹，延书一直是个有分寸的孩子，为了这点小事罚他贵祠堂，是不是有点重了？”话说到后面，声音越来越小：“哼，你不知道那个楚王妃是个难缠的种儿？延书不懂事，难道你还不清楚？这个时候招惹齐家，难保不会有什么流言传出来，到时候惹得一身骚，你妹妹那里也不好交代。那这怎么办？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亲自去一趟康王府，问问康王的意思。”沈长风低头不语。沈丞相看了一眼这个不争气的儿子，甩袖离开。穆静初回府后，冷子墨已经回来了，将今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相公，这个机会我们一定要好好利用，人言可畏，这京城越乱越好。听你的。冷子墨继续说道。芷月的毒你有把握吗？你不相信我？不是，是我连累了舅舅一家。芷月是个女孩子，要是这毒解不了，我会一辈子内疚，也是我大意了。没想到给芷月下毒的会是她的奶娘，等有了线索，在找到她时，她已经服毒自尽了。好在许泽安已经帮她缓解了一部分毒素，才不至于毒素蔓延，不然芷月早就毒发身亡了。要不是皇上盯得太紧，舅舅早就回京了，也不至于耽搁这么长时间。你放心，我已经给他把锅卖了，好在有许泽安，不然芷月真的不好说。谢谢媳妇儿，你这么大的人情，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不如我肉偿，你看如何？说着，冷子墨就要伸手抱住穆静初。穆静初一个闪身，冷子墨手里抓了一个空，眉毛微挑：“亲爱的楚王殿下，你现在是越来越会说话了，想占我便宜，还把话说得这么冠冕堂皇。我现在可没这个功夫，还要给芷月去配药。我告诉你，不要来打扰我。”看着穆静初离开的背影，冷子墨笑着摇了摇头。
穆静初回到药房，开始准备为齐芷月配药。她脸上的毒斑是常年被人下毒所致，下毒之人用心险恶，对一个女孩子竟然如此残忍，不只想要人命，还要中毒之人在毒发之前被这毒斑折磨。齐芷月脸上的这个毒斑不仅要研制解毒药，还有外敷的药，要想彻底解毒，必须要内服外敷，双管齐下才行。这2日，因为京城的传言，杨侯爷和长公主还有丞相被叫到了御书房，发了好大的脾气。上次的事才刚刚平息，又闹了这么一出，最后谣言又拐到了皇上暗中打压冷子墨的身上，这让皇上如何不发怒？长公主坐在马车里，眼眶微红。杨侯爷轻叹一声：“好了，一会儿回府，让下人看见像什么样子。皇兄从来都没这么凶过我，他明明知道是楚王府搞的鬼，又不是我的错。”第174章，教他们规矩。我早就和你说过，慈儿那个脾气一定要收敛，他这次就是被人利用了。你要是再不严加管教，以后他要是闯下大祸，到时候有你后悔的。都是冷子墨和穆静初那个贱人的错，我不会放过他们的。长公主气得咬牙说道：“你想干什么？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吗？一个楚王妃你都对付不了，更何况现在楚王还在。冷子墨可不是什么会顾念亲情之人，到时候把他惹急了，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他手里有兵权，就算皇上都对他礼让3分，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待在府里，少出去惹是生非。”长公主知道侯爷说的在理，可是她从小到大都没受过这种窝囊气，双手不自觉地握紧，眼里充满了怨毒之色。穆静初将研制好的药粉还有外敷的药派人给齐芷月送了过去，并将用法写了下来。他知道这些日子一直有人暗中监视楚王府的动向，不过楚王府戒备森严，那些人即便武功再高也靠近不了，只能在远处监视。等过段时间，齐芷月症状减轻，才能替齐芷月彻底解毒。在这期间，穆静初绕过眼线，去过几次永安侯府。齐芷月脸上的毒斑越来越浅，用不了多久，齐芷月的毒就能彻底解了。这几日，冷子墨一直在军营忙碌，回来很晚。穆静初本打算今天吃过晚饭去永安侯府，刚要出门，冷子墨回来了。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事情都解决差不多了，特意早点回来陪你。那可真不巧，我要去舅舅那给芷月解毒，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次，以后芷月就能和正常的那些小姑娘一样，再也不用戴帽围，可以美美的去逛街了。那我陪你一起去。好啊，对了，你什么时候把外面那些人解决了？一想到外面那些人，穆静初就不爽，每次出去都要费好大功夫。这些人不是普通的暗卫，他们应该是皇上的御龙卫。皇上这是什么意思？穆静初当然知道御龙卫是干什么的，有点担心的问道。不用管他，我能应付。永宁侯府看到冷子墨来，齐振林很意外，见过楚舅舅，你这是干什么？冷子墨将要行礼的齐振林扶起来。表哥表嫂。齐芷月和齐文周异口同声的喊道。没有规矩。齐振林不悦的看了一双儿女。舅舅这是拿我当外人？你这孩子，我这是教他们规矩。好了，舅舅，芷月和文周是懂事的孩子，你不用这么处处小心。我们是一家人，在家里讲这么多规矩，那不把人累死？穆静初说道。初儿说的没错。冷子墨附和道。子墨，你难得有空，陪舅舅说会话，我带芷月先去，一会儿给你们一个惊喜。好，表嫂，我也要去。齐文周说道。我要给你姐姐施针，你只能在门外等着。好，我不会打扰表嫂的，我就在门外等着。齐文周高兴地说道。第175章，我能坚持。穆静初为齐芷月施完针，将刚煎好的药递给他，开口问道：怎么样，还能坚持吗？不行的话，咱们先休息一下。不用休息，表嫂，我能坚持。齐芷月说的异常坚定，这些日子她看到了自己脸上的变化，现在一刻都不想耽搁，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自己恢复容貌以后的样子。好，我一会儿会轻点，不过这次药膏敷上后会比以前要难受，你一定不要用手去抓，记住了吗？放心吧，表嫂。穆静初挺佩服这个小姑娘的，她知道自己配制的药有多霸道，没想到这么一个柔弱的小姑娘咬牙坚持下来了。准备好了吗？咱们开始了。齐芷月躺到床上，穆静初把药膏敷在她的脸上，用手轻轻按摩。开始齐芷月没感觉到什么，觉得和平时敷药的感觉差不多。过了一会儿，脸上传来一阵热辣的刺痛感，半张脸像火烧一样的疼，忍不住痛呼出声。不过她不敢乱动，就怕功亏一篑。穆静初看她的脸已经肿得很高，找准穴位，快速下针。齐芷月觉得血气上涌，干呕了2声。穆静初赶紧将木盆拿过来，齐芷月再也忍不住，一口黑血吐了出来，直接昏了过去。穆静初将针拔出，脸上的药膏擦净，端着木盆就要走出房间。此时齐振林、冷子墨还有齐文周都在门外，看到穆静初，齐振林焦急地问道：月儿她还好吗？舅舅放心，再过1个时辰她醒了之后就没事了。真的？月儿身上的毒解了，脸也恢复了。齐振林眼眶微红，
声音都有些发颤。都好了，不过还要好好休养一些日子，毕竟他中毒这么时间，亏得厉害。不过现在千万不要大补，我一会儿给您写几个药膳，再开个进补的方子，用不了多久，月儿妹妹就彻底恢复了。谢楚王妃救小女一命。齐振林声音哽咽，行了一个大礼。谢谢表嫂。齐文周双眼通红，对穆静初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舅舅，你这是干什么？都是一家人，月儿也是我妹妹，这不是应该的吗？是，一家人。齐振林用手狠狠地搓了一下脸，将脸上的眼泪擦干。文周，你去把月儿贴身丫鬟找来，让她给月擦洗一下，再找身干净的衣服来。好，我这就去。齐文周笑着跑开。你慢点，这个孩子这么大了还毛毛躁躁的。齐振林说道。文周还是个孩子，今天高兴你就别说他了。冷子墨替小表弟求情。好，听你的，不管他了。月儿过一会儿才醒，咱们也好久没有好好聊聊了。去前厅，我正好有话问你。好，舅舅你和子墨去吧，芷月这我还不能离开。穆静初说道。齐振林心里高兴，走起路来都觉得身上轻松了很多。穆静初回到房间，等丫鬟替齐芷月收拾利索，让她都退下，自己坐在床边守着她。第176章，长得太像了。这一晚上，穆静初也累得够呛，走到桌边，倒了一杯茶水，还没来得及喝，就听到身后传来声音：“表嫂，芷月，你醒了？告诉表嫂，你也没有哪里不舒服。”穆静初放下茶杯，走到床边，关心地问道。齐芷月撑着身子坐了起来，没有，感觉很好。随后抬手摸了摸自己脸，不再是之前那种干硬的触感，而是摸到了光滑的皮肤。我的脸好了，你自己看。穆静初将铜镜递到他面前，看着镜中的自己，齐芷月简直不敢相信，眼泪再也忍不住，随后是痛哭出声。穆静初将齐芷月轻轻抱在怀里，拍着她的背。她知道一个女孩子被下毒、被毁容后遭遇的是什么，小声说道：“哭吧，痛快的哭一场。”过了好一会儿，齐芷月才止住哭声，不好意思的低着头：“表嫂，谢谢你。”“跟表嫂还客气。”穆静初用手指轻轻刮了一下她的鼻尖：“你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可以完全恢复了。看看我们芷月这小模样，也不知道以后会便宜了哪家臭小子。”“表嫂。”齐芷月被穆静初说的不好意思，耳间微微泛起一层红晕。“我们芷月难为情了。好了，我不说了，我让人给你准备点吃食，再去告诉舅舅还有你表哥这个好消息。表嫂，我想过去亲自和爹说。”穆静初想了想，说道：“好，我扶你起来。文州那小子一直在外面守着，他说要第一个看到你。”齐振林和冷子墨难得有机会坐在一起，听到冷子墨说皇上派龙御卫监视他，眉头微皱，刚要开口，一抬头看到走过来的少女，顿时愣住了。冷子墨也转过身，看到齐芷月恢复容貌后，也是一愣：“爹，表哥，月儿，你真的好了？”说着起身快步走了过去。“太好了，太好了！”齐振林哽咽地说道：“孩子，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苦，委屈你了。都过去了，爹，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对，都过去了。”“爹，我姐现在是不是京城里最漂亮的？”齐文周在一旁问道。“是，我的月儿自然是最漂亮的。”冷子墨站起来，走到齐芷月身边，鼻尖有些泛酸。穆静初看出冷子墨情绪有些不对，上前问道：“相公，你没事吧？”“没事，看到月儿我还以为……”冷子墨没有说下去。“是，太像了，我刚看见第一眼也差点吓了一跳，月儿和你娘年轻的时候简直太像了。”齐振林说道，想到自己那个温婉娴熟懂事的小妹，心里说不出的痛。芷月这才刚好，咱们还是先坐下再聊。穆静初见气氛压抑，急忙说道：“对，月儿，你快坐下，要是哪里不舒服，赶紧告诉你表嫂，知道吗？”“爹放心，我现在感觉很好。姐，等过几天你身体恢复了，咱们出去玩，去京城最热闹的地方，看以后谁还敢说你。”“不行。”第177章，你娶了一个好媳妇儿。为什么呀，表哥？齐文周不解地问道。“你不知道，以前那些人总在背后说我姐，嘲笑她，现在我姐好了，为什么不能出去？”冷子墨看了一眼齐振林，没有说话。齐振林思索了一会儿，开口说道：“文周，时间不早了，你先回去时间。”齐文周不悦，还想开口，被齐振林一个眼神吓得不敢说话，生气地跑着离开。“子墨，要不我还是带着月儿和文周回江南吧？月儿的脸已经恢复了，就算你们离开，皇上一直派人暗中盯着你们，发现是早晚的事。”听到他们的对话，穆静初突然想起来冷子墨和他说过的话，皇上对冷子墨的娘曾经图谋不轨，要是被皇上看见月儿和冷子墨的娘长得这么像，他这种人难保不会做出什么龌龊的事。齐芷月还是一脸懵地看向他们几人：“爹，你和表哥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齐振林不想女儿知道这些烟杂事，不知道怎么开口，冷子墨更不愿意把那些往事说出来。穆静初知道他们的顾虑，急忙说道：“
芷月，舅舅他们是担心害你的人还没找到，万一被害你的人知道你毒解了，脸也治好了，再对你下手怎么办？毕竟他们在暗，我们在明。齐芷月听完，仔细想了一下，点了点头。表嫂，你说的对，那我们要怎么办？明天就让芷月和文州住到楚王府去。冷子墨说道。那芷月一辈子不出门了？穆静初反问。不会太久。冷子墨受够了，他的计划一定要提前。你们相信我吗？穆静初继续问道。表嫂，你有办法？齐芷月听到这眼睛一亮。齐振林没有说话，坐直了身子，也紧张起来。你就要委屈芷月了？我不怕委屈，表嫂你快说啊！齐芷月焦急地问道。我可以调制一种药膏，让芷月涂在脸上，和以前无异。这种药膏不会伤害皮肤，还有保养皮肤的作用。而且这种药膏遇水都不会掉，除非用我调制的药水才能洗掉。真的？齐振林疑惑地问道。舅舅你尽管放心，其他人绝对看不出来。好，我肯定相信你。表嫂，我也相信你。齐芷月高兴地说道。反正他的脸已经好了，表嫂说的对，害自己的人还没找到，不能让他们发现。那我过2天就给送过来。对了，芷月你身边的那个丫鬟靠得住吗？今晚知道齐芷月恢复容貌的事，就只有她的贴身丫鬟知道。小桃是个孤儿，她在街上乞讨，娘看她可怜，把她带进府的，当时她才5岁，绝对没问题。那就好，府里的人知道越少越好。初儿，芷月刚刚恢复，别累着，你先带她回房休息吧。冷子墨说道。穆静初知道他们肯定有话要说，打算支开齐芷月，一高兴拉着芷月说了这么半天话。舅舅，我先带芷月回房，正好我还要写一些药膳的方子。爹，表哥我和表嫂先回房了。看着二人离开的背影，齐振林开口说道。子墨，你娶了一个好媳妇儿啊，你娘要是知道了肯定开心，你要好好待她。第178章，谁死还不一定呢。我知道她很好，放心吧，舅舅我一定会好好待她的。刚才你话说到一半，皇上为什么会派龙御卫暗中监视你？他现在有些坐不住了，担心我会威胁到他。你的意思是他现在要对你动手了？齐振林有些着急地问道。冷子墨点了点头。你不用担心，最后谁死还不一定呢。子墨，我知道你心里不甘，还有你父皇母后的事，一直是你心里的刺。不过他现在是皇上，你要是贸然带兵闯进皇宫，和他来过鱼死网破，就算你最后坐上了那个位子，也会被世人诟病的。一定要选个完全的办法，定死他的罪状，让他不能翻身，你才能名正言顺。我知道，你还记得当初的陈太医吗？你是说太医院院守陈志？是。怎么不记得？当初你父皇驾崩，我就觉得事有蹊跷，去找过这个人，可是他却告老还乡了。当时就觉得事情哪有这么凑巧，我去找他，可是他根本没有回过乡下。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打听，都没有消息。你当然找不到他，他根本不是什么告老还乡，估计一家早就被皇上灭口了。你怎么知道的？几年前我军营的书房里出现一封密信，打开才知道是陈太医留下来的。皇上还以为他做的天衣无缝，可是他没想到陈太医留了后手，不但把自己的罪行都写了下来，上面把他们密谋的过程写得清清楚楚，还有皇上给他的密信也没毁，上面可是皇上亲笔。齐振林激动地问道。不是，但是有他王爷的印鉴，这也是冷子墨遗憾的地方。陈太医的一封密信还不足以定死他，更何况只是印鉴，他有100个理由推脱，还有一个太医不足以让他成事。我知道沈从山、武明衡都是帮凶，不然就凭武明衡那个莽夫，怎么可能做到今天昭勇大将军的位置？他的妹妹还成了皇上宠爱的庆贵妃。冷子墨沉了沉，继续说道。当年不管是谁参与了这件事，我都会把他们一个个揪出来，灭了他们9族，就算落下残暴的名声，也在所不惜。好，需要舅舅做什么？我手里还有你外公留下的2000精兵，都在江南，很隐蔽，没人知道。先不用，有需要我自会开口。这几天你找借口带着文州还有芷月离开京城，出城后我会安排人送你们去漠北，江南我会让人代替你们去，要真是事发，他们自会脱身。你自己万事小心，安顿好他们姐弟，我来找你。我这边还不知道情况如何，你留在那边我比较放心。皇上既然想要动手，必然要找个合理的理由。狩猎。齐振林听到这里，突然就想到了，马上就是1年1度的皇家狩猎，想要一个人在猎场受伤，甚至杀一个人，做点手脚，再简单不过了。冷子墨黑眸眯了眯，我会小心的，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有些事还要提前做打算，要真如舅舅想的那样，恐怕这次狩猎只是一个借口罢了。第179章，着手准备。冷子墨回府后就和穆静初说了自己的猜测还有打算，那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把舅舅他们送出去，没了后顾之忧才好动手。这个我会安排，让他们先去漠北，送到军营那边。皇上要对付你，恐怕这个时候不会轻易让舅舅离京，那就要谢谢林叔还有沈家那位了。冷子墨勾唇一笑。
穆静初也明白了他的意思，是啊，一个姑娘家被人当众羞辱，要是我也不想留在这饱受流言蜚语，不过要让舅舅先进宫替芷月求一个公道。看到穆静初狡黠的笑容，冷子墨心里喜欢极了他这个样子，在他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第二天，齐振林就进宫，说要带着一双儿女回江南，皇上岂会同意？正如冷子墨他们想的那样，这次皇上要对他下手，怎么能让齐振林一家这么重要的筹码在这个时候离开？皇上，老臣就这一个女儿，现在身中剧毒，脸也毁了，还被人当众羞辱，您让她还怎么继续留在京城？振林，你快起来，这里也没有外人，咱们还是以前的好兄弟，你有什么委屈，告诉朕，朕给你出气。皇上，臣现在没有委屈，就想自己的一双儿女好好的，什么也不想争。就算小女是因为林淑郡主还有那沈家小姐的几句话想不开，又如何？他们说的也是实情，只不过就是性子骄纵了一些。我还是带着孩子们离开一些日子，不然小女留在这，想起这些事，整日以泪洗面，我看着心疼。朕会让他们两家上门赔礼道歉，过几日正好要去狩猎，你带着他们也一起去散散心，朕看谁还敢胡说八道。多谢皇上的好意，小女现在根本就不愿出门，哎，老臣也是没办法。皇上眯着眼睛看向齐振林，一定要离京？难道是他们发现了什么？还是真如他所说，就算他们离京又如何？还不是逃不出自己的掌控。既然不识抬举，想自寻死路，那离京后去哪可就由不得你们了。知道齐振林铁了心要走，皇上也不阻拦，还好生安慰了他一阵，才放他出宫。冷子墨这几日留在军营，穆静初就暗中打点王府的家当，从密道将府里值钱的东西都运出去。与王府密道连着的是一座空置的宅子，皇上的人根本不能靠近王府，他们只能监视出入的人。穆静初带着人只在院中活动，皇上根本没有发现。王府的下人也是冷子墨精挑细选的，都是心腹。穆静初没嫁入王府之前，府里连个丫鬟都没有，现在他身边的丫鬟除了铃铛和翠儿，也都是冷子墨安排的女暗卫。到时候王府里的人，皇上一个也找不到，最后发现这里只剩下一个空壳。穆静初的那些药材，他可不能忘了，这些可是好东西，他可不舍得放弃。有的一些珍贵药材，那是有银子也买不到的。看到冷子墨找过来，惊喜地问道：“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今晚和云琛还有廷玉商量事情，你和我一起去。”第180章，查得怎么样了？冷子墨带他来的这座宅子，就是上次苏廷玉受伤时住的那里。为了避开皇上的眼线，他们着实费了一番功夫。他们到的时候，江云琛和苏廷玉早就到了。查得怎么样了？冷子墨跟他们也没有寒暄，坐下后开门见山地问道：“到了猎场，我本想带人进去，可是守备太森严，我们根本就进不去。”江云琛如实地说道：“这几日皇宫也是戒备森严，我也没有打探到什么。”苏廷玉也有些挫败地说道。冷子墨手指轻敲桌面，过了一会儿开口说道：“剩下的事情你们俩别插手，这次狩猎恐怕是皇上对我设下的陷阱，既然他这么警惕，咱们也不好打草惊蛇，到时候随机应变，这也许会是我的一个机会。”“你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江云琛担心地问道。“子墨，这件事一旦做了就不能回头，你一定要想好，如果这次皇上没有发难，你就再等等，那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准备，到时候赢面更大。”苏廷玉也开口说道：“我知道，你们不必担心，我已经做了完全的准备。这些日子我们还是不要见面，有事我会让人通知你们。如果真的是皇上设下陷阱，故意要害你，我会跟你一起走。”江云琛说道。“那我也回去安排安排。”苏廷玉随后说道。“胡闹！你们想过侯爷吗？想过家里那些亲人吗？”冷子墨呵斥道。“我还有亲人吗？我爹可不止我一个儿子。”江云琛自嘲道。“你以为侯爷真的看中那个江百川吗？用点脑子行不行？你不用和我说这么多，这个世子之位我不稀罕，就算我不跟你走，我也不会回江家。让云琛好好想想吧，只有他想通了，他们父子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好好聊聊。现在最关键的是你的。”苏廷玉话没说完就被冷子墨打断了。“我说过了不行，这是没商量，一切都是我们猜测，也许是我们多心了。”江云琛说道。“但愿吧。”冷子墨之所以这么笃定，是因为他接到宫中眼线密报，偷听到了皇上和禁卫军统领还有康王的对话，只是还不知详情。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这次狩猎确实要对付他。此时御书房，师傅，这么晚了，您倒偏念些话，我在这守着。屈公公的徒弟小顺子一脸谄媚地说道：“你个小兔崽子，算你还有点良心，还知道心疼我这个师傅。今天不行，赶紧滚！”屈公公已经在御书房外站了好几个时辰，确实有些累了。皇上让他在门外守着，任何人不能靠近御书房，他知道事关重大，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一点不敢怠慢。“那我去给你弄点吃的，你好歹吃点，要不我看着怪心疼的。”小顺子一脸心疼地说道。“臭小子，师傅为你好，今晚别再过来了。”小顺子不敢再多言，
要是强留下来，怕引人起疑，只能先行离开御书房。他并没有走远，而是绕了一圈，悄悄躲在假山后面，关注着从御书房里出来的人。第181章猎场。猎场离京城不算远，只需半日行程。狩猎这日，各位皇亲贵胄、文武大臣早就在宫门口候着。皇上一声令下，狩猎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朝着猎场出发。一路上，队伍走走停停，经过一个上午，终于到了猎场。皇上体恤众人一路劳累，让大家先休息，第二天一早再进猎场。这里的帐篷也是按官职提前分好的，皇上帐篷周围有御林军把守，就连王爷皇子也不能轻易靠近。累了吧？一进到帐篷，冷子墨关心地问道。还好，不过半日的路程，皇上那边可有动静？冷子墨摇了摇头，没有。这么平静？穆静初不禁皱了皱眉，明天晚上是不是有军营的士兵练兵表演？是，我已经安排好了。穆静初总觉得不踏实，不知道明天进猎场会遇到什么。第二天一大早，众人就到齐了。狩猎不止男子可以参加，就是女子也可以一试身手。皇上还为狩猎的获胜者准备了丰厚的赏赐，大家都跃跃欲试。一声令下，众人骑马飞奔而去。猎场里早就有侍卫提前清场，因为有女眷，怕出意外，没有那些大型伤人的猎物，而且危险的地方也做出了警示。皇兄，今天咱们要不要比试一番？冷子墨闻言，就看见康王还有秦王跟在他们身后。本王没兴趣，几个小畜生还不配本王出手。冷子墨淡淡的开口。听了这一有所指的话，康王也不恼，心中暗道：看你还能嚣张多久？以为我是故意引你入局？明知道动手不是你的对手，还会硬碰？哼！既然皇兄不愿意，本王也不好勉强。五弟，咱们走。秦王也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冷子墨根本不愿搭理这两个蠢货，看向穆静初问道：媳妇儿可要比试一番？好啊，不过你可不能故意让我。正说着，两人同时听见了动静，相视一笑，双腿用力，催马上前，准备搭弓射箭。这只白狐是我的。穆静初兴奋地说道。说好了，各凭本事的。冷子墨笑着说道。穆静初的箭雨已经射出，却被另一支箭截胡，率先射中了白狐。下一次我肯定比你快。穆静初看了一眼冷子墨，不甘示弱地说道。两人不止打猎，一路上还观察着周围的动静，除了有人暗中跟踪，没发现其他异常，这才准备回去。就这样，两人的收获也不少。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回来了。大家把猎物拿出，有专门的太监负责登记，等着明天狩猎结束，统计过后才能宣布最后的获胜者。皇上看到大家的收获，哈哈大笑，对众人的表现非常满意。这些猎物给大家也分了一些，剩下的让人抬下去制成美食，晚上宴请群臣。众人欢呼，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公子，最喜欢每次狩猎后的宴会都是一些野味，还有皇上赐的美酒，三五好友推杯换盏，开怀畅饮。相比于宫宴，他们更喜欢这种氛围，没有那么多的拘束。第182章刺杀。晚上猎场上点起了篝火，大家围坐在一起，吃着野味，喝着美酒。表演的节目也不再是以往宴会上那些歌舞，大都是一些年轻的公子，还有武将上台展现身手，气氛倒是比每次还要热闹。接近尾声，是由军营选出的优秀将士的练兵和对阵的表演。随着一队身穿银色盔甲的将士上台，众人齐声欢呼。将士们脚步整齐沉稳，一个个气宇轩昂，让众人看了为之一振。为南下而战，誓死守护南下。将士的声音响彻整个上空。表演开始，这里每一位将士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互相之间配合默契，一招一式透露出他们不俗的身手，凌厉的眼神，矫健的步伐，让在座的每一个人看得眼花缭乱。就连皇上身边的侍卫也看得入迷了，他们也同样有着上阵杀敌的一身热血。就在大家看得出神的时候，队列中一个人眼神突然变得阴狠，充满了杀意，快速冲向皇上的同时，抽出腰间的软剑，剑尖直逼皇上。就在这时，一个身影快速冲到皇上身前，挡在了皇上身前，软剑直接刺入了他的身体。有刺客，救驾！康王倒在地上，用手捂住腹部的伤口，大声吼道。刚刚还在看表演的众人，此时听到康王的声音，才缓过神来，现场一片混乱，女眷们吓得连连惊叫。这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又冲出好几十个黑衣人，与皇上的侍卫混战在一起。冷子墨拉着穆静初撤到了安全的地方。此刻他似乎明白了皇上的用意，并不是想在猎场里派人刺杀他，也只有这样谋逆大罪，他才不能翻身。明玄，留活口。是。明玄带人冲了过去。那些表演的将士也和黑衣人混战在一起，黑衣人很快寡不敌众，除了明玄带人活捉的几个黑衣人，其他人都被杀了。现场充斥着血腥的气味，随行太医正在为受伤的康王包扎，皇上黑着一张脸怒视众人，所有人被吓得瑟瑟发抖，刚才的喜悦早就一扫而空，随之带来的全是恐惧。
给朕查，查不出结果，谁都不离开。这时明玄手里流的火口，还不等皇上开口处置，一个个都倒下了。这大臣们还寄希望在这几个人身上，谁知道突然就死了。虽然凶手不是他们，可是他们也害怕，万一皇上发怒，他们可承担不起后果。康王如何了？皇上根本没理会这几个死人，而是看向太医开口问道。太医急忙上前启禀皇上，康王的血已经止住了，不过伤得太重，还在昏迷。一群废物，要是康王出现任何闪失，朕要你们这群蠢货陪葬。是。太医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急忙退了下去。穆静初看向明玄，明玄摇了摇头，他也不知道哪里出现了差错，怎么好端端的人就死了？他们抓住活口的时候，明明将他们藏在嘴里的毒药取了出来，怎么还死了？第183章，又想当婊子，还想立牌坊。这些人是中毒死的，他们应该早就在来之前就已经服毒了。穆静初小声在冷子墨耳边说道，看到这些面色铁青、指甲发黑，就知道他们是中毒死的。而他们嘴里没有毒药，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提前服毒，时辰一到，毒发身亡。就算人抓到了，还没等到审问了，人已经死了。这种毒，除非在服毒后1炷香之内服下解药，不然必死无疑。穆静初微眯着眼睛，怪不得皇上刚才并不急着审问这些刺客，而是询问太医康王的病情，原来是拖延时间。皇上，禁卫军统领手里拿着半块令牌，举过头顶，跪在地上，这是在刺客身上发现的。屈公公急忙走过去，从统领手里拿过半块令牌，呈给皇上。看来好戏要开始了。冷子墨小声说道。众人既害怕又好奇，纷纷看向皇上手里的令牌。皇上拿过令牌，仔细辨认，脸色越来越黑，额头青筋暴起。在场的谁不是官场的老油条，自然知道事情不妙，瞬间都把头低下。冷子墨，是不是朕一直太纵容你了，才让你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啊！皇上高声怒喝道。什么？他们听到了什么？楚王？皇上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那块令牌是楚王的？臣不知道做了什么，让皇上如此动怒。哼，自己干的好事，你会不知道？难道这令牌不是楚王府特有的吗？说着，皇上将半块令牌扔到地上，拿给他，让他好好看看。冷子墨看到这半块令牌，唇角微勾，露出一抹冷笑。皇上就凭这半块令牌就想治臣的罪，未免太牵强了吧？你敢说这令牌不是你楚王府的吗？别忘了，王府的令牌是特制的，就算他人想仿制也不可能。更何况上面还有一个楚字，不是你楚王还能有谁？你可知刺杀朕等同谋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皇上料到这些刺客是臣安排的，就算臣解释了，皇上会信吗？现在证据确凿，你还想狡辩？如果臣有不臣之心，派刺客暗杀皇上，会把这么明显的证据留下吗？在皇上眼里，臣有这么愚蠢吗？你不是愚蠢，是狂妄。你也不要怪朕，这种谋逆大罪，朕一定会调查清楚。如果你是被人陷害，朕也自会还你公道。来人，把冷子墨还有穆静初及楚王府的人拿下。御林军将楚王府的人团团围住，冷子墨的暗卫挡在冷子墨身前。冷子墨抬了抬手，一直隐在暗处的韩忠立刻闪身离开。就你们这几个废物，你觉得能拦得住本王？冷子墨嘲讽道。冷子墨，你打算抗旨，还说自己没有不臣之心？秦王站在皇上身边，开口质问道。你们父子安排这么一场戏，也真不嫌累得慌，又想当婊子，还想立牌坊，怎么什么好事都让你们占了？就你们干的那些龌龊不要脸的事，真以为别人不知道？既然已经撕破脸，穆静初也没什么好顾忌的。第184章，给本王杀。穆静初，你竟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就凭这几句话，朕就可以诛你9族。皇上被气得都站了起来，怒目圆睁。要诛9族赶紧诛，还给我省事了，一群垃圾，早就该死。就算你不弄死他们，我早晚也会动手。武安侯府的人此刻吓得魂都没了，木卫轻战都站不起来。我们夫妻2人今天就这么被你带走了，你确定我们还能活着出来？冷子墨问道。当初你也是这么答应陈太医的吧？听到陈太医3个字，皇上的眸子眯了眯，眼里的杀意再也隐藏不住。朕不知道你这个时候提陈太医是什么意思？你会不知道？冷子墨轻笑一声，你怎么也想不到，陈太医把当初你们做的好事写成了血书，现在就在我的手里，还有你给他的那些信件，他也没有销毁，上面可有你当王爷时的印章。混账，你休要胡言乱语。皇上心虚了，来人，将冷子墨拿下。皇上一声令下，突然冲出了好几千的士兵，就算冷子墨他们再能打，这么多人也能把他们累死。还说不是提前安排好的。冷萧天，你以为这些人就能把本王困住？朕倒要看看你今天有什么本事能从这里离开。本王今天离开后，
会把你的罪行公诸天下。你杀兄夺位，想霸占寡嫂，不配为人。你与敌国暗中勾结，陷害忠良，不配为君。给朕杀了他！”不等冷子墨说完，皇上勃然大怒：“给本王杀！”冷子墨一声令下，不知从何处飞来无数箭雨，人们吓得四处逃散，场面极其混乱。原来你也早有准备，朕还真是小瞧了你。本王今日不大开杀戒，是不想无辜的人因你而丧命，不想被世人诟病。今天你这条命先留着，本王自会来取。走。冷子墨说完，在场的众人被一阵白烟呛得说不出话，根本看不清眼前的东西，头昏脑胀。废物！穆静初丢下2个字：救驾！快救驾！冷子墨几人快速离开猎场，没有人看到他们是怎么离开的。现场一片白雾，出了猎场就看见韩忠几人翻身上马，一路疾驰。那些弓箭手也在穆静初放毒烟的时候离开了。王府的人已经撤了吗？冷子墨问道。主子放心，我已经发了信号，现在王府只是一个空壳。韩忠说道。罗玉成有消息了吗？罗将军带着昭辉山庄的人已经到了漠北。好，让暗中把消息散出去，咱们去漠北和他们会合。皇上没想到冷子墨提前有了准备，狩猎之前他确认没有露出任何马脚，还是被他给逃了，功亏一篑。皇上被气的真是一口气差点没上来，最气的还是冷子墨说的那番话，在场的大臣都听见了。当年他继承皇位就有诸多阻拦，要不是自己有些手段，恐怕还真坐不上这把龙椅。今天的事已经超出了他的掌控，必须现在回京商量对策。第185章查抄楚王府。皇上回京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查抄了楚王府。当人赶到的时候，楚王府只剩下一座空壳，里面什么都没有。皇上听闻勃然大怒，好一个冷子墨，看来是早有准备，这次是朕给了你借口，被你利用了。好得很，是朕给自己树了一个劲敌啊。皇上一贯威严的脸，此时面目显得格外狰狞，有些事早就脱离了他的掌控。这么多年，他一直派人暗中监视着楚王府，没发现他有什么出格的举动，放松了警惕。谁知道自己这个侄子早就做了随时撕破脸的准备，而且一直在追查当年的事情。他不是当年那个无依无靠的少年了，是自己大意了。皇上的人一直没找到楚王府的密室，这几日楚王府已经被皇上的人掘地3尺，也没有任何发现。派出去的追兵和冷子墨倒是有过几次交手，各有伤亡。从楚王府被抄，京城已经大乱，有一些百姓不相信楚王要谋反会去刺杀皇上，而楚王府被封，城门已经贴出告示，让他们不得不信。谁知道第二天一早，无论是城门还是大街小巷，贴满了皇上的罪状：一毒害兄长，某朝篡位；2行畜生行径，欲霸占寡嫂；3通敌叛国，谋害忠良；4克扣粮草，延误军情；5重用小人，奸臣当道。罪状下面还有手抄的陈太医的血书和皇上当时来往的信件。一时间京城已经炸锅了，大家不敢明目张胆的议论，只能私底下偷偷议论。皇上派御林军将所有告示清除，谁知道第二天又被贴满。这几日京城的街道上明显行人渐少，就连商铺也没有几家开门。早朝上，皇上看着龙案上厚厚的一叠告示，双手都止不住的在抖。冷子墨手握20万重兵，这一直也是皇上忌惮冷子墨的原因。这些兵力都在漠北边关的军营，皇上已经派武明衡去接手漠北边关大将军一职，宣布冷子墨现在是谋反的逆贼，不再是南下的楚王，没有调动兵力的权利。20万大军的兵权现由武将军接管。现在军营里也是人心惶惶。莫世昌也就是冷子墨赤甲军的将领，现在赤甲军在边关，一直都是由莫世昌带领着。他收到消息，从外面匆匆赶来，推开议事厅的门，看见穆卫松，问道：穆将军，皇上这是什么意思？莫将军指的是什么？穆卫松反问道：我们赤甲军只认兵符，要不就是楚王，那个姓武的算什么东西？凭什么赤甲军由他调遣？楚王意图谋反，现在已经不是南下的王爷，兵权自然收回，这是皇上的旨意，难道莫将军要抗旨不成？穆卫松，你什么意思？莫将军怒喝道：本将军还是劝莫将军以后要慎言。好，穆卫松，我莫世昌就是一个大老粗，不懂官场那些弯弯绕，我今天就告诉你，我们赤甲军只认兵符，要不就是楚王。莫世昌不再废话，转身走到门口，一脚把门踢开，走出议事厅。第186章到达凌云城。皇上知道，因为冷子墨贴的罪状，也有不少大臣对他起疑，他现在必须要铲除冷子墨这个狼崽子，不然后患无穷。他现在不能再出一点差错，不然处心积虑得来的皇位不保，他还要遭世人唾骂，遗臭万年。有了这样的想法，就注定了以后会有一场血雨腥风，天下也不再太平。靠近漠北的一片树林里，冷子墨带人刚刚和皇上派来的人马经历了一阵厮杀，正在这里休整。听到马蹄的声音，所有人都提高了警惕，将冷子墨和穆静初护在中间。明玄抽出佩刀，
站在最前面。随着人马靠近，明玄看清楚了来人是凌云城的守城将领段子杰，就连冷子墨在边关的4万私兵也是他在带领，立刻转身说道：“主子，是段将军。”来人翻身下马，看到明玄，焦急地问道：“明侍卫，楚王可在？”冷子墨挥手让众人退下，看到冷子墨，段子杰跪地行礼：“末将参见楚王。”“起来吧，辛苦段将军了。不过以后不要再称呼楚王了，这世上已经没有楚王了。这是冷萧天给他的封号，他不再隐忍，要抛弃冷萧天给他的一切。事情安排的怎么样？”冷子墨问道。“王爷放心，凌云城已经在掌控之中，罗将军带来的兵马已经安排妥当。”“好，回凌云城。”到了城门，看到凌云城3个大字悬挂在城门上，冷子墨不能带着这么多兵进城，让段子杰的副将将这些兵送到军营。剩下的暗卫跟着冷子墨还有穆敬初进城。一进凌云城，城门就关上了，不少要进出城的百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冷子墨留下韩忠还有环兵善后，看到一群人骑着快马，行人纷纷让路，一行人最后在一座大宅前停下。“媳妇儿到家了，进去看看。”路上冷子墨就告诉过穆敬初，担心会有这么一天，早就在凌云城置办好府邸。还不等他们叫门，大门就从里面打开，看到开门的人，穆敬初不禁一愣，正是王府的管家。“见过王爷王妃。”老管家钟叔恭敬的行礼。“钟叔，快起来，没想到你们比我们到的还快，路上可遇到危险。”穆敬初惊喜地说道。“回王妃，王爷早有安排，我们一路乔装，虽有人查，但是没被发现，一路上还算顺利。好了，你也累了一路了，别站在这说，先进去好好休息休息。”这座宅子比楚王府小了一点，不过里面的奢华程度丝毫不比楚王府差，为了掩人耳目，对外称是京城富商的府邸，倒是没人怀疑。“我先送你回去，你休息好了再过来。”冷子墨说道。“让钟叔带我过去就行，你们也不要商量太晚，大家都累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不急于这一时。”“我知道了。”穆敬初跟着钟叔到了自己的院子，一进去就看到铃铛还有翠儿2个丫鬟正在收拾东西，看到穆敬初，2个丫鬟哭着跑了过来。第187章养了一群废物。“王妃，你可还好？有没有受伤？”铃铛哽咽地问道。“傻丫头，哭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不哭了。”铃铛擦了擦眼泪。“王妃您肯定累坏了吧？赶紧沐浴换身衣服，好好休息休息。”“王妃，您想吃什么？奴婢这就给您去做。”翠儿眼眶通红，这些日子不见，看到王妃这么憔悴，有些心疼地说道：“你给我做碗面吧，这些日子可馋我们翠儿做的面了。”看到2个丫鬟，穆敬初也很高兴。“好，奴婢这就去做。”翠儿高兴地说道。书房里，王爷，凌云城的官员愿意归顺王爷的已经安排好了，也派人暗中监视，不愿归顺王爷的，末将让他们留在自己府邸，有人看守，没动他们。”段子杰说道。“这5日任何人不得出城，想进城回家的，核实身份才可放行。”冷子墨继续说道。“不愿归顺于本王的那些官员，给他们2日的时间离开凌云城，府里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带走，告诉你的人不许为难他们。”“是。”莫世昌那边有消息了吗？”“莫将军传来消息，皇上派武明衡要接手赤甲军，现在应该还在路上。明玄让罗玉成带兵去拦截武明衡，只要把他赶回京城就行，现在还不是杀他的时候。”“是。”冷子墨之所以选择凌云城，是因为他的赤甲军在这边占据了边关大部分兵力。虽说赤甲军这几年被皇上安插了不少将士进去，但是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想要清除根本不是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他比较看好穆卫松这个人，不过想劝他归顺，恐怕还要费一番功夫。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拿下漠北边关，在凌云城自立为王，这样他就有足够的底气讨伐冷萧天，带兵攻入京城。罗玉成带兵拦截武明衡，要不是他跑得快，小命就没了。冷子墨没有耽搁，连夜去了军营，和穆卫松密谈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冷子墨见了军营里的其他将领，大家都有归顺之意。他们很明白，边关30万大军里，其中有20万赤甲军的兵权在楚王手里，就算是皇上，这些人也不会听他调遣，赤甲军只听楚王的命令。而且他们也很佩服楚王，相信楚王的为人。虽说冷子墨之前对边关这里势在必得，在没有完全掌握的时候，他还是有些不踏实，毕竟他不想和这里的将领兵戎相见，尤其是穆卫松，他不想失去一个好的将军。好在一切顺利，穆卫松也不是那么固执的人。从军营走出的那一刻，心里有了十足的底气。皇上在京城收到消息，漠北边关彻底归顺冷子墨，还在凌云城自封云王，将他的罪行公诸于天下。现在他要起兵讨伐这个谋朝篡位的奸佞小人，这下皇上再也坐不住了。早朝上看着大殿上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要带兵去讨伐逆贼，就连他的几个儿子此时也不说话。朕真是养了一群废物。
皇上怒喝道。第188章，皇上派兵讨伐。大殿上鸦雀无声，武明衡上前一步，老臣愿带兵出征，讨伐逆贼。好，朕封你为这次出征主帅，5日后带领30万大军讨伐逆贼冷子墨。粮草一事交由秦王还有户部尚书安通海。臣遵旨。这些日子，冷子墨一直待在军营，漠北人一直蠢蠢欲动，时不时的骚扰边境。他们就是想让冷子墨先发动进攻，事先挑起战事。这点小伎俩，冷子墨早就识破。他还收到消息，皇上派了30万大军前来。这个时候，如果和漠北开战，就会腹背受敌，派人潜入漠北军营偷袭，先让他们消停一段时间。他现在也没有时间和他们周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穆静初给了他一张图纸，告诉他这个叫做连弩，给他讲解了原理还有威力。当他听到可以连发10支弩箭时，而且精准度还很高，立刻就找人按照图纸开始制作。这几天反复实验，终于有了一些眉目，所以他不能把时间浪费在他们那些小心思上。有穆卫松和段子杰在，他很放心。穆静初也没闲着，单独要了1000精兵，打算训练成一支精锐的部队，让他们掌握不同的技能，在战场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此时漠北军营里，贤王正端坐在上首。漠北皇上收到了南下皇上的密信，南下要与漠北联手，铲除冷子墨这个叛贼。漠北皇上已经答应了和南下联手，他今天到军营就是和众将士商议此事。刘泰就是上次在宫宴上和穆静初交手的将军，他早就想找冷子墨报仇。一喜当日在宫宴上，穆静初带给他的羞辱，贤王末将愿做先锋，管他是楚王还是什么云王，老子这次一定拿下凌云城。在座的将领不少在冷子墨的赤甲军手下吃过亏，他们知道赤甲军可没那么好对付的。不过贤王已经和他们交底，南下也会一同进攻。这样的话，以云王现在的兵力不足以对抗漠北和南下，那么他们胜算会很大。众人觉得可以一战，不过有一人除外，就是军中副将罗衡。贤王末将认为此事还要三思。罗衡，你说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让一个云王把你小子吓住了？刘泰听到这话，第一个站出来表示不满，就是何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他云王就算有3头6臂，也只不过有30万大军，如何与我们两国对战？众人也纷纷点头。南下必定驻扎在庆阳城外，云王根本顾不过来。罗衡淡淡一笑，开口说道：你们觉得云王如此心思缜密的一个人，当初他选择凌云城，会没想到有这种情况发生？就算他想到又如何？双拳难敌4手，更何况我们双方比他多出几10万的兵力。贤王末将请您三思。罗衡恭敬地说道。贤王看着几个争吵，不禁有些头疼。他也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如果这次能拿下凌云城，父皇肯定会对他另眼相看。说是商量，其实父皇已经答应了南下皇上，就算万一出了差错，做决定的也不是他。况且他也不想错过一个这么好的机会。第189章，留了一份大礼。穆静初今日也出现在议事厅内，这些将领开始还对穆静初颇有微词，可是经过这些日子，他们看到了王妃过人之处，就连他们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将，无论是武力还是智谋上都不及王妃，更何况王妃还设计出了连弩，让他们更是佩服。王爷，武明衡带兵已在庆阳城外10里安营扎寨，刘太也带兵校阵，咱们这次腹背受敌。张勇说道。咱们只有30万大军，分别对抗南下和漠北实在吃力，兵力若是分散，恐怕两边都要败。皇上真是卑鄙，竟敢勾结漠北人，他又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等有朝一日老子杀入皇宫，第一个就要了他的命。众人对皇上的行为感到不耻，这次完全相信冷子墨说的皇上与敌国勾结之事。王爷，这仗怎么要怎么打？段子杰开口问道。王妃可有什么好办法？冷子墨看向穆静初问道。漠北人和皇上联手，他们是各取所需，无非就是对我们同时进攻，让咱们自顾不暇。那咱们也别客气，当然是迎战。而且这一战咱们必须让他们长教训，尤其是漠北人，便宜可不是这么好占的。冷子墨勾唇一笑，看到穆静初狡黠的笑，就知道他要用那些秘密武器，他可是见识过那些东西的威力。本王也是这个意思，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谁带兵出征与敌对抗。末将愿带兵出征。穆卫松第一个站出来，末将在漠北几10年，一直和他们打交道，对他们十分熟悉。众人也觉得与漠北人一战，穆卫松是最好的人选。末将愿带兵去会会那武明衡那个老贼。段子杰大声地说道。末将愿做先锋。末将愿随穆将军出战。好，就由穆将军。等等，冷子墨没说完，穆静初打断了他的话。本妃要和穆将军出征。众人知道王妃的本事，不过在他们看来，现在还不需要王妃出手，不然显得他们太无能了。本妃只要6万精兵即可。什么？6万？漠北可是有将近50万的兵力，王妃还是不要冒险的好。穆卫松担心地说道。本妃已经派人潜入他们兵营，
他们的粮草绝对不是50万的兵力粮草，那这6万也太少了。本妃自有办法让你们相信，就算他们兵力是我们的数倍，那也要有这么多人能上得了战场才行。不要轻敌是战场的大忌，这句话没错，但是还有一句话是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大战前夕，除了要了解他们的兵力，还要知道对方的软肋。这几日，穆静初带着训练的新兵潜入漠北军营，这次下泻药不是主要目的，给他们留了一份大礼，希望他们到时候喜欢。众位请跟本妃去看一样东西。穆静初起身说道。众人都十分好奇，王妃这么神秘，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王妃这么有底气？第190章，把你搅进来了。穆静初带众人来到一个营帐前，在营帐周围看守的都是冷子墨的暗卫。这是什么？不知道。看着一屋子的罐子，众人不明白王妃这是什么意思，这些罐子跟打仗有什么关系？冷子墨和身边的暗卫可知道，他们可是亲眼见识过这些罐子的威力。明玄，冷子墨示意明玄给大家演示。明玄走进去，手捧着一个罐子，走出来，对着众人说道：“请众位将军跟我过来。”走到一片空旷的地方，明玄让韩忠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罐子放进去，引线留在外面，又把土盖好。大家都懵了，这是什么操作？打仗跟埋罐子有什么关系？众将军还请退后。明玄开口说道。几日往后退了几步，你们至少要退到王爷那边。明玄有些着急的说道，心中暗想，一会儿看了威力，看你们还敢不敢往前凑。就像他们第一次也是这样，王妃怎么说的？无知者无畏。众人这才看见王爷和王妃离得远远的，他们退回去，这让他们更好奇了，远远的伸着脖子看着。明玄看到众人都退到了安全的地方，他才慢慢的退到引线的末端，将引线点燃。眼看着引线越来越短，就在烧完的那一刹那，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尘土飞扬，土块也是被炸得四处飞散。哎呀，不知道谁被土块砸中，大喊一声。好在明玄已经有经验，动作也快，不然就会被波及到。可害！几位将领被尘土呛得直咳嗽。王爷，王妃，这是什么？张勇吃了一嘴的土渣子，呸，这么厉害，过去看看。冷子墨说道。这会儿没有那么大的尘土，几个人跑过去一看，刚才埋罐子的地方被炸了一个大坑。太厉害了，一个就能炸这么大的坑。有了这玩意儿，管他们谁来，老子就用这个炸，一定把这帮孙子炸死，就算不死也能把他们炸得缺胳膊少的。奶奶的，这次好好出口气。王妃，我跟着你，有这玩意儿多过瘾。末将也跟着王妃。还有我。冷子墨听着他们说的话，黑了脸。穆卫清看在眼里，不禁想笑，看向穆静初，眼里满是欣慰。要是爹还活着，知道自己孙女这么能干，一定很高兴。嗨，明玄轻咳2声，大家这才看见冷子墨脸色不好。游牧将军跟着王妃，其他人跟着本王。冷子墨说完，回了议事厅。众人还没明白怎么得罪了王爷，也不敢问，赶紧跟在身后回去继续议事。穆静初和穆卫松走在后面，看着幼稚的冷子墨，不禁笑着摇了摇头。王妃果然好本事啊，末将佩服。要是你祖父知道你现在不但武功高强，还有勇有谋，不知道会多高兴。小叔，咱们私下不用这么生分，你还像以前叫我大丫头，我喜欢听。好，现在看到你能有这番成就，小叔真的很高兴。对不起小叔，把你搅了进来。穆静初十分歉意地说道。第191章分别。傻丫头，刚才还不让小叔跟你见外，怎么你还跟我歪道上了？我知道祖父和你一向不参加这些皇室争斗，只忠于皇上。我们。穆卫松知道他要说什么，停在原地，与前面的众人拉开了距离，小声说道：知道你祖父为什么一直不回京吗？穆静初听他这么说，有些疑惑的开口：难道不是因为家里那个老太婆？不全是因为她。你祖父和我说过这么一句话，皇上并非明君，他不愿留在京城，那里到处都是尔虞我诈，其他的不愿多言。我心中就有了计较。我相信云王和你的为人，也确信云王罗列皇上的那些罪状属实，这样一个昏君不值得我们对他忠心。如果是你祖父还在，恐怕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我知道了。穆静初笑着说道。咱们快走吧，别让大家等急了。商议过后，冷子墨和穆静初回到云王府。明天冷子墨要带兵去庆阳城，而穆静初要去漠北边关。从回府谁都没再提上战场的事情，谁都知道战场上瞬息万变，刀剑无眼，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上了战场不会受伤。两人刻意回避，躺在床上谁也睡不着。冷子墨怀里抱着娇妻，将下巴抵在他的发顶上，此刻他的鼻尖有些泛酸。他不舍得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有危险，也知道他不甘心躲在自己身后，他很想支持他，可是真到了这一刻，他的心就无法平静。穆静初能感觉到冷子墨微微颤抖的身体，往他怀里拱了拱，轻声安慰道：相公，我知道你担心我，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不让自己陷入险境。同时
你也要保护好自己，知道吗？我不想听到任何关于你受伤的消息。他们加上冷子墨那5万私兵，也就35万大军，南下和漠北一共有将近80万的兵力，就算有穆静初准备的土雷和连弩，这也是一场硬仗。他们这次必须要打得漠北元气大伤，不敢再来挑衅，不然冷子墨和南下这场仗，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再来掺上一脚，牵扯兵力，他们可没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对付漠北。况且西晋也一直在观望，我不会让自己受伤，让你担心的，媳妇儿，你也要答应我，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说着，抱着穆静初的手紧了紧。我知道，我可是很惜命的，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这么好的相公，我可舍不得把你让给别人。不会有别人，永远不会有别人，我只要你，只要你。好了，我知道了。穆静初也有些眼眶发热，笑着说道：放心吧，我们的命大着呢，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我们都会没事的。乖，好好睡一觉，明早还要出发呢。第二天天不亮，穆静初就醒了，看见冷子墨就这么盯着他看，吓了他一跳。你一夜没睡？没有，我也是刚醒。现在时辰也不早了，赶紧起床吧。好。穆静初简单梳洗过后，冷子墨将他的红色盔甲拿了过来，说道：媳妇儿，我给你穿上。第192章与漠北对战。好。冷子墨看着一身红色铠甲的穆静初，眼里是化不开的宠溺，还有即将分别的不舍。两人牵手出了府邸，飞身上马，直奔军营。所有将士都已准备妥当，整装待发。冷子墨一身黑色铠甲坐在战马上，回头看了一眼穆静初，笑了笑，随后一声令下，大军出发，直奔庆阳城。王妃，咱们也该出发了。韩青小声在他耳边说道。走吧。穆静初调转马头，双腿用力，挥动马鞭，身下战马疾驰而去。出发。韩青一声令下。漠北边关。这几日穆静初带兵和漠北人对战，双方都有输赢，漠北人还几次想偷袭，好在穆静初早有防范，让他们没有得逞。他之所以现在还在和漠北人周旋，是因为这几天他们一直在商量如何切断漠北人的后路，让他们只能走他为这些人安排的路。那条路上他早就埋下土雷，其实他也不想因为自己的出现改变历史轨迹，土雷的制作也没有让他人插手，完全是自己一个人在做。此时穆卫松已经连胜漠北3员猛将，漠北一个身穿银色盔甲的小将催马上前，手中银枪直指穆卫松。穆将军果然名不虚传，崔明前来讨教。不等穆卫松开口，崔明手中长枪一抖，直击要害。穆静初看得出来，崔明年纪不大，可是招式却总是出其不意，远在刚才败在穆卫松手里的那3名将领。他们今日校阵，点名要与穆卫松对阵，显然是没安好心。那3名将领虽说武功不及这员小将，可那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3人轮番上阵，就是想先消耗穆卫松体力。想到这，穆静初双腿用力，拍马上前，长剑一挑，挡开了崔明刺过来的长枪。穆将军已经连胜3人，也该歇会儿了，这里就交给我了。穆静初说道。是，王妃小心。崔明眯着眼睛看向穆静初，一脸不屑地问道：你就是南下的楚王妃？哦，不对，现在冷子墨是南下的逆贼，已经不是什么楚王了，现在自称云王，你应该是云王妃。在穆静初眼里看出不屑，崔明嘲讽道：冷子墨这么无能，让你一个女人冲锋陷阵，以后还想称帝，啧，真是自不量力。你算个什么东西？找死就放马过来，谁有闲工夫和你废话？一介女流，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小爷的厉害。话音未落，手中长枪就直奔穆静初刺了下来。两人就这样过了几十招，穆静初看准崔明的漏洞，一剑刺入他的左胸。知道女人的厉害吗？看到崔明受伤，漠北人不淡定了，7、8个人一起冲过来。穆卫松和罗玉成带着手下将领上前迎战。今天一战，漠北几员大将都身中重伤，他们知道此刻不宜恋战，很快就撤兵回营。穆静初这边的将士们看到落荒而逃的漠北士兵，振臂高呼，士气高涨。穆静初为了鼓舞士气，特意让人弄来了不少牛羊犒劳众将士。第193章对策。回到议事厅，罗玉成和众将领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喜悦，痛快，今天真是太痛快了。用不了多久，咱们就能把漠北人赶出边关，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挑衅，老子都等不及了。穆静初看着众人高兴，也没说话，等大家议论声渐小，才开口说道：咱们只不过是赢了几场小的战事，还没有到真正胜利的时候，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听到穆静初的话，刚刚还热情高涨的众人瞬间皱眉。穆静初继续说道：别忘了，漠北人40、50万的兵力，他们现在之所以和咱们周旋，是在拖延时间。大家不明白，穆静初心里可清楚，他派人在漠北人的粮草和水里下了药，但他们粮草是分开的，为了不打草惊蛇，只在一部分粮草和水里下药，应该也有不少人中招。还有就是他们现在不了解这边的兵力，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拖延时间，给他们自己争取时间，也拖着他们不能去支援冷子墨。穆静初继续说道：“趁这几日他们接连败退，将士情绪肯定受影响，他们就会急躁。”说到这，站起来走到沙盘前：“各位将军，请看。”从到了边关那天，他就安排人将周围的环境地形打探清楚，并绘制了地图，心中早就有了算计。众人就看见穆静初在沙盘上做了几个标记。我会让人连夜在这个地方埋上土雷，明天由罗将军前去校正，千万记住，在他们后退的时候，千万不要越过我画的界限。等到他们方寸大乱，咱们就赶狗入穷巷，把他们左侧还有后面的退路堵死。只要从这2个地方逃，那就会炸，那他们只能选择从右边逃回漠北。大家看这。穆静初将一面小旗子插在上面，这里是一个山谷，地势比较险。这2日每天夜里，我都派人在这里埋下土雷，只要漠北人逃到这里，不出意外，咱们就成了。众人看着沙盘，想着穆静初说的话，都不禁点头。王妃，明天我带人堵截他们后路。张勇说道。那我负责堵截左侧。另一员副将高声说道。好，我会派韩青和韩宇跟随2位将军，穆将军山谷这里就交给你了。王妃放心，老臣一定不让王爷王妃失望。好，既然咱们已经定下来了，那就再商量一下具体的细节。明天一战只能胜不能败，不然等漠北人缓过手来，我们就被动了。就算咱们有土累，他们几十万人，我们胜算可就不大了。一直商量到很晚，穆静初才回到营帐，卸了盔甲，简单洗漱了一下，坐在窗边，仰头望着天空，想起了冷子墨。这些日子他们也只是传过几次消息，皇上又增兵10万支援武明衡。虽然冷子墨一直在坚持，毕竟兵力上悬殊太大，他一直担心庆阳战事，所以漠北人这边他要尽快解决，还不能给他们喘息的机会，不然等到他们反扑的时候，西晋肯定也要掺和进来，那时真的就不还办了。冷子墨这边也是每天战事不断，武明衡几次要强攻都没有成功，可是已经有不少士兵伤亡，本就兵力悬殊，只能连夜商量对策。第194章攻到城下。现在冷子墨面对的不只是武明衡，就连西晋也想趁乱插上一脚，毕竟其他3国对南下早就虎视眈眈的，谁都想入主中原，一统天下，所以这几年边关战火不断，民不聊生。漠北人也正是存了这样的心思，才与南下皇上合作的，只不过西晋一直在等机会，毕竟庆阳城、洛城还有凌云城一直都是漠北和西晋想争夺的，他们谁都想通过夺得这3座城池，先一步入主中原。现在西晋就在等冷子墨和武明衡两败俱伤，他们好做收渔翁之利。主子，如果西晋和武明衡联手，我们就不是腹背受敌了，恐怕我们再无兵力对抗。现在西晋还在观望，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冷子墨开口说道。王爷，那就先灭了武明衡那个老小子，西晋一直畏首畏尾的，也让他们看看咱们的实力。段子杰这话一出，众人都纷纷点头同意。现在冷子墨和南下这边兵力相差悬殊，冷子墨不想对着南下士兵痛下杀手，所以穆静初留给他的土雷一直没用。王爷，武明衡带人攻城了。士兵慌忙进来禀告。都随本王出去。站在城墙上，看到南下大军已经到了城下，武明衡端坐在战马上，看到城墙上的冷子墨，大声地喊道：怎么多日不见，当初南下堂堂的战神王爷成了缩头乌龟，现在都不敢出城了吗？放你娘的狗臭屁！武明衡你个老小子，还不是仗着自己有个贵妃的妹妹才爬到今天的位置，有什么好神气的？你敢跟老子单枪匹马的较量吗？段子杰站在城墙上破口大骂：你算个什么东西，敢这么和本将军说话？你们一群叛贼，有什么资格和本将军较量？你……段子杰还要开口，冷子墨一抬手，他乖乖地闭上了嘴。看着城下南下的将领，有不少以前都是追随自己的人，沉思了一会儿才开口：本王知道你们都是效忠于皇上，讨伐本王这个所谓的逆贼，可是真正的逆贼现在就在京城的皇宫里，本王指出的他所有罪状都属实，他才是谋权篡位的逆贼，人人得而诛之。武明衡本王说道：没错吧？当年你可是没少出力，包括本王当年在东陵中毒，这其中也少不了你的手笔吧？南下众将士闻言，目光都看向武明衡，眼中带着探究。武明衡顿时慌了，还强装镇定：冷子墨，你少在这蛊惑军训，别听逆贼胡说八道，给本将军上，把城门撞开，活捉冷子墨，回去皇上会重重有赏。看着冲向城门的南下将士，早就准备好的弓箭手还有连弩手，等着冷子墨发号施令。随着冷子墨的一声号令，可以说是万箭齐发，弓箭手射出的箭雨都是火箭，这样更具有杀伤力。南下的士兵根本不能靠近，不少士兵被射中，身上瞬间燃了起来，躺在地上不停地翻滚，场面极其混乱。第195章武明衡下线。武明衡的战马受伤，差点从马上摔下来，好在被身后的副将救下。冷子墨，你就是一个小人，不敢堂堂正正的和本将军比试。武敬衡叫嚣着：放箭！
冷子墨看他就像小丑一样，根本不搭理他。见情况不妙，武明恒下令南下将士快速撤回自己的营地。还以为这个武明恒有多大能耐呢，果然是个靠女人的草包。段子杰，你今夜带人偷袭南下兵营，火烧粮仓。是。明玄，天一黑，你就带人绕到他们后方，埋土雷。是。今日一战，南下不少将士都受伤了，一连几场战事，南下一点便宜没讨到。过了今夜，损失会更加惨重。现在已经成了一盘散沙，到时候军心涣散，剩下的人也会不堪一击。穆敬初和漠北人一战，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贤王也只留下了半条命。漠北士兵逃出去的只有几万人，那些尸体被炸得面目全非，场面十分惨烈。不止把漠北人赶出了边关，还拿下了漠北边关的一座城池。好在他们下泻药的时候手下留情，一部分粮草没动过。除了粮草，漠北人军营里还有不少牛羊，这可把将士们高兴坏了。现在漠北人已经元气大伤，别说来边关挑衅，他们现在都自顾不暇，恐怕没有个3年5载的他们也恢复不了。这就是穆敬初的目的。穆敬初只耽搁了1天，剩下善后的事情都交给了穆卫松，带了2万精兵去支援冷子墨。冷子墨这边也比较顺利，南下白天吃了败仗，夜里又被段子杰带兵偷袭。虽说在兵力上南下多出不少，可是这些士兵本已经没了斗志，被杀得溃不成军。明玄早就将他们的后路堵死，要逃就有可能被炸得粉身碎骨。看到这么厉害的武器，谁都不敢轻举妄动。冷子墨本就有意对南下士兵手下留情，这次无非就是想震慑他们。武明恒可就没那么的运气，死在段子杰手上。武明恒的心腹拼死护着他的儿子武继忠，带着剩余残士兵退兵50里。武明恒参与了当年的事，冷子墨对他可不会心慈手软，命人将他的人头砍下，送到了皇上面前。皇上早就收到了消息，知道了漠北这次不但输了，而且还输得很惨，甚至还丢了一座城池。这才没过几天，就有人将一个血淋淋的盒子放在御书房，竟然没有人发现。要真是冷子墨想要他死，他随时都会没命。此时皇上雷霆震怒，面目狰狞，就连跟在他身边几十年的屈公公也从来都没见过他这个样子，吓得浑身发抖。跪在地上的康王和秦王更是不敢抬头。把盒子打开，皇上咬牙说道：父皇，这等污秽之物还是不要惊扰了圣驾，让儿臣把他带走处理吧。康王急忙说道：是啊，父皇，还是听皇兄的。秦王也附和道。啪的一声，皇上将茶碗摔在地上，怒喝道：朕让你们打开。第196章，是气数尽了吗？屈公公颤颤巍巍地把盒子打开，看到了披头散发的人头，惊呼一声，瘫坐在地上，立刻反应过来，跪在地上：老奴惊扰了圣驾，还请皇上恕罪。康王和秦王也凑过来，待看清后，秦王一脸惊恐地看向皇上：是舅舅冷子墨。皇上此刻恨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斩草除根，这就是养虎为患。想到早上边关送来的战报，40万大军现在只剩下不到20万，又丢了2座城池，只不过短短数月接连战败，难道真的是自己气数尽了吗？不，绝不能让冷子墨得逞。看着皇上变幻莫测的脸色，康王和秦王不禁浑身一颤，他们从来没看过父皇如此动怒。宣旗同进宫。皇上眼里尽显杀意。现在西晋、漠北、东陵都知道冷子墨有一种神秘武器，能把人炸得粉身碎骨。西晋很庆幸他们没有出手，不然他们可能比漠北的下场还要惨。武明恒战败，除了逃走的那些士兵，还有5万将士归顺冷子墨。这几个月来战火不断，不少百姓流离失所。穆敬初和冷子墨商议，先让将士好好休整一番，接下来他们也要筹集粮草。虽说从漠北还有武明恒那里得到不少，那也远远不够。眼下最重要的是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百姓重建家园。刚刚经过战事，庆阳城里还有些乱，不少无家可归的百姓都挤在城中破庙里。穆敬初安排人每天在破庙外施粥，还有馍，大家也都能吃饱，不用饿肚子。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他们的住所，不可能这么多人一直住在破庙里，他们的家园也都是因为战争才被毁。这日，两人来到溪水村和十里村，这2个村子是被毁坏的最严重的，几乎都要重建。现在这种情况根本住不了人，庄稼也有一部分的损毁。看过了情况，他们回去商议过后，将告示贴在了城门口。云王会帮助大家重建家园，不需要百姓拿银子，每家每户要去官府登记，登记过后会有人帮他们修葺房屋，家中有壮劳力的可以自建房屋，云王会付工钱。这也是穆敬初想的一个办法，这样大家多多少少还有一点收入。看到告示后，不少百姓高兴地欢呼起来，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家中有壮劳力的更是高兴，给自己建房子，还有银子可拿。庆阳城是3国的交界处，经常有战事，可没遇到过这种好事，心里对冷子墨生出感激之情。家里的女人们无论老少，也跟着自家男人回去建房子，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这样他们就能早点有自己的家。2人走在庆阳街头，
发现城里没有了往日的死气沉沉，已经有不少商铺又重新打开门做生意，街上行人也渐渐多了起来。相公，你看。穆静初指着前面的一家医馆说道：“这就是许泽安那小子开的。”冷子墨问道：“咱们过去看看。”第197章，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两人走进医馆，一眼就看见了坐在那里为人诊脉的许泽安，柜台后面是正在抓药的齐芷月。两人互相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看着他们忙碌。齐芷月抓完药，抬头看见门口的两个人，高兴地从柜台里面跑出来，一把抱住穆静初的胳膊：“表嫂，你们什么时候来的？”齐芷月自从到了这里，脸上再也不用遮掩，性子也比之前开朗许多。冷子墨看着几乎要挂在穆静初身上的齐芷月，脸的顿时沉了下来。看到他小气的样子，穆静初偷偷的在他的腰上掐了一下：“我们回来也没几天，这些日子忙着安置那些百姓，不然早就想过来看看你们了。我爹总念叨你们，没事就埋怨表哥把他留下，咱们赶紧回去，爹看见你们肯定很高兴。”许泽安也早就看见他们了，给病人开完方子，笑着快步走了过来。“你这腿好了？”穆静初问道。“早好了，当初去给齐芷月寻药，不小心摔断了腿，这才刚好利索。前段时间接连战事，冷子墨担心他的腿伤，让他一直留在这里养着。你这一管不错呀。”穆静初笑着调侃道。“我现在也是没什么事做，想着能为百姓做的事。我给你的那几个方子，价格一定不要太贵，要让百姓能买得起药。这个我知道，这里的几个大夫医术医德都不错，嫂子你就放心吧。咱们还是赶紧回家吧，别站在这说话，爹要是知道你们来了，肯定高兴。还有文州那小子。”齐芷月站在一旁打断他们说的话：“好，咱们先回家。”齐振林看见冷子墨他们回来，十分高兴，一想到冷子墨不让他跟着一起上战场，立刻又拉下脸来：“你还知道回来看我这个舅舅？”冷子墨看向穆静初求救，穆静初耸了耸肩，表示无能为力。“舅舅！”看见穆静初，齐振林还是挺高兴的，战场上的事他都听说了，没想到这个外甥媳妇还这么有本事，军中将领对他更是敬佩。“静初，快坐，这些日子不见，你瘦了不少，有没有受伤？”“舅舅放心，我没事。”看了一眼冷子墨，穆静初还是替他开口说道：“舅舅，你别生子墨的气，他是担心你，才不让你跟着上战场的。”齐振林怎么会不知道冷子墨的用意？他就是想亲手为自己那可怜的小妹报仇。我知道，可是一想到冷萧天那个畜生干了那么多丧尽天良的事，还害死了思柔，我就恨不得亲手杀了他。等咱们杀进皇宫，抓到冷啸天，我把他交给舅舅如何？”冷子墨问道。“这可是你说的。”冷子墨点了点头。“好，你们可都听见了。”见众人点头，齐振林这才高兴：“子墨，最近怎么样？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表嫂，我还是先去厨房安排一下。”齐芷月知道有些事不是他能听的。“我和你一起去。”穆静初站起来说道。第198章，晕倒。许泽安也跟着出去了。此时房间里只剩下冷子墨和齐振林。这次冷萧天派齐同带兵，你可要多加小心，他可不是武明衡那个废物。我知道齐同确实是个难得的将才，只不过人有点迂腐，你想要招揽他，恐怕要多费些功夫。冷子墨点了点头。冷萧天看来是着急了，把皇后的女儿丹阳公主嫁给了东陵皇上为妃。那东陵皇上比冷啸天还要大，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南下的脸全让他丢尽了。他是怕这个时候东陵出兵，那他这江山可就真的坐不稳了。冷子墨一点也不担心东陵边关，王志早就给他传过密信，东陵边关军营里的将士都会归顺于他，无论现在派谁去当主帅，只不过就是一个摆设。韩忠和韩冰也早就过去清理军营里那些不愿归顺还有皇上的眼线。他一直不愿南下内部战乱，毕竟都是南下的臣民，也是他迟迟没有动手的原因。冷啸天这个皇位坐得太久了，他早就忘了这个皇位是怎么得来的。康王一直与东陵暗中有来往，这次他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亲妹妹送给东陵皇上的原因，无非就是想得到东陵的支持，关系更进一步。现在京城里乱得很，江侯爷和苏侯爷的日子也不好过，毕竟当年他们就过你，怕是会受到牵连。这几年二位侯爷远离朝堂，就算是冷萧天想治他们的罪，也很难抓住把柄，只有廷玉在朝中任职，不过他会有办法避开的。冷子墨知道，皇上如果在这个时候再对老臣下手，会寒了一众朝中大臣的心，只要他不傻，就不会去动这些人。毕竟他时不时的让人就将皇上的罪行公布在京城的大街小巷，提醒百姓他所做过的恶事现在已经失了民心。就算他把女儿送给了东陵皇上又如何？东陵皇上会为了一个女人和他开战吗？还是告诉二位侯爷，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冷啸天就是个阴险小人，真把他逼急了，什么事做不出来。我知道。冷子墨刚和齐振林说完话，还没来得及吃饭，明玄就找了过来。主子，
京城那边来消息了，你去忙吧，我这边你不用惦记。原来冷啸天昨天早朝听完战报，突然就晕倒了，把文武大臣都吓坏了。太医也诊不出他得了什么病，一直到夜里才醒过来，今天连早朝都免了。你说他这是气的还是吓的？穆静初笑着问道。我估计都有吧，他可别死了，我还要让他跪在我父皇母后的墓前忏悔，让他站在城墙上，把他做过的恶事自己一件件说出来。就他这胆量，当初怎么敢谋害父皇母后呢？穆静初不解地问道。这其中少不了沈从山的教唆，这沈从山就是一个老狐狸，让人盯着点丞相府。放心吧，我一直没动他，并不代表我手里没有他的罪证，这次无论是谁都休想逃过去。第199章，朕还没死呢。皇宫里，皇上半靠在龙榻上，脸色惨白，皇子皇后还有嫔妃们都跪在寝殿外。屈公公刚刚伺候皇上喝完药，想扶着皇上躺下休息。皇上摆了摆手，说道：朕躺够了，想坐会儿，说不定哪天真的就一直躺下，再也醒不过来了。皇上，太医说了，您龙体没什么大碍，只要好好养着，过不了多久就能好了。屈公公说话都有些微颤，连你也不跟朕说实话了。屈公公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老奴不敢，老奴怎么敢欺瞒皇上？行了，朕又没怪你，起来吧。谢皇上。屈公公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你说我当年是不是做错了？难道就应该老老实实的去封地，做一辈子的闲散王爷？皇上像是在和屈公公说话，又像是自言自语。可是朕不甘心啊，从小父皇就偏疼皇兄，无论我多努力，父皇就是不愿多看朕一眼，还经常把皇兄带在身边。可是朕一年到头也见不到父皇几面。你不知道那时候我多羡慕皇兄啊。皇上那些事都过去了，您现在是皇上，是天子，为了天下苍生，您也要保重龙体。听了屈公公的话，皇上好像听到了什么笑话，突然大笑起来。朕是皇上，是天子，你觉得冷子墨会放过朕吗？皇上，屈公公却不知道怎么接这个话。朕的这几个儿子里，还真没有一个能和他比的，恐怕用不了多久，冷子墨就会带兵攻入京城了。话音刚落，皇上听见了殿外的哭泣声，不悦地说道：去告诉外面那些人，朕还没死呢，让他们回去，别留在这给朕添堵。是，老奴这就去。让康王还有秦王进来，朕有话要说。皇上这次昏倒也是因为收到密报，东陵边关所有将士都归顺于冷子墨，还将他安排的所有眼线都铲除了。这次冷子墨不费一兵一卒就赢了他，现在他只寄希望在祁同身上。不过他自己心里清楚，祁同根本不是冷子墨的对手，可是他不能坐以待毙。参见父皇。起来吧，朕叫你二人进来，有事情让你们去做。看了看两个儿子，对着康王沉声说道：十儿，冷子墨是不会放过我们父子的，现在祁同还可以拖延一段时间，朕给你30万精兵增援祁同，一定要阻止冷子墨攻入京城，你去安排，5日后出发。儿臣遵旨。又看向秦王，昭儿，给你3万精兵，全部驻扎在城外，现在任何人不能随意入城。儿臣遵旨。好了，你们都下去吧，朕也累了。父皇保重龙体，儿臣退下。康王没着急出宫，而是去了皇后的一份宫。皇后这几日一直头痛发作，又在皇上寝殿外跪了许久，这会儿刚刚喝了药，才有点好转。看见康王过来，让寝殿的人都退下，急忙问道：十儿，你父皇找你何事？父皇让我带兵增援祁将军。什么？皇后一听就急了。第200章，康王遇刺。现在是什么情况，大家心知肚明，让康王前去增援，那肯定是凶多吉少。不行，你不能去，赶紧去找你外祖父，让他替你想想办法。如果真的在战场上遇到冷子墨，他会饶了你吗？外祖父能想什么办法？他还能让父皇回心转意不成？康王自认为对上冷子墨他几乎没有胜算，可是他又不敢违背父皇的旨意。你父皇真是老糊涂了，这个时候让你去，那不就是让你去送死？母后慎言。康王看了一眼寝殿周围，确实没人，这才放下心来。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顾忌这么多？没准哪天冷子墨真的就带人杀入皇宫了，谁都活不了。母后，事情还没到那一步，你这是自己吓自己。那你也不许去，你忘了武明衡那颗人头了吗？一说到这，皇后就怕得不行，听母后的话，去找你外祖父。我现在就去。康王也知道时间紧迫，不能耽搁太久。沈丞相听完倒是一脸镇定，他深知皇上的秉性，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皇上的旨意已下，他又是个多疑的人，你若这个时候再反悔或者心生不满，会对你不利，况且日后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现在还没到最后一步，冷子墨想攻入京城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康王点了点头，认同沈从山说的话。你不是5日后才要出征吗？这2天你一定不要表现任何的不满，该准备的还是要准备。如果你在出征前遇袭，
身受重伤。沈从山只说到这，康王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这些日子，京城里本就人心惶惶，夜里人们听到街上一阵兵荒马乱，吓得赶紧用被把头蒙上，不敢出声。第二天才知道是康王府进了刺客，康王身受重伤，昏迷不醒，这让本就担惊受怕的百姓更不敢出门了。街上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繁华，走在路上的行人一个个也是行色匆匆。皇上知道康王遇刺，大发雷霆，在康王马上就要带兵出征这个节骨眼上出了意外，这让他不得不怀疑这是冷子墨的手笔。至于人选，他也有些头疼，朝中不是没有比康王更合适的人选，只是皇上不相信这些武将。时儿现在如何了？皇上收敛了情绪，开口问道。回皇上，太医已经去了康王府了，好在没伤到康王的要害，太医叮嘱一定要静养。屈公公说的小心翼翼，声音越来越小。皇上闻言，眼睛眯了眯，他不相信会有这妖巧的事情，可是这几日康王的所作所为他都看在眼里，难道是自己多心了？真的是冷子墨派人下的手，目的就是想阻止康王带兵出征，可以拖延增援兵力的时间。如果真的是冷子墨的计谋，那他就错了，京城就没你在乎的人吗？宣将万灵、苏致远、苏廷玉进宫。是。知道皇上的意图，出了大殿无奈地摇了摇头。第201章，真是个怂包。祁同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将才，冷子墨很是欣赏，有意招揽，也知道并非是件简单的事情。祁家在朝中关系比较复杂，不能急于一时。冷子墨刚从议事厅出来，明玄急忙走过来告诉他，许泽安找他有急事，让他一定要去一趟庆阳。他知道许泽安不会无缘无故的让他去庆阳，也没耽搁，和穆静初带着几个暗卫直奔庆阳城。他们没有去医馆，而是直接去了许泽安的住处。看到眼前来人，穆静初还有些不敢相信。嫂子，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就不认识我了？江云琛笑着说道。不是让你再等等吗？怎么跑来了？你就不怕连累侯爷？冷子墨淡淡的开口。这次可是我爹让我过来找你的。江云琛继续说道。康王受伤的事可与你有关，你觉得一个废物值得我去浪费时间对付他？冷子墨不答反问。江云琛嗤笑一声，那就是他自己安排的，为了不来送死，特意找人刺杀他，真是个怂包。不是皇后就是沈从山给他出的主意。侯爷让你过来有什么事吗？康王现在不能带兵出征，皇上就换成了我爹和廷玉，现在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只能让我过来和你商议一下对策。冷子墨手指轻敲桌面，他也收到消息，只不过现在不好联系他们，万一被发现，他可以全身而退，可是会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现在江云琛来了，传递消息就方便一些。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想办法转移你们的家人，如果你们安全了，侯爷和廷玉才没有后顾之忧。我爹也是这个意思，现在苏侯爷留在京城，很多事不便出手，这么多人出京肯定会被发现，让侯爷先别着急，我会派人保护他们，在京城找个地方把他们先藏起来，这段时间让侯爷在军中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冷啸天这人生性多疑，行事一定要小心，他就是一个小人，让我爹和廷玉过来，又没有兵权，不就是让你有所顾忌吗？说白了就是2个人质。江云琛气愤地说道。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他，何必动怒？你转告侯爷，让他放心，我会尽快把家里人转移，他们在军营里多加小心。你把这2颗解毒丹给他们，谁知道皇上安的什么心，还是小心点好。穆静初拿出一个小瓶递了过去。好嘞，我就不和嫂子客气了。你什么时候客气过？穆静初笑着说道。你什么时候离开？冷子墨问道。我先不走，叶北跟着我一起来的，一会儿我把事情交代给他，他还要回去暗中保护廷玉和我爹，过几天我直接回京。也好，你还是早点回去，也不能出来的太久，现在侯府被盯得紧，免得被皇上的人发现。好了，我知道了。江云琛无奈地说道。好不容易离开京城，这才几天又要回去，你这几天赶路也累了，先好好休息一会儿，我去给你做点好吃的。穆静初知道江云琛不喜欢回京，急忙岔开话题。第202章，武安侯府现状。江云琛逗留了2日就回了京城，毕竟京城那边盯得紧，这个时候还是不能节外生枝，以免皇上借题发挥，不但牵连家人，还会影响计划。京城里，武安侯府的人都被下了大狱，侯府被封，经常听到女牢那边传来女人的哭泣声，还有牢头的怒喝声。娘，我们还能出去吗？周氏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就怕哪天他们被当作逆贼同党抓去砍头。我们会没事的，侯府也不会完的，都是那2个贱种惹出来的事，与我们无关。老夫人自己说的都没底气，她知道穆静初和穆卫松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死活，现在他们造反，皇上岂会容得下侯府这些人？她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让自己心安。祖母，我们现在怎么办？穆青离现在是真的怕了，他可不想死在这。现在侯府这些女眷哪还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披头散发，狼狈不堪。
木青哥自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一句话也不说，眼神空洞。我不想死，是穆静初那个小贱人惹的祸，凭什么抓我们？祖母娘，我不想死在这里。穆一倩的哭声越来越大，引得其他人也开始大哭起来。咚咚咚，狱卒用棍子狠狠地敲了几下铁门，都他妈的老实点，不然有你们好受的。要是再听见你们嚎丧，2天你们谁也别想吃饭。女眷们用手死死地捂着嘴，不敢出声。老妇人浑身哆嗦，眼泪顺着眼角滑落，心里也一直惦记着自己的2个儿子。此时的穆卫清和侯府的男丁都挤在一间牢房里，牢房里静得可怕，只能听见老鼠吱吱吱的叫声。看到老鼠，穆卫清5岁的儿子穆庭轩吓得蜷缩到穆卫清的怀里。爹，我怕。老鼠有什么可怕的？没出息，滚远点。穆卫清语气森冷，再也没有以往见到这个唯一儿子时的耐心。穆庭轩瘪了瘪小嘴，不敢哭出来。他从小锦衣玉食，又是穆卫清唯一的儿子，哪里受过这样的罪？你还好意思和孩子发脾气？要不是你由着白事乱来，大丫头至于这么恨我们侯府吗？穆卫良质问道。就算没有以前的事，他如今是造反，你觉得皇上会饶过我们全家吗？别把事情都推到我身上。穆卫良压低了声音说道，至少他会把我们安排好了，不会像现在这样连条狗都不如。穆卫清牙齿咬得咯咯响，闭着眼睛不再理会穆卫良。他现在恨毒了穆静初，一点不顾念父女之情，更没想到他会如此心狠，将侯府推向了万劫不复之地，让整个侯府为他母亲陪葬。这还是他那个胆小懦弱，一心想讨好他的大女儿吗？这是他的第一个孩子，让他初尝为人父的滋味，也是让他高兴了好几天。对，只有那短短的几天而已。哈哈！穆卫清突然大笑出声，笑得眼泪都流下来了。侯府众人被他狰狞的表情吓到了，谁也不敢靠前。第203章，穆卫清下线。穆卫良也被穆卫清吓到了，将几个孩子抱在怀里，不让他们看到穆卫清那张狰狞的面孔。其他人都低着头，小声抽泣着。他们进来这么长时间，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可是一想到自己的结局，还是忍不住的害怕。皇宫里，这些日子边关没有再传来战败的消息，皇上的病也渐渐好了起来。他就知道将万灵和苏廷玉过去，冷子墨肯定会有所顾忌。既然这2个人能制衡冷子墨，他们的家人一定不能脱离他的掌控，尤其是留在京城的苏志远。现在德安侯府和宣平侯府的一举一动都在皇上的监视中。看到皇上这些日子心情不错，庆贵妃亲自下厨，做了皇上爱吃的糕点，送到御书房。他是想给武明恒报仇，一想到哥哥的惨状，恨不得把冷子墨和穆静初大卸8块。臣妾参见皇上。庆贵妃微微行了一礼，柔声说道：你怎么来了？皇上有些不悦，他不喜欢嫔妃到御书房来。皇上是不想看到臣妾吗？庆贵妃一脸委屈地说道：臣妾见皇上这些日子太辛苦，特意做了皇上爱吃的如意糕送过来，谁知道皇上还嫌弃臣妾。看到美人难过，皇上也于心不忍，朕怎么会不想看到家儿？好久没吃到你亲手做的如意糕，朕还挺想的，快让朕尝尝。听到皇上这么说，庆贵妃心里暗暗得意，只有让皇上高兴了，她才能借皇上的手为哥哥报仇。皇上，您要是喜欢，明天臣妾换一个花样给您做。不用这么麻烦，偶尔做一次无妨，这些事就让御膳房的人去做，你何必亲自动手？臣妾看皇上日夜操劳，想替皇上分忧，可是臣妾蠢笨，又什么也不懂，只能做点皇上喜欢的吃食，还请皇上不要嫌弃。又说傻话，朕怎么会嫌弃？家儿一向善解人意，温柔贤惠，也最懂朕心。话音刚落，太监进来禀告，皇上大理寺高大人求见。宣，臣参见皇上。贵妃娘娘，爱卿平身。你进宫所为何事？高大人看了一眼庆贵妃，没有开口。无妨，说吧。是，罪臣穆卫清在牢中撞墙自杀了。什么？皇上没想到一向贪生怕死的穆卫清会自杀。穆卫清撞墙自杀了，皇上这才相信穆卫清死了。朕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是，臣告退。庆贵妃看到皇上面色不悦，眼中闪过一抹算计之色，开口劝道：臣妾知道不该多嘴，这穆静初和冷子墨都造反了，皇上没有杀他们武安侯府的人，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真不知好歹。见皇上脸色越来越黑，庆贵妃继续说道：要臣妾说，皇上就不该顾念旧情，应该让穆静初亲眼看到他的亲人因他而死，臣妾就不相信他会眼睁睁地看着无动于衷，到时候人在皇上手里，提点条件不过分吧？皇上听完庆贵妃的话，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哈哈大笑，还是家儿最懂朕心啊。第204章，带出牢房。庆贵妃知道皇上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对穆静初的仇恨会报复在侯府的人身上，想来武安侯府的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皇上，武安侯府的人实在可恶，当初要不是他们骗了皇上，何至于您会给冷子墨和穆静初赐婚，
没准这都是他们算计好的。皇上点了点头，认同了庆贵妃的话，当初就是信了这个穆卫清的话，才有了这样的结果，一种被戏耍的耻辱，让皇上瞬间变了脸色。好啊，拿朕当猴子耍，来人！回到自己的寝殿，庆贵妃唇角勾起一抹冷笑，听到皇上对武安侯府的处置，眼中露出一抹金光，亲自写了一份密信，给边关的侄子武继忠送去，一再强调务必将信送到武继忠的手上。大哥，我会让武安侯府的人下去给你陪葬，冷子墨和穆静初那个小贱人，我也不会放过。庆贵妃擦了一下眼角流下的泪水，从小是哥哥把她带大，对她这个妹妹比自己的孩子还要好，一切事情都是在为她在筹谋，没想到会落下一个惨死的下场，这让她如何不恨？穆卫清的尸体已经被抬了出去，几个年幼的孩子被吓坏了，亲眼目睹穆卫清的惨状，几个孩子一句话也不说，更不敢闭眼，只要一闭眼，全是穆卫清那满脸是血的模样。穆卫良坐在角落里，神情有些呆滞，不知道事情发展到现在该怪谁。死亡的恐惧笼罩在武安侯府每一个人的心里。牢头还好心的把穆卫清的死讯告诉了女眷，老夫人像疯了一样晃动着铁门，大声哭喊着：不可能，不可能，我的青儿不会死的，不会的，青儿啊！没有人去拉他，任由他发疯一般的痛哭叫嚷：是我错了，是我的错，不该起了歹心，害了盛世，不该害了侯爷的骨肉，不该苛待大丫头，是我的错，不要把罪过报应到青儿身上，是我。老夫人忏悔的话还没有说完，直挺挺的躺在地上，所有的人都被吓坏了，女牢里乱成了一片。第二天一早，武安侯府的人就被带出了牢房，就连奄奄一息的老夫人也被关进了囚车里。一家人这是被关进大牢后第一次见面，却是如此的场面。看到奄奄一息的老母亲，穆卫良痛哭出声：娘，娘！老夫人听到声音，睁开浑浊的双眼，看见自己的小儿子，唇角动了动，却发不出声音。相公，周氏已经瘦得有些脱相，穆卫良几乎认不出自己的发妻。爹，我怕。二叔，都他娘的闭嘴，再吵到老子，当心把你们的舌头割下来。负责押运囚车的官差抽出佩刀，对着众人怒吼道。看到凶残的官差，他们谁也不敢出声，只能半跪在囚车里，小声抽泣着。武安侯府的人以为今天是他们的死期，现在是被拉出去砍头，谁知道囚车竟然出城了。穆卫良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看向官差，焦急地问道：不知官爷要带我们一家老小去哪？第205章出手救人一。哪来的这么多废话，老实待着，也许还能多活几天。官差一脸嫌弃地看着囚车里的众人，这趟可不是什么好差事，就连家里打点的碎银的人都没有，还要把这些人送到边关，现在这世道，随时都可能会打仗，他们弄不好小命都不保，真他妈的晦气。说着用刀柄狠狠地在穆卫良的背上拍了几下，要不是上头有令，这些人必须活着送过去，真想宰了这群王八蛋，害他们受这么大的罪。官爷，官爷，请您高抬贵手，我再也不敢多嘴了，求您饶了我吧。呸，怂包。官差不愿意多看穆卫良一眼，往前走，看到一车女囚，里面的几个年轻的姑娘眼神顿时就亮了，手指轻轻摩挲着下巴，一脸的淫笑。娘，娘！穆一倩悄悄地躲到周氏身后，浑身止不住的哆嗦。周氏将女儿的脸挡住，小声安慰道：乖，别怕。说话都带着颤音。穆静初这边收到了苏廷玉派人送来的密信，知道了武安侯府的事情，也知道了穆卫清已经自尽的消息，心中没有任何波澜。武安侯府的那些人，你有什么打算？冷子墨问道。当初害我娘的是白氏、穆卫清和那个老婆子，其他人无非就是落井下石，我做不到原谅他们，但也做不到袖手旁观，毕竟侯府几个庶妹姨娘，他们并没有伤害过我，在侯府也比我过得好不了多少，这次也算是被我牵连了。我让明玄先把人救下，至于你想怎么处理他们，都听你的。我想亲自去把话说清楚，彻底和侯府做个了断。不行，这一路太危险，你要是想去，我陪你，这里有段子杰他们，应该没问题。相公，现在是关键时候，不能因为我的私事影响到你，这里还有不少将领是投奔你来的，不能让他们觉得你是一个沉溺于儿女私情的人，被一个女人左右。冷子墨知道穆静初是为他着想，话说的也有道理，可就是不放心。有明玄他们几个跟着我，你就放心吧，再耽搁下去，他们被送到边关，都是一些老弱妇孺，想要救出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你路上小心，办完事情早点回来。我知道，我会速去速回的。穆静初并不是圣母，那些欺辱过他的人，他不会心慈手软。可是侯府毕竟还有好多无辜的人，他们并没有错，也是受他连累，就算为了报仇，也不能牵连无辜之人因他丧命。趁着夜色，穆静初带着一行人悄悄出了城。现在战事紧张，想要出入城检查非常严格，好在有苏廷玉给他们的令牌，一路畅通无阻的到了南下。王妃，前面有个小镇，大家去那里休息一晚，我派人去打探一下消息。明玄恭敬的说道。先不着急，大家赶路都累了，
找个地方先吃点东西，安顿好了再去，也不差这一会儿。第206章出手救人2。穆静初带着韩洛、韩星吃过饭，刚从酒楼出来，迎面走来5、6个喝得醉醺醺的男人，看他们的衣着全都是军营里的人，其中一个还是校尉。看到他们，穆静初不禁皱眉，军营里的士兵竟然能私自出来喝酒，还喝得酩酊大醉。为了不必要的麻烦，穆静初带着韩洛和韩星打算绕道行，几个醉鬼也看到了他们，没想到这么晚还能在街上看见女人，互相看了看，随后明白了彼此的意思。站住！其中一人看到他们要离开，大声喊道。韩星准备动手，被穆静初拦住。虽然现在已经很晚了，不过大街上还是有行人经过，如果他们现在动手，难保不会暴露行踪。如果被武继中知道他们来了南下，恐怕不会善罢甘休，想救武安侯府的人也就没那么容易。这种人渣悄悄解决就好。小妞看见哥哥跑什么？几个人踉踉跄跄的走过来，看到几人的容貌，顿时眼前一亮，一脸猥琐的表情让穆静初看了就想吐。说着就要伸手摸韩星的脸，被韩星抓住了手腕。哟，看小妞这身手，是个练家子。滚！韩星恨不得一掌拍死这几个恶心的家伙。哥，还是个小辣椒，哥哥喜欢。韩洛看着韩星的表情就想笑，他还没见过韩星这么憋屈。再不滚，别怪姑奶奶弄死你们！韩星咬着牙说道。哟，口气不小，你知道我们是谁吗？校尉说道。韩星翻了一个白眼，真想赶紧解决这群混蛋，看到行人不住地看向他们这边，还是忍下了。你想怎么弄死我们？一个长得尖嘴猴腮的男人，眼睛不停地在穆静初几人的胸前来回打量。哈哈，猴子，你想小娘们怎么弄死你？当然是把我爽死了。几个人喝得醉醺醺，说话声音很大，笑起来更是肆无忌惮。行人见状纷纷躲避。看着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散了，穆静初开口说道：这里人来人往的，有什么话咱们还是去前面那条巷子里说，怎么样？几人一听，眼睛顿时就亮了，好像酒也有些醒了，心里还有点小兴奋。没看出来小娘们还挺放得开的，哥几个别浪费人家一片心意，走着。校尉一张嘴满嘴臭气，差点把离他最近的韩星熏吐了。进了巷子，不过一盏茶的功夫，几个人已经没有了人样，想喊都发不了声音，就像几条狗一样趴在地上。怎么样？想好了啊？怎么死了吗？韩星用匕首拍在猴子的脸上，笑着问道。猴子一脸惊恐，使劲的摇头，其他人也跟着一起摇头。现在几人的酒全醒了，他们怎么会遇到这么恐怖的女人？不，这几个人他妈的根本就不是女人，简直就是几个恶魔。韩星，别跟他们废话了，送他们上路。穆静初看向跪在地上的几人，继续说道：下辈子投胎做个好人吧。第207章出手救人3。悄无声息地解决了几个人渣，穆静初他们回去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一早，明玄就告诉他，押送武安侯府的囚车已经到了明阳县，他们明天晚上就能赶到。穆静初也不想耽误时间，他要尽快解决问题，赶回去。他不想冷子墨一直担心。一行人快马加鞭的超明阳县疾驰。押送武安侯府的几个官差早就看上了囚车上的女人，一直没有机会下手。今天看见一片树林，几个人就商量着晚上要在这里过夜。心照不宣的是，几个人谁也没有捅破，会心的笑笑。以前他们押送女囚这种事可是没少做。刘哥，咱们动了这几个小娘们，不会出事吧？一个30多岁黑瘦男人说着话，眼睛还时不时地瞟着囚车。能出什么事？送过去也不过是个死，临死前能让他们做一回女人，这是积德的事，你懂不懂？吴三，我看你怎么越混胆子越小，以前也没见你这么磨叽过。另一个官差一脸嫌弃地说道。你别忘了，上头可是让咱们把这些人活着送过去，要是真给玩死了，怎么交代？那个武将军可不是个好说话的主。吴三回怼道。他妈的，你还真看得起自己，就你那点本事，还能把人玩死？刘哥嘲讽道。行了，你那张嘴都比他硬，别废话，你要是怂了就滚一边去。说着还指了指他的裤裆。操，看不起谁啊？今天老子先上，让你们看看老子的威风。凭什么你先上？老子早等不及了。刘哥看几个人争论不休，不耐烦地说道。看你们那点出息，这么多女人，一人一个，抢什么抢？好嘞，多谢刘哥。几个人朝着囚车走过去，看着一个个眼冒绿光的男人，囚车里的女人吓得瑟瑟发抖，就算还都是未出阁的姑娘，也知道这些人想干什么。周氏还有几个姨娘将府里的姑娘都护在身后，不断的哀求着，几位官爷求求你们了，孩子还小，求你们放过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还小，还是厨，爷几个才有兴趣。难道放着这么水灵的大姑娘不睡，睡你们几个人老珠黄的东西？呸！刘哥，别跟他们废话，快点把人拉下来。吴三迫不及待地说道。啊，放开我，姨娘救我！穆林雪大喊。滚啊，别过来！畜生！
别碰我！老妇人强撑着一口气，想要拉住穆青离，被吴三一起拽下了囚车，当场昏死过去。畜生！你们一群畜生，放了他们！穆卫良拼命地晃着囚车，双眼猩红，大声吼道。侯府的5个姑娘被拉下来，关在囚车里的人大声哭喊求饶，姑娘们的尖叫声让几个畜生更加兴奋。住手！你们快住手！你们要是敢动他们，你们全家都得陪葬！穆卫良双手握着囚车的栏杆，不停地颤抖，大声地喊道：要是不想连累家人，现在赶紧停下！你现在的命都在老子手里，还敢威胁老子！刘哥抬手让手下的人都停下，既然他废话这么多，就把他的舌头割下来。第208章，出手救人4。不要啊！求求你们不要！周氏不停地求饶。吴三最先走到囚车，拿出匕首在穆卫良眼前晃了晃。我今天看看是你嘴硬，还是我的刀硬。穆卫良此时已经被吓得浑身湿透，但是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家里的女眷如此受辱，就算自己平时再懦弱，这会也不能当缩头乌龟，反正早晚就是一死。我可不是吓唬你们。穆卫良强装镇定地说道。哦，说来听听，老子倒要看看你能耍出什么花招。刘哥笑着说道。穆卫良咽了咽口水，开口说道，想必你们也知道我们的身份，你们这是要把我们押到边关对吗？刘哥没有回答，示意他继续说，我们都是楚王妃的至亲，他们是楚王妃的妹妹，你们要是敢动他们，你觉得楚王妃会咽下这口气吗？呵呵，刘哥轻笑2声，楚王妃那是老黄历了，你以为老子会怕？不怕告诉你们，把你们送过去，无非就是个死。京城里谁不知道楚王妃和你们侯府水火不容，还敢用楚王妃吓唬人？你以为老子会怕？既然楚王妃不在乎我们侯府的人，那为什么还让你们把我们这些人送到边关？穆卫良自从知道是把他们送到边关，想了许多，开始他也不明白是为什么，不过这2天他倒是琢磨出他们的意图。虽然穆静初和侯府关系不睦，如果他对至亲见死不救，那么以后楚王得势，这穆静初必定落人口舌。如果要救，皇上这边必定已经想好了条件，他们还是有一点利用价值的。刘哥眼睛眯了眯，看向穆卫良，似乎在考虑他说的话。穆卫良见他有所松动，继续说道，就算我们侯府与楚王妃翻脸，可是我们毕竟是一家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们侮辱了他的妹妹，你觉得他会放过你们吗？就连康王府他们都来去自如，想杀你们那再简单不过了。穆卫良虽然在牢里也听说了康王遇刺的事情，他就猜测是冷子墨干的，这会儿正好可以震慑一下这些畜生，希望这些话他们能听进去。现场一片安静，谁也不敢出声，女眷们更是捂着自己的嘴，不敢哭出声来，惹恼了这些畜生。几个年幼的孩子已经被刚才的场面吓到了，蜷缩在角落里，浑身哆嗦。穆卫良此时最紧张，如果这些畜生听不进他说的话，还一意孤行，他不敢想以后看着几个姑娘被撕破的衣服，凌乱的头发，他的心在滴血。那是他的女儿，还有侄女，从小都是在侯府娇养长大，哪受过这样的屈辱？官爷，还请放过他们。穆卫良恳求道。见刘哥有些松动，手底下那些官差不乐意了。刘哥，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就算那个楚王妃再厉害，咱们谁也不说，他也不会知道今天发生的事。这些人送过去就是个死，他们哪有机会见面？这些女人以前可都是侯府的小姐，这辈子他们还没睡过侯府小姐，不能因为几句话就把他们的好事给搅了。一直没有说话的刘哥笑看向穆卫良，不愧是当过大官的，差点老子就信了。等我收拾完这帮小娘们，再来处置你。第209章，出手救人5。听到刘哥的话，官差大笑着朝着几个姑娘走过去。侯府的姑娘们被吓得尖声大叫，穆青离趴起来就要跑。小娘们还想跑，看老子一会儿怎么收拾你！畜生，你们这一群畜生，放开他们！穆卫良双目赤红，怒吼道：爹，救我！啊，滚啊！老夫人想要爬过去救自己的孙女，看到眼前的一幕，吐出一口鲜血，指着几个官差，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瞪着眼睛死不瞑目。娘，你醒醒！穆卫良拼命地嘶吼着，自己没有这么无助过。祖母，都他妈的给老子闭嘴，打扰了老子好事，小心你们的狗命！说着开始撕扯穆青哥的衣服。穆青哥根本不反抗，神情有些呆滞，好像他根本就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啊！就在他们以为得逞的时候，听到一声惨叫，顺着声音看过去，才发现吴三已经倒在血泊中。看着面前的黑衣人，几个人吓得双腿发颤。刘哥强装镇定：你们是谁？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我们可是官差。韩洛、韩信，你们把他们先带过去，把囚车里的人放出来。是。不行，不能放了他们，他们可是朝廷钦犯。你们不就是想把他们给本妃送过去的吗？穆静初把玩着手中的匕首，笑着说道：你是楚王妃？
刘哥吓得差点尿了裤子。穆卫良从囚车上下来，踉踉跄跄地走到老夫人面前，抱着老夫人的尸体痛哭出声：“娘娘，王妃饶命，王妃饶命！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您就饶了我们吧。王妃，我们再也不敢了，求您饶了我们吧。”几个官差头磕在地上，发出咚咚的响声。你们刚才那些畜生行为也是奉命行事，是我们一时鬼迷心窍，畜生不如，还请王妃饶了我们这次。刘哥祈求道。看着女眷们抱在一起，低着头小声抽泣着，还有那几个孩子，明显也是被今天的事吓坏了。穆静初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二叔，穆静初看着穆卫良，轻轻喊了一声：“草民见过王妃娘娘。”穆卫良心里也是恨穆静初的，恨她的绝情，恨她连累了侯府上下，恨她害死了兄长还有母亲，可也知道是侯府先对不起他们母女的。穆静初淡淡一笑，开口说道：“我知道你们都恨我，恨我毁了侯府，不过我不在乎。今天之所以出手救你们，是因为看着祖父还有小叔的面子上，还有就是这几个无辜的孩子。”看了看穆卫良，继续说道：“刚刚那声二叔是我最后一次喊你，毕竟周氏和穆一倩以前对我做过什么，他们自己心里清楚。老夫人的死是她活该，你不应该算在我的头上。如果落在我的手里，她恐怕还不会死得这么痛苦。可以说侯府是毁在了她的手里，可是她毕竟是你的祖母，侯府是你的娘家，难道你就真的这么狠心？”第210章了断。在穆静初的印象里，穆卫良就是一个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年轻时就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10年没见，在他们一家回到侯府时，已经完全变了模样，变得懦弱，眼里多了些算计。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却没有小心讨好，反而是大声质问他：“我心狠。”穆静初笑着看着被吓得瑟瑟发抖的侯府众人：“你问问他们是如何对待我们母女的，包括你的好妻子还有女儿。我不想跟你们废话，我虽然心狠，要报复侯府，但是还没做有心狠到牵连无辜的地步。明玄，先把这几个人处理掉。”“是，王妃，求求你了，饶了我们吧，我们再也不敢了。家里还有。”官差的声音越来越小，众人都明白穆静初处理掉是什么意思。在看到明玄几人回来时，眼中充满恐惧。“王妃娘娘，以前是我的错，求您大人大量，饶了我们这一次吧，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了。”周氏爬到穆静初的脚边，不断的磕头求饶。几个姨娘被吓得不敢出声，抱着自己的孩子瑟瑟发抖。他们也欺负过大小姐，谁也想不到会有今天。穆清歌还是那副模样，一切仿佛与他无关，眼神空洞，用手捋着自己的头发，时不时的还发出笑声。穆清离是真的怕了，也跟着周氏爬到了穆静初的脚边，哀求道：“大姐姐，以前都是我的错，那时候我还小不懂事，求你饶了我吧，我怎么说也是你的妹妹，求你了。”三姨娘抱着穆凌雪躲在一旁不敢出声。穆静初看到了穆庭轩，走到她的面前，开口问道：“你是小庭轩？”“穆庭轩木讷的点了点头。“你还认得我吗？”“大姐姐。”穆庭轩怯生生的说道。穆静初笑了笑，看向他的身边的陈氏：“四姨娘，多谢你以前在侯府照顾过我，以后带着小庭轩和潇潇好好过日子。”四姨娘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穆静初，当初她就是可怜这个没娘的小姑娘，自己也没能力帮她，只不过给过她几次吃食而已。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穆静初没再继续和他废话，给了府里几个从未欺负过原主的人一点银子，让他们各自带着孩子离开。从被关进牢里，他们就不抱任何希望了，如今看着手里的银子，忍不住痛哭起来。赶紧离开吧，免得夜长梦多，再耽搁下去，没准就走不了了。众人拿着银子，带着孩子磕头谢恩后，匆忙离开。二房的几个姨娘都没看穆卫良和周氏一眼，领着孩子也急匆匆的跑了。我不会杀你们的，害我娘的恶人都已经死了，不过你们以前对我做过的事，我是不会原谅的，滚吧！他是想杀了这些人泄愤的，不过他们现在都是一些老弱妇孺，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他有些下不去手。现在他们身无分文，又是战乱，恐怕要活下去也不易。走！穆静初翻身上马，看了一眼侯府众人，所有的前尘往事，今天算是了了，双腿用力，疾驰而去。第211章，难道你们和他是同伙？穆静初赶回来的时候，才知道武继中这几日带兵疯狂的攻城，根本不在乎士兵的死活。冷子墨不想和南下的将士厮杀，守在城门上，让弓箭手和连弩手对强攻的将士发出警告。南下军营里的将士早就对武继中不满，只能私下里发泄。武明衡的副将张春江也有些看不过去，知道武继中为父报仇心切，可是如果再任由他这么下去，早晚是死路一条。他很明白，冷子墨现在不出兵，并不是怕他们，也不是兵力不足，他可是亲眼见识过冷子墨他们研制的那个武器有多厉害。他是不想南下这些将士相互厮杀。武继中看了一眼在座的各位将领，最后把目光放在苏廷玉身上。苏大人明日一战由你前去校阵，我武功远不及其他将军，恐怕不能胜任，还请将军不要为难我，到时候丢了皇上的脸，将军也不好交代。
苏廷玉连眼皮都没抬，不咸不淡地说道：“哼，这怕不是苏大人的托辞吧？”武继忠早就看不惯苏廷玉，到了军营处处和他作对，几次出战迎敌都找借口。不敢，我从未上过战场，不及各位久经沙场，怕拖将军后腿。现在武将军是主帅，你不听从武将军调遣，违抗军令，将军可以处死你。现在是给你机会，别不识好歹。你以为这里是京城，任由你们这些公子哥作威作福，真是贪生怕死的鼠辈。皇上怎么会派你这种人来？武继忠的副将不满地说道，眼里全是鄙夷的神色。就是贪生怕死，趁早滚蛋！啪的一声，江万林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真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们谁有能耐谁去，以为人家不出城就是怕了你们？江侯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本将军知道你们和冷子墨有交情，可是他现在是逆贼，难怪你们总是长他的威风。难道你们是他的同党不成？哼，本侯问心无愧，你愿意怎么说是你的事，就你这种打法根本毫无章法可言，就只能连累士兵白白丧命。本将军是主帅，还轮不到你来智慧。武将军，江侯爷说道也不无道理，这几日我们白白损失了多少兵力，如果不能想个完全的对策，再这样拖下去，咱们的粮草恐怕也支撑不住了。祁同也不赞成武继忠的做法，只是现在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一心想攻城。粮草的事你们不用担心，本将军已经奏报朝廷，估计过不了多久，粮草就能解决。将军，咱们还是要想办法，尽快击退冷子墨，夺回那些城池。张春江开口说道，咱们只能强攻进城，如果想切断他们的后路，人马太多容易暴露。张将军可有什么办法？武继忠还是很相信父亲的这位副将，当初就是他冒死把自己救回来的。张春江看了一眼江侯爷和苏廷玉，将拳抵在唇边，轻咳了2声。武继忠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挑了挑眉，今天没什么事，大家都先回去休息吧。江侯爷和苏廷玉起身就走，他们怎么会不明白，这些人是在防着他们。第212章开始攻城。侯爷，用不用让人给子墨传个消息，让他们小心点？出了营帐，苏廷玉问道。江万林沉思了一会儿，开口说道，不必，这些人根本不是子墨的对手，现在武明恒死了，这个武继忠一心想要报仇，可是还不如他老子呢，多注意祁同还有那个张副将。营帐里只留下了祁同还有武继忠的心腹，听到云王妃的家人被送到边关，武继忠想用他们作为人质和穆敬初谈条件时，祁同眉头紧锁。武继忠现在可是兴奋得很，就算冷子墨他们不答应他提的条件，那在两军阵前亲手杀了云王妃的亲人，让他们颜面尽失，他也觉得痛快。祁同心里觉得这些人不会这么顺利的送过来，毕竟云王在京城的眼线众多，收到消息岂会不知他们的用意。他正想着怎么开口，多派人前去接应，就有士兵急匆匆的前来禀告。前去接应的人发现了囚车，可是里面一个囚犯也没有，只剩下横七竖八的官差尸体。冷子墨，本将军还真是小瞧了你。此时的武继忠眼神阴森恐怖，单手成拳狠狠地砸在桌子上。现在一提到冷子墨的名字，他面前就是父亲惨死的场面，恨不得将他们夫妻凌迟处死。这日天刚亮，冷子墨亲自率兵围攻武继忠他们所在的彭城，军营里只留下5000士兵看守。这几日冷子墨和众将领一直在商议战事，如果照这个速度行军打仗，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攻入京城，连年战事，老百姓也民不聊生。现在已经有了不少因战事无家可归的灾民，他们要加快速度，尽早解决战事。冷子墨不想再耽搁了，打算一鼓作气攻入京城，所以武继忠的挑衅他根本没放在眼里，也是为了避免有更多的士兵受伤。南下根本没想到冷子墨会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在彭城，他们根本没有察觉，这次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冷子墨一马当先，身后的赤甲军紧随其后。武继忠收到消息，慌忙上了城墙，看到黑压压的士兵，心里突然有些害怕，大声喊道：放箭，快放箭！冷子墨这边显然早有准备，攻城车、云梯、攻城锤等被推到城墙下，城墙上的弓箭手对准攻城的士兵开始射箭，密集的箭雨从城墙上飞射过来，射中的箭雨发出尖锐的撞击声，不少士兵纷纷倒地。城墙上的士兵毕竟兵力有限，很快就有些抵挡不住。云梯已经搭在城墙上，有的士兵已经爬了过半，城墙上的士兵用长矛还有刀剑不停地抵抗。士兵们用攻城锤对准城墙，开始猛烈的撞击，城墙上的士兵感觉地面都开始晃动。快用石头砸！祁同大声吼道。冷子墨见时机差不多，抬手一挥，明玄和韩冰带着数十赤甲军冲到城门口，他们准备埋下土雷炸开城门，而并不是真的要从城墙爬上去，这么做就是为了把他们的注意力全吸引过去。第213章攻城。轰的一声巨响，城门被炸了一个洞，随后又是几声巨响，城门被彻底炸飞，守门的士兵也被炸得血肉模糊。杀！冷子墨一声令下，众将士冲向敌军阵营。
城墙上的齐同时见识过土雷的威力，大声吼道：“不要乱，速速迎敌！”很快，双方站在一起。南下的士兵被刚才的土雷吓到了，这会儿又看见云王带领士兵冲了进来，一时乱了阵脚，有些胆小的扔下佩刀想要逃命。武继忠看到明白，气得怒吼：“只要发现逃兵，当场射杀！就算这样，也有士兵被土雷吓到了，根本不听他的，继续逃命。”段子杰带兵将他们左翼退路堵死，一支支箭弩射向南下士兵。武继忠和齐同带兵迎战，从后方打出一条血路。武继忠还是被追上来的张勇砍下一条胳膊。江万林和苏廷玉跟着齐同还有武继忠带着一部分残兵冲了出去。张春江被砍成重伤，被冷子墨的人带回了军营。彭城的这场战事可以说是这几次交锋最激烈的一次，不少南下士兵还没反应过来，就死在了箭弩之下。这次南下惨败，剩余兵力不足20万，就连主帅武继忠都丢了一条胳膊。冷子墨这边乘胜追击，一连又拿下好几座城池，现在南下大半江山已在冷子墨手中。各地的官员，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都愿归顺冷子墨，也知道他的实力和手段。如果皇上的那些传闻都是真的，那么逆贼还真不好说是谁呢。从冷子墨开始攻城到如今已经1个多月，武继忠现在自身难保，又丢了一条胳膊，接连战事让他根本没办法医治。这几日还发起了高热，他现在手中的兵力已不足2万，不少将领在陆续的战事中都归顺了冷子墨。不少将领知道大势已去，还不如乖乖归顺云王，兴许还有一条活路。想到这，一个个心思也活络起来。齐同也发现了有些士兵这些日子状态不对，他也知道这些人的心思，确实现在他们要是和云王对上，根本没有悬念，这些人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去。要是真的投奔了冷子墨，皇上恐怕不会放过他京中的一家老小。江万林和苏廷玉在军营里也是没少蛊惑这些人，现在时机成熟，冷子墨那边早就做好了攻入京城的准备，他们的家人现在也都安全了，就打算带着这些愿意归顺的将士离开南下的军营。皇宫里，自从知道武继忠战败，皇就开始些心慌，现在连睡觉都不敢闭眼，就怕冷子墨杀进宫里，直接把他的头砍下来。早朝上，无论皇上如何大发雷霆，文武百官一个个的谁都不敢多言，就怕被皇上点名去支援武继忠，只能低着头任由皇上发怒。他们不知道的是，皇上现在已经没有兵可派，只有守城的3万将士在秦王手里。宫里的那些妃子们也收到消息，一个个吓得不知所措，只会哭，怕冷子墨杀进皇宫。他们可都是皇上的女人，这个冷子墨对他们肯定不会手下留情的。第214章，也许是最后一面。康王现在也是坐立不安，一早就进宫来找皇后商量。母后，我们真的要完了吗？康王声音都有些发颤。皇后这几日精神不济，整天被那些嫔妃哭哭啼啼的弄得心烦意乱，头痛发作，如今看着自己的儿子如此沉不住气，更是恨铁不成钢。遇事如此慌张，以后还怎么成得了大事？皇后斥责道：“母后，你是真不明白，还是不愿面对？如今冷子墨就要攻入京城了，你要我如何成大事？小命都不知道能不能保得住了。混账！本宫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胆小如鼠的儿子，竟敢说出这种话？”康王见皇后是真的动怒了，也不敢多言，他觉得母后就是不愿相信，他也想这些都是假的，可事实如此，真不知道母后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你去见过你外祖父没有？皇后见康王不再顶嘴，语气缓和了一些，开口问道。外祖父现在也没了主意，整天关在襄府不出来。皇后听完头更疼了，身子晃了晃。母后，您怎么了？康王见状急忙上前。皇后摆了摆手，缓了好一会儿才说道：“本宫没事，你不必担心。”随后继续问道：“朝中其他大臣现在如何？你父皇可有和你说过什么？”康王摇了摇头，现在谁也不敢多说话。父皇每日早朝都会大发雷霆，从我伤好了以后根本就没召见过。这几日秦王在做什么？父皇让他带着3万士兵守在城外，这对母子诡计多端，现在是非常时期，可别到时候让秦王母子算计了你。母后放心吧，我的人一直盯着他呢，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大意了。我知道了。康王有些不耐烦地说道：“如果冷子墨真的要攻入京城，你想办法躲开那些眼线，去找你妹妹。”皇后闭着眼睛认命地说道：“什么？您让我去东陵？您就不怕东陵皇为了讨好冷子墨杀了我？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咱们还有其他的退路吗？”说到这，皇后又开始头疼，这是她最不愿意面对的事，眼中尽是不甘。当初真不应该听你父皇的，想要他手里的兵符多的是办法，没想到就一时心软，留下这么大一个隐患。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你想办法离开京城，不去东陵也好，知人知面不知心。况且东陵皇是个老狐狸，没准你去了就是自投罗网。康王真的是不甘心，可是到如今基本已成定局，父皇手里连可调动的兵力也没有，
除非这个时候冷子墨放弃了。为了这一天，冷子墨可是做了10几年的准备，搜罗了父皇当年不少的罪证，他会在关键时刻收手吗？母后，我真的不甘心，就这么灰溜溜的跑了，以后一辈子都要隐姓埋名的过日子。那也总比你丢了命强，我是没办法离开这里。你是我的儿子，我不希望你就这么丧命，希望你好好活着。你一定要悄悄的离开，就连你外祖父也不能告诉。皇后说到这，眼眶泛红，将手轻轻地放在康王的头上。她知道，也许这是母子见得最后一面。第215章，差点晕倒。接连战事，不少士兵都受了伤。冷子墨去查看伤兵的病情，看到他们咬着牙关硬撑着，还说自己没事。可是这些士兵根本不知道，他们疼得不自觉，浑身颤抖，都被冷子墨看在眼里。穆静初一直留在伤兵营，和军医还有从庆阳城赶来的许泽安一起为伤兵治疗。他想多做一些消炎还有止痛止血的药品，可是现在是战乱时期，各地方的药品并不充足，自己存的那些药材根本不够用。好在冷子墨在其他3国都有暗桩，费了不少周折，这才凑齐了药材，勉强够用。不过再这样下去，不止药材，就是粮草也是问题。冷子墨站在穆静初身后，看着他一直忙碌的身影，有些心疼。这些日子为了研制药品，穆静初几乎没怎么休息，等药品制作完成，一刻也没休息，又来伤兵营为伤兵治疗。想到穆静初这一路对自己的支持还有付出，让冷子墨在这个时候真的想放弃一直以来报仇的执念。穆静初一直在专心的为伤兵治疗，根本没发现身后的冷子墨。士兵看到冷子墨的眼神也不敢出声。刚给士兵包扎完，穆静初可能是起身太猛，身子晃了晃，眼前一黑，就以为自己要摔倒时，突然被人揽入怀中，靠在男人的身上，闻到熟悉的味道。穆静初唇角弯了弯，转身看到冷子墨，笑着问道：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不是在议事吗？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冷子墨没有回答，反问道：我没事，可能是起得太猛了，有点头晕，你不用担心，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就没事了。你脸色这么差，我让子安给你把脉。你别担心，我自己就是大夫，不用麻烦他，这里还有这么多伤兵需要治疗呢。不想我担心，那你现在就回去休息。冷子墨的语气不容反驳。穆静初看了看，重伤的士兵已经全部上过药，包扎完了，有些刚缝合完伤口的士兵还需要观察，他有些不放心。看到他纠结的样子，冷子墨就知道他心里想的什么，转身对明玄说道：把泽安找来。是。有什么注意的，告诉泽安。穆静初确实累了，点了点头。行，我听你的。等许泽安来了，穆静初把几个重点要观察的士兵交给他。说完，冷子墨就带着穆静初回了营帐，吩咐人打来热水。在军营只能让韩洛和韩星伺候穆静初沐浴，可是穆静初确实不习惯，沐浴时身边还有人伺候着，把人都打发下去，这才脱了衣服坐到木桶里。冷子墨让人去做点穆静初喜欢的吃食，不过是一盏茶的功夫，再回来就看见站在门外的韩洛和韩星。他知道穆静初的习惯，不喜欢沐浴时身边有人，今天是看他太累了，才让这俩人伺候的。他推门进来，走到屏风后，看到坐在木桶里的人已经睡着了，头还一点一点的，还能听到轻微的鼾声。看到这个画面，冷子墨红了眼眶。第216章，有孕。冷子墨将穆静初抱到床上，感觉怀里的女人轻了许多，替她穿好衣服，看着她惨白的小脸，心疼不已，叫来许泽安为她把脉。许泽安将手指轻轻搭在穆静初的手腕上，过了一会儿，眉头紧皱，看了一眼冷子墨，没有说话。冷子墨见许泽安的表情，又想到刚刚穆静初差点晕倒，手有些微微发颤，想要开口问一下情况，却又不敢，害怕结果是自己不能承受的。穆静初不知道自己睡了多长时间，揉了揉睡得惺忪的眼睛，才发现天已经黑了。他感觉到肚子饿了，刚坐起身就看见冷子墨坐在床角，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着实把他吓了一跳。你醒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冷子墨焦急地问道。我没事。穆静初看他的样子，笑着说道，我就是太困了，你不用担心。冷子墨却突然抱住了他，将下巴放在他的肩上，抱着他的手越来越紧。穆静初察觉到了他情绪不对，小心地开口问道，你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媳妇儿让你跟着我受苦了。冷子墨说的声音很小。我都说了没事，现在那些重伤病已经没事了，我以后会注意的。再说了，我也没觉得跟着你受苦，这都是我心甘情愿的，你不用自责。是我不好，就连你有孕都没发现，还让你这么操劳。你和孩子要是真出点什么事，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疯。说什么傻话，什么疯不疯？穆静初说到一半停了下来，扶着冷子墨的肩膀，与他四目相对。你刚才说什么？我有孕了。冷子墨点了点头，一脸歉意地说道，刚才泽安给你把的脉。真的？我们有孩子了？穆静初激动地问道。是，媳妇儿你慢点。看到情绪激动的穆静初，可把冷子墨吓了一跳。泽安说没说现在孩子怎么样？穆静初担心地问道。
他说孩子没事，就是你身子太虚了，这些日子要静养。孩子没事就好，这几天你先好好休息，等身子好点了，我送你去庆阳舅舅那，你安心养胎。我不去庆阳，这个时候我怎么能把一个人丢下？不行，你身子现在经不起折腾，听话，在舅舅家乖乖等我来接你们。冷子墨冷着脸说道，他是真的害怕穆静初和孩子有什么意外。我自己就是大夫，而且你应该相信我的医术，这次是我大意了，没发现自己有孕，既然现在我已经知道了，也不会拿自己和孩子这么大的事当儿戏，我就是不想离开你，从今天开始，我也不会再上战场，就安安心心的养胎，留在军营里，等你每次出征一回来，就能看到我，好不好？穆静初抱着冷子墨的胳膊撒娇的说道。看到他薄唇紧抿，还是不肯答应，穆静初神色正了正，你是不是不想我和孩子留下，嫌弃我们母子碍事？第217章，都快闷死了。傻丫头！冷子墨鼻尖泛酸，他当然知道穆静初是故意这么说的，又怎么不会知道他的苦心？此刻他的心里被填得满满的。以前他也埋怨过，为什么要让他经历这些磨难？他情愿自己生在百姓家，守着父母，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为了报仇，他10几岁就上了战场，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杀人的场景，敌人的鲜血溅在自己的脸上，手还止不住的颤抖。那时候他不过是一个12、13岁的孩子，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感谢老天，让他也有了自己心爱的女人，还有他们的孩子，他再也不是孤家寡人。穆静初感觉到了脖颈处的温热，双手抱着他，轻轻拍着他的背，无声的安抚着。过了好一会儿，冷子墨才将头转过去，擦干脸上的泪痕。久经沙场的战神王爷，此时难得有些不好意思。穆静初也不揭穿他，眉眼弯弯，开口说道，以后有我和孩子陪着你，你再也不是一个人了。好，以后你和孩子陪着我。冷子墨心里的喜悦全写在脸上。现在我和孩子都饿了，要吃饭。穆静初转移了话题，怪我早就让人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去。等一下！穆静初喊住了他，现在正是关键时刻，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有孕的事，万一消息传了出去，谁知道皇上会不会狗急跳墙做出什么事？冷子墨也觉得穆静初说的有道理，现在除了许泽安还有他的几个心腹，其他人还不知情，虽然知道他们不可能说出去，他也不敢大意，陪着穆静初吃完饭，把几人都叫来，还是特意叮嘱他们一番。自从知道穆静初怀孕，冷子墨除了和众将领议事，其他时间寸步不离的守在他身边，就连吃饭都恨不得要亲自喂。穆静初想下床走动更是不可能的事。穆静初实在受不了了，冷子墨不在的时候，交代韩星韩洛必须在房里陪他，他想出去转转，两个丫头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王妃，王爷交代了，您现在还不能下床走动。韩洛开口说道。你们两个还是不是我的人？穆静初皱眉问道。是，当然是了，可是王爷是为了王妃好，您要不就再忍忍。韩星小心的试探道。啊！穆静初大喊一声，韩星和韩洛缩了缩脖子，他们也没办法，王爷的命令他们可不敢违抗，况且真的是为王妃好。就在这时，冷子墨带着许泽安走了进来，看到跪在地上的两个丫头，语气森冷的开口，你们惹王妃生气了？属下不敢。两人赶紧开口，这个时候惹王妃生气，他们是不要命了吗？媳妇儿谁惹你了？冷子墨语气柔和，将手里的托盘放到桌上，一脸讨好的问道，让在场的其他人都没眼看，这还是他们那个杀伐果断的王爷吗？除了你还能有谁？穆静初知道冷子墨是担心他的身体，随后也缓和了语气，相公，我已经躺了这么多天了，你就让我出去走走吧，我都快闷死了。第218章，肚子里不止一个，这事我不能答应，先让泽安给你把完脉再说。冷子墨摇着头拒绝道。穆静初知道多说也无用，只能将手伸出来。许泽安笑着开口，嫂子，你可别怪子墨，他就是太紧张你了，这也是因为你身子前些日子确实比较虚弱。我知道，你赶紧给我把脉吧，看看现在怎么样了。好。过了一会儿，许泽安开口问道，嫂子，你自己可把过脉？穆静初摇了摇头，你不是说我就是有点虚弱吗？这些日子也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也就没给自己把脉。你嫂子身体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冷子墨见许泽安这么问，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焦急。许泽安有点兴奋，高兴地说道，你别这么紧张，嫂子身子没什么大碍，这胎恐怕不止一个。你是说我肚子里有2个孩子？穆静初的眼睛都亮了。许泽安点了点头，现在月份还有点小，再过1个月我才能确认嫂子里肚子里有几个，不过2个应该是不会错的。不是，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冷子墨听得迷迷糊糊的。穆静初悄悄给自己把了脉，随后笑得眉眼弯弯，这是老天给他的最好礼物。你这什么急啊？嫂子现在没事，你就安心的等着当爹吧。许泽安真的是替好友高兴。冷子墨听到穆静初现在没事，心里高兴，赶紧把准备的吃食拿过来，让其他人都下去。
房间里就剩夫妻二人。吃过饭，冷子墨才想起刚刚许子安的话：“媳妇儿，你肚子里有2个孩子。”对于现在反应慢半拍的冷子墨，穆静初也是无奈。还不等冷子墨开口，穆静初又说道：“不止2个，应该是3个。”冷子墨彻底呆住了，眼睛盯着穆静初的肚子，眼睛都不眨一下。傻了？穆静初推了推他：“你这肚子里竟然有3个孩子？”除了震惊，从冷子墨脸上看不出其他表情。整个下午，冷子墨都处在兴奋当中，穆静初真怕他以后管得更严了。冷子墨让人把铃铛还有翠儿接到军营，专门照顾穆静初，毕竟韩星韩洛他们是暗卫，根本不懂照顾人。南下皇宫里可没有冷子墨他们这么高兴，整个皇宫没有一点生机，更像是一座牢笼，让人压抑的喘不上气。下了早朝，皇上让沈从山还有秦王留下。朕问你们，苏志远为何不见了？2人谁也不敢开口，只能跪在地上一言不发。皇上看他们如此，更是生气，真是废物！就算你们盯不住苏志远，可是他的家人还有江万林的家人呢，这么多人怎么可能凭空消失啊？回答朕！皇上怒吼道。吓得秦王和沈从山不禁身子一颤。皇上是老臣无能，还请皇上恕罪。沈从山也一直弄不明白，苏廷玉是怎么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走的。就因为你的无能，知道会带来什么后果吗？皇上青筋暴起，看向沈从山，眼睛里全是杀意。第219章，动了杀心。沈从山跪在地上，感觉到了头上有一道寒光，一直在盯着自己。他现在不用看也知道皇上此刻的表情，也知道皇上对他已经起了杀心。苏志远的事情无非就是皇上想要杀他的借口，现在冷子墨就要攻入京城，皇上是怕自己揭发他当年的恶行，害怕以后会遗臭万年。之所以一直不动他，也是因为知道沈从山留了后手，手里有他们当年谋害先皇的证据，就是仗着这个把柄，才让沈从山的女儿成了皇后。皇上想要拿回证据，可是无论派多少人夜探相府，都没有结果。2个人都是老狐狸，早就互相算计。沈从山把那些证据交给了自己的心腹，在皇上登基的第1年，心腹就带着证据离开了襄府。沈从山也交代了，只要自己出了意外，就让心腹把这些证据交到冷子墨手里。现在也是到了彻底了断的时候了，只求冷子墨看在这些证据上，对自己的家人网开一面。皇上太了解沈从山了，知道他到时候一定会出卖自己，在他进宫后就安排人去了沈府，不能再让任何人威胁他，必须要早下手。看着地上跪着的沈从山，皇上缓缓开口：“皇后这些日子经常头痛，朕看着心疼，特意让沈夫人还有她的几个侄儿进宫陪陪皇后，有孩子在，皇后那里也热闹一些，她的病也许就好了。”沈丞相心中一惊，自己还是晚了一步。皇上这么做，就是把他的妻子还有小孙子软禁在宫里，让他不敢轻举妄动，真是卑鄙。他早就该想到，皇上这么心狠手辣的人，岂会这么轻易放过他们一家？事已如此，沈从山也只能另想他法，虽是满腔的怒意，可面上却是一副担心的样子，丝毫不提妻子和小孙子的事。皇后娘娘头痛的毛病可有大碍？她已诊治过了，就是这些日子忧虑引起的，丞相不必担心。老臣想见一见皇后娘娘，毕竟她是臣的女儿，老臣实在担心。丞相这是不放心朕吗？老臣不敢，有沈夫人陪着，朕相信皇后的病很快就能好，到时候丞相再见皇后也不迟。多谢皇上隆恩。好了，这些日子你也是累了，先回去吧。老臣告退。秦王跪在地上，不敢插嘴。他不知道父皇为何要让沈丞相的家人进宫陪伴皇后，肯定不是他们说的那么简单。不过现在他已经顾不上去想那些，父皇此时盛怒，他要想办法找到苏廷玉还有他的家人。父皇，都是儿臣的错，还请父皇息怒。侯府的人除了那个江云琛，其他都是一些女眷和孩子。朕这么相信你，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你却让人在你眼皮子底下溜了，这儿你真的让朕太失望了。还请父皇给儿臣一次机会，他们这么多人肯定还在京城，就算把京城掘地3尺，也要把他们找到。秦王目露凶光，他竟然被一些女人耍得团团转，抓到他们一定要让他们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第220章，那就是送死。看着秦王离开的背影，皇上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他现在真有点心力交瘁。几个儿子能力远不如冷子墨，他不承认这也是事实，一点魄力和胆识也没有。如今时局动荡，竟没有一个人能为他分担。本来看好的康王竟然临阵脱逃，和他耍起了心机，以为他那点小把戏能瞒过去，他早就让玉龙卫将事情调查清楚了。所谓的刺杀，无非就是他演给自己看的一场戏而已。皇后的一份宫里，沈夫人怀里抱着自己的2个小孙子，眼眶泛红。她知道这次被召进宫的皇上的用意，心里不免害怕起来。祖母，小孙子声音颤抖地喊了一声：“把孩子先带下去。”皇后揉了揉发痛的额角，不耐烦地说道：“祖母。”孩子紧紧地抱着沈夫人的胳膊不松手。宫女有些为难地看着沈夫人：“
还不快点带下去？皇后此时没了耐性。沈夫人见状，急忙哄着小孙子：“你们两个乖，要听话。姑姑有话和祖母说，一会儿就去找你们。”两个孩子点了点头，不情愿地跟着宫女离开。娘，你能不能别哭了？还嫌我不够烦吗？沈夫人看见女儿不高兴，连忙把脸上的泪水擦干。好了，都是娘不好，你别生气，一会儿又该头疼了。皇上让你们进宫，可曾有什么交代？今天沈夫人进宫，皇后心里就有不好的感觉。传旨的公公什么也没说，就说娘娘头痛发作，想家人，让我带着你大哥的两个孩子进宫陪伴。皇后听完，知道皇上这是把他娘还有侄子留在宫里做人质，恐怕皇上要对付沈家了。我爹呢？他怎么说？皇后焦急地问道。你爹当时进宫了，没在府里。皇后杏眼微眯，沉默了许久才开口。既然你们已经进宫了，就在这陪我几天吧，其他的事情你不要多想，我会想办法尽快让你们回去的。此时南下军营里，武继忠脸色惨白地坐在主帅的位置上，一只袖口空空荡荡。自从他被砍掉一只胳膊，性情越来越暴躁。武将军，我们下一步该如何？云王大军已经逼近，再这样下去，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一名副将开口问道。就是我们现在只剩下不到2万的兵力，如何与云王对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那你说我们这仗该如何打？众将领在下面不停地争论着。武继忠看出他们的心思，恐怕这里面大多数人要归顺冷子墨，可是他不甘心，爹的仇还没报，自己又被他害成这副模样，就是死也要拉着冷子墨一起，哪怕是同归已经，也不能让他好过。你们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武继忠很快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看向众人问道：齐将军，你有什么想法？本将军现在也没什么办法，如果现在和云王硬碰，那就是送死。齐同淡淡的开口。第221章归顺。武将军，留得青山再不愁没柴烧，我们还是不能死守，只有撤出去，这些将士兴许还能保得住。议事厅沉默了许久，一位副将开口说道：撤？你觉得我们还能往哪撤？武继忠冷笑一声，对上他的视线问道。这副将被问得哑口无言，他们确实已经是退无可退了，这是进京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云王攻陷了这里，那么就意味着云王入京再无阻碍了。武继忠知道，就算再怎么商量，也是不会有结果的，留下自己的几个心腹，让大家都回去休息了。江万林再次找到齐同，希望他可以归顺冷子墨，也避免不必要的伤亡。现在大局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悬念，劝他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也知道他的顾虑。江万林京中家人的安危不必担心，其实冷子墨早就安排人暗中保护他们了。齐同闻言十分感动，他一向敬佩云王，早就对皇上寒了心，当即就同意了。现在除了武继忠和他的那几个心腹，其余将领已经全被江万林和苏廷玉说动了。他们之所以刚才在议事厅那么说，就是不想武继忠为了自己的私仇，让那些无辜的士兵白白丢了性命。武继忠暗中吩咐自己的心腹，今夜打算偷袭冷子墨他们的粮草，还给了他一包东西混在粮草之中。只是他们的计划来未来及实施，就被苏廷玉带人扣下了。看着他们不服气的样子，苏廷玉根本不愿与他们多费唇舌。齐同没想到这些人这么没脑子，竟然还敢去偷袭，是不知道自己是去送死的吗？齐同也不想他们再被武继忠利用，开口劝道：你们还真是一群莽夫，知道了去送死，还是执迷不悟。武继忠是想利用你们为他报私仇，是谁给你们的自信，觉得就凭你们这些人能偷袭成功？都带下去。苏廷玉一声令下，身后的士兵就将这些人压了下去。江万林也带着人将武继忠绑了起来。此时的武继忠有些癫狂，几个士兵都有些按不住他，双眼赤红，怒吼道：你们都是逆贼，冷子墨他要谋权篡位，你们这是要诛九族的大罪，要是现在放了本将军，回京后本将军会向皇上求情，饶你们一命。不然……不等他说完，苏廷玉一拳打在他的脸上。冷啸天才是谋权篡位，武明衡当初就是冷啸天的帮手，不然以你们武家会有今天的地位吗？你到现在还敢蛊惑军心，当心小爷我一刀结果了你，让你去地下问问你那个草包老爹如何？武继忠从苏廷玉眼中看到了杀意，他还不想死，只能强忍着怒意，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苏廷玉。冷子墨也收到消息，这边的将士已经全部归顺，那些有异心的全部关起来。天刚亮，冷子墨就带人赶了过来。参见云王。众人齐齐跪拜。都起来吧。冷子墨知道收服了这些人，他下一步就要攻入京城，是和冷啸天算账的时候了。第222章，本王让全城的百姓陪葬。冷子墨让士兵休整几日，除了他的赤甲军，所有士兵都重新分配，又亲自给皇上修书一封，让人送到皇上的龙案上。看到冷子墨的书信，皇上不自觉的浑身颤抖，口中喃喃：完了，全完了，哈哈哈哈！朕一辈子苦心经营，不惜是凶，得来的天下，到头来竟是一场空，还是朕不够心狠，
养虎为患啊！真以为你杀了我就能坐稳这天下了吗？做梦！来人，来人！皇上站在大殿中央嘶吼道：“龙御卫现身！皇上，你们现在就去把京城里那些3品以上官员的家眷都给朕带到宫里来，如有不从，格杀勿论。”是。屈公公跪在地上瑟瑟发抖，这个时候他可不敢出声。皇上现在已经疯魔了，现在要是惹恼皇上，只怕小命不保。小顺子躲在偏殿，将皇上的话听得一清二楚，心急如焚，看了看周围没人，匆忙地跑了出去。龙御卫大肆地到京城官员府邸抓人，弄得人心惶惶，京城几乎变成了一座死城，街上看不见一个行人，家家户户都门窗紧闭。有的官员反抗，龙御卫当场斩杀，府里的护卫根本不是龙御卫的对手，只不过是白白送死。城门紧闭，秦王带领3万精兵守着城门，一刻也不敢松懈。冷子墨担心穆敬初的身体，这次回京特意定制了一辆超大马车，在队伍里相当明显。大军缓缓向京城出发，10日后终于到达了京城。秦王站在城墙上，看着下面黑压压的士兵，咽了咽口水，双腿有些发软。他们只有区3万人，如何能抵挡冷子墨几10万的人马？王爷，咱们到了，现在就要攻城吗？段子杰在马车外小声地问道。现在是谁在守城？回王爷，现在是秦王守城。冷子墨闻言嗤笑一声，冷笑天还真舍得让他儿子留在这送死。你去告诉冷墨昭，要是现在不开城门，即刻攻城。是。没想到相公还如此体贴，攻城还提前通知人家。穆敬初坐在一旁笑着说道：“他们父子这是垂死挣扎，我不想这些无辜的士兵也是白白送命。”两人正说着话，就听见外面一阵骚乱。冷子墨不悦地皱了皱眉：“出何事了？”回主子，秦王想射杀前去喊话的段将军。明玄恭敬地说道：“看来是真不怕死啊，让弓弩手准备。”是。明玄离开没一会儿，就急匆匆地跑了回来：“主子，秦王他们把百姓抓到了城墙上，只要咱们攻城，他们就杀百姓，真是一群畜生。”穆敬初咬牙说道：“告诉弓弩手，先不要轻举妄动。”秦王手里有百姓作为人质，知道冷子墨现在不敢随便动手，看着段子杰一脸憋屈的模样，秦王站在城墙上大笑出声：“冷子墨，想不到吧？你就算到了京城又如何？你要是敢轻举妄动，本王让全城的百姓陪葬。”第223章，给本王磕头认罪。王爷，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明玄问道。我带人杀进去，我还就不信他真的忍心杀了这些手无寸铁的百姓。罗玉成说着就要带人杀过去。现在不能激怒他，他们已经是穷途末路了，没有人性，很可能会狗急跳墙，杀那些无辜百姓一点都不稀奇。穆敬初说道：“你先赶紧到马车上歇会儿，这里很快就能解决。”冷子墨走过去扶着穆敬初说道：“没事，坐了一路马车，我也累了，正好下来溜达溜达。”穆敬初继续说道：“韩冰现在马上联系城里的暗卫，让他们想办法尽快打探到秦王手里一共劫持了多少百姓。”是，属下即刻去办。主子，秦王派人传话，想要救那些百姓，让……韩青磕磕巴巴的没有说出口。你怎么变得这么磨叽？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别让大家着急行不行？段子杰着急的说道。那个王八蛋说，让主子现在跪在城外，给他磕头认罪，不然就开始屠杀百姓。这个孙子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老子现在就去杀了他。段子杰拔出佩剑，转身就要离开。我也跟你去。走，老子非把他大卸8块不可。几个将士气愤的就要和段子杰一起去找秦王算账。回来！冷子墨呵斥道：“难道你们真的要看那些无辜百姓丧命吗？”王爷，你这话什么意思？就是，难道你要听那个王八蛋的话，给他磕头认罪？这绝对不行！王爷，我现在就带人杀进去，后果我一人承担，也绝不能让那王八蛋得逞。段子杰根本听不进去任何话，现在只想亲手宰了秦王。你要是这么冲过去，才着了他的道，我先过去看看。冷子墨说完，转头看向穆敬初，后面的事就交给你了。你放心，过去后尽量拖延时间，分散他的注意力，你也小心点。穆敬初现在有孕在身，不方便露面，就怕秦王看见他又出什么幺蛾子。穆敬初刚才下了马车后，就已经把周围的地形观察了一遍，知道有一个地方能看清城墙上人的一举一动。此时城墙上秦王近乎癫狂的表情，不停地咒骂着。穆敬初就知道冷子墨牵制住了他，找了几个可以百步穿杨的弓弩手，在他们的箭弩上涂上了剧毒，不给秦王任何活着的机会。算好了连弩的射程，找到了最佳的射击点，让这些弓弩手先隐藏好，听他命令再行动。因为秦王手里有人质，不能轻举妄动。虽然他准备了好几个弓弩手，但是也不能一起发射，以免伤及百姓。想要一击即中，还要等着韩冰打探消息回来再做决定。冷子墨，没想到你也有经验吧？现在你跪下给本王磕几个响头，本王可能还会给你留个全尸，
告诉你别想着耍花样，不然这些人都得死。你以为杀了本王，你们父子就赢了，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冷笑天就可以继续当这个皇上吗？你现在说什么也没用，本王就是想你死，想让你像狗一样趴在本王的脚下求饶。第224章秦王下线，就凭你也配？冷子墨嘲讽道：“你要是再敢多说一句废话，信不信本王现在就杀了他？”说着，人质的脖子出现了一道血痕。求你别杀我！要不是秦王勒着他，一个30多岁的男人恐怕就瘫倒在地上。冷墨昭，你现在要是放了这些百姓，本王还能给你一个痛快。穆静初一直观察着秦王的动向，就怕他情绪失控，杀了人质，那样冷子墨就会遭人诟病。王妃，韩冰终于赶回来了。秦王一共抓了100多个人，不过城墙上只有10几个人，其他人都被他绑在城墙下的柱子上，底下放着浇了火油的干柴。真他妈的畜生，他是想活活烧死这些人。一贯不会多言的明玄也忍不住开口骂道：“里面监狱的人都准备好了吗？”穆静初知道不能再等了，他们早就混在这些士兵里了，就等主子下令了。好，穆静初给了偷袭秦王最佳位置的弓弩手做了一个准备的手势，这些人都是经过他特殊训练的，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韩冰，准备给里面的人发信号。是。此时城墙上的秦王早就失去了耐性，对着冷子墨怒吼道：“本王已经给过你机会了，是你不要，现在你不顾百姓的死活，已经失了民心，希望接下来本王送你的这份大礼，你会喜欢。点火。”说完，举起手中的匕首刺了下去。放！一脸狰狞的秦王举着匕首的手突然停在了半空，一支箭弩正中秦王的眉心，随后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城墙上乱成了一片，南下士兵失声大叫：“秦王死了！秦王死了！”段子杰和罗玉成带兵冲了出去。这个时候，城门也从里面打开了。看到明玄牵着自己的战马过来，冷子墨翻身上马，带人冲进了京城。南下士兵见秦王已死，知道大势已去，也不再做抵抗，纷纷放下兵器。冷子墨的人将被困的百姓救了下来，放他们回家。看到混在士兵里的江云琛，冷子墨笑着摇了摇头：“江侯爷就在后面，赶紧把衣服换回来。你现在去找苏侯爷，跟着他一起进宫。”知道了，小爷我这几天可是没少受罪，你还好意思笑？说完不高兴地走了。京城街道很快就被冷子墨的人清理干净，有些胆子大的百姓还从门缝里偷偷地往外看。明玄，你去趟康王府，把康王也带进宫。是。冷子墨刚到城门，想去接穆静初，远远的就看见了那辆特制的大马车朝着城门口而来。他骑着战马上，守在马车的侧面，前后都有侍卫保护，一队人马浩浩荡荡的朝着皇宫的方向而去。皇宫已经没有人守着，他们畅通无阻的进了皇宫。冷子墨担心穆静初下了马车走这么远会累着，早就让人备了软轿。进了大殿，看着跪了一地的大臣还有家眷，冷子墨看向坐在龙椅上的皇上，不禁挑眉。第225章，不愧是朕的好侄子，不愧是朕的好侄子，有胆识，有魄力，比你父皇出色多了。此时的皇上倒是十分镇定，就像是与自己欣赏的晚辈聊家常一样。不过啊，也比你父皇心狠手辣多了，而且就你这份心机隐忍，也是一般人比不上的。父皇就是太仁慈，才被你这个小人算计了。皇兄他妇人之仁，做事优柔寡断，朕文韬武略，样样不输他。要不是父皇偏爱他，岂会坐上这皇位？皇上突然变脸，大声吼道，完全失了帝王的风范。无论朕多努力，父皇从来不看朕一眼，他眼里只有皇兄，就连丝柔也选他，凭什么？明明是朕先认识丝柔的，他抢了朕的皇位，还要抢朕最心爱的女人，他该死，他早就该死。你不配提母后，你心术不正，弑兄篡位，通敌叛国，别说皇位，你都不配是我南下子民，对你人人得而诛之。哈哈，那又如何？朕还不是做了这南下的皇上？你是南下的罪人，本王会让你跪在父皇母后的墓前，好好忏悔。你恐怕是没这个机会了。皇上看了一眼跪在地上吓得瑟瑟发抖的众人，有这么多人给朕陪葬，值了。你不会真的以为他们被你下毒了吧？穆静初讥讽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皇上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这都听不明白，还说什么自己文韬武略样样精通？你当皇上当傻了吧？穆静初一脸嫌弃地看着他，你是真不要脸，谁给你的错觉，让你觉得自己天下无双，皇位必须是你的，美人也是你的，宫里难道没有铜镜吗？自己不知道照照，就算没有铜镜，撒泡尿也行啊！你放肆！皇上哪里见过这样的女人，气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本妃今天就放肆了，你能奈我何？小命都在我手里，还敢坐在那大言不惭？把这些女眷先带下去。冷子墨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众人，说道。看到这些人安然无事的离开，皇上一双眼睛淬了毒一样，死死地盯着冷子墨，咬牙说道：
原来你早就在朕的身边安插了眼线。皇上没想到，就连最后讲条件的筹码都没了，害他白费了这么多心机。想到自己的下场，皇上无力地闭上眼睛。冷子墨使了一个眼色，很快他的那些嫔妃、皇子、公主都被带到了大殿。皇上，皇上，父皇！大殿里顿时哭声一片，嫔妃们哪还有往日嚣张跋扈、目中无人的样子？闭嘴！穆静初被他们哭得头疼，嫔妃们死死地捂住嘴，不敢让自己哭出声来。还有2个胆小的，就直接晕死过去了。你究竟想怎么样？皇上缓缓睁开眼睛，看着冷子墨冷冷地问道。写下罪己诏，跪在父皇母后墓前以死谢罪。不可能，事已如此，想杀便杀吧，谁让朕一时心软，留下你这个隐患呢？要说心狠，在你面前，朕甘拜下风。第226章罪己诏。本王身上有你想要的东西，你才迟迟没有下手，而不是你心软，不然你怎么会弑兄篡位呢？随后继续说道，如果你不想自己妻儿下场凄惨，断子绝孙的话，你可以不写，你要赶尽杀绝。皇上怒喝道，本王还是劝你想清楚，就算你不写罪己诏，你的恶行天下人早就皆知，现在只不过是给你一个机会而已。父皇，救救我，我不想死！皇上最小的儿子哭着喊道。皇兄，你何必咄咄逼人呢？就算父皇犯了滔天大罪，今日受辱还不够吗？算我求你了，行吗？齐郡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哀求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本王咄咄逼人。他杀我父皇，害我母后的时候，就没想到过有今天吗？可是，齐郡王背对得哑口无言。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齐郡王，相信你比我更清楚，我相公他受了多少苦。你锦衣玉食，美人在怀的时候，他用命正在战场上拼杀。你们父子是吃着我相公的血肉，才有了这几年的荣华富贵，偷了别人的人生，就以为是自己的了。你们凭什么一个个要指责他？你们有什么资格？要不是你那个没有人性的父亲，我相公何至于前半生过得如此凄惨？要不是为了我腹中的孩子，现在我就将你们这些人剁成肉酱。穆静初一想到冷子墨身上无数的伤疤，心疼的不行。齐郡王现在还想道德绑架，呸！一群不要脸的东西。冷子墨看到穆静初是真的动气了，害怕他出意外，让人将偏殿软榻搬过来。我没事，不用这么麻烦，拿把圆椅过来就行。开什么玩笑，这大殿上他弄个软榻像什么样子？再给你一盏茶的时间，本王可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冷子墨一抬手，暗卫的刀架在那些嫔妃还有皇子公主的脖子上。冷子墨，你们杀了本宫的招？庆贵妃这时开口问道。她知道秦王负责守城，现在没看到他，就知道秦王恐怕凶多吉少了。不过他还不死心，他该死。冷子墨此话一出，庆贵妃像疯了一样，拔下头上的金簪，朝冷子墨扑了过去。本宫要杀了你！噗的一声，庆贵妃身后的暗卫一剑将她穿透，看着滴落的鲜血，顿时有人尖叫起来。皇上此时真的感到无力，一下子仿佛老了10几岁。好，朕写。不过，皇上看了一眼自己妻儿，开口说道：“你留他们一命。你现在有和本王谈条件的资格吗？而且这是给你机会，就算你不写，本王手里的证据也能定你的罪。”皇上知道冷子墨所言非虚，想到自己这一辈子想得到的东西，不过是一场梦而已。他这一生虽贵为天子，到头来也不过是个笑话，自嘲地笑了笑。皇上写了罪己诏，将自己的恶行一五一十地写了出来，包括冷子墨中毒的事，也是他与东陵勾结。第227章下场。皇上知道大势已去，人一下子就苍老了10几岁，也没有了帝王的威严。看着跪在大殿上自己的妻儿，又看了看冷子墨，随后大笑出声，笑的眼泪都出来了。最后还是朕输了，不过朕不后悔之前所做的一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况且是生在帝王家，从古至今，哪个帝王登基不是踩着自己的兄弟上位的？就算皇兄当初没有要我们几个兄弟的命，他们还不是被皇兄发配到自己的封地，一辈子回不了京？朕这么做何错之有？皇叔为什么会被父皇发配到封地，一辈子不许回京？还不是他和你一样起了不该有的心思，只不过他没有你心机深，隐藏的那么好。父皇待你不薄，从没亏待你，让你留在京城，这是父皇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朕与你之间的恩怨与他们无关，还希望你不要为难他们。此时的冷笑天眼里充满了祈求，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只是一位想保护自己孩子的父亲。当初你要不是惦记我手里的兵权，会对我手下留情吗？冷子墨反问道。冷子墨，你去死吧！就在这时，庆贵妃疯了一样，抽出侍卫的佩刀，朝着冷子墨冲了过来。穆静初早就注意到他了，就知道他不会安分。看到他起身的时候，手中的银针已经朝着他飞了过去。庆贵妃举刀的动作停在半空，吐出一口黑血，直挺挺地倒在地上。真是浪费了我的毒针，用在这种人身上。
穆静初不紧不慢地说道：“把她吊在城门。”是。明玄赶紧让人把庆贵妃拖下去。你这个毒妇！皇上没想到穆静初会做得这么绝，好歹庆贵妃是自己宠了多年的女人，如今落得这个下场，他还是有些心疼的。毒妇！你说我要是不对他们做点什么，是不是都对不起毒妇这2个字？穆静初看着跪在地上的皇子公主，笑着问道：“不，别杀我，我不想死。”我也不想死，父皇救我！啊！三公主更是被吓得大声尖叫。皇上双手握拳，额头青筋暴起，满腔怒意，却不敢再说话，知道穆静初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只有皇后一直没有出声，安安静静地跪在地上。她知道事到如今，大势已去，只盼着自己儿子能逃过一劫。来人！冷子墨不愿与他们再费口舌，命人将冷啸天的罪己照贴在了城门，挑了他的脚筋，连同他的那些嫔妃还有儿女关在了冷宫。他不会杀了冷啸天，要让他下半辈子生不如死。当初参与谋害先皇的那几个大臣，冷子墨也没有放过，全部抄家下狱，3日后处斩。3族之内的男丁全部发配边关，3代不可回京，不可参加科考，女眷全部发卖，不可取消奴籍。如有人包庇，从中弄虚作假，一律按谋逆罪论处。现在这个时候，与这些罪臣平时交好的人，恨不得和他们划清界限，谁还敢触冷子墨的眉头？他们又不是嫌自己命长，再看看冷子墨的手段，他们更是不敢有别的心思。王爷，如今大局已定，国不可一日无君，现在人心惶惶，况且还有其他3国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咱们，王爷还是早日登基，安抚民心。江万林恭敬地说道。第228章封赏。南下的不少百姓因战事家园被毁，无家可归，还有将士们也早就被战事折磨得疲惫不堪。冷子墨早就搜集了朝中贪官的罪证，现在那些败类已经被清理干净，冷子墨的手段和魄力文武百官都看在眼里，况且他是先皇唯一的子嗣，继承大统，名正言顺。刚刚经历战乱，南下各方面都比较薄弱，其他3国对南下虎视眈眈，冷子墨不想这个时候被敌国有机可乘，顺应民意，在5月18登基为帝，国号还是南下，年号为天安。新皇登基，百姓还是有些惴惴不安，其实在他们心里，对于谁当皇上并不重要，他们在意的是谁能让他们吃饱穿暖，不再过着颠沛流离日子。冷子墨登基后便推出了几条新政，都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这里当然少不了穆静初在背后出谋划策，渐渐的百姓那些不安也都慢慢消失了。天安元年6月初1，冷子墨对功臣大肆封赏，江万林为镇国公，苏致远为荣国公，江云琛世袭镇国公世子之位，任户部尚书，苏廷玉世袭荣国公世子之位，任兵部尚书，段子杰为建威将军，罗玉成为龙虎将军，还有张勇、王志、于德山也都进行了封赏。丞相是文臣之首，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至关重要。苏致远和江万林都推举了督察院御史李伯山。冷子墨对此人也有所了解，是个好官，他的小孙子就是当初在酒楼被穆静初救过的那个小男孩。冷子墨登基那日便封穆静初为皇后，修建了凤栖宫，里面的装潢都按照穆静初的喜好来的，就是为了让她住得舒服，安心养胎。穆静初怀了3个小崽崽，肚子大的吓人，冷子墨每日下朝处理完公事，就跑到凤栖宫里陪着她，看到她腿还有脚肿的厉害，心疼不已，每日都帮她按摩。现在京城里谁不知道皇上对皇后娘娘宠爱有加，可把京中的那些未出阁的贵女羡慕坏了。现在后宫只有皇后一人，又有身孕在身，就有不少人打起了冷子墨的主意。早朝上就开始有大臣进言，要冷子墨广开后宫，为皇家开枝散叶。冷子墨坐在龙椅上，看着跪在地上要求他选妃的几个大臣，脸上没有一丝多余的表情，食指不停转动着扳指。熟悉他的人知道这个时候冷子墨心情不佳，要发火。江云琛可以说是最了解他的人，急忙开口：皇上刚刚登基，皇后娘娘有孕在身，选妃不急于这一时。江大人言之有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怎么帮助那些受难的百姓重建家园，还有边关的预防，而不是盯着皇上的后宫。苏廷玉也开口说道：二位大人说的没错，不过皇家子嗣也是头等大事，岂能不做考虑？皇上，子嗣事关重大，不能大意。如今皇后娘娘有孕在身，皇上身边也不能没有伺候的人。是啊，后宫就皇后娘娘一人，琐事不少，恐怕不能尽心伺候皇上。大臣们也小声议论着。冷子墨黑了一张脸，江云琛看了一眼不知死活的几个人，和苏廷玉互相看了一眼，两人选择闭嘴。第229章赐美人。看来众位爱卿都很关心朕的后宫。冷子墨一开口，大殿顿时安静下来，听不出他的喜怒，谁也不敢出声。你们心中可有合适的人选？听冷子墨这么说，不少人暗自窃喜，他们就说没有男人能够抵挡住美人的诱惑，况且皇子现在正值当年，皇后娘娘有孕在身，根本伺候不了皇上，都说皇上对皇后娘娘宠爱有加，不过是没有机会，
如今他们开口，皇上还不是动了心思。小顺子，给刚刚那几位大人拿笔墨，让他们写下名单。随后又看了一眼众人，接着说道：还有谁要推荐贵女入宫的，尽管找小顺子要笔墨。不少人暗自窃喜，想借机攀上皇家，更希望自己家族中适龄的少女被选中，但是他们不敢贸然行动，毕竟皇上和皇后的手段他们可是一清二楚，不会这么轻易答应，只能是观望。有的人已经昏了头脑，拿起笔墨开始写他们心中的最佳人选，此时一脸的喜悦，仿佛明天他们推荐的贵女就能入宫为妃，他们也跟着鸡犬升天。苏大人，你看一下，他们写的这些贵女可是他们家族中人。冷子墨开口说道。是。苏廷玉上前从小顺子手中拿过那些纸张，看了一会儿，随后说道：回皇上，这些大人推荐的贵女都是他们的女儿，或者是家族中适龄的贵女。冷子墨点了点头，开口说道：朕今天就说这一次，你们都给朕听好了。语气突然变得阴森可怕，让众人不禁浑身一颤。朕的后宫永远都只有皇后一人，谁在劝朕广开后宫，绝不轻饶。如果谁家贵女敢自荐枕席的，凌迟处死，3族之内皆流放，永世不得回京，都记住了吗？冷子墨说完，刚刚那几位心存侥幸写了名单的大臣全身无力，瘫软在大殿上，浑身冷汗直冒，礼衣全部浸湿。还有那些持观望态度的人，更多的是庆幸没有一时冲动。以前朕没说过，不怪你们，这些贵女，朕给你们2个月时间把她们都嫁出去。既然各位大人这么关心朕，那朕也不能辜负了你们一番好意，每人赐你们10个美人，回去好好享受，别一天到晚总盯着朕的后宫。皇上英明。众人齐齐跪拜。散朝后，冷子墨留下了江云琛和苏廷玉，其他人都恨不得赶紧回府，嘱咐家里的女眷千万不要对皇上抱有幻想，不然整个家族都会被连累。等人都散去，江云琛和苏廷玉一直憋笑，不敢出声。想笑就笑，小心憋坏了，不然我给你们赐2个美女。别，千万别！江云琛急忙开口。我也不需要，还是你自己留着吧。苏廷玉笑着说道。坐吧，在你们嫂子面前别多嘴，要是惹她不高兴了，可有你们好受的。知道了，我是那多嘴的人吗？江云琛不满地说道。是。冷子墨和苏廷玉同时出声。第230章，永宁侯夫人求见。早朝上的事传到了穆静初的耳朵里，他只是笑了笑，知道冷子墨肯定能处理好，一点都不担心。如果还有不长眼的出来蹦跶，他不介意亲自给他们一些教训，也不会在乎什么善妒的骂名。现在他就想为南下的百姓做点事情，可是现他的肚子越来越大，做事情不方便，就让许泽安出面，在城北百姓聚集的地方开了一家医馆，里面大都是平价药，为的就是让百姓看得起病，吃得起药。医馆为百姓带来了福利，不再像以前家中有人生病，因为没有银两请大夫，小病拖成了大病，最后只能眼睁睁的等死。等北城医馆顺利走上了轨道，穆静初让许泽安在其他地方开始筹备平价医馆。穆静初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南下的百姓不再为看病发愁。如果家中实在没有银子支付药费，可以上山采草药，但必须经过医馆大夫确认是合格的草药才可以抵药费。穆静初也想把自己这一身医术传下去，让更多的人受益。现在只能是先把自己针灸术交给许泽安，还有几名御医，包括宫里的女医。穆静初的一手银针让他们看得不禁感叹，就连太医院的院判也自愧不如。这些人上手都比较快，穆静初与他们沟通起来也比较顺畅。冷子墨看到穆静初每日操劳，心疼不已，知道都是为了他，穆静初才拖着孕肚，每天这么辛苦。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冷子墨回来，看到穆静初还在桌前写着什么，有些着急地问道：你回来了，我还不困，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写下来，怕过几天忘了。现在你和孩子最重要，那些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说着，拿过穆静初手里的笔，把她抱到床上。我的身子自己清楚，你不用这么紧张，一天天的我待着也是无聊，还不如找点事做。都是我的错，这些日子太忙，回来的晚，没有时间陪你。冷子墨自责地说道。你刚刚登基，肯定有很多事情要忙，不用自责。谢谢你，媳妇儿。冷子墨将穆静初揽在怀里，柔声说道。以前我们不是说过了吗？咱们2人之间不用说谢谢。好，以后我都不会说了，时间不早了，早点睡吧。第二天穆静初醒来的时候，冷子墨早就离开了，用过早膳，带着身边的人去御花园逛逛。皇后娘娘，永宁侯夫人递了进宫的牌子，想求见娘娘。穆静初此时心情正好，宫女过来禀告。永宁侯夫人。穆静初一下没想起来，身边的韩洛急忙开口，回皇后娘娘是长公主。穆静初挑了挑眉，这个人他早就忘到了脑后，因永宁侯没有参与过谋害先皇的事，平时还算低调，只不过有一对不省心的妻女。冷子墨也没有对他太过苛责，长公主派人暗杀过穆静初，冷子墨本想治他的罪，
不过时间太久，也没有实质的证据。他刚刚登基，要是强行治罪，难免落人口实，也算是给了永宁侯一个面子。只是褫夺了长公主的封号，以后她只是永宁侯夫人，不再是南下国的长公主。第231章有事相求。穆静初想要看看这个昔日嚣张跋扈的长公主，想要见她究竟为了何事。御花园里，穆静初坐在石凳上，品着茶，欣赏着园中的美景。长公主看到这刺眼的一幕，忍不住握紧双拳，压下心中的不甘，微微俯身，见过皇后娘娘。穆静初似乎没看见也没听见，与身边的工人讨论着园中究竟哪朵花开的最娇艳。长公主只能俯着身子。过了一会儿，看见穆静初似乎还是没有让她起身的意思，长公主咬牙再次开口：“见过皇后娘娘。”穆静初这才注意眼前的人，急忙说道：“杨夫人什么时候来的？你们也真是的，看见了怎么也不提醒本宫，快请起。装白莲花谁不会，反正没事干。以前她可是没少找自己麻烦，现在闲得无事，逗逗她也无妨。多谢皇后娘娘。”穆静初也没让人赐座，长公主只能站在一旁。她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待遇。以前无论是在宫里，还是嫁为人妇，与现在相比，这样的落差让她有些接受不了。不过想到有事求人，还是压下心里的怒火。不知杨夫人今日入宫有何事？穆静初不紧不慢地问道，连眼皮都不抬一下，语气更是气人。她可不认为长公主是来找她聊天叙旧的。今日前来打扰娘娘，臣妇有一事相求。长公主开口说道。哦。穆静初不禁挑眉，杨夫人可是永宁侯府的当家夫人，还有求到本宫的时候，语气有些调侃。这件事只有皇后娘娘能帮忙，以前都是臣妇的错，还请娘娘不计前嫌，帮小女一次，不然小女真的是死路一条。穆静初不知道这件事还跟林殊郡主有关，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韩洛，想问他知道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韩洛摇了摇头，也是一脸迷茫。本宫不知道杨夫人此话何意。东陵想要与南下和亲，适龄的人选里有慈儿，臣妇就这么一个女儿，不想她远嫁，还请娘娘帮帮臣妇。穆静初闻言皱了皱眉，她并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东陵要和亲的事，况且她也不知道详情，不能随口答应。如果是冷子墨已经做好决定，她更不能左右他的决定，于是开口说道：“杨夫人，不是本宫不肯帮你，是本宫确实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东陵的消息，况且事关前朝，后宫不得干政，这一点恐怕杨夫人比本宫更清楚。娘娘，您现在也是要当母亲的人了，一定能体谅臣妇此时的心情。慈儿她从小娇生惯养，她的脾气秉性不适合后宫这种地方，如果真的和亲，以她的心计，根本不是那些人的对手。求您和皇上求求情，不要选慈儿。”此时的长公主已经没有了往日高高在上的姿态，只是一个普通的妇人，一心为自己女儿着想的母亲。看着她情绪有些激动，怕她有什么过激的动作伤害到穆静初，韩洛急忙上前挡在了穆静初的身前。第232章岂会给他们这个机会？杨夫人确实动了一下，只不过她的动作让在场的所有人大吃一惊，只听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此时再也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长公主。杨夫人，你这是做什么？铃铛快点把杨夫人扶起来。是。皇后娘娘，求您一定要和皇上替慈儿求情，以前的事是我对不起你们夫妻，要怪就怪我吧。杨夫人哽咽地说道。见杨夫人不愿意起来，穆静初开口说道：“不管你信不信，本宫确实不知道东陵的事，现在本宫什么也不能答应你。不管林淑郡主以后要嫁给谁，她那个脾气一定要改改，不然就算留在京城也会吃大亏的。后宅的那些女人可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本宫言尽于此。杨夫人还是请回吧。”杨夫人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只能先回府。穆静初看到他离去的背影，有些可怜，不禁摇了摇头。都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谁能想到，当初风光无限的长公主，如今也会跪下求人？韩洛，杨夫人刚才那些话什么意思？东陵什么时候要和亲了？穆静初看着韩洛开口问道。回皇后娘娘，这个属下不知。咱们去御书房看看皇上。冷子墨没想到穆静初会在这个时候过来，急忙让人搬来圆椅，让他坐下。媳妇儿，你这个时候过来是想我了吗？冷子墨半蹲在他面前，大手放在他的肚子上，笑着问道。我和孩子都想你了，就过来看看。不饿。我让人给你准备些糕点送过来。不用了，我一点都不饿。这个时候过来，没有打扰你吧？这会儿没什么要紧的事，正好你过来可以陪陪我，几个小家伙也没有闹你，他们都挺乖的。媳妇儿，你找我肯定是有什么事吧？冷子墨还是很了解穆静初的，他怕自己来御书房会落人口实，所以很少过来，尤其是这个时候。没什么事，就是今天永宁侯夫人递了牌子，我见她了。冷子墨不悦地皱了皱眉，她没事去烦你干什么？你要是不想见她，就不要勉强自己，不要担心别人会说什么，知道吗？冷子墨知道杨夫人为了什么去见穆静初，看到媳妇儿挺着那么大的肚子，他就心疼，
这些人不长眼，还要在这个时候去打扰他媳妇儿，看来还要好好敲打一番。东林是怎么回事？穆静初直接问出了口。这些人听风就是雨，东林确实想要与南下和亲，一些大臣就开始担心，毕竟咱们刚刚平息内乱不久，担心国库还有粮草不足，如果真的起战事，恐怕南下会吃亏，也在早朝上提过此事，还列出了备选贵女的名单。不过我根本就没答应。冷子墨最不赞成的就是和亲，一个女人真的能让两国之间停战吗？肯定是不可能的，到时候还多了一个让敌国羞辱自己的机会。女子嫁过去肯定会被人欺辱，和亲无非就是为了打南下的脸面，他岂会给他们这个机会？第233章，我只是你的男人。其实穆静初的想法和冷子墨一样，和亲不过是一个幌子，以为打仗就靠一个女人解决吗？那是无能的表现，当然是靠实力，就看谁的拳头硬。我没告诉你，是不想你为这些小事费神，本来我就没打算答应什么狗屁和亲，只不过是东林一厢情愿罢了。朝中那些大臣怕是再起战事，才迫不及待的想要答应，还积极的找适龄的人选，杨夫人这才坐不住了。东林这些日子不老实，总是挑衅，我打算让段子杰带兵去趟边关，给他们点教训。穆静初想了想，开口说道：这样也好，对这样的人没必要忍着，土雷还有不少，让段子杰带上，给他们点教训。冷子墨低低的笑了起来：媳妇儿，你和我想到一块去了，我们这是不是心有灵犀？说着在他红唇上落下一吻。别闹，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好了，我不闹你。冷子墨这个时候可不敢招惹自己的小媳妇儿，不然难受的可是自己。这次时间有点紧，先给他们个教训，不过不能总任由他们这样肆无忌惮，好了伤疤忘了疼。如果想让东林彻底消失，还需要好好谋划，毕竟我们现在还需要时间恢复，这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这个我知道，等过几日在东林的暗中来消息，先让段子杰带兵过去，其他的事咱们只能慢慢筹划。好了，知道是什么情况也就放心了，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说着，穆静初扶着腰慢慢的站了起来。看到媳妇儿沓着肚子还跑这一趟，冷子墨对杨夫人多事心生不满，以后别听那些人胡说八道，你不用担心我，要是有什么急事差人过来，我回去，你别来回的跑。我这也是想多走走，以后好生，我要是累了自然不会跑这一趟。我知道事情轻重缓急，没什么事比咱们的小崽崽重要。媳妇儿，在我心里你最重要，我是怕你辛苦。知道了，好了，让别看到该笑话了，你现在可是皇上，在你面前我只是你男人，谁敢笑话？是，没人敢笑话你，你也别太辛苦了，我先回去了。穆静初在回去的路上一直在想，接下来和东林一战在所难免，不过马上就要到冬天了，粮草可是头等大事，现在正面临两军交战，如果遇到大雪或是其他意外，耽误了粮草的运输，边关将士没有粮草，势必影响士气。这件事必须要尽快解决。想到南下盛产小麦，穆静初就有了想法，可以经过加工磨碎后制成面粉，然后制作成方便面，携带方便，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热水泡一下，正适合冬天。有了这个想法，穆静初带着人赶紧去了御膳房，必须经过实验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可行。看到他走得这么快，身边的人吓得不轻，就怕皇后娘娘出点什么闪失，他们的小命不保。第234章，你当初想把我怎么样？穆静初到了御膳房，把御厨还有干活的小太监吓得瑟瑟发抖，跪了一地，以为他们做的吃食出现了问题。皇后娘娘来兴师问罪的，都起来吧，把所有蒸笼都给本宫拿过来。穆静初可没工夫和他们废话，直接吩咐他们干活，还有蔬菜都拿过来。御膳房的人不敢怠慢，纷纷忙活起来。穆静初知道自己现在不适合亲自动手，在一旁有条不紊地指导他们干活，有榨蔬菜汁的，有和面的，制作面条的，有上屉蒸面的。御膳房里忙得热火朝天。穆静初将做好的第一屉面煮了一碗，让人给冷子墨送过去，其余的都要晒干，这样不会发霉，还要放在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千万不能有水分，不然不可以长期储存。冷子墨匆忙吃完面，赶到了御膳房。参见皇上。都起来吧。谢皇上。众人起身开始继续干活。你怎么过来了？穆静初扶着腰想要起身，被冷子墨大手按在了椅子上。你快坐着，怎么跑到这来了？想吃什么你说一声，没必自己动手。我这可不是为自己做的，刚才的面好吃吗？穆静初笑着问道。好吃。你看看那边。穆静初指了指亮着的面。冷子墨进来后根本没注意其他的，眼睛里只看到了穆静初。他这么一说，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才看到亮了这么多面。穆静初知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开口说道：我现在还真有些累了，你这会要是没事，咱们回去和你说点事。冷子墨知道他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立刻让人把软轿抬到了御膳房。回到凤七宫，穆静初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冷子墨。今天他也是第一次做蒸的方便面，肯定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冷子墨听到他这个方法，眼前一亮，如果可行，那可是解决了粮草的大问题，
他又担心穆静初的身体，剩下的事情让穆静初交给了江云琛，他只负责动嘴，其他的都由江云琛负责。穆静初知道冷子墨的担心，也没拒绝，直接答应下来。经过了几天反复实验，蒸的方便面终于成功了。穆静初心里悬着的一颗大石总算落地了。嫂子，还是你厉害！江云琛竖起大拇指，忍不住夸赞道。不等穆静初开口，冷子墨率先说道：“那是，你也不看看是谁的媳妇儿，有我媳妇儿不行的吗？要不是看他现在是皇上，就他这副臭屁的样子，江云琛和苏廷玉恨不得不吃这顿饭了，起身就走。他们两个单身狗容易吗？没事他就看他嘚瑟，知道他娶了一个厉害的媳妇儿，也没必要动不动就显摆，厉害的又不是他。切，也不知道是谁，当初还想让人把……”江云琛话没说完，冷子墨一个眼刀看过来，吓得他赶紧缩了缩脖子。苏廷玉在一旁笑而不语，只有这个傻缺才敢提以前。穆静初挑了挑眉，笑着看向冷子墨，开口问道：“你当初想把我怎么样？”第235章，让他们给我娘陪葬。媳妇儿，你别他胡说八道，当初我就想早点把你娶回来，真的。冷子墨立刻换了一副讨好的嘴脸，让旁边两个人都没眼看。你觉得我会信吗？穆静初反问道。他当然知道冷子墨当时的想法，也不会怪他，这会儿无非就是想逗逗他。信，你必须信。说完转头看向江云琛，警告道：“江云琛，我媳妇儿要是不信我，我就把林书指给你，再送你10个8个小妾。”这可把一旁的苏廷玉和穆静初逗得大笑起来。江云琛听完，立刻觉得手里的排骨不香了，也没有看好戏的样子了，立刻正色道：“嫂子，我保证子墨说的都是真的，你是不知道啊。”江云琛一脸惋惜地说道：“子墨自从见到你的第一面就睡不着了，想你想的，连身上中的剧毒都不在乎了。”江云琛继续一脸认真的胡说八道：“他就想爬到你那个小院和你护送衷肠，当时他其实不是昏迷，就是睡着了。他说只有在梦里才能见到他朝思暮想的媳妇儿，真的不骗你，廷玉也能作证，不信你问他。”坐在一旁看戏的苏廷玉没想到江云琛这个家伙最后把难题扔给他了，让他怎么回答？看到冷子墨那警告的眼神，立刻点头，咬牙说道：“是，云琛说的没错。”穆静初笑得不行，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好了，不逗你们了，快吃吧。看到穆静初笑得这么高兴，冷子墨才满意。你们两个也不小了，有没有中意的姑娘？穆静初笑过之后开口问道。他不想两个这么好的人一直这么单着，想让他们也尽快成家。没有。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说道。嫂子有几对夫妻能像你和子墨一样，看我爹的那几个女人，想想都头疼。江云琛说着夹起一块肉，狠狠地咬了一口。我要是有中意的姑娘，一定告诉嫂子，这辈子绝不纳妾，现在可不想将就。苏廷玉也附和道：“也许你们的缘分还没到，反正你们也不大，我们是主张一生一世一双人，可是两位国公爷未必赞同，你们这么做他们会同意吗？”穆静初知道在古代3妻4妾很平常，更何况是他们两家这样的身份。我才不管他同不同意，他管江百川就行了，我的事不用他操心，再过些日子我搬出来住。几人都知道江家父子之间有矛盾也有误会，没想到如今到了要分家的地步。你要搬出来的事，江国公知道吗？冷子墨开口问道。不用告诉他，等忙过这些日子我就搬，新宅子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其实江国公一直没有扶正二姨娘，也没让江百川入朝为官，他还是很在意你的，有事什么话父子两个说开了。冷子墨劝慰道。要不是情势，我娘能这么早就去了？我是听我娘的话，不然我能让他们活着？他要是敢把情势扶正，我就让他们给我娘陪葬。第236章江府往事。听到江云琛的话，几人互相看了一眼，饭桌上的气氛有些尴尬。他们都知道当年的事，江老夫人一直不喜欢江云琛的娘，在她有孕的时候设计了自己的儿子，让她和自己的表妹同房，还有了孩子。这个表妹就是二姨娘秦氏，当时的江万林只能把秦氏接到府里。老夫人本打算让自己这个外甥女当个平妻的，江万林死活不同意，最后还是老夫人妥协，只能是个妾。谁知道秦氏进府后，有老夫人撑腰，不把正事放在眼里，多番挑衅。生江云琛的时候，还想让她一尸两命，最后江万林赶回来，才救了他们母子。江云琛的娘从此也落下了病根，不能再有孕。秦氏仗着自己也生了儿子，对正妻之位势在必得，又有老夫人的支持，根本没有把江云琛的娘放在眼里，就连府里的钟馗也把持在自己的手中。江万林知道自己的发妻是一个温柔贤淑的女人，也知道她受了很多委屈，面对自己亲娘的强势，只是一味的让她忍让。最后江万林的娘心灰意冷，万念俱灰，一病不起，大夫开的药她都偷偷倒掉了。临终的时候嘱咐年幼的江云琛不要怪自己的父亲，她这是解脱了。江夫人过世后，身边的老嬷嬷告诉了江云琛真相后，也随着自己的主子去了。年幼的江云琛拿着匕首冲进花厅的时候，
就看见江万林和秦氏还有他们的儿女正在吃饭，有说有笑。这一幕刺痛了江云琛，不顾一切的要杀了江万林。当场的人都被吓坏了。那时候的江云琛哪是江万林的对手，很快就被江万林牵制住了。逆子，难道你要是父不成？江万林怒喝道：我没有父亲，我娘就是你们害死的，我早晚要杀了你们，为我娘报仇。小江云琛双眼赤红，大声吼道：你娘是因为她得了病，我已经给她请了最好的大夫，甚至还求皇上让宫中的御医为她诊病。闭嘴，我不听你的狡辩，要不是你的偏心，一直听那个老妖婆还有这个贱人的话，我娘会不想活着。你知道这个贱人和我娘说过什么吗？她连药都不喝，是一心求死，是你们害死了她，我恨你们。说完擦了一下眼泪，跑出了侯府。那个时候他还是冷子墨的伴读，皇上也是心疼他，把他留在宫中和冷子墨作伴，还把江万林叫到宫中一顿训斥。江万林这才知道发妻是真的不想活了，才自己不喝药，一心求死，觉得愧对发妻，想要弥补江云琛。可是父子之间的嫌隙不是他一厢情愿就能恢复的。好了，事情都过去了，江百川也翻不出什么浪来。国公爷现在心里也清楚，他就是一滩烂泥扶不上墙，该放下就放下吧。苏廷玉劝慰道：我知道，搬出去以后我跟国公府再无瓜葛，这个事子不做也罢。混账！冷子墨黑着脸看向他，难道你就心甘情愿地把世子之位拱手让人，让那对母子二人如意？第237章，休怪我无情。我知道有你在，那个江百川也没戏，江万林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不过就是发发牢骚而已。好了，快吃饭吧，一会儿菜都凉了。你要是想好了就搬出了，就去做，不过有些事一旦做了就不要后悔。穆静初能理解江云琛的心情和做法，虽然说他娘的死不是江万林直接造成的，但是这中间也少不了他的原因，要不是他的一味纵容，事情也到不了今天这个地步。有些事情一旦做了，就要承担他的后果。江云琛主意已定，回府的第二天就开始搬家。说是搬家，其实就是通知一下江万林，府里的东西他一样都没带走。花厅里父子俩剑拔弩张地对视着，江云琛不打算多言，起身就要离开。站住！你就真的这么恨我，不愿意留在府里了吗？别忘了，你还是国公府的世子，就这么搬出去了，不怕别人笑话吗？江云琛闻言嘲讽道：恨你？你做了什么事让我恨？你是怕传出流言才让我留在府里的吧？别说到这么好听，什么世子？要是我这个世子不做了，你和你心爱的女人还有儿子睡觉不都要笑醒了？逆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们是一家人，何必闹成这样？你就留下来，没有人想要你的世子位。别以为我多稀罕那个世子的位置，就算我不做了，江百川那个废物这辈子都没戏。世子爷，你何必惹老爷生气呢？这时秦氏扭着小细腰从外面走进来，你不过是一个玩意儿，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见到本世子不知道行礼吗？江云琛怒喝道：老爷，我知道自己身份卑微，可怎么说也是百川的娘，世子爷这样羞辱我，让我以后怎么在府里立足啊？说着小声抽泣起来。混账，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长辈？他不过是一个小妾，还敢自称我，不知道是谁给他的底气，以为你宠妾灭妻就没人知道吗？告诉你们，最好别招惹我，以后咱们近水不犯河水，不然休怪我不顾情面。说着走到秦氏面前，还有你，这辈子你都是府里的一个玩意儿，要是再看不清自己的位置，本世子不介意让人把你扒光了挂在城门上，再赏给乞丐。你，江万林气得手抖，说不出话来。我怎么样？你到时候看我敢不敢？还有告诉你的一双好儿女，夹起尾巴做人，再敢兴风作浪，我可不管他们是谁的种，后果不是你们能承担得起的。说完头也不回的大步离开了国公府。江万林颓废的坐在椅子上，秦氏急忙上前，一双柔弱无骨的手扶在江万林的肩上。老爷，世子爷根本没把你这个父亲放在眼里，他怎么敢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闭嘴！你要是还想留在府里，就老老实实的。你以为他不敢吗？我告诉你，他现在说得出做得到。以前你背后做的那些事，别以为我不知道，要不是看在娘的面子上，我不会对你诸多隐忍。不是你们的东西也别肖想，有当今皇上在，江百川这辈子入朝无望，与世子之位无缘。第238章，难民。江万林气势汹汹地离开了花厅，只留下秦氏一个人，他就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将桌上的茶碗狠狠地摔在地上。凭什么我的儿子就比不过那个贱人生的？江万林也不管他如何发疯，只想一个人静静。就在段子节带兵出征1个月后，南下北方一带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雪，不少百姓房屋倒塌，无家可归。好在冷子墨有所准备，粮草和方便面已经提前运送过去，不然现在大雪封路，肯定会影响粮草的运输，到时候影响了将士们的士气，这场仗还真不好打赢。皇上，今年不少地方闹了雪灾，大雪压塌了无数的房屋，
不少百姓都背井离乡，现在京城里也出现了不少难民，要赶紧想个赈灾的办法。是啊，如果再没有什么办法，大批灾民跑到京城来，到时候京城肯定就乱了。早朝上，不少大臣对这次雪灾表示担心。现在京城里到处都可以看到难民，还出现了难民抢劫铺子的事情，让他们十分担心京城的安危。众位爱卿，你们可有什么办法安置这些灾民？冷子墨坐在龙椅上，开口问道。大臣们纷纷献策，无非就是搭棚施粥，再乃施粥，还要对那些恶意打砸抢的灾民进行打压，不然这些人为了活命，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京城还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子。冷子墨心中暗道，这些人里到底是有几分是真正关心受灾百姓的？他们的方法只能这些灾民勉强填饱肚子。现在正值严冬，即便是救济了他们一些粮食，那他们夜里睡在哪里？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冻死？冷子墨问的这些人哑口无言，他们不是没想过，不过这种事都是受累不讨好的事情，搞不好还要惹得一身骚。再说如今国库并不充裕，没有银子让他们怎么做事？这时丞相李伯山向前一步，躬身道：启奏皇上，老臣听闻皇后娘娘当初在庆阳城的时候救助过当地不少无家可归的百姓，现在要想安置这些灾民，可以效仿娘娘当时的做法。冷子墨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老臣以为可以在城东找一块地方搭建简易的住所，他们之中不乏有一些壮劳力，可以让这些人自己动手，给他们相应的报酬。那些家中没有壮劳力的，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活计，同样也可以给他们报酬。其余的老弱病残都聚集在一起，也生不出什么事端。这些难民也会尽心尽力的干活。赵丞相大人这么说，这些难民以后都要留在京城，那样京城里全都乱了。一位大臣说出了其他人的顾虑。吴大人，这只是暂时的，总不能让他们冻死饿死在街头吧？李伯山继续说道，让这些人都登记在册，暂时安顿下来，新年一过，等天气回暖，他们的家园也基本修缮完了，到时候可以让他们回去，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人横尸街头吧。第239章前往灾区。李伯山的提议，朝中大部分官员都比较赞同，江云琛更是主动提出去赈灾，帮助灾区的百姓重建家园。下朝后，冷子墨让江云琛留下来，看着他开口说道：你这次出门要多加小心，那边的官员动向你也要多加留意。赈灾银两已经发下去了，要是发现有官员贪墨这些赈灾银两，或是有欺压百姓的，这个令牌你拿着，到时候你可以先斩后奏。我会让韩忠和韩冰跟着你一起去，地方官府的兵力随你调遣。臣遵旨。江云琛难得没有像平时一样嬉皮笑脸，一脸认真的说道。好了，这里没有别人，坐下吧。冷子墨不知道如何开口，江万林特意进宫，请他为父子俩人说和，本不想掺和他们父子之间的事情，可是江万林堂堂一个国公爷，一脸懊悔的表情，跪求他，他也只能答应。那个云琛，你爹他。子墨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虽然我娘不是他害死的，不过也是因为他寒了我娘的心，才让他活不下去。你不是不知道，我娘没了以后，这么多年那个秦氏是怎么对我的。你告诉江万林，如果想他的女人和儿子好好的活着，就别来烦我。我知道了，以后我不会再替他说话了。谢谢。江云琛低下头，小声的说道。我们是兄弟，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话这么小心？客气了。江云琛嘿嘿一笑，你现在可是皇上，我不得小心着点。滚，看你是皮痒了。对了，忘了告诉你了，泽安也和你们一起去，你嫂子让他在那边开一馆，你们正好可以作伴。泽安天天这么忙，纸月也不小了，不知道他们俩的好事什么时候能成。你还管别人，先管管你自己吧。有看上的姑娘，告诉我，我给你们赐婚，你也早点成个家。我知道了，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一晃过了半个月，京城里难民的房子也建好了，虽然有点简陋，不过只要能遮风避雨，不让他们露宿街头，这些难民已经很高兴了。为了解决他们的生计，穆静初让他们去采草药，毕竟妙春堂还有自己的医馆，需要大量草药，边关那里草药也是必不可少的。也没有让他们盲目去采，拿出需要的几种长在山脚下或是比较好找的草药，让人叫他们辨别，反复强调不可以进深山，不然谁进深山，草药一律不收，就连临时住所也不再收留他们，就是防止这些人进山遇到意外。只要不怕辛苦，一家的温饱不成问题。这几日除了想解决难民的生计问题，穆静初还一直在筹划着城东这边百姓的生活。城东这边住的都是一些普通的百姓，集市10天才有一次，百姓们买东西不方便，要走好远才能买到东西，而且价格也贵。他就想着在百姓生活的中心建一个早市，附近的菜农一早可以把新鲜的蔬菜拿到这里来卖，其他人也可以做一点小生意，只是象征的收一点摊位费，这样他们也不用再走街串巷，收入也相对稳定，百姓也能得实惠。穆静初脑子里有了构思，急忙拿出纸笔，开始把自己的计划写下来。第240章，亲一下有什么害羞的？这么晚了还不休息？
和你说过多少次了，当心身体，怎么总是记不住呢？冷子墨知道穆静初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他，看着他大着肚子还在操劳，心疼不已，忍不住埋怨了几句。穆静初放下手中的笔，笑着说道：“我会注意的，别忘了，我自己就是大夫，有点事做也没那么无聊。你来的正好，御膳房新做的糕点还不错，你也尝尝。”好，几个小家伙有没有折腾你？冷子墨扶着穆静初坐到床上，将大手放在他的肚子上，开口问道：“没有，他们很乖的。对了，云琛那边怎么样了？”还算顺利，云琛这次事情办得不错，杀了几个贪墨赈灾款的贪官，震慑住了其他人，没有再敢挑衅。他们不过是地方上的一些官员，会有这么大的胆子？贪墨赈灾银两，还敢挑衅你派去的钦差？冷子墨笑了笑，他就知道自己媳妇聪明，只说了2句话，从中就知道了事情的利害关系，还不是有人跟他们撑腰？他们背后的人，我已经让廷玉着手调查了，不过他们很聪明，没有留下任何把柄，就连他们之间往来都是心腹口传，没有书信来往。就算知道是他们干的，现在也没有证据。先不要着急，只要做过，早晚会露出马脚。即便他们再小心，也有疏漏的地方。就算真的找不到证据，那我们就给他们制造机会。贪惯了的人可不会轻易罢手。这些贪官都有一种心理，只要从他们手里过的银子不留下点，那就是自己吃了大亏，就好像自己的银子被别人偷了一样。他们现在不动，只不过这个时候风声太紧，他们不敢贸然行事，担心手里有银子却没命花。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件事重重拿起，轻轻放下，过一段时间再说。等他们放下戒心，要想诚心给他们下套，那还不容易。这段时间你也可以好好查一下，朝中到底有多少人和他们同流合污。哈哈，我媳妇儿就是聪明。冷子墨说完，捧着穆静初的脸狠狠地亲了一口。你干什么呢？穆静初瞪了他一眼，看了一旁偷笑的几个丫头，脸微微泛红。都是当娘的人了，亲一下有什么害羞的？冷子墨不以为然地说道。他也知道媳妇儿脸皮薄，看着几个还在偷笑丫头，正了正神色，用拳抵在唇边，轻咳了一声。有这么好笑吗？几个人还是很怕冷子墨的，连忙摇头。韩星韩洛看到他阴沉的脸色，立刻担心起来，他们差点忘了主子是什么样的人了。要是真发起火来，不知道会不会把他们扔回暗卫营去，向穆静初投去一个求助的眼神。只要皇后娘娘发话，主子肯定会听的。好了，你吓唬他们几个干什么？我哪有吓唬他们？刚才我可什么都没说。冷子墨就怕媳妇儿生气，急忙解释。朕刚才可吓到你们了？没有，没有。几人同时摇头，像个拨浪鼓一样。穆静初看到几人的求生欲，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第241章碎尸万段。这些日子，边关不断传来捷报，东陵被段子杰打得节节败退，让他们没有了往日嚣张的气焰。段子杰出征前也曾提过，这次想一鼓作气，直接攻入东陵的京都，不过冷子墨和穆静初都不赞成。南下刚刚经历过内战，国库粮草空虚，要想取胜，势必要用大量的土雷，那样会有很多无辜的百姓受到牵连，这是他们不想看到的。即便他们攻占了东陵，那么百姓会如何看待这位新君主？是残暴不仁，还是暴虐成性？毕竟土雷的威力太大。总之，要想得天下，就要得民心，不急于一时，只能好好谋划，也是给自己喘息的机会。如果以后在战场上动用土雷，也只是用于震慑他们。穆静初还是不愿意自己的到来对这个时代造成瘾。边关的事情着实让冷子墨一直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谁知道江云琛那边出现了变故，他被一群黑衣人袭击，尽管身边有暗卫，还有韩忠和韩冰保护，可是对方人太多了，还是受了伤。这些人真是胆大包天，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好在云琛命大，有则安在，你也不用太担心。穆静初看到要暴怒的冷子墨，出言劝慰道：“他们真以为我不敢动他们了？”冷子墨冷笑一声：“既然想死，我成全他们。”穆静初理解冷子墨此刻的心情，知道他和江云琛之间的兄弟情，谁要是敢动江云琛和苏廷玉，会让害他们的人付出惨痛的代价。让明玄还有苏廷玉来偏殿见朕。小顺子知道皇上动怒了，一刻也不敢耽搁，急忙去找人。见过皇上、皇后娘娘，这里没有外人，起来吧。冷子墨淡淡的开口，随手将密信拿给他们。看到信上的内容，皆是一惊，也知道了冷子墨叫他们来的意思。子墨，你也别着急，他身上带着嫂子给的丹药，还有泽安在，我这就启程。云琛那小子命大着呢。苏廷玉笑着说道，可是双拳紧握，青筋暴起，已经暴露了他此刻的心情。这次让明玄跟着你去，多带些人，找到那些黑衣人，将他们碎尸万段。这个你放心，我不会心慈手软的，敢对云琛动手，他们就要承担后果。苏廷玉沉声说道。明玄，你亲自挑人，离京这些日子，宫里的事让韩青暂代你，暗卫营那边交给韩宇。是。对了，京城里让你调查的那些人有眉目了吗？
他们做事很小心，还在查。苏廷玉说道：“让人暗中盯着他们，你先去云琛那边，让他们再多活几天。”我知道了。好了，你们下去准备吧。两人转身要走，穆静初开口说道：“等等，我让铃铛回去拿点东西，你们带着。”他们知道穆静初给的肯定是好东西，眼里的兴奋掩藏不住。穆静初将手中的瓷瓶递给他们，并一一告知用途。这些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动手，多准备一些，有备无患。最后拿出一个黑色瓷瓶，开口说道：“杀了这么多黑衣人，让人看到尸体不好，最好就是让他们人间蒸发，找不到一丝踪迹，让背后的人自乱阵脚，这个正好适合。”第242章，是人是鬼你分不出来了。明玄自然知道穆静初说的好东西是什么，他可是亲眼见识过这药水的威力，上次在敌军军营只用了那么一点，2具尸体瞬间就化为乌有，几乎没什么痕迹。当时皇后娘娘还不满意，说过还待改进，想必这瓶子里的东西比他见识过的还要厉害，随手将瓶子小心翼翼地收起来。苏廷玉看他那兴奋的样子，很好奇，刚想上手抢，明玄立刻退后，死死护着瓶子不让他抢走。看你那样，至于吗？我就是看看，我可是为你好，这东西太厉害了，小心伤到自己。明玄越是这么说，苏廷玉越是好奇，看他着急的样子，明玄也不逗他了，把这药水的功效告诉他。苏廷玉瞪大眼睛，一脸不可思议，还能有这东西？你爱信不信，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信？谁说我不信了？他的怀疑只不过就是瞬间，他相信穆静初的实力，现在他就想立刻见识一下。冷子墨又嘱咐了他们一番，二人才离宫。年关将至，边关的战事，再加上西晋和漠北使臣进京的事情，最近回去的都很晚，觉得亏欠了穆静初，这日下了早朝，打算早点回去陪陪自己媳妇儿。谁知道江万求见，到了御书房，跪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起来。冷子墨单手扶着突突直跳的太阳穴，耐着性子开口说道：“江国公，有什么事情？起来说。你跪在这什么也不说，朕就是想帮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皇上，你说了会帮老臣的是不是？江万林眼睛一亮，开口问道。冷子墨无奈地摇了摇头，不用江万林说，都知道是为了什么事情。可是他们父子之间的事，他不能插手，也怪江万林糊涂。皇上，我知道云琛受伤了，等他回京，你让他回府休养，那小子最听你的话了。冷子墨走下来，扶起了江万林，开口说道：“你可知道云琛为何不愿意回去吗？因为秦氏母子，我保证不会让他们出现在云琛面前。那只是一部分原因，还有就是因为你寒了他的心。我知道，当初是我糊涂，让他们母子受了不少委屈。你知道秦氏背着你做了多少事吗？他还想要了云琛的命，要不是顾及你的面子，他们母子早就不在这个世上了。”你说什么？秦氏想要云琛的命？江万林一脸惊恐地看着冷子墨，秦氏在他面前总是那么柔弱，怎么会有这么歹毒的心思？云琛知道你看中他们母子，不想你伤心，才留下他们，不然在他们对云琛动手的时候，朕就要了他们的命。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告诉你，那你会如何？你家老夫人和你是如何偏袒他们的？你忘了？当初就因为秦氏的一句话，说云琛把江百川推到府里的荷花池，你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云琛毒打一顿。你知不知道那是他们故意诬陷，还有很多这样的事情。秦氏没有你想的那么无害，云琛一直不让我说，是因为他知道，就算你知道了，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江国公，朝中的事情，你比谁都精明，怎么自家宅子里的这点事，就让你弄得乱七八糟，是人是鬼，你都分不出来了。第243章，调查秦氏。江万林失魂落魄的回府，冷子墨的话，他深信不疑。秦氏这几年因为扶正的事情，没少和他闹，他就是一直没松口。不过对于府里的人称他为夫人的事，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想到却让他养大了胃口，会心思歹毒的想要买凶杀人。对于江云琛这个儿子，他是真心疼爱的，一直以为是自己的偏袒和忽视影响了他们父子之间的情谊，没想到这其中还有秦氏的手笔。老爷，你回来了。秦氏扭着细腰，温声软语的从外面走进来。不得不说，秦氏保养得很好，虽然现在已经30多岁了，还生了一儿一女，实际看上去也就20多岁的样子。江万林微沉眼眸，看着一脸无害的秦氏，笑自己竟然被一个女人耍了10几年。秦氏也察觉出了江万林的异样，心中盘算着，可是脸上却不显一丝慌乱。老爷这几日一直忙着，累坏了吧？我刚让厨房炖了补品，这就让人给你端上来。不用了，你先回去吧，我还有公事要忙。江万林的反常让秦氏不安，见他说话如此敷衍，也只能先离开。这么多年的后宅争斗，这点眼色要是没有，也不会以一个小妾的身份掌管江府这么多年。江万林叫来心腹，让他调查当年的事情。如果秦氏真的动了杀江云琛的念头，那么想到这，眼里闪过一丝杀意。很快到了新年的宫宴，众大臣带着家眷早早就入了宫，西晋和漠北的使臣也带着贺礼走进了大殿。
当初漠北和西晋想趁着南下战乱瓜分南下，谁知道被冷子墨还有穆敬初打得伤了元气，两国边境这些日子可是安稳得很。他们都想借此攻燕的机会和南下握手言和，不管以后他们之间会如何，反正现在不是好时候，东陵就是他们最好的例子。就在大家互相寒暄之际，小太监一声高唱：“皇上驾到，皇后娘娘驾到！”众人纷纷跪地行礼，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众卿平身，谢皇上。冷子墨扶着穆敬初缓缓坐下，今日就当作是家宴，大家不必拘谨。冷子墨话落，响起来一阵丝竹的声音，众人也是三五好友推杯换盏，宫宴的气氛比以往每年的都要好，没有了往日宫宴的勾心斗角。那些贵女们就算再有攀龙附凤的心思，也不敢擅自出头。她们想要荣华富贵，想要做皇上的女人，可是她们更惜命，尤其是皇上警告后，也知道皇后娘娘的手段，谁也不敢生出这样的心思，只是安静的参加宫宴，将眼光都放在了世家公子身上。苏廷玉和江云琛可是现在京城最受欢迎的两个人，不但家世好，人也长得俊朗，又与皇上情同手足，不少人家的姑娘已经开始打听他们二人的婚事，更有甚的直接上门提亲。江万林和苏志远苦不堪言。今日宫宴上两人都没有出现，让不少痴心的少女显得格外失望。第244章中药。此刻被众贵女惦记的江云琛正悠哉地躺在榻上，人刚出去你就原形毕露，小心露馅，到时候人跑了有你哭的。苏廷玉看他嘚瑟的样子，不忍吐槽道：“切，你就是嫉妒，你有什么让我嫉妒的？追个姑娘还要把自己装得这么可怜，也不嫌丢人。你以为人家不知道你那点小把戏？别忘了，她可是泽安的师妹。”苏廷玉的话顿时让江云琛冷下脸来：“你少多嘴，我心里有数。好，我不管你，祝你早日抱得美人归。”江云琛正在心心念念地想着怎么追求许泽安的师妹，不知道京城里江府出了一件大事。这日是江万林的寿辰，冷子墨是个感恩的人，江万林除了后宅那些事犯糊涂，耳根子有些软，对他对南下绝对是忠心耿耿。前些日子接待使臣也是尽心尽力，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特意在他寿辰这日前来恭贺。穆敬初在宫里有些心神不宁，总觉得有事要发生，坐下就有些心慌。韩星韩洛跟本宫去一趟国公府。娘娘，您这出宫不方便，有什么吩咐让属下去办，您还是安心在宫里。不等韩星说完，穆敬初就打断他的话：“本宫必须亲自去一趟，不然心里不安。”他们知道皇后娘娘已经打定主意，就算是皇上在也改变不了，现在他们只求国公府没出事，皇后娘娘看了之后安心，早点回来。到了国公府，看见大门紧闭，一点也不像是宴请宾客的样子，还有侍卫把守，穆敬初那种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上前叫门。是。韩星和韩洛也感觉到了异样，不敢怠慢，急忙上前。侍卫知道皇后娘娘到了，刚想行礼，被穆敬初拦住，让他们赶紧开门。进到国公府，就看见院子里跪了一地的人。韩青没想到皇后娘娘会来，急忙上前参见皇后娘娘。不必多礼，皇上呢？跪在地上的众人听到皇后娘娘来了，一个个吓得浑身哆嗦，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宴会进行到一半，皇上身边的侍卫突然闯进来，把参加宴会的人都聚到院子里，跪在地上，谁也不能离开。皇上在世子爷房中，江国公还有苏国公都守着呢，赶紧带我过去，今天出什么事了？可是有刺客，皇上受伤严重吗？穆敬初接连的问题让韩青不知如何回答。娘娘您别着急，没有刺客，就是。看到韩青支支吾吾，穆敬初不禁着急，怎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话就直说。皇上被人下药了。什么？穆敬初突然停住了脚步。谁干的？是江国公府的二小姐江雨梦。韩青怕穆敬初动了胎气，急忙补充道：您别着急，她没有得手，皇上及时发现，也服下了您给的药丸，不过药效太猛，皇上要想恢复，恐怕还需要一点时间。江雨梦，他人现在在哪？穆敬初眼里闪过一抹杀意。第245章，把人给本宫拖过来。穆敬初到了江云琛的院子，就看到江万林以头触地的跪在地上，身边还跪着一群人，一个头发散乱的少女被五花大绑的捆着倒在地上。穆敬初没有多看他们一眼，推门径直走了进去。冷子墨闭着眼睛盘坐在床上，韩宇和苏志远站在一旁，听到开门的声音，冷子墨立刻睁开双眼，警惕地看向门口。你怎么跑来了？韩星他们呢？人事都死了。看清楚来人，冷子墨担心地挣扎着起身。你别动，赶紧坐下，你现在还有力气骂人，把手伸出来。穆敬初黑着脸，冷子墨不敢说话，乖乖地把手伸出来。娘娘，皇上龙体如何了？苏志远一脸焦急地问道。穆敬初收回手，他知道冷子墨身上有解药，不过还是担心，把完脉他才放下心来，开口说道：
好在及时服了解药，不过药效太猛，我还要再给他施几针，再休息1个时辰就没事了。苏志远听到穆静初的话，这才松了一口气，不过也为自己的老友一家担心，欲言又止，不敢求情。外院都是今天来参加寿宴的宾客，让他们都回去吧。穆静初拔下银针才开口说道。是。韩宇快步走出房间。苏国公，你也累了半天了，坐下说话吧。多谢皇后娘娘。苏志远倒不是有多累，他是吓得腿有些软，况且皇后娘娘的脾气他了解，恐怕今天的事情不会善了。你打算怎么解决？穆静初开口问道。冷子墨薄唇紧抿，阴沉着一张脸，没有开口。他可是在大殿上说过，有自荐枕席的女人，凌迟处死，3族之内流放，永世不得回京。江雨梦这是断定自己不可能动江万林和江云琛，才会这么大胆，做出如此下作之事。江万林对他有救命之恩，扳倒冷啸天也功不可没。如果要治江雨梦的罪，那么江万林和江云琛势必会受牵连。穆静初知道他的为难，开口说道：这件事交给我，你在房中休息。媳妇儿，你别生气，这次是我大意了，没想到在国公府会出现这种事，下次一定不会了。冷子墨乖巧的认错。苏志远坐在一旁尴尬的不行，韩青和韩宇早就见怪不怪了。你的账回去再算，现在老实在这待着。韩宇，你留下照顾皇上。穆静初白了他一眼，起身离开。放心媳妇儿，我一定乖乖听话。苏志远看他的样子简直没眼看，跟着一起出去了。韩星看到穆静初从房间里走出来，搬了一把圆椅过来，韩洛扶着他慢慢坐下。穆静初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众人，韩青已经和他说过，这里面跪着的是江万林和他的2个小妾，还有庶子庶女，下人全部押到其他院子看管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问道：江国公，今日江雨梦在你寿宴上意图谋害皇上，这件事你事先知情吗？回皇后娘娘，老臣不知。江万林此时已经万念俱灰，不做任何狡辩，实话实说。好，你的事情稍后再说，本宫先看看江雨梦是怎样一位人物，敢动这样的心思，有这种胆魄。韩星，把人给本宫拖过来。第246章，让他生不如死。韩星可不是个温柔的女人，抓着江雨梦的头发一路拖了过来。江雨梦嘴被布条勒着，路过江万林身边的时候发出呜呜的声音，用求救的眼神看向他。江万林以头触地，根本没抬眼看他。韩星狠狠一扔，把江雨梦摔在地上，头磕在台阶上，顿时鲜血顺着额头流了下来。江府的人吓得瑟瑟发抖，谁也不敢出声。秦氏看见自己从小娇养的女儿被如此对待，完全忘了眼前的形势，从地上爬起来，把江雨梦抱在怀里。梦儿，我的梦儿，你怎么样了？快让娘看看。看来外面谣传江国公宠妾灭妻果然不虚，一个小妾竟敢在本宫面前大呼小叫，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秦氏这才反应过来，急忙磕头认错，都是妾身的错，皇后娘娘要怪就怪妾身，与我家老爷无关。你一个奴才，有你在本宫面前说话的份儿吗？韩星，让他尝尝教训。是。韩星笑着走过去，一巴掌下去，秦氏半边脸肉眼可见的肿成了猪头，吐出一口鲜血，牙齿也被打掉了几颗。本宫没让你说话，最好把嘴闭严了，不然本宫会让人把你的舌头一条一条的割下来。穆静初半靠在椅背上，笑着说道。可是在场的人都觉得脊背发凉，不由得浑身一颤。江雨梦眼里充满了恐怕，不住的摇头，她怕了，真的怕了。穆静初笑眯眯地看向江雨梦，犹如看一个死人。院子里针落可闻，没有人敢出声，朝着韩洛摊开掌心。韩洛从怀里将匕首拿出来，恭敬的地上。穆静初缓步走下台阶，站在一旁的韩青立刻上前，开口说道：娘娘，您身子不便，不用您亲自动手，属下。穆静初抬手，韩青立刻不敢再多说一句。皇后娘娘发脾气，谁敢开口，就连皇上也只有乖乖听话的份儿。你们俩把她架起来。想到自己肚子太大，确实不方便，向韩星开口说道。韩星、韩洛立刻走过去，一左一右将瘫软如泥的江雨梦架起来。你们都把头抬起来，给本宫好好看着。众人战战兢兢地把头抬起来，胆子小的已经吓得跪都跪不住，只能半趴着仰头看着。江国公，你对皇上的恩情，他始终记得，也知道今天这事与你无关。今天本宫替他还你这个人情，不会牵连你们江氏一族未参与此事之人。但是穆静初说到这停顿了一下，看向众人，不管是谁，今天只要参与了这件事，本宫不会要了他的命，只会让他生不如死，还望国公爷见谅。皇后娘娘真是折杀老臣了，都是老臣治家无方，让皇上差点惨遭毒手，老臣万死难辞其咎，国公府上下全凭皇后娘娘处置。穆静初看向江万林，额头已经磕破了，脊背有些微弯，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风采，人一下子也仿佛老了10岁。穆静初暗自摇了摇头，要不是他一味的偏袒和纵容，秦氏母女今天怎么会闯下如此滔天的祸事？第247章，秦氏母女下场。
穆静初拿着匕首，一步步走进江雨梦，匕首停留在他的脸上。江雨梦瞪大双眼，一脸惊恐地看着穆静初，双腿忍不住的打颤。要不是被韩星和韩洛搀着，早就如同一滩烂泥瘫在地上。穆静初薄唇轻启：“你想着今天的事如果能成，皇上很可能会看在江国公的面子上收了你。就算事情败露了，有江国公在，你也能逃过一劫，是不是？”江雨梦和秦氏就算是这么打算的，这会儿也不敢承认，疯狂地摇头。你说本宫会信你的话吗？如果没有这点小心机，你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是你把自己想得太聪明，还是觉得别人都是傻子，任由你们糊弄？秦氏想开口求情，想到穆静初的警告，到嘴边的话生生咽了回去。别说是你们了，武安侯府如何？穆卫清又如何？做了对不起本宫的事，你们就要有胆子承受后果。是啊，他们怎么忘了皇后娘娘的手段？听他这么一说，江府的人都觉得没了希望，他们死死捂着自己的嘴巴，不敢哭出声来。皇上既然已经说过，自荐枕袭者3族之内皆流放，你们以为皇上的旨意是说着玩的？不，皇后娘娘，奴婢知道错了，您和皇上就饶了我们这一次吧，是我们鬼迷了心窍，您就看在我家老爷对南下忠心耿耿的份上，饶了我们吧。此时秦氏什么也顾不上了，将头磕得咚咚响，让人听了就觉得疼。看来你还是没把本宫的话放在心上，韩青。是。韩青走过去，一把抓起秦氏的头发，卸掉她的下巴，随后就听见一声惨叫，地上多了半截血淋淋的舌头。啊！江府的女眷被吓得惊叫出声。告诉过你，让你把嘴闭严了，就是不听，自找罪受。江国公可是心疼了。老臣不敢，一切都是他罪有应得。好，既然秦氏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留在国公府也是个祸害。本宫做主国公爷给他一封休书，就此与秦氏断绝关系。国公爷可有怨言？全凭皇后娘娘做主。现在秦氏已经和国公府没有关系，算不得江家人。很快大家都明白了穆静初这么做的目的。秦氏3族之内都被抓进了大牢。秦氏看见传旨的侍卫离开，两眼一翻晕了过去。穆静初笑着看向江雨梦，匕首顺着太阳穴轻轻下滑，突然一用力，勒在嘴上的布条被挑下来，脸上留下一条长长的伤口，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来，配上她散落的头发，犹如一个女鬼。啊，不，饶了我吧，我。须穆静初将食指放在唇边，本宫不想听见你的声音。来人，把秦氏还有江雨梦拖下去，断了他们手脚，吊起来，好好关照他们。不过千万别让他们死了，本宫现在有孕在身，不宜杀生。是。其余的人都带下去，看看今天这事还有谁参与了，再查清楚药的来源，一并关起来。府里的下人就交给国公爷处理，本宫就不插手了。穆静初对江万林多少有些怨言，不过为了冷子墨，他并没有对江万林出手。至于要怎么惩治他，还让冷子墨自己定夺，毕竟当年江万林对冷子墨有救命之恩。第248章，朕还是小看了他。穆静初进到房间，冷子墨已经起身，刚才外面的事情他在里面听得一清二楚，这会儿急忙过去扶着他坐下来。媳妇儿，快坐下，喝口茶润润，千万别和那帮人置气。你要是觉得不解气，想怎么办都行，也不用顾忌我，以后我一定会小心，不让你担心了。知道就好。江国公还在外面跪着了，你怎么打算呢？冷子墨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如果换做其他人，这回京城里恐怕早就没有江家了。江万林不仅对他有救命之恩，他和江云琛也是情同手足。虽然江云琛对这个父亲心有怨气，一心想离开国公府，可心里还是一直渴望父亲疼爱的。在他心里也相信江万林与此事无关。不过事情还要解决，让苏志远还有江万林进来，你们都下去吧。叩见皇上、皇后娘娘。起来吧，这里没有外人，坐吧。老臣罪该万死，愧对圣恩，请皇上治罪。苏志远也没有起身，抬起头看向冷子墨，江国公确实糊涂，治家不严，还望皇上看在以往的情分上，能从轻发落。好了，都起来说话吧。谢皇上隆恩。朕知道今天的事与江国公无关，皇后已经惩治了他们，事情就这样过去吧。不过江百川要是参与了此事，可就别怪朕了。一切都是他们咎由自取，自寻死路。本以为过完寿辰就让秦氏回秦家，谁知道他们竟动了这样的心思，让秦氏回秦家。你调查他了？冷子墨开口问道。是，老臣对不起云琛母子，也知道了他们的野心，这样心思歹毒的人绝对不能留在府里。江府一切都是云琛的，我不会让他们留下，再有机会伤害云琛，也是看在他生了一双儿女的份儿，留他一命。谁知道孩子竟被他教成了这样。本宫知道秦家是秦老夫人的娘家，今天动了他们，不只是这一件事，主要是秦勇这个户部侍郎胆子不小，不止买官卖官，还贪没赈灾的银两，正好给了本宫借口。穆静初也是在看到秦氏才想起来，秦勇这个人正愁手里没有证据，就有人送到他手里，
也有借口搜查秦府，想要证据还不简单。苏志远这个时候站起来，从怀里拿出一个信封，开口说道：“万灵也查到了秦勇，这是他找到的一封秦勇勾结其他官员的密函，今天刚给我，打算让我交到云琛的手里，顺着这条线好好查查。”冷子墨接过密函，脸色越来越沉，啪的一声将密函狠狠地拍在桌子上。好一个秦勇，朕还是小看他了。这件事朕一定会彻查到底，所有牵连的官员全部斩首，家眷一律贬为奴籍，送到苦窑，世代不得回京。灾区那边的事情也处理得差不多了，朕让云琛还有廷玉尽快动身回京，这件事就交给他们去查。至于秦氏还有秦家，就把云琛遇刺的事情安排到他身上。老臣遵旨。第249章回府。第二天，京城里就传开了江国公的小妾联合自己的兄长秦勇买凶杀人，想杀了世子，让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皇上找到证据，亲自到国公府，在江国公的寿宴上揭开他们这对兄妹的真面目。在铁证面前，他们无从辩驳。现在秦府的人全部被抓进了大牢里，这下秦府算是完了。江云琛和苏廷玉接到回京的圣旨，一刻也不敢耽误，快马加鞭带着人回了京城。臣参见皇上。起来吧，那边的事情都交代好了吗？皇上放心，臣已经交给了新任知府，这位张大人比较有能力，也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好官。现在房子基本上都建好了，分给灾民的粮食也都发下去了。后续的事情朕会让丞相找人接替，你们去查秦勇的事情，这次务必要彻查清楚，拿出证据，别让那些心存侥幸的人蒙混过关。臣遵旨。好了，你们两人刚回来，先回家看看吧。冷子墨意有所指地看向江云琛，继续说道：“云琛，你去看看江国公吧，他还是挺在乎你的。”江云琛自嘲地笑了笑，他会在乎我，只不过现在情势完了，江百川也没什么好下场，他才想起我来，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我还是回自己的地方待着舒服。你也别把国公爷说的那么不堪，我爹说他是被秦氏还有老夫人骗了，知道真相后就开始暗中查秦家了，就算这次没出事，国公爷也是要把秦氏送回秦家的，谁知道他们狗急跳墙，做出了掉脑袋的事，你也别和自己过不去了。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可是他这个爹我早就不想认了，你们也别劝了，一个久经沙场的将军会被2个后宅的妇人蒙骗这么多年，他是真的不知道吗？廷玉让他自己好好想想，咱们也别劝了，他们父子之间的事只能等他自己想通了才行。苏廷玉听到冷子墨这么说，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江云琛出了宫，不知不觉地到了国公府，看到紧闭的大门，犹豫了再三，还是没有下定决心进去。这时大门突然从里面打开了，管家看到江云琛先是一愣，立刻反应过来，声音都有些激动，对着小厮大声喊道：“快去通知老爷，世子爷回来了。”是。小厮转身就跑。江云琛有些尴尬，轻咳了2声：“李管家，哎，老奴真是老了，快，世子爷快进来，老爷要是知道您回来，肯定高兴。”江云琛并没有回自己的院子，而是去了正厅。刚坐下，江万林风风火火的就赶来了。看到大儿子，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愧疚，眼眶有些微微泛红。“你回来了？伤好了吗？”“早就好了，既然回来了，以后就住在家里吧。你那院子一直有人打扫，现在家里也没有想要害你的人了，以前是爹的错，你就放心的住下。”看到江万林小心翼翼的和自己说话，江云琛心里不是滋味。这次看到他，明显比以前苍老了不少，可这能怨得了谁？第250章生了。不用了，我现在一个人住挺好的。江云琛也不再给江万林开口的机会，公事公办的询问了秦府的情况。父子俩对于公事上的事情意见倒是格外的一致，详细商讨过细节之后，江云琛也不顾江万林的挽留，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秦府已经完了，与他勾结和依附于他的那些官员们人人自危，想各种办法都无济于事，反而露出的马脚越来越多。苏廷玉和江云琛办事效率也高，不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收集了这些人的罪证，全部关入大牢。朝中大臣也看出了皇上惩治贪官的手段和力度，谁都不敢生出二心，一个个办事极其认真，还自发地捐出银两，为贫困百姓做事。这一举动让南下的百姓无不称赞冷子墨是个为民着想的好皇上，让他们不再受那些贪官污吏的盘剥。朝中的事情基本上都解决了，只待一些细节还有在商榷。冷子墨把后续的事情都交代下去，专心陪穆静初待产。看到他的肚子大得出奇，冷子墨都不敢让他下地走路，每天都帮他按摩浮肿的双腿，就差吃饭都喂到嘴边。随着生产的日子越来越近，冷子墨将许泽安召回京城。这日刚用过午膳，冷子墨禁不住穆静初祈求的眼神，要去御花园走走。谁知道还没走出宫殿，穆静初就感觉腹部传来一阵剧痛，抓住冷子墨的手也骨节泛白。冷子墨看到穆静初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顿时就慌了，手脚冰凉。相公，你不要紧张，先把我扶到床上。穆静初提醒道。冷子墨这才缓过神来，
打横抱起穆静初就往寝殿走。快，传御医，叫许泽安赶紧滚过来。许泽安是一个赶过来的，太医紧随其后。看到寝殿里慌张的众人，许泽安把他们全赶出去了，只留下韩洛和铃铛帮忙。谁也劝不动冷子墨出去，穆静初更不想让冷子墨看到自己狼狈的一面。相公，你去外面等着，相信我一定能把宝宝顺利生下来。你在这，别说他们，我都紧张。看到穆静初握紧的手指已经泛白，冷子墨红了眼眶。好。寝殿外听到穆静初压抑的痛呼声，冷子墨闭上眼睛，一滴泪从眼角滑落。韩星和其他工人都跪在寝殿外，嘴里念念有词，菩萨一定保佑娘娘顺利产下皇子。娘娘用力，千万别泄气。产婆焦急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娘娘您可千万别睡，快了，能看见小殿下的头了。穆静初这会儿已经疼得有些麻木了，听到产婆的话，强打着精神，想到就要和自己的宝宝见面了，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寝殿外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出，忽然从里面传出一阵响亮的婴儿哭声。皇后娘娘生了，恭喜皇上。冷子墨也听到了哭声，双手紧握成拳，可是紧绷的神经还是没有松懈下来。不多时，又是一道洪亮的哭声传出。第251章重重有赏。又过了一炷香的时间，寝殿里一直没有动静，冷子墨这下有些着急了，想要冲进去，被身边的人拦住。许泽安上前安慰道：放心吧，皇后娘娘一定会没事的，应该是生了2个孩子，有些脱力了，我已经让人送参汤进去了，很快就有好消息了。就在大家焦虑不安的时候，寝殿里再次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众人悬着的一颗心这才放下。韩洛推开寝殿的门，跪在地上：恭喜皇上，皇后娘娘为您诞下生下了2位皇子，1位公主。恭喜皇上，恭喜皇后娘娘。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好，重重有赏。皇后娘娘如何？皇后娘娘只是有些虚弱，并无大碍。韩洛如实回答。好，朕要进去看看。皇上这恐怕不妥，还是让人收拾干净，您再进去不迟。一旁的太医阻拦道。冷子墨根本不理会太医的话，孩子都没来得及看一眼，大步走进寝殿。进去的时候，就看见穆静初就像是刚从水里捞上来一样，浑身衣服湿透，头发都贴在额头上，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他还没见过如此狼狈的穆静初，听到声音，强撑着睁开了眼睛，虚弱的笑了笑。看见孩子了吗？他们都好吗？冷子墨赤红着双眼，声音有些哽咽的说道：你先别操心孩子了，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穆静初摇了摇头，没有，就是想睡觉。宫女想上前为穆静初清理，这会儿冷子墨处在这，吓得他们都不敢动。乖，想睡就好好的睡一觉，我在这陪着你。说完，在穆静初额头上轻轻落下一吻。冷子墨亲手为穆静初擦拭，根本不让其他人沾手。擦洗过后，给她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待换好新的被褥，将人轻轻放了上去。看着穆静初熟睡的小脸，冷子墨合衣躺在她的身边，将头靠在她的脖颈处。他以前从来不敢想自己能娶妻生子，那时候他一心想要报仇，又身中剧毒，不知道还能活多久，这些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奢望。没想到他以前不敢想的事都发生了，身边的这个女人为了他能披甲上阵，不顾生死，为了他不顾一切的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生下3个孩子，他是多么幸运能娶到她为妻。不知不觉的也睡着了，没一会儿就被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吵醒了，不悦的皱着眉头看了一眼身边的穆静初，看他还在熟睡，走到偏殿。你们这么多人连孩子也不会看吗？要是吵到了皇后休息，小心你们的脑袋。奶娘还有工人们吓得跪在地上瑟瑟发抖，不敢出声。3个孩子被冷子墨的声音吓得哭声更大。你们没听见皇子公主在哭吗？还不赶紧过去看看。皇上息怒，奴婢这就去。冷子墨也走到床边，这还是他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孩子，刚才觉得他们的哭声很吵，这会儿看到3个孩子可怜的小模样，他的心瞬间像是被什么抓了一下，心里痒痒的。第252章，孩子的名字想好了吗？也许是父子天性，3个小家伙好像感觉到了父亲就在身边，渐渐的哭声小了。就在这个时候，宫女过来禀告，穆静初已经醒了。冷子墨坐在床边，眼睛一直盯着穆静初，这会儿的气色也明显比刚才好了许多。他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看到他还有些泛红的眼眶，穆静初慢慢的把手抬起来，轻轻握着他的大手：相公，我没事了，让人家看到了会笑话的。穆静初还记得给他解毒时那种深入骨髓的痛，也没见他哼一声，这会儿明显是哭过了，让他心里暖暖的。媳妇儿，让你受苦了，谢谢。这时的冷子墨就像一只温顺的小羊羔，另一只手慢慢的描绘他的眉眼。孩子的哭声打断了温馨的一刻，穆静初开口说道：相公，我想看看孩子。冷子墨扶着穆静初，让他半靠在床上。看到3个孩子时，穆静初鼻尖微微泛酸，他俩是亲情都很淡薄，这3个孩子可是和他血脉相连的亲人。
相公，你看孩子多可爱，有点丑。冷子墨这才看清楚3个孩子像个小猴子一样。不许胡说，刚生下来的孩子都这样，过几天就好了。要是孩子听到了你这么说，他们会不高兴的，还以为你这个当爹的不喜欢他们了。哇哇！穆静初话音刚落，3个小家伙就开始抗议。韩洛怀里的老大就扯着嗓子哭了起来，另外2个小家伙也不甘示弱，跟着哥哥一起大哭。看看，孩子听见了吧？这是对你这个亲爹不满了。瞬间寝殿里3个小家伙的哭声此起彼伏，冷子墨有些手足无措。我没有嫌弃他们。娘娘，小殿下可能是饿了，还是先抱下去，交给奶娘吧。韩洛在一旁说道。3个小家伙被抱出去，寝殿一下子安静了。冷子墨这才松了一口气，他真怕孩子听到他的话不高兴了，以后会疏远自己。穆静初要是知道他此刻的想法，保准会告诉他一句：你真的想多了。朝中上下都知道皇后娘娘已经生了，而且一胎生了2个皇子1个公主，这地位真的是没人能撼动了。冷子墨本想留下来照顾他，被穆静初赶去上朝了，每天让他处理完公务再回来。一晃半个月，穆静初就发现了3个孩子性格不同。老大很少哭，总是安静地躺在那，睁着一双清澈的黑眸，四处的看。就算弟弟妹妹大哭不止，他也是在最后象征性的附和几声。老二就不同，他的哭声毫无预兆，小手小脚也总是没个闲着的时候，直到有人把他抱起来，哭声立刻停止。小丫头和2个哥哥完全不同，就喜欢睡觉，有时候被打扰了，哭起来谁抱也不管用，只有躺在自己亲爹的怀里才止住哭声，这让穆静初很吃醋。这个臭丫头跟我这个娘一点也不亲。看到穆静初失落的样子，冷子墨急忙开口：胡说，闺女这是心疼你，知道你照顾他们辛苦，这才不让你抱。穆静初看他极力解释的样子，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逗你的，孩子跟你亲我怎么会生气？对了，相公，孩子的名字想好了吗？第253章3小只有名字了。冷子墨为了3个孩子的名字已经冥思苦想了好几天了，备选的名字已经写了好几篇，穆静初只能先给小家伙取了乳名叫着。老大是团团，老二是圆圆，小女儿就叫糖糖。他想着自己要是再不催他定下来，估计还要拖上好几天，也未必能选得出来。他可是看过那几张纸，上面每个名字寓意都很好，只是冷子墨不知道选哪个好。见他一直犹豫，便提议道：我看景言、景行、景叔这3个名字挺好的，相公你觉得怎么样？冷子墨自然没有任何意见，既然媳妇儿已经替他想好了，他肯定无条件答应，以后也不用每天为了这件事发愁。在3个孩子满月的这天，冷子墨下了一道圣旨，大皇子冷景言封为陈王，二皇子冷景行封为贤王，公主冷景淑封为和硕公主。所有朝臣为之震惊，谁也没想到2位皇子才刚满月就被都封王了，一般要等到皇子成年或者是立了军功才能封王，就算他们有意见也不敢提。皇上的脾气他们可是一清二楚，当初提议选妃的那几位大臣的下场他们可是记忆犹新，这个时候谁也不敢出头。这些人不知道的是，要不是穆静初拦着，冷景言小朋友现在已经是太子了。3个孩子长得很快，小模样也长开了，白白胖胖的，穆静初稀罕的不得了，每天围着孩子转。冷子墨却不高兴了，3个小家伙总是和他抢媳妇儿，他也不管这么小的孩子能不能听懂，站在床边严肃地对着孩子们警告：要是你们再敢和我抢媳妇儿，小心让你们的屁股开花。穆静初没想到冷子墨也有这么幼稚的时候，不禁笑着摇了摇头。3个孩子回应他的则是一阵响亮的哭声。穆静初生完3个小崽崽，为了方便照顾他，许泽安特意向冷子墨推荐了他的师妹柳青进宫。穆静初挺喜欢这个活泼的小女孩，虽然出生药王谷，不过却对医术不太感兴趣，喜欢舞枪弄棒。好在许泽安继承了他爹的衣钵，这才勉强同意他习武。江云琛知道了柳青进宫，担心他受不了宫里的拘束，从外面搜罗了不少的小玩意儿，让人带进宫给他解闷。穆静初也看得出来，柳青对他也有意，每次提到江云琛的时候，脸上少有的显出小女儿娇羞的表情。3个孩子白天之后，穆静初也不好把柳青继续留在宫里，不然江云琛天天下了早朝就往御书房跑，询问柳青何时可以出宫。冷子墨被他烦得头都疼了，也不愿意自己的兄弟错过一段好姻缘，只能让柳青尽快出宫。江云琛这些日子带着柳青逛遍了京城，有时间还一起去郊外赛马。江万林也从苏志远那里知道了江云琛有了心仪的姑娘，几次派人去传话，让江云琛回国公府，想替他操办婚事，都吃了闭门羹。这日，江云琛和柳青约好一起去花满亭吃饭，两人刚走到街口，就看见前面围满了人。第254章丰富。江云琛与远远的就听到了里面有妇人的哭泣声，护着柳青挤进了人群。人群中央，一位30岁上下的妇人披头散发的坐在地上，时而哭，时而笑，有时候还喃喃自语，神情也有些呆滞。真是可怜，估计又是自己偷跑出来的，家里人肯定急疯了，已经有人去找他家人了。柳青十分好奇，小声地问身边的一位大婶：
婶子，他这是怎么了？婶子摇了摇头，一脸疼惜地说道：谁摊上这种事都得疯。柳青这才从婶子口中得知，这位富家住在城北，夫妻二人做点小生意，家境还算富裕。前几天夜里不知何故，家中突然闯入一伙人，年迈的父母都被杀了，一双儿女身受重伤，他相公外出进货，才侥幸逃过一劫。妇人目睹一切，当时就晕死过去，再醒来就疯疯癫癫的。他的相公现在也无心打理生意，在家照顾还在昏迷的一双儿女，他一个人照顾不过来3个人，一个没看住，妇人就会跑到大街上，又哭又笑的，让人看了不禁心酸。孩子他娘，你怎么跑到这来了？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婶子的话音刚落，一个瘦弱的男人从人群外匆忙地跑来，蹲在妇人的身边，声音有些哽咽。啊，坏人，你是坏人，别碰我，死了，都死了啊！谢。妇人尖叫着。不怕，坏人都被打跑了，咱们回家。说着，男人就要搀起坐在地上的妇人。此时妇人就像发了疯一样的厮打着眼前的男人。不少围观的妇人看到这一幕，不禁红了眼眶。男人害怕妇人受伤，任凭他的打骂。妇人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一把挣脱了男人，发了疯一样的往外跑。众人惊呼，纷纷避让。柳青见状追了过去，一个手刀把妇人打晕。我夫人她……男人已经语无伦次了，看着柳青磕磕绊绊的说不出话来。柳青为妇人把了把脉，随后说道：她是惊吓过度，郁结于心，受了很大的刺激，她身上也有伤，回去好好照顾，待她换个环境可能会好一点。男人也想离开京城，可是他怕一双儿女经不起路上的颠簸，如果中途再出意外，这个家就彻底完了。好歹妻儿现在还活着，他真不知道自己到底得罪了谁，为何会招来如此横祸。大家都散了吧。江云琛开口说道。本想留下来看热闹的人见江云琛的气势，谁也不敢多留。人群慢慢散去，柳青想送他们回去，江云琛让随从把花满庭的马车赶过来。柳青帮着男人把妇人抬上马车，马车停在了一处小院外，周围几处院子已经挂上了锁，只有几户邻居看到有人送他们回来，悄悄打开一条门缝查看情况。当天晚上的情景让他们心有余悸，凄惨的叫声不绝于耳，有的人生怕下一个会连累到自家，已经去投奔亲戚了，没地方可去的，只能躲在家中不敢出门。江云琛环视了一下四周，吓得他们赶紧把院门关上。第255章有问题。到了地方，男人见他们还没有走的意思，只能先将昏迷的妇人安顿好，从房间出来，轻轻地关上房门，眼神中闪过一丝杀意，只是一瞬，眼神立刻就变得慌张害怕的样子。男人看得出眼前这两位非富即贵，那些人心狠手辣，没有得手，恐怕不会善罢甘休。他不想再招惹是非，现在只想着妻儿的身体能有所好转，避开那些人的眼线，偷偷地带着他们离开这里。江云琛自然没错过他那一闪而过的杀意，眯了眯眼睛，只当作没看见，也没着急表明自己的身份，四周环顾了一下这个小院，并无不妥的地方。江云琛完全可以让小厮把他们送回来，之所以同意柳青的建议送他们回来，就是他发现男人走路脚步虚浮，其实是想掩盖他会武这件事。就他这伎俩，骗无知百姓还行，想骗过他可没那么容易。不知道他特意伪装是为了什么。你可报官了？江云琛语气平淡，眼睛一直盯着男人。男人知道今天这两人不是这么好打发走的，只能乖乖点头。报官了。可有什么线索？你究竟是何人？为什么对我的家事这么关心？男人不答反问，随后继续说道：刚才的事多谢了，至于其他的事情，恕在下无可奉告，家中妻儿还等着我来照顾，就不留二位了。说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分明是在赶人了。你就不想亲眼看到凶手被抓，为你的家人报仇吗？男人握着拳的手紧了紧，青筋暴起，过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语气平稳。我当然想把凶手抓到，现在我最在意的就是妻儿能好起来，我们一家远离这个是非之地。事情真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吗？男人听到这句话，瞬间警惕起来。我不明白，你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做生意向来公平，也没得罪过谁，和邻居也没有大的矛盾，也不知道谁会想要害我一家。至于抓凶手，那是官府的事，我还要照顾妻儿，就不多留了。男人语速有些快，神情有些慌张，极力想掩饰什么，不想与他们多说，再次请他们离开。江云琛看着男人，唇角勾起一抹笑，那我们就不打扰了。一出院门，柳清九迫不及待地开口：云琛，这个男人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这么问？按理说家人被害，他应该最想把凶手抓起来，给他们报仇，可是他一再逃避这个问题，总觉得他身上怪怪的，我也有点说不清楚。江云琛抬手帮他捋了一下额前的碎发，宠溺地看着他，笑了笑：不错呀，小丫头，观察的还挺仔细，这个男人确实有问题，先带你先去吃饭，下午去找一趟廷玉，让他派人详细调查一下。他总感觉这件事情不简单。苏廷玉正在忙公务，没想到江云琛带着柳青来找他。
有柳姑娘陪着，难得你还能想起我。苏廷玉揶揄道。柳青闻言，耳尖微微泛红，握着茶碗不敢抬头。废话可真多，我今天来找你是有正事。苏廷玉挑眉，让他继续说。前些日子，北城一户人家几乎被灭门那件事，你知道吗？第256章，你还有机会站在这和本王说话吗？苏廷玉闻言开口说道。当然知道了，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京兆府的人一直在追查，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江云琛这才把今天的事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照你这么说，他确实有点可疑，我会派人暗中调查的。两人又简单的聊了几句，江云琛就带着柳青离开了。现在是多事之秋，几国之间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汹涌，既然是有蹊跷，绝不能掉以轻心。苏廷玉也不敢耽搁，即刻派人去盯着小院的东向。是夜，北城小院里，薛贵坐在床边，看着昏迷的一双儿女，还有熟睡的妻儿，鼻尖有些泛酸。本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就可以过上平淡的生活，看着孩子们结婚生子，与妻子一起白头，谁知道梦终究还是会醒的。20年前，他们几人奉命来到南下，几经生死，同伴死的死，散的散，他好不容易活了下来，不敢回去，选择留在了京城，也是笃定想杀他们的人不敢在这里动手。这么多年相安无事，一切都风平浪静，他也娶妻生子了，最后还是被他们发现了，还连累了家人。薛贵起身，把靠在墙边的柜子慢慢挪开，用匕首把最下面的一块砖小心翼翼地撬开，拿出里面的小木盒，把半块羊皮制作的地图塞进怀里。想到昨天晚上突然出现在家中的纸条，犹豫了许久，决定按照上面约定的时间去赴约，只是身上的地图不能带着，这是他唯一的筹码。取过纸笔，画了一半的地图，还在上面稍稍做点了改动，带在身上，把原地图又悄悄放了回去，恢复原样后，又仔细看了半天，觉得没有异样，这才放心。一切准备妥当，换了身夜行衣，将院门反锁，消失在夜色中。苏廷玉的贴身侍卫叶北带着暗卫一直监视着薛贵的家，看到他换上夜行衣离开，交代了身边的暗卫继续盯着，身子一跃跟了上去。此时京城外一座偏僻的小院中，一位中年男人正坐在院中悠闲地喝着茶，身边站着几名侍卫，一袭黑衣的薛贵站在他的面前。此时的他不再是人前说话和和气气的杂货店老板，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肃杀之气，能看得出他此时的隐忍。沈侍卫，你真是让本王好找啊！男人放下手中的茶碗，抬头看向薛贵，笑得一脸邪魅。想必你也知道本王来找你的意图，劝你乖乖把地图交给本王，你的妻儿还能活下去。齐王千里迢迢的从东陵跑到南下，就不怕被南下皇上知道你没命活着回去吗？薛贵问道。本王既然赶来，自有脱身的办法，就不劳沈侍卫费心了。齐王想灭我满门，你觉得我会把地图交给你吗？你有选择吗？要是南下皇上知道你是东陵先皇身边的一等侍卫，20多年前奉命潜入南下，想夺取南下的宝藏，你觉得他会放过你吗？你还有机会站在这里和本王说话吗？第257章一线生机。既然齐王不想给我一家活路，说再多也没用，那何必再来找我？20年前你要是把地图交给我，也不会隐姓埋名提心吊胆的在南下过这么多年了。当年先皇知道你和当今皇上有野心，可是你们都不是他的太子人选，先皇看中的是誉王，这才命我们护送誉王到南下寻宝藏，他有了筹码才能与你们抗衡。谁知道你们一路追杀，是我们无能，没有保护好誉王，让他遭了你们的毒手，要不是怕地图到了你们手里，我早就以死谢罪了。沈侍卫对先皇真是忠心耿耿，也有骨气，如今你再有骨气又如何？还不是要把地图乖乖的交给本王？你以为我会傻到就这么把地图交到你的手上？你现在还有资格和本王谈条件吗？就不怕本王现在就杀了你？齐王挑眉问道。你现在不敢杀我，想必你们在我家中并未找到地图，只有我知道它放在什么地方。反正我的妻儿已经被你们害成这样了，我活着也没意思，大不了一起死。好，那就说说你的条件吧。我要10万两白银，带着妻儿离开京城，从此你不能再来骚扰我们一家。薛贵知道地图到手，他们一家肯定也活不了，现在只能是拖着他，自己再做打算。齐王手指轻敲桌面，沉思了一会儿，开口说道：好，本王可以答应你，只要地图到手，就会放过你们。不过你要让本王看到你的诚意。薛贵从怀中将事先准备好的半张地图拿出来，这里只是一半，我们一家安全离开后，我会将另一半交给你。你敢戏耍本王？齐王何出此言？你要我拿出诚意，齐王是不是也要拿出诚意？好，就依你。不过你要是敢耍花样，本王让你们一家生不如死。薛贵没有理会他，将半张地图放在桌子上，轻轻一跃上了屋顶，离开了小院。王爷，用不用派人暗中跟着他？这个人不简单，千万不要大意，要是想跑。说到这，
齐王顿了顿，杀。是。叶北发现院子周围都是训练有素的高手，不敢靠近，只能远远的监视。他们说了什么，根本听不见。不过他知道里面的人身份肯定不简单，跟着薛贵回到他的住处，交代了几句，不敢耽搁，立刻去向苏廷玉禀告。苏廷玉也不敢私自做主，怕打草惊蛇，只能派人暗中监视小院里的神秘人。下了早朝，到了御书房，才把事情原委告诉了冷子墨。冷子墨也觉得事情严重，派人调查得知，小院的主人是外地一个富商，很少在这里居住。韩冰带人几次夜探，差点被发现。他们没想到神秘人的暗卫这么厉害，连韩冰都很难靠近，不能急于一时，只能另想他法。薛贵早就发现有人暗中盯着他们，知道想要脱身绝非易事，只能借他人之手铲除齐王，他们一家才有一线生机。第258章逃走。齐王的人发现有人暗中打探他们的情况，院子周围还有不少的高手出现，觉得事情要败露，极力劝齐王离开南下。万一被南下皇上知道了，他们想要离开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沈天也就是薛贵给他的半张地图，他已经派人打探过了，正是宝藏所在之地。他找了这么多年，宝藏马上就唾手可得，要是现在放手，他不甘心。当年他与端王，也就是东陵的当今皇上，二人都觊觎皇位，知道东陵先皇有意立誉王为太子，二人决定联手铲除誉王。得知誉王带人到南下找宝藏的时候，就开始密谋，一路追杀。虽然解决了誉王，地图却一直没有下落。当时的端王把誉王的惨死都归结到齐王身上，所有证据指向齐王，他无从辩驳。先皇一怒之下，把他贬为庶人，送到边关。要不是心腹在押送的路上拼死相救，恐怕他这条命早就没了。这么多年，他招兵买马，现在自立为王，如果能找到那批宝藏，他就有实力与东陵皇上抗衡，皇位也将收入囊中，一雪前耻。再不甘心又如何？这是在南下，稍有不慎，这条命恐怕就要留在这了。只能在暗卫的护送下，从暗道离开，留下几个人清理他们的痕迹。明玄带人在小院周围设下埋伏，他们是故意让齐王的人发现，既然不能靠近，就只能逼着他们离开，这样才能有机会让他们露出马脚。齐王一行人离开院子，韩冰就带人冲了进去，双方交战都有伤亡。好在韩冰眼疾手快，在最后一个活口想要服毒自尽的时候被他发现。齐王从暗道离开后，没想到也被人盯上了。明玄并未着急动手，而是一路跟踪，想要知道他们的目的。王爷，让暗卫护送您先离开，属下带人把他们引开。齐王身边的李虎开口说道：“这些人绝不简单，你要小心。”齐王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摆脱跟踪的人。明玄跟在冷子墨身边多年，这点小伎俩他怎么会上当？只是短暂的犹豫，就做出了决定，只让几个暗卫去跟踪李虎，他带着人继续监视齐王。知道明玄他们没有上当，齐王命人发出信号，明玄跟踪到一处密林时，突然出现了上百个黑衣人，齐王趁机带着人离开。黑衣人太多，明玄知道这些人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绝非是普通暗卫那么简单。双方如果硬拼，肯定会吃亏。拿出穆静初准备的迷药，对着自己人做了一个手势，大家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刻后退，屏住呼吸。有人察觉出明玄他们的动作，还没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有不少人毫无征兆地倒在地上。领头的黑衣人发现不妙，想要把昏迷的黑衣人带走，不能留下活口。可是身边倒下的人越来越多，就连他自己也出现了浑身无力的症状。如果再强行抢人，恐怕他们今天都要交代在这。看着黑衣人仓皇逃走的背影，明玄没有让人去追，他们跟踪的目标早就没了踪影。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能从这些人口中得到主子想要的消息。第259章，我和你一起去见见。明玄将迷晕的黑衣人带回地牢，这些黑衣人都是死士，想从他们口中得到有用的信息绝非易事，但是在他们身上却发现了线索，他们身上都有同一种刺青图案。冷子墨看到明玄带回的黑衣人刺青图案，周身散发着寒意，眼中闪过一抹不可置信。他常年在边关和东陵人打交道，自然也知道这个图案的意义，这是东陵皇室死士的象征。冷子墨现在处于暴怒的边缘，他没想到东陵会有这么多的死士在南下隐藏，要不是这次的事，他根本没有发现东陵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然他们不会冒这么大的危险到京城。穆静初带着两个孩子过来的时候，就看到冷子墨阴沉着一张脸，一脸怒意。大殿中央跪了一地的人，一个个低着头，就连一向不拘小节的江云琛此刻也不敢说话，乖乖地跪在那里，像个犯错的孩子。参见皇后娘娘，参见陈王、贤王、和寿公主。看到穆静初的那一刻，大家才松了一口气。这次确实是他们疏忽了，让东陵的死士潜入京城都没有发现，要不是这次的意外发现，后果他们都不敢想。发生了什么事？穆静初疑惑地问的。你怎么过来了？你要是找我有事，让人通传一声，我回去便是。冷子墨立刻换了一张脸，起身走了过来。我没什么事，就是看天气不错，带着孩子出来走走。他们这是犯了什么错？
这时候，小女儿糖糖看到冷子墨，兴奋地朝着他张开小手，咿咿呀呀的，不知道说着什么。冷子墨现在是个十足的女儿奴，看到女儿一扫刚才的不悦，将小糖糖抱在怀里，在她小脸上亲了一下，惹得糖糖咯咯的笑了起来。团团圆圆听到妹妹的笑声，也跟着一起笑了起来。冷子墨看到3个孩子，心情好了很多，也不理会跪在地上的众人，和孩子玩了一会儿，才让韩星几人把孩子抱到偏殿，随后扶着穆静初坐在身边，看了一眼众人，缓缓开口：“明轩，你现在就把那一家人带到地牢，朕要亲自审问，监视他们的人，既然问不出东西，就没必要留着了。”“是。”云晨留下，你们都下去吧。众人下去，穆静初开口：“起来吧，还是嫂子好。”江云琛揉了揉发麻的腿，笑着说道。冷子墨一个眼神看过去，把江云琛还未说出口的话堵了回去。江云琛只能讪讪地摸了摸鼻尖：“说说吧，出了什么事？”江云琛这才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穆静初也被吓了一跳，东陵这么多死士在南下隐藏，他们竟一点没收到消息，这些人可能只是在南下隐藏的一少部分，他们究竟有何阴谋？让韩冰带人在神秘人失踪的地方继续扩大搜查范围，既然他们的人提前埋伏在那周围，说明他们藏身的地方应该离那里不远。穆静初想了想，随后说道：“相公，人带回来，我和你一起去见见。”第260章。当年是。薛贵听到院外的打斗声，知道他等的人来了。虽然他不能确定江云琛的身份，可是从他周身的气质上就知道这个人不简单。他是东陵先皇身边的侍卫，这点识人的本事还是有的，只不过第一次见面让他慌了神，这才露出了破绽。回到家，他冷静下来，将事情仔细想了一遍，自己根本不可能与齐王抗衡，齐王根本不可能放过他们一家。如果能得到南下皇上的庇佑，保妻儿一命，他愿意交出地图，即便南下皇上不同意，他宁愿把地图毁了，也不会交给齐王。穆静初知道了薛贵的情况，让人把他的妻儿安排在了郊区的一个小院里，安排人保护他们。地牢里，冷子墨和穆静初看着薛贵，俩人谁都没有开口，也没有让人对他用刑。薛贵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此时也紧张起来，犹豫许久，还是先开口说的：“草民薛贵见过皇上、皇后娘娘。”既然都已经到这了，连真名都不敢说吗？穆静初放下手中的茶碗，笑着说道：“如果本宫没有猜错的话，你是故意把我们的人引到那个小院的吧？你是想借刀杀人，本宫说的对吗？”薛贵暗自心惊，没想到眼前这个女人比传说中的还厉害，那双眼睛能洞察人心，让你不敢在她面前说谎。穆静初看了明玄他们的调查结果，知道薛贵这个人身份肯定不简单，他身上有东陵想要的东西，不然皇室的人不可能冒着这么大的危险亲自跑到南下来找他。怎么样，想好了吗？既然已经做了决定，这个时候想反悔已经晚了。拿出你手里的筹码，说说你的条件。薛贵不自觉地看向一旁的冷子墨，不知道他的态度，毕竟皇上一直没有开口。冷子墨眼睛都没抬一下，淡淡的说了一句：“一切都由皇后做主。”薛贵恭敬的磕头行礼，抬起头恭敬的说道：“草民真名叫沈天，是东陵先皇身边一等侍卫。”冷子墨和穆静初听到后，互相看了一眼，压下心里的震惊，等着他继续说下去。20年前，先皇无意中得到了一张南下的藏宝图，他有意立誉王为太子，只不过誉王没有一个可强大的母家，先皇就命草民和一众侍卫乔装改扮，保护誉王到南下寻宝，让他有实力可以与其他王爷抗衡。可是齐王和当今的皇上收到消息后，一路追杀，最后我们没有保护好誉王，我和其他几个人也是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回到了东陵，谁知道还没有入城，先皇就驾崩了。我们不敢回去，知道他们一直想要得到藏宝图，肯定不会放过我们，就这样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日子。我也是差一点就死了，是一对老夫妻救了我，谁知道最后还是我连累了他们。冷子墨和穆静初没想到东陵人来南下竟然是为了寻宝，不管这件事到底是真是假，听着有些荒唐，不过现在他们最关心的是那个神秘人的身份。不等他们开口问，沈天继续说道：“和我见面的是东陵的齐王。”齐王？冷子墨皱了皱眉。第261章出发。冷子墨对于东陵当年争夺皇位的事多少也是知道一些的，生在皇家，谁手上没有沾过亲人的血？齐王之所以能放过你，想必是你已经和他做了交易，只不过他没想到你并不信任他，还出卖了他，所谓的交易也是你拖延他的办法。沈天知道眼前这个女人比他想的更可怕，他比那些传闻只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是如果没有点本事，怎么能披甲上阵，让敌军对一个女人心存忌惮？是，皇后娘娘睿智，你就不怕我们拿到地图杀你灭口吗？我相信皇上还有皇后娘娘，即便是真的要杀我，我也绝无怨言，只求皇上皇后娘娘开恩，能饶我妻儿一命。他们对我的事情一无所知，也是受我连累。说罢，从怀里将地图拿出来，双手恭敬地举过头顶。明玄走过去，接过地图，转身双手奉上。
这个地方你觉得熟悉吗？冷子墨看后开口问道。那些黑衣人不就是埋伏在这附近吗？看来这个齐王一直没死心，这周围肯定还有他的人，估计他知道行踪暴露，已经回了东陵。无风不起浪，能让他们惦记这么多年，不管这件事是真是假，我觉得有必要去看看。穆静初说道。明天让明玄带人过去看看。冷子墨沉声说道。我想亲自去。穆静初自从怀孕一直留在宫中，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能出去，他怎么可能放过？不行，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万一有危险怎么办？让明玄他们先过去。冷子墨果断拒绝。你不用担心，他们伤不到我，你就留在宫里好好带娃就行了。穆静初拍了拍他的肩，在他耳边小声说道。说完看向沈天继续说道，如果这张地图是真的，不管里面是不是宝藏，你提的条件本宫答应，留你妻儿一命。如果是你和他们联手设下的圈套，本宫会让你们生不如死。皇后娘娘请放心，这张地图绝对没有问题。至于里面是什么东西，我不敢保证。给齐王的半张地图，我已经在上面做了一点改动，相信他们找不到这里。你以前去过，对那边的地形多少有些了解，明天就由你带我们过去。你的妻儿本宫会派人好生照料。冷子墨知道穆静初做了决定，他根本说服不了。回宫后亲自挑选明天一起随行的人。江云琛听说明天要求进山寻宝，显得异常兴奋，非要一起去。第二天天不亮，穆静初带着人就出发了。刚出城门，就看到了江云琛和柳青。既然人已经来了，穆静初也没有赶他们回去，只简单交代了几句，一行人快马加鞭疾驰而去。晚上，他们到了清水镇，找了一个客栈休息一晚，明天一早出发，中午之前就能赶到地方。安顿好之后，一行人在客栈一楼打算简单吃点东西。他们刚坐下，穆静初无意地瞟了一眼窗外，就看到有几个人鬼鬼祟祟地拐进了旁边的小巷子。第262章，想得到什么好处？穆静初直觉告诉自己，这两个人鬼鬼祟祟的，肯定有问题，以防打草惊蛇，让韩冰跟过去看看情况，其他人留下，先把肚子填饱，不能耽误明天的行程。1个时辰后，韩冰回来，果然如穆静初所料，这两个人拐进巷子里的一个院。他暗中观察发现，这个小院看上去和普通院子没有区别，可是却内藏玄机。你的意思是，他们进入房间后，房间里面并没有人？穆静初疑惑地问的。是，属下怀疑房间里面有暗道。韩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里距离他们要去的地方很近，附近又出现过东陵的人，现在这个院子这么可疑，不得不让他们警惕起来。穆静初换上夜行衣，带着人到了院外，知道并没有人出入，观察了一下四周的情况，安排人守住巷子口，悄无声息地潜入小院。慢慢推开房间的门，里面空无一人，摆设也极其简单。既然二人进来后没有出去，那么房间里肯定有机关。主子，几人搜索了一会儿，明玄在书桌下面摸到了一个凸起的开关。穆静初走过来，摸了摸凸起的开关，手腕稍稍用力，就听见吱呀一声，书柜慢慢打开，露出一个走道。穆静初刚要进去，被明玄拦住。主子，还是让属下先进去看看，里面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不可能让穆静初涉险。穆静初也没有矫情，让明玄走在前面，留下2个人守住入口。狭窄的暗道里，只有墙上微弱的烛火照亮。走过一个甬道，前面越来越宽，能隐约听到里面有声音。声音越来越近，所有人不禁皱了皱眉。明玄俯身快步上前，眼前的一切让他不敢相信，大家随后也跟了上来。暗道尽头7、8个男人坐在长桌前，此时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几个衣衫不整的少女跪在他们脚边，被他们抓着头发，不停地往他们口中灌酒。少女被呛得不停咳嗽，几名醉汉却淫笑出声，一双大手时不时的还在他们身上摸几下。也许是他们太得意忘形了，根本没注意到突然闯进来的人。穆静初见状走过去，一脚将一名壮汉踢翻在地。其他人这才看见突然出现的陌生人，顿时酒醒了一半，随手想抽出桌上的佩刀。穆静初身边的暗卫怎么可能给他们这个机会？几个回合就将他们制服。少女已经被眼前的一幕吓得说不出话，浑身瑟瑟发抖，一脸惊恐地看着他们。你们是什么人？其中一名壮汉想挣扎起身，被暗卫一脚踢在后膝处，跪在地上站不起来。你没有资格知道我们主子的身份。明玄沉声说道。壮汉看向穆静初，露出一脸猥琐的表情，开口说道：小娘们长得不错，也有点本事，说吧，你们找过来想得到什么好处？此时他的想法就是，这些人肯定知道了他的身份，想从中捞取好处罢了。想通这点，他现在一点也不慌张。韩星，先把几位姑娘带出去。穆静初说完，转身看着几人，犹如看死人一样。第263章，康清泰。几个人被压着跪在地上，穆静初冰冷的眼神盯得他们心里发慌。刚刚还一直叫嚣的男人，此刻说话也有些磕巴。你们究竟是什么人？现在是我问，你答的时间，知道吗？穆静初用匕首在他脸上拍了拍。你要是敢动我，我爹一定不会放过你。看来
你的来头不小，有人给你撑腰？穆静初调侃道。男人这会儿没有刚才那么害怕，以为穆静初他们害怕了，得意地说道：“我爹是康清泰。”众人听到这个名字心里一惊，穆静初怎么会不知道青州巡抚康清泰这个人？这里与他们的目的地相邻，来之前特意调查了一下这边的官员，康清泰还算得上是一个好官，没想到是他们疏忽了，妻子竟做出如此禽兽不如的事，他不可能一点不知道消息。怎么，听到爹的名字怕了？明玄，现在就把康清泰给我带过来，不要惊动其他人。是。你知道我爹是谁吗？我爹可是青州巡抚，在这青州地界上，你们……穆静初被他吵得头疼，不等他说完，让韩洛直接歇了他的下巴，吩咐韩宇带人暗中搜查康府。康弘彻底傻眼了，巡抚的府邸是他们说查就查的吗？还有，刚才那个女人说什么来着？把他爹带过来，他们究竟是什么人？穆静初不喜欢在暗室里待着，把人带到院子里，靠坐在椅子上，几个暗卫也没闲着，将小院里里外外仔细搜查了一遍，还是有不少收获。看着放在眼前一箱箱的珠宝，康弘早就没有了刚才嚣张的样子，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慌乱。他希望眼前的这些人能看在这些珠宝的份上，能饶他一命。没一会儿，明玄将衣衫不整、鼻青脸肿的康清泰带到了小院。明玄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房间时，把他吓了一跳，更是把床上的小妾吓得昏死过去。开始还想反抗，明玄根本不给他机会，想到他儿子干出的禽兽不如的事，手下也没有留情。到了小院，看到跪在地上不停流口水的儿子，康清泰强忍着心中的怒意，他眯着眼睛看向穆静初，这个女人的手下的人能躲过府里侍卫，将她掳来，恐怕这群人也不是什么善茬。他几次进京也没有机会见到穆静初，当然不知道眼前的女人是谁，只以为是有人想敲诈他而已。当官这么多年，这点场面还不至于让他害怕，毕竟谁也不敢轻易对朝廷官员下手。你们知道把本官掳来的后果吗？不过本官也绝非那些迂腐之人，愿意交几位朋友，想要多少银两尽管开口。康大人好大的口气啊，不过我对银两不感兴趣。穆静初把玩着手中的匕首，笑着说道：“本官劝你们还是好自为之，拿了银两赶紧离开，别敬酒不吃罚酒，到时候你们想走也走不了了。”穆静初拍了拍胸口，一副被吓到的模样，真是吓死我了。那你知道我被吓到的结果会是什么吗？第264章勾结。康清泰没想到眼前的女人根本不给他这个巡抚的面子，要知道在青州还没人敢这么和他说话，这个女人像足了一只小野猫，无论姿色还是手段都挑起了康清泰对穆静初的兴趣。只不过眼前这个女人不好驯服，只能一步步的来，心中暗自盘算如何才能躲过现在的困境，以后有的是机会再收拾她也不迟。没必要说那么多的废话，想必你知道本官的身份，今天你抓了犬子，无非就是想借助我手中的权势。说着，眼睛还不怀好意的在穆静初身上上下打量，甚是满意。要是你有诚意，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的谈。胆子不小啊，敢和我坐下来谈，你也配？我看你是活到腻了。穆静初一脸讥讽的说道：“你算个什么东西？不过是一介草寇，敢口出狂言，本官是看得起你，不然就凭本官一句话，你们就是朝廷侵犯，就算你再有本事，也不能与朝廷抗衡。我劝你还是乖乖的从了我，不然……”康清泰话没有说完，不过威胁之意不言而喻，就连跪在地上的几个人心里也松了一口气。明玄，给本宫挖了他的眼睛。穆静初被他的眼神恶心到了。是。说完手起刀落，不等康清泰惨叫出声，明玄已经点了他的穴道。还想跟本宫坐下来谈吗？穆静初走过去，将脚踩在他的脸上，微微用力。听到本宫2个字，康清泰已经大脑一片空白。是谁？这个女人是谁？当朝自称本宫的女人只有皇后娘娘一人，难道？康清泰忍着剧痛让自己清醒一点。不，如果真的是皇后娘娘，那么自己的下场可想而知。跪在地上的众人根本没想这么多，已经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一个个吓得浑身瑟瑟发抖。你是皇后？康清泰问了心中的疑惑。康大人还不算笨，青州巡抚真是让本宫大开眼界啊。此时康清泰顾不得眼睛的疼痛，一个劲的求饶，求皇后娘娘开恩。闭嘴！穆静初不耐烦地说道。这时韩冰走进来，拿出一摞书信，恭敬地上：“主子，在康清泰的书房搜到了他勾结东陵的书信，还搜出了大量金银珠宝，怕惊动府里其他人，康府其他地方还没来得及搜查。”事出紧急，穆静初没想到这个康清泰竟敢勾结东陵人，不过他的身份不能暴露，而且行程也不能耽误，接下来的事情只能交给江云琛来处理。穆静初派人将康府的人都控制起来，毕竟康清泰是青州巡抚，手中还有一些兵权，暂时不能将情况透露出去。康清泰与东陵勾结，不知城中会有多少东陵的眼线，如果被东陵人察觉，难保他们不会趁虚而入。
穆敬初给的东陵边关守将王志将军去了一封密函，让他即刻派兵增援江云琛，又命人连夜秘密搜查了康府，这让他有不少的收获。穆敬初回到客栈，天已经亮了，出了康清泰的事，让他更不敢耽搁，带着一些人快马加鞭出了清水镇。第265章埋伏。穆敬初一行人在中午之前终于到了地图所勾画的位置，沈天带着他们继续前行了10几里，到了一处密林停下，开口说道：“皇后娘娘，穿过这片密林就看见那座大山了，不过里面地形比较复杂，让大家小心点。”穆敬初示意大家下马，吃点东西，稍作休整再出发。沈天和穆敬初那拿出地图仔细研究，沈天将地图上改动的地方圈出来，当初担心齐王会看出破绽，在上面所勾画的地方也是在这山里，都是要穿过密林。现在密林里肯定有齐王安排的暗哨，他们一旦进入密林就会被人发现。商讨过后，留下几名暗卫在密林出口接应，其余的人随着穆敬初一起进入密林，越走光线越暗，时不时的传出沙沙的响声。齐王并没有回到东陵，从穆敬初带人进入密林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收到消息。此刻大家能感觉到周围的杀气，提高了警惕。突然在前面不远处的山坡上出现了一群黑衣人，手里拿着弓箭对准他们。紧接着四周也出现了同样的手握弓箭的黑衣人，将他们包围在里面。大家小心！穆敬初话音刚落，箭雨已经如同雨点般齐齐射向他们，大家抽出佩剑奋力抵挡。杀！黑衣人首领一声令下，从两侧冲出黑压压的一群黑衣人。保护主子！明玄说完，提剑朝着黑衣人首领冲了过去。韩星韩洛将穆敬初护在中间，你们保护好自己，不用管我。他手中的银针可不是吃素的。眼看着要靠近他的黑衣人纷纷倒地，穆敬初唇角勾起一抹冷笑，抓住那个女人！黑衣人首领怒喝一声。黑衣人想要对付穆敬初，可是根本靠近不了，倒地的人越来越多，这让他们不由得心惊，是他们轻敌了，没想到一个女人会如此厉害，想要离开穆敬初可不会给他们机会。杀！是，真是痴心妄想，凭你们这几个人就想杀我们！黑衣人首领嗤笑一声，虽然穆敬初他们的实力让他心惊，可是现在也不能示弱，毕竟对方人数众多，也算得上高手，真要是一直这么打下去，穆敬初他们未必会讨到便宜。随着一声速战速决，众人立刻明白了穆敬初的意思，迅速用黑金将口鼻掩住，屏住呼吸。经过上次交手，黑衣人早就有了准备，不过还是晚了一步。韩冰见黑衣人首领想逃，提剑追了过去。小心！穆敬初大喝一声，紧接着就看见四周散发一阵白烟。别追了，主子你没事吧？待烟雾散去，韩星跑过来急忙问道。没事，明玄把这里清理干净。韩洛给受伤的兄弟把伤口先清理一下，说着又从怀里拿出一个小瓷瓶。韩星把这个药丸给大家，让他们服下。看到黑衣人他们狼狈的样子，齐王将手中的茶碗狠狠地摔在地上。废物，一群废物！王爷息怒，属下办事不力，是那个女人太卑鄙，这才接连上了他们的当。女人？齐王皱眉问道。第266章，不能小看那个女人。齐王眯了眯眼睛，女人到底是什么人？要知道这些人可都是他精心挑选的，跟在他身边多年，能力自然不用怀疑，可是接连损失惨重，让他心里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王爷，属下在他们当中看到了沈天。黑衣首领跪在地上小声地说道，他知道自家王爷要是知道这些人是沈天引来的，肯定会大发雷霆。果不其然，齐王听闻，上前一脚将他踢翻。为什么不早说？王爷息怒，是属下无能，一直没有机会下手。好一个沈天，竟然敢欺骗本王！来人，把他妻儿给本王抓来！齐王现在也明白了，沈天当初是为了敷衍他，难怪他找了这么多天一点线索也没有。王爷，沈天既然已经选择投靠南下，恐怕监视他们的人早就被杀了，现在贸然派人过去，只会使自投罗网，事情还要从长计议。齐王身边的谋士左顺劝慰道。齐王闻言也冷静下来，留下左顺让其他人都退下。王爷，想必这次我们遇到对手了，如果属下没有猜错的话，那个女人应该是南下皇后。冷子墨还真是了不起，让一个女人出头。齐王嗤笑道，王爷千万不能小看那个女人，她的那些传言绝非空穴来风，一个女人罢了，无非就是会些拳脚功夫，能有多厉害？因为她是冷子墨的女人，才让人忌惮几分。齐王也是没少听过穆敬初的传言，只不过他不相信罢了，以为都是冷子墨的功劳。王爷，我们绝不能轻敌，既然怀疑那个女人的身份，不如现在回去问问那位爷，他们可是老相识了，肯定知道他的底细。好，本王收留他这么长时间，也该是他出力的时候了。齐王冷笑道，天天指手画脚的，还以为自己是王爷呢。如果此刻穆敬初站在他们眼前，绝对没想到当初南下的康王逃走后，投奔了东陵的齐王。康王听到齐王怀疑穆敬初已经追到这里，
心里一慌。他好不容易逃出来，费了不少功夫才能留在齐王身边。如果被发现，恐怕自己这条命就完了。强装镇定，将手中的茶碗慢慢放在桌子上，开口说道：“齐王可千万不能小看这个女人，无论是身手还是心机手段，她都不输冷子墨，就连冷子墨身上的剧毒都是她解的。”哦，齐王没想到康王会说出这番话，对穆静初来了兴趣。这个女人真的这么厉害？康王把自己知道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齐王越听眉头皱得越深，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说道：“是本王小看他了。既然沈天带着他们过来，想必他们也知道了宝藏的存在。咱们一定要赶在他们之前找到。王爷，咱们被沈天骗了，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头绪，想要找到东那些西，谈何容易？况且还不知道真假，不如咱们先离开。毕竟这里是南下的地方，要真是对上，恐怕……”左顺剩下的话没有说完，说到一半，抬头看了看齐王。第267章老熟人。齐王手指轻敲桌面，眉头紧锁。如果一无所获，就这样让他离开，说什么也不甘心。为了所谓的宝藏，他费尽心思，就是想有朝一日能找到这些宝藏，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当年要不是有人从中作梗，东陵的皇位必是他囊中之物。他现在虽然自立为王，不过想要与皇上抗衡，还是缺少点实力。他要利用这些宝藏，招兵买马，杀回东陵的皇宫，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王爷，左顺见他出神，小声提醒道：“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南下的皇后绝非普通的深宫妇人，那些传言也不是空穴来风，还望王爷三思。”齐王，穆静初那个女人真的是心狠手辣。武安侯府如何？穆卫清还是他亲爹，都毁在他的手里，眼睛都不眨一下。康王可知道穆静初的厉害，也就这个齐王不把女人放在眼里，他必须劝齐王在穆静初找到他们之前离开这里，他可不想死。康王所言非虚，您想想，这2次咱们损失了多少人？齐王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收拾东西即刻启程，留下几个人善后，清理痕迹。”齐王就是再不甘心，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说道有道理。是，属下这就吩咐下去。穆静初决定先解决了齐王，不然他们再明，留着这些人早晚是个隐患。他根据沈天给他的地图，很顺利地找到了齐王的落脚点，不过已经人去楼空，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小院。主子，这里被清理得很干净，什么线索也没有。明玄带着人将院子里里外外仔细搜查了一遍，让韩宇带人把林子排查一遍，设置暗哨，其余的人轮流休息。是。明玄离开后，穆静初选了一间安静的房子，打扫干净，稍稍休息过后，给冷子墨写了一封密函。江云琛在清水镇也进展得很顺利，让他没想到的是，通过审讯康清泰，让他发现了老熟人康王冷墨深的行踪，他一刻也不敢耽搁，急忙飞鸽传书，把消息告诉了冷子墨。穆静初一行人在小院休整2日后出发，这里距离地图上的位置很近，他们在山上搜寻了好几日，一点发现也没有，大家不禁有些失望。沈天，这不会是你们东陵皇上的阴谋吧？故意放出的假消息吧？韩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开口问道。不会的，我亲眼所见长公主把地图交给先皇的，当时一同交给先皇的还有从宝藏里面带出的稀世珍宝，不然先皇不会让誉王去冒险。你确认是这里？韩冰还是不相信。没错，虽然时隔多年，这点我还是不会记错的。沈天肯定地说道。穆静初也一直怀疑地图的真实性，不过既然已经来了，就要彻底弄个明白，不然为什么东陵的人3番4次潜入南下，一直不肯放弃？就算不是宝藏，也肯定有秘密。大家分头找，这次一定要注意山洞，仔细搜查，看看有没有机关。穆静初一声令下。是。第268发现机关。山上大大小小的山洞都被他们仔细搜查了一遍，还是没有发现。穆静初看着地图上红色的标记，沉思了一会儿，开口说道：“咱们回到这里，再仔细搜查一遍。这附近有一个山洞，咱们再仔细搜查一遍。如果还是没有发现，就回去。”主子，这里咱们已经找过很多遍了，根本没有。韩青开口说道。皇后娘娘，韩青兄弟说的没错，20年前我们就已经找过了，齐王也知道这个位置，这么多年他都没有找到，肯定不在这里面。沈天附和道。去看一下吧，没有咱们就回京城。穆静初还是有点不死心，总觉得忽略了什么。是。不得不说，山洞的入口极其隐蔽，如果不是有沈天带着他们，恐怕穆静初他们还没有这么顺利找到这里。几个人点亮火把，小心翼翼地进入山洞，几人开始分头行动。穆静初总觉得这里和别的山洞不一样，如果没有特别之处，为什么山洞的墙壁上会挂着油灯？他也以为油灯是什么机关，反复试了几次都没有反应，更没有什么机关。他走到油灯前，想再次试探。主子，属下给您举着火把，这样您能看得清楚。说着，韩洛就走过来，想接过穆静初手中的火把，只顾着说话，没注意到脚下的大石，一不小心差点摔倒。好在穆静初眼疾手快扶了他一把，不过还是把墙上的油灯撞到地上，只剩下一个底座在上面。韩洛刚要弯腰捡起油灯，
就听到穆静初说道：“先别管他，过来看看这里。”大家闻言都聚了过来。火把离近点。穆静初隐约看到底座上有一个小孔，急忙说道：“看来以前是他忽略了，每次检查机关他都是转油灯，甚至灯芯他都是过了，也没有用。没想到机关会设在底座上，要不是韩洛无意中把他撞下来，他还是发现不了。”韩青想把底座拿起来，被穆静初拦住：“先别动，如果这个是机关，可见他们是费了心思的，不会这么简单，恐怕会藏有暗器。那现在怎么办？”韩洛问道。“我先试试，你们注意四周的情况。”“是，主子小心。”穆静初并没有直接用手去触动，而是摘下头上的发簪，伸进小孔里。随后大家就听到咔咔咔咔的声音，油灯的那面石墙慢慢打开，露出一个石门，一个个脸上露出兴奋的表情。“主子，你看。”“别说话，闭气。”穆静初急忙掏出怀里的药瓶，取出一颗药丸服下。韩洛让大家赶紧服下解药，说着把药瓶递给韩洛。“是。”这时大家才问到，空气里有一种奇怪的香气。“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不适？”穆静初问道。“没有。”他们都十分庆幸自己主子是个用毒高手，不然他们就算找到了东西，也不一定有命出去。过了一会儿，穆静初才开口：“设计机关的人看来是个高手，谁也想不到，就算找到机关，在触动的那一刻就已经中毒了，东西找到估计也带不出去。难怪当年长公主派出的人没一个活口，接应的人只找到了他们的尸体，就在这山洞附近，所以才在这里做了标记。那些奇珍异宝也是在那些尸体身上发现的。”沈天开口说道。第269章找到。穆静初感叹当初设计之人的用心巧妙，看了一眼身后的石门，慢慢走过去，在石门四周摸了摸。“主子，不行，我们就用土雷把这门炸开。”韩青话音刚落，不等穆静初开口，明轩就狠狠地给了他一脚。“你有没有脑子？要是用土雷，我们都要被埋在这下面。”明轩说的没错，这里不能用土雷，大家分头找找打开石门的机关。石门的机关并没有那么复杂，很快就被找到了。穆静初仔细检查过，开口说道：“触碰机关会有暗器射出，我先启动机关，等暗器发射之后，我们再进去。”众人明白了穆静初的意思，明玄上前一步：“主子，我去吧，我的轻功完全能够躲避暗器。”穆静初知道自己的轻功不如明玄，也没有再和他争执。明玄慢慢靠近石门，摸到暗器，对着大家点了点头，示意他已经准备好了。众人屏住呼吸：“你们都退后，小心！”看到大家退到了山洞口，明玄狠狠地按下机关，就听见咻咻咻的声音，随后就是密密麻麻的暗器。明玄纵身一跃，几息之间逃出了暗器袭击的范围。大家都替明玄捏了一把汗，见他安全悬着的心才放下。暗器的速度太快，而且数量也多，要是他们还真不好全身而退。山洞两边的墙壁上瞬间插满了暗器，不用想都知道上面淬了毒。等暗器全部射完，石门发出滋滋的响声，慢慢打开。穆静初一行人走进石门，里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快走到尽头时，就看到前方有微微的亮光，所有人都显得有点激动。穆静初嘱咐大家，这里机关重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密室里被夜明珠照得犹如白昼，他们看到里面的金银珠宝还有满屋的兵器时，不禁睁大了眼睛。“主子！”韩星兴奋地大声喊道。“别一惊一乍的。”明玄拍了一下他的头顶，听着口气有些冷，可是眼神里却有一点宠溺。大家心照不宣地笑了笑。“看来我们要有喜事了。”韩洛打趣道。“赶紧干活吧，就你话多。”大家难得看到明玄会不好意思，一哄而笑。大家只是说笑了一下，谁也不敢耽误时间，现在主要就是这批宝藏。仔细搜查后，密室没有其他机关后，穆静初这才安排人将东西运出去。韩青发射信号，将附近的暗卫召集过来，又安排人联系马车。好在都是训练有素的人，东西虽然不少，在天黑之前都装上了马车。大家动作快点。穆静初此刻有些担心，虽然他们清理了齐王的暗哨，但是也难保有漏网之鱼。知道他们找到宝藏后，狗急跳墙，来个鱼死网破。果不其然，刚出密林，前方的路被一群黑衣人拦住。“沈天，你竟敢背叛王爷！”黑衣人首领手持长剑，指着沈天高声呵斥道：“背叛？我这是自保，我贱命一条，王爷想要，我绝无二话。可是王爷不该杀我养父母，谋害我的妻儿。”第270章回京。借口，这是你为自己脱罪背叛找的理由。沈天，你身为东陵人，先皇的御前一品侍卫，深受皇恩，竟然会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该死！杀了沈天，王爷赏万两黄金。话音一落，双方就混战在一起。黑衣人对沈天下了死手，10几个人一起围攻他。前几次他们没有防备，吃了迷药的亏，这次他们吸取教训，每个人都蒙着面纱。就在双方正激战时，听到了马蹄声，穆静初心里一紧，担心是齐王派来的援兵。待看清来人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江云琛知道了康王勾结齐王后，一刻也不敢耽误，带着人马立刻前来支援。穆敬初见援兵来了，和暗卫一直守在马车前，黑衣人根本靠近不了，更别说打他们的主意了。江云琛带来的人都是边关的将领，久经沙场，虽然黑衣人个个身手不凡，但寡不敌众。穆敬初这次没有放过他们，直接下令一个不留。很快就结束战斗，留下一些人清理现场，其他人护送马车离开。一路上不敢耽搁，日夜兼程赶回京城，知道人多眼杂，担心有他国眼线，特意等到晚上，萧敬一行人才进城。冷子墨早就收到消息，知道他们要回来，趁着夜色出了皇宫。等一切安顿好，天都已经亮了。穆敬初还想去看看孩子，看到他一脸倦容，冷子墨心疼极了，强行抱着回寝宫休息。穆敬初这一觉一直睡到傍晚，醒来就看见冷子墨坐在桌前批阅奏折。相公，你怎么在这？什么时辰了？没去上早朝吗？可能是刚睡醒的缘故，穆敬初声音有些沙哑。醒了？睡了这么长时间，饿了吧？这么晚了。穆敬初这才发现外面天已经黑了。你这么一问，还真有点饿了。晚膳早就准备好了，让人服侍你洗漱。孩子们呢？我先去看看他们，回来再吃。他们能吃能睡的，你不用担心。倒是你，出去这么多天，都瘦了。你别这么夸张好不好？一共我才出去几天，能瘦到哪？再说了，要真是瘦了，我还求之不得了，省得我减肥了。穆敬初打趣道。齐王的事让冷子墨有些后怕，是他疏忽了。这几日让苏廷玉开始排查各国留在京城的细作，接连端了好几个暗桩。穆敬初调查沈天，知道他在南下一直安分守己，这次能顺利找到宝藏，找出各国安排的细作，沈天功不可没。知道他的一双儿女至今昏迷不醒，特意上门为孩子们医治，几次施针后有了明显的好转。在孩子苏醒的那一刻，沈天痛哭流涕，跪在地上不住的磕头。1个月后，2个孩子已经能下地了，穆敬初就安排他们离开京城，还给他们一家重新换了身份。沈天很佩服穆敬初，愿意回到东陵做他们的眼线。穆敬初知道他回到东陵迟早会被认出来，到时候一家难逃厄运。他这么做是为了报答自己，可是不能搭上一家人的性命。穆敬初不想牵连无辜，拒绝了他的好意。离开京城的那天，在城门口，一家4口朝着皇宫的方向重重的磕了几个头。第271章宫中细作。苏廷玉和明玄这几日奉命审讯抓来的细作，可是从他们口中得到的有用消息实在是太少，不过还是让他们得到了一条有用的线索。此时皇宫一处偏僻的宫殿里，冷啸天的慎平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当初冷子墨登基，遣散了冷啸天的后宫，也有几位出身低微的嫔妃不愿出宫，慎平就是其中一位。穆敬初当初怜悯他们，也是一些身世可怜之人，褫夺了他们的封号，养在宫中。穆敬初收到消息，亲自见了慎平。参见皇后娘娘，本宫该如何称呼你呢？穆敬初声音平淡。皇后娘娘是何等睿智。慎平闻言就知道自己的事情瞒不住了，稳了稳心神，缓缓开口。奴婢还以为先皇驾崩，自己躲在这偏僻的宫殿里可以安稳度过余生，没想到还是被皇后娘娘发现了。慎平自嘲地笑了笑。皇后娘娘，您可能不相信，这些日子是家中出事后奴婢睡得最安稳，过得最舒心的日子。穆敬初没有接话，听着慎平继续说道，既然皇后娘娘今日屈驾亲自前来，奴婢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奴婢也曾是官家小姐，家父只是一名外放的7品小官，是个难得的清官，对母亲和我们兄妹很是疼爱，也不曾纳妾。可是父亲太过耿直，不愿与那些贪官为伍，明明是他们贪污了赈灾的银两，却栽赃到父亲身上。在漏洞百出的证据面前，没有人提出质疑，就这么定了父亲的罪，成了替罪羊。父亲一生清廉，死后却遭百姓唾骂。若他在地下有知，知道他一心守护的百姓，这样对他会有多心寒？说到这，慎平已经是泪流满面，用帕子轻轻擦了擦脸上的泪水，缓了缓心神，继续说道，也许是奴婢命不该绝，被人救下，辗转到了漠北。他们教我琴棋书画，如何取悦男人，在那个4方的小院子里，只有我学得最认真。果不其然，回南下的机会落在我的头上，从踏入南下的那一刻，我就发誓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为双亲还有兄长报仇。现在我大仇得报，已无牵挂，任由皇后娘娘处置。说完重重地磕了一个头。本宫可以给你一个机会，宫里还有谁是你的同党？这朝堂之上还有谁与你们勾结，都交代清楚。若属实，本宫答应你，派人重新彻查你父亲的案子。如果他真的是被陷害，本宫会还他一个清白，到时候也可以给你一个痛快。穆敬初知道他可怜，不过作为敌国细作，不可能让他活着。陷害父亲的仇人虽然早就被他派人杀了，可是父亲的案子还没有沉冤得雪。穆敬初给了他希望，几乎没有犹豫，就交代了宫里的接头人。没想到竟然是先皇后的贴身嬷嬷。慎平这一刻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回到自己住处，精心打扮了一番，将桌上的毒酒一饮而下，躺在床上，没一会儿意识就有些涣散。
他好像回到了童年，看见了父亲还有母亲。他慢慢的抬起手，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第272章办学堂。有了盛平的交代，穆静初着手清理后宫，冷笑天留在宫里的那些嫔妃都被遣散了，一个没留。谁知道当初好心，却给自己留下这么大一个隐患，一些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宫人也被打发了。冷子墨悄无声息地解决了漠北的暗线，之所以不能声张，是担心接连的变故会让百姓人心惶惶，好不容易稳定的局面会出现动荡。穆静初也信守承诺，答应为盛平为他父亲翻案。当初就是被人故意栽赃陷害，证据也经不起推敲，他的案子一点也不难查出真相。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些贪污的官员早就因为其他案子事发，流放的流放，斩首的斩首。冷子墨还是为那些冤屈的官员证明，将调查的结果公布于众。朝中官员经过这次的事，行事更是谨小慎微，对家人也是耳提面命，尤其是家里有些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担心他们依旧在外胡作非为，连累到整个家族。穆静初深知想要国强少年强的道理，就有了在京城开设学堂的想法。这次办的学堂和以往不同，不只是为了让他们识字考取功名，更主要的是让他们学一门技术，让他们有安身立命的本事，明辨是非的能力。而且学堂开办成功后，还要推广到整个南下。冷子墨非常支持穆静初的这个决定，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了南下百姓，心里十分感动。所有事情都是穆静初一手操办，首先是学堂选址，学生们除了识字和技能，还要学习骑射，所以地方一定要大，选了几处，最后选中东城靠近后山的一块空地。在他选址成功后，就把招生的简章贴了出去，同时还招募夫子，不少得到消息的学子前来报名。对于一些寒门学子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刘兄，你说真的有这种好事？一名身穿青衣长衫的书生人看向身边的同窗，开口问道：“你没看到告示上的官印吗？朝廷开办的学堂，这还能有假？”此时柳童心里有些小激动，他们这些都是进京赶考的学子，大都是家境贫寒，京中的开销实在压得他们喘不过气起来，他们又没有别的本事，只能靠抄书挣点银子，只不过僧多肉少，有时候他们接不到活，只能饿肚子。咱们过去问问。张景文就是刚才那个穿青衣长衫的书生，此时眼中也是难掩兴奋。知道告示贴出后，肯定有人前来询问，穆静初安排了人留在这里登记。柳童和张景文两人迫不及待地走过去，已经有不少的学子再次询问，他们好不容易挤进去，做好登记，这才兴冲冲地离开。这次选拔夫子，不只是简单报名就可以，还要经过考试，合格后才能留下来。最让大家关注的就是学院鼓励家中的女孩子都去学堂，不少人都不太赞同，不过对学院招的刺绣、骑射、账房、木匠、大厨这些师傅倒是感兴趣，不少人都跃跃欲试，想去试试，只是谁也不敢上前。我想报名刺绣师傅，不知需要什么条件？就在大家议论的正激烈的时候，一道清脆的女声传来。第273章，不知吴大人能否答应？大家循声望去，只见一位30多岁、身穿一袭紫色衣裙的妇人站在人群后面。这不是紫光阁的东家吗？还真是，他怎么会来？一个寡妇不好好在家，成天抛头露面的，也不怕人笑话。一个胖妇人看了一眼，撇着嘴不屑地说道：“可不是，你看他整个一个狐狸精，有他在，我也不能让姑娘来，免得都教坏了。”旁边另一个女人看自家男人眼睛一直盯着齐夫人，揪着她的耳朵说道：“我看你们啊，就是嫉妒人家。可不是，人家齐夫人有本事，你们这些老婆子就是嫉妒。”紫衣夫人完全不理会他们的议论声，缓步走过人群。登记的官员自然知道紫衣夫人的身份，紫光阁可是京城有名的成衣铺子，也备受那些夫人和小姐的喜欢。齐夫人，您真的要来学堂教学？官员有些不相信，开口问的。是的，齐夫人点了点头。好，好。在场的官员当然是求之不得，至于那些人的话，他根本不会放在心上。齐夫人的刺绣手艺在京城有多受欢迎，他可知道。哟，这里还真热闹。此时，一位夫人带着身边的侍女朝着人群走来。是袁夫人？难道袁夫人也要来学堂？不可能吧，那可是堂堂工部侍郎夫人。你们别忘了，京城最大的云上阁可是袁夫人的陪嫁，他们铺子里无论是面料还是成衣，可不是紫光阁能比的。袁夫人，官员恭敬地起身。吴大人，我听说这学堂正在招刺绣师傅。是，难道袁夫人您也想来？官员疑惑地问道。我们夫人是什么身份？这位大人还请您慎言。袁夫人身边的丫鬟率先开口。吴大人心中有气，好歹自己也是一个五品官员，竟被一个小丫头教训，当即沉下脸来。闭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袁夫人假意呵斥道。要不是她听说这个学堂是皇后娘娘主张办的，她才不会自降身份到这来凑热闹。吴大人岂会看不出袁夫人的呵斥是做给他看的，随后笑了笑。无妨，本官不会和一个不知礼数的丫头计较。袁夫人听出吴大人这话的意思，是说他袁府不会管教下人，
不过这会儿不是置气的时候，回去我自会严加管教。不知夫人前来所谓何事？武大人开口问道。听说这里招刺绣师傅，要知道这京城里最好的绣娘可都在我云上阁里。我这次前来也是想为学堂出一份力。说到这，袁夫人看了一眼齐夫人，眼里充满了不屑。我可以让云上阁的绣娘来这里当师傅，还可以让优秀的学徒以后留在云上阁，也可以提供他们练习用的布匹。此话一出，人群顿时炸开了锅。刚才还不想让自家姑娘来学堂的妇人们，此刻一个比一个兴奋。要知道，他们普通百姓可是一辈子也进不了云上阁的大门，更别说留在里面当绣娘。吴大人才不相信他会这么好心，果不其然，就听到袁夫人继续说道：“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不知道吴大人能否答应？”第274章求之堂。不知袁夫人有何要求？吴大人笑着问道。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这学堂的刺绣师傅只能是我云上阁的人。吴大人心中冷笑，真是脸大，这个女人有什么资格敢说出这样的话？真是大言不惭。别说她不能做主，就是能做主也不会和这样的人合作。真是抱歉，袁夫人的要求数吴某人不能答应。吴大人抱拳说道。袁夫人立刻冷下脸来，吴大人这是看不起我的云上阁，还是看不起我家老爷？别说袁大人只是一个小小的工部侍郎，当今谁敢徇私舞弊，那真是活腻歪了。眼前这个女人真是个蠢妇，早晚会连累袁大人。吴大人只能在心中暗自腹诽，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袁夫人何出此言？学堂有规矩，无论是夫子还是教学生的师傅，都要经过考核，合格后方可。好，既然吴大人不愿合作，那我也不强求。不过这京城里最优秀的绣娘可都在我云上阁了，不是阿猫阿狗可比的，希望大人到时候别后悔。说完不屑地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齐夫人。穆静初站在人群后，将刚才发生的事尽收眼底，去告诉吴大人，云上阁所有绣娘一律不允许参加考试。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是。韩星快步走到吴大人身边，小声低语了几句。袁夫人只是一个小插曲，吴大人可没工夫管她，知道皇后娘娘就在不远处，一刻也不敢怠慢，让人维持好秩序，给前来报名的人认真做着登记。不过好几个妇人还因为吴大人拒绝了袁夫人的要求感到遗憾，就好像他家姑娘前程被毁了一样，在一旁喋喋不休地说过没完。穆静初给学堂起名为求之堂，束修也比其他私塾要便宜许多，一年只收1两银子，半年交一次。不过家中父母要是有犯事的和好吃懒做的，会影响孩子入学。大多数的孩子知道这个消息都高兴不已，他们也想读书识字，不过私塾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可能，一个月最少也要3、5两银子，家里根本拿不出来。现在好了，他们也能进学堂读书识字了，还有师傅教他们安身立命的本事。有不少孩子只要有空就自发的来学堂帮忙，穆静初总能在这里看到不少瘦小的身影进进出出，帮着一起修建校舍，担心他们干活有危险，让人给他们的活都比较轻松，主要是为了让他们有参与感还有归属感。经过了1个月的忙碌，学堂基本上已经建成了，穆静初还特意让人修建了一个小的演武场。这日因为有事耽搁了一会儿，他们离开学堂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经过教室的时候就看见里面有一个瘦弱的小女孩正在认真的擦拭桌椅。这么晚了，怎么还会有孩子在这干活？穆静初不禁皱眉问道。吴大人也不知道啊，皇后娘娘交代过，太晚路上不安全，天黑之前必须让孩子们回家，他可不敢违背皇后娘娘的意思，早就交代过了。谁知道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小女孩用袖子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端起地上的木盆，一回头就看见门外站着的众人，吓得将手中的木盆掉在地上。小女孩吓得磕磕绊绊的说不出话来。第275章梦瑶。小姑娘这么晚了，你为何还留在这里？穆静初看到瘦弱的小女孩，眼里满是惊恐，蹲下身与她平视，柔声问道。小女孩吓得呆愣在那，不敢说话。没听见夫人问你话了吗？还不。翰林院张大人忍不住厉声呵斥道。小女孩这才反应过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张大人话还没说完，看到穆静初凌厉的眼神，他浑身一震，差点跪在地上，呵斥的话卡在喉咙，再也张不开嘴。孩子，起来吧。谢谢夫人。小女孩声音有些颤抖。这么晚了，赶紧回家吧，不然家里人要担心了。小女孩低着头，手指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衣角，小脸涨得通红。夫人，您别赶我走行吗？我不是赶你走，是怕太晚了回家，路上不安全。你明天白天可以过来啊。我。穆静初察觉小女孩似乎有什么苦衷，开口问道：你想来学堂吗？小女孩眼睛一亮，只是瞬间就暗淡下去，不过还是点了点头。是家里人不让你来吗？小女孩摇了摇头，不是，我要干活，以后这里建好了，我就不能进来了。穆静初听出了小女孩语气里的失落，看着有些心疼，让韩洛从马车上拿了些糕点放到书桌上。这么晚了，你肯定饿了，先吃点垫垫肚子，一会儿我们送你回去。小女孩看着面前的糕点，有些手足无措。她每天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
哪见过这么精致的糕点？看出小女孩的窘迫，穆静初让所有人都离开了，拿过糕点递到小女孩面前，吃吧。穆静初有一搭无一搭的和小女孩聊着天，知道了小女孩叫孟瑶，家里只有母女2个人，她娘身体又不好，只能靠着给别人浆洗衣服为生。孟瑶也想来学堂，知道家里没有银子，她也没奢望过，看到邻居家要来学堂的孩子，这些日子都来这里帮忙干活，她就心动了。虽然不能来读书，不过也想出一份力，白天要帮娘干活，她没有时间，也担心别人发现她不是学堂里的人，把她赶走，所以她这几天就等到天快黑了，偷偷进来干点力所能及的活，这样她就已经很高兴了。小孟瑶说的时候还有点不好意思，说完低着头小口小口的吃着手里的糕点。穆静初鼻尖有些泛酸，这么懂事的孩子让她心疼。孟瑶不是个贪心的孩子，虽然她从未吃过这么精致的糕点，只吃了1块就再也不吃了。这些给你带回去，和你娘一起吃，让她也尝尝。穆静初摸着她有些枯黄的头发，轻声说道：“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孟瑶坐在马车上，身子挺得笔直，2只手放在双腿上，不敢乱动，生怕把马车里面弄脏了。夫人到了。穆静初下了马车，就看见巷子口站着一位妇人，不停地向外张望。孟瑶急忙跑过去：“娘。”第276章送孟瑶回家。瑶儿，你没事吧？刘氏看向孟瑶身后的众人，从穿衣打扮上就能看得出他们身份不简单，非富即贵，担心孟瑶惹了不该惹的人，急忙把孟瑶挡在身后，直接跪了下去：“几位贵人，瑶儿还小，要是得罪了贵人，还请贵人高抬贵手，饶他一次，我替瑶儿给你们赔罪了。”说着就要磕头。“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韩洛眼疾手快地走过去，将他扶起来。刘氏心里不安，抱着女儿的手紧了紧。“娘，夫人是好人，是他们送我回来的。”孟瑶小声地在刘氏耳边说道。“对不起，对不起，是我误会各位贵人了，还望各位贵人不要与我这无知村妇计较。”刘氏显得有些局促，不过穆静初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听得出来，他不是什么无知村妇，至少识文断字。“无妨，我挺喜欢孟瑶这个孩子的。”穆静初笑着说道。“娘，夫人还给了我好多糕点。”说着小心翼翼地把手中糕点拿给刘氏。“这怎么好意思啊？这可是稀罕的东西，无功不受禄。”刘氏连连摆手。“娘，让夫人进去喝口水再走吧。”“瑶儿休要胡说，家里简陋，岂不是污了夫人的眼？”孟瑶眼里的光一下子就暗淡下去。小孩子没有太多的心思，穆静初不想孩子失望，上前摸了摸他的头发，开口说道：“我还真有点口渴，不知能否讨杯水喝？”“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就是家中简陋，夫人千万不要嫌弃，快请进。”刘氏牵着孟瑶的手在前面带路。穆静初让其他人在巷子外面等着，带着韩洛和母女2人进了巷子。母女2人住在巷子最里面，是临时搭建的房子，门口还晾着给别人浆洗的衣服。“夫人，快请进，瑶儿赶紧烧点热水去。”“唉。”孟瑶高兴地应道。房间很小，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不过收拾的却十分干净利索。“夫人您快请坐。”虽然穆静初说不嫌弃，不过刘氏看着简陋的家还是有些紧张。穆静初自然明白他的心情，开口说道：“我以前住的地方还不如这里。”他说的是当初原主在侯府被虐待的那段日子。刘氏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不敢相信眼前的贵夫人以前会住的比他们还简陋。穆静初不经意地回头，看见床上还有一件未做完的喜服，上面的刺绣吸引了他。“这是你绣的？”“是，大家都挺照顾我们母女的，知道我会做衣服，有活就让我做，让我们母女有点镜像。这是旁边刘婶子家的，她女儿要出嫁了，让我给做一件喜服，只是我这身体不好，总是吃药，连累了瑶儿这孩子。”刘氏心疼地看着在一旁忙活的小孟瑶。穆静初虽然不懂刺绣，也能看得出来这是苏绣的手法，喜服上的花色还有绣法也让人眼前一亮。他有心想帮助这对母女，既然他有刺绣的手艺，如果能通过考核，也算有了一个稳定的收入，母女2人就不用过得这么辛苦。第277章逛夜市。穆静初一行人离开后，刘氏一直呆愣地坐在床边，到现在他都不敢相信他能有机会去学堂做刺绣师傅。他从小学习刺绣，在当地也是有名的绣娘。当年家中出了变故，只剩下他们母女，千辛万苦才到了京城，本打算是投奔亲戚的，谁知道亲戚早就举家搬走了。当时母女俩在京城举目无亲，身无分文，好在刘氏有刺绣的手艺，这才勉强活下来。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刘氏就病倒了，绣坊把她辞退了，只能接点零散的活，勉强维持生计。“娘，不哭。”小孟瑶轻轻帮刘氏擦去脸上的泪水，她不知道娘为什么会哭，刚刚夫人不是让娘去学堂当师傅吗？不是应该高兴才对吗？傻孩子，娘这是高兴的。娘，你真的要去学堂当师傅了吗？小孟瑶一脸期待地看着刘氏。夫人只是给了这个机会，娘还要交一副绣品，合格了才可以。
邻居婶婶姐姐都夸娘绣得好看，娘肯定可以的。刘氏不想让孟瑶失望，把家里的铜钱全部拿出来，准备明天一早就去买些布匹，还要绣线，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这样自己有了稳定的收入，孟瑶也可以进学堂读书识字了。学堂的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到了报名这天，天不亮就开始排队，夫子们对前来报名的孩子进行登记。这次前来报名的孩子中有不少女娃。穆静初知道刘氏被选中了做学堂的刺绣师傅，也替他们母女高兴。学堂的事一切走向正轨，穆静初难得闲了下来，觉得这些日子亏欠了3个孩子，这几日每天都留在宫里陪着他们。冷子墨看着面前的母子4人玩得不亦乐乎，心里有点泛酸。他早就和江云琛打探清楚，城东有一个夜市非常热闹，打算带着穆静初偷偷溜出宫去逛一下夜市，过2人世界。第2天黄昏，冷子墨和穆静初2人一袭常服，坐着马车直奔城东夜市。冷子墨一路上握着穆静初的手，唇角上扬，看得出来身边没有碍眼的3个小崽崽，他心情极好。穆静初看他如此幼稚的一面，也觉得好笑。主子到了。马车外传来明玄的声音。穆静初掀开车帘，就看到了街口灯火通明，人群熙攘。2人下了马车，街道2旁商铺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各种稀奇的小玩意儿吸引着穆静初的目光。摆摊的小商贩也将摊子摆好，招呼来往的路人。3、5成群结伴来的少女驻足在卖饰品的摊位前，挑选着自己心仪的首饰。看到如此和谐美好的场景，2人都感到欣慰。很快2人到了湖边，湖心上有几艘画舫，时不时还能听到从画舫上传来的乐声。穆静初被一艘名为渔阳仙的14画舫吸引，牵着冷子墨的手快步上了画舫。他现在迫不及待地想要尝尝。14里面坐满了人，冷子墨最不喜欢这种人多的地方，不禁有些皱眉。第278章，真幼稚。画舫一共分3层，1、2层都是普通的散座，第3层有单独的包间，不过里面消费也不低。穆静初知道冷子墨不喜人多，就选了3层靠窗的一个雅间，坐在窗边，湖上的景色尽收眼底。穆静初点了特色鱼羊一锅鲜，又点了几个小菜。锅子端上来的时候，确实把他惊艳到了。汤汁奶白，鱼肉吸收了羊肉的浓香，同样羊肉也吸收了鱼肉的鲜香，一口下去，暖身又暖胃，让人感到无比满足，鲜的滋味让人难以忘怀。穆静初边喝边称赞，冷子墨拿出帕子将他嘴边的油渍帮他擦净。谢谢相公。穆静初笑得眉眼弯弯。喜欢回去让人给你做。冷子墨一脸宠溺地说道。还是不了，我这几天都胖了，准备减肥。穆静初有点遗憾地说道。说什么胡话，一点都不胖，你这些日子都累瘦了，我还心疼呢。你可倒好，还要不吃饭，减什么肥？冷子墨一脸不悦地说道。穆静初夹了一块鱼肉放到他的碗中，开口说道，你不懂，减肥是我们女人终生奋斗的事业，不然哪天我胖成了一个球，我这么好看的相公嫌弃我了，该怎么办？到时候我可争不过那些莺莺燕燕的，哭都找不到调门。本来是穆静初的一句玩笑话，可听在冷子墨耳中，却是穆静初对自己没有信心，把他当成一个见异思迁、贪图美色之人。冷子墨放下手中的筷子，黑着脸看向穆静初。穆静初还沉浸在美食当中，觉得旁边有一道炙热的目光一直盯着自己，不知道冷子墨为什么生气，开口问道，你怎么了？是哪不舒服吗？说着就要给他把脉。我没事。冷子墨闷闷地说道。穆静初放下筷子，认真地问道，你到底怎么了？媳妇儿，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不值得你信任，不值得你托付终生？穆静初被他问得一头雾水，不知道他这话是从何说起，疑惑地开口，好端端的，你这是怎么了？你回答我。穆静初看出冷子墨很认真，也正色道，我相公当然是这世上最好的男子，是我最信任的人，你这到底是怎么了？那你刚才为什么说我会嫌弃你，还什么莺莺燕燕的？看到冷子墨如此孩子气到底一面，穆静初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双手捧着他的脸，一字一句认真地说道，我刚才只不过是开个玩笑，我当然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信任你就如同信任我自己一样，这个世上我最爱的人，最舍不得的人就是你。听到穆静初这么说，冷子墨脸上才露出笑容。真幼稚。穆静初小声地说了一句。冷子墨装作没听见，唇角一直上扬，一个劲地给他夹菜。一顿饭俩人吃得很满足，离开画舫已经很晚了，不少摊贩已经开始收摊了。他们又逛了一会儿，也准备回宫了，刚拐过一个巷子口，就听到了一阵由远及近的马蹄声。第279章，吃醋了。路上行人见状纷纷避让，也有来不及避让的摊主被殃及，摊子散落一点。一队人骑马从他们面前一闪而过，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身穿一袭红衣的年轻女孩。红衣女子戴着面纱，冷子墨扫了一眼，看到她佩剑上的剑穗，立刻抬手做了一个手势，含情会意，带人跟了上去。现在就算强行让他们停下，这里也不适合，毕竟是闹市，还有不少行人。穆静初带着其他人将几个被撞伤的百姓
扶到一旁，帮他忙检查伤势。好在都是一些皮外伤，让韩洛又去附近的医馆请来大夫帮他忙处理伤口，还帮他忙敷了枕巾。百姓们连声道谢，拿来自家摊子上的小东西送给穆静初。虽然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穆静初也知道大家出来讨生活不容易，还要靠卖出这些小玩意儿养家糊口，怎么好白要别人的东西？还是让韩洛给了他们一铜板。刚刚还热闹的街市，这会儿也是满地狼藉。先回去。冷子墨扶着穆静初上了马车，回到宫里没多久，韩青就带着人回来了。主子，怎么样了？回主子，这些人出了城有人接应，那个女人戴着面纱，看不清容貌，属下和她交过手，觉得有些熟悉，她差点就被我们活捉，不过被人救走了。无妨，先派人在沿途打探消息，发现人先不要打草惊蛇。冷子墨眯着眼睛淡淡开口。是。这些人有什么不妥吗？穆静初开口问道。如果我没看错的话，那个女人是东陵楚王的嫡女，庆安郡主。东陵的郡主怎么会跑到南下来？他们不会又有什么阴谋？冷子墨摇了摇头，这个不好说，不过这个郡主和平常闺阁女子不同，不喜那些胭脂水粉，喜欢舞枪弄棒，行走江湖，在东陵是个另类的存在。楚王也很疼这个女儿，从来不会因为什么规矩拘束她。穆静初没有说话，双手抱肩，一脸笑意地看着他。冷子墨被看得有些发毛，不禁皱了皱眉。媳妇儿，你这是什么表情？你对这个郡主倒是了解，怎么吃醋了？冷子墨从背后将人抱在怀里，唇角上扬着。谁吃醋？你要是不喜欢，一眼你就能认出来。你要是不喜欢，会知道他这么多事。穆静初说道，还真有点不高兴了。冷子墨大笑几声，此时的心情真好。自从有了孩子，媳妇儿对自己就不如以前上心了，注意力全在孩子身上。难得今天吃醋，他怎么会不高兴？你还笑？穆静初想挣脱他紧抱自己的双手，谁知道冷子墨越抱越紧。好了好了，不闹了，我怎么会喜欢他？这辈子除了你，我没对其他女人动过心。真的？要不要我也发个誓？谁稀罕你发誓？好了，不逗你了。要不是廷玉，我会没事去调查他一个东陵的郡主。穆静初闻言眼睛亮了，他好像听到了这里面有点八卦，顿时来了兴趣。第280章庆安郡主。冷子墨看着媳妇儿一脸好奇的模样，不禁觉得好笑，一把将她搂在怀里。知道廷玉那小子为什么一直不娶妻吗？穆静初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肯定是因为那个庆安郡主。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国公爷还想让我帮廷玉牵线呢。他们之间的事我也不好插手，就算你给廷玉找了别人，他也不会答应。国公爷知道吗？怎么会不知道？可是他们俩人之间的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决的。看来这里有故事啊。你呀，就这么喜欢看廷玉的笑话？你可错了，我不是想看他的笑话，我是想帮他。这么多年他一直为娶妻生子，心里应该还有庆安郡主，只要不是原则上的错误，俩人就应该把事情说清楚。你们了解那个庆安郡主吗？冷子墨自然知道穆静初这句话的意思，东陵一直觊觎南下，想把边关几座城池纳入东陵境内，甚至他们还有更大的野心，消想着要把南下收入囊中，作为他们的附属国。庆安郡主毕竟是东陵景安侯的嫡女，是皇上亲封的郡主，身份敏感，所以对她要万分小心，不能轻易相信。不知道她接近苏廷玉会不会另有目的。冷子墨知道她担心什么，拍了拍她的手，缓缓开口。庆安郡主和廷玉还有云琛，他们可以说是同门师兄妹。虽然她是东陵郡主，不过从小被送到雾灵山。我去军营那几年，廷玉和云琛跟着他们师傅回雾灵山，在山上待了3年，俩人就在那个时候看对了眼。穆静初撇了撇嘴，没想到俩人还有这样的渊源。那他们为什么闹翻？当年廷玉和云琛在东陵被人发现了他们身份，遭人追杀，廷玉身受重伤，昏迷不醒。云琛向庆安求助，谁知道他们却中了圈套。他们藏身的地方只有庆安郡主知道，要不是他们师傅赶来及时，恐怕他们2人早就……虽然冷子墨没有说完，穆静初也知道他们当时的处境十分凶险，差点把命丢在东陵。你们事后没有找庆安郡主问清楚吗？事情发生后，庆安郡主就失踪了，廷玉一直找了她很多年，直到我在东陵中毒，庆安郡主派人送来过一颗药丸，虽然不是解药，不过也确实缓解了我当时的症状。廷玉跟着送药人找到他，不知什么原因，俩人一见面大吵一架，从那以后谁也不能在他面前提起庆安郡主的名字。你觉得庆安郡主会是出卖他们的人吗？这个不好说，就算他有身不由己的理由，也不是他出卖云琛他们的借口。廷玉说过，就算他见死不救，也比出卖他强。这次他们来南下，不会又有什么阴谋吧？穆静初不相信庆安郡主会无缘无故的跑到南下来。这件事我会让云琛去调查。不告诉廷玉吗？冷子墨沉思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还是先瞒着他吧。我担心他知道庆安的下落，
会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来。第281章，当年真相一。江云琛走出御书房的时候，心中有些忐忑。他知道苏廷玉心里一直放不下庆安郡主，也亲眼见证了他们俩人这些年来的恩恩怨怨。说实话，他不相信庆安郡主会出卖他们。在雾灵山上相处的几年，知道庆安郡主是什么样的人，从小在山上长大，身上没有一点世家贵女身上的刁蛮任性，更多的是江湖儿女的快意情仇。当初他们年少轻狂，一起行走江湖，也曾拼命护他们周全，怎么会出卖他们呢？这也是江云琛一直想不明白的地方。可是当时的地方只有庆安知道，来人还口口声声地说是郡主下的命令，格杀勿论。事后他们也不相信是庆安所为，想找他问个清楚，谁知道却一直没有他的下落。苏廷玉更是不死心，多次潜入东陵，差点连命都搭上，也没见到庆安一面。后来还是庆安知道冷子墨受伤，派人送来药丸，俩人才见面，误会没有解开，反倒是收到了他送给庆安郡主的玉簪。一怒之下，苏廷玉摔碎了玉簪，回了南下。从那以后，对庆安是闭口不提，日子也恢复到了往日的平静。你魂不守舍的想什么呢？刚走出宫门，就看到了不远处的苏廷玉。江云琛看到苏廷玉，先是一愣，随后又换上一副笑呵呵的模样。我能想什么？当然是想青青了。云琛，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你觉得这个借口能骗过我吗？苏廷玉一脸严肃地说道。我有必要骗你吗？江云琛有些心虚地摸了摸鼻子。既然你不愿意说，我自己去找皇上。说着转身就要离开。别，廷玉，你等等。江云琛急忙伸手拦住了他。他不确定苏廷玉是不是知道庆安已经来了南下，能让他这么失控的也没有别人了。你知道了什么？苏廷玉见他心虚的样子，就知道他那天看到的人没错。你别让我为难行吗？苏廷玉身子一僵，沉默了许久才开口。如果他来南下有什么阴谋，留他一命，我会亲自和皇上说的。好，廷玉，事情过去这么多年，要真是有误会，还是当面说清楚的好。你们俩别一见面就和仇人一样。真的是误会吗？苏廷玉喃喃道。我先回府收拾一下。说着拍了拍他的肩，转身离开。京城郊外，郡主您刚换完药，还是早点休息吧。我还不想睡，你们都下去吧，我一个人待会儿。郡主，云儿，我想一个人待会儿。侍女云儿抿了抿唇，到嘴边的话还是没有说出来。是，父亲，为了你儿子的前途，你派人跟踪我。荣婉婷一脸怒意地看向楚王荣震。本侯做什么无需向你致讳，看看你还有一个郡主的样子吗？荣震怒喝道。我根本就不稀罕当什么郡主，让你的人赶紧离开，别挡着我的道。混账，苏廷玉是什么人？你跟他牵扯不清，皇上想要他的命，你却把藏起来了，想让我们景安侯府给他陪葬吗？来人，把这个逆女给本侯带下去，没有本侯的命令，一步也不许他踏出院子。第282章，当年真相二。荣婉婷回想着当年的事，忍不住湿了眼眶。她何尝不知道父亲的做法会让他和苏廷玉形同陌路，甚至苏廷玉也会因此恨上他。他与父亲抗衡过，也以死相逼，可是他却低估了父亲的狠心，为了那个女人生的儿子，竟用他母亲的命要挟他。天边微微泛白，荣婉婷在院子中坐了一夜，几个侍女也不敢靠前。云儿看不下去主子这么折腾自己的身体，上前劝慰道：郡主，您身上还有伤呢，要仔细调养，您这样身体受不住的。无妨，反正母亲也走了，还有谁会在乎我？荣婉婷自嘲地勾勾唇角。郡主，当年的事您为何不与苏公子说清楚？说清楚又如何？他的行踪确实是从我这泄露出去的，还差点要了他的命，他最恨的就是背叛。可是郡主，当年若不是您拼死阻拦侯爷，就算是苏公子他们被人救走，恐怕也不会那么顺利离开东陵，您当时也差点丢了命。说这些已经没用了，现在父亲交代我的事已经办妥，从此我与侯府再无瓜葛。你从小跟着我，也吃了不少苦，我知道你和叶离两情相悦，到时候放你们两个离开，你们就安心的过自己的小日子，我也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没事我也练练字，看看书，也做一回大家闺秀。郡主，奴婢不会离开您的。说着，云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奴婢就算是死，也不会离开郡主的。可害！荣婉婷一阵急咳，云儿急忙轻拍她的背。郡主。缓了好一会儿，荣婉婷才开口：我没事。傻丫头，净说傻话。好了，我有点累了，扶我回房休息吧。云儿服侍荣婉婷休息后，退出了房间。云儿，你怎么了？叶离刚刚从府外面回来，看到云儿一双红肿的眼睛，急忙问道：郡主受了这么重的伤，也不愿找大夫好好医治，我看他是……云儿哽咽的说不出话来。你别着急，不行我去找一趟苏公子，把当年的事情说清楚。叶离说道。不行，我刚刚问过郡主了，郡主说苏公子最恨的就是背叛之人。可你我都知道，事情明明不是这样的。可是……你别可是了，我去找一趟苏公子，如果事情说清楚，苏公子还是不肯原谅郡主，那咱们也不告诉郡主我去找过他，
等郡主伤情稳定了，咱们就带着他离开，以后也不再踏足南下一步。云儿犹豫了许久，才点头。好。江云琛调查得知，荣婉婷此次的目的是西进，并非南下，悬着的心才放下。他也怕荣婉婷出现在南下会有什么其他目的，毕竟齐王的事让他们还心有余悸。苏廷玉这几日除了上朝，未踏出府门一步，没事就坐在书房，看着手中的荷包发愣。他也想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俩人最后一次见面，剑拔弩张，不欢而散。世子，府外有人求见。就在他想得出神的时候，门外传来管家的声音。第283章，当年真相3。不见。苏廷玉没想到会是叶离，问都没问就拒绝了。管家犹豫了许久，才开口：世子爷，来人说他家主子是世子爷的师妹，有重要的事情和您说。苏廷玉听到师妹二字，腾的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除了荣婉婷，他不会再有第二个师妹。强压着心中的激动，面上却是一脸平静，把人带进来。是。叶离走进书房，恭敬地向苏廷玉行礼，见过苏大人。叶离跟在荣婉婷身边多年，苏廷玉自然认识他。不知道你今日来找我，所谓何事？还是你们主子又想耍什么手段？他语气听上去有些清冷，还有些嘲讽。苏大人，属下此次前来，主子并不知道。那我跟叶侍卫似乎就更没什么好说的了，本官还有事忙。苏大人。不等苏廷玉把话说完，叶离就打断了他的话。我知道您因为当年的事怨恨主子，可是主子也是被陷害的，甚至……好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不必再说了。更何况当年我给过他机会和我解释，可是他没有，反而是默认了。都过去这么久了，再说那些已经没有意义了。还是说你们郡主为了景安侯府又想打什么主意？听到苏廷玉如此诋毁自家主子，叶离双拳紧握，恨不得给面前男人狠狠一拳。此刻他觉得自家主子真是错付了一片真心，白白吃了这么多苦。怎么没话说了？还是又被我说中了？苏廷玉一脸的讥讽。既然苏大人不想知道事情的真相，那我再说什么也是徒劳。只愿苏大人以后不要后悔，打扰了，告退。说完，叶离转身就要离开，没有一丝犹豫。站住！你以为国公府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苏大人想如何？难道还想把我抓起来不成？有何不可？你觉得你家主子知道你被我抓了，会不会来求我？苏廷玉，你别太过分，是我看错你了。郡主真是瞎了眼，才为你差点把命都丢了。如今你倒是会说风凉话，我都为郡主不值。你说什么？什么把命丢了？把话说清楚了。我什么都不会说了，就算我说了，你会信吗？叶离，最好把你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别逼我对你动手。苏廷玉抓住叶离的衣领，眼睛赤红。听到荣婉婷差点丢命，他再也伪装不下去了。说呀！见叶离一言不发，一拳打在他的脸上。叶离擦了一下嘴角的血渍，嗤笑一声：苏大人不是不想听吗？不是以为这一切都是郡主的阴谋吗？你别挑战我的耐性，把你知道的事一五一十的说清楚。好，既然苏大人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当年江大人来找郡主求救，被侯爷的人发现，告诉了侯爷，他们偷偷在郡主的饭食里下药，郡主昏迷不响。是云儿发现情况不对，偷偷找来府医。等郡主醒过来的时候，侯爷和世子已经带人离开了。第284章，昏迷。苏廷玉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可是我问过他，他为何不说？要郡主说什么？你以为就凭你们几个人真的能这么轻而易举的离开东陵吗？是郡主及时赶到，以死相逼，又答应侯爷为他做事，你们这才脱身。郡主说，你们行踪暴露，确实因为他的原因，对你而言已属背叛。再加上侯爷怕郡主反悔，用夫人的命要挟郡主，你知道他有多难吗？你还好意思站在这里指责他？那他这次是……苏廷玉不敢再听下去，心仿佛被一只大手紧紧抓着，让他喘不上气来。夫人前几个没了，侯爷知道再也没有能制约郡主的筹码了，答应郡主，只要这次帮他拿到西晋的边防图，就允许郡主离开侯府，他和侯府此再无瓜葛。拿到了。是，不过郡主这次受到伤很重，而且暗器上还有毒。虽然郡主不说来南下是为了见你，不过我们都很清楚，郡主说过这是最后一次来南下了。你要是还有良心，就去见见郡主，当年真的不怪他。他现在在哪？伤势如何了？快带我去。苏廷玉此时慌乱的不行，脚下都有些虚浮。荣婉婷伤势未愈，伤她的暗器上还淬了毒，好不容易将毒压制住，又吹了一夜的风，这会儿发起来高热，人也迷迷糊糊的，把云儿吓坏了。大夫为荣婉婷诊过脉后，轻轻叹了一口气，姑娘现在高热，她体内毒素未清，现在也只能先开一些退热的药给姑娘服下，看看是否能退热。她体内的毒还要尽快想办法，不然……大夫的话没有说完，云儿也明白他的意思，已经派人出去寻解药，只是这么多天还没有消息。云儿此时只能在一旁掉眼泪，什么也做不了。云儿将荣婉婷扶起，让她半靠在自己身上，
准备让侍女喂药。砰的一声，房门被推开，吓得侍女手中的药碗差点掉在地上。婉婷，苏婷玉声音有些颤抖，慢慢靠近床边，看着昏迷不醒的荣婉婷，心疼的有些喘不上气来，眼眶微微泛红。她怎么样了？苏婷玉的声音有些哽咽。郡主身上的毒还没解，昨夜又受了风，大夫说郡主身上的毒再不解，恐怕云儿已经说不下去了，小声的抽泣。你们就是这么服侍主子的？苏婷玉低吼道。我，婉婷，以前的事都是我的错，不该不相信你的为人，不问缘由的怪罪你。你等着我，我这就找人救你。说着转身看向云儿和叶离，好生照顾你家主子。苏大人，你真的能找到解药救郡主吗？云儿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似乎又想到了什么，眼神又暗淡下来。郡主已经找了不少名医，他们都没有办法，这次一定能。苏婷玉坚定地说道，转身快步走出院子，快马加鞭的回城，直奔皇宫。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找解药救荣婉婷。第285章，情况不是太好。苏婷玉跪在御书房，求穆静初出手救治荣婉婷。穆静初看向苏婷玉，沉思片刻，淡淡开口：你相信他的话？回皇后娘娘，臣信他，当年是臣辜负了他，明明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还与他赌气，让他受了这么多苦，还请皇后娘娘出手救救婉婷。那你和他以后打算如何？冷子墨问道。他现在已经不是东陵的郡主了，等他伤好，我会娶她。景安侯知道你娶了他的女儿，恐怕不会死心，到时候你会如何？他如此对待婉婷，我还没找他算账，他要是再敢威胁婉婷，我就新账老账一起算。好了，那都是后话，我先带你过去看看。不过要真是如你所言，那个景安侯如此欺负你媳妇儿，就算没有新账，老账也不能一笔勾销，不然你这个丈夫可是不合格哦。是，皇后娘娘教训的是，臣谨记。相公，我跟婷玉去看看。好，早点回来。穆静初随苏婷玉直奔荣婉婷住处，冷子墨将明玄找来，让他派人盯着东陵景安侯府的动向，还要查清楚当年的事。他担心苏婷玉被蒙蔽，事关敌国，他不能大意。如果真如苏婷玉说的那样，当年是景安侯府的人算计了他，那他也会支持苏婷玉的决定。这一切都必须等明玄调查清楚才能下结论。夜里一直守在院外，看到苏婷玉带人回来，心中一喜。婉婷如何了？郡主刚刚醒了一盏茶的功夫，现在又昏过去了，药也喂不进去。带我过去看看。穆静初在路上已经和苏婷玉大致了解了一下情况，现在病人又昏迷了，看来情况不是太好。由于荣婉婷的关系，他们对南下的情况了解的还是十分详细的。看到穆静初身边的人，还有苏婷玉对他恭敬的态度，对他的身份有了隐隐的猜测。既然对方没有挑明，他也只当不知道，还是恭恭敬敬的行礼，带他们去见了荣婉婷。穆静初开始给荣婉婷把脉，眉头微皱，苏婷玉紧张的站在一旁，不敢吱声，生怕打扰到穆静初。嫂子，婉婷如何？穆静初刚收回手，苏婷玉就迫不及待的开口：情况不是太好。什么？嫂子的意思是婉婷她……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穆静初还没见过苏婷玉如此失态，知道她着急，直接道：她身上的毒我能解，不过她身上还有陈年旧伤，一直没养好，这也是她服下了延缓毒性发作的解药，为什么迟迟没有效果的原因。她的身体以后要好生养着，恐怕要养个1年半载的。好，多谢嫂子。现在需要我做什么？你们都先出去吧，韩星韩洛留下就行。是，求您让奴婢也留下来吧。鱼儿跪在地上祈求道：你想留便留下吧，不过我施针时不要出声。奴婢知道。苏婷玉在门外来回踱步，心急如焚。她是相信穆静初的医术，可是荣婉婷身上的毒一刻未解，她悬着的心就放不下。她死死盯着那扇门2个时辰，终于听到吱呀一声，门从里面打开了。第286章和好。苏婷玉在看见穆静初的那一刻，想要问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穆静初知道他此刻的心思，也不和他再绕弯子，直言道：放心吧，毒已经解了，1个时辰之后就会醒，他身上还有救急，一定要好好养着，不然落下病根，到时候想要医治可就难了。说着拿出一个瓷瓶递到苏婷玉面前，等他醒来把这个给他服下，每天1颗，3天后我再来。苏婷玉双膝跪地，多谢嫂子救婉婷一命。行了，起来吧，好生照顾她吧。穆静初将注意的事情交代清楚，又给荣婉婷把了一次脉，确认她已经无碍了，才带人离开。待荣婉婷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借着房间里微弱的烛火，看到床边坐着那个让她魂牵梦绕的男人，以为自己又是在做梦，因为这个场景在她梦里出现过无数次。真好，婷玉，我又见到你了。只是这一句话，瞬间就让苏婷玉的眼泪夺眶而出。荣婉婷没注意到苏婷玉微微颤抖的身体，慢慢的坐起身，想要摸了摸她的脸，想到了什么，伸出的手又停下了，自顾自地说道：我知道你恨我，你愿意入我梦里，
我已经很知足了。如今娘也离开我了，最后我还能见到你，真的是上天待我不薄。我……苏廷玉不等他把话说完，一把将他抱在怀里，眼泪滴落在他的脖颈处。廷玉，我真不想这场梦就这么醒来，你说我是不是太贪心了？荣婉婷将头靠在他的肩上，柔声道：“对不起，对不起，婉婷，原谅我，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真不想醒来啊。”傻丫头，这不是梦，你看着我。苏廷玉扶着荣婉婷的肩，两人四目相对。婉婷，这不是梦，我知道以前的我错得离谱，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欺负你的那些人，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相信我。荣婉婷呆愣在原地，此刻她真的分不清这到底是不是梦了，手微微有些颤抖。苏廷玉抓着她的手放在自己温热的脸上，丫头，感觉到了吗？荣婉婷不知道此刻自己是什么心情，她想要贪恋这一刻的美好，不过也知道自己的身体，只怕是叶离求她，她也是可怜自己罢了。不用你可怜我，本就是我欠你的，不过还是谢谢你能来看我。夜里送客。知道荣婉婷中毒的那一刻，苏廷玉是真的怕了。现在不管荣婉婷说什么，他都不会离开，将景安侯寻得西境边防图的消息传给冷子墨，自己留下来亲自照顾荣婉婷。半个月后，荣婉婷的身体有了明显好转，两人也把误会解开了，和好如初。苏廷玉还没高兴几天了，就要回去了，再过几日就是冷子墨的寿辰，其他国使臣已经在进京的路上了，他必须赶回去，又不放心荣婉婷，好说歹说才答应和他一起回去，只不过不能住在国公府，要自己置办宅子。第287荣世子来了。这几日京城十分热闹，皇上寿辰，三国使臣陆续进京。很快到了东陵使团进京的日子，街道两旁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百姓。这几年边关都不安稳，当属东陵最不安分，时不时的就骚扰边境，想挑起战争，边境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冷子墨刚登基时，东陵觉得南下刚刚经历内战，想趁机偷袭，将南下边关的几座城池收入囊中。冷子墨亲自领兵与其大战，那一战可以说东陵损失惨重，还让他们签下了10年停战的约定，这也是楚王他们为何又打西晋主意的原因。冷子墨想到这些日子明玄调查回来的结果，东陵并非看上去这么安分，知道他们今日进京，一早就带着穆静初来到了花满亭，这里独特的位置，站在2楼就可以将京城最热闹的地方尽收眼底。俩人难得如此清闲，有时间坐下来喝喝茶，聊聊天，看看热闹的街景。冷子墨的眼神就没离开过穆静初，认真听着穆静初说的话，时而抿唇浅笑，时而点头赞同，眼神里充满了宠溺，让谁看见这一幕都不敢相信这是他们南下传说中的杀伐果断、不喜女色的皇上。随着人群传来一阵骚动的声音，俩人齐齐看向窗外，东陵使团一行人浩浩荡荡的队伍进入他们的视野，足足20几辆马车将街道堵得严严实实，车队中一辆花车吸引了百姓的目光，花车上10几个穿着与南下不同风格服饰的美艳少女惊呆了众人。穆静初将目光停留在花车后面最豪华的马车上，看到车帘掀起一角，并看不清楚里面的情况，靠近冷子墨问道：“东陵这次来的是何人？”“是东陵的秦王上官燕，还有景安侯府世子荣辉。”“荣辉，婉婷的弟弟？”冷子墨点了点头。荣辉是景安侯的庶子，原配夫人去世后就把荣辉的姨娘扶正，还让他继承了世子之位。难怪婉婷会和侯府断绝关系，看来这个景安侯和穆卫青一样，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穆静初觉得荣婉婷和原主的身世很像，都有一个渣爹，还有恶毒的继母。不过荣婉婷比原主幸运得多，好歹身边还有娘亲护她周全，不像原主被渣爹和恶毒的后娘活活搓磨死了。景安侯府的人要是知道荣婉婷也在京城，不知道会闹出什么幺蛾子。放心，我会派人盯着他们的，谅他们也不敢在京城闹出什么动静，不然他们休想全身而退。随着使团队伍越来越远，看热闹的人群也渐渐散去，俩人在花满亭用过午膳才回宫。正如穆静初想的那样，这次派荣辉随行，就是景安侯收到消息，知道荣婉婷现在留在京城，还想利用她，可是他想错了。小姐，荣世子来了。自从答应苏廷玉来京城，荣婉婷就不再让身边的人称她为郡主，既然已经和景安侯府断绝了关系，庆安郡主这个封号自然不能再用。第288章寿宴1。似乎荣辉的到来早就在荣婉婷的预料之中，听到这个消息她并没有惊讶，毕竟景安侯府那些人是什么德行，她心里一清二楚。把人带到前厅。小姐，当初他们是对您和夫人的，您怎么还要见他？您可不能心软啊。荣婉婷知道云儿担心什么，开口说道：“当初是因为娘在侯府，我才不与他们计较。他们这次前来打的什么主意，我心里有数，把话说清楚了，让他们以后别再痴心妄想了。”正如荣婉婷断定的那样，景安侯怎么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只不过这次他们的如意算盘没有成功，荣辉最后一脸怒意的离开了。冷子墨寿辰这日，3品以上大臣可以携带家眷进宫。大殿上，相熟的几人聚在一起闲聊，三国使臣也早早进了宫，不少人都暗自打量着他们。
西晋太子桑义之多年前在穆敬初手上吃了大亏，要不是他外祖为他寻来解药，别说太子之位，就连小命都差点丢了。开始桑义之还不甘心，想要报仇，不过西晋实力与南下相差悬殊，加上其他皇子一直觊觎他的太子之位，不敢贸然行动，担心一旦失败，太子之位不保，只能歇了这份心思。冷子墨似乎知道了他当年在西晋中毒少不了东陵的手笔，这几年东陵和南下结下了不小的梁子，他倒是乐见其成，想坐收渔翁之利，不过也只换来了停战10年的约定，让他有些不满，一直没有放弃要挑拨两国关系的想法。东陵秦王上官燕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他，有些不舒服，看到桑义之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眯了眯眼睛。皇上驾到，皇后娘娘驾到。随着太监的一声唱和，大殿瞬间安静下来。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众卿平身。今日冷子墨寿辰，三国使臣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与南下交好的机会，纷纷献上了贺礼。随着大殿上丝竹声的响起，一群身穿华衣舞服的女子进入大殿。整个宴会气氛还算融洽，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响起了一个突兀的女声，南下也不过如此，皇上的寿宴上一点新意都没有。众人闻声望去，只见坐在北漠使臣中一位身穿大红色宫装的少女，把玩着手中的酒杯，淡淡开口。穆敬初看向冷子墨挑眉，本以为宴会就这么风平浪静的过去，谁知道每次总有这么不安分的几个人跳出来影响心情，雅儿不得胡闹。北漠靖王出言呵斥道，随后起身对着上座的冷子墨行礼，皇妹年少不懂事，还望陛下不要怪罪。无妨，既然靖王说了，公主少不更事，朕不会计较。冷子墨早就想结束宴会，回去抱着媳妇儿睡觉了，谁想到这回又有人跳出来，压着内心的烦躁，淡淡开口，没想到北漠公主竟然这么失礼，真不怕给你们北漠丢脸。西晋宁安公主一脸讥讽地说道。第289章寿宴2。两位公主针锋相对，穆敬初坐在上首，自然是乐见其成。其实他们那点小心思怎么能瞒得过他？他们来京后私下做的那些事，怎么能瞒得了他？心中不快，看了一眼坐在身边招蜂引蝶的男人，被自家媳妇盯得有点不自然。冷子墨将拳放在唇边，轻咳一声。坐在下面的众人谁也没注意到冷子墨二人之间的小动作。既然穆雅公主已经开口了，想必有什么过人之处，不如让我们这些人也长长见识。宁安公主继续说道。以为你是谁？想挑衅本宫，你还没那个资格。穆雅公主回怼道。真当自己当个人物，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在西晋还没有人敢这么和他说话，这次他来南下也是有目的的。那你又算个什么东西？穆雅公主也不是个软柿子，怎么会任凭宁安公主如此奚落？好了，雅儿不得无礼。靖王呵斥道。皇兄，明明是他挑事。宁安公主说的不无道理，这里毕竟是南下，不要让人看了笑话。靖王小声在穆雅公主耳边小声说道。你还想不想留下来？穆雅早就听闻南下皇上英明神武，俊朗非凡，听闻这次父皇想借寿宴之际与南下联姻，他可是磨了好久才让父皇同意让他和亲。最让他心动的就是南下皇上后宫除了皇后没有其他女人，凭他的手段想留在男人太简单了，而且对付一个女人可比对付一群女人容易太多了，这后宫以后还不一定谁做主呢。今日一见他就心动了，自动忽略了冷子墨身边的穆敬初，根本没把一个毫无背景的女人放在眼里。宴会上皇上根本没看他一眼，眼看着宴会就要结束了，他有些着急，这才故意出声，想要引起皇上的注意，谁知道半路杀出一个宁安公主。陛下。穆雅公主走到大殿中央，微微俯身，柔声道，刚刚是雅儿失礼，影响了陛下的心情，雅儿特意准备了一段舞蹈为陛下助兴。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宁安公主不屑地说道。雅儿一片好心为陛下助兴，你怎么能如此说我？这就是宁安公主口中的礼数。冷子墨被他们二人吵得头疼，真想一巴掌把这两个没脑子的东西扔出大殿。陛下，住口！冷子墨一声呵斥，大殿瞬间安静下来，大气都不敢出。穆敬初看得出来冷子墨要发怒了，拍了拍他的手，示意他稍安勿躁，交给他来处理。两位公主也是一愣，没想到皇上会这么不留情面，当众让他们下不来台，心里委屈，眼中蓄着泪水，这样的娇弱美人让人看了就十分心疼。陛下息怒。西晋使臣和北漠使臣纷纷起身行礼，众人也随声附和道。好了，不是什么大事，今日是皇上寿宴，大家不必如此，都坐下吧。穆敬初开口说道。谢皇上，皇后娘娘。穆敬初一脸笑意地看向二位公主，目光在他们之间来回打量。第290章宴会羞辱。穆雅公主和宁安公主存了同样的心思，对穆敬初表面上十分恭敬，可是他们眼神里的不屑却是瞒不住众人的眼睛。见穆敬初一直笑而不语，以为是对他们身份有所忌惮，心中暗自得意。
2位公主和众位使臣前来为皇上贺寿，皇上和本宫也甚是欢喜，特设宴席以示款待，在此本宫敬众位一杯。”说罢，举起手中酒杯，随后一饮而尽。众人纷纷起身，恭敬地举起酒杯：“恭祝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穆静初起身，缓步走到穆雅公主面前：“皇后娘娘。”对上穆静初那凌厉的眼神，让她心头一震，那目光好似能看透人心，又似是在嘲笑她。穆雅公主，本宫看在北漠皇上的面子上，可以不追究你刚才对南下的无礼与轻视，最好把你那点小心思收起来，不然……说到这，看了一眼其他使臣，缓缓开口：“不然本宫不管你们是什么身份，都别想活着离开京城。2位公主，本宫的话可听明白？”穆静初声音轻柔，可是每一个字都重重地敲在众人心上。宁安公主和穆雅公主被当众点出了他们的心思，更是羞愧难当。怎么说，他们也是一国公主，这以后必定成为他人口中的笑柄。看着他们敢怒不敢言的样子，穆静初轻笑出声：“怎么，这就怒了？不装可怜，不窝男人同情了？你欺人太甚！”宁安公主忍不住出声：“知道本宫欺负人还敢跳出来，本宫真是佩服。今天是皇上寿宴，不想让大家难看，这可是你们自找的，当着他的面就想勾引他男人，当他是死人吗？”皇后娘娘息怒。西晋与北漠众使臣急忙起身，他们都是为了能与南下交好而来，可不想惹恼了这位姑奶奶。如果公主能入了南下皇上的眼，自然是好事，可现在事情早就脱离了他们的预想。本王戴雅向皇后娘娘赔罪，今日她多饮了几杯，胡言乱语，还望您不要与他计较，本王这就带他离开。晋王率先开口：“既然是无心之言，本宫自不会放在心上。晋王就带穆雅公主先回驿站，让她好好休息，以后一定要慎言，小心祸从口出。”晋王紧了紧放在两侧的双拳，此时在南下，他们根本不能做什么，只能带着北漠人灰溜溜的离开。西晋众人也急忙起身请罪离开。现在南下不是他们能得罪的，当初他们想借着南下内战，从中分一杯羹，就是这位皇后娘娘带人闯入边关，把他们城门炸了，还死伤了不少将士。南下可是没费一兵一卒。西晋皇上一直想得到们手里的东西，多次派细作潜入京城，一点消息也没有。之后想到了联姻，也隐晦的与南下皇上提过，都被干脆的回绝。这才想着借这次寿宴让公主出面，最好能入了南下皇上的眼。谁知道出师不利，现在也只能先离开，再做打算。第291章，带你们出宫。宴会过后，三国使臣没敢逗留，第二天便陆续离开了京城。冷子墨暗中派暗卫盯着他们，直到这些人离开南下，才回来复命。使臣虽然已经离开，但是他们暗中也留下了不少细作。这些人的心思，冷子墨岂会不知？如今边关看似安稳，还不是忌惮他们手里的秘密武器？如今三国对他们手里的秘密武器，可都是虎视眈眈，想要窃为己有。这日，冷子墨处理完手中的公务，时间尚早，打算去看看孩子们。他已经好多天没有看到他们了，也确实想得紧。如今孩子已经3岁了，调皮得很，宫里没有他们不敢去的地方，也没有他们不敢做的事。为此，穆静初没少罚他们。小女儿冷景书看似乖巧，其实心眼可比2个哥哥灵巧多了。看到母后要发火，赶紧去搬救兵，找父皇替她说情。冷子墨妥妥一个女儿奴，看到女儿那可怜巴巴的小眼神，心疼的不行，不管惹了什么祸都不会生气。2个儿子可没那么幸运了，可没少替妹妹挨打。父皇，穆静初正在教导3个孩子习武，冷景书看到冷子墨，高兴地朝他跑了过去。冷子墨笑着一把将小女儿抱起来：“淑儿可想父皇了？”“想。”淑儿想父皇想的用膳都不香了。冷景书小手抱在冷子墨脖子上，说完还在他脸上吧唧亲了一下。穆静初摇了摇头，对这个戏精小女儿也是无能为力。冷景言和冷景行可不敢在父皇面前放肆，急忙恭敬行礼：“儿臣见过父皇。”“没事，别总缠着你们母后，回头让明轩多教教你们。”冷子墨一改对小女儿宠溺的语气，俨然是一个威严的老父亲。他就是看不惯2个臭小子，没事总是缠着他媳妇儿。“我才不喜欢跟着明轩学，我就喜欢让母后教导我们。”冷景言小声说道。他的声音虽小，但是冷子墨也听得一清二楚。闻言看向他，对上自己老父亲凌厉的目光，冷景行急忙跑到穆静初身后：“好了，他们才几岁，别对他们这么严厉。你难得有空，别总是板着一张脸。”穆静初就想2个儿子也有个快乐的童年，不想他们一天到晚跟个小大人一样，失去童真。冷子墨其实也心疼2个儿子，只不过他们身为皇子，身上背负的责任太大，总归不能太过放纵，难免严厉一些。“好，听你们母后的。”冷子墨也知道自己刚刚太严肃了，也不怕孩子与他生分，开口说道：“你们先去收拾收拾，一会儿带你们出宫。”“太好了，好爷。”3个孩子也是难得出宫，此时高兴极了。看着3个孩子跑走的背影，冷子墨也是无奈的摇了摇头。今天怎么想起来带他们出宫了？这些日子因为边关的事忽略了他们，
今天难得有空，让他们高兴高兴。你别忘了，我也是从小在宫里长大的，当然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边关的事情怎么样了？第292章，终究是一场空。放心吧，东陵现在自顾不暇，楚王打着清君侧的名号已经起兵，就看他们兄弟二人谁能笑到最后了。其他两国也畏惧土雷的威力，不会轻举妄动。不过这些日子，京城里这些细作可是没闲着。这些人都在我们掌握之中，倒是不足为惧。既然他们留下来，就让他们传点有用的消息回去，也不枉主子对他们的信任。两人相视一笑，冷子墨当然明白穆静初话里的意思，这些细作得到的消息是冷子墨故意让人透露给出去的，就看对方是否能相信消息的真实性了。一旦他们相信，那么边关这一战就有80%胜算。父皇、母后3个孩子已经换好常服，朝着他们跑了过来。咱们快点走吧。舒儿拉着冷子墨的大手，着急地向寝殿外走去。一家5口难得有机会一起出宫，夫妻2人也不拘着他们，3个孩子可是玩得尽兴，天都已经擦黑了，还不愿意回宫。最后还是穆静初答应，过几天等江云琛和柳青大婚后，带他们去附近的山里打猎，3个小家伙才高兴地回宫。江云琛大婚属江万林最高兴，这几天没事就往江云琛的府上跑。开始江云琛没给过他好脸色，好在江万林也不在意，又有苏志远和苏廷玉从中调和，父子关系倒是比以前融洽了许多，不再想像以前一见面就像仇人一样。苏志远看到江云琛都已经成亲了，小两口恩恩爱爱的，整天腻在一起。尤其是江万林有事没事的，还在他耳边说马上就能抱上小孙子了，让他又羡慕又眼红。开始有事没事的催着苏廷玉叶赶紧把荣婉婷娶进门。苏廷玉也早就想把荣婉婷娶回家，只不过荣婉婷始终担心自己的身份会对苏廷玉有影响，迟迟没有回应。苏廷玉知道他的顾虑，特意带他入宫。穆静初也和荣婉婷接触过，也调查过她，知道她是一个好姑娘，也对苏廷玉用情至深，不想两人再这么耽搁下去，为他们2人赐婚。这样不仅打消了他们的顾虑，也堵住了一些人的小心思。就在他们大婚当天，谁也没想到东陵的景安侯府竟然送来了贺礼。景安侯这么多年一直利用这个女儿，今天怎么会派人专程送来贺礼？穆静初回到宫里，开口问道：“也许是良心发现了。”良心发现？什么意思啊？景安侯差点死在楚王手上，听说他那几个儿女没有一个人护着他，危难当头只顾自己逃命，包括他一直宠爱有加的荣辉。活该，都是他自找的，就凭他的人性，还指望能养出什么好品性的儿女来？穆静初最恨的就是这种宠妾灭妻、苛待子女的渣男。要是换成他，绝不会像荣婉婷这样只断绝关系这么简单。对了，楚王最后怎么样了？东陵皇可是个老狐狸，楚王20多年前就不是他的对手，这次他还以为胜算在握，谁知道一切都是那个老狐狸的计谋，筹谋了这么多年，终究是一场空。第293章，一家5口。东陵经过内战，大伤元气，加上与冷子墨签订的停战协议，再不敢生事，边关的百姓常年经历战乱，生活也是苦不堪言。穆静初决定前往边关，帮助那里的百姓重建家园，让他们生活得更好。冷子墨因朝中的事暂时不能脱身，在穆静初出发的前一晚，满怀愧疚地抱着她，心里满是不舍。媳妇儿，路上注意安全，等过些日子我安排妥当就去找你。穆静初从他眼神里看出了心疼还有愧疚，笑着说道：“你放心吧，身边这么多人跟着呢，你也要注意身体，能为百姓做这些事情，我心甘情愿，也特别有成就感。你不要总觉得亏欠我什么，知道吗？”好。冷子墨将头埋在穆静初的脖颈处，双手紧紧地抱着她。明天我就要启程了，这一走恐怕要好几个月。今天晚上让孩子过来和咱们一起睡。冷子墨一听说要和孩子们一起睡，心情瞬间不美丽了。不过转念一想，一家5口躺在大床上，听着穆静初给孩子们讲故事，哄他们入睡，心里还是很期盼的，这才是家的感觉。第二天天不亮，穆静初就带着人出发了，冷子墨一直将他们送出城。出了城门，穆静初一行人快马加鞭，一路直奔边关。到了边关只做短暂休整，就开始到附近城镇还有村子里体察民情。经过1个多月的调查，他对这里的情况已经有了基本了解。回去之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方案。这里大部分的孩子都不识字，更别说去学堂了。穆静初在这里开设了求职堂，束修也减半，让他们都能掌握一技之长，多一个谋生的手段。医馆也是这里百姓不敢踏足的地方，好多百姓就是因为家里穷，看不起病，本来只是小病，他们不在意，最后拖成大病，到时候再想救已经无药可医了。穆静初还招收了一批医女，让他们从学徒做起，毕竟这个时代女人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对于自身的疾病也都讳疾忌医。以后医馆里有了医女，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了女人们因为不能及时医治导致的悲剧发生。还为村民专门在镇上设立了集市，让他们有了固定交易的场所，生活也有了保障。一切准备就绪，在穆静初的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边关的百姓更是情绪高涨，
一个个干劲十足，都自发地赶来帮忙。穆静初在边关待了3个月，看到这里的百姓生活已经走上了正轨，也就放心了。离京这么久，他还真想冷子墨和孩子们。韩星，收拾收拾，咱们该回去了。韩星、韩洛没有听到回应，穆静初有些纳闷，推开房门，看到门外站着的一大三小，顿时红了。媳妇儿，母后。穆静初蹲下身，张开双臂，3个孩子一下子扑倒他的怀里。母后，叔儿好想您。我们也想母后。2个儿子不甘落后，也紧紧地抱着穆静初。第294章大结局。穆静初怀里抱着3个软乎乎的小宝贝，心里软得一塌糊涂。再抬眼看到那个眼里满是自己的男人，有种说不出的满足。上辈子自己一个人从来没有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莫名其妙的来到了异世，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一个真心与他相爱的男人，还生了几个可爱的孩子。也许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冷子墨也缓步上前，将母子4人揽在怀中。前半生他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将生死置之度外，一心只想报仇，从未想过自己这辈子可以娶妻生子，尽享天伦。看着怀中的一大三小，眼中满是宠溺。韩星、韩洛早就收拾好行装，一家5口并没有着急回京。冷子墨带着母子4人南下，四处游玩。3个孩子一路上都很兴奋，每到一个地方都让他们有不一样的感觉。虽说宫里有数不尽的奇珍异宝，可是这些市井的小玩意儿更能吸引孩子们的目光。在宫外，夫妻2人也没有拘束他们，让他们尽情享受小孩童年该有的快乐。他们找了一个山清水秀的村子住了下来，放任3个孩子们在田间和村里的小伙伴们嬉戏打闹。几个孩子非常懂事，经常把自己喜欢的小玩意儿和吃食拿出来与他们新交的小朋友分享。穆静初把孩子教得很好，3个孩子身上也没有那些世家公子和千金小姐自以为的优越感，和目中无人，更没有看不起那些农户的孩子，愿意和他们交朋友。在外2个多月，孩子们比以前更开朗，也更懂事。回京的那天，3个孩子和新交的朋友依依不舍地告别。小家伙们知道他们要离开，特意跑到山上给他们摘了野果子，让他们带在路上吃。冷子墨出来的时间有些久，回去的路上他们没有再耽搁，直接回了京城。回宫后，3个孩子越发的黏着穆静初，简直阴魂不散，就连晚上睡觉都不回自己的寝宫。开始冷子墨还觉得一家5口这样待在一起很温馨，可是没有2天他就后悔了。他们夫妻2人根本没有时间单独相处。2个儿子还好，他可以训斥，可是女儿可怜巴巴地看着他就忍不下心责怪。每次穆静初看到他吃瘪，就觉得如此幼稚的冷子墨十分可爱，时常和孩子们统一战线，让冷子墨有苦难言。冷子墨心中也有了计较，开始为以后打算，每天把2个儿子带在身边，亲自教导，尤其是冷景言，对他期望更高。2个孩子叫苦不迭，不过对于冷子墨他们还是不敢反抗，尤其是母后这次也站在父皇这边。冷景言也许天生就是当皇上的料，7岁就显示出他的能力，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别看他人小，那双清澈的黑眸仿佛能洞察一切，让那些朝臣从来不敢因为年纪小而轻视他。穆静初也将自己的一身医术传给了3个孩子，只不过冷景言平时跟着冷子墨处理朝政，学医的时间有限，医术不如弟弟妹妹精通，不过也不是那些御医可比的。又过了3年，冷子墨封冷景言为太子，开始临朝听政，冷子墨也逐渐放手，一些政务还有都交由太子单独处理。见冷景言已经能独当一面，也是个合格的君王了，冷子墨觉得他们的事情可以提上日程了。早在2年前，他就让人在江南买了一处大宅，已经按照穆静初的喜好重新修整过了。这辈子他欠他的实在太多了，知道他是为了自己和孩子才心甘情愿地留在这深宫中，他不能自私地把他困在这里一辈子。安排好一切，冷子墨宣布退位，太子登基。2人给孩子们每人留下一封信，天不亮带着几个心腹悄悄地离开皇宫。穆静初还真有些舍不得。前一天晚上，大儿子突然抱着自己，眼眶红红的，他就知道大儿子这么聪明，肯定猜到了什么。一想到他们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离开，孩子们会很伤心，他心里也不好受。不过孩子已经长大了，早晚要有这么一天。冷子墨将他紧紧揽在怀中，孩子都已经长大了，言儿会是一个好皇帝的，行儿和叔儿有他照顾，你也不必担。要是实在想他们，过些日子我们回去看看他们。好。穆静初将头靠在冷子墨的肩头，他知道冷子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媳妇儿这些年让你跟着我吃了不少多苦，还为我生儿育女，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遇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我一点不觉得苦，能遇到你，为你生儿育女，我心甘情愿。这世上女人不知道有多少女人羡慕我嫁了一个好郎君呢。冷子墨闻言忍不住唇角上扬，抱着穆静初的手紧了紧，低头在他额头上轻轻落下一吻。此刻穆静初闭上眼睛，依偎在冷子墨的怀中，感受着他强有力的心跳，让他觉得十分安心。现实安稳，岁月静好，便是如此吧。全文完。